云昭皇朝，凤仪宫富丽堂皇的琼楼玉宇，此时此刻好似厚重恢宏。上朝的九重宫挤满了文武百官，外加一位表情严肃又紧张的少年皇帝。身穿绣着展翅玉飞金凤凰墨色华丽朝服的太后，头戴九尾凤簪，衔着黑色东珠垂在眉心，衬得她威严又凛然。柳云微垂着眼睑，木着脸：“姜太师，你们刚刚说什么？再说一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这帮大臣皇帝一大早的不让睡觉，多损啊！”说话七弯八绕，咬文嚼字，愣是没听懂，怪他哥。众人面面相觑，觉得太后在声色俱厉，不想接受现实，正以退为进，警告他们想好再说。姜太师看了一眼太后旁边正紧张扣着腰间玉佩的少年皇帝，都知道关键时刻来了，成不成在此一举。所幸他可不怕这女人，禀太后娘娘，皇上已经长大成人，足以独立的处理国事。太后娘娘身体一直欠安，需要休养，不宜再帮皇上处理政务，不如就让皇上亲政吧。亲政两个字一出，所有人都松了口气，目光灼灼地盯着太后，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礼仪？先前说的过于隐晦，太后竟然装听不懂。这次姜太师说的够明白了吧？在场的文武百官默契地用眼神给太后施加压力，时刻准备着将太后的拒绝对回去。柳云似乎感觉不到下面人的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反应了半晌才捡回脑子。哦，亲政啊，干这么大阵仗，还以为这些人要罢免少年皇帝另立新君了，所以得先废了他这个太后。微微偏头看见脸色绷紧的皇帝，柳云替原主不值，殚精竭力的为儿子守着这江山，生怕下面三大辅臣架空皇权将少年皇帝养成一个傀儡，却吃力不讨好。亲儿子抓住机会就联合三头狼逼宫，一心想要亲政，做个有名有实的国君。呵呵，图什么？少年皇帝一颗心起起落落好几回。姜孝母后这事儿臣不知道，就是母后7天前突然晕倒，一直身体不适，无法上朝，这几日国事处理起来都不顺，所以柳云眼底划过一抹嘲讽，所以就联合外人做这等逼迫之事。怪不得原主在7天前就被这好儿子活活气死了。这下可好，他花了7天时间来接受消化现状，猝不及防就要面对这样的大场面。丞相沈振元带着标志的笑面虎表情：“太后娘娘，皇上确实不知情，这事儿是臣等擅自决定的。大年已过，去年雪灾覆盖面积颇大，无数灾民等待安置，加上春耕即将开始，许许多多的事情需要安排。太后娘娘身体不适，无法上朝处理国事，一来一回颇耗时间，百姓们可都等不起了。”柳云抬了抬手，差点直接鼓掌。如此冠冕堂皇，说得太好了，真不愧是政客的嘴，一群骗天下人的鬼。众人见太后还没有接话，开始了七嘴八舌的说服教育。是啊，太后娘娘，很多事情刻不容缓，不能再等了。皇上至纯至孝，担心太后娘娘的身体，不如借此机会好好容养。皇上已经长成，太后娘娘不如放手孩子成长，到底要他自己扛起这云昭的江山社稷啊。柳云不着痕迹地摸了摸朝服上的凤凰绣纹，从来没见过这等手工绝技，他喜欢。启王，你觉得呢？太师江承风、丞相沈振元、启王孙武是先皇弥留之际钦点的3大辅臣，怎么说都要问问，免得将来这人反口说他不清楚。启王孙武排众而出：“太后娘娘，这些日子您未上朝，皇上独自处理事情也是井井有条，对很多事情颇有一番见解，微臣觉得皇上确实成长了。”柳云差点笑出声，刚刚还说不顺呢，现在又井井有条了，这些人的逻辑呢？听到这样的夸奖，皇帝兴奋的难以自持，悠地站了起来，对上柳云漆黑深沉的眸子，又有点怂，脸色涨红，想了想，觉得太后已经没有了拒绝的余地，便理直气壮起来：“母后，儿臣定当朝前夕替，更令名号，爱民如子，让云昭君圣臣贤，上下一心，打造出垂拱而治的盛世皇朝，定不负父皇所托。”是。柳云没眼看，克制拍肩膀握拳加油的冲动。小年纪读书不少嘛，一句话用了这么多成语，莫不是少年大学毕业的？可有什么用？小年纪就得了白内障，没看见下面一群老狐狸满意的眼神，胜利的笑容吗？挥手，柳云不想浪费脑细胞。好，我儿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确实难得。哀家一个女人，着实也不懂什么朝政。子夜，将玉玺拿来吧。听到玉玺2个字，皇帝脑子里直接炸开了烟花，激动的手抖。成了，真的成了。太后终于屈服，被逼放权，她能亲政了。突如其来的巨大幸福感，好不真实。柳云抬手让子夜将玉玺直接递给皇帝，维持着表情的严肃感。从此刻起，朝堂上下一切事宜就交给皇儿了，望皇儿莫要忘了刚才的承诺训诫。儿臣谨遵太后懿旨。皇帝拿起玉玺，
手抖地举了起来，稚嫩的脸上充满了惊天喜悦。他终于迈出了这一小步，就是云昭皇朝的一大步。文武百官也捧场，跪呼：恭喜皇上，盛世昌隆，四海归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柳云差点笑掉下巴，莫名觉得像一群大人陪着一个孩子玩皇帝的新装，特别喜感。沉浸在清正喜悦中的皇帝根本不知道会为他细心打算的亲娘在7天前就被他的中二气死了。现在的柳云完全不想管这一摊子烂事儿，昨晚上就打算好了，速度找机会将玉玺交出去，让皇帝跟一群老狐狸哪儿凉快待哪儿去。只是没想到这机会来得如此之快，顺水推舟不费力。穿越即为太后，站在了所有女人的巅峰，哪怕凭空少了7岁芳华，享受这漫天荣华富贵不香吗？为啥要像原主一样心力交瘁，大公无私，到头来还要承受儿子的算计、大臣的猜忌、天下的谩骂？聘姬司臣的臭名都已经传到宫里来了，可见原主兢兢业业白费劲，何必呢？第2章，难道真是脑子瓦特？接受了现实之后，很多事情在脑子里跑过，柳云整个人都不好了。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为什么要给一个16岁的娃保驾护航？谁还不是个宝宝了？玉玺一交，她坐等吃瓜。目送一群文武百官拥着志得意满的少年皇帝离开凤仪宫，偌大的宫殿瞬间安静冷清起来。柳云突然笑了一声，吓得一旁的子夜不敢上前，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主子。想了想，子夜犹豫地开口：主子，你的身体不是好了吗？真要论起来，那些大臣们的理由也站不住脚。他满心问号，主子为什么突然这么干脆地交出玉玺？柳云抬眸看了看他，欣赏着手腕上的碧玉玉镯，真好看。好了吗？那也是病过的。7天前怎么都醒不来的时候，听见包括皇帝和御医在内的所有人都以为他崩了。装模作样的哭丧中，竟然有掩饰不住的喜悦感。原主还残留的怨气和悲哀，彻底让他一个机灵醒了。若非他睁眼睁得及时，搞不好就要全国发丧了。到时候他这太后还能不能做了？多少人盼着原主死呢？也包括面前这位所谓的心腹。觉得主子越发不可捉摸，子夜背脊升起凉意，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胸腹聆听。谁知柳云没有说下去的意思，站起来抖了抖衣袖。这群人来得急，害得哀家早膳都没吃，做好了没有？子夜傻眼，结巴地说道：好了，奴婢这就让人端上来。柳云看着子夜离开，五官垮了下来。身为把持朝政的太后，身边一个信任的人都没有，一直没被人弄死，还是因为3大辅臣和藩王等诸方势力的互相牵扯。宫外什么情况不清楚，宫内自个儿穷折腾什么劲？天塌下来，那群人可要赶紧去顶着，才不会辜负他如此爽快交出玉玺的情分。太后的早膳丰富多彩，光是糕点就有10样，还有其他的粥面，样样精致醇香，让人食欲大开。子夜让人将膳食摆上桌，看了看窗前背对着他的主子，紧张地捏了捏衣袖。自从7天前的太后重新睁开了眼，就有些不一样了。以前的太后想什么做什么都不会逼着他，现在的主子他完全看不懂，敬畏打心底而生。偶尔散发出来的上位者气息凝而不散，直击人心，让他禁不住心虚。站在门口，子夜远远地看着柳云走向饭桌，心绪各种复杂翻腾。如今太后吃饭不要旁人在面前伺候，连他都只得靠边站，莫名的失宠感让他特别不安稳。柳云可没空理会别人的想法，他欢喜地坐在桌前，眼睛放着光，准备享受丰富的早餐。有10万士卒，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宫廷御膳啊！左顾右盼一阵，手掌一翻，凭空出现了一颗丹药，就着手边的燕窝汤吞咽了下去，心底一阵舒坦。他来到云昭，还附带了个签到系统，已过7日，总算获得了一些具有安全感的东西。这具身体生子生女的时候都遭遇了算计，后来失宠又吃尽了苦头，加上天降馅饼，成了太后也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怎么可能好？早已经破败不堪，油尽灯枯，凋零至极。不怪之前气急攻心就能要了命，幸好第1天签到得了一瓶强身健体丸，共30颗，每日1粒，能让身体逐步改善，1个月后彻底驱除陈疴，恢复巅峰。柳云还想多活几年，对此特别上心，每日吃早饭都记得服下，身体越来越舒坦。享用过美味的早膳，柳云坐在美人榻上，一边闲鱼一边研究系统，一点都不智能，平日里怎么呼唤都没反应，只有干巴巴的提示音，而且除了签到啥也没有。无聊的打了个哈欠，柳云懒懒的说道：签到。叮，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防御符星号1。眼睛一亮，柳云连忙查看，防御符可抵挡一切生死危机，一次性消耗品，生死瞬间自动激活。柳云顿时乐了，这个好，又多了一点安全感。系统在手，天下我有，或许这4面楚歌的日子也能一步步改善。
主子，后宫嫔妃来给你请安了。子夜站在珠帘前，小心地说道。柳云皱了皱眉，有气无力地应了：“哀家知道了。”原主不放心12岁登基的年幼儿子，一直把持着朝政，也不放心没有皇后的后宫，连公务也一把抓了，就不担心自己会被累死。一群没眼力见的，打扰他闲鱼。坐在刚才坐过的首位，看着一群花一样的嫔妃行礼请安，柳云嘴角抽了抽，莺莺燕燕，花红柳绿，总感觉吵到眼睛了。皇帝才16，正五品以上有资格来凤仪宫请安的后妃就不下20之数，简直叹为观止。为首的2位贵妃分别是姜太师的嫡幼女和启王的侄女，再加上有封号的景贤妃来自丞相沈家，3足鼎立，个个都不是善茬。皇帝真以为自己能尽数掌控，有福消受。姜贵妃生得明眸皓齿，体态丰盈，御姐是美人儿，一颦一动有种成熟的魅力，即便在太后面前没有刻意搔首弄姿，那种风情万千也无人能及。回太后娘娘，这春季到了，各宫也该做些新衣裳，新年新气象嘛。各地呈上来的贡品都不够姐妹们分的，定要外出采买。这不知道今年订哪家布庄的货。孙贵妃则是冷清型的，柳眉月眸，纤尘不染，通体透着一股清高味。姜姐姐也真是，太后娘娘刚刚大病初愈，你怎么这么多事儿？景贤妃是甜美型，微微一笑，酒窝长睫毛，醉人的很。太后娘娘的身体可真的好了吗？今日可有请御医把平安脉？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那日太后娘娘可吓死臣妾们了。柳云眼皮止不住狂跳，这些人说话句句不安好心，字字暗含讽刺，听起来就累。原主到底是怎么忍过好几年的？难道真是脑子瓦特听不懂？第3章，太后的死亡凝视。不得不说，她这个太后的威仪只存在于表面，出身高的妃子们打心底的没有敬畏，指不定暗中鄙视不屑。揉了揉眉心，柳云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这人啊，上了年纪，着实有些不行，病一场，感觉死过一回似的。柳云端起茶，吹了吹茶沫子，唇齿含香，回味甘甜，怪好喝的。春光明媚，大好日子，为什么要看这么一群人假惺惺的演戏？闻言，姜贵妃等人面面相觑，表情略僵，突然这么走心谈话，他们要怎么接？前面不会有一堆坑等着他们跳吧？众女咽了咽口水，干笑着等待后续。扫了一眼满屋子的美人，艳肥环瘦，各有千秋，什么类型都有，若说话都正常点，其实还挺养眼的。柳云默默吐槽，缓缓说道：“这些天过去了，眼见是好了，可身体乏力不说，脑子还总是转不过弯来，记性也越来越差，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理不清了。可宫内这么多人等着安排呢，哀家就想着。”故意停顿，却让为首的2贵妃、1贤妃脑子一片空白，强忍住窒息的惊喜。难道是他们想的那样？柳云慢条斯理地卖了个关子：“哀家精力不济，以后这公务也没力气管，今儿个就交给姜贵妃、孙贵妃还有景贤妃共同管理吧，3人共掌凤印，小事分管，大事商量着来，争取能让皇帝无后顾之忧，让哀家享享清福。万幸都只是10几岁的少女，再厉害也还没有成精，好歹能从表情眼神中看出点东西来。”姜贵妃悠地站了起来，眼睛里盛满不可思议：“真的？”孙贵妃还维持着清冷的人设，捏紧了丝绢，死死地盯着太后，怀疑自己的耳朵。景贤妃眨了眨萌萌哒的狗狗眼，笑得更甜了：“太后娘娘这么说，希儿可不依，最多希儿和2位姐姐替太后娘娘管几天，等太后身体利索了，还是得太后娘娘教晚辈才是。”众所周知，太后有多爱权，就连最会傻白甜的景贤妃也不敢以退为进，万一太后后悔了，顺着她的话头将凤印收回去，他们哭都没地方哭。他们盼这一天，也盼4年了。柳云轻笑一声：“贤妃这嘴儿啊，今天早膳的燕窝粥是添了多少蜜？”这话有点意思，怕授予他把柄，又想讨好卖个乖，只能这么拐着弯拍彩虹屁，死了不少脑细胞吧。小姑娘这么人精，你傻白甜的人设要崩了，知不知道？子夜震惊地看着主子，一阵恍惚，今天的主子是不是刺激受得太多了？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饭前将玉玺给了出去，饭后怎么又要将凤印送人了？主子，子夜有些着急，全然忘了自己的身份。柳云眼神一沉，抬眸看了过去，这狗奸系不会看场合了。子夜一句话戛然而止，整个人一激灵，脑子为之清醒。这话是他能说的吗？就算能，也不应该在这样的场合质疑主子。猛然回过味来，子夜强忍住头皮上的凉意，扶了扶身去拿了凤印，暗中拧了拧手，还有些哆嗦。刚才主子一眼死亡凝视，真让他有种死过一回的错觉。见子夜没有掉链子，柳云满意的拿起凤印把玩了几下，见下面人的眼珠子都快掉上去了，才忍俊不禁的开口：“
这封印暂时就交给江贵妃保管吧，一切都你们几个商量着来。具体怎么商量？别问他，他不知道，他管不了，他脑子离家出走了。江贵妃自动忽略后面半句，嬉笑开颜，立刻跪下表忠心。太后娘娘放心，臣妾定当恪尽职守，鞠躬尽瘁，为皇上尽忠，替太后分忧。孙贵妃和景贤妃紧随其后，一时之间又跪了一地，两人眸色都沉沉的，看着得意的江贵妃，咬唇不甘。柳云瞧着这些眉眼官司当乐子，突然觉得开局就成太后也挺好的，虽然也失去了一些东西，可到底不用站在下面跟这么一群女人争一根公用黄瓜了。好好，都是孝顺的，以后啊，哀家这凤义宫也不用日日来请安的，每月初1、15过来陪哀家说说话就成，天天到面前晃，他眼睛痛，都别打扰他闲鱼。等嫔妃们离开，子夜扑通一声跪在柳云面前，忐忑地说道：“主子，奴婢知罪，还请主子责罚。奴婢也是担心主子，心疼主子，身在后宫，如今连凤印都给了别人，只怕更多的人会不将主子放在眼里了。这以后的日子。”柳云挑眉，似笑非笑地看着子夜着急，自在地喝了口茶。蓝叶，进来。身着同样大宫女衣衫的蓝叶一愣，进门行礼，奇怪地看了一眼子夜，主子，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帮忙求情，还是视若无睹。主子向来看重信任子夜，似乎没他什么事儿吧？柳云，茶凉了，替哀家重沏一杯。蓝叶松了口气，连忙应声而去。柳云看了一眼噤若寒蝉的子夜，这人倒是真机灵，对形势对主人的情绪把握精准，第六感超敏锐。这以后的日子怎么了？为什么不说下去了？子夜伏在地，旁人看不见他眼睛里盛满的恐惧。柳云轻笑一声，不想解释。他何尝不知道交出凤印后，太后的身份只能短时间管用了。可这样的日子是以月计算的，他天天勤奋签到，积蓄力量，到时候自然能让作妖的好看。身为长辈，只要这些嫔妃不舞到他面前来，安心做一条咸鱼不香吗？江贵妃乐滋滋的捧着凤印回到自己的清鸾宫，整个人从里到外洋溢着快乐。凤印，后宫之主，终于到本宫手里了。大宫女环喜上眉梢，主子才是天选的后宫之主，定能母仪天下，连太后娘娘都看出来了。佩儿多了一分小心，主子，这太后娘娘怎么突然交出凤印了？这其中会不会有诈？江贵妃收了收心情，确实有些突然，有些奇怪，以往捂得死死的，连让我们看一眼都不成，生一场病直接转性了。佩儿倒吸了一口凉气，该不会真有什么阴谋吧？江贵妃皱了皱眉，不管怎样，凤印到了本宫手里，谁也别想抢了去给母亲传个信，旁观者清，或许爹娘能看到些什么。第4章，野心勃勃。同样高兴又意外的还有不少人。孙贵妃在梧桐宫徘徊了半个时辰，清冷的眸子划过一丝精明。你们说这太后都什么意思？大宫女明月和明星对视一眼，迷糊的摇了摇头。倒是一旁站着的妇人为姑姑开口，这事儿确实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按理说太后刚刚让皇上亲政，交出了玉玺，那应该会更加看重后宫公务才是，怎么会跟着交出来了呢？孙贵妃点头，站在窗前望向远方，伸出葱葱玉指摸了摸面前含苞待放的凤仙花，不是做做样子，而是真的交出来了，大有完全不管的意思。而且同为贵妃，移交公权不利皇后就算了，为何将凤印交给江心，而不给本宫？想到这个，孙贵妃清冷的俏脸多了一抹怒气，眼睛盛满了不甘。韦姑姑轻笑，这点奴婢倒是能猜得到，因为平衡娘娘是启王的侄女，王爷虽然是异姓王，可掌管云昭大部分军权，太后自然要防着你，让人掣肘你，跟当初封妃的时候一样，3大辅臣互为牵扯，谁都压不过谁，最终就将皇后之位空悬了。而且若非贵妃只有2位，景贤妃又只是沈丞相家的庶女，只怕当初为贵妃的2位还有的争。自家主子虽然只是侄女，可到底是启王亲弟的嫡长女，若非这出身，还不一定能压过景贤妃一头。孙贵妃扯出一抹讽刺，自古嫡庶有别，沈月溪这个只会卖乖的倒是捡了个便宜。区区一个庶女，就算没能成为贵妃，皇上和太后不也为了平衡给了她一个封号吗？不仅做了4妃之首，还因此高了其他3妃半级，有什么不满足的？若非沈丞相没有嫡女，又哪里轮得到一个庶女这般风光？说起沈月溪，孙贵妃止不住厌恶和鄙视，倒是这太后，本宫总觉得有些看不懂了。韦姑姑挑眉，无所谓，没有了玉玺，又没有了凤印，以柳家的出身和权势，无论她想做什么，都已经翻不出浪花来。而且就算凤印在江贵妃手里，这公务分摊的也算公平，各有重要之处，也有鸡肋之处，好好做就是了。太后再想收回去，可就没门了。孙贵妃嘴角微微勾起，冷俏的脸上多了一抹灿烂，让她整个人都柔和了几分。
只可惜太医院没分到本宫手里。不过御膳房也不错了，明月明星，明日就将梧桐宫的小厨房收拾出来，本宫要开小厨房，终于可以放心的吃一顿了。以前太后没同意，所有嫔妃都没有小厨房，如今她还不能第一时间给自己一个方便。无锡宫，景贤妃看着各部门刚刚送来的账册，甜美的笑容中多了一抹精明。打发走捧臭脚讨好的低级嫔妃，景贤妃挑眉：小翠，通知父亲，让他安排一个会看账会做事的进宫。不等回话，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若不是嫡母不辞，从不曾让人教本宫什么，何至于权势到手却连账本都看不懂，还谈什么管理公务？越想越来气，景贤妃扬手就将手中的茶盏给砸了出去，满脸阴鸷，哪里还有丝毫甜美可人？殿内的宫女吓得跪了一地，大气都不敢出。小翠连忙给小伙伴小花使了个眼色：娘娘放心，奴婢一定会照实说的，丞相大人必然会了解娘娘的难处和危机，到时候派个得力的人，肯定不会比2位贵妃娘娘做得差。小花习以为常地指挥着人将碎片清扫干净。小翠说的对，娘娘你就放心吧，太后娘娘既然将公务交到了你手里，只要不出大错，就没有收回去的道理。以娘娘的聪明，自然很快就能学会的，到时候管得井井有条，让皇上刮目相看。闻言，景贤妃脸色好看了一些。好了，赶紧传信，让父亲定夺。庶女的出身一直是她的痛，当初明知道她要入宫，嫡母依旧死活不愿将她记在正房名下，以至于她不得不输2位贵妃办仇。同为3大辅臣的女儿，凭什么只有她仅仅是贤妃？这一天真是足以被历史记载的大日子。云昭皇朝的圣元帝不仅亲政，连后宫也风云涌动，暗潮澎湃。得到了权力，某些人的野心就开始膨胀起来了，很多家族都能感觉到云昭皇朝的格局在这一刻彻底改变。唯有太后的凤仪宫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移开了视线。而柳云为了过平静享福的日子，还在整治身边的人。亮了子夜2刻钟，子夜一直跪着反省，心中已经闪过无数念头，却不敢动一动。柳云由此想明白，借着宽袖的遮掩，取出一颗药丸扔进了茶盏里，看着它化为无形，眼神才重新落到子夜身上。长在红旗下25年，他到底还是做不出直接杀人的举动，那就只能将子夜变成忠心不二的自己人了。既然知道错了，柳云顿了顿，挑眉说道：以后就谨言慎行，什么该说，什么该做，跟了哀家5、6年，你还不明白？劫后余生，子夜连忙磕头：奴婢多谢主子宽恕，奴婢定然恪守自己的本分。柳云嗤笑：子夜，哀家若是记得不错，你似乎不是第一次啊。子夜皮子一紧，头皮发麻：主子，奴婢再也不敢了。柳云，哀家有些不放心呢，不如你将这杯茶喝了，哀家再问你话。一旁伺候着的蓝叶吓得哆嗦，子夜更是瑟瑟发抖，四肢发软，唇色发白。难道主子还没有原谅他，突然就要他的命了？蓝叶张了张嘴想要求情，却是刚抬头就对上主子瞟过来的眼神，所有话瞬间卡在喉咙，头皮一凉，不敢再有所动作。第5章，总算到了这一天。柳云看穿2人的想法，不动声色。如今哀家事儿少了，脑子就有空想其他的事了。你们俩身为凤仪宫的掌事大宫女，做什么事之前心里没有点数吗？子夜，要么你喝了这杯茶，要么你也可以调去别的宫，反正哀家是不想用你了。就这么多年的主仆之情，留你一条命。这么说，子夜更加确定这茶不是什么好东西了，体内的血液仿佛凝固了一般。然而他还有得选吗？若是被太后嫌弃，离开了凤仪宫，他哪里都去不了。何况以前仗着太后的心腹，他可没少欺负人，若是真的落魄了，只会死得更惨。子夜凄凉的一笑，捧着茶盏一饮而尽，打从心底溢出一丝悲哀。或许觉得自己就要死了，茶盏也没端稳，啪的一声摔在地上碎成渣。柳云心疼地看了一眼上好的瓷釉茶杯，盯着子夜好一会儿，并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琢磨着是不是要等等才能看见效果。既然如此，哀家就再原谅你这一次，先将这些碎渣收拾了，哀家还有话要问你。子夜瞪圆了眼睛，一脸懵逼加难以置信。什么情况？难道那杯茶没有问题？一旁备受惊吓的蓝叶也回过神来，戳了戳子夜：还不快收拾！子夜连忙磕头：奴婢谢过主子，奴婢遵命。原来主子只是试探他，可恨他竟然还在心里埋怨主子，简直罪不可恕。柳云冷眼看着，忽然发现哪怕刚刚才死里逃生没回过神来，以子夜的性格，打扫茶盏碎片这种事情也不会亲自去做，他会指使别的宫女。而此时子夜竟然乐颠颠的自己在做，虽然手法生疏，做得不好，却极为认真。看来系统出品的忠诚丹确实从根本改变了一个人的想法。因为是他的吩咐，所以子夜潜意识中不愿假手于他人。可惜啊，7日来只签到1颗，
希望以后还能有。将其他人清退到殿外，关上门，柳云只留下子夜和蓝叶。喝着茶，柳云直奔主题，说吧，你都在替谁做事？闻言，子夜再度膝盖一软，脑子空白的跪了下去。主子知道了。不是，他之前为什么那么蠢，没有全心全意的伺候主子？蓝叶也吓傻了，从来没想过小伙伴还有胆子背叛主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子夜压根儿没有想过后果，犹如倒豆子一般，真诚无比的将自己干过的所有事儿都说了出来，坦诚的不能再坦诚。听着子夜短短几年来的精彩人生，柳云无比头疼，这简直就是一棵毫无骨头的超级墙头草啊！只要给好处，不危害到自家主子，让他做什么都可以。然而，这种不危害只是他自己那点浅薄的判断，人家拐弯抹角的算计，子夜那脑子也想不到。柳云突然觉得原主能活到现在才被皇帝气死，简直就是一种奇迹，顿时有些后悔，这样的人当真不想用，太容易被捅刀了，浪费他一颗忠诚丹，不知道能有多大的效果。子夜悔恨交加，泪流满面的抽泣着，主子，奴婢句句实话，绝无谎言，没有丝毫欺瞒，还望主子责罚。柳云满心嫌弃，正因为如此，他才郁闷好吗？所以，你现在明确的是在替皇帝办事？柳云完全想不通，这样的奴婢为什么会成为心腹？原主得多缺心眼啊！子夜缩了缩脖子，小心翼翼的抬头，主子，奴婢已经是皇上的人了。噗！柳云没忍住，一口茶喷了。听了将近1个时辰的故事，没想到结局还有个最狠的。皇帝年纪不大，手段还真不少。子夜哭得不能自已。皇上说，只要奴婢给他消息，以后定然封奴婢为妃。他以前是怎么了？为什么鬼迷心窍了呢？为什么他现在觉得做妃子一点都不香，只想留在主子身边伺候？蓝叶腿一软，直接跌坐在地上，后背湿透了。柳云咬了咬牙，暗道生气伤肝，他得好好养着这破败的身体，不能气不能。右手抠着左手腕上的碧玉镯，气息深深浅浅，总算平缓下来。子夜，你就那么想当主子？身为凤翼宫的长侍宫女，你难道不是被人伺候着过的？因为原主的看重，身边2位大宫女过得比一般贵族嫡女还好，到底还是不知足了啊！子夜唯有磕头，主子，奴婢只想伺候主子，奴婢什么都不想了。柳云觉得自己还需要好好捋捋，之前说原谅你了，真没想到你能做这么多事，能力如此之强。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哀家身体这么差，你就回屋替哀家抄几卷佛经吧，没有哀家的命令，不可踏出房门一步。到底还是没胆子，直接要人命。柳云默默在心里流着泪。入夜，太师府，江承风一脸沉重地进了夫人范一的院落。范一殷勤地泡了一杯茶，亲自端到夫君面前。老爷，你这是怎么了？今日逼太后交出玉玺，让皇上亲政的事儿，莫非出了什么茬子？江承风脸色柔和了几分，拿出一封信，是仙儿让人送出来的，你看看吧。范一心口一跳，精致的妆容微微有些裂开。难道女儿出了什么事？迫不及待地打开信，随即松了口气，有些嗔怪。大人，瞧你这脸色，吓死我了，还以为是仙儿有事儿。江承风叹了叹，难道不是出事儿了吗？范一重新看了一遍，不明所以，出什么事儿了？不就是太后将凤印给了仙儿？虽然暂时是3人一起管理公务，可迟早能统一到一个人手里。要我说，太后早该将公务分管了，如今这后宫可是皇上的后宫，他一个长辈老把持着，算什么事儿？这下可好了，总算到了这一天。第6章，这一招其心可诛。以仙儿的能耐，就算没有皇后之名，也能有皇后之实。范一堆起笑，心情无比舒畅。江承风没有笑意，脸色越来越凝重。夫人想要仙儿母仪天下，只怕现在的凤印就是烫手的山芋。范一不解，怎么会？太后没有了玉玺，恐怕也是自知无力掌控凤印，不如痛快地交出来。当年柳云不过是小小的县官之女，不过得了几分宠爱，侥幸怀上了龙嗣，最后也不过是在后宫中喘喘苟活。若非当初夺嫡太过惨烈，这柳云又有什么本事成为天下最尊贵的女人？不过是捡了便宜罢了，这次难得聪明识趣了一回。高门贵妇中没几个真正看得上太后的，一个被馅儿饼砸晕的女人，这些年不照样被耍得团团转？江承风叹气，那又如何？如今她才是太后，她这回聪明了，对仙儿来说就绝无好事儿。接手凤印的时机不对啊！如今皇上刚刚亲政，正是雄心壮志、勤勉奋斗的时候，心儿在接手凤印，所有事情都需要花时间捋顺。少年夫妻若是不用心经营感情，等回过未来，只怕已经迟了。而且3个人分管公务，为何单单将凤印给仙儿？孙贵妃和景贤妃会甘心吗？难道不会盯着？这分明是将仙儿架在火上烤啊！无声的捧杀，这一招其心可诛。范一回过味来，眼睛不由得多了一分狠色。
柳云，他竟然敢，可为什么是希儿？江承风拍了拍大腿，若有所思，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希儿的身份最高，还有这次皇上亲政，逼太后交出玉玺，是老夫打的头阵。太后，这是还了老夫一计啊！范一震惊，太后这老妇何时有这等心计手段了？江承风摇了摇头，不管怎么说，夫人你就挑一个合适的人送进宫去，帮着希儿管理公务，让她腾出手来，有更多的时间多关心关心皇上，顺带也帮希儿出谋划策。到手的凤印可是会要命的，可别好处没得到，反被人算计了去。启王府，孙武也在跟弟弟孙文说着此事，兄弟俩对太后也有点刮目相看。虽然有了些心计，不过恐怕是被逼到绝境的灵光一闪。孙武不在乎地说道：“好在没有了玉玺和凤印，他就是当年任人拿捏的柳结鱼，什么都管不了，翻不起浪花来。”孙文嗤笑：“王兄说的对，为了自保，这女人倒是聪明了一回。只可惜这凤印没有交给怡儿，便宜了江承风那老匹夫。孙怡是他的亲女儿，巴不得他能掌控凤印，登上后位，母仪天下。”孙武挑眉：“便宜？这哪里是什么便宜的事？如今的凤印就是一块大靶子，谁拿谁就是众矢之的。反正怡儿手里的权力也没少，何必去碰这烫手的东西？怡儿若是像你这么莽撞，本王怎么能放心将她送进宫？幸好有为姑姑陪着怡儿，你让怡儿多听为姑姑的。我们在宫外，很多后宫之事鞭长莫及，总不会害了她。”孙文点了点头：“弟弟省得，没想到这太后还真做对了一次。”孙武摇了摇头：“本王倒觉得她或许根本想不到这么多，纯粹是因为身体不济。今日下朝，本王去问过御医了，替太后把过脉的几位都说太后的身体不容乐观。”孙文略微惊喜：“原来如此，误打误撞，傻人有傻福。”孙武皱眉：“最奇怪的就是7日前，王御医明明已经把不出脉搏，太后却神奇的醒了过来，今日一见更是与往日无异，必然是假象。”孙文激动：“这么说，怡儿有可能问鼎后位了？”孙武淡笑不语：“一直有可能，只不过得先稳住，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明日本王让王妃进宫给怡儿送些银子，这些年的后宫也不知道被太后管成什么样子了，保不齐刚开始要自己填些银子。不过能用银子解决的事情就尽量不要生事，默默收拢权势才是正道。”孙文立刻拱手作揖：“多谢王兄，还望王兄多提点怡儿。”孙武端起茶盏：“一切尽在掌控，无妨，怡儿已经做得很好了，只要她听话，本王自然保证她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只可惜啊，当初她没有适龄的女儿，否则这等好事儿哪轮得到旁人？”丞相府，沈振元接到消息，深深地叹了一声，倒是打扮富贵的沈夫人淡淡的喝着茶：“我说过，你这女儿恨我至深，就怨着当初没有将她记在我名下，好让她以嫡女的身份入宫，以至于总是弱了孙江二女一筹。如今你还觉得我冤枉了你那好女儿吗？”沈振元没有了白日在凤仪宫和朝堂上的威风凛凛，反而多了几分讨好和弱势。夫人勿怒，一切都是魏夫的错，当初阻止这件事情的本来就是魏夫，只不过希儿的心性轴得很，愣是不相信魏夫的解释，总觉得是魏夫刻意给夫人开脱。他也不想想，她只是庶女，江贵妃可是嫡幼女，加上为夫不如启王，她就算是嫡女也比不过孙贵妃。何况庶女记在嫡母名下，也照样不是正儿八经的嫡女，反而会因为这样的举动让孙江两家觉得她野心太大，入宫的日子又岂会好过？希儿也该懂事了，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一片苦心呢？沈夫人讥笑：“苦心？懂事？哼，她只怕到现在还以为是我故意不教她管家，让她天天真真的长大，以至于陷入如今的困境呢。”沈振元讨好：“默契默契，当初也是为夫的错，把这女儿宠得无法无天了。后来让她好好学，也没有了那样的心性，如今吃到了苦头，还怨天尤人。这孩子啊，确实有些歪了。”沈夫人冷笑：“事情是这样的没错，但是也因为不是她亲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强制性教学。那时候她就看到了沈月溪的将来，也就不去做那个恶人，暗中还有些乐子。谁曾想时局变化莫测，竟然需要送女入宫，结果这几年下来没少帮着收拾烂摊子，却还没落得个好，当真气死她了。”沈振元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内心有苦说不出。当年他跟沈月溪的亲生母亲相好，闹出了一些家庭矛盾，后来沈月溪母亲早逝，加上沈夫人没有女儿，他就对这个庶女格外疼了一些。谁知道后来会让沈月溪进宫，现在已经捋不清了，简直一地鸡毛。夫人，那些陈年旧事就让它过去了吧，如今这形势越发混乱了，希儿在宫里与我们沈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万一有点什么，沈家绝技脱不了干系。夫人就帮这一次度过眼前的难关，为夫一定找机会好好跟希儿解释清楚，给夫人证明。第7章，太后这老妇。沈夫人啧了一声：“你以为我稀罕在她面前证明？她只记得自己输了半筹，
就全是我这嫡母的错。当初太后和皇上给你面子，不仅封她为贤妃，还赐了封号。以她的身份，难道这不是滔天的恩宠？内心横着一股子恶气，在沈镇元殷勤的伺候下，总算熄了火气。好了好了，这些大道理还用不着你来教我。这几年我给他收拾的烂摊子还少了吗？可见他领过一次情。行了，我会在外面的铺子上挑一个能干的管事进宫，剩下的你就自己安排吧。见沈镇元若有所思，欲言又止，沈夫人气不打一处来。莫非你还想让我选身边的人？你觉得以你那好女儿对我的忌惮，他会放心用吗？保不齐还觉得我想插手他无锡宫的事，手长想伸宫里去了，无声无息把我的人弄死不说，还在我头上算一笔。你若连这点都看不明白，就自己挑人去，别来烦我。沈镇元恍然，连忙赔罪：没有没有，为夫从来不怀疑夫人的好心，就这么办，就这么办。为夫绝对不会让希儿知道人是夫人你挑的，那就是为夫选的。除了三大辅臣，其他各家各有想法和商议，纷纷议论着太后可怜的未来，暗中挑选着阵营，谋求更大的富贵。而柳云被子夜的经历牵连出的皇帝众多中二行为气了一通后，连睡觉都有些不安稳。原主对这个儿子过于放心了，以至于滤镜严重，记忆中皇帝从来没做过坏事。然而他过来发现了太多不干净的手脚，哪能有安全感？所幸皇帝如今亲政，暂时没空来理会他，希望签到系统能够更加给力一些，否则他真怕自己玩不了多久就被别人摁死了。皱着眉头，一个翻身，柳云只觉眼睑被什么诡异的亮光晃了一下，疑惑地睁开眼，惊恐地发现夜色中面前竟然横着一把寒光凛凛的宝剑。噗的一声，剑刃刺入枕头，只留半截。柳云瞳孔地震，吓得一颗心瞬间跳到了嗓子眼，四肢血液倒流，浑身冰凉。是不是他刚才没有突然翻身，这一剑就落他脖子上了？尖叫声卡在喉咙根本出不来，柳云脑子完全空白，身体的本能快过一切，裹着被子就地一滚，咚的一声，姿势难看的摔下床。打开的窗棂照进来一抹荧光月色，柳云模模糊糊的发现床前站了个黑衣人，身材修长，体态轻盈，手中握着一把寒光宝剑，杀气凛然。咦，黑衣人明显奇怪他居然躲开了致命一刺，却不慌不忙地朝着陡如筛糠的柳云走去。谁知道珠帘外有人似乎听到了动静，突然掏出火折子，点亮了屋内的灯笼。只听蓝叶的声音：主子可是睡不着，有什么吩咐？奴婢啊！撩开珠帘的蓝叶豁然发现屋内的可怕情况，惊的尖叫声冲破了云霄。柳云一直盯着杀意漫天的黑衣人，眼神根本不敢往其他地方瞟。在高亢的女声刺激下，脑子缓缓清醒，卡壳中慢慢重启，渐渐捡回了思考。吞了吞口水，柳云开口全是颤音：你是谁？不怕了？那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怕到极点，反而清醒了一点点。黑衣人也没在意，借着烛光好奇地打量了一眼太后，随即愣住了，有些狐疑：你是云昭太后？此刻的柳云褪去了白日的犀利浓妆，露出了本来娇艳的五官，加上她过来卸下了重担，不一样的心态决定了不一样的面相，竟然年轻而绝美。这跟传言中牝鸡司晨、重拳捏势的老妇没有丝毫的相似。黑衣人禁不住怀疑自己找错人了，可刚刚那宫女确实喊了主子。众所周知，凤翼宫只有一位主子。柳云也知道糊弄不过去，很干脆的认了。是，所以你是哪家派来的？他终于明白，死到临头还是很想知道真相的，不然真容易不瞑目。黑衣人冷笑一声，黑眸淬着冰，举剑就刺。柳云魂飞魄散，压根儿反应不过来。倒是蓝叶居然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冲了过来，直接挡在柳云面前。黑衣人长剑一转，改刺为拍，将蓝叶拍到旁边，左手一伸，掐住了柳云的脖子。你是太后就对了，老子哪家的人都不是，那些狗官也配指使老子？只不过你把持朝政4年，瞧瞧这天下都被你祸害成什么样了。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流民四散，易子而食，你这老妇死不足惜。柳云条件反射的攀上，掐住自己的手，想要点新鲜空气。听到老妇2个自瞪圆了眼睛，眼神一瞟，看到被拍飞撞到屏风晕过去的蓝叶，眼神微微一亮，拼尽力气挤出几个字：皇帝已经亲政了。黑衣人一愣，掐脖子的手松了松，随即爆射出一股狠力，手越发用力。你以为劳资会信你？死到临头还想巧舌如簧？一股死亡的气息涌上心头，柳云只觉自己脖子要断了，开始耳鸣，好似幻听到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一道奇异的光芒在面前闪过，柳云就看到黑衣人仿佛碰到了什么洪水猛兽，直接暴退好几米。迟来的新鲜空气灌入口鼻，他猝不及防的被枪撕心裂肺的咳着。
黑衣人震惊地看着柳云，什么东西？他只感觉那一瞬间，柳云身上爆出一股强大的力量，直接将他弹开了，有种他完全无法力敌的气息。难道堂堂云昭太后竟然还是个不出世的高手？天下有这么离谱吗？是防御符？柳云缓过气来，立刻猜到事实。这也证明黑衣人刚刚是真要他命的，并且付诸了行动。可他只有一张防御符，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可不想再来一次。那种咬断脖子的窒息感，能要命。柳云求生欲瞬间暴涨。等一下，我今天一大早就将玉玺还给了皇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如何能造假？并且上午就将凤印给了江贵妃。这会儿朝堂内外应该所有人都知道了，我是不是说谎？你难道不会打听？黑衣人眼底藏着错愕。真的？如果是今天，他还真就错过了。白日里一直躲在冷宫寻机出手，自然不了解外面的信息。柳云一席话说得又快又急，再次把自己呛到，继续咳嗽不止。真的，真的，嘿，我若是骗你，你能来一次，自然就能再来。难不成我真不想活了？第8章，太后只能自救。从蓝夜间叫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盏茶，5分钟的时间，可宫内本该犀利的护卫到现在连影子都不见。柳云对此已经绝望了。面对这个武功好像很高的黑衣人，他只能自救。心有余悸的捂着脖子，顾不上说话牵扯到的痛楚，柳云缓过气来就继续说道：大侠心系天下，自然就调查过我的事。我不过是一个县官之女，做太后也是赶鸭子上架。内有一直想要亲政的皇帝，外有3大辅臣和能干的藩王。你当真觉得我一个小小的弱女子就能祸乱了整个云昭吗？黑衣人愣了愣，抬起刚才卡脖子的手看了看，有些好奇那是什么力量。见柳云语速奇快，条理清晰的自辩，他竟然觉得有几分道理。而且柳云眼睛通红，眸光带雾，当真让他升起了一丝欺负弱小的负罪感。见鬼了！说好的尖酸刻薄、黑心肠的老妇，竟然是个娇艳美妇就算了，竟然还有连他都看不穿的奇怪能力。这刺杀还能不能继续？看黑衣人凶性在减少，柳云眼睛更亮，抓紧机会说到底，我不过是一颗平衡前朝后宫各家势力的棋子而已，自然是他们想我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是一对困在金笼子里的孤儿寡母，能翻得起什么浪花来？大侠既然能放过一个无辜的宫女，又岂能随意宰杀本就可怜的妻子？欺凌弱小，何来的侠义之道和成就感？黑衣人气笑了，你倒是会说，这么大一顶帽子扣下来，老子还能杀你？柳云苦笑，对，我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苟且偷生而已，只不过我确实不甘心啊，凭什么大家做下的事情就得我一人承担？我只是希望大侠好生看看这天下，会不会因为我还正于皇帝，就会四海升平，政治清明？黑衣人看了看窗外，听到了一串嘈杂的脚步声，知道今晚上的行动已经大势已去。若是真的天下太平，垂拱而治了呢？柳云嗤笑，那这祸乱朝纲的罪名我就认了，以大侠的功夫，这皇宫的守卫可以忽略不计，你随时来取我性命就是。他也听到了杂乱的脚步声，一群姗姗来迟的侍卫。就在有人撞门的那刻，黑衣人轻笑出声，转身就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句话，那就让你多活几日。声音在夜风中飘过，哐当一声，内殿大门被撞开。不等护卫闯入，柳云吼出了内心的憋屈，愤怒的道：站住！你们做什么？子夜听到了动静，顾不上禁足令，跑过来刚好拦住一群侍卫。这里是凤仪宫，你们干什么？堪堪将一群护卫挡在珠帘外面，好险好险！柳云强忍住腿软，拿了外衫快速套上，拢了拢微微有些凌乱的长发，站在珠帘后面，目光如炬。谁让你们闯进来的？莫非哀家今日交出了凤印，就没有人将哀家放在眼里了？凤仪宫的内殿也是你们可以随意闯的，真要等他们救命，黄花菜都凉了。护卫队长反应过来，连忙跪下，卑职莽撞。听到尖叫声，以为太后遇险，这才赶来救驾。一群护卫跪了一地，大部分人都有些懵逼。子夜死死地盯着那队长，现在可瞧见了，主子无事，你们赶紧退出去。护卫队长严肃着一张脸，知道被子夜一挡就失去了最好的时机，禁不住有些惋惜，只能站了起来，略微戏谑地问道：太后娘娘，刚才可是遇见了什么事？柳云透过珠帘将这人的脸记在小黑本上，冷声说道：不过是做了一个噩梦，倒是没想到你们连后宫规矩都忘了。看来2位贵妃和1位贤妃还是太年轻了，不会管这公务啊。哀家应该好好考虑清楚要不要放手。不过1天的时间，他若要收回凤印，也就是偷懒了1天的事，3位嫔妃和一大群人可就要白高兴一场了。这护卫不管是谁的人，必然不会愿意凤印再回到凤仪宫。果然，护卫队长脸色微微一变，挥手让人退了出去，神情也恭敬了一些。既然如此，是卑职冒犯了，太后娘娘受惊了。说着，不动声色地四下看了看，没有发现异常，
禁不住纳闷，难道真的只是噩梦？退下吧，哀家明日自会找人。柳云神情淡冷，这些人个个不安好心。太后听起来已经站在了权力巅峰，可到底是个寡妇。若是一群护卫闯进来，看见了刺杀现场，自然还有理由开脱。若是什么事都没有，女人的清誉就完蛋了。即便是什么都没发现，让这么多男人闯入内殿珠帘里，只怕也有不少风言风语传得沸沸扬扬。总的来说，对这些侍卫，只要不送命就没什么坏处，却可以坏了太后的名声。所以这些人有恃无恐的长驱直入，还能安什么好心？护卫队长脸色在变，太后这是要找几位管理者的麻烦了，不敢继续逗留，连忙带着人退走。出了凤翼宫，护卫队长脸色难看，心腹小兵凑上前，队长，我们就这样走了。护卫队长吸了一口气，压住心里的郁闷，还能怎样？没想到这老巫婆的反应够快的，至少现在我们还不能硬来，再等段时间。哼！心腹小兵点头，可这凤翼宫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的是作恶吗？至于叫得这么惨吗？护卫队长冷冷地瞥了一眼宫殿的牌匾，让人守在外面查查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怕先皇驾崩了这么多年，有些人不安分了吧？呵呵，可千万不要让老子抓住把柄，否则今日受过的鸟气必然百倍奉还。柳云终于松了口气，深刻地体会到没有权势，连属下都指挥不动的憋屈感。子夜连忙撩起珠帘，主子，这发生了什么？柳云揉了揉眉心，暂时别说那么多，你把蓝叶扶下去休息，看看他有没有伤到哪里，其他的明日再说。子夜惊愕，这才发现昏迷中的蓝叶，不敢多问，用力将小伙伴带走了。第9章，什么玩意儿？等寝殿彻底安静下来，柳云才发现内衬已经湿透，手心仿佛捏了一把水，连鬓发都带起了水汽。真正的劫后余生，傻站了好半晌才回过神来。转身，窗外站了一个人，柳云手一抖，魂儿又飞了一半，噎了好一会儿才吐了口浊气。刚才的黑衣人蒙着面，一双清澈透亮的好看眸子泛着星光，整个人平和下来，却深藏着淡漠。柳云不敢靠近，不确定地喊了声大侠。妈耶，这衰神怎么还在这里？偌大的皇宫是个漏勺吗？黑衣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直到柳云脸部肌肉都僵了，才缓缓开口：你明明不会武功，刚才用了什么办法挣开我的手？柳云暗中松了口气，眼神一闪，谎言一出：哦，这个呀，是我小时候遇见一位受伤的奇人，我好心替他熬了2天药，那位赠送给我的一个保命的东西。他看得出来，黑衣人最后没有出手，是因为对这东西有了忌惮，才给了他自辩的机会。在此，他留了个心眼，并没有坦诚这种保命是一次性的，万一签到再获得，他还可以用不是？黑衣人似笑非笑：奇人，你倒是一直有这样的好运道。一阵风，人又消失了，依旧留下一句话：劳资虽然只是个平头百姓，可说话从来算话，没查清楚之前，自然不会再对你下手。柳云苦笑，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神特么说话算话，掐脖子的时候也没见留点力。手脚酸软的关上窗户，游子拿了干爽的亵衣换上，一阵虚脱的爬上床。身体很累，精神却活跃太过，他根本无法入睡，只得抱着被子缩在角落，开始思索今晚的事。皇宫的守卫这么薄弱，简直出乎他的意料。或许这种薄弱只是针对他这太后而言。遥想他的前世，纵观历史，真正被暗杀在皇宫的当权者几乎没有，可见这牢笼虽然是镶金的，但安全性能是真心高。他那么痛快地将权力交出去，除了形势所逼，还有他潜意识地认为只要他安分地待在凤翼宫，就有足够的时间给他签到积蓄实力。万万没想到，他所在的云昭皇宫竟然是影视版的，真的有人能够来去自如。若非防御符来得及时，他刚才就一命呜呼了。什么玩意儿？柳云想口吐芬芳，敲了敲脑袋，努力地回想原主的那些记忆。所以老皇帝的暗卫呢？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一次没见过？死光了。原主的记忆告诉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是隐约能肯定先皇手里传承着一支暗卫。可当初传位的时候，一个没见过。12岁的少年皇帝身边也没有这样见不得光的人。特么的先皇就是一个大坑。柳云觉得原主这摊子实在太烂了，就连掌权实际上也长了个寂寞。先皇弥留，那是没有选择才将皇位传给了老实，只怕心里特别不甘愿，压根儿没提暗卫的事儿。若是这群暗卫死光了另说，要是给了别人，那就真呵呵了。有这么一批人在，何至于让人来去如无人之境？让他培养，不说时间，就是方法也全无，怎么下手？郁闷地想着，柳云发现子时已过，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三清祖师保佑，信女愿用先皇下辈子的荣华富贵换取一次暴击的机会，出点好东西吧，否则不知道哪天就被宰了。签到。睁开眼点开20个的背包，柳云愣住了，
脸上划过一丝尴尬，这个真出了系统牛逼，先皇就莫怪了，这不都是为了云昭皇朝的繁荣昌盛？眼睛发亮，柳云目光灼灼地看着手里一个高科技感十足的黑色卡盒，暗卫卡牌盒，氪金可生成暗卫卡，忠诚度满值，除基本武功、特殊技能随机，外貌数值宿主自定义，每次需消耗10万白银。10万白银，柳云眼睛秃了，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果然没有白吃的晚餐。记忆中，去年上缴国库的税收总共都没有50万，还是转手就去填补血灾了。虽然不知道过程中到底有多少猫腻，但原主做太后这4年，几乎年年入不敷出，国库拆了东墙补西墙，早就没有钱了。原主那点小资产，填补后宫都不够，更加不说朝堂开支。所以他现在实穷，一个乞丐得到了一个宝藏，却只能看不能用，特么的要憋死老娘了。柳云磨牙，收了盒子，掀开被子，立刻奔到梳妆台前，蹲下去抠抠摸摸半天，寂静的夜多了一声轻微的脆响，掉出一支玉簪来。梅花玉簪看起来朴素简单，玉质也不算顶好，却是一把钥匙。柳云捡起来，取了个墙上的灯笼，扭动多宝阁上3阳开泰的玉质摆件，打开了一道暗门，进入了原主为自己准备的私库。先皇死得突然，可以安排人交代国库和众所周知的皇帝个人内库，却无法瞬间处理他不为人知的私库。最后被太后一点点搬过来了，实在穷得慌才会拿一点来应急，私心里还是想给儿子留着，等着他亲政再交给他。现在换成他给皇帝就算了，先看看能不能多凑点银子，氪金几个暗卫保命用。在暗室转悠了一圈，柳云脸色极黑，暗卫卡牌盒只要金银，其他东西包括银票一概没用，系统也不提供兑换功能。凑一凑，现银只有2万两，黄金5000，一对时加起来才7万。之前签到某天获得1万两白银，总共8万。柳云郁闷地掏了掏家底，亏得他之前还吐槽签到得白银没用，后宫国库那是无底洞，不差那点，现在真香，完全可以多来点。从来没想过签到还能获得这么氪金的道具。折腾了半夜，终于睡意朦胧，柳云不安地蜷缩在墙角睡得很浅，天刚亮就被进来打扫的宫女惊醒。经过这么惊心动魄的一夜，柳云也没空拘着子夜了，拿出2张1万两的银票让他出宫去。本以为自己要表现一阵子才可能被重用的子夜一脸惊喜，是主子，奴婢这就去。柳云眯了眯眼，快去快回，只要现银，黄金已可，尽量掩人耳目，若是被发现也不用惊慌，只要没有当面揭穿，就当不知道被发现了。第10章，子嗣永远是大杀器。目送子夜离开，蓝夜走了进来，主子，江贵妃带着王御医过来了。柳云嗤笑一声，呵，还挺上心的，让他们进来。江贵妃盈盈走来，仪态万千，自信光耀，仿佛盛开的牡丹，美丽灼人。太后娘娘，听夜巡的侍卫说，昨晚上太后惊梦了，臣妾担心的早膳都吃不下，特意招来王御医给太后把脉，太后可不能讳疾忌医哦。柳云一噎，话是好话，就是说话的人幸灾乐祸，暗藏讥讽，吵到耳朵了。难为你一片孝心，正好哀家刚用完早膳，都还热乎着呢，贵妃不妨用些，味道真不错。江贵妃表情一僵，这老巫婆什么意思？让她吃她剩下的？强按住暴脾气，这辈子没这么被人洗涮过。不麻烦了，等王御医给太后把过脉，开了方子，臣妾就放心了，回去自然能安心用膳。柳云笑了笑，还不放过，那还真是可惜。今天那蝴蝶霞卷用了初春的第一批桃花，粉粉的，又好看又好吃，一共就3只，哀家吃了2只半，实在没管住嘴，你错过太可惜了。江贵妃脸色青了白，这老巫婆是不是故意的？给她吃她啃过的，还半只桃花味的蝴蝶霞卷，她想吃不会让人做吗？后宫那一大片桃林，难不成只能看？特么的，竟然觉得老巫婆这么形容有些像是怎么回事？王御医瑟瑟发抖，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见太后伸出了手，连忙拿了药枕垫上静心把脉。江贵妃实在气不过，不死心的开口：太后娘娘还不知道吧？孙妹妹分管御膳房，我和贤妃妹妹都搭着享了一次福。今日起，宫内开设了小厨房。听太后说的这么好，可要给臣妾蝴蝶霞卷的做法，臣妾回去就能让人做来尝尝。心口莫名有种翻腾，脑海闪过所谓的半只蝴蝶霞卷，整个人都不好了。老巫婆到底是怎么做到让她觉得香，想尝尝，又各种膈应恶心呢？柳云微笑，那感情好，想吃什么就多吃点，养好身体也好给哀家生2个大胖皇孙来，让哀家多遗寒抱孙几日，哀家这一生就满足了。以为这件事情能膈应他了。以前不愿意这些人开小厨房，那是考虑到是一笔开支，谁让他穷呢？现在嘛，反正不需要他贴银子，谁想开多少都与他无关。而且身为婆婆，子嗣的事情永远是大杀器。果然，江贵妃的脸色更加不好了，
还无力反驳。皇帝刚刚亲政，正是忙碌之际，哪里还顾得上后宫？就连他们后宫三巨头也是公务处上手，不得空闲。不过半天一夜，便让下面那些女人抓住空档，到皇帝面前献了不少殷勤，气煞人也。王御医收手，恭敬地说道：“太后娘娘的身体略微有些起色，不过之前病情未愈，多少还是有些虚弱，这才容易惊梦。微臣开一张养神的方子，晚上就能睡得好些了。”柳云似笑非笑：“是吗？如果没记错，当初把脉高呼她驾崩了，就是这位御医。审脉不准，竟然敢说太后死了，如此大不敬！皇帝不是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降个职以作惩罚，为啥安安分分的还是御医？”王御医身体一僵，也想到了该有的遭遇，连忙低头回太后：“微臣学艺不精，已经被降为六品太医。”闻言，江贵妃脸色一变，悠地站了起来，连忙行礼请罪：“请太后恕罪，臣妾忙晕了，竟然忘了这茬。”眼神一横，盯着王御医不善：“王大人，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太医医士，谁给你的胆子来给太后把脉？你配吗？”王御医扑通一声跪地，满脸苦涩：“昨夜微臣当值，贵妃娘娘来得太早了，院判等还未上职，是娘娘喊上微臣来凤仪宫的，微臣也不知道是要给太后把脉啊。马德，太后和贵妃过招，殃及池鱼，一路上可给她拒绝的机会了。”柳云笑着看戏，端起茶盏美美的喝了一口，又是没喝过的味道，好茶呀！江贵妃气不打一处来：“你还狡辩，自己什么本事没点数吗？”回头扯出一抹笑：“太后，是臣妾的不是，臣妾这就去请院判胡御医过来。”柳云挑眉：“行吧，公务刚上手，会做错是正常的，你就别往心里去。王大人，既然来了，就给哀家这宫女瞅瞅。昨晚上惊梦，把这丫头吓得滚下了床，看看有没有事儿。太医院整体自然不归后宫管，但是有属于后宫的部分，现在分管于江贵妃。这位倒是不客气，连太医院院判都能呼来喝去的使唤。看来这胡御医定然跟江家有些关系。”王御医如蒙大赦，至少太后给他台阶下了，自然顾不上给宫女看病这种事，对御医来说有很大的侮辱性。柳云就是无事可做，无聊地看着江贵妃穷折腾。等胡御医过来把过脉，就让蓝叶拿着2张方子去抓药了。柳云体内的虚弱情况是签到获得的伪装技能所化，那药自然不吃，可蓝叶多少受了点伤，得好好养养。出了凤仪宫，江贵妃吐了一口浊气，憋屈的感觉依旧如影随形。按下火气，她看了一眼满脸衰相的王御医：“王大人，刚才在太后面前事急从权，还望王大人不要放在心上。现在看来，太后还记恨着那日的事情，你姑且多休息一段时间，等风头过了，本宫自然会找个由头恢复你的身份。”胡御医眉头挑了挑，看了一眼江贵妃，没说话。这是要全权接管太医院的意思了？手伸得这么长，皇帝答应了吗？王御医倒是不管，他现在就是溺水的人，江贵妃递来一根救命的稻草，怎么都要抓住。多谢贵妃娘娘，微臣听命就是。为了表忠心，递出了一个投名状。太后的身体没有太多变化，倒是那宫女蓝叶仅仅只是惊梦摔下床，应该不至于伤成那样。换而言之，昨晚凤仪宫必然发生了旁人不知道的事。江贵妃震惊，嘴角微勾，满意的点了点头。回到青鸾宫，才摔了几个瓷器泄愤，恨恨地看了一眼凤仪宫的方向。那老巫婆没有了权势，这嘴皮子反而利索多了，没什么杀伤力，可成功恶心到本宫了，这口气迟早找回来。柳云一脸舒服地找了本《云昭通鉴》，看起来一边了解云昭皇朝的历史，一边等待子夜回来。一直到晌午，才见急匆匆的子夜成功带回2000两黄金，终于凑足10万两，迫不及待地躲进寝殿制作起了暗卫卡。其他的不管，外貌设定15岁，小清秀型灵巧宫女，身份设定完，系统会自动显示备案，让人找不出 bug。 柳云放心设置了个凤仪宫的粗使宫女，假装出门在院子里转悠一圈，看对眼了立刻提上来贴身伺候。第11章，憋气得长公主。在2位大宫女的懵逼中，柳云乐滋滋地看着对面的小宫女，犹如看到了抱到手的金大腿。从今天起，你就叫红叶，身为一等，暂时就待在哀家身边伺候吧。红叶伏地，是主子。案例：太后身边本该有4名一等大宫女，原主因为没有信任的人，宁愿空着也不随便升职。谁都想不到，太后逛个院子还能看中一名粗使宫女，直接3级跳成了一等，这就离谱了。蓝叶和紫叶略微紧张地打量着红叶，不太明白主子看中她哪点了，但是能清晰地感觉到主子毫无保留的喜欢和信任，竞争力陡然强了起来。红叶在身边一站，柳云顿时有了莫大的安全感，连皮子都松懈了下来，困意一阵阵上冲。哀家睡一会儿，红叶守在外面吧。
柳云连续打着哈欠，眸色带水。等其他人离开，红叶扶着柳云到床边，一扫刚才的木讷不起眼，神情灵动，眼睛带着光。主子，你就放心休息。那黑衣人若是再敢出现，奴婢一定将他脑袋摘下来给主子当球踢。柳云哭笑不得，感觉浑身酸软。要不要这么重口？有你在，哀家自然能放心睡一觉了。不过，你表面是我的贴身宫女，暗地里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现在我身边就你一个人可堪大用，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暴露为好。见红叶点头，如小鸡啄米，有被可爱道。柳云神情柔和了许多，放心，咱们先苟着，等我有了对抗的力量，哀家有的是时间跟他们慢慢玩，否则深宫清冷，做条咸鱼也需要事情打发时间不是？红叶展颜一笑，掖了掖背角，主子放心，奴婢省得。累极了，柳云意识瞬间迷糊，很快跌入了深层睡眠，直到被叫醒，他才发现竟然已经到第二天早上，这就很能睡了。错过了一次晚膳，柳云时欲远超往常，记得服药，顺便也记得签到。丁，恭喜宿主获得忠诚丹星号3，眼睛瞬间亮晶晶，柳云立刻分出一颗，找机会给蓝叶服下。虽然蓝叶挺忠心的，可增加一层保障，他才能更加放心的咸鱼。只可惜这忠诚丹还是有一定使用限制的，对于主子人群会削弱很多，而且又是主子，内心又执着对抗他的人，药效削弱的更多。否则忠诚丹一出，满朝文武还有谁能是他对手？不怪他刚开始还怕对子夜不起作用，亏得子夜还是他的宫女，那时候又惶恐，心神严重动摇，这才效果显著。吃饱喝足，柳云躺在院子的贵妃椅上晒太阳，开启了正式的咸鱼生活。不错，有茶有点心，就是好像太咸了点。柳云放空了一个时辰，终于发现无事可做。红叶眨了眨眼，主子，奴婢弄了画本，看吗？柳云精神一振，我说这种日子好像少了点什么呢？原来是少了精神粮食啊！没有手机网络，也就只有小说了。快拿给哀家瞅瞅。红叶从宫女装的宽袖里掏出一本书，主子，有些话和用词还是注意些，免得被其他人抓住把柄。现在不是要苟着吗？柳云胡乱的点点头，迫不及待的翻开着云昭的画本子，居然是印刷体，看来印刷术是有了，倒是方便了画本子传播。虽然有点可惜，但是他也没想过要搞什么发明，能直接享受就是真香。主子，长公主来了。蓝叶略微小心的说道。谁？柳云抬头，脑子还在画本子的故事里，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不等蓝叶回答，一个欠揍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哎呦，皇嫂还真是贵人多忘事，这才几日不见，怎么连本宫是谁都不知道了？柳云皱眉，不着痕迹的将画本子收了，换成一本正儿八经的书。古代的流云宽袖就是这点好，需要演示什么，配合系统背包使用，简直无懈可击。红叶，哀家这凤翼宫到底怎么了？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意的往里走，如无人之境。红叶扶了扶身，奴婢待会儿就去问清楚，如今凤翼宫到底谁当值？柳云叹了一声，顺便也给江贵妃带个话，若是凤翼宫的安全都做不好，那这人就不配做宫中侍卫。要么他手里这茬就换别人吧。送命题来了，保自己还是保侍卫？选一个吧。盛装威仪的长公主脸色青了白，白了黑，愤怒。皇嫂什么意思？皇宫是本宫的娘家，难道还不能来了？柳云抬眸，似笑非笑。可凤翼宫不是长公主的娘家，长公主之书端庄的长大，这么多年都将规矩廉耻忘得一干二净了。你，长公主吃惊地看着柳云，什么时候太后的嘴皮子这么利索了？还有自信的气质，坚定的立场，面对她竟然丝毫不怂了。为什么突然这么有底气？柳云端着架子，公主连长幼尊卑都不懂了。所以今儿个来找哀家什么事儿？长公主一噎，原本是来找痛快的，没想到找了一肚子憋气。当真不甘心？能有什么事儿？就是来看看皇嫂的。如今皇嫂可空闲了，怕皇嫂无聊闷得慌。柳云啧了一声，你确实挺慌的，什么时候来不好？大中午来不就是想蹭饭？是驸马不给饭吃了，跑回娘家来填饱肚子？想讽刺他权力尽失就直说，拐弯抹角的想看笑话，他就让他自己成笑话。长公主，马德，这嘴皮子怕不是升到了高级，以前自卑畏缩，面对他只敢小声逼逼的刘小云上哪儿去了？管不了朝堂，还动不了后宫的太后，难道不是痛脚？一口血闷在心口上，不去下不来。长公主被堵得没了最初的心思，本宫不过是惦记着皇嫂，既然皇嫂这么闲，2月初2的好日子都过了，不如另选日子办个百花宴吧。本宫看御花园的百花盛开，确实挺美的，花期就这么点时间，错过了可惜。
第12章，她是太后，她怕谁？惦记？那确实挺惦记的，不是惦记着看笑话，就是惦记着奚落嘲讽寻开心。柳云警惕地看长公主一眼，这丫的可不是什么好东西，野心大的能震惊她全家。突然提出要开什么百花宴，绝对没好事儿。哦，长公主又想热闹热闹了。想的话，在公主府办不就成了？再不，驸马出自大儒徐家，手里还有享誉100年的明镜别院，不说里面雅致的风景，就是名声气氛都非同一般，绝对能吸引不少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公主何必舍近求远呢？柳云一早就觉得长公主目的不纯，果然不是单纯来笑话她的，还带着任务。百花宴？哼，她不是俊男美女相亲宴。长公主挑眉，明镜别院已经办过很多次了，不新鲜，风景再好，能比得过宫内的御花园？皇嫂现在也没事情做，多些人热闹有何不可？柳云嗤笑，懒得争辩，这事儿啊，哀家可做不了主。何况公主又不是不知道哀家有多穷，如今还不管家，哪里有银子办什么百花宴？公主求错人了。长公主来气，皱着眉头求证，皇嫂真的不管了？交出了玉玺，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改变这么彻底吗？老了，不管了。柳云挥了挥手，公主若是有需要，不妨去找2位贵妃商量商量。长公主甩袖磨牙，皇嫂这日子过得还真是洒脱又任性。以前管的时候生怕被人钻了空子，老搞些骚操作，现在放手了，又彻底的让人牙痒，真是看不懂。柳云不疾不徐，是吗？羡慕不来的，公主若想也可以。看着长公主气呼呼离开的背影，柳云摇了摇头，百花宴吗？看来有热闹可瞧了。先皇的嫡亲妹妹长公主开口，她可以拒绝，作为晚辈的贵妃和贤妃就拒绝不能了。不过他们不一定会拒绝，还会将百花宴办得漂漂亮亮的，以炫耀到手的权利巩固自身地位。子夜撇了撇嘴，明镜别院办得太多了，又想在皇宫设宴，长公主怕不是想赶着将益阳郡主嫁出去。柳云愣了愣，连子夜都看出来了，目的这么直接的吗？红叶感兴趣，子夜姐姐，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看了红叶一眼，子夜挺了挺胸，傲然地说道：你还小，又在宫里长大，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很正常。当初长公主的长女西阳郡主就是这般挑挑拣拣的，从15岁挑到了20岁，最后却看中了一个赶考的举子，后来勉强中了个2榜进士，闹死闹活的下嫁。红叶惊讶，闹死闹活？长公主看不上吗？子夜端着热水给主子续了一杯热茶，长公主的眼光多高啊，自然看不上那等穷酸小子。可西阳郡主喜欢啊，好不容易10里红妆嫁了，事情还没完，1年后那叫严文茂的穷进士家里来人了，竟然是原配嫡妻，还带着2个孩子呢。这事儿虽然公主府和驸马徐家舞得快，可闲言闲语也传得不少，很多人都知道不是假的。柳云震惊，差点没被茶水呛着。这不就是云昭版的陈世美吗？不过人家陈世美好歹是自己考上的状元，这些年的差了不止1点半点。红叶捂嘴，长公主现在不用明镜别院，难道是因为？子夜诧异的看了看红叶，这小姑娘的脑子挺灵动的嘛。柳云摸了摸下巴，看来是因为皇宫的门槛，一来宫内的百花宴能来参加的再差也有一定的身份和家底，二来后宫3妃是主办人，她只需要参加，无事一身轻，就算出了什么事儿也不用担责任。打算的多好啊，保不齐那3妃还认为这是他们证明的机会呢，各取所需罢了。身边都是自己人，柳云便能畅所欲言。这种八卦要分享才会快乐。明镜别院那种地方，哪怕是长公主做主，有身份的人带个把人去参加宴会，还能驱走不成？当年的严文茂就是钻了这样的空子。红叶笑呵呵地凑上前，主子，那百花宴您会去吗？去，怎么不去？长公主这么会利用资源，哀家也想凑凑热闹，而且哀家还要添把火。柳云意味深长地笑了。红叶眨了眨眼，主子要怎么做？柳云招手让蓝叶取来文房4宝，哀家说你写。于是柳云将陈世美的故事叙述了出来，让蓝叶写好，送去了皇家戏班子，命他们赶紧排一出好戏，等百花宴上表演。长公主进宫总来给原主添闷气，她好歹也回敬一次。主子，要不要奴婢找旁人送去？蓝叶觉得这过于针锋相对了。不用，若非有哀家撑着，戏班子敢演？柳云不以为然，她是太后，她怕谁？如今她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被人知道了又何妨？长公主又能拿她怎么样？以前长公主不就是这样的心理，仗着太后拿她没办法，这才肆无忌惮。如今不好意思，反过来了。果然不出所料，长公主将自己的要求一说，2位贵妃和贤妃十分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哪怕自己贴钱，这百花宴也要办。所幸三大辅臣家境雄厚，为了支持女儿，还真不差钱。看得快穷疯了的柳云无比眼红。傍晚，晚饭上桌，柳云抱着虔诚的心准备享受，谁知刚拿起筷子，一个人影就从外面冲了进来，那架势带着直接掀桌的凶猛。红叶眼神一凛，脚步一晃就挡在了主子面前，将那小人儿提在了手上。什么人？柳云。他这凤翼宫果然像个漏勺，一个二个不经同意，想闯就闯。此时蓝叶才气喘吁吁地跟进来，碧湖公主，奴婢说了，需要通报，主子，是奴婢的错，奴婢拦不住公主。公主？红叶默默将人放了下来。柳云，碧湖公主，谁给封号？特么的是碧湖的意思，还是碧莲的内涵？不是，今天为啥这么多公主？这是原主那8岁的女儿，皇帝的同母亲妹。第13章，一股雄气迎面扑来。柳云一脸震惊地看着红叶放下的那颗球，简直还原了人类的本质，横竖长得都一样。这些日子闲余的太过，完全忘记了还有个女儿。堂堂公主，何至于斯？碧湖公主云向彤愤怒地睁大被挤成缝的眯眯眼，疑惑地看了看红叶。母后，这宫女是谁啊？儿臣怎么没见过？柳云安抚地摸了摸胸口，心跳差点抖停，努力让自己淡定。何演员刚提拔上来的，你这是怎么回事？书院休沐了？原主一直忙于国事，忧心儿子，对这个女儿除了顺其心意，从来没怎么关心过。女儿年纪虽小，可性格敏感，自己在皇家书院也过得滋润，母女之间的感情淡薄得很。若非要东西或者有所求，这孩子根本不会出现在凤翼宫。云向彤扯起胖脸，更圆了，这宫女力气很大啊，儿臣喜欢。母后，你把这宫女给儿臣吧。另外，母后给儿臣一点银子，没钱花了。说着，云向彤相当不客气的上桌，开始胡吃海喝，像个3天没吃饭的狼吞虎咽，满嘴流油。柳云眉头狂抽，一股郁气一阵阵往上冒。女儿不也是亲生的吗？堂堂公主为什么会养成这样？不说注重外貌体型，这吃饭的礼仪难道没人教？一股雄气迎面扑来。红叶不可能给你，你想要力气大的，挑2个婆子就成。柳云食欲大减，没吃就感觉饱了，揉了揉眉心。子夜，待会儿你去问问景贤妃，公主的月例是不是还没送过去？云向彤冷哼一声，一个宫女不给就算了，可母后啊，每个月那点份例哪里够用？你多给一些。柳云淡淡的说道，母后也没有多余的银子，朝堂内外谁不知道哀家现在不管事儿，哪来的银子？而且你看看你，怎么比上次见你还胖了？不是让你少吃点，你越来越胖，将来……啪！云向彤将手中的鸡腿砸向桌子，掀翻了好几盘菜，愤怒地指着柳云：“你管我？你凭什么管我？你以前不都是不管我的吗？现在没事儿做，闲得发慌，倒是想起管我了。要个宫女你不答应，要点银子你没有，那你还有什么用？有你这样的母后，有个屁的将来！你少管我！”说着，小人犹如一颗球一样，气呼呼地滚走了。柳云瞪圆了眼睛，微张着嘴，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好半天没回神。红叶也是呆了呆，随即才说道：“主子，你先别生气，公主这脾气似乎有点暴躁。”柳云何止暴躁，简直叛逆，而且言语间满满都是怨恨和怨怼。到这里这么久，第一次见女儿，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场面。所幸她不是原主，当真没有太多的伤感，只觉得这烂摊子又多了，伤脑筋的很。不过8岁的小孩子，就算哀家以前对她略有忽视，也不至于长成这样。柳云若有所思：“红叶，你去查查公主身边的人，哀家总觉得有什么是不知道的。原主4年前成为太后，碧湖公主不过4岁，在那之前都还好好养着女儿，所以这4年间必然发生了什么不可控的事情。只叹原主忽略了这个女儿，前因后果完全不清楚。”红叶点头：“奴婢省得，主子不生气就好。”柳云挥了挥手，让人将饭菜撤了下去：“我不生气，只是意外。意外好好的公主竟然被养成了这样子，粗鲁蛮横，不可理喻。不说公主礼仪，连最基本的判断力都丧失了，3观尽毁，哪里还有半点孩子的纯良？若说没人动手脚，她绝对不信。记忆中4岁之前的女儿灵动可爱，懂事又机灵，那可是无比贴心的小棉袄。瞧现在这烫手的样子，她都怀疑是不是被人调包了。叹了一声，柳云脑壳痛，总之先查清楚原因，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幸好才8岁，对于接手玉玺就从来没出现过的少年皇帝，这女儿或许还可以抢救一下。可惜她身边只有红叶能用，调查的事情没那么快有结果。倒是长公主提出的百花宴，
从说到准备，再到定下日子，开宴已经是半个月后了。柳云舒服的闲鱼了半个月，暗中得了不少东西。这日早上，柳云叮嘱蓝叶少带点首饰，不失礼数就成，太重了，影响哀家看好戏。蓝叶立刻取掉一些多余的金银头饰，除了固定发髻的，只别了一只样式略老的九尾凤凰步摇，简单舒爽，威仪浓重。这不是上朝，自然怎么舒服怎么来。不在意时间问题，柳云早早就来到御花园，坐在赏花赏月又能观戏的阁楼里，漫不经心地喝着茶，签道：丁，恭喜宿主获得魅力玉镯一副。魅力？她一个寡妇，要魅力这玩意儿何用？柳云正愣，正待仔细查看，意识中传来一阵神奇的音乐。恭喜宿主签到1个月，获得大礼包1份，任务系统开启。柳云呆了，任务系统居然有任务？他还以为这辈子只能寂寞气抖冷的签到呢，感情这系统还能不断升级、不断拓展的吗？郊区一阵突然激发了某种坚强意志，连血液细胞都狂奔了一个周天。任务会以帮助宿主为大前提而发布，请宿主认真完成，获得更多更高级的奖励。柳云眨了眨眼，由衷的询问：任务没完成会怎样？会减少签到获得好东西的几率，同时可能引起更多不可控的蝴蝶效应，对宿主的生存产生威胁。柳云，那其实相当严重喽。心电一转，他注意到了那份大礼包。不等他打开查看，蓝叶走近了说道：主子，江贵妃和孙贵妃求见，还有几位命妇夫人。柳云只能暂时压下好奇，坐直了，让他们进来吧。一群人毫不僭越的行礼，柳云也客气的赐座赐茶。御花园里充满了年轻男女的欢歌笑语，果然平添一份人气。江贵妃和孙贵妃去忙吧，哀家就和几位夫人唠嗑唠嗑，可别让贤妃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最后怨上了哀家。第14章，太后有多惹不起。说白了，江孙二人低了辈分，待在这里也不合时宜。何况这次百花宴有什么目的？各家夫人都是人精，彼此心照不宣。3大辅臣在朝中的地位不可撼动，3家诰命夫人自然也挺直了背脊，面上有光，连说话都比皇室宗亲更加有底气。江夫人见自家女儿把宴会办得漂亮，倍感舒畅，应付起太后来也多了一份耐心。如今太后娘娘可算好了，端是享清福，日子可舒坦了。柳云嘴角微勾，江夫人何必羡慕？令郎前年就娶妻了，清平侯的嫡长女可是闻名帝京的才女，知书达理，秀外慧中，长家也是好手。夫人若是愿意享清福，可不比哀家容易。拍个彩虹屁还要加棍儿，真当她是软柿子不成？江夫人脸色一变，整个人都不好了。原想说句好听的，可架不住打心底的蔑视和不屑，话中自然有所暗指。万万没想到太后一棍子打回来，居然这么疼。她年纪比太后大多了，可她不服老，太师府的事情又怎么会放心交给儿媳妇？见状，启王妃开口解围：臣妇等哪有太后这样的福气，不过是劳心劳力的命。对了，听说太后娘娘让戏班子排了一出好戏，臣妇倒是好奇的很，不知道现在可否看到？柳云挑眉：子夜去让唱戏的开始吧，哀家也想知道他们排成了什么样。他没有刻意隐藏，能看出这些人的耳目真心灵通，只要他们不来招惹他，他无意与这些人耍嘴皮子。若是想踩着他秀优越感，那可就对不起了。他会让天下人知道破罐子破摔的太后有多惹不起。戏班子刚准备好，长公主带着小女儿主动上门，柳云乐呵呵的表达了欢迎。这就是易阳吧？这么大了？柳云意味深长的打量一眼，基因肯定没问题，花骨朵般的15岁，窈窕婀娜，明眸皓齿，在华贵的衣衫首饰的衬托下，娇小可爱，犹如含苞待放。如果忽略那目中无人的骄傲任性，还是挺软萌的小姑娘。长公主皮笑肉不笑，皇嫂说笑了，易阳好些日子没进宫，皇嫂都不认识了。就这眼力，做个无权无势的太后就是个瞎子吧？易阳郡主徐汉的脸垮了下来，敷衍的行个礼：汉儿人言轻微，纤细瘦弱，可能不起眼吧。太后娘娘注意不到汉儿很正常，若是汉儿像碧湖妹妹那种吨位，太后娘娘怎么都忽视不了吧？闻言，其他人都在瞳孔地震。郡主狗打，居然敢这么跟太后说话，他们心里再不屑鄙视，可谁家的表面功夫不做足？不知道的还以为郡主居于太后之上呢。长公主心脏陡停，表情略僵：哎，皇嫂，这孩子都被本宫宠坏了，不会说话，你不会跟一个孩子计较吧？以前的太后，她能保证不会对易阳怎样，现在真不确定了。决定回去后好好叮嘱这个女儿，免得祸从口出。柳云笑容依旧，嘴角的弧度甚至大了些。易阳还是那么坦诚率直，能一直保持这种心性，实在难得。云向童再怎么凶，他的确不如原主生气，
可外人因此拿来攻讦。哼，他就算不跟小孩子计较，那就跟大人计较吧。长公主松了口气，看柳云的样子，觉得自己想多了，尬笑，就是让易阳来给皇嫂打个招呼。小孩子在这样的场合怎么待得下去？哈儿，你自己去玩吧。徐汉一脸切的不稀罕表情，继续敷衍的一蹲就离开。刚刚的剑拔弩张，在大戏开场时得到了缓解，众人纷纷松了口气，连长公主也不例外。一时之间，仿佛都被精彩的戏给吸引了，喝茶吃糕点，人均看得津津有味。柳云原本以为自己看不下去，只能装模作样一番，没想到等阁楼对面的戏台开演，他才发现这不是纯粹的戏曲，也不是话剧，似乎介于两者之间，有正常对话表演，也有戏腔武声、唱跳打斗，好似一种全新的表演形式，通俗易懂，让柳云大开眼界。陡然坐直，柳云瞬间来了兴趣，专注盎然地欣赏起来。随着剧情发展，众命妇频频向柳云投来关注的目光，诧异、震惊、看热闹等等，情绪复杂多变，应有尽有。启王妃呆了半晌，喝了口茶压压惊，看向同一阵线的丞相沈夫人，四眸都带着懵逼。启王妃，是不是今天进宫的姿势不对？我都看见了什么？沈夫人，我眼睛没瞎，应该没看错吧？也就太后敢这么当众打长公主脸了。启王妃，不，以前她不敢，如今这是放飞自我了吧？怪不得刚才易阳郡主那样了都不生气，原来在这等着长公主呢。沈夫人，精彩，这场戏太精彩了，没想到太后编故事的能力这么强，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两人递了个眼色，默默端起茶呷了一口，眼睛晶亮，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其他观众越看越心惊，暗地里喜欢的不行，表面却尴尬僵直。柳云快忘记了场合，看得高兴开心。本子当然不是他写的，再怎么也要考虑一下身份，纯粹提供一个故事大纲。具体细节有戏班子专门的著作人补充，竟然编得环环相扣，跌宕起伏，加上连人的亲情演出，简直入木三分，让观众身临其境。转场的时候，柳云回神才发现阁楼外的小年轻战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安静了下来，一个个难得的认真看起戏来。一群娇贵的小姐还很感同身受地擦着眼角，也不知道是在同情秦香莲，还是可怜戏里的公主。长公主脸色早已经难看得要死，当年的事情她和驸马花了多少心思才摁下去，谁允许太后这么埋汰人的？可戏里的人设和剧情也不是很相同，难不成她要主动对号入座吗？柳云欣赏着长公主的内心憋屈煎熬，坐立不安，果然与人斗其乐无穷啊。主子，蓝叶从外面进来，言语迟疑。柳云挑眉，说吧。是西阳郡主，刚刚突然晕过去了。第15章，太后的坑一个接一个。什么？长公主惊得拍案而起，内心本来绷紧了弦，顿时爆发了。皇嫂，看你干的好事儿！听说这场戏是皇嫂让人排的，皇嫂到底什么意思？是对本宫不满，还是对徐家不满？阁楼3层，鸦雀无声。一部分人存心看热闹，觉得现实这场戏比台上的都要精彩3分；另一部分皮子略紧，生怕太后和长公主硬刚起来，不小心殃及了池鱼。柳云一脸疑惑，皇妹这是怎么了？哀家知道你心急女儿，赶紧教育一便是，何至于这么口无遮拦？哀家做了什么你觉得是好事的？西阳晕倒跟这场戏还能有关系？怎么就对你们徐家不满了？啧，皇妹急得说话都颠三倒四，糊里糊涂的，哀家头疼。蓝叶，还不快请御医，让人将西阳郡主带过来瞅瞅。长公主一口老血，噎得胸口发闷。众命妇大为吃惊，一脸学到了的表情，揣着明白装糊涂大抵就是面前这一幕吧。偏偏太后不说破，长公主就不敢自爆，还得顺势掩盖下去，否则她真的不要脸了，才会将当初的家丑当众捋一遍。可不戳破吧，太后又是戏又是话，各种戳心，长公主小心脏已经被扎得千疮百孔了。就在长公主七窍生烟、淤血积郁时，传说中晕倒的西阳郡主被送了过来。屏风后正好准备了休憩的美人榻，西阳郡主被扶了上去，御医被召来。长公主在顾不上跟太后吵嘴，关切地看着大女儿，死死地盯着御医，用眼神威胁她好好把脉。御医一颗心七上八下的，好不容易才凝神细心把脉，时间便有些久。柳云听红叶说了一下大概过程，没想到这郡主还真是被气晕过去的。这些娇娇贵女当真如此脆弱？之前原主能被气死，那是身体坏到了极限。西阳郡主年纪轻轻，又被捧在手心里长大，就连闹腾的婚事也如愿以偿，身体肯定没问题。这是怎么晕倒的？等待过于难熬，长公主还是忍不住发难。皇嫂倒是闲得慌，还有空给戏班子写故事。柳云挑眉，是挺闲的，看起来长公主比较忙。忙完大女儿，忙二女儿，百花宴这出戏还没开始呢，大女儿出幺蛾子不爽了，
逮着人就废。众命妇频频看向太后，觉得今天的太后特别能对，高兴了叫皇妹，不高兴就是长公主。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太后，吓得他们都不敢随便说话。长公主气不过，那倒是，为人父母者总是有操不完的心，谁也没有皇嫂这么洒脱，一撒手就可以不管了。皇上亲政快1个月了吧，又去凤仪宫给皇嫂请过几次安，纯粹的挑拨离间，想要戳太后的心，看她养了一个多不孝的儿子。柳云用一副看智障的眼神瞅着长公主打量，看来这丫的确实疼爱女儿，仅仅只是晕倒就气昏头了。别家的儿子可以说，对皇帝也敢这么议论，长公主是觉得哀家不安呢，还是窥视圣宗？不然怎么那么清楚皇上的行踪？闻言，长公主直接跳了起来，脸带惊骇：“皇嫂，你说什么鬼话？”柳云似笑非笑：“胆儿肥了，哀家说的是鬼话。莫非长公主觉得哀家这么不是人？”命妇们倒吸一口凉气：“妈耶，太后的坑一个接一个的，长公主还怎么可劲的往下跳呢？原来以前都是太后退让着，才没有把长公主显得这么蠢啊！胡说什么？还不快闭嘴！”楼梯口传来一声轻喝，瞬间制止了长公主的爆发。柳云略微遗憾，差一点她就能让长公主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了。果然，对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想施展一下需要考虑更多。太后娘娘，微臣徐陵求见。柳云挑眉，表情一顿，还没开口，人已经进来了。领头的是少年皇帝，跟了一堆文武百官。皇帝云泽过来行了个大礼：“皇儿见过母后，福寿安康，长乐无极。”柳云扯开嘴角：“起来吧，这些日子皇帝辛苦了。”皇帝神情略微疲惫，坐了过去。这些日子没有当面给母后请安，是皇儿的不是。原以为每日让李安代朕问候也是朕的一片孝心，没想到还有人因此攻击母后，是朕不孝了。柳云嘴角抽了抽，居然找了个理由苗补，真当文武百官又瞎又聋吗？李安是先皇的太监总管，留在新皇身边做心腹，这样说出来就很有排面。接受到一众命妇的同情，柳云略微心塞，欲盖弥彰说的就是这种。皇帝不来请安，他还不用应付，心情挺舒畅的，用不着同情他，真的。可现在这样，他还得配合苗补，存心添堵啊。皇帝为国为民，日理万机，忙碌些很正常。哀家知道长公主忧心孩子，但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长公主还是多理解一下皇帝。而且西洋这身体弱了点，也怪不得别人，成亲这么久，说不定是有喜了呢。那长公主该高兴才对。徐陵无奈：“公主还不快认错请罪？就算皇上是公主的亲侄子，也先是君臣，怎么能窥视圣宗，编排皇上？”柳云仔细打量着徐陵，温文儒雅，彬彬有礼，好看的五官仿佛彰显着满腹经纶，让人一看就知道此人学识不俗。曾经的少年意气也沉淀为了男人魅力，怪不得长公主当年一眼看中，为了嫁给徐陵，还闹出一些轰动的事来。感情这母女的行为准则是一脉相承的啊！长公主看了一眼稚嫩的皇帝，满心满脸都不愿意示弱，刚好御医把完脉，站起来准备汇报，却因为太后的话僵了僵。长公主立刻急切：“江御医，本宫的西洋到底怎么样了？认错道歉什么的，就当没听到。”江御医哭笑不得：“回公主，郡主一时气急攻心，倒也无妨，休息片刻就能缓过来。”长公主冷眉肃目，当真是气着了，一副御医点头就立刻要去跟罪魁祸首干架的样子。江御医无语：“恭喜公主，驸马，那也是因为西洋郡主有喜了，情绪波动突然大了，休息休息就没事。”第16章，这届年轻人太难了。什么？长公主大惊。柳云差点喷茶，还真的有喜了？难不成他签到了什么言出法随的东西？刚刚不过是讽刺西洋郡主抢了人家的男人，这么些年还没生过孩子，拿来奚落长公主的，结果成真了。老天爷是来打他脸的吗？徐陵愣了愣，回过神来，高兴地给了江御医一个荷包：“同喜同喜，多谢御医。”其他人也纷纷上前恭喜，原本的修罗场立刻变成了好事儿。皇帝皱着眉在一旁转动着拇指上的玉扳指，情绪沉沉浮浮，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倒是柳云觉得这场面有意思，一群男人，包括徐陵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喜悦，甚至已经在商量出宫后选个时间要请客喝2盅了。一群命妇大部分都在面面相觑，使着奇怪的眼色。虽然恭喜照旧，可长公主的反应不像太高兴的样子，反而僵着脸强颜欢笑的应付。最神奇的是西洋郡主的夫君颜温茂，一直没什么存在感，此时此刻也不被人注意，可表情略微扭曲狰狞，双拳握紧，青筋毕露，看得柳云一阵阵的好奇。妻子怀孕，为啥是这种表情？难不成是喜当爹？柳云暗笑，
看来长公主一家子也有很多的故事啊，她应该好好了解一番才对。当时儿还昏迷着，一群人已经热闹开了。感觉到皇帝频频看他，柳云也当不知道，他跟这儿子代沟有马里亚纳海那么深，实在不是一两句就能解开的结。之后要怎么面对，还得仔细琢磨琢磨。没养过儿子，脑壳疼。正欣赏着徐家不同人的人生百态，有人慌乱地跑了进来，甚至顾不上行礼。长公主，徐大人，不知道益阳郡主有没有在这里？我找郡主好久了，一直不见人影。柳云精神一振，她没说错，长公主确实挺忙的。长公主一愣，似乎才想起正事儿，唰地站起来。什么？哈儿不见了？什么情况？还不快派人去找？众命妇，一时不见了而已，不都在皇宫内吗？反应那么大干啥？难不成还能遇见危险了？柳云似笑非笑，看来西阳是意外，益阳那边的正片终于拉开了帷幕。皇帝不悦，这长公主还真把皇宫当自己家了，使唤人都这么顺口。徐灵一脸迷茫，皱眉看着长公主，不知道她又在搞什么幺蛾子，有种不祥的预感。然而长公主说的严肃，现场却没人动弹，纷纷左看看右看看，等着能做主的人开口。柳云盯着手中的茶盏，明确表示现在她不管家，使唤不动人，别找她。皇帝历来不管后宫之事，同样没有开口的自觉。长公主气得鼻子快歪了。皇嫂，哈儿对宫内不熟悉，还请皇嫂派人寻寻哈儿，若是哈儿出了什么事，本宫……柳云抬了抬眼皮，这留白不错，还能怎么地呀？长公主不是不知道，哀家不管事儿，人走茶凉，使唤不动了。皇帝表情一僵，瞄着自家太后，心情突然七上八下的，很是忐忑。两位贵妃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吩咐太监宫女叫上侍卫寻人。贵妃亲娘想要替女儿分担点责任，便开口让大家一起帮忙，众人才浩浩荡荡地离开阁楼，借着寻人的档口，光明正大在皇宫内闲逛起来。柳云不想对着一个昏迷的郡主，也看够了一脸我居然被戴绿帽，我想反抗，但是我不敢动的严文茂便也出了阁楼。皇帝孩子般亦步亦趋地跟着，绷着脸略带委屈。柳云没空理他，因为之前刚出现的任务系统有了动静。丁，任务：帮忙解救平国公嫡子林子凡，获取平国公的好感。奖励：未知。谁？平国公嫡子？柳云努力回忆，似乎没有太大印象。看先皇指定的3大辅臣，没有一个是公侯家族，就知道皇家有多忌惮世家勋贵。启王孙武那时刚好握住兵权，先皇需要一个身份高的镇场子，才紧急封了他为异姓王，属于新兴贵族。于是轮到新帝，被3大辅臣把持，又拉拢不了被整得心寒的老牌世家，可见有多苦逼。所以系统任务是让他先找点粗大腿。难道今天长公主算计的就是平国公嫡子林子凡？心绪急转，柳云不自觉朝人多的方向走去，因为刚开始通风报信的郡主好友有意无意的把大家往某个方向带，这就很有意思了。母后，儿臣。皇帝弱弱的开口。柳云，皇帝没事。柳云呵呵一笑，好的，你是皇帝，你说了算。很神奇的，一群人来到御花园不远处一个略微荒废的小院子，里面打扫得干净，可明显没有人气，只怕很久没人过来了。柳云打量了一下，很佩服长公主对皇宫的熟悉，真不愧是在宫里长大的，居然能找到这样的地方。只见众目睽睽之下，长公主使劲拍着正殿房门，轻轻演出：哈儿，你在里面吗？快开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娘亲一定会给你做主的。众命妇百官，这台词是不是暴露了什么？柳云津津有味地看着，就差抓一把瓜子磕了。屋内传来一声尖叫，长公主脸色一变，心下咯噔，再也顾不上形象，直接开了一个大脚，将结实的房门给踹开了。众人涌入，大为吃惊。大家并不意外，屋内的床上坐着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床前还站着一个气宇轩昂、衣衫精致，就是脸色有些黑的美男子。他们吃惊的是，那女子居然不是益阳郡主，连长公主都又惊又气。你是谁？益阳呢？柳云，这么上赶着坏自己女儿名节的亲娘也没几个了吧？现在这形势，再把益阳牵扯进来很好看。子凡，怎么是你？一妇人捂唇惊呼，直接叫破了脸黑男人的身份。柳云扶额，又来一个蠢货亲娘，这届的年轻人是不是太难了？哼，平国公嫡子啊，眼光倒是高，不过似乎眼神不太好。可不是嘛，自从平国公娶了季氏，这原配嫡长子就爹不疼娘不爱的，将来只怕也很难袭爵。国公夫人没有帮忙张罗的意思，说亲自然高不成低不就。第17章，吃个瓜掉自己头上了。也是，林子凡已过弱冠，这年纪没有说清，实在少见。这么说，长公主图什么啊？图好控制啊，
反正长公主和徐家有权有势，怎么也比无法助力的平国公府强多了吧？而且谁不知道益阳郡主最喜欢好看的？那倒也是，林子凡亲娘就是个大美人，她那张脸确实吸引了不少小姑娘，只可惜长公主这一趴好像没成。柳云听到了身边人的嘀咕，打量着林子凡有些恍然，原来是小白菜的设定，不过能让系统发任务，这位应该有些本事才对。这需要他救？林子凡脸色虽然不好看，可一脸淡定，眼神沉静，若非脑子缺根筋，就是胸有成竹。旁边的人还在小声巴巴着八卦，奇怪了，这女人能结益阳郡主的狐是谁啊？怎么看着有点陌生呢？哦，你不知道啊，这小姑娘来历可不一般，她呀姓柳，你觉得会是谁家的？竖起耳朵听的柳云瞬间恨不得把耳朵掰断了。马德，吃个瓜都能吃到自己头上来，他怎么忘记了原主这个太后还是有娘家的？整个朝堂上下姓柳也就一家，闻言连八卦党都不敢开口了，只是好奇地看着柳云，很期待太后的处理。众所周知，当年的柳婕妤是7品县令之女，选秀入宫的，身份品级不过最低等的更衣。好命的先怀了10皇子，又生了8公主，才做到婕妤的位置，委实不算好运。后宫之中，育有皇嗣的妃嫔，要么高位，要么空位，见了阎王；育有一子一女才婕妤，也是她的起点过低。偏偏这小婕妤笑到了最后，有朝一日竟然做了太后，扶持娘家的手段跟她争权好事一样明显。柳云的父亲不过是柳家的嫡系3房，本家虽然在京城，也就是个普普通通的4、5品小官撑场面。前几年，柳云为了找帮手，强行将柳家提拔到了权力中心，没过几次招就被3大辅臣给联合打压了下去，现在也是不上不下，不尴不尬的有名无权的扛着。不过背靠太后，柳家到底迅猛发展了一波，无论财富和地位，逢人还是会给他们3分薄面。柳云稍微磨了磨牙，这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娘家。以前大权在握，柳家的嚣张跋扈比他聘姬司臣的名声还要响亮。这个月移交了权，娘家没有丝毫危机感，依旧觉得自家出了一个太后，有个血脉关系的皇帝就足以横着走了。这下可好，直接舞到了长公主面前，还坏了益阳的好事儿。特么的！柳云一脸莫名，长公主和国公夫人别急着嚎，这姑娘哀家瞧着眼生，是谁啊？行，敢做就要敢承担，他的任务是帮林子凡，肯定不能要这女人做了他妻子，那么对方是娘家人还更好解决。谁让他是柳家最牛逼的长辈呢？他开口了，柳家敢不听？过后要是敢闹，就让这群人尝尝他背包里的一些阴损道具，放得太满，得清理一番了。长公主恨恨地看着柳云，皇嫂，你就别装蒜了，这不要脸的姑娘是谁家的，皇嫂还能不知道？柳云似笑非笑，长公主这反应是不是太激烈了点？姑娘不是你家的，这年轻人也不是你家的，徐家的手都伸这么长了，闲事儿管得这么宽。徐灵一个机灵，吸了口气，将长公主拉到一边，公主，你到底怎么回事？这事儿跟你有何关系？上蹿下跳的，你还嫌今天不够乱是不是？长公主一噎，回过神来才发现确实如此，气得盯着柳云，愤愤地闭上嘴。林子凡轮廓分明，鬓眸深邃，自带一种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位凉般自由惬意的气质意境，风华悠悠，让人见之难忘。他略微迷惑地看了一眼太后，难道此女不是太后安排的？否则何必帮她开脱，直接下一纸指婚不就完事儿了？柳云看着床上抱着被子嘤嘤哭泣的美少女，说吧，哪家的？怎么进宫参加百花宴的？又怎么跑到这里来的？美女神色怯怯，抱着被子跪了起来，将就着磕了个头。太后姑姑，宁儿是2房的，随母亲过来的，走路时贪恋御花园的美景，与端茶的宫女相撞，弄湿了衣衫，特意过来换的。宁儿也不知道为何，林公子突然就闯进来了。柳云微愣，挥手让红叶过去将床幔放下来。现场吃瓜者众多，还是照顾一下女儿家的面子。实际上心下已经转开了，他得捋一捋这复杂的亲戚关系。原主爹是3房爷爷辈，他跟这柳宁的亲爹是堂兄妹，关系还挺近的，怪不得能进宫参加百花宴。然并卵，他不会偏帮着他。不提系统任务，就是现场很多人一听就知道柳宁在说谎，不过是早准备好的事后托词，想要凭此顺杆往上爬。隔着床幔，柳宁微痴地看了一眼俊美的林子凡，想到能够成为林夫人的美好未来，就算林子凡不能继承未来国公的爵位，也异常开心。谁曾想柳云开口却惊吓到了一片人，2房的，哼，堂嫂什么时候也能教出这样没脸没皮的女儿了？是觉得哀家这脸皮太厚了不成？麻烦下次说谎严谨点，哀家脑子还在呢。前面的故事不提，这换衣服里来有专门的院子，更有不少太
太监宫女把守，怎么就你跑到这清幽之地来换衣服？为何你会有衣服准备在这？再说，怎么也是柳家二房的嫡女，是穷的没人伺候了，还是别有用心？你换衣服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在外面守着，还能叫一个外男闯进来？众人呆滞。太后这嘴皮子真是生过急的吧？现在连自家人都对了，破罐子破摔到这种地步还有救吗？心里多大的气性！原本觉得事成的柳二太太得逞的笑意僵在嘴角，难以置信地看着雍容华贵的太后，拔高的声音略微刺耳：“太后，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宁儿？太后可是宁儿的姑姑。”第18章，众人皆惊呆了。太后这话可要命了，直接盖棺定论柳宁说谎，并且用清白来主动算计林子凡。不管最后能不能嫁，名声直接垂到了底线以下。柳家其他姑娘的名声绝对会因此受损，从此婚嫁艰难。柳家族群越来越庞大，柳二太太平日里再算计，也不敢担这样的责任。柳云淡淡的瞥了一眼，所以哀家哪里说错了？这么明显的事儿，你们敢做？哀家可没胆子帮忙掩饰。哀家这也是帮理不帮亲。神特么帮理不帮亲？之前那个无条件宠着娘家人的太后都是谁？又是谁把原本低调自卑的柳家捧得这么无法无天的？这个过程只有4年啊！柳二太太直接懵逼了。自从靠上太后，柳家的人出门都是一帆风顺的，她在世微时嫁到柳家，实在没经历过太多的圈子毒打。突然靠山不帮忙了，她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柳宁意识到了严重后果，真的哭了。可是太后姑姑，宁儿已经被林公子看光了，宁儿这辈子都毁了，唉，怎么活啊？柳二太太回过神来，顿时跪在柳云面前，言辞恳切：“太后，宁儿真不是有意的，现在事情都已经这样了，还请太后给宁儿一条活路啊！”“不，你们是自己不给自己活路，关他什么事儿？”柳云扫了眼一直沉默到现在的林子凡，林公子怎么说？林子凡还没开口，国公夫人就嬉笑开颜：“子凡看光了人家姑娘的身子，自然是要负责的，这才是男人的担当。正好子凡年纪大了，还未娶妻，柳姑娘样貌家世都合适，臣妇就舔着脸求太后下懿旨，将柳姑娘赐给子凡吧。”一番话乍一听合情合理，仔细一品简直缺了大德。这是要林子凡直接娶柳宁做正妻啊！不说柳宁人品性格如何，就是家合适就很扯淡了。而且太后下懿旨，又是太后娘家人，林子凡断然不能休妻不能和离的，只能跟这么个女人过一辈子，想想都可怕。林子凡看了一眼继母，黝黑的眸子闪过一片冰冷，但凭太后娘娘做主，眼底划过一丝期待。虽然不知道太后为什么帮他，可这事儿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柳云对平国公夫人是无语的，既然是继母，想要点名声就别做得这么明显。林子凡如此人才，只怕能力还不俗，身份也高，到这年纪还没娶妻，明显是继母从中作梗。国公夫人肯定不希望林子凡娶一个家世身份高的嫡妻，像柳宁这种亲爹非常非幼，家世因为太后而虚高，没有任何的实权，怎么也比易阳郡主强多了。看着柳二太太，柳云决定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所以作为母亲，你打算怎样？林家公子明显没有做什么，被人算计而已，此事如果就此作罢，以后便不要再提。说着扫了一眼吃瓜群众，众人纷纷严肃表示遵旨，出了宫绝对不会再谈起此事。至于私下里怎么看待柳宁，谁都管不了。柳云只是觉得，若是他开口了，柳宁或许还不至于嫁得太差，再不济用心挑选了远嫁也是不错的。他注意到了林子凡眼底的冷意，在出嫁从夫的规则里，就算有太后懿旨又如何？嫁过去来个病逝能怎样？林子凡在继母的压迫下长大，难不成还是个菩萨？他不明白，柳家的门第比平国公府差了10万8千里，柳家哪来的自信可以逼林子凡就范，甚至还要乖乖将这种糟糠捧着？以为他这个太后是万能的吗？柳二太太理解不了太后的苦心，只是哭丧着脸：“太后娘娘，宁儿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说清啊？请太后娘娘下旨吧。”柳云吸了口气，别说她对同胞没有同情心，这么去赌未来的女人本身就是作死，她理解不能。柳宁，你呢？柳宁凄凄惨惨，又抱着一丝期待，在宁儿心里已经是林公子的人了，还请太后姑姑做主。柳云嘴角抽了抽，就没见过这么作死的。那好吧，看在柳这个字的份上，哀家就做一回主，回头选个好日子，林公子你就雇一顶清轿，将柳宁接回府吧。心沉沉的林子凡感觉突然被弹上了云端，操作有点猛，他得缓缓。柳二太太震惊，一脸难以置信：“太后娘娘，让宁儿去做妾？”众人皆呆，虽然这样的处置办法很正常，可太后所作所为什么时候这么正常过？柳云斜眼：“那不然呢？堂兄有什么？”
国公府是什么门第？更加别提林公子还是平国公的嫡长子，能做妾也是踩着哀家的老脸了。难不成你们还想逼着哀家去给平国公跪下求他们娶柳家姑娘吗？难不成柳宁今天干的好事儿就可以完全接过了？柳家这群人想屁吃呢？实际上，若非系统任务，就算是柳宁，他也不会管。推给贵妃和皇帝，他在一旁看戏不香吗？原主的这些亲戚，他更加无法共情。太后娘娘说笑了，老臣岂敢受这样的大礼？平国公雄厚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越过众人缓缓走进屋。此事就如此吧，子凡以侧室之礼迎娶柳姑娘进府便是。难得太后公正，他也得给点面子。说是侧室之礼，可身份还是小妾，不过是多点步骤，花点时间，花点银子，还让柳宁能带一份嫁妆，大家面上都好看。柳云皱了皱眉，其实并不希望平国公看在他的面子上给这种人情，毕竟以后都是要他还的。不过他也不好继续踩柳家，坚持以妾礼，可就真跟柳家撕破脸了。虽然他巴不得马上立刻断绝关系，可还是要考虑一下后果和现状，表面功夫还得做足。平国公这种不得不领的情，当真憋屈。听到做妾，柳宁整个人都傻了，等事情定下来都没反应。倒是启王妃好奇地说了一句：“益阳郡主不在这里，又去哪儿了？”众人这才反应过来，他们不是来找益阳郡主的吗？吃瓜吃开心了，连长公主都将正事儿给忘了。迫不得已，众人出了院子，又开始往外寻找。还没走几步，一群慌张不已的太监宫女迎面跑来，然后一脸死灰的跪了一地。第19章，这就劲爆了。怎么了？可有找到益阳郡主？这跟说好的不一样，长公主也有些急了，生怕小女儿遭遇了不可逆的算计。一个太监磕头砰砰响，明显脑子有些迷糊。郡主在御花园里，小脸惊恐的模样，仿佛看到了什么人间恐惧。见状，长公主一口气松不下来，顾不上这些小虾米，急切地回到了御花园。因为速度过快，连呼吸都不顺畅了。众人这才发现，已经有侍卫守在了一方花草处。上前，个个都惊掉了下巴。原本以为林子凡和柳宁的场面已经够直白了，结果最劲爆的在这里。姹紫嫣红的花丛中，益阳郡主美美的躺在地上，眼睛紧闭，像个易碎的睡美人。不和谐的是，头发凌乱，身上还盖着一件侍卫的黑色披风，又纯又玉。哈儿！长公主大惊失色，直接扑了过去。稍微远一点的侍卫伸出了尔康手，却没来得及阻止长公主。这一动作立刻拉扯到披风，露出了下面的白皙肌肤。哎呀！长公主察觉到不妥，手忙脚乱地将披风扯好，再也顾不上这是外男之物。可惜大家注意力都在这边，该看的一点没错过。益阳郡主这样躺在花丛里，看样子还没穿衣服啊，而且肌肤上有明显的青紫痕迹，暧昧又难堪，场面一度陷入死寂，只剩长公主的哀嚎。柳云瞪大了眼睛震惊，谁在皇宫这么能干，敢冲益阳郡主下手就算了，还把事情搞得这么大。御医呢？快上去看看。见两位贵妃只顾着发呆，柳云只能撑场子。皇帝根本没经历过这种事，现在还没反应呢，原主将他保护得太好了。长公主叫声尖锐，不要！太后，你到底是何居心？哈儿千金娇躯。柳云正烦着呢，听到这话立刻呵斥。那你是现在将他带走，还是看看能不能活？若是死了，赶紧带出宫去，免得冒犯了你女儿的娇躯。反正哀家居心不良，也不想管你家那摊子事儿。人都这样了，不是应该担心女儿的身体吗？自称爱女的亲娘第一反应竟然是名声，都这样了，还有啥名声？真不知道该夸长公主过于冷静的权衡利弊，还是拧不清轻重。果然这时代的人把名节看得比命还重要，那又何必做出格的事？长公主抽泣着没反应过来，徐陵大踏步上前，就着披风将女儿抱起，多谢太后关怀，那就麻烦御医了，打扰了百花宴。徐家定然会给太后一个说法，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吧。还好有个您的亲的。柳云抬了抬眼皮，百花宴也不是哀家办的，徐家不用给哀家说法，找两位贵妃即可。徐陵扬了扬下颌，严肃着脸走了。长公主抹了抹泪，怯怯地跟在身后。一场大好戏暂时告一段落，百花宴并不会因为这些事就停止，反而依旧热热闹闹的继续到傍晚散场。柳云乐呵呵地看了几出戏，吃过午饭就找借口回凤仪宫了，不耐烦应付那些暗戳戳的命妇。慵懒地躺在贵妃椅上晒着春日暖阳，柳云啃着水果等红叶的消息。不是有个签到1个月的大礼包吗？打开。对，还有任务奖励，是什么来着？当时大戏一个接一个，他根本没时间关注，现在得屡屡。丁，恭喜宿主获得指定卡牌盒星号1。丁，
恭喜宿主获得低级武力值经验包星号1。丁，恭喜宿主获得任务奖励，技能天网鹰眼。柳云惊坐而起，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感觉名字直白的一看就懂，仔细一想却什么都不理解？指定卡牌盒，已知势力指定，然后氪金塑造人物。柳云满头黑线，又要氪金？不知道他很穷吗？为什么这系统这么能花银子？不过他知道的势力，脑子里第一个闪过的，所以锦衣卫。行，柳云试探地说道。谁知系统根本没给他后悔的时间，卡牌盒一闪，上面多出了3个字：锦衣卫卡牌盒，一流高手，每人10万两；二流每人1万两；三流每人1000两。对外组织需要宿主自行建立并填充人物。柳云都不给考虑的机会了。不过对于当权者来说，锦衣卫确实是很好用的势力。前势力15女皇还有梅花内卫、牵牛卫这种组织呢。自行建立的意思是，他需要现实中确定成立锦衣卫这种势力，才能光明正大的对外，否则只能当暗卫用。唉，终究是穷啊！柳云感慨万千，查看了一下奖励的技能，差点跳起来。天网鹰眼，上帝视角的千里眼技能，可以随心意调整使用，目前范围半个地精，可升级。这种外挂也能存在吗？那它不是可以随时随地监控、偷听墙角？半个地精以皇宫为中心的话，几乎已经囊括了整个上层建筑，权力中心。一个林子凡竟然有这么大的好处，心里美滋滋。刚好红叶回来，主子，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益阳郡主对林子凡有好感，只不过林子凡并无心思。平国公和徐家的关系历来不好，国公夫人是继母，最不想林子凡娶高门女，所以这门亲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柳云点头，心情不错的端起手边的茶，所以长公主这才算计林子凡。毕竟柳宁那样的可以做妾，益阳郡主断然不行。红叶点头，是的，长公主想要拉拢老牌勋贵，加上拗不过女儿，这才故技重施。故技重施，柳云缓缓念着，这词儿用得好，当初长公主可不就是这样赖上徐陵的？身份也是好东西，先皇赐婚，徐家敢抗旨？拉拢老牌勋贵，林子凡可不是个好的选择，只不过益阳郡主喜欢罢了。可惜啊，现在的益阳郡主，长公主谁都拉拢不了了。柳云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这种招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红叶嘻嘻一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柳云难免好奇，最后为什么会变成柳宁？第20章体验感满分。红叶，益阳郡主设计的时候被柳姑娘发现了，她便将计就计，趁郡主欢喜不备，将人打晕，把人扔在角落里，自己代替了去。柳云挑眉，所以这是临时起意。黄雀在后，这手段我倒是小看了柳宁。这么说，柳二太太也是临时顺杆往上爬的，倒是有几分极致。能随机应变的人其实才最难对付，像长公主那样，一旦计划出了变化，应付起来就漏洞百出，自己都堵不上，迟早翻车。柳云眼睛微眯，思索，关键是柳宁将益阳郡主藏起来，是谁将她带走的？而且莫非柳宁身边有高手？益阳郡主没有吗？这是怎么偷袭成功的？红叶也不算高手，柳宁身边有个会点拳脚功夫的丫鬟，武功并不入流。益阳郡主身边有人保护，不过大抵是在皇宫，又成功在即。他没想到竟然会有胆子肥的黄雀，就将人派出去监视林公子有没有过来，这才被柳姑娘得手。至于谁将益阳郡主带走，还请主子给奴婢一点时间，皇宫内人员复杂，派系杂乱，需要排查。这就是没多少人用的尴尬了。柳云叹了一声，想起锦衣卫的实力等级，红叶，你们的实力分层是怎样的？如今的江湖呢？若是不知道，不妨打听打听。10万，那不是跟红叶同种水平？红叶声音微低，主子，其实我们的实力就是按照如今江湖来区分的，不入流、3流、2流、1流、绝顶高手，还有镇门派的巅峰高手。柳云好奇，那你是哪一层？1流大圆满，再进一步可达绝顶。红叶挺了挺胸膛，好歹也是花了10万两的。柳云呆了呆，微微失望，10万才1流啊，从上到下居然才第3位。红叶哭笑不得，主子，整个天下巅峰高手都是门派的老祖宗，不问世事的，一只手都能数过来。绝顶高手也是有限的，加起来可能都不会超过20。江湖上2流为主，1流的也是少数了。最重要的是奴婢年轻啊。柳云被逗笑了，好好好，你这么解释我就懂了。这么说，你自身练武也是可以提升的。红叶点头，跟这世界的人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的天赋根骨只会更好。
柳云莫名想到了那晚的刺客，不知道武功属于哪个档次。这么说，我这个低级经验包能成为哪一层？红叶看了一眼初入3流的武者，柳云略微失望，才3流啊，算了，聊胜于无。制造一个1流高手需要10万两，系统的奖励果然没有那么大方，直接将经验包吃掉。柳云身躯一震，感觉体内涌出一股弱弱的暖流，四肢百骸都透着舒坦，而且脑子里还多了一些打斗意识。如果再遇上那晚的情况，他就算打不过，也不至于那般狼狈了。默默运转伪装术，将体内的一切痕迹掩盖。柳云突然想起一个严肃的问题：以你的身手，可在皇宫内发现高手，有没有暗卫的痕迹？他才发现，暗卫卡牌盒跟锦衣卫最大的差别就是没有10万两以下的，一旦制造，必然属于1流高手。暗卫才是真正的高手集中营。红叶小脸一肃：主子，之前奴婢都没有去过皇上附近，今天才发现那个李公公是个高手呢。李安像是想到了什么，柳云突然有些恍然。先皇在不满意云泽这个继承人，在当时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还是存留了最后一丝慈爱。他就说，原主这个太后算半个傀儡，皇帝就是整个的，为何有人进宫刺杀他，却没人去动皇帝？不是什么仁慈，或者年少无辜，原来他才是那颗软柿子。红叶低头，其他倒是挺正常的，并没有特别厉害的高手潜伏。柳云啧啧一声，这么说，先皇的暗卫都去哪儿了？4年前，先皇虽然重伤回宫，可身边的人应该没死光才对。红叶摇了摇头，主子都不清楚，他就更不懂了，需要调查。柳云喝了口茶，嘴角勾起一抹深邃，看来先皇还留了很多招啊，到现在都不让人省心。其他人不清楚，有一个人一定知道。红叶眨了眨眼，主子，谁啊？柳云挑眉，李公公啊。红叶蹙眉，可李公公这样的忠仆，只怕无论多么严苛的刑审，都很难让他开口吧。若是皇上知道主子调查暗卫的事，柳云淡定，自然不能给无声无息的，否则肯定横生很多枝节。倒也不难，使点手段，让李安自己都发觉不了。手中突然出现3根看似普通的香，红叶眼睛一亮，一脸了然的接过，奴婢这就去安排。柳云点头，不急，确定不能让李安起疑，到时候我要亲自过去。关于先皇，我可是有好多问题等着解惑呢。红叶点头，宽袖一遮，将醉梦收好。醉梦本是一种安神香，可搭配另外一种普通熏香，就能让闻者进入十分真实的幻境，只需要好好引导，就能在特定的环境下成为最好的审讯辅助品。对了，这5人你带出宫去，让他们暂时分布在地京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若是无事，多留意收集一些消息。柳云掏出5张锦衣卫人物卡，你若是有事，吩咐他们便是。哎，终究还是穷啊。等红叶离开，柳云便躺回去继续闲鱼，同时打开了天网鹰眼的技能，调整距离角度，选取目标，听起墙角来。今天这2出大戏，他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光靠红叶去调查需要时间，看看能不能从别处解惑。3大辅臣中，启王妃和沈夫人明显要聊得来一些，不少命妇在宫门口告别后各回个家，启王妃和沈夫人却神奇地凑到了一起。柳云用天网鹰眼发现了这一幕，瞬间看了过来。启王妃的丫鬟聊起马车车帘，沈夫人，这天还有一段时间才黑，主子请夫人过来一叙，再喝半盏茶。沈夫人直接下了马车，又上了王妃的车。柳云的视角无视任何阻碍，直接钻进了马车内，仿佛他本人就隐身在2人身旁一样，还有种身临其境的错觉，体验感满分。第21章，会说能不能多说点？2人相视一笑，自然而然多了一丝旁人没有的熟人。启王妃伸手请沈夫人坐吧，刚泡了一壶梅花清露，请夫人过来尝尝。马车里内有乾坤，右手边有一个精巧的小茶物，放了个小炭炉，上面搁了个冒着热气的紫砂壶，还有一对玉茶杯，精致脱俗，也就一口的量。梅花清露，柳云表示没听过，不由得拉近视野瞅瞅，只看见粉红的茶水，其他皆无，倒是有股浓而不腻的梅香。等等，柳云惊呆了，这么远的距离，他居然还能闻到香味。系统出品，就离谱。沈夫人坐了下来，优雅地端起玉杯，享受地品着，果然还是王妃的梅花清露最为正宗，味浓不腻，自带一股清冽。启王妃笑了，不过是王府那片老梅林长得久远些，夫人若是喜欢，本宫就赠一些给夫人慢慢品尝。见2人都喜欢的样子，柳云禁不住羡慕了。她能闻到味道，可实在没办法尝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夫人对于长公主的事如何看？启王妃总算开口提到了正题。沈夫人嗤笑，偷鸡不成蚀把米，倒是那益阳郡主不可能再嫁进平国公府了。启王妃瓜子脸清瘦一些，华丽的额是衬得她越发雍容富贵，
带起的笑意是标准的贵族礼仪，通体都散发着上位者气息。长公主还是很有想法的，不过即使没有太后插手，这份打算也未必能成。沈夫人略微富态的脸颊，更多的是稳重，点头认同。平国公可不傻，尽管国公夫人不待见这个原配儿子，平国公怎么可能不要这个嫡长子？国公夫人不是没给林子凡说过亲，都是平国公不同意罢了，一时半会儿没有合适的，才拖到了现在。启王妃叹了一声，是啊，长公主打算的好，可事情岂能尽如他意？除非太后和皇上都站在他那边，让平国公不敢抗旨。谁知现在的太后，本宫似乎有些看不懂了，光明正大的跟长公主硬刚就算了，连柳家都要直接断尾。那会儿太后真的一点帮忙的意思都没有。虽然隔房，可柳家的姑娘上赶着给人做妾，太后的脸面也不要了。沈夫人点了点头，自从太后交出了玉玺和公权，我也感觉看不懂她了，就那么安安分分的待在凤仪宫，总觉得哪里有问题。柳云，天地良心，她可是认真的在咸鱼，怎么就有问题了？启王妃掐了掐手中的碧玉佛珠，太后那儿暂时看不出来什么，不过这徐家恐怕要热闹了。不说益阳郡主的遭遇，西阳郡主竟然有喜了。沈夫人也是一脸玩味，这事儿若是在徐家，说不定还能被长公主好好捂住，偷偷处理。万万没想到会在这么多人面前整出喜脉。柳云眨了眨眼，有些着急，会说能不能多说点？光你们八卦有什么乐子？能不能提点关键的？西阳郡主怀孕到底有多让人难以置信？启王妃拿起手绢擦了擦嘴角，所以说啊，太后娘娘排的那出戏太精彩了，否则西阳郡主何至于气晕过去，险些动了胎气。柳云，她没有，跟她无关，不要胡乱扣黑锅，她不背。沈夫人眼中闪过一丝戏谑，你说这个孩子能不能生下来？是谁的？柳云极为纳闷，为什么那么确定不是严文茂的？启王妃嗤笑，御医说了，现在还不到3个月，到孩子生下来还得半年多呢，这么长时间会出什么意外，谁也不清楚。可你看徐驸马似乎并不知道，当年严文茂因为原配妻子和儿女的事情遭遇了重创，根本无法传宗接代了。沈夫人点头，原本我以为只是谣言，没想到竟然是真的。这么说，其实除了严文茂，无论是西阳郡主还是长公主，或者过后才知情的徐驸马，应该都希望这孩子生下来。没什么比郡主的亲骨肉还重要了，至于是谁的血脉，一点不重要。柳云恍然，哦，破案了，原来是严文茂出了问题。不过男人这事儿其实分两种，一个是能圈圈叉叉，单纯无法让人怀孕而已，另外一种就跟太监无异了。严文茂属于哪种？西阳郡主到底是因为守不住寂寞找了别的男人呢，还是纯粹想要个孩子？这事儿有的争。启王妃幸灾乐祸，西阳郡主肚子里的孩子不知道是谁的，益阳郡主也不知道被人糟蹋了，整个徐家的清誉荡然无存。沈夫人点头。这时丫鬟来报沈丞相和启王过来了，两人立刻结束了八卦，寒暄了几句心照不宣的话，就各走各的。唯有柳云听得稀里糊涂的，不知道这两妇人又在打什么哑谜。想了想，柳云将镜头拉到了平国公府，锁定了刚刚回院子的林子凡。偌大的院子配色是暗色调的，清冷，甚至还带着一丝肃杀。柳云参观了一圈，总感觉有点毛骨悚然。林子凡进了书房，也没有点灯，而是站在窗边远眺，整个人少了一分温润，多了一抹戾气，有种杀戮果断的霸道，连修长的身影都拔高了许多。柳云从后面围观了一会儿，啧啧的感慨，林子凡就是古代言情里的男主人设，无论外貌、性格、身份等等都极为契合，果然非同凡品。黑暗中有影子闪过，柳云凝神才发现屋内多了2个人。主子，柳姑娘回家，一哭二闹三上吊，闹腾得厉害。左边的黑衣人抱拳说道。林子凡似笑非笑，怎么又不想嫁了？黑衣人低头，倒也不是，柳姑娘闹到柳家大房家主那儿去了，似乎想通过太后亲爹施压，让太后改口将她赐给主子为正妻。林子凡不以为意，把玩着腰间的玉佩。太后啊，阿峰，你去皇宫可有查到什么？右边的黑衣人恭敬地说道。主子，宫里势力众多，分布极乱，要想查到谁把益阳郡主弄成这样的，恐怕需要时间。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主子这边，就忽略了益阳郡主。柳云吃着饭后水果，纳闷地看着这一幕。林子凡还让人去查益阳郡主，莫非他其实是想娶益阳郡主，借力长公主的？难道女主角若不是柳宁，他会很高兴地同意这门婚事？第22章，莫不是救了个寂寞？对此，柳云其实也想不明白，以林子凡的本事，何至于被骗去那个小院？正常来说，从一开始就不会入套才对。不过，这人竟然派人在皇宫内调查了这么久，
他对皇宫的防御能力特别忧心。林子凡脸色一冷，原本我也不想知道，他被谁糟蹋都跟我无关。不过太后今日好歹帮了我，就当还他一个人情吧。今日之事，长公主和徐家必然不会善罢甘休。太后久居深宫，若是不知内情，恐怕会很被动，所以帮忙查一查。太感动了，好人啊，还知道还他人情。柳云顿觉这人虽然是个白切黑，可人品没问题。黑衣人阿峰松了口气，原来是这样，属下会尽快排查。林子凡抬了抬手，双眸带着杀气，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牛鬼蛇神，居然知道用母亲的死来诱我过去，当真惹火我了。你仔细琢磨，当时你将益阳郡主带走，都扔到哪个角落去了？或许查明白，能够发现幕后黑手。噗！柳云被茶水呛到。所以柳宁把益阳郡主弄晕扔出屋之后，林子凡的人还插过手。讲真，这句话透露的信息有点大啊，代表着林子凡其实早有准备，即便没有柳宁出现，益阳郡主也没可能得逞。然而柳宁出现了，林子凡的人依旧将益阳郡主带走以防万一，却放任了柳宁的算计。莫不是这丫的根本就不在意柳宁嫁不嫁他？那他出手相救，莫不是救了个寂寞？阿峰回想了一会儿，属下怕主子有需要，就在那附近找了个屋子，将人放进去，就没管了。属下想着，只要离主子远远的，就跟主子没关系。林子凡轻笑，这么说，还有一只黄雀捡了便宜，是跟我无关了。没想到要排查也难了。你今日在宫中行动可顺利？确定没有其他高手吗？阿峰，属下确定，如果真的还有，那只能是属下学艺不精，技不如人，这才发现不了。林子凡叹了口气，这太后也不知道打的什么主意，莫名其妙就欠了个人情，这才是意外。柳云，那真是对不起了，要怪怪任务系统。阿峰，主子既然知道太后居心不良，又为何要认下这份人情？难道就不可能是太后自导自演，故意让主子感激的？林子凡若有所思。哦，柳云，这属下坏得很，他若能想得这么远，用得着被三大辅臣和亲儿子逼成这样吗？林子凡摇了摇头，不至于。先不说他连柳宁都不认识，倘若是他设计的，结果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好处？我不过是个不受宠的嫡子，将来继承平国公的几率很小，他为此跟柳家撕破脸，岂不是得不偿失？万一我不接受这份好意，柳家也做没了，他能落得什么好？柳家再差，也知道他才是柳家的靠山，若是真的有什么需要，柳家还能置身之外。阿峰凝神反省，可太后今日的行为实在反常，总觉得有什么目的。林子凡不置可否，先这样吧，静观其变。益阳郡主那件事能查就查，事不可为就从长计议，绝不能暴露了自己。柳家那边不用我费心准备，国公夫人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在偏院收拾2间屋子，若人进门，派人看着，别惹事就成。柳云一脸狐疑的收回鹰眼，还是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只不过简单的一件事情，涉及的人性过于复杂，他都懒得分析。视线拉回来，柳云在皇宫内转悠了一圈，发现几个凑一起有些可疑的太监，便看了过去。一共6个太监，都穿着粗使太监服，明显不属于任何宫，日常内务府吩咐做事。小青子，你是不是故意害我们的？今天那细皮嫩肉的不是刚进宫的宫女，是益阳郡主对吧？一个中年太监揪着小青子的衣襟，愤怒中盛满了害怕，恨不得将面前人撕碎了。小青子眼神飘忽，脸上陪笑，今天百花宴来了那么多客人，我是真的不知道啊。他就那么躺在我们屋里，本身就没穿衣服，也没带什么贵重首饰，我哪里认的是益阳郡主？旁边一个年轻太监抓住中年太监的手腕，劝道：这种情况，我们不都以为是哪个送上门的宫女吗？仗着有点姿色。行了行了，事已至此，我们应该一致对外，否则事情暴露了，我们所有人都死定了。谁让之前我们都玩得很开心？中年太监带着其他3人都不由得颓废。这件事，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忘了，我们可没有见过什么益阳郡主，这就是一个自动送上门的宫女。若是谁连累了其他人，就送他亲朋好友去地下团聚。中年太监脸色铁青，咬牙切齿，还夹杂着无计可施的无奈。这次分明是被人坑大了，他还不能露丝毫痕迹。挥手把小青子用力扔在地上，旁观的柳云看得眼皮狂跳，好疼的感觉。小青子被摔得七荤八素的，半晌没能起来。之前帮他说话的年轻太监目送其他人离开，似笑非笑的蹲在小青子身旁。哥哥这是在帮谁办事呢？把大家拖下水，是想万一出事，还有几个陪葬的吧？柳云目瞪口呆，好家伙，原来这2人也不是一伙的，长姿势了，果然人心难测呀。小青子一脸嗤笑，小篓子，你又是谁的人？值得你这么问？小篓子没有被点破心思的尴尬，反而笑嘻嘻，我呀，你还不知道吗？我谁的人都不是，
倒是一直想成为谁的人，找个靠山，在这人吃人的后宫里也好过些。我原本以为哥哥跟我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更加懂得明哲保身罢了。万万没想到，哥哥不出手则已，一出手，真是惊到我了。若非之前无意中看到哥哥扛回来一个珠光宝气的富贵女人，我就真信了哥哥不知情的话。小青子瞳孔微缩，不确定地打量着小青子，他真的看见了，还是在诈他？小篓子不以为然，我就看见啊，那女人头上有只五彩孔雀点翠金簪，缀着一颗硕大的东珠，应该很值钱吧？小青子眼神微暗，果然看见了，是他还不够小心。第23章，来求帮忙的。行，那只簪子给你，主子的事我需要问问才能决定。小青子坐了起来，淡淡的说道。小篓子欣赏了一下自己修剪整齐的手指，哥哥是知道的，小篓子我呢，就是缺银子而已，有钱万事足，主子什么的不急不急。不过仅仅一只金簪子可不够，处理黑货可是要贬值不少的。小青子咬紧了后槽牙，行，所有首饰都给你，包括衣服。衣服就算了，这么大个黑锅我可背不起。小篓子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我瞧着那玉佩倒是上好的。小青子立刻打断，不行，那玉佩是身份的象征，宫廷玉制，比衣服的锅还大，你真以为自己收得住？何况主子有用，自然不能给你。小篓子挑眉，果断放弃。那就算了，我也不是那等不知道好歹的，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可要我帮哥哥拿药，这些日子肯定风声鹤唳的，若是受伤被人看出来，难免被人排查。小青子一巴掌打开小篓子的手，滚，用不着你假好心。他心疼啊，忙活了半天，事情虽然办成了，可他也挨了一顿，到手的好处还飞了，哪还有好心情？见故事结束，柳云收回技能，路过凤翼宫外顿了顿，因为他发现皇帝正朝这边来。皇帝紧张地把玩着腰间玉佩，李公公，这些日子朕着实有些不孝了，母后是不是很生气？李安恭敬地跟着，太后娘娘心疼皇上呢，绝不会真的生气。皇帝看了看天色，深深地叹了一声，可是母后也确实不太待见朕了，如今朕才知道要做一个决策者原来这么难，也不知道母后肯不肯帮朕。李安，皇上多体贴一些太后，让太后感觉更多的如沐，太后又岂会放任皇上不管？柳云不出现则已，一出现就是来求帮忙的，到底有什么怨，什么恨？不过李安有句话说得对，即便他不是原主，也不可能真的放弃皇帝。没办法，他没有第二个儿子来继承皇位了，云泽更是云昭之主，他越想咸鱼，越是绕不过去，否则这皇帝真要被人给撸了，他也没好日子过。什么？推翻皇帝自己上位？得了吧，他还是更愿意安心享受生活，不想过劳死。解除技能，肚子传来一阵可怕的饥饿感，柳云脸色一变，手脚软到没有力气。什么情况？他不是刚吃完晚膳，撑得喝茶消食吗？为啥突然饿成这样？呆了呆，得到系统的回馈消息才明白，天网鹰眼的使用不是没有限制，会消耗能量，用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重度饥饿感。柳云不知道用这技能会不会把自己给饿死，反正他现在就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饿，真感觉能直接吞下一头牛。子夜啊，柳云有气无力地说。子夜笑盈盈地凑上前，主子，现在有什么能吃的，赶紧的端上来，哀家饿死了。柳云端起茶水，一口喝干，没有丝毫水饱的感觉。子夜呆滞，啊，主子不是刚刚才吃了晚膳吗？这些日子胃口不是一日比一日好。别问了，没有就赶紧让掌厨做，挑快的，要快，知道吗？柳云威严地强调。上次得了3颗忠诚丹，一颗为了蓝叶，一颗就让这掌厨吞了，毕竟是入口的东西，不确定忠诚他都不放心吃了，这皇宫实在不安全。子夜慌不择路的跑去找掌厨，到底还是没那么快。仅仅一盏茶，10分钟的功夫，柳云饿得发慌，灌了不少谁也没用。度秒如年，这坑爹的系统有这种后遗症，为什么不早说？非要他体验一番才刻骨铭心吗？于是等少年皇帝进了凤翼宫，就震惊地看着自家母后还在用晚膳，姿态虽然优雅，可吞咽速度快得惊人，一会儿的功夫2、3盘面食见底。子夜还带着小宫女不断上一些热菜，那速度竟然跟不上母后的进食。皇帝云泽，仅仅1个月不见，母后变了这么多吗？如果没记错，中午吃席，母后胃口不错，进食也正常啊。所以中午没吃饱。李安也大为震惊，他怎么从来不知道柳洁玉是这样的太后？好不容易垫了底，饥肠辘辘的感觉减轻了许多，柳云才放慢了速度，享受起来，并且有空搭理皇帝。天都黑了，皇帝怎么还有空来哀家这里？皇帝还恍惚着，母后，你怎么这么迟才用膳？
柳云眼皮子掀了掀，没有解释的意思。这就是身份高、辈分高的好处了，任由这些人猜测到头破血流，只要他端着架子不想说，就没人逼得了他，随便敷衍一下，想接过就接过。哦，皇帝吃了吗？若是就坐下来用膳。哀家传膳传得急，厨房来不及准备，菜品确实简单了些。皇帝无比纳闷，为啥厨房没有好好准备晚膳？正常不该提前好几个时辰就开始准备吗？不过他不敢问，只是默默坐了过去，拿了一副碗筷夹了几筷子装样子，一副陪吃的乖巧样。柳云扫他一眼，心下微噎，大可不必，这表情很影响食欲的，知不知道？皇帝亲政应该是很忙的，哀家心里有数。白日里长公主那些奚落，皇帝不必放在心上。你我是亲母子，不用靠这些虚礼来维持。哀家若是有事，自然会让人去找皇帝，懒得虚与委蛇。柳云开口就直中红心，安心了就快走吧，别影响他享受美食，突然变成了大胃王，他可以有很多美好的体验，不想被一些虚假的母子情耽搁了。认真的。云泽松了口气，安了安心，看了一眼李安，接受到鼓励的眼神，才缓缓说道：母后说笑了，朕不曾介意长公主的话，只是愤怒她居然如此奚落母后，也自责是皇儿做的不够好，这才让长公主支流抓住把柄。母后，皇儿就算再忙，也该来给母后请安的，而且母后帮忙处理国事多年，肯定比皇儿有经验。皇儿这些日子亲政，才体会到母后的操心，还望母后多提携提携儿子。第24章，太后她入流了，经常来请安。大可不必。柳云语重心长，你有这份孝心，母后就满足了。皇帝国事繁忙，不用花费时间在这些细枝末节上，哀家也是爱上了落尽荼蘼，依旧安详的舒心，连后宫嫔妃也不过初一15来请个安，点个卯。皇帝若是日日来凤仪宫，其他人也一定不安分，反而破坏了这凤仪宫的安静。不等皇帝反驳，柳云继续说道：皇帝初亲政，会遇见困难很正常，若是哀家知道的，哪能不教你？派人来问一声就是，不必亲自跑一趟。至于哪些是知道的，哪些是不知道的，就他说了算。皇帝不懂柳云言外之意，真正松了口气。李安说的没错，母子间哪有隔夜仇的？母后说的是，儿子历来将母后放在心上的。柳云索然无味，天色不早了，皇帝忙了这么些日子，也好久没进后宫了，都盼着皇帝呢。去吧。皇帝微色，母后，其实儿子今天来是想问一问母后，当初父皇留下来的私库，如今何在？柳云夹菜的动作一顿，感情是来要银子的，当真无利不起早。他倒是忘了，李安可是先皇的心腹，怎能不知道私库？哦，先皇的私库啊，皇帝现在有需要了。柳云直接问，这事儿不承认也掩饰不过去。皇帝眼睛一亮，点头如捣蒜，母后，国库没银子了，雪灾的灾民需要安置，开春也需要种子，实在急需。柳云失笑，好的，反正这也是皇帝的，皇帝愿意拿出来福泽天下百姓，这是好事儿。行，皇帝让人来点走吧。只不过皇帝也应该知道，国库无银，那不是今年才出现的。皇帝初登基的时候就一直没有银子，而且年年天灾，到处都差钱。这不仅是前朝，还有后宫开销，每年过年过节的各种赏赐，还选了一次秀等等，都需要银子。皇帝也是看着哀家拆了东墙补西墙的，这私库里很多东西都拿来填补了，皇帝心里该有数。闻言，皇帝心下一咯噔，难道父皇的私库也没剩什么了吗？突然有些万念俱灰，可再看见柳云搬出来的几十香笼，皇帝由衷的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么看来，母后是真的没有私藏，纯粹的告知情况而已。母后，你若是爱吃，就让御膳房每日多送些好食材过来，儿子就算再穷，也不缺母后这一口吃的。皇帝决定投桃报李，让亲娘吃得开心些。这晚膳虽然上了不少菜，可真没有太贵重的材料。堂堂一国太后，何至于私？柳云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皇帝有心了。不过这话倒是应该带给孙贵妃，毕竟现在是她管着御膳房，免得哀家的人去拿食材，被人以为是仗了哀家的事。没错，他就是在给孙贵妃上眼药。1个月过去了，终究有些人开始站队。他的人若是需要点什么顶级食材，推3拉4就不说了，还总是各种借口说没有。虽然不至于苛待，可总令人不爽。皇帝怔了怔，母后说的是，儿子这就亲自去说。孙贵妃管着御膳房，还敢苛待太后了？这还了得？看母后这晚上都吃了什么？只怕寻常勋贵家的食材都能比这好，简直太过分了。柳云挥了挥手，看着皇帝叫来人将香笼抬走，轻笑一声，还有吃的吗？子夜大惊失色，主子，你这还没吃饱？虽然着急，可分量和样品不少，全吃光了可还行？柳云眼神微沉，不过是特殊情况，都给哀家管好嘴了，还没吃饱，让掌厨继续上。子夜吞了吞口水，
眼神也泛起一丝羡慕。他看着好想吃，但是肚子不允许。紫叶和蓝叶离开，红叶悄悄出现。主子，你怎么将司库里的东西都给皇上了？主子不生气吗？柳云挑眉，气什么气？这些东西我拿着也烫手。之前我也想过直接霸占了算，后来才发现先皇司库里的东西虽然都是顶尖货，可大部分都有内务府的印制。若是想兑换成银子，呵呵，只能倒卖偷卖。虽然很多人追捧宫里流出去的东西，市场很火热，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情做得太频繁了，终究会被人抓住把柄的。就我目前的处境来说，还不至于到那种不管不顾的地步。柳云看面前的菜空盘了，不得不放下碗筷等着。原本也有很多孤本和字画，甚至绝版的文房四宝，若是用来赏人，确实很有牌面。可偷卖，就还得遇上特定的人才能卖出本身的价值，又要瞒住消息。说真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去处理。既然他想要，就给吧。他若有本事，就自己换成银子，还舍得拿出来用之于民，也算是一桩好事儿。能够很好变卖处理的，没有特殊标记的，他早就提前捡了出来。就这，还需要时间才能慢慢转化成银子，否则他也不至于这么穷。红叶点头，那李公公应该很了解先皇的司库，必然不能全部留在手上的。柳云轻笑，红叶，内务府那边有个叫小青子的小太监，你注意点他，益阳郡主的事跟他有关，主要看他背后的主子是谁。补充能量这段时间，他也捋了捋。按照听来的消息，益阳郡主算计林子凡，被柳宁打晕了截胡，顺手将郡主扔到了角落。而林子凡的人发现情况后，为防意外，将益阳郡主扔得更远。结果有人启用小青子这颗棋子，把益阳郡主带到了他们屋里，并且扒掉了贵重首饰和衣服，装成宫女的样子，伙同其他几个太监欺负了。至于太监是如何欺负的，只能说非男人有非男人的办法，他不想去深入研究。柳云突然有些好奇现在的徐家是什么情况，可一想到消耗之后的状态又泄气了，不想再折腾。而且徐林带着女儿上午就回了府，有什么情况也不会拖到现在。最后吃饱喝足，一脸惬意地打了一套拳，才爬上床安然入眠。老娘也是有武功的人了，哪怕只是三流也入流了。第25章，那下场不敢想。这一夜有很多人辗转难眠，比如好不容易盼来了皇帝，却没能留住人，还莫名被数落了一通的孙贵妃，高贵清冷的人设差点崩裂。韦姑姑，御膳房怠慢太后了。孙贵妃半天回过神来，莫名地问道。韦姑姑皱眉，要说怠慢倒也没有，那毕竟是太后，只不过如今御膳房归娘娘管，下面的人就没那么捧着太后了。若是太后紧急要点什么，或许会有很多借口，最后也不了了之。但凤仪宫有小厨房，御膳房只需要送食材过去，没有多接触。孙贵妃脸色黑了，没有多接触也能给本宫搞事？太后可是皇上亲娘，就算不捧着本宫，也该捧着太后啊。这才多久，皇上亲自过来打脸，这些人是专门来给本宫拖后腿的吧？不过送点食材都做不好，那就别做了。孙贵妃气得宽袖一扫，桌上的茶盏哐当一声掉地上。韦姑姑连忙安慰娘娘，别生气，身体要紧。皇上既然亲自上门提及，旁人就还不知道。若是此刻换了人，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等于娘娘承认了怠慢太后，这才让人看了笑话。这事儿其实也不大，依奴婢看，或许太后也就随便这么一说，皇上纯孝才记在了心上。此事不宜闹大，奴婢去警告一番御膳房的管事，让他好好紧着凤仪宫就是。孙贵妃揉了揉额头，好好敲打一下，不只是御膳房，还有其他个司，谁要是给本宫惹事儿，本宫就要他们的命。虽然是这么说，可今日皇上从本宫的梧桐宫离开，若是回了养龙殿还好，若是去了别的宫，结果简直不敢想，明天他就会成为笑柄。韦姑姑抢笑，娘娘不急，这事儿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只要娘娘不提及，如今还有谁敢在娘娘面前提？娘娘今日不同往昔，即便是江贵妃和景贤妃，左右不过偷着乐，他们也不敢跟娘娘撕破脸的。孙贵妃掐着手指，咬着贝齿，但愿如此。所幸孙贵妃的担忧并没有成真，倒不是皇帝替她着想，而是刚得了父皇的司库，她着急去瞅瞅有什么好东西。亲政快1个月了，她看似很忙，实际上苦得一逼，什么事情都没干成，似乎所有事情汇聚成了一个东西——银子。好不容易朝太后开口了，皇帝急于清点财产，哪里顾得上温柔乡？当皇帝数家产数得高兴的时候，嫔妃们一头雾水地猜测着他的操作，不知道该嘲笑孙贵妃这么好的机会都没把人留住，还是该嫉妒皇帝这么忙都去看了孙贵妃一次。徐家等一切尘埃落定，徐林才有空询问长公主具体细节，而严文茂那副模样实在骗不了人，他自然起了疑心。长公主见瞒不住了，只得和盘托出。当时严文茂一心想给那女人和孩子一条活路，夕阳正在气头上，不肯罢休，
派去的人下了狠手，所以一不小心伤到了严文茂的根本。徐林惊呆了，当年本来就一地鸡毛，居然还隐藏了那么大的事。这种事你也要替夕阳遮掩，替他苗补？哼，那这严文茂是不能做男人了，还是不能传宗接代？长公主尴尬，有些心虚的瞄了徐林一眼，已经不算是个男人了。这件事瞒了这么多年，没想到今天会全部挖出来，早知道就不让大女儿去摆花宴了。众所周知，这种宴会就是相亲宴，她一个嫁出去的女儿算在公主府去参加，本来就牵强。徐林倒吸了一口凉气，顿觉腿根凉飕飕的。所以当年爱得死去活来，男人一出事就不喜欢了，这是寂寞了想另外找男人。呵呵，公主真是交的好女儿，如今连太后都不帮你，你这个长公主到底还有多少本事耀武扬威？长公主脸色一沉，很是生气。徐林，你什么意思？难道夕阳就不是你女儿了？如今连易阳都出了事，你倒是想撒手不管了？柳云现在什么权利都没有，谁稀罕她帮吗？本公主都懒得理会。徐林一巴掌将桌上的茶盏扇飞，撞到柱子上碎裂，扬起的白纱珠帘沾染成了褐色。你还有脸提易阳？那是你的女儿，不是别的棋子，还妄想去攀附平国公？你已经是长公主了，还是徐家的媳妇，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整天算计这个算计那个，你是不是觉得当年成功嫁进了徐家非常得意，还让女儿走一模一样的路？云琴，我看你到现在还不觉得自己有错吧？那这事儿就自己处理，我和徐家都不会管，自个儿受着吧。温润之人也爆发了脾气，徐林真被气得七窍生烟，连西阳郡主肚子里是谁的骨肉，以及易阳可能被谁欺负了的事都忘记问，直接甩袖就走，再也不想在这污秽的地方多待一秒。面对精心打扮、面容精致的长公主，徐林就怕多看一下眼睛会瞎。这都什么时候了，两个女儿有一个算一个的苦逼，还有空打扮自己？是女为悦己者容，但她觉得心寒。侍女小心翼翼，公主，这……长公主盯着徐林的背影，脸色阴沉，哪里有丝毫柔弱的样子？无妨，本宫都习惯了。驸马有好几年没在公主府宿夜了，今日也不可能例外。一觉到天亮，柳云却感觉睡得不算好，略微头疼恶心。红叶，说来也奇怪，这段时间我老是做梦，梦到很多虫子，软软的，真是噩梦吧？红叶偏头，主子莫不是在凤翼宫待久了，有些闷？好像是有点。柳云挑眉，虽然他很喜欢咸鱼，可日日足不出户也是很要命的。天网鹰眼技能虽然可以吃瓜，可昨晚的惨状他还是有点怂。亏得家大业大，能吃饱饭，否则那下场不敢想。可惜啊，皇宫再大，住了10几年也看够了，哪怕以前不能去的地方，这4年来也没少逛，真没多少兴趣。柳云感慨，似乎想到什么，柳云眼睛一亮，通过镜子跟红叶对视一眼，仿佛达成了共识。第26章，内心其实在滴血。柳云琢磨了一上午，忍不住问道：红叶啊，我好歹也是会点武功的人了，应该能自保吧？那他是不是可以偷溜出宫去看看那么大的世界？这皇宫的守卫力量像筛子一样，保不齐离开了皇宫，汇入人流，他的安全等级还更高了。何况他一个黄花大闺女，穿成2个孩子的娘就够惨了，难道还要他认真在皇宫守寡一辈子？主子，你不是还有奴婢吗？奴婢这武功在江湖上都是排得上号的，总不能奴婢打不过的都那么恰好在京城，还恰好要杀主子吧？红叶笑嘻嘻，何况主子是不是忘了奴婢的随机技能？柳云这才想起，暗卫卡都有随机技能的，红叶自带易容术，原本还觉得用处不大，现在看来绝顶的妙啊！所以只要主子不是长时间离开皇宫，让紫叶或者蓝叶姐姐假扮一下，肯定没问题。红叶心疼主子，完完全全被困在这金牢笼了，奴婢相信主子一定会把握其中的度。柳云点头，蓝叶和紫叶是原主培养起来的，对她的习惯了若指掌，加上太后的身份，要敷衍人还不容易。当然，他最多出宫散散心，看看这云昭的地京是何等的繁华风采，对一切可能出现的意外都会尽量安排好。哀家本质还是很宅的，对出门的兴趣也没有那么大。柳云开始考虑掩人耳目，皇上不是将先皇司库都搬走了吗？那个房间也就空出来了，回头让人来处理一下，给哀家做个小佛堂。哀家，整天没事儿就该多吃斋念佛，万事不管。红叶立刻出门去找内务府安排。柳云看着满桌子好菜，便知道御膳房学乖了，还真是县官不如县管啊，连皇宫都是这样的。正要好好享受美食，紫叶一脸古怪的跨进来：主子，柳家来人了。柳云强忍住翻白眼的冲动，让他们等，让人好茶伺候着，哀家不想坏了胃口。这柳家的人有意思，按照原主的记忆，
大多会掐着饭点来，每次蹭了午饭还想蹭晚饭，当真半点不会客气。昨晚从林子凡那儿得知柳宁在闹，猜也知道柳家来做什么，他怕待会儿对人太痛快，炒红脸掀桌就不好了，可不能浪费了这一桌子好食材。一边吃，他一边琢磨着柳家的事，特别不能理解原主的卑微。原主亲娘还死在先皇之前，根本就没看到原主成为太后。那会儿柳家虽然因为出了个婕妤娘娘有所发展，可在帝京连冒个泡都做不到，甚至为了哄原主开心，亲爹柳青一直没有娶继室，更没扶正妾室，一副对发妻情深意重的样子。柳云勾起讽刺的嘴角，柳青50有余了，家里妾侍本就能凑足2只手，外面相好更是无数，难道就没人觉得这样一个风流花心又要草深情人设的渣男很矛盾吗？竟然还有人捧他有情有义，对发妻忠诚。更可怕的是，连原主都这么认为，于是由始至终对亲爹有几分愧疚，成了太后，也变成了24孝女。柳云深觉这种洗脑的本事太神奇了，他若是学会，何愁3大辅臣怎么玩？偏殿，柳家主母傅英带着半头银发，微眯着眼端坐着，整个人好似入定。身旁有个30多岁的妇人，穿银戴金，特别闪耀，连五官都透着精明，一双吊脚眼借着喝茶的机会四下转悠。娘，这云妹妹好大的派头，都晌午了，竟然还让我们在这等着。柳富士瞪了他一眼，不会说话就回去，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当还是柳家？我告诉过你，今天这事儿恐怕很难善了，是你非要跟着来的，待会儿你要是坏了事，回去有你好受的。柳莹缩了缩脖子，又觉得不甘心。娘，我这辈子可是第一次进宫，盼了多久啊？身为太后，肯定满桌子山珍海味，外面就算有银子也吃不到，女儿也想尝尝啊。昨天那么好的机会都让二房给破坏了，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云妹妹不至于那么小气吧？柳莹比柳云大7、8岁，当年柳家也没落到了极点，柳家老大能选择的并不多，所以柳富士的身份家境更低，对于上流社会什么都不懂。后来柳莹也没嫁得很好，柳家是这4年才发迹的，柳莹是嫁出去的女儿，除了银子几乎没有吃到太大的红利，心里一直不太平衡。都是柳家的女儿，凭什么柳云就是太后，她却是这几年才过上好日子，连称呼都还没学会？你现在就回去吧。柳富士后悔了，真不该一时心软。这些年柳家虽然看起来富贵，她也是在努力学习的，这个女儿却只会回来打秋风，真不该带到太后面前来。柳莹顿时不敢说话，乖巧的等着，就怕被轰回去。太后指缝间漏点东西就够她挥霍2年了，又何必总是回柳家被当成乞丐打发？母女俩简短的对话自然传进柳云的耳朵，她慢条斯理的吃了1个时辰才召见，较有兴趣的看着柳富士规矩的行礼，还差点被柳莹那别扭的动作逗笑了。到底是长辈，柳云赐了座，大娘这么急着前来，不知所为何事。如今的柳家家主是亲爹柳青的亲大哥，妻子傅氏倒是跟记忆中大为不同。看来富贵的这几年还是学到一些东西的，整个人支棱了起来。柳富氏带着慈祥的笑，其实也没什么的大事，昨天二房闹成那样，给太后丢脸了，是夫君不太放心，让老身来看看。原来的打算肯定不是这个，可被晾了1个时辰后，见到这样不可捉摸的太后，他什么都不敢说，还掏出1叠银票，不过是柳宁那丫头咎由自取，还请太后不要放在心上，这些银子就当家里给太后压压惊，想着太后什么都不缺，就给太后赏着人玩。银子，这个可以有。柳云挺直了背脊，二叔家的也应该好好教教闺女了，在文武百官面前丢脸，柳家其他的闺女还要不要说清了？柳夫士陪笑，太后娘娘说的是，内心其实在滴血。每次进宫，她其实准备了3份银子，100两、1000两以及1万两。以往就给100两一丝一丝，这还是第一次给1万两。第27章，肠子都悔青了。1万两对柳家来说也是一大笔了。偏生给出去后，柳富士没有松口气的感觉，反而越发沉重。柳家如今的地位可全靠太后，太后若是对柳家生了间隙，柳家的未来堪忧。柳莹瞪圆了眼睛，那么1叠银票得是多大一笔？母亲说给就给了。果然平日里打发她就跟打发叫花子一样。堂堂太后在这皇宫里吃穿不愁的，山珍海味处处精致，要那么多银子往哪花？掩饰不住心底的嫉妒，柳莹猛地站了起来。太后娘娘，教训归教训，说几句也就够了。我娘好歹是你亲大娘，我们爹是亲兄弟，你这么说长辈合适吗？何况柳宁好歹是我们柳家的小辈儿，你让他给人做妾，又何曾替柳家考虑过？人家平国公都说了，用侧室之礼迎娶柳宁，那就是能拥有嫁妆的。太后娘娘做了这样的事，难道不应该赏一些好东西给柳宁添添妆吗？柳云一愣，较有兴趣地看着柳富士没反应过来的震惊样，打量着柳莹的洋洋得意。
记忆中，柳莹出嫁的时候，她才7、8岁，根本不存在什么交情。这人到现在还有种大房嫡女的优越感，是从哪儿来的？不免好奇。所以，你觉得哀家该怎么做？柳莹越发嫉妒，总觉得哀家这2个字特别有气势，全天下女人就一个人能说。当年若是她也有机会选秀，还有柳云什么事儿？这时候她不会去想她是从小定亲的，也不在意她爷爷是个在京的五品官撑场子。偏偏就她成长那几年，皇帝因为国事连续取缔了2次选秀，9年过去了，不是年纪不到，就是年纪已过，她有个屁的机会。作为长辈，昨天面子已经赚够了，你现在下意只把柳宁扶正就行了，再多赐点嫁妆，让柳宁风风光光的出嫁，能够跟平国公府做亲家，对柳家是多好的事。柳云眼睛微眯，被这逻辑惊呆了。你的意思是，柳宁嫁过去了，平国公府就能她说了算？林子凡也是柳宁随便能拿捏的。昨天的面子做过了，今天就朝令夕改，不丢脸就不打脸。柳宁这么厉害，一进门就能接管国公府？难道平国公、林子凡最重要的是国公夫人是死的？柳莹觉得自己的提议很不错，若是太后赏赐多了，她怎么也能分一点吧？好歹是她勇气可嘉，为柳家争取来的。见柳云好说话，以为她还不敢跟柳家翻脸，越发肆无忌惮，正要继续谋取，旁边一只手掌快速掠过，啪的一声落在她脸上。正殿内陡然寂静，唯有柳富士胸口起伏，喘着粗气，整个人犹如暴怒的母狮子。这一巴掌没有丝毫流力，柳莹只感觉脸蛋一麻，嘴里就有了铁腥味。太后娘娘是草民教导无方，以至于没见过什么世面，胡乱说话，还请娘娘将这部孝女拖出去，草民管不了了。柳云轻笑，连自称都变了。这柳富士倒是个能看形势的明白人，面对原主直接顺杆往上爬，使劲的捞好处。面对不好惹的他，立刻就乖巧听话了。这样的人还真是很难抓住他什么把柄。相比之下，这柳莹倒像个送上门来的世子。看柳富士那懊恼的样子，怕是肠子都悔青了。这可是大娘的女儿，哀家岂敢插手？大娘若是想好好教导，不妨带回家慢慢教导。这大房和3房的教育方式到底不一样，哪能插手呢？大娘，你说是不是？柳富士脸色一变，瞬间领会了柳云的意思。柳云明明白白地说，柳家各房各管各的，他今天放过了柳莹是给大房一个面子。那柳宁本就是2房自己做的，他们大房和3房在这里争论，操心个什么劲儿？甚至还暗示，若是管得太多，那柳家不如分家。太后娘娘说的是，草民这就回去好生管教，打扰太后娘娘休息了。也不敢再说什么。柳富士伸手拉了一把柳莹，把呆愣的妇人拽了个趔趄。柳云端起茶杯，子夜替哀家送客。不过听说哀家爹最近挺忙的，风花雪月，红袖添香，到处沾花惹草，好生快活。这段日子应该没空进宫来看哀家吧？柳富士身子一震，一张脸僵到了极致，连连称是，一颗心忐忑不安的告辞走了。柳云好奇，一边吩咐红叶让厨房准备点分量足的点心，一边算着时间开启技能锁定柳富士。果然，等柳莹回过神来，他们已经出宫上了马车。柳莹不甘心又愤怒，娘，就算我们惯有的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你也用不着打这么重吧？牙都快被你打掉了，你那么怕太后作甚？不仅给银子，还什么赏赐都没有就走了，岂不是白来了一场？柳富士睁开眼，冷冷地看柳莹一眼，眸色毫无波澜，还不是拜你所赐？看来这几年你过得很好，都分不清魏娘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一开始交代的一个字都没记住。要么你在半路上下车自己回去，要么就回柳家等着。这个女儿果然坏她的事了。而太后当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原本就算不能像以前，也不至于这么差的。柳莹被盯得略微发抖，打心底也升起一丝不安，脑子为之清醒了许多。娘，我也没说什么呀。太后娘娘若是不同意就算了，也不至于迁怒柳家吧？没有了柳家，太后算什么？就像以前太后娘娘不是对柳家很好吗？每次不管做什么，进宫都能得到好多赏赐。娘，当初我出嫁就那么一点嫁妆，现在有机会了，也想得2件压压箱底啊。听到这话，柳云终于明白柳莹为何胆大了，原来是财帛动人心。也对，以前的柳家每次就100两也好，意思拿出手，原主体贴得很，真以为柳家穷，一般都不会要的。毕竟100两在皇宫，保不齐就够打赏一个地位高的奴仆。结果留吃饭留着聊天，末了还赏赐一大堆。柳家就是这么一步步富起来的。而且原主若是想要处理什么先皇司库里的无印制东西，也会找柳家帮忙。第28章，原来都是明白人。柳家家主在这方面颇有人脉和能力，转手就能赚一大笔。
最后一件价值10万的东西，柳家敢吞掉大半，只给太后小部分。雄心豹子胆都是养出来的。原主真的没察觉吗？一次两次可能没在意，次数多了也有些感应。原主是挺在乎娘家的，可不代表傻。最多他并不知道柳家到底从中谋取了多少，就默认了。不过后续让柳家经手的也渐渐少了。柳富士眼中满满都是失望。莹儿，你的子女都长大了，儿子开始科考，女儿也准备说亲，竟然连这点眼力劲都没有。你还不明白魏娘为什么不让你总是回柳家吗？娘只是不想让你爹对你太失望，直接跟你断绝关系，让你永远也靠不上柳家。备受刺激，柳莹脑子越发清醒，禁不住害怕起来。娘，我好歹是爹的亲女儿，不至于吧？柳富士恨铁不成钢，你替柳家惹来祸事儿，让柳家万劫不复，你觉得你爹还会认你这个女儿吗？你到现在还看不懂，没有了柳家，太后依旧是太后，可没有了太后，柳家就不再是现在的柳家。柳家早已经没有了长辈，嫡系三房为什么从来不提分家？从始至终都是因为太后是三房的女儿。你也知道以前的太后对柳家很好，可看不出来现在太后变了吗？她对柳家的态度已经不一样了，你还冲出去招惹，是嫌太后或者三房没办法撇清楚吗？柳莹脑子微微有些糊涂，但是也明白自己摊上大事儿了，略微有些害怕。娘，今日之事可不要跟爹说，女儿这就先回去。说着都带起了哭腔。到底是亲女儿，柳富士难免心疼，摸出那100两，你就好好过日子，多的就别想了。能给你的，魏娘何曾亏待过你，也活这么几十年，好歹明白做人应该适可为止，珍惜当下。你好自为之吧。短时间内你别来柳家了。柳莹不敢说话，静下心来仔细一想，越发害怕起来。到了地点，柳莹匆匆下车，柳富士唉声叹气地回到柳家。原本还等着好消息的二房迎来更大的打击，觉得柳富士没有尽心尽力，不由得开始教唆柳青青自进宫说相。柳富士呵斥住，看向柳家家主：夫君，我现在才明白太后最后那句话的意思，她分明已经料到我今日进宫不成，三弟很可能会继续去凤仪宫摆谱。如今的太后完全不一样了，根本不能用以前那一招。柳家家主觉得糟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就变了呢？柳富士摇了摇头，我看不出来，或许是有人点醒了他，也或许是太后没有别的所求，就不用在意柳家了。无欲则刚，现在的太后真的不好惹，否则柳家不会比现在更好。太后那话是宁愿三弟寻花问柳，日日笙歌，也不愿三弟进宫去烦他，他可能不会妥协。看着还想继续闹的二房，柳家家主一巴掌拍在桌上：柳宁自己做的就自己受着，非常时期。若是你们还想好好过日子，就安分点；若是不想，那就分家。闻言，二房顿时安静如鸡。家主看了一眼醉醺醺根本没听人说话的柳青，不免心力交瘁。几大盘点心下肚，柳云收回了技能，冷笑连连。原来大房都是明白人。也是，若不明白，岂能把原主拿捏得死死的，从中牟利无数？胡搅蛮缠、撒泼卖萌都得分工合作。可惜这份聪明只能用在原主身上，当原主捧起来对付三大辅臣的时候，就输得屁滚尿流。所以会赢不过是仗着原主心底那份亲情。等柳云填饱肚子，红叶无声无息地出现：主子，安排好了，要不就今晚。柳云眼睛一亮，隔日不如撞日，可以的。为了晚上的行动，柳云睡了个晚午觉。等天黑过后，凤翼宫早早落了锁，柳云让红叶守夜，两人在梳妆台前捣鼓了半晌。先皇就长这样啊，这话诗画的有点抽象。红叶拿起瓶瓶罐罐，不断往柳云脸上抹。很快，柳云那张明艳的脸变得严肃方正，五官深邃，自带威仪。没有穿龙袍，柳云拿了一件先皇惯常穿的明黄长服，按照记忆学了一些小习惯，尽可能的还原了先皇形象。在柳云的指点下，红叶换上了太监总管的品级服饰，易容成了先皇身边另外一个陪葬了的心腹小佩子。一切整理妥当，两人从窗户离开，翻墙出了凤翼宫，直奔养龙殿外面。柳云坐在树上晃悠着腿，看着皇帝在养龙殿里勤政为民，享受着晚上干净的风景。云则相当郁闷地将奏折拍在龙案上：银子银子，就知道要银子，这些大臣除了要银子还能做什么？李安，你说为什么朕得到了父皇的私库，还是没银子呢？李安端了一杯参茶，皇上息怒，保重龙体啊。先皇的私库都是些好东西，可要换成银子确实不容易，尤其都有内务府特制印章，堂而皇之的拿出去交易，只怕会让人以为皇室空虚，惊起流言蜚语，动摇根本。云则在殿内徘徊，忍了半天，朕知道，只是朕没想过，原来云昭这么穷，朕也穷。以前都是母后撑在前面，是朕想的太容易了，
也错认了母后的爱护之心。如今朕都想不起母后往年是怎么处理的了。李安无奈，他也只会伺候人，保护人，对于国家大事全然没有出谋划策的能力。皇上，不如……云泽回头期待地看着李安。李安顿了顿，硬着头皮说道：“不如再去问问太后，或许太后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至少能解皇上的燃眉之急。”云泽脸色一僵，神色变来变去。他不是没想过这茬，但是总觉得没有台阶下。他能感觉到现在的太后是真的佛了，根本不会主动关心他的一切，也不关心云昭会怎样。他觉得还是之前强要政权，让母后下不了台，把母后伤到了。他还没想好要怎么弥补，现在就去讨主意。第29章，欺负他是文盲。人在树上坐，锅从天上来。柳云看了李安好几眼，这丫的当真会出主意。不过红叶说了，李安好歹是个一流高手，他才刚入流，并不敢多看，怕被发现。好在皇帝犹豫了半晌，也没有决定。少年人的心性硬着呢。左等右等，终于等到皇帝熟睡，李安召唤了小太监守夜，他自个儿回房间休息。一支看似寻常，实则不平凡的香，随着晚风慢悠悠地飘进李安屋里。原本不容易沉睡的李安，不知不觉深层入梦。李安再度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在御书房，禁不住迷糊地回忆着之前自己在干什么，怎么断片了。上手突然传来一个好多年未曾听到的声音：“小安子。”浑身一抖，李安震惊地抬头，瞳孔瞬间放大，欲哭欲泣。皇上！灯光略暗，可坐在龙案之后的，确定是他先主子无疑啊。柳云见李安老泪横秋地呆住了，不由得看了一眼案桌上袅袅升起的香烟。系统出品，应该没问题吧？镇上来一趟也不容易，小安子，你确定要将时间浪费在呆滞上吗？李安抹了一把脸，砰砰磕头想：皇上，小安子想念主子，一时情难自禁，还请皇上恕罪。若不是奴才要完成皇上的遗愿，辅佐保护小皇上，奴才只想跟随皇上，一辈子伺候皇上啊！红叶瞥了一眼，掐着嗓子说话：李安，你这是想抢咱家地宫啊？有咱家在，难道皇上还缺人伺候吗？李安愣了愣，一脸欣慰：对，小佩子，皇上还有小佩子，奴才就放心多了。柳云洒然，这倒是一个忠仆，可惜他忠诚的是先皇，连云泽都要往后站。这样的忠仆，连系统出品的忠诚丹的作用都微乎其微，还可能适得其反，难道还不够强大？废话少说，小安子，子儿可有好好管理云昭，可有负朕所托？李安边哭边笑，用袖子抹着脸：皇上，小皇上16岁了，他亲政了，太后还正于他，小皇上整日忧国忧民，是个好皇帝，将来也一定是个明君。柳云，将来？哦，这个形容词用的还真不错。不过将来的事情谁知道呢？李安唏嘘：皇上不知道，当初您指定3大辅臣，虽然规避了世家勋贵，可将成风、启王，还有沈振元也是狼子野心，4年来一步步蚕食皇权。太后没有助力，只能尽量保住小皇上。如今小皇上亲政，实则就是一个傀儡，根本做不了什么事啊。云昭国库还没有银子，小皇上都快急死了。柳云，朕在下面，若是不知道，何必上来？废话少说。小安子，你在做什么？朕难道只是让你保护子儿吗？这话一语双关，他自然是试探。可李安听来就是质问，连忙请罪：皇上，之前小皇上没有亲政，奴才也不敢做什么呀，否则增加了太后权力，培养了柳家外戚，现在的情况只怕也不会好多少。谁知道等小皇上亲政，3大辅臣已经权倾朝野，很难撼动了。小皇上要银子没银子，要人没人，实在有些举步维艰啊，即便是奴才也不知该如何是好。柳云内心啧啧，终于提到重点：朕当初留下的人呢？难道都不作为了？李安背腔：皇上，事穷乃见节义，一旦灵小厉害，仅如毛发比，繁衍若不相识。皇上驾崩几年，众人皆妻幼主，太后更是女流之辈，那些文臣百官也就只看见了眼前利益。柳云，马德，说就说，拽什么文？欺负他听不懂文言文是不是？杀伤力不大，但是侮辱性很强啊！难不成他都不能安心闲鱼了，还得重头开始学习？脑壳痛。李安继续喋喋不休。时间一长，原本皇上寄予厚望的臣子都在座上闭关，要么自己拉帮结派，要么投靠3大辅臣，要么就独善其身，根本无人帮小皇上。短短4年，国库就被这些蛀虫蚕食一空，小皇上有心为天下却无力啊！还有暗龙卫。唰，柳云瞬间竖起了耳朵，原来先皇的这批人叫暗龙卫吗？有点意思。皇上啊，您终究是看错了贤王，他伪装了大半辈子，连皇上都骗了呀。皇上，你将暗龙卫暂时交给贤王，
一方面是为了防着太后篡权，一方面也是希望贤王能够静心辅佐小皇上。可是皇上却没来得及交代后续。皇上驾崩，谁知贤王根本就是贪狼毒虎之辈，直接收编了暗龙卫，还回到了封地，不管不问。可奴才知道，贤王分明在暗中积蓄实力，就等着小皇上独木难支。这人，李安气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4年了，他不敢跟谁说起，一个人承受着所有压力。小皇帝连眼前的朝堂都还顾不好，又哪来的精力去解决贤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贤王一步步做大，将封地经营成了一个小王朝。柳云心下一咯噔，他担心的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了。先皇快死了，这脑子可能也坏了，特么的，就为了防着太后这个女人，却相信伪装到骨子里的兄弟。好吧，这表面看起来似乎没有不妥，兄弟比女人可信，但现在就是一个笑话。好好的暗龙卫没有交给下一任皇帝，还因为没交代完毕，暗龙卫就谨遵遗旨，直接死跟了贤王。哼，这先皇才是那个最大的 boss， 新皇最大的绊脚石吧？小安子，真是难为你了。柳云感慨万千，对先皇的感官已经负无穷大。李安仿佛被治愈了，感动得再次老泪横秋。这是奴才该做的，是奴才做的不好，莫能好好辅佐小皇上。不过，皇上，你特意备下的几张底牌，是不是可以用来帮助小皇上了？柳云眼睛一眯，这先皇还留了些东西。哎，瞧朕这记性，在下面待久了，人间的事儿都忘得差不多了。朕当初都做了些什么？李安倒是没有起疑，先皇本来就喜欢东一锤西一锤的，事情一多，有些他自己都忘完了，需要旁人提醒。别的不说，天宝银号存放的银子是不是可以提出来应急？第30章，这人看了全程吧？柳云，别啊，你能说会说就多说点啊。这种计划也就第一次管用，难不成还能不间断来套话？不过先皇居然存了储备金，银子哦，如今取银子的信物在哪儿？柳云眼珠子转了转，一时间也不敢问到底存了多少，怕露馅。李安，皇上还在凤栖宫呢，奴才怕拿出来遗失，小皇上又没有迎娶皇后，无人居住凤栖宫，反而是安全的。柳云心神一动，差点就直接让李安取出来送到凤仪宫了，还好忍住。李安从来都只忠于皇帝，看着云朝风雨飘摇，也不会把银子给太后的，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看着快燃尽的香，柳云又哄着李安说了一些先皇寄予厚望的大臣名字，还旁敲侧击了一点先皇留下的其他牌面，掐着时间让红叶将李安敲晕，然后把人送回去。李安虽然是一流高手，可他对先皇和小佩子没有防备，所以红叶从后面突然出手，得逞迅速。唉声叹气，若有所思地离开御书房。柳云觉得确实挺举步维艰的，如今这局势都不是直接杀了3大巨头能了事的，没有了3大巨头，还有各种小巨头，文武百官更是盘根错节，杀不胜杀啊。至于贤王，呵呵，现在根本考虑不到那么远。柳云抬头看着暗无天日的夜，旁边突然窜出2个提着灯笼的小太监，一副刚嘘完的舒爽表情，直接跟柳云照面，先是呵斥深更半夜的什么人。柳云僵在原地，还在想该跑呢，还是该回避。2太监很有探索精神的提着灯笼上前，看清面容后吓得魂飞魄散，灯笼一扔，屁滚尿流的爬走。鬼啊！柳云沉默的看着燃起来的灯笼，总感觉完大了。突然一道反光袭来，柳云吃过武力经验包的身体比大脑反应快多了，一个高难度的后仰躲开来剑，一脚踢向来人的手腕，一边快速往后退。等看清来人，柳云倒抽一口凉气。等等，大侠，你这是又来皇宫闲逛了？虽然穿衣不同，一张帅脸没有蒙面，可他认得那把剑，还有那双含着星光的眼睛，不就是那日来要他命的黑衣人？今日愤世青山人听到这略微熟悉的声音，顿感头疼，看着那张违和的脸，惊疑不定，是人还是鬼？不等柳云回答，红叶飞身而来，主子。确定柳云暂时没事，红叶凌厉地朝青山人冲了过去。青山人立刻感觉到红叶的杀气，2人瞬间斗在了一起，上下翻飞，你来我往，却又默契完美地控制在一定范围，连路边的花花草草都很少伤到。柳云舒了一口气，红叶刚离开就遇见危险，他莫不是还有招式体质？2人斗得比现代影视要精彩多了。柳云看了一会儿，只觉眼花缭乱，暗中吐槽宫里侍卫有等于无的现状，手做喇叭状小声说了一句：大侠，红叶别打了，先离开这里。青山人和红叶拼得火起，可他们不仅听到了柳云的话，还听见了侍卫的脚步声，立刻互轰一招，各退3步，竟然旗鼓相当。红叶瞪了青山人一眼，回身来到柳云身边，携着主子朝凤仪宫而去。青山人若有所思，不紧不慢地跟在其后。
后知后觉的侍卫巡逻过来，只看见烧毁的灯笼，便啐了一口，继续夜职。柳云换掉衣服，洗净易容，露出本来面目，穿着舒适精致的长服，在窗前徘徊，一直想着天宝银号的事。一次回头，青山人突然出现，再次吓得柳云心跳落了一拍。红叶换回了大宫女服饰，第一时间护住主子，警惕地看着青山人。青山人震惊地打量红叶一眼，那居然是个小丫头，上次怎么不见你？江湖上什么时候出了个这么年轻的高手？难道传说中的大内高手是真的？为什么他来这么多次，从来没发现？柳云吐了口浊气，缓了缓，上次正好我派红叶去办事儿了。那个大侠，以后出现能不能不要这么突兀？人吓人容易吓死人。红叶冷哼一声，上次趁我不在欺负主子，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还敢来？青山人轻笑一声，我又没做亏心事，为什么不敢来？今晚上倒是来对了，居然看了一场好戏。感情你们在宫里无聊都是这么玩的。柳云一噎，马德，这人是看了全程吧？最后还跑出来确认他是谁？好吧，总比中途出来好。嗨，大侠特意去龙腾宫，莫非是去观察皇上有没有勤政爱民？柳云随意地说道。青山人身影一闪，居然直接进了屋，吓得柳云赶紧将窗户关上，还吹灭了多余的灯，只留下一盏昏暗的，顺便让红叶把窗帘都拉上，杜绝有人看影子。要命了，这人不讲规矩，堂而皇之的溜进寡妇家，是要他死吗？然而考虑到这人的武力值和红叶半斤八两不说，反而比红叶的经验丰富，他那点功夫根本插不上手，想要将人扔出去也办不到。算了，先忍一忍。青山人毫不客气，自顾自的给自己倒茶喝，也不介意都是冷的。他看着红叶，略微好奇，你的招全是要命的杀招，出手就心狠手辣，哪门哪派能培养出你这样年轻的高手？红叶冷哼，怎么，你跑到凤翼宫来查户口？主子心好，惯着你呢。柳云为什么有种他很多余的错觉？高手也喜欢打嘴炮吗？红叶从小跟着我的，本身是照着暗卫培养的，这阵子才让他出来露面，没经历过太多世事，大侠请见谅。柳云表面笑嘻嘻，心底已经骂开了。他一点都不想见到这位，记忆非常不美好。之前在龙腾宫外面，要不是他躲得快，这人未必会留手。青山人似笑非笑，暗卫。哦，贤王那批人原来是皇帝的暗龙卫吗？我交过手，倒是未必有你家丫头厉害，没想到太后娘娘还有这种培养人的本事。柳云微微皱眉，打量着青山人，20几岁的年纪，却有着更为年长的成熟和沧桑，英俊硬朗的五官，有一双点睛的双眸，通透清澈，正气凛然。这人到底是谁？第31章，太后怎么不制止？不敢当，不敢当，贤王的暗龙卫可以拼人数，我暂时就红叶一个，哪能这么比呢？青山人抓住关键词，暂时。这么说，太后还有其他高手？有这等本事，却混成现在这样，我倒是突然相信你没什么野心了。柳云紧握茶杯，手背青筋暴露，差点捏碎。谁要这种奇葩的理解？他感觉到了浓浓的讽刺和鄙视，只是意外，没有贬低你的意思。青山人补充了一句，所以天宝银号的银子，你打算怎么做？你让那老太监暂时不动，难道不是自己去取吗？柳云好想掀桌，这人到底偷听了多少？被人戳破难免讪讪的，柳云叹了一声，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哪里就想得那么深远。红叶憋气瞪着青山人，喂，你叫什么名字？说话这么大气，以为朝堂的事都跟江湖一样直来直往吗？银子拿出来就能解决问题。青山人眨了眨眼，太后娘娘，你这养的是暗卫还是小辣椒呢？柳云一脸无辜，无所谓啊，暗卫也不代表就一定要泯灭人性，忠心就好。他的人岂容旁人智慧？这丫的管得太宽了。青山人一噎，点了点头，是在下多事了，在下秦羽，像小辣椒说的，就是一个不懂规矩，不知朝堂险恶的山野江湖人。秦某只是好奇，娘娘儿子为了银子已经焦头烂额，为何不将银子拿出来？柳云啧了一声，皇帝才亲政1个月，你到我之前就没有拨款去赈灾吗？到处抠50万两银子早就送去了，可秦大侠这么忧心民众，为此还能潜入皇宫刺杀，若看到有1两银子用之于民，岂会有这么大的误会？秦羽愣了愣，星光月眸，满是疑惑。有拨银子？柳云挑眉，这也不难查，银子到底是户部支出的，为了光明正大拿出银子，这件事是在朝堂上通过的，户部有完整的批文和程序记录，我用得着说谎吗？秦羽顿时沉默了。柳云语重心长，50万两虽然不多，可完全能够缓解雪灾的灾情了。一群文武百官真当我不懂人间疾苦，
不知一枚鸡蛋1斤米价值几何？整天嚷嚷着这点银子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秦大侠，你觉得就算再拨款100万两、200万两，受灾的百姓又能有多少改善？秦羽一巴掌拍在八仙桌上，嫉恶如仇，咬牙切齿，该杀！红叶捏了捏痒痒的掌心，你合适点，别破坏东西。主子现在要去内务府要点东西，可不容易。秦羽看了看茶杯，怪不得连壶热水都没有。柳云都睡觉了，要什么热水？那银子你要怎么办？秦羽好奇地问道。柳云摇头，不知道，皇上根本就不懂，他有再多银子，那些臣子都能用各种理由支出，不是没送去救灾，可就是不够。从小在皇宫长大，你觉得皇上能知道需要花多少吗？秦羽纳闷，你可以告诉他。柳云嗤笑，若是我说他就信，他能与虎谋皮，非要逼宫亲政吗？难道我就没说过，之前累死累活都是为他好？在他眼里，不就是我这太后聘姬司臣？少年皇帝，他信很多人，唯独不信他这个亲娘，这是整整4年竖起来的隔阂。秦羽尴尬地喝了口水，之前他也是这么偏信了的。你正想继续询问，秦羽抬眸见柳云鼻尖溢出一抹红，呆住了。红叶顺着他的目光惊呼：主子，你怎么流鼻血了？柳云皱眉，掏出手绢擦了擦，哦，可能是最近吃太多，今天睡得太晚，有点上火。红叶一把将秦羽拉起来，然后推出窗，滚，快滚，主子要休息。一夜噩梦不断，柳云睡得极为不安稳。第2日起床，整个人都恹恹的，吓得几个丫头连忙请来御医，却道是春困。柳云无语，这春困是突然就来的，到底是这些御医不行呢，还是只对他不行？既然是春困，那就多睡一会儿吧，反正也没什么事。柳云挥了挥手，将胡御医给打发了。因为正好是15，一群嫔妃都面带关切的守在凤仪宫，叽叽喳喳的吵得头疼。柳云照例也将这些女人打发了。谁知皇帝突然到来，掀起阵阵浪花，一个个1步3回头的都不想走。云泽撩袍进殿，看见燕环肥瘦的妃子们，还有些新鲜。好长一段时间没进后宫了，突然有些心猿意马。江贵妃盈盈一拜，成熟得体，让皇帝心里一阵舒服。臣妾拜见皇上。孙贵妃依旧维持着高冷人设，一身气质更出尘了，令皇帝多看了几眼。倒是景贤妃行过礼，一把抱住云泽的手臂，撒娇的说道：皇上好久没来看希儿了，希儿都想皇上了。被这么多人关心惦记着，云泽这阵子的烦躁都抹匀了不少，心里愈贴。好，朕这不是忙吗？你们先回去，朕看望太后呢，待会儿再去找你。说着，云泽忍不住上手，捏了一把景贤妃的小脸蛋，润滑细腻，很是怀念这手感。柳云一脸嫌弃，好好的皇帝不当，做什么小流氓？这表情手法都是跟谁学的？难道不是风月场所玩耍的吗？景贤妃脸一红，羞涩的瞄了2眼，臣妾就在无锡宫等皇上，皇上还没尝过无锡宫厨娘的手艺呢，臣妾这就去准备。一群女人脸色僵硬，看着景贤妃的得意都快双眸冒火。当着太后的面就这么不要脸，太后怎么不制止了？这就让景贤妃得逞了。柳云不理会飘过来的眼神，淡定的喝着茶。小年轻谈恋爱，他制止个啥？胡乱拉什么仇恨？好不容易等这群女人恋恋不舍的离开，正殿内终于安静了下来。母后，你又身体不适了？皇帝有些疑惑，他觉得那么能吃的人，身体怎么可能不好？哎，上次晕倒就一直没好全，前几年劳累过度，也不太爱惜身体，终究是落了些病根。柳云唉声叹气，皇帝俊逸稚嫩的脸顿生愧疚。第32章，出个并不简单的主意。在朝堂上遭遇的毒打越多，皇帝越能体会到亲娘的好，太后的不易。尤其在他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才发现唯有太后是可以不计回报帮他的人。他为曾经的无知和伤害在内心忏悔。这些御医是不是没用啊？过了这么久，居然还不能将母后的身体调理好。皇帝皱眉吐槽。柳云喝口水沉思，皇上今日过来可是有事？皇帝一僵，最终还是咬了咬牙，直接跪了下来。母后，还请母后教教孩儿。柳云垂眸，压住想将人扔出去的冲动，不断安慰自己，这是儿子，是亲儿子。皇儿这是何事？皇帝抬头，母后，孩儿要怎么做才能将父皇司库里的宝贝变成银子？偷卖的话，内务府印制就暴露了一切，到时候只怕也堕了云氏威名，就连孩儿的威望也会一落千丈。威望？你丫的有威望吗？文武百官，天下百姓，哪个看你不是逗小孩子玩的眼神？柳云心里冷笑，起来说话，那你是怎么想的？皇帝起身，迟疑地看向柳云，朕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往年母后又是怎么办的？要不，朕将东西送回来，母后帮朕处理了，孩儿拿银子就好。特么的，
想的还真是美。这是准备将偷卖的事情转嫁给他，将来若是出事，瞬间就能一推四五六。尼玛，好处你得了，锅又要他来背。思想这么厉害，你咋不上天呢？柳云胸口起伏一阵，感觉有些头晕，立刻安慰自己，这是亲儿子，他享受了原主的荣华富贵，就当是还债了。但是不代表皇帝可以随便算计他，让他背锅。扯出一抹僵硬的笑，柳云语重心长，不妥，哀家是云昭太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若是能用这样的法子，前几年咱们也不用过得那么苦了。皇帝一脸失望，母后，那孩儿能怎么办？柳云眼神微闪，觉得不能让皇帝继续这么坑娘，得让文武百官头疼去。哎，皇儿啊，既然不能偷着卖，那就明着卖吧。皇帝震惊脸，什么？要怎么明着卖？柳云轻笑，皇儿不如在别院办一场宴席，以私人的名义卖东西筹款，事先闹大一些，说明这是为了救灾而举行的募捐，但是并非无偿的。皇上自愿拿出一些宝贝换取银两，有钱者看中了什么，以竞价的方式，价高者得。不仅仅是皇上，文武百官若是想尽点心意，没有银两也可以捐赠东西，卖出去后所有筹款都送去救灾，算大家的功德。到时可以请一些世家皇商，感兴趣都可以出价，谁买了去都算着正规渠道得的。他缓缓地说起前世的慈善募捐，那些明星不就是拿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拍卖筹款吗？变着花样一道云招而已。皇帝眼睛渐渐亮起来，原来如此，有些人追捧宫中之物不可得，现在就给他们一个机会，还能光明正大的摆出来拥有，那肯定会有很多人来的。谢谢母后，孩儿这就去办。跑到门口，皇帝喜悦地回头，母后，你真是女中诸葛，智计无双，孩儿佩服之极。呵，柳云嘴角勾起一抹讽刺，冲皇帝的背影翻了个惊天大白眼。彩虹屁也救不了刚才想推他出去做挡箭牌的险恶用心，这样的儿子要来何用？喝口茶顺气，柳云欣赏着茶杯上的瓷釉花纹，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子夜添了热水，忍不住说道，主子既然有这样的办法，以往为什么不用？就像主子说的，前几年也不至于那么惨啊。柳云挑眉，哀家用可没那么名正言顺，而且前几年国库还能抠些银子出来，没有逼到极致，这么筹款只会被看成敛财，到时候哀家的名声可不就只是牝鸡司晨了。红叶对皇帝很不爽，皇上一开始就没安好心，主子何必替他出主意？柳云嗤笑，你以为哀家的主意是那么好拿的？不吃点苦头岂能成事？他已经做了亲政的皇帝，哀家也不能把所有路都给他堵死了，让他无路可走，那样哀家的日子也没法过了。你且看着，要想这群铁公鸡主动拿出银子来，哪里这么简单？文武百官、世家皇商都是属貔貅的，只进不出，有利的时候比谁都抢得快，要他们割肉。皇帝还嫩了点。皇帝要办这样的宴席，也不是说办就办的，着手让内务府处理，定下的时间是7日之后。皇帝在上朝的时候公开提出各家有钱捐钱，没钱捐物，还专门让户部收取记录捐赠情况。到底披着救灾的皮，各方势力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反对拒绝，私底下打听细节，讨论商议，从不停歇。下午睡饱了，柳云终于想要出宫去看看，让红叶将紫叶易容成自己的样子，还教会他和蓝叶如何打配合。趁着太阳刚刚落山，天还没有完全黑，人已经来到了玄武大街。之前百花宴他就发现了，云昭皇朝的风气是相对开放的，并没有7岁不同席，二门不迈这样的规矩。那日很多少男少女都能凑到一桌聊天吃饭，似乎只要不直接抱在一起亲亲，或者光天化日之下对，就完全没避讳。地京也没有宵禁，夜晚的青龙、白虎、玄武3条主大街都有热闹的夜市，唯有朱雀大街通往皇宫和富贵大宅区域才显得宁静祥和。从朱雀大街拐出来，柳云走在热闹的市集里，见女子妇人的占比挺高的，有些感叹，云昭的商贸还是很繁荣的嘛。商贸的繁荣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众的生活水平。由此可见，先皇时期的云昭盛世也不完全是吹出来的。红叶虽然出宫了几次，可几乎没时间闲逛，这会儿也忍不住东张西望。主子，真的好热闹啊！比较起来，宫内越发清冷。柳云走在人群中，感觉生活的人气，心里的郁结果然消散不少。走，找个茶楼或者戏园子坐坐，听听有没有什么新鲜的八卦。第33章33，太后很烦躁。这个时候的戏园子过于热闹，柳云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一家茶楼坐坐。茶楼不仅人杂多而乱，还有说书的正在声情并茂、感情真挚地讲着故事。被小二引入楼上隔出来的围座，柳云早已经注意到楼下的说书人正在讲青葱少年皇帝凌云壮志，在3大辅臣的帮助下大战鄂太后300回合的故事。此时此刻，剧情正好发展到少年皇帝使连环计，
太后吐血交玉玺的精彩环节。话说皇上虎躯一震，小身体散发出震古烁今的王霸之气。母后，自古以来女子不得干政，难道你想聘姬司臣，谋权夺位吗？说书人一拍惊堂木，那老妇吓得腿脚一软，差点跪地求饶，连忙让身边的大宫女捧出了玉玺。噗！柳云一口茶差点喷出来。红叶眼神一凝，看着说书人带着杀气。一道利剑出鞘的声音突然响起，红叶侧目，迅速抬手，硬生生将刺来的飘飘剑夹住了。主仆二人抬眸一看，不是换了一身蓝衫的秦羽又是谁？秦羽挑眉，收起本来就没有杀气的剑，惊诧地看着柳云。柳云在宫里见外人的时候，那是一脸的浓妆，跟现在好似28年华，过分年轻的妖艳美人脸差了108000里。若非之前刺杀误打误撞见过素颜下的这张脸，他根本不可能认出来。估摸着这年头把化妆当易容的还真没几个。柳云眼底全是纠结，地精原来这么小的吗？他服用了1个月的强身健体丸，身体恢复了全盛时期，连容貌也恢复到颜值最高的时候，平日里更不敢轻易露真容，倒是仅有的几次都被秦羽撞见了。秦羽毫不客气地在柳云对面坐了下来，3条街的夜市是每日轮着来的，今晚刚好轮到玄武。这天都还没有全黑，难道就要在家盖被子舞狮子了吗？看了一眼小二端上来的明显带着香味的梅花青露，这茶楼啊其实也卖酒的。刚刚在街上无意中瞧见，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不由得跟上来探个究竟，竟然真的是太后。一生中好些不可思议事件，最近都在地精遇上了。柳云抬眸扫他一眼，想和自己买，先说好，我没银子，买不起好酒。秦羽轻笑，招来小二要了些酒菜，这好歹是宫外，我请好了。柳云不以为然，扭头继续欣赏说书人的神级编故事现场。你不生气吗？秦羽好奇，经他这么一说，你可就是云昭十恶不赦的罪人。柳云嗤笑，罪人？生气？根本没觉得故事主角是自己，生什么气？情节挺跌宕起伏的，就是修饰手法过于夸张。皇上那小身板能有什么震古烁今的王八之气？还有，说就说，干什么人身攻击？我很老吗？红叶扬起了笑脸，主子才不老，主子这张脸看起来就比奴婢大几岁而已。秦羽所以生气的不是故事本身将他塑造成了反角，而是被叫老妇。果然，女人无论大小都很难懂啊。娘娘这个时候出门是为了天宝银号的银子，你已经找到信物了？柳云原本想出门散散心，为什么还要遇见这位醍醐大师？一副怕他将银子私吞的样子，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秦大侠急什么？皇上已经这手筹银子了，很快便有解决办法。柳云郁闷不已，他倒是想私吞呢，可秦羽看得这么紧，他吞得下去吗？怕不是要被噎死。秦羽一双眸子看透了人心，但愿如此。娘娘觉得先皇存这么一笔银子是为了什么？柳云不耐烦，你烦不烦？你想提醒我不要私吞就明说，何必拿天下大义说事儿？秦大侠若是不放心，可以自己去找信物，然后将银子取出来给皇上，我不经手，你可放心。反正有秦羽插手，他已经不可能无声无息搞到手了，若能割掉这条尾巴，他没什么不舍得的。秦羽深深地看柳云一眼，这事儿我处理不好，只是觉得娘娘很缺银子。红叶握紧了茶杯，似乎在等柳云命令，若有需要随时搞事儿，那就不劳秦大侠费心了。柳云木着脸，这闲吃萝卜淡操心的大侠。嘈杂的人声中，楼梯下传来一个急切的声音：小姐小姐，你等等我，别急啊，你快点，秦羽武功那么好，一眨眼就跑远了，我什么时候才能追上他？清脆悦耳的女声传上来。柳云和红叶惊奇地看见秦羽陡然变脸，连告别接触语就顾不上说，起身就跑向另外一边的楼梯。此时此刻，小二正将酒菜端上来，刚刚说话的女子走过来，就看到一个背影，急得跺脚：秦羽，你给本姑娘站住！说着瞥了一眼柳云就跟着跑了，后面还有一个丫鬟奋力直追。柳云眼睛一亮，幸好这女子没看见秦羽是从他们这桌离开的，否则还会麻烦上身。让我们的人去查查这姑娘谁家的。秦羽这个人太危险了，若是能知道他1-2点软肋，对他自然有利。红叶点了点头，看了一眼酒菜，切，还说他请呢，人走了，银子呢？没有了碍眼的人，这晚上的散心顿时美好起来。算着时间回宫，柳云难得睡了个好觉，之后宅的也舒心多了。红叶，找到信物了吗？柳云休息眼睛，随口问道。红叶为难，我发现好几样半截的东西，真不知道哪个才是。柳云叹了口气，若非不好直接问，当时就该直接问清楚。要是李安这边无从下手，不妨试试天宝银号那边。红叶点头，奴婢打听过了，天宝银号来历背景都挺神秘的，天下诸国
大小个地方都有分号。为了维护保密等级，让客户放心，像帝京这种云招总部，必然有高手守护，想来也不容易打听到。柳云点头，这倒也正常。上次给你的醉梦不是还剩2只？你观察一下主事者，将情报收集完全在行动，或者调虎离山，直接去翻一翻账本，不偷不抢，只看一眼，应该会简单很多。第34章，被迫救场中，红叶恍然，脑子里立刻闪过许多计划。是，主子，奴婢明白了。7日一晃就过，皇帝已经出宫去了忘忧别院。柳云让掌厨准备了好些美食，坐在抱下摇椅上准备远观现场。小皇帝主持的宴会还打着慈善救灾的名号，文武百官几乎没有缺席的。加上宴会没有太多门槛，一些有收藏癖却苦于没门路，或者无法光明正大拥有的人迫不及待参加。何况现场那么多有身份地位的人，若是能借机结交一番，肯定有莫大的好处。所以这场宴会即便没有女子妇人，也人潮涌动，捧场者良多。云泽意气风发，被所有人捧着夸着，整个人都有些飘。眼看时机成熟，云泽便示意李安将东西拿出来开始拍卖。他只是听柳云提及，并没有见过怎么操作，便只会让太监干巴巴的叫嚷着出价。谁知刚才还热闹的现场瞬间安静如鸡，一个个面面相觑，竟然无人出价。原本还笑着的云泽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根本维持不住表面的情绪，一盆冰水从头顶把他浇了个透心凉。事情根本没有他想的那般顺利。怎么，这对闭眼白玉狮子可是上好的羊脂白玉，就没人感兴趣？云泽看了一眼3大辅臣，3只老狐狸理直气壮地保持淡定，他们自然不感兴趣。难道还能逼他们买不成？他们确实不缺这点好东西。簪缨世家、名门望族对此也可有可无，能来便是给云氏面子。一些穿着富贵的商人倒是冒着绿光，可身份地位不容他们随便开口，而且一个个也不希望自己变成肥羊被盯上了。万一有人看上了他们的钱袋子，他们又无权势抵抗，家中肯定再无宁日。小皇帝顿时尴尬了，谁都不接他的茬，又没学会自己找台阶下，气氛渐渐凝重起来。柳云一脸了然，就知道会这样。有权的不屑参与，有钱的没权，哪那么容易掏银子？云泽刚刚有多得意，现在就有多难堪，他却一点都不同情。外面那些说书人的故事都是谁编造的他不知道，但肯定偏向皇帝。虽然有捧杀的嫌疑，可舆论一直偏向皇上，将小皇帝塑造成英明神武、气场2.8米，犹如神仙下凡的盖世明君。他这亲娘却成了那个最大的反派。他确实不生气，但是他接受不了云泽那一副亲娘就该为他各种牺牲的理直气壮。从最初想甩锅到云泽根本就听过外面的故事，却丝毫没觉得不妥，怎能让他不心寒？这儿子跟他从来都在一对平行线上，绝不可能相交。正想着，柳云眼前一闪，一个人影快若闪电的逼近，不等他反应过来，就扣住他手腕往外走。柳云惊醒，立刻关掉技能，才发现是秦羽。秦大侠，你够了，这大白天的你也能进宫，未免也太不把哀家看在眼里。红叶端着茶水从外面进来，立刻扔掉手中东西就朝秦羽攻来。眼看纤纤玉掌就要落到秦羽身上，却陡然停下。红叶气急败坏，姓秦的，你到底干什么？秦羽利剑出鞘一半，正搭在柳云脖颈上。我今天可不是来跟你打架的，好好说话，我自然不会伤害太后娘娘。说着拉起柳云飞身而去。不，等等！柳云张开嘴，被灌了一肚子冷风，呛得连连咳嗽。妈耶，毫无准备的上天了，被迫体验古代轻功的滋味。柳云魂儿飞了一大半，感觉体会到过山车的惊悚，全程咬着唇，闭紧眼睛不敢看。度秒如年，终于脚踏实地。柳云悄悄睁开一条缝，仅仅能维持表面的严肃镇静。红叶晚一步跟了过来，伸手扶着柳云：“主子，你怎么样？”柳云松了口气，揉了揉差点脱臼的手，眼神不善地瞅着秦羽。秦羽沉着脸：“皇上年小不懂事，哪里镇得住这样的场面？我只要灾区的百姓能够度过眼前的难关，你们那些争斗我管不了。这主意既然是太后给皇上出的，必然有解决现在困境的办法。太后若能完成秦某这个愿望，解决救灾银子的事情，秦某愿供太后驱使1年，替太后做一些不违背正义道德的事。而且秦某还可以告诉太后天宝银号的信物到底是什么，也不再管太后拿了银子做什么。”柳云侧目：“哦，这么好？”秦羽轻笑，英俊正气，清风明月，秦某一诺，驷马难追。柳云吸了一口气，缓缓走出遮掩物，看向不远处的忘忧别院。红叶瞪秦羽一眼，满满都是敌意。大白天的在凤翼宫，他就大意了，否则岂容秦羽将主子劫出来？柳云抖了抖凤凰暗纹的黑色朝服，端着架子走向大门。事已至此，
他还有拒绝的余地吗？亏得他之前为了应付小皇帝，早已经穿戴整齐，否则现在直接抓瞎。遇见秦羽这种总是先动手再说的高手，真是头疼。红叶，无论如何得先搞点银子来增加一点人手了，我可不想今天过后还时不时被人抓来救场。柳云眼睛微眯，小声的说道。红叶点了点头，眸色凝重。太后娘娘，属下拜见太后娘娘。您怎么这样就来了？门口的侍卫是皇帝带来的御林军，倒也认识柳云，可只看见柳云和红叶，忍不住纳闷，太后出行这么简洁的吗？柳云扬了扬下颌，无妨，事急从权。皇上那边现在怎么样了？带哀家过去吧。也就秦羽那样的脑子认为他这个人来了就可以了。属于太后的人和仪仗全无，先天气势就弱了不止一筹。明明普通难度的事情，偏偏完成了地狱级，也没谁了。换个包藏祸心不认识他的侍卫，能直接将他轰出去，信不信？咬紧了后槽牙，柳云在侍卫们的奇怪眼神中，终于踏进了忘忧别院。红叶半步不离，警惕万分的守着主子。太后娘娘驾到！就在小皇帝要掀桌子发怒的时候，有小太监的声音传来。三大辅臣羞得站了起来，交换了一个眼色，觉得今日之事没那么简单了。小皇帝眼睛一亮，心底涌出一丝见到亲人的狂喜，立刻朝大门奔了过去。如此无助的时候，他内心深处还是当母后是顶梁柱的。第35章，太后怕不是疯了。面对皇帝兴奋又委屈的看到主心骨神色，柳云觉得没眼看。若非秦羽横插一杠子，小皇帝今天绝对会很好看。要他能忍住脾气，走个程序就回宫还能留点脸，若忍不住大发脾气，少年皇帝的声望就会跌入谷底，想捡起来还得看三大辅臣同不同意。对此柳云并不在意，私以为跟他关系也不大。千算万算没想到，关键时刻他得出面收拾烂摊子，这都算什么事儿？压下心底的怨念，柳云抬手制住皇帝的行李，穿过跪了一地的文武百官，回身，众卿平身吧。坑货秦羽，若是他能带其仪仗过来，气势上也不会弱成这样。身为太后，现在名声不佳，需要人多壮士气，所以不让皇帝行礼，也好借他3分事。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柳云深刻体会到赶鸭子上架的苦逼。若是能给他时间好好准备，他能把这些人压得屁都不敢放一个，就得乖乖掏银子。现在嘛，只能多费点口舌心思了。脑子快速运转，柳云坐下来说着场面话：诸位爱卿莫要多想，哀家就是听闻皇儿在这宴请众卿，颇为热闹的样子，想来凑个趣儿。众卿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必理会哀家。说到这，柳云还有些疑惑，皇帝从来没对外人说过这个主意是他出的，就连三大辅臣都以为皇帝突然灵光一闪，或者稍微猜测跟他有关。这秦羽打哪里的消息那么笃定？马丹，这劳什子大侠又听哪家的墙角了？皇帝一愣，瞪大了眼睛，难道母后不是来给他解围的吗？母后，这……柳云意味深长地看他，皇儿想说什么？皇帝，他总觉得母后这眼神里的警告意味特别浓，大概应该不是聊细节的好时机。见皇帝识趣，柳云挑眉，满意的看了一眼中间的简陋拍卖台。哦，现在进行到哪儿了？卖出去几件了？太师江承风最看不惯太后纵览全局，率先说道：太后娘娘，这还是第一件，大家在竞价呢。柳云点头，哦，那众卿忙，出价吧。众人面面相觑，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底层的官员富商大多没见过太后，只是道听途说，不由得窃窃私语。都说太后恶贯满盈，只会仗着身份撒泼，今日一见，怎么有些不一样呢？坊间传闻也信。你瞅瞅，太后多有气势。讲真，突然觉得皇上还真是没长大的孩子。我总觉得太后有些深不可测，是怎么回事？刚才太后经过我这边，大气都不敢出，那我们怎么办？还出价吗？能出价吗？再看看。三大辅臣有意忽略太后，自然从善如流，让那叫卖的太监赶紧重新开始。柳云似笑非笑，让红叶弯下腰来耳语了一番。红叶迟疑，主子，奴婢不想离开，这地方群狼环绕，奴婢担心主子会有危险。柳云不经意地扫过屋顶，因为天网鹰眼加持过的势力一瞬间扑捉到了秦羽半张脸，甚至周围还有其他人。无妨，你不去，吩咐旁边的御林军去办就是，还比你容易些。红叶立刻扬起一抹笑意，悄无声息地后退几步，寻了刚才领路的御林军小队长，将事情吩咐好，第一时间警惕地站回柳云身后，手中扣着暗器，注意着一切风吹草动。现场并没有因为太后的到来而改变什么，又一次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人群中原本百无聊赖、万事不管的林子，凡在太后出现后就陷入了沉思。见这样的情况，忍不住张了张嘴想要喊价，
却被眼疾手快的平国公按住。凡儿，为父知道太后救你一次，你很感激，可这趟浑水太深了，你趟不起，平国公府也趟不起。林子凡眼神一闪，沉默了一会儿，算是妥协。父亲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想要到处讨好，又能安稳几时？父亲不愿意赌，甚至为此不惜卑微低头。可曾想过下一任平国公又该如何定位？平国公一愣，神情略微恍惚。柳云坐在上首，将父子俩的互动看在眼里，不甚在意的笑了笑。这种时候，帮忙是情分，不帮忙是本分。显然他没有让人站队的价值。咦，怎么没人叫价？莫非大家都不喜欢，看不上这件拍卖品？那不如就流拍吧，上下一件。柳云淡淡的开口。哀家记得先皇司库里好像有一幅前朝画圣故一行的成名画作《云溪图》，当年云昭皇朝开国先祖的此画有感天的诏令，深受感化，继而有了云昭。今儿个不如就拿出来让众卿看看，有没有人喜欢？江山更迭，开国者哪个不是找个理由说自己是受于天命，实为正统，以求光明正大的推翻旧王朝，黄袍加身，坐稳龙椅。当年云溪图名声大振，有个云字是云昭皇室的姓氏，正好就拿来做法子。所以云溪图不仅仅是它本身的价值足够高，对云昭皇朝来说还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皇帝听到柳云这么说，直接傻眼了。这玩意儿可是云昭国宝啊，他可从来没想过要拿出来拍卖。三大辅臣和诸位百官都惊呆了。细数云昭历史，就一定绕不过去的云溪图要拿出来拍卖？太后怕不是疯了？在众多犀利到快带出杀气的眼神中，柳云恍若未觉，温和地看向皇帝。怎么了？皇儿可有什么问题？皇帝吞了吞口水，眼睛里还有些惊恐。孩儿没想到会拍卖这个，没有带来。他隐晦地提醒母后，云溪图可是云氏的精神象征，不可以卖给其他人。柳云好似听不懂，那就让人回去拿。你看，大家都很期待呢。皇帝，神特们很期待，都被吓傻了好吗？柳云缓缓地喝着茶，等待皇帝的决定。闭眼白玉狮子是个什么东西？再稀罕，有权说话的人会缺这点吗？想要的敢说话吗？拍卖会第一件物品就要震撼人心，才能热场子，才能打乱这些人默契形成的部署。等撕开了口子，可就有好戏看了。第36章，太后在缺德。柳云很有耐心地等着，皇儿莫要墨守成规。今日是筹集救灾款，云溪图就算易主，也是皇上为了天下苍生的义举，哪怕100年之后也足以跟列祖列宗交代。何况皇儿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来治理云昭，若是能让云昭延绵100年，盛世昌隆，难道还抵不过一幅云溪图吗？皇儿现在只不过是万事开头难。皇帝想了想，竟然完完全全被说服了，胸口升起一股豪气，脑子一晕，便让李安亲自去走这一趟。趁着等待的时间，柳云通过皇帝的口吩咐人将现场大改，用无数屏风将一张张桌子隔开，邻桌之间绝对看不见。与此同时，还准备了不少帷帽和披风，让不愿意被人知晓信息的人穿戴上，和相熟的人或者单独坐一桌，方便竞价。为此，还准备了一些号码牌，让人竞价用，免得有人通过声音判断竞价的人。最后，柳云还让御林军中的弓箭手全部上屋顶，将偌大的御花园围了起来，让人无法从屋顶偷窥叫价人。众人满头雾水的被摆弄一阵，搞清楚情况后一阵大喜。这样一来，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竞价了，不用担心被当成肥羊惹麻烦了。而且拿回家还能光明正大摆出来，若有人怀疑，只需要说高价从神秘人手中买来的就成。今日这样的场合，就是给这些有内务府标志的好东西一个光明正大交易的资格，谁还管是赚了几手的？众多辅臣和高官也察觉到这办法的妙用，忍不住交换了眼色，开始思考要怎么才能打压皇帝得到的救灾款。柳云仔细地看了几眼座位分布，不出所料，前面的世家高官并不需要隐藏身份，叫价越高反而能宣传名望。等云溪图到场，柳云让人拉开，顺便也欣赏一眼。长4米、宽1米的云溪图，画了一幅蓝天下的云卷云舒的美景，风轻云淡中的青山绿水栩栩如生，丹妙精绝。最神妙的是，那松散的朵朵白云仿佛会动一般，缓缓地飘着，还会变化形状。青山中的树叶微微颤动，好似真有一股清风吹过。最明显的是，那一条从山峦内流出的小溪，汩汩流动，生动得如梦如幻，活灵活现，好似在大自然中直接削出来一道画上一样。现在的柳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幅画，啧啧称奇，居然是一幅有视觉动态的画，随着角度不同，还有各自的变化。这是参悟了3D 画法还是什么？怪不得这位在活着的时候就能成为公认的画圣，古往今来只此一例，简直不明觉厉。
一群围观党也好似没见过世面一样，直接看呆了。不少人更是脸红脖子粗，窒息到完全掩饰不住眼中的贪婪。想要三大辅臣的眼底都是同样的欲念，根本止不住那疯狂往上冒的想法。他们不是天下之主，却依然成为云昭最有权势的人，这样的宝物就应该归他们所有。然而老狐狸就是老狐狸，很快清醒过来，就意识到太后的打算。在权力的争斗下，他们用尽最大的力气控制情绪，绝不在这时认输。柳云看在眼里，也不含糊，看来众卿应该很喜欢，既然是救灾，大家心意到了就行。云溪图一个铜板开始起拍，加价随意，价高者得，现在开始吧。什么？一个铜板？皇帝手脚一软，差点跌了上去。母后到底在做什么？三大辅臣都惊呆了，这么便宜的吗？其他人虽然眼红，但是这会儿也知道没他们的份儿了。三大辅臣权势滔天，尽管太后做了这么多保密工作，他们就算拍到了云溪图，也定然走不出这忘忧别院。云溪图的价值太高了，意义太大了，寻常人根本拥有不起。三大辅臣坐一桌，此时此刻谁也没去想是不是太后故意这么安排的，还以为是他们的身份使然。所以三人交流了一个眼色，立刻由江承风上前竞价，陈出2个铜板。江承风乐呵呵的，太后，臣应该没破坏规矩吧？皇帝脸色铁青，若非柳云示意红叶提醒李安压住他，这会儿该爆发了。柳云依旧笑呵呵的，没有，多少都是救灾款，是众卿的善心，继续吧。还有没有出价的？众人面面相觑，谁敢跟江太师抢东西？哪怕这东西再好。现场鸦雀无声。秦羽扮成内侍太监站在人群后，皱眉的看着这一幕，若有所思的静静的看着柳云继续他的表演。他看得见太后眼底镇静，面带微笑，嘴角勾起自信，是一副成竹在胸，置诸在握的模样。这些文武百官的不配合，明显在他的预料之中。柳云笑得更加得体。好的，实习之后，若是没有人再出价，云溪图就是江大人的了。现场顿时飘过一抹诡异，江承风脸色微僵，一脸不真实的梦幻模样，仔细打量着太后，不知道真假。整件事怎么这么儿戏呢？沈丞相和启王都做着思考惯用的动作，心底更加奇怪。他们自然是有些想法，可皇帝和太后折腾了这么大一场戏，就为了几个铜板结束，玩的到底是哪一出？柳云笑呵呵的让人继续拿东西出来拍卖，三大辅臣和一群大官不参与，底层的就来劲了。不过看见前面的人占了莫大的便宜，众人微微一思索就知道关键在哪里，大家默契的不竞争，就看谁喊得快，一连10来件东西，几乎都是几个铜板便拍走，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这价格就离谱。皇帝这边的人已经集体自闭了，麻木了，不知今夕是何夕，也不知道太后在干什么。最初没有反对，这时也插不上手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后把各种精品物件用惊天骨折价卖出去。柳云也就是玩游戏一样，看着这群人气氛越发高涨，也越发默契。就在第10件绝版孤本卖出去后，一队御林军推着一块超大的石头进入花园，拱门太小窄，还拆了一部分墙才送进来。所有人都站起来观望，这是啥？三大辅臣纳闷，难道这就是太后的后手？柳云遗憾好戏结束了，不过同样的戏码看多了也没意思。起身抚了抚衣袖，众卿莫慌，众卿为了灾民筹款，这是何等的功德无量，无论数量如何，这份心意定然感天动地。为此皇上和哀家也不知道该如何赏赐了，哀家寻思着就给大家立一块功德碑吧，昭告天下，让云昭所有百姓都知道众卿忧国忧民的真诚之心。众人疯话，尼玛缺了大德。第37章到底怎么办到的？所有人都被太后的大义凛然惊呆了，包括皇帝一方人马。原来太后的大坑在这等着他们呢。他们确实精明，一瞬间发现了拍卖的漏洞，有便宜不占是王八。尤其太后听之任之的行为，让所有人都来劲了。到底是过了明路的好东西，一转手就能卖个天价，谁会不喜欢？所以成交的10件东西，除了江承风得手的云溪图，有8件在世家名门手里，他们没有隐藏身份，反而光明正大的露出獠牙，让人看到他们的臂力。最后一件落入一个没忍住巨大诱惑，看穿形势喊价快的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人手里。柳云这话一出，得手的人都感觉天旋地转的，如果可以，他们想立刻晕过去，但是他们哪敢晕了，让太后真的将这种功德往石碑上刻。见下面一群人形雕塑，柳云对自己话造成的后果很满意。油咸刺激不够，你们也不用激动成这样，这本是你们该得的。身为云昭文武百官，你们的行为会成为天下表率。说实话，哀家真觉得银子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奉献精神传开了，就能凝聚民心。
让咱们云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民的未来还是要靠天下百姓齐心协力帮忙度过。只要让天下百姓看到你们的贡献，定然效仿。堂堂云昭，几亿百姓，就算一人一个铜板，那也足够灾民度过这次的难关。柳云真诚的演讲似乎让人热血沸腾，一腔抱负就要溢出胸口。然而这话怎么说怎么好听，落在现场要出银子的人里，却字字诛心，句句讽刺，拔凉拔凉的，完全的反向嘲弄啊！不少人额头溢出了细汗，尤其是刚才喊过价得到东西的，全身抖如筛糠，一口气不上不下，想说话却仿佛被什么扼住喉咙，连声音都发不出来，都快急死了。谁知太后还不放过他们，继续激情演讲。工部匠人何在？柳云眉眼正气，来，照哀家说的雕刻。太师江承风换取云溪图、募捐2个铜板，世家赵氏换取白玉玲珑塔、募捐3个铜板。来，李安，剩下的你来替哀家念，待会儿全照这个模式刻上去。柳云温柔一笑，却是最扎心、最锋利的刀。等宴会结束，就将这功德石碑放在4大街交汇之处，让天下人敬仰大家的功绩。闻言，江承风全身一软，直接滑进了桌子底下。之前还得意洋洋的赵氏家主，双眼一翻，扑通一声翻倒在地，不省人事。吓得同桌的人赶紧给他掐人重。毕竟太后这招损的惊天动地，可目前中招的只有拍下东西的10位，其他人虽然惊呆了，到底还有机会弥补，所以见赵氏家主气急攻心，还能上前帮忙。柳云诧异，咦，赵家主都高兴成这样了，倒是不用感谢哀家，哀家不过做了一次线头，谈不上什么功劳，都是你们该得的。皇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宣御医给赵家主看看，好歹是高高兴兴来参加宴会的，若是出了什么事，将来可就没人这么支持咱们了。皇帝缓过神来，说话结巴，哦，小安子，宣御医，他实在没经历过这样的招，为什么母后能一点都不尴尬？最可怕的是还能自圆其说，甚至仔细一想，竟然没什么逻辑毛病，到底怎么办到的？众人都快给太后跪了，真希望这位不要再说了。他每说一句，他们心就颤抖一分，唯恐后面还有更可怕的在等着他们。确实，他们该。如果不是最初欺负小皇帝年幼无能，也不会引出太后，太后就不会笑着将他们和家族的面子刻在石碑上。如此记载的功德石碑，还要放在4大街中心，受天下人膜拜敬仰。到时候真的不是迎来天下人的唾弃吗？有人终于明白太后为何要拿出云溪图拍卖了，就是因为这幅画天下皆知，名声够大。这样的东西皇室都愿意拿出来，太师却只花2个铜板购买，这其中的天壤之别，估计连3岁小孩都懂。真要传出去，云氏一族的声望就会达到顶峰，为了灾民，连国宝都能拿出来凑款。这是何等的魄力和爱民如子！越发衬托的太师是如何的损公肥私，沽名钓誉，声誉只怕不仅仅是下降，简直掉入了深渊。那么能够跟云溪图一起拍卖的东西，只怕价值也不菲。所有人在看到石碑的那一刻，就能深刻体会其中的落差。仅此一招，只要不是正常拍到东西的家族，有一个算一个，都成了云氏一族走向神坛的牺牲品。如此看来，募捐的银子多少，对皇室来说确实不重要。太后好强的手腕，好毒的心思，想明白的都毛骨悚然，再看太后，眼神都带着恐惧。林子凡低头轻轻一笑，父亲，这样的太后为什么会那么干脆交出玉玺和凤印？你还看不明白吗？太后就靠一块石碑，将所有人都推进了巨坑里，爬都爬不起来。而且就算大家想明白了又如何？接下来的交易给出去的银子必然远远超过物品本身的价值，否则那石碑就不是荣耀，而是刀剑。平国公眼神闪烁，看着浩然正气、威慑全场的太后，或许魏父以前太过偏见，并没有好好了解这位太后。江承风喘着粗气，被启王和沈丞相扶起来，急红了眼，用尔康手指住工部工匠的雕刻行为。慢着！柳云语重心长，太师不必客气，这么一块石碑，云氏还做得起。太师就放心吧，工部的匠人手艺非凡，定能将太师的名字刻得最大最好看，以凸显太师今日的带头行为。嗨，江承风差点咳出肺，神特么最大最好看，谁他妈的要这种凸显了？太后这张嘴到底还有多少损？为避免被刺激成马蜂窝，江承风一边咳一边努力为自己发声，那艰辛的样子让现场所有人感觉一阵阵的心酸。太后，容臣，微臣说。第38章，这无数的坑。文武百官额头细汗密集。妈耶，关键时刻，江太师，你倒是赶紧说啊！再这么支支吾吾的，小心太后不让你说了怎么办？
最终还是启王孙武看不下去，颇有点同仇敌忾的帮忙。太后娘娘，江大人不过是看皇上兴致好，陪他玩闹一阵罢了。依臣看，之前的交易就作废吧，开玩笑到此为止。接下来就认真竞价，诚实募捐，让天下百姓看到咱们百官的凝聚力。柳云疑惑，江太师在陪皇儿玩。他虽然想到他们会走这条路，因为再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人找的理由蠢的这么不忍直视。一瞬间，他都不想放过他们了。孙武倒不觉得有何不妥，他习惯了发号施令，哪怕指鹿为马，所有人都只有听从的份儿，压根儿不必考虑合理性。是的，主要是皇上兴致挺高，大家就给皇上开了个玩笑。不过怎么也不能浪费了这块大石碑，就不要胡雕乱刻了。柳云啧了一声，启王，皇儿不都亲政了吗？你们身为辅臣，居然在这种大事上陪皇儿玩耍，也是有心了。算了，还是正事儿要紧，否则他定然对着这丫的想自挂东南之去。启王拱手，是微臣等疏忽了。皇上在忘忧别院举办宴会，还邀请了各路人马，臣等就以为不是什么大事儿，所以比较随意一些。如今看来确实欠妥，还请太后恕罪。孙武也不傻，拿场合和请的一些底层人士说事儿，私人场合开个玩笑怎么了？那还不是为了逗皇帝开心吗？至于皇帝有没有开心，就不是他会考虑的了。柳云瞥了一眼脸色僵硬的皇帝，嘴角勾起一抹讽刺。皇帝感觉两颊发烫，心下痛恨着启王无端给他甩锅，似乎看到了母后的想法，在嘲笑他宁愿相信这些随意能给他扣锅的独虎臣子，也不愿意相信亲娘。合着就他里外不是人，他还是云昭的皇帝吗？就这么随意拿捏？柳云淡定地喝了口茶，觉得三大老狐狸果然也不好对付。慈善募捐这种事情自然不能在皇宫办，也想要某些没有资格进宫的人手里的银子自然的私人一些。既然如此，也是众卿用心良苦。启王这番话虽然让他放过了他，可也得罪了皇帝，得罪了一些底层的人。当然人家不在乎而已。那之前的交易就算了。柳云看向其他人，赵氏家主被御医几根银针扎醒，连忙表态，不算不算，臣等闹着玩的，还请太后不要介意。跟着附和的人比比皆是，之前交易成功的世家纷纷表示赞同，唯有那个交易成功的神秘人只剩下苦笑，他想不同意都没办法。他之前就觉得反正他身份保密，石碑也刻不出来，这种大便宜捡一个是一个。可现在同样也没有人会在乎他的意见，他如何想并不重要。那这些东西都可以重新拍卖。柳云笑盈盈，众人抹着汗点头如捣蒜。柳云眼神落在缓过气来的江成风身上，太师呢？你不想要云溪图了，那可是价真货实的。所有人都知道，故意行的话从来没有人能够模仿，哀家再有本事也拿不出一副赝品来忽悠太师啊。江成风一口气哽在颈窝，上不去也下不来。回太后，这也是微臣的意思，咱们就正式开始吧。多耽搁一会儿，灾民就多受苦受难一会儿，微臣感同身受，痛心至极。柳云嗤笑一声，行吧，江太师，这可是你说的。如今这些东西又属于皇上了。众人迫不及待的点头，快开始吧，真怕多说几句，一个大坑又出现了。反正银子都捂不住，不如干脆一些。柳云也懒得再计较，直接将一些事情摆在明面上来。好吧，既然是众望所归，就重新拍吧。不过出价之事，大家都掂量一下自己的荷包，灾民要的是现银或者同等价值的米粮种子，绝对不能是什么宅院铺子之类的抵押物。闻言，有些人身体微微一僵，这太后是什么精转世？连这种他们刚刚才灵光一闪的念头也猜到了，还瞬间掐灭。皇帝瞪大了眼睛，才知道还有这种操作。看这些人的反应，莫非真有人如此打算？事到如今还不安分？柳云内心冷哼，有的人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跟他利用云溪图的知名度是一样的。若是有人用众所周知的房产抵押，那也只会砸在皇室手里，得再卖一次东西不说，还要人买得起，又敢买才行。一般人惹不起云氏，也同样惹不起名门世家，谁能好好接手？风险立刻转嫁给了皇室，这些募捐了银子的人既得了好名声，又保住了财产，时间一长，或许能毫发无损的拿回去。柳云表示，岂能有这样的好事儿？事先将这条路堵死了，看他们还怎么玩。三大老狐狸对视一眼，再看太后，眼中多了一抹浓浓的忌惮。今天这场突然又快速的交手，他们真是败得一塌糊涂。面对太后，他们从来没这么无力过。眼见拍卖会终于正常进行，秦羽松了口气，深深地看了一眼正在被打磨的石碑。原来太后这一个提议后面藏着无数的坑，若是皇帝一步步来，恐怕还得求太后好几次才能最终付诸行动。而太后亲自出手，为了加快进度，
直接将一个个坑都摆出来给这些人看。等这些人一一避开之后，才发现仅剩的一条路是最初安排好的，只能照着太后的意思走下去。这样的人，秦羽突然觉得背脊有些发凉，他还是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什么叫被算计死还一头雾水。他之前是何等的勇气，敢对这样的太后下手？若非太后没想对付他，又高估了皇宫的守卫力量，他又怎么可能得手？揉了揉鼻子，秦羽默默从现场退走，悄无声息地把自己隐藏起来。处理完文武百官的各种小心思，柳云感觉有些累，如大家所愿，坐下后就没再开口。让所有人松口气之余，也将拍卖的气氛炒了起来，一个个或用喊的，或举号码牌，每一件好东西都卖出了超越本身价值的价格。第39章，梦寐以求的境界。先皇留下的都是好东西，价值都在几万以上，竞争起来超过10万也不稀奇。柳云默默计算着总额，发现超100万就叫停，然后开始拍卖文武大臣捐赠来的物品，这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由于之前本就没当回事儿，有些人图完成任务，随便拿了衣服被子或者不值当的小玩意儿充数。眼见太后拍卖要带家族名字的前缀，众人的脸就有些挂不住了。柳云也不至于赶尽杀绝，特意以午膳的名义提出中场休息。文武百官立刻派人回去拿些能出手的东西亡羊补牢，免得亮出拍卖品来过于丢脸。而所有人都没发现，在这中场休息的时候，穿戴整齐的神秘人中还多了几个人，全是抵押当铺的老板。柳云觉得那些绫罗绸缎旧衣服、杂七杂八的小东西总也不能直接浪费了，让当铺的老板也来出价。他们若是想参与这样的场合，自然不会少出银子。趁着上菜，柳云决定回宫，到这份上也没他什么事。皇帝心情略好的站起身，准备送一送亲娘。母后这法子甚好，可为什么只卖出10几件就不卖了？父皇留了那么多好东西，10几件不过9牛1毛。如今国库空虚，到处都需要银子，孩儿看好多人其实挺想买的。柳云看了他一眼，皇儿，你虽然已经亲政，可到底年轻，很多东西都需要学。或许你该了解了解，什么叫适可而止，过犹不及。你本就打着凑善款的名义开办的宴会，有100万两已经足矣，再多就是敛财了。性质变了，你解释什么都没用。若是国库缺银子，就可以这么凑，整个云昭只怕要完了，每年还收什么税？何况晌午过后还有其他大臣的捐赠，价值不高，但数量可观。这些皇儿若是不想引人诟病，就不要留下哪怕1两银子。总之，柳云顿了顿，停止了说教。罢了，哀家罚了，此事已了，之后该怎么做就看皇儿自己。本想来看看热闹，怎么就插手了呢？果然凑不得热闹。他才想起，他可不是皇帝请来的，在皇帝和大臣的眼里，他是不请自来，还从头插手到尾，肯定有人怀疑他才安分了1个月，怕是又想重操旧业。没教过儿子，老想语重心长，这怕是孩子最讨厌的吧？得，真成老妈子了，赶紧闭嘴！柳云抬脚往外走。人声沸腾中，江成风的声音雄厚明显：“太后娘娘，是不是忘了什么？”柳云脚步一顿，似笑非笑：“哦，哀家年纪大了，记性确实不太好，不知哀家忘了什么。”江成风没来得及多想，有些着急：“云溪图啊，刚才所有东西都已经重新拍卖了，得赢也不错，这云溪图还没有呢。”柳云挑眉：“云溪图，哀家什么时候说要拍卖了？那就是钓大鱼的诱饵，知不知道？”江成风傻眼，他一直等到现在，居然说不卖了。不卖了，那刚才为什么卖？柳云呵呵一笑：“因为哀家觉得云溪图的价值高，大家应该会喜欢，想要多凑一点银子，多救几个人。谁知大家都在陪皇上玩耍，直接不作数了。重新拍卖后，哀家又觉得不用卖云溪图了，这样的国宝自然的好生收着啊。莫非江太师很想要？”江成风顿时回过味来，太后也故意耍他们呢。以前仅仅只是听闻，没见过还不如何？如今欣赏过云溪图的神奇，却告知不能拥有，江太师感觉都快吐血了。沈振元连忙出声打圆场：“太后娘娘多虑了，江大人怎么会窥视皇家之物？错误理解了太后的意思，还请太后恕罪。”柳云打量了江成风一番，轻笑一声：“太师应该不至于忘记刚才的话，哀家可是问过的，你们都同意东西又属于皇上了，皇上不乐意卖了，自然无从谈起。可是你们自己说的开玩笑不作数，他也跟分开了一个，好不好笑？”三大辅臣震惊地看着太后施然离去，没想到事情都结束了，还有坑没被他们发现。江成风呆呆地坐回椅子，痛心疾首，不乐意卖了。身份如他们，自然也有想做之事，想要之物，云溪图对他来说就是独一无二的绝世宝贝，见过却得不到，简直要他命了。
启王和沈镇元对视一眼，默契地安慰道：“江大人何必失望？那云溪图在皇上手里还能跑了吗？”闻言，江承风眼神一闪，突然领悟，画在皇帝手上总比在太后手上好啊。沈镇元神色深长，江大人若是真的喜欢，从长计议就是云溪图那样的神级画作，越到后面越值钱，留着传家也不为过。江承风深以为然，对云溪图越发心痒难耐。不过他也知道，同为先皇钦点的辅臣，他们仨并非统一战线，面前这两支分明在挑拨离间，盼着他跟皇帝太后斗起来呢。但是正因为身处他们这样的高位，得不到的东西极少，一旦有想法了，便如复古之居，相较常人只会更加执着。江承风握紧了身前的茶杯，心中自有了计较。皇帝坐在上首，表情微微扭曲，双手抓紧了龙袍。李安有些担忧，皇上，太后是来帮忙的，应该没有恶意，太后到底还是惦记着皇上的。皇帝点了点头，吸了一口气，朕不恼也没生气，只是激动，还有点兴奋。母后当真厉害，看似一件凑银子的小事儿，却安排得明明白白，还有诸多细节。看母后一开口就将文武百官说得有口难言，不得不听话。朕何时才能那样？舌战群臣，谈笑间诸事尽在掌控。挥斥方遒，举手中万事一锤定音，那是他梦寐以求的境界啊！以至于他根本没好好听往日不耐烦的教诲。李安，是他想多了。虽然皇帝不明白太后为何就带了一个宫女前来，但还是派了一队御林军护送太后回宫。坐上轿辇，柳云头疼地扶了扶额，深深叹息。第40章，是不是被那老妇控制了？红叶，主子，事情不是很顺利吗？主子为何这般愁眉苦脸？柳云摇了摇头，才满1个月，这个时候锋芒毕露不是什么好事儿。之前做的都前功尽弃，只怕现在所有人都觉得哀家贼心不死，不甘还政于皇帝，随时准备继续聘击私臣呢。接下来的日子，凤翼宫只怕难以安宁了。回宫后约束下面的人，短时间内都给哀家安分点，谁要是招事儿惹事儿自己担着，哀家绝不会管。红叶点头应下，愤然，都怪那性情的自作主张，主子该怎么做都有自己的用意，不来别院也有不来的理由，就他那么忧国忧民，非要主子过来。柳云感慨，事已至此，无需多说。而且天下能有这样的热血侠士，是百姓之福。虽然对上位者不友善，可朝堂和江湖，地官与百姓，天然敌对。红叶咬了咬唇，主子，奴婢一定好好练武。原本奴婢觉得自己的武功应该够用了，结果随便蹦出来一个秦羽，奴婢都不能快速拿下，让主子受制于人。无妨，欲速则不达，练功向来急不得。柳云轻笑，实际上自从有了你，哀家晚上才能安心睡觉，之前哀家才怕了这人呢。你们武功在伯仲之间，你打不过他，他也不能瞬间赢过你啊。时间一长，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正说着，马拉的轿辇陡然一停，往前的惯性让柳云差点扑出去，亏得红叶眼疾手快的扶住。柳云小声说道：“怎么了吗？”有种不祥的预感。红叶脸色凝重，主子在别院待了那么久，该知道的应该都知道了。车外传来几声倒地的闷响，红叶谨慎地撩起车帘，一支箭矢从对面破空而来，带着凛冽的杀气。红叶一惊，伸手将柳云推开，自己往后仰了仰。那支杀人的箭从两人中间射过，洞穿了车壁，插入马车后的地面。由此可见，这力量和杀伤力多强大。耳边传来连串的弓弦声响，红叶脸色大变，瞬间伸手捞过柳云，冲天起，直接用内力炸开车厢顶，借着马车顶盖的碎屑，扔出一把飞镖，力无虚发，全部打在弓箭手的身上，不死也失去了战斗力。柳云再次被迫腾空，依旧不敢睁开眼睛。而四面八方都传来诡异的风声，明显是有人躲在暗处，早料到红叶会使用这招，趁着他们还在空中，立刻围拢攻击。这时机卡得极好。正，红叶手一伸，第一次现兵刃，是一把女子用的短剑，回旋格挡，将偷袭者的攻击全部挡在外面。借着对方的力量，红叶使出千斤坠，带着柳云回到地面。整个过程不过几息之间，柳云已经晕头晕脑，心中翻腾。所幸弓箭手已经被解决，柳云扶着马车站稳，抬眼那瞬间，他就后悔了。一地的死人，到处都是刺眼的血，极具冲击力的映入眼中。对于没见过死人的柳云来说，这一幕等于精神刺杀，猝不及防就中招了。红叶把柳云护在身后，对付面前6、7个人，虽然游刃有余，可他也无法快速将对方击杀。除了不能追出去，对方7个人配合也极好。发现红叶武功高强，7人搭配着攻击，能打则打，不能打就退，竟然就这么僵持了。柳云感觉情况不对，头晕的厉害。扶着的马车更是传来异常的波动，
竟然被人从那另外一边破坏。偌大的马车被震碎，碎渣中一把寒光凛凛的刀朝柳云脖子砍去。柳云瞪大了眼睛，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何为杀机，何为高手的锁定。他若是什么都不懂，或许还能可怜的挣扎，可他好歹也吃了经验包，成为三流武者。这一瞬间，他手脚冰凉，只感觉被一股强大的气机锁定，怎么逃都是无用的。而且寒刀来得又快又猛，他根本无力反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丝锐利逼近，近到柳云感觉脖子一阵冰凉，手脚僵硬。说时迟那时快，旁边飞出一把剑，将刀割开了，堪堪救下柳云。柳云木呆呆地看向来人，是换回自己衣服的秦羽。因为赶得急，秦羽的头发有些凌乱，不过用刀者并非他的对手，很快就被他压制了。红叶回头看了一眼，保护主子，说着冲进7人中，直接放大招。这些人才惊觉毫无后顾之忧的红叶有多可怕。身为一流巅峰的高手，全是杀招的红叶不完全防御时，出手如电，杀人如砍菜，几息之间便解决了对手，回到柳云身边。柳云难受的捂着胃，腰都直不起来了。刚好红叶解决了对手，其中一个离他很近，一颗头就那么口含鲜血，双眸瞪圆的滚到他脚边。那瞬间的冲击力让柳云一口气没提上来，却吐了点什么，眼前一黑，身子就软倒了下去。红叶吃惊，伸手扶住主子。好端端的，主子怎么吐血了？秦羽将对手击退，回身看过来，快带太后回宫，这里交给我。这地方很适合伏击，一群人肯定是早埋伏好的，而且想要太后命的人也太多了，这波人只是占了先机。眼看他们不成，已经有更多的人赶过来，再不走就真的走不了了。红叶也不废话，带着昏迷中的柳云飞身而起。秦羽跟在后面保驾护航，一旦有人拦截他，就会冲出去，不求杀敌，只求击退，让红叶顺利通行。站在宫门的屋顶上，秦羽目送红叶将柳云成功带回凤翼宫，才回头。显然已经有不少江湖好手汇聚在宫外。飞仙见秦羽，秦大侠，哈，我从来没想过侠骨柔肠，仁义直爽的秦大侠竟然会保护那个老妇。秦大侠，以前你可是最愤世嫉俗的那一批人，老想着政治清明，怎么突然，难不成秦大侠也中了招，被那老妇用什么神奇的手段控制了？秦羽失笑，好了，太后本就是秦某带出来的，秦某可不许你们这么占便宜。各位江湖朋友，不如秦某做东，请你们喝一杯如何？第41章，还请太后怜悯。眼见事已不可为，秦羽又一副知道什么的样子，一群人只好带着遗憾愤恨跟他走。努力维持凤翼宫安稳的蓝叶和紫叶看到红叶带回来一个吐过血又昏迷的主子，吓了一大跳。红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紫叶眼带责备。红叶将柳云扶上床，转身离开。你们先看好主子，我去请御医，其他的以后再说。话音未落，人已不见。柳云只感觉自己魂儿离体，犹如陷入泥沼，浮浮沉沉，到最后想要动一动都十分难受。等恢复意识再醒来，外面已经是星空明月，夜凉如水。柳云坐了起来，抱着被子发了好一会儿呆，才捡回脑子，想起先前发生的事儿。印象最深的自然是那一地奇形怪状的死人和死状可怖滚到脚边的狰狞头颅。哦，柳云生理反应强烈，连忙抬头转移注意力，拍了拍胸口压下那股恶心感。这动静惊动了守夜的紫叶，不由得高兴，主子，你醒了。四肢无力，全身酸软，柳云感觉自己吃了的武力经验包都废了，好似又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什么时辰了？柳云对这时代的时间特别迷糊。亥时晚上11点刚过。柳云默默换算过，才有了概念。好饿，他晌午都没吃，就从忘忧别院离开，马上就要第2日了，不饿才不正常。子夜就知道主子可能会晚上醒来，掌厨一直准备着呢，奴婢这就去小厨房看看。走到门口，与端着洗漱用品的蓝叶擦身而过。柳云一边简单的打理自己，一边询问红叶呢。蓝叶浅浅一笑，主子遭遇刺杀，皇上第一时间就回宫了，等来看望的人都离开，红叶见主子没事就回房了。回房干啥？难不成真的努力练功去了？这么争分夺秒吗？蓝叶，主子可要叫红叶过来伺候。柳云摇头，无妨，不用打扰他，今日之事他自责得很，不过这傻丫头刺客要来杀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刚在饭桌旁坐下，子夜就带着人端饭菜进来，暂时就5、6样，后续源源不断。如今掌厨已经摸清了一定规律，太后的食量总是忽大忽小，便不再定量，一直上到太后喊停总没错。柳云很饿，但是胃口真不太好。对了，红叶可有受伤？当时情况混乱，他仿佛中好似看到了秦羽，也不知后面发生了什么。
子夜和蓝叶摇了摇头。吃了一会儿，红叶自己出现：“主子，你感觉怎么样？你这身体到底怎么回事啊？”柳云不紧不慢的进食，一双含情的桃花眸带着疑惑：“我也很想知道，但是来替我把脉的御医如何说？”也就随口一提，他有系统给予的伪装术，御医把不出来很正常，也是他希望看到的。红叶，御医只说是主子身体虚弱，受到了惊吓，旧疾复发，开的药方子也全是宁心养神的。子夜和蓝叶一脸迷茫。子夜，红叶，什么意思？主子的身体另有原因，却连御医都看不出来。红叶叹了一声，是主子不想让御医看出来，主子这1个月来身体养得极好，若是被外人知道了，恐生事端。那些人只以为主子身体败坏，无力做其他的事，才会安分些。不过我们都不会医术，主子身体的真实情况也同样不清楚。主子，要不收买一个太医仔细瞅瞅吧。三人眼巴巴地看着柳云，任君一脸担心。柳云也纳闷，系统给予的强身健体丸，吃完1个月能根除一切沉疴顽疾，怎么到他这里不管用？确实，今日突然吐血晕倒，我也觉得奇怪。柳云若有所思，就算哀家做事儿可以心狠手辣，却没见过几个死人，也厌恶人血，但是真不至于是这样的反应。那是从身体内部传来的虚弱感，是趁着他精神受创，突如其来的袭击。收买太医吗？柳云摇了摇头，后宫之中，御膳房、内务府和太医院都是重中之重。先不说我们有没有那财产去收买，就算有，也不能保证不被人趁虚而入。再等等，等我明日去太医院看看，再做决定。也是他这1个月为了避开麻烦太宅了，竟然没发现系统签到也是有规律的。今日突然被秦羽带去忘忧别院，他无事之际随手签到了一次，居然得到4进院子一座，他才惊觉这签到的地方或许也是有讲究的。太后以前拥有的实产都被无数双眼睛看着，系统获得就能避开所有监视，挪作他用。入睡之前，柳云将红气给了红叶，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让大家也有个家，有个歇脚安心休息的地方。总是进出皇宫，很容易被人发现。红叶慎重地点了点头。翌日，柳云让蓝叶上妆，不去掩饰她的虚弱感，还尽量自然地放大。用过早膳，就散着不去太医院。路过御花园，一个宫女突然冲出来，跪在柳云面前：“太后娘娘，奴婢见过太后娘娘，请太后娘娘可怜可怜我家主子吧，恳请娘娘能为主子做主。”红叶吸了口气，默默将手中的飞镖收回袖中，没好气地说道：“你是哪家的？这么没规没矩的，突然冲出来，若是冲撞了太后，你担得起吗？”柳云似笑非笑，看出来了，是后宫争斗的那点破事儿。回太后，奴婢是萧荣华的婢子，今日一早，萧荣华起床身体不适，突然就吐血晕倒了。柳云无语，身体不适请太医啊，让哀家做什么主？怕不是中了什么招，连他们自己都心知肚明吧？太后娘娘，奴婢原本也是这么打算的，可这事儿需要上报江贵妃，奴婢等了1个时辰，好不容易得了批准，去了太医院，却无人愿意出诊，一个个都说忙碌，拖着耗着，奴婢求得急了，还嫌吵，被赶了出来。那小宫女哭腔，奴婢也是没办法了，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主子怎么样了，这才无意冲撞了太后，还请太后怜悯。第42章，竟然有这东西！柳云恍然，看来太医院被江贵妃管得很好啊，皇帝嫔妃都吐血了，还不觉得是大事儿，竟然敢这么拖延。哦，既然如此，哀家正好要去太医院一趟，你就带1位太医回去吧。萧荣华？哪位？看来没什么背景，否则何至于被这样欺负？倒是这心腹大宫女机灵，口齿也伶俐，一件复杂的事情挑重点，3言2语就叙述得清清楚楚。宫女微微一喜，便跟上了太后。谁知太后不疾不徐的，速度实在慢。着急的宫女不得已，只好说道：“太后娘娘，萧荣华这几日是睡得很，吃些油腥食物还会吐半天，想来是身体不好，需要好好调养。”闻言，柳云差点没笑出声来。宫里都藏着人才，连个小宫女说话都这么有意思，细思极恐啊！萧荣华明显是有孕了，可一直隐瞒不报，如今中了招，连太医都请不回去，就赶紧透露消息让他知道，至少盼着他能走快点。这宫女挺忠心的，只可惜她一点都不想做奶奶，对此也没有该有的激动兴奋。而且她终于明白这宫女为什么请不回御医了，本人知情不报，可有人总能知道，趁着消息未确定，先下手为强啊！没那样的本事，这种消息瞒了个寂寞。以现在的情况看，这孩子恐怕很难保住。哎，哀家的腿脚不利索，老了。蓝叶，你走快点，带着宫女去太医院。柳云淡淡的说道。蓝叶领命，没走多远就被那宫女拉着跑。子夜啧啧，主子，
这消融华果真是有了身孕吗？柳云好奇，怎么，你也知道？子夜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不过并不确定，没想到他没能躲得过去。红叶皱眉，他中招了？之前为什么要瞒着？柳云笑了笑，或许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吧。他条件反射就选择了这条路，但是既然选择了这种办法，就得自己承担后果。小姑娘终究还是太年轻了，没有人帮忙就只会盲从，又没本事将秘密捂住。既然全宫上下都有了风言风语，那还是秘密。对于很多对手来说，根本不需要确定，仅仅猜测就可以出手。等他们到太医院，宫女已经带着太医离开。倒是柳云的到来，让整个太医院有些紧张，赶着出来迎接。胡御医不必慌张，昨儿个还有老虎御医了，哀家又在鬼门关走上一圈。柳云缓缓地说道，突然心有所感，就想来太医院瞅瞅。哀家进宫这么多年，都还没来过太医署呢。胡御医公式化地笑着，原来如此，太后娘娘随便请。太后的身子骨不过是虚弱，又受了惊吓，情绪起伏太大，并非臣等医术有多高明。即便没有臣等，太后休养好了，也能慢慢好起来。柳云挑眉，嘴上说着客气的话，却来到太医署中心的书库，里面全是各朝各代名家孤本传承到今的医书，丰富全面，应有尽有，天下医者最向往的地方。柳云内心默念，签到。丁，恭喜宿主获得《黄帝内经全面经验包星号1》。果然，他终于得到了心心念念的医书。丁，任务，学习医术，尽早自救。任务奖励，武力经验包星号1，绝顶高手人物卡星号1。柳云一愣，这任务，他身体果然有问题。奖励好丰富，忍着立刻给自己把脉的冲动，柳云看了一圈。胡爱卿，哀家突然对医术有几分兴趣，闲来无事也想制点香，不知胡爱卿可有入门的医书推荐？胡御医愣了愣，随即不以为然地挑了2本入门级的草药认知。太后若是感兴趣，可先看看识草药，辨药性，打基础。柳云点头，若有不懂，还望爱卿不吝赐教。微臣不敢，太后尽管吩咐。胡御医没当回事儿，厉害的医者都不自医，何况太后这么大年纪了，生几次病就想学医，真要那么容易，还要太医署做什么？估摸着就是心血来潮，3天新鲜吧。柳云欣然，那哀家凤翼宫的人来要一些草药实践，还望太医署能给予方便。胡御医自然，岂敢推脱？柳云满意的离开，临出门还瞥见一直站在人后装鹌鹑的之前的王御医，想着这人其实也是被迁怒的一颗棋子而已，折辱起来也没意思，反而结了仇，谁知道以后会在什么地方冒出来捅他一刀？阎王一惹，小鬼难缠啊！对了，王太医，柳云直接点名，哀家近日来想通了，觉得那日也不关王太医的事儿。堂堂御医总归是有本事的，不如从今日开始就复职吧，这些日子就当赎罪了。王御医感觉一块馅饼砸下来，连忙叩头谢恩。只有他自己知道被贬的这些日子有多难熬。太后一句话就能恢复他以往的荣光，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胡御医，这太后吃错药了。突然来太医署转一圈，又说想要学医治香，转眼又将王御医复职，玩的是哪一出？太后这么做，直接让江贵妃之前的准备全部落空。本来还打算借着什么事情让王御医立功，然后给他复职，才好有个交代，彻底收服此人为己用。结果太后一句话就打乱了所有部署。柳云回到凤翼宫，翻了翻2本草药大全，静心后开始给自己把脉。红叶一脸紧张的在一旁等待，1刻钟都过去了，才看见主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主子，到底什么情况？柳云脸色微白，吐了一口浊气，猛地站了起来，桃花眼里盛满了不可置信。红叶，还记得我老是梦见很多虫子吗？红叶睁大了眼睛，难道主子你体内？柳云眼睛微眯，脸色沉了下来。蛊虫，我身体里竟然有蛊，居然有这种东西。原来老做那样的梦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一定的暗示，这可把他恶心坏了。红叶怒气腾升，谁？到底是谁？柳云回忆了一番，原主记忆中完全没有这方面意识，不清楚。怪不得原来的身体破败的那么狠，被皇帝遗弃竟然能要命。这毒蛊可是大功臣。第43章，简单变复杂了。毒蛊以吸食生命力、精气为生，他就觉得奇怪，原主虽然劳累，可1日3餐也吃得补，就算累到猝死，也不至于是身体败坏、虚弱到被气死啊。感情身体里还有这么个要命的玩意儿，不能想，会恶心。努力说服自己忽略虫子这种生物，柳云缓了缓，眉头紧蹙，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好事儿，这么恨不得弄死我。红叶眼含期待，主子，你能
将那东西弄出来吗？柳云叹息，皇帝内经包罗万象，最是全面，倒也不是不行，只不过原本较为简单的事儿，已经变得复杂了。红叶不解啊，柳云神色一沉，因为之前服用了1个月的强身健体丸，原本我身体已经油尽灯枯，那些毒蛊就慢慢没有了粮食，我死了，他们也活不了。强身健体丸能够清除一切沉疴救急，却没有杀死毒蛊的功能。药丸把我的身体恢复到鼎盛时期，也把他们养肥了。如果没猜错，毒蛊怕是变异了，原本的办法可能无法根除。大意了，他没想到这具身体还有别人留下的暗招。系统获得的强身健体丸不仅恢复了他的健康，也强化了毒蛊，而且他健康了，就等于给毒蛊储存了更多更好的营养粮食。强化后的毒蛊吸取生命力更猛了，不怪他服完了药丸就开始出现明显症状，特别受到惊吓、情绪波动剧烈时，最易趁虚而入，可惊得兴风作浪。红叶着急，总得试试吧。柳云点了点头，若有所思，急不得。可怜我还吃了经验包，让自己有了浅薄的内力，那更是毒蛊喜欢的能量，怪不得最近反应大。那幕后之人能够无声无息地给我下蛊，在宫内的权势必然不弱。若是光明正大的收集解药，只怕很容易走漏风声。谁知道下蛊的人有没有本事驱使这些虫子立刻要我的命？红叶心一紧，主子，奴婢会小心的。将草药分开，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去购买，最多花点时间。柳云欣然，确实是个法子，但是有几位主要很难得，想来整个地京都是有数的，谁家有若是被人动了，必然会被人猜测联想。幕后之人的手不知伸得多长，咱们不能赌，这几味药不妨从长计议。红叶拿了文房四宝来，柳云继承了原主的技艺，写个字倒也没问题，就是手生。一张药方被彻底打乱，分成鸡粪，再添加了许多无用的。柳云叹了一声，还是得多赚点银子啊，人总觉得不够用。主子，皇上来了。蓝叶在店门口说道。红叶连忙将文房四宝收走。皇帝云泽迈着龙行虎步，春风得意地走了进来。亲政这么久，总算办了一件大事儿，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母后，朕已经让御林军、地京府尹的捕快全城缉拿刺客，这些吃了雄心豹子胆的，竟然敢刺杀母后，死不足惜。坐在旁边，皇帝一脸关切，母后，是儿臣该死，竟然没有多派点人保护母后，让母后受了惊吓。母后身体可好些了？柳云欣慰地点了点头，自然好些了。母后活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昨天那样的阵仗，确实有些惊着了。静养一阵就好。医者的眼睛果然是不一样的。柳云现在在看皇帝，一眼瞧出云泽的身体状况，看似正常的脸色，却带着青色的眼圈，苍白的唇，不似熬夜累的，分明是身体精气不足，被掏空之象啊。柳云，16岁的孩子，开个后宫还玩真的？过早的失去元阳，还总是留恋温柔乡，这分明有了早夭的迹象。这种时候，御医太医说什么了没有？他不信这些人看不出来。皇帝没有多想，母后倒是越来越喜欢安静了。听说母后还建造了一个小佛堂，怎么突然兴起神佛来了？柳云眼皮子跳了跳，搞个佛堂还要试探，这有什么好阴谋论的？闲来无事，信一信也无妨。最近哀家总是梦到先皇，说了什么哀家也听不清，就觉得先皇有什么急事儿想要交代，说不定哀家多拜拜，神佛能让先皇托梦托得清楚一些。说着扫了一眼旁边的李安，果然李安神情恍惚，似乎忆起了什么。皇帝脸色一僵，眼底闪过一丝自卑，母后若是有什么需要就尽管提。皇帝长这么大，实际上没多少关于先皇的记忆，他从未享受过父爱，甚至连话都没说过几句，反而处处被大臣们用父皇当年的睿智教育，心底早生叛逆。没人知道他有多烦躁听见先皇2个字，包括李安。现在这样就挺好的，皇帝忙去吧，不必挂心哀家。柳云绝口不提筹集银子的后续事宜，再次摆明态度，他不管。昨天去忘忧别院就是一个意外，他知道皇帝这次过来，试探的心比担忧多多了。正说着，蓝叶走了进来，主子，皇上，有人传话过来，萧荣华有喜了。皇帝悠地站了起来，满脸惊喜，真的？蓝叶，是，宫内都传遍了，太医确诊的错不了。皇帝抬脚往外走，母后，儿臣告辞，孩儿这就去看看。后宫难得有这样的喜讯，之前就出过一次，可惜没能生下来。正常初为人父的喜悦，皇帝有些迫不及待。去吧，也替哀家带一份赏赐去，让萧荣华好好养，哀家身体乏的很，就不亲自去了。柳云眯了眯眼，寻了个理由。目送皇帝走远，柳云看了一眼红叶，这1个月后宫内发展的如何？若是可以，让人去查查萧荣华那边是怎么回事。红叶点头，主子觉得哪里有问题？柳云，
哪里都有问题。我们都回凤义宫这么久了，太医去萧荣华那儿也够久的，怎么现在才来报喜？这喜报得也严重滞后了。而且听那宫女的意思，萧荣华又中招又吐血，还拖了那么久才看上太医，孩子一点事儿都没有吗？后宫的孩子不好做，从娘胎里就开始多灾多难，加上嫔妃们养尊处优，流产的几率大大增加。第44章，经历的太多，陡然听到一个这么坚强的孩子，柳云大感震撼。难不成这萧荣华还是女主命？但是皇帝那样的怎么看都不像男主啊。红叶恍然，如果孩子有事，萧荣华还敢到处张扬讨喜吗？皇上都被吸引过去了，不会露馅儿，所以需要调查一下，真的是孩子没事儿，还是有人借此生事儿？柳云嗤笑一声，以防万一吧，这件事本来跟哀家无关，可那太医却是哀家帮忙才请过去的，若是非要生拉硬扯，扣屎盆子也不是不可以。你看皇帝那高兴的样子，一旦牵扯上，孩子最后出了事，不被怨上才怪。母子间的关系本来就岌岌可危，有人还想他们彻底反目成仇呢。另外，晚上安排一下，我想去给皇帝仔细把脉。以前不觉得，今日才发现，皇帝的身体比我想象的差多了。晚上，柳云让凤义宫早早落了锁，换了一身简洁利落的衣服，和红叶翻墙而出。或许是萧荣华有喜的事情让皇帝高兴，又不能再有孕嫔妃处过夜，他并没有去其他宫妃处，回到了养龙殿。依葫芦画瓢的把李安弄熟睡了，红叶翻进内殿，点了皇帝睡穴，转身开窗让柳云入内。没办法，这种宫殿的门很高，走门的动静相对比较大。柳云坐在床边，仔细摆了一盏茶的脉象。离开的时候脸色难看至极，熟练的避开巡逻，回到凤义宫。柳云着急的转来转去，主子，皇上的身体差到出乎意料吗？红叶都不知道该怎么问。柳云蹙眉，红叶，先前写给你的药方，你要准备2份了。红叶一惊，皇上也中了蛊。柳云沉重的点了点头，不过也有好消息，至少皇上中的毒蛊没有被强化，解起来要容易一些，需要的草药也没那么稀有。不过可怕的是，皇上身体还有别的毒，所以说原主防这防那，根本没能保护好自己，也没保护好儿子。我身体里的毒蛊应该是无意当上太后中的，大概有4年了。皇上那儿是近2年的事，2年前的大事儿只有皇上大婚出封后宫，其他的毒被毒蛊压制，反而显现不出来。可他的身体在一步步衰弱，如果不及时解毒，恐怕活不过20。红叶瞪圆了眼睛，20？也就3、4年的事儿，到底是谁下手这么狠？柳云苦笑，还有更狠的呢。皇上中了毒蛊，还有其他毒，根本就不可能传宗接代。幕后之人分明是要皇上到死都没孩子，云昭的江山就只能传给皇室宗亲。红叶，这么说，下蛊的人很大几率是皇室宗亲。不过也不一定只是他们。不管怎么说，皇帝驾崩，太后驾崩，该怎么分蛋糕，我们母子俩是看不见了。柳云摸了摸下巴，心里排查了好几个人，线索太少，无法确定。至少3大辅臣不太可能，他们只有在皇儿这里才能做名正言顺的辅臣，换了新帝，除非他们扶持更小的幼主，否则没他们什么事儿。柳云啧了一声，这烂摊子比他想的还要糟糕多了。丁，任务：替皇帝解毒，维系朝堂安稳。任务奖励：1000特种精锐之师治国能臣人物卡星号1，强身健体玩星号60。柳云脸色一僵，果然还是一国之君的命重要啊！瞅瞅这奖励，跟他自救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不过就算没任务，他也必定要救皇帝的。还是那句话，没有了皇帝，他这太后也坐不稳。哼，先皇真是个大坑，一个暗龙卫也没有留给新帝，有李安又怎样？他又不能将皇帝别裤腰带上，这中毒跟吃饭一样容易。柳云实在不懂先皇的脑回路，既然那么看不上云泽，他不如传位给别人。云泽若是封王，又哪里会经历这么多？红叶震惊的差点失语，不是，主子，皇上中了多种毒，无法传宗接代。那萧荣华肚子里的，身在后宫，敢给皇帝戴绿帽子，纵观历史也数不出几例，此女相当不简单啊。对啊，这萧荣华到底什么来路？柳云纳闷，要么怀孕是假的，要么那孩子就不知道是谁的。说来说去，若是有暗龙卫阵守皇宫内院，岂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看来也只有以前的太后和现在的皇帝才觉得皇宫是安全的。应该有很多人发现皇宫的守卫非常薄弱，这就意味着可以干很多事，也意味着太后和皇帝没有被人弄死，是还没有到死的时候。等时机成熟，旁人要他们死就得死，还会死得像个意外，转眼就会成为历史的那种。红叶表情严肃，奴婢这就去查。
柳云点头，你事情多，草药的事情可以交给秦羽，以他的人脉，一些不好到手的稀罕药材反而容易一些。顺便问问他，天宝银号的信物到底是什么，也该告诉我了。另外，查到什么不要打草惊蛇，如果萧荣华是真的怀孕，或许孩子的父亲还是个突破口，给皇帝戴绿帽子，真的平安生下来，是个皇子，那就只需要弄死皇帝便能顺利窃国。他对这皇帝的感情到底没多少，比起有嫔妃给他戴绿帽子，他更关心幕后黑手。对了，去年的黄婕妤似乎也怀过一次孩子，后来流产，皇帝见她痛不欲生，才晋她为皇妃的。好家伙，绿帽子还不止一顶。柳云感觉人真的不够用，迫切的需要银子。红叶也查查这个皇妃的背景和人脉。抚了抚额头，要查的事情太多了。太后在这凤仪宫实际上就是一个聋子瞎子，她所知道的都是别人让她知道的，关键消息一个能用的都没有。想要动用天网鹰眼，可这技能要碰运气，并非每次都能听到关键信息。这个时间点没有准备吃的，她也不敢乱用。没办法，只能暂时不提。这一晚上睡得更不安稳。柳云刚起床就听见蓝叶说江贵妃、孙贵妃还有景贤妃三大巨头带着萧荣华来了。这么早，玩的是哪一出？第45章，纯粹自己找虐。为了不影响食欲，柳云决定先见人。一阵寒暄恭维，柳云直奔主题。这么早，可用了早膳。你们三个忙起来就算了，萧荣华的肚子可有哀家的金孙，宝贵的很，一人吃两人补，怎能不好好用膳？闻言，三妃脸色微变，眼里盛满了羡慕嫉妒。皇长孙啊，他们想的心都痛了，却没这个福分。原以为是少年皇帝还小，可去年出了一个皇妃，今年又有了个萧荣华，事实证明太后在戳他们心窝子，讽刺他们自己怀不上怪谁。柳云若知道三人的想法，一定会笑死。脑补过于强大，纯粹自己找虐。他的重点在孩子本身，主要很想知道孩子的亲爹是谁。而且四人明显来者不善，他何须给好脸色？江贵妃扯出一抹笑，回太后，这事儿其实是我们仨商量决定的。不管是对有身子的人，还是对孩子，我们实在没经验。无论如何，这都是皇嗣，臣妾等也不希望重蹈覆辙，就想着后宫之中唯有太后娘娘最有经验，不仅养大了皇上，还养育了碧湖公主。孙贵妃冷着脸扔炸弹，臣妾们商量，若是萧荣华有太后娘娘看护，便是他和小皇子的福分。景贤妃笑得甜美，却未及眼底，太后娘娘这么关心小皇孙，肯定会好好照顾萧荣华的，是小皇子有福气。柳云目瞪口呆，他没有，他不会，表乱说。特么的，他现在还在为如何教育皇帝，如何掰正女儿头疼不已呢，会照顾什么孕妇？他想到这几人来者不善，但是没想到这么损了。马丹，到底是谁想出来的馊主意？他都成太后了，为啥要当这些女人宫斗的垫脚石？能不能让他歇一会儿？呵呵，这都是谁提议的？这么恭维哀家？柳云眼睛一眯，内心充满疑惑。按理说，三大巨头最不希望萧荣华平安生产，将萧荣华送到他面前，他们再动手脚就难了。于他们有什么好处？难不成有什么办法让萧荣华直接在凤仪宫流产，然后祸水东引让他背锅？这么毒的吗？总感觉被小瞧了。江贵妃笑得越发得体，是萧妹妹有福，只是担心自己无力应付，征得皇上同意便来叨扰太后的。萧荣华见机跪下，是妾的错，太后娘娘要怪就怪妾吧。妾之前无声无息中了招，动了胎气，惊吓得慌，就求皇上赐妾一个有经验的嬷嬷，保皇子平安。只是妾也没想到，皇上让来打扰太后。柳云咬紧了后槽牙，这个逆子，前脚还孝顺地说让他好好静养，后脚踏出凤仪宫就塞了个孕妇过来。他是真不知道要照顾一个孕妇得花多少心思。这烫手的山芋，他塞的倒是顺手。揣着明白装糊涂，柳云佯装思索，这样啊，可惜了，哀家身边的嬷嬷都不在了，只能让内务府找找其他宫的，画两个有经验的去伺候萧荣华就是。隐晦地打量着萧荣华，清纯细美人儿，这会儿憔悴易碎，楚楚可怜，好一朵绝世大白莲。柳云不信萧荣华没有给皇帝暗示，皇帝就能想到让他来保孩子。云泽根本没这方面的意识，对女人更不会这么细心。萧荣华现在却一脸无辜，把一切都推给皇帝，是觉得他这太后心里再不爽，也不会因此找皇帝理论吧？更何况还有个孩子呢。心思缜密，思虑周全，萧荣华用尽了办法，想要赖着凤仪宫，想要做什么？三巨头面面相觑，江贵妃迟疑了一瞬，太后娘娘，皇上的意思是让萧荣华就住进凤仪宫偏殿，免得有什么风吹草动。萧荣华住处距离凤仪宫太远，太后娘娘鞭长莫及。他们才不管萧荣华是怎么让皇上答应这事儿的，还巴不得把萧荣华交给太后。
之后发生任何事都跟他们无关了。他们仨虽然嫉妒，可是并不傻。虽然宫里人怀孕都说是小皇子，可只有生出来才知道是男是女，怀孕9个月，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发生，根本不用急在一时。三大巨头尽管年轻，没经过太多事，就算一开始想不开，可身边也有能人，仔细掰碎了解释给他们听，他们也能慢慢醒悟。萧荣华住进了凤翼宫最好不过了，他们就算想做什么，也能完全撇清干系，何乐而不为。柳云沉默地靠近萧荣华，气氛慢慢有些凝结。打量中见到萧荣华紧张地揪紧了手帕，略微放心地伸手扶起他，不动声色地扣住他脉门。原来如此，可怜的孩子，这次吓怕了吧？慈祥地拍了拍萧荣华的手，柳云勾起一抹旁人看不见的讽刺。得，他改变主意了，连皇上都搬出来了，必定不达目的不罢休。他就算成功回拒，估摸着那逆子也会亲自登门。哎，仔细一想，若是将来哀家的女儿也有这样的经历，哀家定然心疼得紧。柳云给自己找了一个坡下，既然皇帝都这么说了，你就搬来凤翼宫好好养胎吧。三大巨头对视一眼，松了口气，看萧荣华的眼神玩味又愤恨。别以为靠上太后就高枕无忧了，如今的后宫可不是太后说了算，而且后宫什么样的，谁还有他们清楚。萧荣华松了口气，眼底闪过一抹精明，把太后可选择的退路都堵住，这事儿总算成了。将三大巨头打发了，柳云让蓝叶带萧荣华下去寻个房间好收拾，径自走到桌边准备用膳。红叶不解，主子为何突然同意了？这女人还有脸来求庇护，让她大开眼界。柳云看了子夜一眼，子夜，你也过去看看，若是萧荣华有什么需要，你让人尽量满足他，别在这种小事上让人拿了把柄。子夜扶了扶身，握紧了拳头，是，主子，奴婢肯定办得妥帖。他以为主子忘记了他曾经攀附过皇帝的事儿，如今看来是他表现忠心的时候了。他真的已经不在意皇帝了，只想好好伺候主子。第46章，太后也在不断了解人。见子夜离开，红叶迟疑，主子，你还担心子夜姐姐会被皇上利用吗？奴婢听主子说过，子夜姐姐已经是皇上的人了。不，我相信忠诚丹的效果。柳云眯了眯眼，只不过有些事情并不是忠诚就能解决的，少一个人知道也好。子夜那边我自有安排。皇帝年纪轻轻就敢这么算计我身边的人，好歹也该吃点教训。柳云慢条斯理的进食。至于萧荣华，他这么算计着要住进凤翼宫，只怕也别有目的。就算我今天找理由不让他进来，明天又能玩出别的花样。顿了顿，柳云嗤笑，本来我还猜不透他的想法，也不知道是他要搞事儿，还是他背后的人要搞事儿。可我刚才不经意的把了他的脉，大抵能猜到他想要什么了。红叶茫然，主子，他到底想做什么？柳云挑眉，之前我不是还让你查查他的肚子，到底是真没事儿，还是想搞事儿？我刚才把脉才发现，他哪里是动了什么胎气，分明是已经胎死腹中。红叶震惊，死胎？那他这是准备在凤翼宫小产，然后把一切都栽赃到主子身上吗？谁给他的狗胆？柳云挑眉，可能就是孩子的父亲给的。昨日忘忧别院锋芒太盛，有些人不放心了。正好萧荣华肚子出事儿，窃国的计划不成，就又生了一计，要利用一个死胎彻底离间我跟皇帝的关系。虽然他并没有太在意这份母子情，皇帝还在一点点让他失望，可不得不承认，他和皇帝母子一体，一损即损。或者说，皇帝损了，他亏得更大。他若损了，皇帝指不定还有些高兴，头上的孝字大山终于搬走。红叶咬了咬牙，都是这个秦羽干的好事儿。他想的简单，却给主子带来这么多后续的麻烦。柳云叹了一声，五味杂陈，倒也怪不上他，他到底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灾区百姓。只不过身份站位不同，考虑就不同。他既然能卖命给我1年，倒也不算亏。红叶冷哼一声，对秦羽的感官特别不好。那萧荣华那边怎么办？死胎的话，应该在肚子里待不长吧？柳云挑眉，他铁了心要跟我扯上关系，想其他的办法倒是来不及布局。今晚上等凤翼宫落了锁，我们好好会会他。这事儿确实不能拖久了，如果没猜错，他应该早有准备，有办法让自己瞬间小产。吃过早饭，柳云突然问道：红叶，这萧荣华是什么来头？隐藏的消息不容易查，表面的消息呢？红叶低头，主子，萧荣华是皇商萧家嫡女，这2年背靠萧荣华发展倒是不错，家产万贯呢。柳云怔了怔，皇帝不知道吗？红叶正松，知道啊，萧荣华是第一批选进宫的嫔妃，家世身份肯定查得明明白白。柳云嗤笑，那皇帝还各种缺银子，这萧家不是有吗？顿了顿，像是发现什么，
他似笑非笑，原来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就说，皇帝年纪虽小，大男人主义却根深蒂固。他打心里瞧不起女人，自然也不会从女人这边搞银子，甚至都不会这么想。噗，我可就百无禁忌了，真的快穷死我了。柳云陷入沉思，开始考虑从萧荣华这边敲诈一笔的可行性。谁让他已经算计上门了，他还他一记不过分吧。初来乍到，萧荣华倒也安安分分的，看着洒扫宫女，收拾屋子，膳食准时又丰盛，把一切都打理得妥妥帖帖。之前求柳云帮忙的贴身大宫女喜鹊张望了一番，关上门，不解地站在萧荣华身边：“主子，我们这样真的好吗？奴婢真觉得太后不是好欺负的，若是她发现了……”萧荣华脸色一沉，表情阴冷：“住嘴！这里是凤仪宫，想好了再说话。”看着满桌子好菜，萧荣华神情突然哀伤，手捂着肚子：“我还有的选吗？本以为可以靠这个孩子百日竿头更进一步，可被谁算计了都不知道。原来所有的计划都毁了，至少也要让这个孩子死得其所，有些作用。”喜鹊打了个寒战：“奴婢只是担心主子，主子要再小心些，奴婢担心太后。”萧荣华一脸疑惑：“喜鹊，你不过是求了太后一次，太后还帮了你一把，你怎么这么怕太后啊？”喜鹊摇了摇头：“不知为何，奴婢就觉得太后看似慈祥，实则深不可测，原本也没什么干系，如今上赶着招惹，主子还没留后路，奴婢怕。”萧荣华脸色变了激变：“怕什么怕？事已至此，早就没有退路了。”抚了抚肚子，萧荣华眼神决绝。从他开口教唆皇上提及太后开始，就已经没有退路了，不成功便成仁。柳云和萧荣华各有算计，可谁都没想到，他们都还没行动呢，凤仪宫倒是热闹了起来，迎来了不少不速之客。刚吩咐蓝叶落锁，柳云回头就看见窗外多了个人，吓得他直抽泣：“秦大侠，你能不能别这么神出鬼没的？”落锁就锁了个寂寞，想拦住的人一个都拦不住。秦羽从怀里拿出一个绢帕包裹的东西，摊在手心打量。秦某觉得太后娘娘更加懂得官场，所以想来讨个办法。柳云皱眉，瞬间知道秦羽在说那笔募捐银子的事儿。秦大侠，你够了！之前没有银子你操心，现在有银子了你也操心。知道你为国为民，可你也不能老逮着一只羊薅羊毛啊，迟早被你薅死。秦羽看了一眼无声无息出现在2步外的红叶，太后娘娘不想要天宝银号的信物了吗？柳云嗤笑：“秦大侠不是自诩行侠仗义，光明磊落？怎么一件东西还可以卖2次？昨天去忘忧别院就已经许诺给我的东西，现在还要拿来要挟我一次？不知道秦大侠要食言的是上一次还是这一次？特么的忒无耻了！拿做过交易的东西来威胁他，当他傻吗？”这一招对反复无常的小人自然无用，可对秦羽这样重诺的人一用一个准。接触的多了，他也在不断了解秦羽，岂能像最初一样毫无反手之力？第47章，说点好听的。秦羽一怔，苦笑连连。仔细一想，还真就这么回事儿，挺有道理的。他竟然也觉得这样出尔反尔太人渣，顿时尴尬了，不得不将手中的东西递给红叶。我在天宝银号有个朋友，那日我去翻了翻往年的账册，看到一些隐秘的账，后来去凤栖宫寻找了一番，就发现了这个。柳云扯了扯嘴角：“秦大侠真是江湖皆朋友，而且还如此厉害。这些账本应该算天宝银号的顶级秘密了吧？就算没有写明白，还有各种标注防泄露，更没人想到秦羽会知道这种秘辛。可能够让他看到的朋友也非同一般了，至少也是天宝银号有不小权力的高层。”红叶也不客气，接过来一看，豁然是半块气血砚台，血红之色显得有点妖冶。一半的翠竹雕花栩栩如生，断口有一定的讲究，小心翼翼的收好，万一磕着碰着对不上信物就麻烦了。秦大侠一口唾沫一个钉：“你承诺要替主子卖命1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秦羽苦笑，他本想来讨个法子，没想还有一堆事情等着他。不过他也洒脱，笑笑的说道：“秦某答应了的，自然会办到。莫非太后娘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秦某去办？”柳云眼神一闪，正要说话，却被秦羽的儿康手打断：“等一下，太后娘娘不是猜到秦某来的目的？”秦羽眼神沉了沉，帝京一片盛世繁荣，太后娘娘就算出宫也看不到灾区的哀鸿遍野，易子而食的惨烈。秦某年前到帝京就一直关注朝廷赈灾之事，心心念念也好几个月了。秦某不想半途而废，还请太后成全。柳云微噎：“几个月了，估计要死的也死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你是知道了什么人有什么样的行动？你一个人独木难支，无力保全银子抵达灾区，这才来讨办法？”红叶冷哼：“倒是会打算，说好的卖命1年，你若是管这事儿到处跑，只怕去一趟灾区来回就半年过去了。
你若是自己不去，你能放心的下？秦羽也不反驳，是这样，惦记了这么久，若是还不能落到实处，我定然终身遗憾，余生不安。若非如此，也不会3番4次的叨扰太后。柳云皱眉，你现在知道问了，之前为何直接带我去忘忧别院？我倒是替皇帝解了围，可好不容易营造的局面也毁了。不说别人如何忌惮我，就连皇帝也增加了对我的怀疑和抵触。红叶忍不住附和，就是知道的晓得你是为了受苦受难的百姓，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挑拨主子和皇上之间的关系呢。秦羽一愣一愣，满头雾水，这么严重的吗？你们不是亲母子，太后还帮了皇上呢，难道太后真的打算让皇上吃瘪？出了个主意却蕴含那么多大坑，任由皇上在坑里打滚吗？柳云给了白眼，轻声的又如何？如果关系不是那么剑拔弩张，我何须将玉玺交给他？难不成你真的以为皇上有亲政的本事？我的本意不是让他吃瘪，看他出丑，而是要让他在挫折中去体验人心的险恶，一步步学习管理，我再教他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跟那些文武百官纠缠。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想要他好好成长，将来能独立自觉，英明睿智的处理国事，而非一遇见困难，我就帮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他只需要享受成果就行。柳云眼神忧郁，失望又责备，只可惜我的一番苦心在你看来并没有赶紧解决事情来得重要。皇上若是一直无法成长，还能指望我一辈子不成？偏偏他不觉得我在帮他，在他眼里，我的手又伸过界了。呵呵，当然这就是说给秦羽好听的，虽然这些话也不假，但只不过是顺带的，他根本就没有指望皇上能理解这层意思。他的本意还真就是看戏，看着皇帝在一次次挫折中来求他帮忙，要么觉得重生，他自己坚强成长起来，要么就打碎骄傲，渐渐的依赖他。他不出面，一直躲在幕后，却能一步步重掌一定的权势，让自己更好的咸鱼，不至于还是随时都可以抛弃算计的棋子。秦羽惊呆了，一件事竟然还有这样的深意。他盼着皇帝能成长为真正的明君，却在无意中炸毁了这条路。这太后怎么不早说？柳云冷笑，你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突然挟持，见面威胁，莫非秦大侠历来都是这么办事的？但凡你问我一句，用脑子想一想，也不会置我于险地。算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事已至此，你说说你得来的消息。秦羽一阵恍惚，我就是发现不止一路人正在用自己的手段和人脉，想要故技重施，将刚筹到的救灾款分割了。照皇上的正常安排，这些银子连1两都落不到灾民手里。这几年的云昭蛀虫发展的特别快，国库穷，人祸比天灾影响深远。柳云并不意外，之前说那些只是告诫秦羽，不懂就不要随便擅自行动。江湖人做事跟官家做事是2个概念，这样一个高手自然是一把好刀，可他不想用了，反而戳到自己，还要收拾烂摊子。如果按照我原本的计划，我自然可以影响皇帝的安排，可现在对于这件事情，我在皇帝那边一个字都不敢提，不是我害怕面对后果，而是只会适得其反。秦羽肩膀垮了，整个人肉眼可见的失落下来，盛满星星的眼睛一点点暗淡。对不起，是秦某情急之下好心办了坏事，现在真的就完全没有办法了吗？柳云挑眉，觉得火候也差不多了，倒也不是没有办法。秦羽眼睛晶亮，还请太后赐教。柳云缓缓走了几步，如果秦大侠能够让平远侯接了护送银粮的差事，事情就成了一半。秦羽迷惑，想起那日柳云甲扮先皇诈太监李安的话，就提到了平远侯。这位是先皇的人，最忠诚的保皇派，为何是平远侯？第48章，太后也在不安好心。自从先皇驾崩，平远侯就慢慢淡出了朝堂。如今上朝也是能请假就请假，不能请就当个背景板，1年半载也不会说一句话，完全成了边缘化人物，只管明哲保身。就算他是先皇留下的人，现在还能用吗？秦羽吸取了教训，他不懂就问，免得折腾一番反而坏了大事。柳云轻笑，你太小瞧这位平远侯了，先皇留下的人里，这位最是忠心，其他人要么假意投诚，要么真的同流合污，只有他默默的让自己边缘化，已经半只脚踏出了上层圈子，就连结党营私的势力都不注意他了。柳云若有所思，可他有封地，还有私兵。据我所知，4年来他没有一日怠慢过练兵。平远侯手里的3000所甲军战斗力不减反增，这只老狐狸最会察言观色，理清时局。他看不惯我垂帘听政，也看不惯幼帝的懦弱无能，志大才疏，又不想与那些人虚与委蛇，就只好让自己淡出。秦羽眨了眨眼，太后的意思是他在等待时机，伺机而动。柳云，
大概就是这样。他是坚定的保皇派，我可只会不动他。若是皇上开口或者他自己请命的话，这件事情他一定会很好的完成。秦羽恍惚，都说平远侯刚正不阿，一生正直，区区100万的银两，他绝不会坚守自盗，确实是个难得的人选。柳云挑眉，等这批银子出发的时候，或许就不止100万了呢。朝廷有官方护送，城里一些有钱人想要博个好名声，自然会捐赠一些东西交给护送队。有平远侯坐镇，愿意捐赠的人只怕更多。平远侯就是一块活招牌，是他带队护送银粮，必然不会落入贪官污吏的手中，能够将大家的善心落到实处。到时候秦大侠若是还能随行，这批银子被劫的几率很小。柳云似笑非笑，秦大侠不是还有很多江湖朋友，暗中帮一把，谁还敢劫？只要这批银粮安全到达灾区，再盯着会做事的官儿，将银子落到实处并不难。秦羽眼睛闪烁，好，太后放心，1年之期不会打折扣，我若办私事儿就不算，往后延就是。至于平远侯的事，我或许能想到办法。柳云真想手动给他点赞。对于平远侯这样的忠臣，一心潜伏下来，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秦羽若是有办法让平远侯动起来，那么他就不可能再独善其身，玩什么边缘化了。说句不好听的，他看似出了一个好主意，实则也没安什么好心，强制性的将平远侯给拉回了权欲泥沼。没办法，皇帝无人可用，想要两全其美，只能打破平远侯自以为是的安逸生活。所幸平远侯也不是真的就想这么安逸下去，而是单纯的避开锋芒。你能想到办法就去做吧，我可告诉你，天宝银号的那笔银子我会挪作他用，不会给皇帝。柳云淡淡的说道，而且我劝你让平远侯把银两尽可能多的换成粮食或者种子再护送，虽然麻烦了点，速度也会慢些，但是胜在安全。别人想劫走那么大批粮食可不容易，也给护送之人更多反击的时间。若是真的运气不好，被人成功劫走，对方想要彻底处理掉大批粮食也不容易，怎么看都比拿银子去灾区好。光拿银子去有什么用？四面八方都在受灾，有粮的人都在发国难财，上哪儿买东西去？秦羽一脸受教，记在心里，灾区的百姓有粮食了，我也不在乎天宝银号的银子给谁用来做什么。太后娘娘也不用特意给我交代。不过太后真的很缺银子啊，瞒着皇上，你拿银子能做什么？柳云啧了一声，你没发现我现在四面楚歌，有多缺人吗？有银子才能培养人才。你也知道先皇把皇帝带来的暗龙位都给了贤王，皇帝也无人可用，真要做一辈子的傀儡吗？秦羽恍然，这样啊。想了想，他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银票，既然如此，秦某也尽一点绵薄之力弥补之前的过失，不过是些黄白之物，就给太后了。秦某这次离去可能要好几个月才回来，还请太后娘娘多保重。之前他劫持太后出宫，让太后陷入刺杀，心里的愧疚后悔快填满了，若是黄白之物能减少一些罪孽，他也不会吝啬。柳云呆呆地看着手中多出来的一叠银票，竟然有10几万两，江湖大侠都不差钱，承不起我呀。这样的绵薄之力，黄白之物，多多益善，原来也是个好人啊。柳云目送秦羽消失，失笑地说道，银票虽然麻烦了点儿，兑换了金银就能用了。红叶，明日天亮，你换张脸去银庄，顺便把天宝银号的事儿也办了。红叶嬉笑开颜地接过银票，还算这性情的有点良心。柳云摇了摇头，虽然立场不同，但秦大侠还真的是难得的正义之士，还是值得敬佩的。哎，他这么坦然，倒显得我像个坏人了。这红叶脸色一肃，瞬间飘进屋内，挡在柳云面前，主子，好像又有人来了。柳云诧异，秦羽又回来做什么？红叶摇了摇头，不是，这人武功虽高，却比不上秦羽，他刚进凤翼宫奴婢就发现了。柳云眨了眨眼，哦，今晚上还真是热闹，那这次可能不是冲我而来，我再请便不出门，你去看看。红叶迟疑，别担心，之前杂七杂八的凑了1万两金子，可以立刻再召唤一名暗卫保护我。这人怕是冲霄荣华而去，你赶紧去看看情况，最少别让他顺手杀了凤翼宫的人，子夜还在那边呢。闻言，红叶立刻消失在屋内。柳云吐了一口浊气，关上窗户，眼睁睁看着面前1万两黄金消失，眼前凭空出现一张空白的暗卫卡。想了想，他设定了一个30多岁、面容慈祥的嬷嬷，在看到随机出来的能力后，立刻有了新的安排。嬷嬷桂花，暂且在凤翼宫熟悉几日，找机会获得碧湖公主的好感，让她开口向我要了你去。你往后的任务就是尽量掰正碧湖的性子，护她周全。随机技能是善于洗脑，还有这种操作，或许对付不了皇帝这种已经定性的，可8岁的公主应该能掰一掰，完美。
柳云看了一眼之前准备的几个大食盒，淡定拉开了鹰眼技能，朝萧荣华看了过去。第49章，现场 battle 好激动。哟，还不止一个？柳云兴趣盎然，是一伙的，还是2波？这萧荣华的牌面够大的，人气真高，这世界的武力值挺高的呀。柳云打开食盒，觉得所谓的一流高手必然比众所周知的多了。似乎各家都有暗中栽培死士高手，唯独皇帝没有，难道不讽刺吗？他再次怀疑先皇传位给云泽，实则想要他最后一个儿子死在任上，好歹也是亲爹，弥留之际不该多一分善心吗？怎么坑成这样？萧荣华看到的就没这么全面了。大晚上的一个蒙面黑衣人突然闯进寝殿，第一反应肯定是惊吓，只不过他显然已经习惯，很快回过神来，慌乱地将窗户关上。你……萧荣华出声试探。蒙面黑衣人拉下面纱，露出一张国字方脸。属下见过小姐，主子让属下特意给荣华娘娘送些银子。萧荣华松了口气，原来是爹让你来的。看到这，柳云豁然一笑，感情这女人投靠了别人，萧家是不知道的。左右逢源，大小通吃。萧荣华的胃口还挺大的，只不过也是仗着萧家是亲人，断不会轻易跟他脱离干系。国脸黑衣人从怀里掏出一叠银票，主子说娘娘这次选择太后做保护伞极为睿智，如今国库空虚，太后早就穷了，荣华娘娘不妨用银子跟太后拉近关系，让她护你几个月安全。孩子不管男女，都是这一辈的长子长女，自然不可能差。柳云的桃花眸一亮，要用银子来贿赂他，太好了，他喜欢。手里越来越多的吃钱大户，银子再多也不嫌。随即想到什么，眸光暗淡。只可惜萧荣华很快就会小产，这笔贿赂怕是拿不到了。不行，得想个办法好好享受萧家的诚意。萧荣华从小到大就没愁过银子，进宫后萧家有了依仗，发展更快，银子几乎源源不断的供应。在宫里，尽管身份地位没有很高，可萧荣华出手大方，银子多多，日子过得向来不差。如今接过一叠银票，心里毫无波澜。好的，本宫知道了。萧荣华嘴角噙着一丝苦涩，摸了摸肚子。这孩子活着有活着的压力，没了有没了的可怕。他也不知道该松口气，还是该遗憾。凤翼宫到底是太后的地方，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高手。交代完了，你赶紧离开吧。萧荣华叹了一声，既然走到这一步，我知道该怎么做。皇长子，你告诉父亲，也不是那么好的，萧家身份地位不够，根本保不住，想要成为第2个柳家，哪里那么容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比较好。黑衣人只是个传话的，并不会主观去理解话中含义。将这段话记了下来，点了点头，拉上面纱，转身到窗前。刚伸出手去，窗户突然从外面撞开，一个人迎闪进来的同时，寒光一闪，国字方脸的黑衣人闷哼一声，双手捂紧，身体缓缓地倒了下去，很快便没有了呼吸。又是一个黑衣人出现在又被吓一跳的萧荣华面前，看身形是个女的。连续惊恐，萧荣华觉得肚子有些隐痛。你干什么杀他？他不过是父亲派来给我送东西传话的，萧家什么都不知道，还盼着本宫将孩子生下来呢。黑衣女冷笑一声，清冽的眸子泛着不屑，宁可错杀，不可放过。这里是凤翼宫，不是你那偏僻冷清之地，你真当那点三脚猫功夫能骗得过所有人？你们萧家真是太自信了，我可不能让你坏了主上的事儿。萧荣华胸口起伏不定，明显被气得不轻又无可奈何。少拿主上当借口，公报私仇，你当本宫傻吗？就算你说的对，这份私心也藏不住，这笔账本宫记下了。黑衣女不以为然，手中的匕首杀气逼人，边笑边靠近萧荣华，耀武扬威。你能奈我何？直面这样的杀气，萧荣华腿肚子微颤，却能强撑着不退缩。本宫是不能把你如何，可你又是什么东西？也别把自己太当事儿，大家都是女人，谁不知道谁？只可惜本宫好歹还是主上的人，可以为主上怀孕生子，你连上床的资格都没有。有本事别拿本宫出气啊！柳云瞪圆了桃花眸，这种现场版的 battle 好激动啊！你来我往，一字一句，眼神带刀，剑拔弩张，仿佛下一秒就要打起来收割性命了，气氛张力十足。他用鹰眼技能犹如身临其境，在两人身边吃瓜，爽得他汗毛都竖了起来。哦呦呦，这主上是谁啊？你们敢不敢录点消息？哀家还等着脸，简直好奇死了。原来一个是暗恋主上的女属下，一个是棋子属下，打呀，打死一个算一个。嬷嬷桂花微笑地站在一旁，见主子这么激动地嘀咕着，上前将食盒里的美食端出来，放桌上方便主子取用。主子，他们俩都在凤翼宫呢，那蒙面女死了就死了，若是萧荣华有什么问题，主子会有麻烦的。柳云点头，说的也是，
红叶在那边看着呢，不会让他们乱来的。黑衣女明显被萧荣华踩到尾巴，眼睛带着杀气，杀气中充满嫉妒。你想死吗？萧荣华毫不畏惧地扬起脖子，你敢杀吗？黑衣女气得手抖，哼，你这肚子最多能坚持7天，如今你已经成功住进凤翼宫，若不早点做打算，等着露馅吗？萧荣华稍胜一筹，表情得意，提及肚子又垮下脸来。本宫不知道吗？还需要你来提醒？这事儿你脱不了干系。你在宫中替主上办事，既然不知道我如何中招的，你还是想想怎么跟主上交代吧。黑衣女眼中闪过恨意和惶恐，我的事自然也不需要你管，我又不是你的丫鬟，12个时辰伺候着你，还能怪我不成？主上有话，你能顺利进入凤翼宫，就算你将功折罪，把后面的事情办好，这次的过错就接过。主上仁慈，你仔细点，不要不知好歹。话不投机半句多，黑衣女交代完就想离开。第50章结束的猝不及防。萧荣华及时出声，等等，你杀的人把他带走，你也知道这是在凤翼宫，一言不合就杀人，难道还要本宫来处理吗？若是被太后知道了，主上怪罪下来，你自己承担。反正本宫有身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晕过去了，或许就被你下小产了，自保还是没问题。黑衣女身体一僵，受了一肚子气，最终还不得不将尸体带走，整个人陷入了低气压。柳云啧啧了2声，视野赶紧锁定那黑衣女。到最后两人没提到主上的任何消息，真是谨慎啊。不过能够让萧荣华怀孕，至少也是个男的。这么看来，下蛊之人和萧荣华的主上不是同一个。这后宫的牛鬼蛇神真多。虽然皇帝不能让人怀孕，并非完全是毒蛊的过，身体里的其他毒素也有关系。可下蛊之人定然知道这毒蛊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哪怕只是小几率，下蛊之人也不会在用子嗣来窃国这样的计划，否则岂不是自相矛盾？黑衣女咽不下这口气，出窗的时候动作稍微大了点，制造出些许动静。真就那么恰好，子夜带着2个小宫女从转角处出来，原本是走跟黑衣女相反的方向，平日里也不会特意注意这边，可听到响动，条件反射就转头来看。见到这一幕，柳云手中的桂花糕都吓掉了，张嘴想提醒，才意识到距离甚远。果然，那黑衣女的仇恨瞬间转移，伸手发出几枚暗器射向子夜3人。子夜惊得失声，小宫女手上的药罐掉落碎了一地。关键时刻，红叶从天而降，短剑出鞘，剑刃一转，直接将暗器打了回去。黑衣女一惊，才想到这不是杀人灭口的时候，手中的尸体也没敢放下，飞身就跑。红叶顾不上子夜等人，快速跟了上去。黑衣女原本对自己的武功信心满满，她在宫里过了这么多年，早就将太后摸清楚了，只要她想走，凤翼宫没人能拦得住她。然而今晚就跟见了鬼似的，一个15、16岁的小宫女武功竟然出奇的高，轻功更是可怕，几个起落竟然已经到她身后，空中直飞，她都还没出凤翼宫呢。黑衣女瞳孔睁大，顾不上其他，第一时间将手里的负重扔掉。可她和红叶之间的距离依旧越来越近。黑衣女震惊，凤翼宫还有这样的高手，穿成这样是太后的人，这怎么可能呢？砰！一道剑光从她正面袭来，没有太大的杀伤力，却将黑衣女直接拍得倒飞出去，堪堪砸在落地的红叶脚前。秦羽战在屋顶飞下来，帅气的收剑，没有丝毫怜香惜玉的伸腿，就是一脚将那黑衣女给踢晕了。还没走远，发现有人摸了进来，不放心就过来看看。红叶，哦，秦羽啧了一声，太后这地盘果然不行，我能来去自如，别人也可以，是该好好培养些高手了。红叶扯出一抹僵笑，多谢关心。秦羽轻笑一声，挥了挥手，转身离开。红叶无语，将晕过去的黑衣女和被扔掉的尸体一起带走。萧荣华目睹了前半截，黑衣女冲子夜下手，被红叶挡下，惊得他差点口吐芬芳，脑子一片空白。说好的隐秘呢？就这么暴露了？黑衣女刚从他屋里出去，这要怎么解释？子夜可是太后的心腹宫女啊，若是刚刚被暗器杀死了还好，偏偏没死成，他要找什么理由？萧荣华急得冷汗淋漓，亡魂升天，在屋里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柳云略微无语，整件事结束的有点猝不及防。怕主子膈应，红叶只带了黑衣女进寝殿。主子，我已经出手了，就不能让她离开，不知道会不会打草惊蛇。柳云关掉技能，享受美食，想了想挑眉，不至于。整个过程只有你和秦羽知道，萧荣华那边你和子夜演一出戏，让他放心就是。他们来的本就不光明正大，突然失踪，让他们主子猜去，反正他们也无法证实，反而会对凤翼宫多2分忌惮，这也不算太坏了。红叶点头，拉开黑衣女的面纱。
一张20多岁的清秀宫女脸落入众人眼里，柳云略微迷茫，是谁啊？红叶皱了皱眉，好像是负责御花园的洒扫宫女，算得上是个小管事，手下有几个年轻的宫女太监听他吩咐。百花宴那日在御花园，奴婢无意中撞到他，稍微有点印象。柳云心中一动，百花宴，御花园的宫女，以你的身手，为何会撞到他？那时候你没看出来他会武功吗？红叶回忆，也不是奴婢撞到他，倒是他急急忙忙的撞到奴婢。那时候我们都在寻找失踪的益阳郡主，所以没有太过关注。主子，帝京各方人马都有自己的本事，很多暗处之人都善于隐藏，没有特别注意会忽略武功的事情也正常。就像奴婢若是不出手，其他人几乎看不出奴婢会武，哪怕武功比奴婢高，这是暗卫自带的隐蔽特性。柳云怔了怔，看了一眼桂花嬷嬷，顿时了然。看来这个宫女最近还办了不少事情吧？我就不信百花宴上几件混乱的事情跟她没有丝毫关系。能审问吗？红叶迟疑，奴婢可以试试，不过应该很难。一旦醒过来发现自己的处境，她第一选择一定是自尽。柳云翻手递给红叶一个腰包，强力10香软筋散，仔细检查一下她身上，让她没机会自尽就是。若是实在问不出来，也不能让她再出来。萧荣华那边先去解决。红叶点头，拧着黑衣女就离开了。有桂花嬷嬷在，她可以放心去办事儿。萧荣华转悠的脑子都快晕了，咬了咬牙开门出去，亲自来到子夜歇脚的地方。子夜姑娘，你这是怎么了？子夜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没什么，运气不好，突然遇见一个刺客，差点没命。萧荣华扭着帕子，刺客？凤翼宫怎么会有刺客？哦，刚刚确实听到一阵奇怪的响动。刺客呢？感觉太明显，连忙补了一句：子夜姑娘还好吗？可有受伤？第51章，手段惊人啊！子夜仿佛没发现什么，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刺客？哦，对，刺客。凤翼宫的侍卫竟然什么都没发现，还让刺客跑了。听到跑了，萧荣华由衷地松了口气。不等他继续询问，红叶气呼呼地走了进来，当真狡猾，怕不是属泥鳅的，居然被他溜了，真是太嚣张了，竟然敢在凤翼宫杀人，若有下次，定然让他有来无回。萧荣华半口气憋在胸口，看红叶的眼神一闪，深藏一丝畏惧，不着痕迹地后退了半步。太后身边的红叶竟然会武功，总感觉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儿。她还有身孕，应该不至于被杀人灭口吧？只不过黑衣女出手突然，红叶现身及时，他就看了个大概，不清楚两人到底谁更厉害。见红叶这么愤然，萧荣华越发信了，真是可恶的刺客，也不知道来凤翼宫做什么。两位姑娘可有发现什么？可有看到黑衣女从她的房间离开？萧荣华不确定地想着，若是看到，现在这么平静，肯定有问题；若是没看到，他还能找找借口，先过了这关再说。后面等他将小产的事儿栽赃给太后，太后就自顾不暇了，哪里还有心思理会刺客的事？红叶瞥他一眼，怒气还未平复，说话自然不客气。大半夜的，凤翼宫都落了锁，荣华娘娘还是早些歇息，别到处乱跑。娘娘身怀龙嗣，最是金贵，得好生养着。说罢，扭头笑道：子夜姐姐，上次主子给你放着的银子在哪里？拿点出来应应急吧。子夜叹气，那刺客跑了就跑了吧，左右我们都没事儿，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银子。主子不是说给碧湖公主存作嫁妆吗？怎么要拿出来用了？红叶无奈，没办法，主子手头紧，这公主的嫁妆以后再存好了，先顾着现下。语句戛然而止，似乎突然反应过来屋里还有外人。红叶看向萧荣华，皱眉：荣华娘娘还是赶紧回屋吧，现在应该安全了。萧荣华眼神一闪，心绪松了松，听子夜和红叶的意思，并没有看到黑衣女从他房里出去，再好不过的结果。而且他还发现太后真的很缺银子。想着父亲派人送来的画和银票，萧荣华顿时有了计较。黄白之物在萧荣华心里最没有地位，能够用银子解决的事都不算事儿。子夜和红叶目送萧荣华离开，意味深长的相视一笑。应该可以了吧？子夜不太放心。红叶点头，如果不成，明天再说。主子说了，这几日都小心点，暗的不行，有些人可能会明着来，他们就是仗着主子不敢声张。子夜咬牙，太过分了，一个个都没把主子放在眼里，连萧家那样的也敢随便闯凤翼宫，以前想都不敢想。人走茶凉，人心不古，堂堂云昭太后，当真半点威慑都没有了。红叶叹息，皇上支棱不起来，所有人更觉得主子软弱可欺。主子手里没人，确实也没办法打回去，只能受着。子夜拉着红叶的衣袖，红叶，你这么能干，可一定要帮主子。我和蓝叶
就只能尽量伺候好主子，不让你分心。更多的，我们俩没本事，都帮不上忙。红叶轻笑，无妨，这些都是暂时的，主子自有安排。你们能伺候好主子，比什么都强。或许换成我还不一定能做到呢。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主子需要的是忠心。虽然不是正规的谈心，可合作一次，子夜对红叶的那点极度防备之心就淡了，关系也亲密起来。经过一晚上的热闹，柳云睡了一个马马虎虎的觉，醒来后刚用过早膳，萧荣华就来请安了。抬眸看了一眼萧荣华，柳云还吓了一跳。这女人脸色蜡黄，精神萎靡，仅仅一个晚上，仿佛老了好几岁，状态奇差无比。柳云挑眉，有些忐忑，这人还撑不撑得住？按照正常逻辑，萧荣华绝不会在第一二天就动手，否则凤翼宫想要脱身也不难，达不到陷害的最好效果。可如果他实在撑不下去，也只能走险招了。你来凤翼宫是养身子的，一切以肚子为重，请安这种繁文缛节就不用在意了。柳云不紧不慢地说道，哀家希望你能分得轻轻重。哀家见你脸色不太好，蓝叶，赶紧去叫太医吧。萧荣华连忙起身，妾不过是昨晚认床，睡得不太安稳，这才不太舒服。待会儿回去睡一会儿就好了。昨日太医也开了保胎药，不用再兴师动众。接下来几个月要打扰太后了，妾心有不安，这才备上一份厚礼来叩谢太后。柳云本意也不是跟他辩论，便放过了他不算太严谨的托辞。萧荣华示意喜鹊，将手中的锦盒递给蓝叶。柳云瞄了一眼，没有打开的意思，反而注意到了其他事情。说起来，昨日给你把脉的太医是谁啊？哀家没有特别留意，就觉得这位太医运气挺好的，能够帮萧荣华瞒着肚子里的情况。这太医必然是他们一伙的，就算不完全是一条船上的，至少也是典型的墙头草。柳云略微有点纳闷，萧荣华背后之人看起来很牛啊，可当时喜鹊在太医院为何没人跟他去？后来被迫去了，为何又愿意替萧荣华瞒天过海？不得不说，这太医让他倍感兴趣。看来江贵妃掌控的太医署里面的势力分布比想象中要复杂。萧荣华略微紧张，生怕太后看出了什么。赵太医，妾也是第一次见。柳云嘴角微勾，第一次见就能令其帮忙做这种掉脑袋的事，手段惊人啊！又叮嘱了两句，柳云赶紧让萧荣华回去休息，避免节外生枝。这日朝堂上也出现了让很多人措手不及的一幕。许多年没开口，差点被人淡忘的平远侯突然排众而出，主动请缨带领锁甲军护送钱粮去救灾。别有用心的人都惊呆了，包括还在思考让谁负责此事的皇帝。第52章，今晚上的重点。皇帝对平远侯可以说毫无印象，突然请缨，他第一反应是看李安，仿佛在询问这人是谁。李安一脸惊喜，连忙低头耳语：皇上，平远侯是先皇留下来的人，大名鼎鼎的锁甲军就是他训练出来的。别的不说，平远侯愿意护送钱粮，想要打那笔银子的人都得掂量掂量，钱粮必然能送到灾民手里。皇上可放心了。皇帝惊喜，不等三大辅臣反应过来，一口答应了。等下了朝才慢慢了解平远侯的事迹，皇帝疑惑不解，既然如此，平远侯为何不直接效忠于朕？否则现在跳出来作甚？李安摇了摇头，平远侯虽然有3000锁甲军，可性格耿直，为人刚烈，并不适合官场的排挤。这几年若不是明哲保身，只怕也看不到皇上亲政了。平远侯这次能出头，就是效忠皇上了。皇上就莫要在意以前了，他也是独木难支，有很多难处。皇帝眼神一沉，叹了一声，以前还不觉得，朕现在才知道三大辅臣的权势有多强大。他可是一国之君，亲政之后竟然没多少臣子敢投靠他，依旧听三大辅臣的意思办事，这就离谱。短短1个月，他就体会到了母后当初的不易。但是事情发展成这样，他觉得母后也要负很大的责任。若不是母后一个女人非要垂帘听政，这些大臣又岂会趁机藐视皇权，疯狂结党营私？都是读圣贤书中科举，为官数载的大男人，又岂会甘心屈于女人之下？这种时候，皇帝不会在意他12岁登基能否亲政的事实，也忘记了太后辅佐同样是先皇遗旨。皇上，冰冻3尺，非1日之寒，这事儿急不得。李安安慰，如今平远侯能够跳出来，就代表着他依旧忠于皇上。至于三大辅臣，老奴说句不好听的，皇上还年轻，熬也能熬死他们了，待他们死后，也不过是一捧黄土。皇帝禁不住点了点头，觉得挺有道理的。如果柳云在这，一定会笑死。难不成三大辅臣莫继承人吗？莫儿子还没女儿吗？据说姜太师的女婿之一就是户部尚书，户部一把手啊。别看太师之位有名无实，实则姜太师的权势不弱于丞相和启王。难道只靠姜太师一个脑袋2只手就能办到？三大辅臣，沈丞相管百官，启王握兵权，姜太师可就是云昭经济的掌控者，
这难道不牛逼？皇上，太后那儿传来消息，说是傍晚办一场家宴，替萧荣华庆祝一下。李安小声地说道。想起萧荣华的肚子，皇帝脸色温柔了一些。好，朕自会过去。兢兢业业地批完奏折，皇帝看了看时辰，就带着李安坐上龙辇去了凤仪宫。进殿才发现2位贵妃、景贤妃、德妃和4个妃位都来了，从2品妃位以上的都在这了，剩下的位置还没有进封。思及此，皇帝禁不住看向萧荣华，思考着他若真的生了长子，他该封他什么？有太后在，一众女人都规规矩矩地坐着，见到皇帝，一个个美眸都亮成了探照灯。人均柔情似水的唤着皇上，眸含秋水的盯着，在柳云眼中还是毛头小孩的皇帝，整个人都快酥了。皇儿累了吧？快来坐坐，这宴就开始了。柳云不得不开口打断快要失控的现场。今晚上就是家宴，人不多，不过没外人，大家不用太过拘谨，好好庆贺一番。皇帝心猿意马地坐了下来，才发现后宫美人凑一起竟然如此养眼，一一看过去，每一眼都能得到风情万种的回应，一颗心都快醉了。突然一大坨肉映入眼中，肥腻的感觉迎面扑来，被肉挤成一团的五官还冲他挤眉弄眼，笑得诡异，顿时吓得皇帝背脊一凉，脚趾头都蜷缩了起来，差点被口水噎死。皇帝好半天才缓过来，碧湖，你怎么在这里？云相同呵呵，皇兄到现在才看到我呢，还是夸我瘦了才这么不引人注目？皇帝瘦了？莫人说这丫的跟上次见面比又胖了2圈吗？行了，哀家说了是家宴，碧湖也好久没回来了，有什么不对吗？柳云淡定地说道。没错，他特意将这女儿叫回来的。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和皇帝都中了蛊，保不齐碧湖身上也有，想要亲自确认一下。结果好消息是碧湖没有中蛊，可有个坏消息，他同样也中了毒，这一身肉全拜那毒所赐，就跟现代的激素一样，他还得继续操心女儿的身体。另一方面他想要借机将桂花嬷嬷安排到女儿身边去，他这边都不安分，柳云怕有人在他这里讨不了好就丧心病狂的去对付8岁的女儿。哦，母后可以吃了吗？云相同询问了一番，得到同意后才慢条斯理的吃起来，竟然有几分礼仪。皇帝瞪圆了眼睛，一副见了鬼的模样。他这妹妹何时这么听话过？吃东西何时这么斯文了？众妃也惊，这还是他们认识的碧湖公主吗？柳云淡定，一切都得归功于桂嬷嬷。得知碧湖公主进宫，桂嬷嬷就去了她的必经之地，无意中显露了一手功夫，让碧湖公主看见，引起碧湖公主的好奇。然后以桂嬷嬷的洗脑能力，很快就将碧湖公主忽悠得找不到北，下定决心要把桂嬷嬷要了去。桂嬷嬷特意给碧湖公主出主意，让她装乖巧，然后再提。所以柳云心知肚明碧湖的表现，甚至有些欣慰。至少这女儿若是想做，就还是能做到的。一身肥肉和暴脾气都跟体内毒素有关，三观上的扭曲跟身边人有关，这些都需要时间去慢慢清除。所以今晚上的重点不在于碧湖。柳云一脸慈祥地看着萧荣华，一个人吃，2个人补，你可得多吃点啊。瞧你这脸色，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刚进凤仪宫，哀家就苛待了你呢。萧荣华笑容微僵，切惶恐，太后娘娘经验丰富，面面俱到，妾被照顾得很好，现在精神不好，不过是认床没休息好而已。皇帝笑了笑，原来如此，难为母后了。就因为认床吗？这也好解决，让内务府将你房里的床搬过来就是，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得好好休息，才能照顾好皇色。柳云，众妃，第53章，所有人傻了。柳云终于体会到为何婆媳总容易不和了，这种当面强塞狗粮的行为真的很没有道德啊。若是愿意磕的养眼 CP 就算了，心态不一样，眼神也不同，这莫名其妙就秀，有没有考虑过她是死了男人的孤家寡人？而且她被亲儿子的智商惊到了，生活傻白甜能不能有个限度？这时代的床都是实木镶嵌，又笨又重，宫里的标配基本都是拔步床，大型繁琐的代表甚至4品以上都带着小木屋、多宝阁等等，区区一架床打造的跟一间移动小屋似的。荣华从4品刚好在更加繁琐的门槛上，就算用料不如品级高的，可拆开后送到凤仪宫再组装，真心不容易。作为发布命令者，别张口闭口好似端杯水那般简单好吗？众妃笑脸差点挂不住，只能低头掩饰突然冒出来的扭曲。尹慧看萧荣华的眼神充满杀气，恨不得他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萧荣华只感觉背脊发凉，好似被无数条毒蛇盯上，满心不安。唯独皇妃的表情耐人寻味，她有过一个孩子的经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凭借一个失去的孩子，她成为了9妃之一，日常比较低调失意。
皇妃扫了一眼萧荣华的肚子，满是疑惑，这孩子是皇上的吗？陡然的安静，皇帝也一点不觉得尴尬，竟然自顾自地接过了这话。内务府那帮人一天到晚都在做什么？凤仪宫有母后，有朕的皇嗣，怎么都没好好伺候着？柳云太阳穴突突，感觉特别头疼。马德，这话听起来很不对劲啊！难不成让他这当娘的照顾了孕妇，还要教养小孩？先不提孩子是不是皇帝血脉，生不生得下来，这种打算就要不得。操心现状不够，还要操心下一代，他什么时候才能安心闲余？皇儿，你整日忙碌国事，还很闲吗？不如了解一下女人生孩子都要经历什么。内务府都是太监居多，宫女嬷嬷要么没嫁人，要么没长大，有几个能对生孩子有经验的？虽然知道不可能，柳云还是很想皇帝亲身经历一番，免得这丫的以为女人生孩子犹如母鸡生蛋一般容易，什么都张张嘴就成了。皇帝表情微凝，母后说笑了，孩儿国事确实繁忙，那群文武百官吵得头都疼了，实在无力分心。柳云冷冷地瞥了一眼，既然如此，就闭嘴吧，为啥总能在雷区里不断蹦跶？好想一巴掌扇过去。为了这顿家宴，柳云还让司乐坊准备了歌舞节目，悦耳的音乐，唯美的舞蹈，让他重新体会了一把现代夜生活的快乐。柳云坐在上首不怎么开口，努力减少存在感。皇帝和众妃慢慢就放开了，嘻嘻哈哈的好不热闹。见皇帝左拥右抱，一身放浪形骸的动作，满口沾花惹草的调情之词，柳云越发头疼了。原主到底是怎么教儿子的？上哪儿去学的这副做派？为什么他总觉得这不是云昭后宫，而是皇朝最大的青楼呢？还是被一个人永久包场的那种？这些嫔妃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吗？壁虎眼珠子藏在眼缝中滴溜溜转悠，没说话，嘴巴也没有停，表情藏在厚厚的脂肪下，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萧荣华规矩地坐在一旁，他有身孕是不能去伺候皇帝的，听着看着想着，总有点如坐针毡。撑了一会儿，尿意来袭，萧荣华便站了起来。可其他人没想放过他，身边的德妃一把抓住：“萧妹妹，大家正热闹着呢，你要去哪儿啊？不能扫了皇上太后，还有大家的心啊！”萧荣华表情略僵，看了一眼满桌的好酒好菜，也不好意思说自己要如厕，支支吾吾：“我想去就回。”正常情况下，大家猜也猜得到，更不会过多的为难。可现在德妃觉得正好，越发不想放过了，笑得无比灿烂：“别啊，萧妹妹，你可是今天的主角，你走了，这场家宴都没意思得很，快坐吧，想吃什么，姐姐伺候伺候你。”人有三急，越不让他上，他越急。萧荣华脸色难看：“德妃娘娘。”想起身却被拉着，好似动弹不得。另外一边的皇妃眼神微闪，笑着帮腔：“萧妹妹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待会儿再说，大家正热闹呢。曾经本宫也有过的，本宫懂，不过这是在太后宫里，安全得很，你就放心吧。萧妹妹可比本宫有福气多了。”柳云微微眯眼，不着痕迹地扬了扬下颌。谁都没发现红叶和桂嬷嬷宽袖下的手动了动。还在争执的萧荣华被皇妃一个猛力，瞬间往前趔趄。皇妃吓了一跳，赶紧放手，身子条件反射地往后退。因为皇妃插手，萧荣华本身就距离德妃远了些，见状，德妃也往旁边挪了挪，生怕出了事要背锅。皇妃动作还未做完，腿脚突然一软，竟然硬生生往萧荣华扑了过去。啊！皇妃忍不住惊恐，双手乱抓，却没有任何东西供她支撑，连带着把两人之间的凳子都撞倒，硬生生磕在萧荣华腿上，让他也无法站稳。一切发生的太快，皇帝一手搂着一个贵妃，嘴边还有小菜酒杯，根本没有反应。众人眼睁睁地看着皇妃把萧荣华扑倒在地，两人还滚了半圈，变成皇妃当了肉垫。绊倒的凳子有延迟，好巧不巧的磕在萧荣华腰间。所有人都傻了。保险起见，红叶第一时间走了过去，一手按在柳云提到过的腰间穴位上，内力暗自吞吐，强劲的刺激。荣华娘娘，你怎么样？快起来！萧荣华本就被摔得七荤八素，肚子传来的强烈痛感让他倒抽了一口气，手脚根本无力爬起来。痛，好痛！萧荣华蜷缩在地上，双手捂着肚子，额头细汗。完了！萧荣华脑子有瞬间是空白的，肚子那种坠感无比真实，下腹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打湿了衣裙。柳云拍了拍桌子：“还不快请太医！”皇帝惊醒，起身大喊：“李安，还不快点！”李安人影一闪，一阵风般掠出了凤仪宫。第54章，看不懂的儿子。萧荣华一时略微混沌，但他还是撑着，将手中捏出温度的药丸避开众人耳目，偷偷塞进了嘴里。这药丸是特意求来的，不仅能让他自然的小产，还能清理干净，顺带调养一番产后身子，
让她不至于因此无法再孕。太后拿了她的孝敬，便办起了家宴。萧荣华觉得是个好机会，人多眼杂，会发生什么谁都料不到。只可惜他身份不够，距离太后甚远，便还在寻找机会。突然遇见这样的事，孩子保不住了，他身体可不能坏，只能服下药丸，免得伤身。叶直的太医是被李安拎小鸡一样拎来的，手脚有些抖，惊慌不已地把着脉。皇妃早已经吓傻了，努力回忆刚才的经历，搞不明白为何就发展成这样了。但是他知道，他完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自救？皇帝慌乱的徘徊，郁气满满。柳云看了他一会儿，盯上了把脉的太医，又是一个陌生面孔。红叶微微弯腰，主子，是赵太医。柳云眼睛微眯，帮萧荣华把脉，瞒天过海的赵太医，刚好就是他叶直。要说没点猫腻谁信啊？看来萧荣华今晚也是准备有所行动的吧？亏得他时刻警惕着，没给萧荣华出手的机会。后宫这样的地方当真厉害，他不算计别人，别人也总会来找麻烦，防守反击都很可能晚了。柳云深感出手抢先机的重要性，回禀皇上，还请皇上节哀，这孩子保不住了。赵太医低着头，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是他们早说好的，萧荣华会在今日流产，因为怕被其他太医看出本就是一个死胎，这晦气的事儿也只能赵太医自己担着。为此，萧荣华也是付出了足够大的好处。赵太医了解过形势才敢过来扛，否则给再多好处也没有命来的重要。”皇帝震惊，神情有些呆呆的，特别失落。柳云缓缓地说道：“萧荣华的身子如何了？死胎还保着不放，这都好几天了吧？这女人是在用生命来算计他。”赵太医拱手，倒是无大碍，卑职开一剂方子，清理干净，再做小月子，养养身体，不会妨碍再孕。柳云惊讶，顿时想到萧荣华吞掉的那颗药，只怕非凡品。这种话，一般人就听个结果，只有懂行的人才知道，萧荣华用这样的法子小产，身体竟然安然无恙，是多么惊人。就好比皇妃当初也是说伤了根本，再难有孕的。皇帝眼神可怖地盯着皇妃：“朕当初怜惜你，直接封你为妃，你就是这么回报朕的？”皇妃脸上满是恐慌：“不是，不是臣妾，皇上，你相信臣妾，不是臣妾。”皇帝眯了眯眼，刚才发生了什么？这么多双眼睛看着的，你若是无意，为何要去拉萧荣华？萧荣华有身子站不稳，你也站不稳。皇妃一直没敢起来，爬过来哭腔：“皇上，臣妾也失去了一个孩子，那种痛彻心扉，臣妾比谁都懂，又岂会故意害萧妹妹摔倒？皇上，这世上真有这么蠢的人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臣妾就敢对皇嗣下手，臣妾有几个脑袋可以砍？皇家又有多少人可以陪葬的？臣妾就是再蠢，会这么做吗？”闻言，皇帝不由得迟疑，好像也有几分道理。柳云差点翻白眼，这儿子到底是怎么长这么大的？跟朝堂上的那群老狐狸混了这么久，就没学到点吗？这样也能审案子？不靠背景就能晋为9妃之一的女人，能没点舌灿莲花的技能？心有余悸，后怕差点连累自己的德妃开口：“皇上，有些人啊，就觉得正常逻辑不会这么想，才会做得心安理得。出了事，说说正常人该怎么做就能脱罪了不成？”他巴不得这件事情赶紧扣死了，就再也跟他扯不上关系。江贵妃善解人意：“皇上，眼见为实，我们这多人看着，确实不能仅凭皇妃2句话就能当成没发生过。不管是被人陷害也好，无意的也好，他扑倒萧荣华造成现在这种情况是事实。而且，皇妃你这样说，是指在场有人陷害你吗？不妨说说看，是谁呢？”皇妃一噎，抽泣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果然，同为皇帝的女人，平日里都斗熟悉了，对手永远知道该如何踩他痛脚。在场要么身份比他高，要么背景比他强，又完全没有证据能指证谁。孙贵妃用清冷的表情说着戳心窝子的话，敬业地维持着耿直人设。知人知面不知心，或许就因为你孩子没了，你才更加嫉妒萧荣华呢。皇帝眯了眯眼，看皇妃的眼神顿时不善起来。景贤妃甜甜地打着圆场：“皇上，今儿个已经很晚了，萧荣华和太后娘娘都需要休息呢，不妨明日再慢慢调查吧。”皇帝恍然：“李安，将皇妃带下去，让人看好。”母后，明日。柳云连忙将他的话给堵回去：“算了，哀家管不了。哀家的孙儿就这么没了，哀家心口疼。无论事实怎样，你们处理吧。哀家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原本想将这事儿交给太后的皇帝，总算将人给送走。柳云还能闻到殿内的血腥味儿。蓝夜，让人好好打扫一下。对了，明日一早让萧荣华回他宫里去做小月子。看起来很没人性，可他宁愿不要这样的名声，这人留不起啊。好不容易处理好了孩子之事，万一大的真要玩命，他可真就黄泥糊裤裆，
不是屎也是屎了。所幸太后的名声早就没了，她在乎那么多干啥？萧荣华对她那么不友好，没有现在就把人扔出去，已经是她的善良。安排好壁壶，柳云回到寝殿松了口气。算计人的感觉自然不会好，可不做她就要倒霉了。主子，皇上会不会要皇妃的命？红叶担心地问道。我们还没有查到皇妃背后是谁呢，去年她怀的那个孩子。柳云摇了摇头。没错，她今天就是故意选的皇妃，特意让人引她跟萧荣华坐一起，方便之后的行动。只是没想到皇妃平日里低调，也喜欢上赶着占点小便宜，欺负萧荣华的时候分明很快乐，否则还不会如此顺利。不知道啊。柳云叹了一声，我才发现皇帝其实挺不可捉摸的。第55章，真是劳碌命。闻言，红叶一脸紧张。主子。柳云轻笑，放心，不表示他是什么高深莫测之人，而是他这脑回路似乎跟常人有些不一样，不能以常理去推断，所以不能料到他下一步想做什么，也是一种不可捉摸。红叶松了口气，恍然的点了点头，那还好。柳云轻笑，皇帝就是个被保护得很好的孩子，12岁之前没人好好管教，更没人跟他讲什么帝王之术。12岁赶鸭子上架，人已经叛逆了，整日看到太后和文武百官斗智斗勇，权势滔天，把他的心气儿推高了，一心只想做明主，掌控天下。对于过程，他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度。帝王之术啊！柳云笑着摇了摇头。原主不懂，他也不懂，现在能做的只有努力活着，尽量创造咸鱼的环境，让他自己玩吧，跌倒的多了，自然会学乖。碧湖公主乖了一晚上，柳云给了她1000两，然后同意桂嬷嬷跟她走了。萧荣华在昏迷中就被送了回去，竟然没人觉得不妥。柳云顿时明白自己想多了，他的三观跟原住民的三观并不相通，他得努力改变一下，否则他做事反而容易露出马脚。后宫3大巨头装模作样的调查了一番，甚至到凤仪宫几进几出，最终也没查出什么东西来。柳云翻着手中的书，才搞清楚那日李安忆檄文皱皱的话都什么意思。事穷乃见结义，一旦灵小厉害，仅如毛发比，繁衍若不相识。是指一旦面对很小的利害关系，如同鸡毛蒜皮的小事，立即反目，就像从不认识一样。原来如此，用来形容那些先皇留下的趋炎附势的臣子，倒也相得益彰。柳云嗤笑，不过说话的方式不能简单点吗？文绉绉的难道不头疼？这话刚说完，系统跳出来刷存在感了。任务：拉拢京级考生白木，字子睿。任务奖励：待定。白木，白子睿，谁啊？柳云一头雾水。子夜，文武百官的家眷中，你可听说过白木这个人？子夜想了想，摇了摇头。主子，奴婢知道的白姓就一家，老牌氏族，如今都没有人在朝为官僚，可家里出了好几任帝师，就连先皇最敬佩的老师就出自白家，名望很高的。柳云诧异，那这白木跟这帝师白家可有关系？值得系统点名的人，只怕都有架海擎天的大本事，奖励还未知，就很值得考究了。子夜想了好一会儿，可这白家嫡系旁支真没有一个叫白木的。柳云挑眉，人间最美4月天啊，现在科举进行到哪一步了？他注意到系统提到京级考生，现在定然在考场奋斗，这个时间点再举行府试吧。子夜看了看天色，明年才会试呢。府试？柳云桃花眸里闪过一抹茫然，好一会儿才捋清楚。这么说，连童生都还不是啊？柳云喃喃自语，这男人得有多大的本事，能让系统这么早就拉拢他了？不过这倒提醒他了，文武百官派系复杂，想要拉拢付出的代价极大，还不保险，真不如从头开始培养，最多实现尝鲜。唉，真是劳碌命啊。红叶身影闪了进来，主子，皇妃被皇上打入冷宫了。柳云动作一顿，冷宫？倒也不意外，年纪这么轻就被打入冷宫，虽然有点可怜，可皇妃既然做得出给皇帝戴绿帽子的事情，就不值得同情。亏得皇帝什么都不知道，否则皇妃定然会被千刀万剐了不可。下一步动作快些，我怕他背后之人会灭口。柳云叮嘱，据我观察，皇妃甚至都不如萧荣华，更容易让他开口。那萧荣华呢？没的好处吗？红叶点头，现在已经是萧婕妤了。柳云嗤笑一声，果然第一个吃螃蟹的好处才最多。当初皇妃可是从贵嫔直接飞升为妃，跳了多少级？红叶，主子花了几天时间，天宝银号的东西已经搬去柳宅了。柳云眼睛一亮，兴奋地将书合上，今晚去瞅瞅。傍晚，嫣红的晚霞还挂在天边，柳云洗掉了浓妆，出现在系统奖励的4进院落柳宅。金灿灿的几大箱黄金辉映着落日的余晖，
晃得眼睛都睁不开。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子，柳云桃花眸都变成了元宝符号，500万两银子兑换50万两金子，都在这了。红叶，这里只有20万金子，剩下30万，还得再等等。短时间内调取太多，太过引人注目，就这20万，我们的人也跑了许多地方。从天宝银号取出来的，大部分是银票金票。为了杜绝旁人窥视，并没有强求现银。这几日，在外的锦衣卫都在地京或者地京附近城镇的钱庄跑腿取金，这才凑足了20万。柳云点了点头，没关系，等咱们的人多了，凑起来会更加容易。而且200万银子足够缓解现状，剩下的慢慢来，先放着，以备不时之需。伸手一挥，院子里几大箱金子顿时消失不见。系统金钱一栏变成了200万。柳云感觉一颗心瞬间落实了。秦宇给的10几万和萧荣华孝敬的10万两，不用急着兑换了，留着给大家做活动资金吧。柳云坐了下来，准备大肆花钱。暗卫只有10万档，没有弱者。先来5个，4男1女，还剩一个大宫女位置补足了，取名青叶。4男划分天地玄黄，让他们自己培养人去，才能心静火传。全靠他银子，估计把整个云昭卖了都不足以组建完整的暗龙卫。然后锦衣卫指挥使1人，副指挥使2名配齐，都是10万档的一流高手。2位副指挥使分成2队，每队30名2流高手，100名3流。瞬间花掉了160万现银，柳云点击按钮的手都抖了。花钱的感觉从来没这么爽过。叮，恭喜宿主拥有一流高手超过10人，奖励指定势力卡牌和星号1。柳云一愣，还来？这系统不将他的银子吞噬干净不罢休吧？第56章还有故事。柳云蹭了蹭下巴，指定势力，那就东厂吧。锦衣卫势力已经组建丰满，主宫外暂时够了，可整个皇宫还是筛子，需要一个区别于暗卫，能行走在白日的势力。东厂卡牌盒，一流10万两每人，2流1万两每人，3流1000两每人。特殊势力只限于太监群体。好家伙，宫女都不配有势力吗？这跟锦衣卫倒是差不多，不过太监本身就存在于宫内，倒是不用自行再组建。看来系统制造的高手最高就10万两了，一流巅峰。想要突破成绝顶高手，就得靠自己。柳云拿出一颗包装精致的药丸，是某天签到所得，能增加50年功力。这颗药不知道能不能让一流巅峰高手突破成绝顶高手。陆冲，你身为锦衣卫指挥使，试试看吧，好歹武力值高些，才能当好这个头。有些帅气的脸正气凛然，陆冲跪的谢恩，多谢主子赏赐。柳云点头，我有很多的事情想要知道，从今天起，地京的军政情报就靠你们了。若是有需要，也可以培养下属，扩大势力。不过现在你们还只能暗地里行动，行事多小心，一切以隐蔽为主。柳宅就做锦衣卫的据点了，天地玄黄暂且充当宫内外的联络。一一安排，柳云并不清楚，一支60人的2流高手，200人的3流高手组成的势力到底有多强大。柳云看到的一流高手不要太多，所以拔高了对天下平均武力值的认知。比如那日的黑衣女，据红叶说也是一流高手，只不过一流也分前期、中期、后期和巅峰，黑衣女最多是个中期，所以面对巅峰的红叶和秦羽才逃不过。区区一个御花园的粗使宫女就是一流中期，柳云实在难以想象那些幕后之人手里到底有多少高手。亏的系统制造每个档次都是巅峰，3流巅峰也很能扛了。一颗心踏实了无数倍。柳云带着红叶和青叶美滋滋的逛了一番夜市，买了不少特色美食，才慢悠悠的回宫。悬在头上的利剑总算解出了一大半，柳云深深的松了口气。青叶被柳云设定成了一张娃娃脸，甜美可爱，特别讨喜。此时正四下打量着凤翼宫，满脸好奇。紫叶和蓝叶对视一眼，认真的看着年纪不大的青叶。主子出宫一趟，竟然又带了个大宫女回来，主子真是越来越神秘了。2位姐姐好。青叶行了个大礼，笑容漾开，天真无邪，让人好感大增。紫叶和蓝叶连忙扶起，满心亲切。快起，以后咱们就是好姐妹了。自己人，好好照顾主子就是。为了不大变活人，吓到2个大宫女，柳云还是在蓝叶和紫叶离开后，才花了10万两，召唤了一个清秀小太监。你就叫魏月，内务府上个月进了不少人，你现在的身份档案在那边，就当刚训练完，马上要分配了。无论你用手段还是用银子，想办法分去龙腾宫，找机会接近皇帝，获得皇帝的信任，一步步将李安取而代之。魏月叩头领命，转身离开。青叶拥有一张微笑唇，不说话也带着3分笑。主子，魏月要代替李安，应该不容易。柳云点头，需要一点时间，不过李安最忠心的是先皇，
对皇帝多有教导，少年皇帝最不耐烦的就是这些。皇帝对李安无可奈何多过信任，若是有替代之人是办得到的。他倒也没有太多利用魏月操控皇帝的意思，那不现实。皇帝是年幼，不是傻。柳云只觉得李安对皇帝的影响太大，而且对他不利。他能给碧湖一个桂嬷嬷，自然也能给皇帝一个魏月。别的不说，皇帝的安全更加有保障。对了，红叶，那日我们在酒楼遇见秦羽，跟着他的那位小姐是什么身份？查到了吗？柳云看着买回来的特产，想起了这茬。红叶脸色微微古怪，说起来，主子，那位正是平远侯的嫡女。哎，柳云惊异，所以秦羽能说动平远侯主动请缨是有这层原因。红叶摇了摇头，秦羽跟平远侯密谈，旁人无从得知。不过两人明显早认识，而且有交情，跟平远侯嫡女有没有关系还未可知。柳云一脸吃瓜，这交情只怕还不浅。他也就试试，毕竟当时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没想到秦羽真的能做到。青叶轻笑，能够让平远侯改变这4年来对外处事的准则，关系浅不了。柳云点头，官场这样的地方，一不错，满盘皆输。能让平远侯一大家子带着锁甲军来赌，秦羽绝对很重要。手里有了不少人，在无声的布局下，渐渐不再又聋又瞎。柳云安全感提升，终于将一切麻烦排除在外，安心的闲余了几天。新培训的小太监分配到各宫，龙腾宫在李安的主持下最为严格。魏月自然顺利到了龙腾宫，成为了一名洒扫太监，认真的潜伏下来。晒着4月暖阳，柳云打了个哈欠。青叶拿了一床薄毯子盖上。主子，冷宫那边传来消息，皇妃没了。柳云动作一顿，顿感温暖阳光下多了一抹冷气。哦，这年头的人命真不值钱啊！哪怕是皇帝妃子，哪怕是他做了太后，地位越高，惦记着的人越多。有没有问出点什么来？柳云眯眼瞅了瞅太阳。青叶低声，皇妃或许跟长公主有关。皇妃的母亲跟长公主曾经的贴身侍女有旧，两家暗中也有所来往。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长公主那位侍女被刺死了，渐渐没了来往。柳云嗤笑，没了来往，怕只是表面掩饰。长公主这手伸的也太长了，那皇妃又跟谁暗通取款，以至于珠胎暗结？青叶、红叶查到这事儿，或许是皇妃自己耐不住寂寞，长公主和皇家应该不知情，是一名侍卫小队长。柳云叹了一声，小侍卫怎么碰到一起的？打小就认识？青叶声音很轻，据说皇妃当初进宫是长公主动了手脚，她自己其实并不愿意。她被迫留在宫里之后，那男子就进了御林军，做了皇宫侍卫，3年里晋升为小队长，常年夜值。柳云啧，怎么还有这等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了？皇家呢？那小侍卫呢？青叶，皇上暂且放过了皇家，并且让皇妃以妃位下葬，那小侍卫失踪了。柳云皱了皱眉，叹了口气，哎，查查这小侍卫，希望以后不会成为麻烦。第57章，老和尚的苍生。锦衣卫的人多了，这几日的情报便源源不断。柳云当故事看得不亦乐乎，很多情报都是没有联系的，非常零碎，可架不住自身精彩。这些大臣文武百官，若是人均出一本书，都能火遍天下了。柳云啧称奇，家家这么狗血精彩，旁人都不敢想。这家那妾逛青楼，嫡庶折腾不休；那家兄弟反目，闹腾父母不公，日日上演精彩，天天有新鲜的故事。偌大的云昭百官，真正五好和睦家庭，从头到尾都和谐的人家，竟然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对了，上次让查的那个叫白木的有什么结果？柳云觉得上流社会的鸡毛蒜皮事儿就是各种大八卦的汇聚地，他脑洞那么大都想不到，没有这些人做不出来的。主子，白木刚刚通过4月的府试，成为一名新进的童生，倒也没看出他有什么不同啊。红叶汇报着。柳云挑眉，不清楚，不过此人必有过人之处，多查查他的背景，有空我也得亲自去会会他，不然怎么收服？怎么能让人安心替他效力？如今他的牌面太小了，站队他这边就等于要和文武百官过招。稍微有点脑子的都知道该怎么选，读书多的有能力的更不用说。白木这样的人才只怕不好忽悠。柳云喝了口茶，府试过了就是8月的院试，考上就能成为秀才，如果一切顺利，马上就可以参加乡试，成为举人。明年开春就能参加会试、殿试，一路考上来。红叶眨了眨眼，主子，科举考试真要这么容易？有些人就不用考到白发苍苍，还只是一届童生秀才。那白木不过刚过弱冠，真要有能力，何至于现在才开始考？还有本事1年就走过别人一辈子的路。柳云点头，不过我幻想的理想状态，
就算明年8月殿试，也还有1年半才能进入官场，实际上挺久了。这1年半，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太求财若渴，柳云挑了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出宫，美其名去皇国寺上香拜佛，清修几日。后宫因为皇妃的死安静了下来，皇帝也在寻找更多的出路，暂时出不了事。为了短时间瞒过宫外想要他命的人，柳云低调出行，临到山脚才通知皇国寺。没让皇国寺大动干戈的清场，柳云一直微服着上香拜佛，并不掩饰他有钱有势。皇国寺是云昭国寺，受皇族云氏庇护，上流社会贡献的香火多不胜数，几乎每天都有看似身份地位不俗的人来往。寻常百姓习以为常，最多避着走，不去冲撞贵人。主持无极亲自陪同，原本不甚在意，可见到柳云后，神情突然变得怪异，神色顿时恭敬了许多。柳云不明白这人的心理，也不想明白，谁知系统非要他凑这个热闹。丁，任务：获取皇国寺主持无极大师的好感，尽量争取支持。奖励：终极武力经验包星号2，太极合击阵法奇术，心法清心诀。柳云脚步一顿，看向了无极，主持大师有礼了，别来无恙啊。无极双手合掌，太夫人客气，请。柳云也不急，按照流程捐香油钱、上香、拜佛，一系列做下来，半个时辰已经过去。寻了个清静小院，享受着皇国寺闻名天下的菩提茶，柳云感觉备受洗涤，整颗心都安静了下来。皇国寺的菩提茶总是带着一丝佛香，喝之难忘，让人回味无穷啊。柳云半真半假的说道。无极白眉抖动，夫人若是喜欢，不妨包一些回去，烦躁时饮一杯，清心凝神，能让人忘却烦恼，思路更加清晰。柳云差点笑出声，无极大师说笑了，如今我可闲得紧，并不会烦躁，也没有烦恼，更不需要什么思路，纯粹品品味道，倒是浪费了这等好茶的功效。无极一副尽在不言中的表情，夫人说笑了，皇朝若是风雨飘摇，夫人又岂能独善其身？柳云似笑非笑，看来主持大师的面相周易之术又精湛了，不知道这次大师又从我脸上看出了什么来。皇朝的兴衰都跟我一介女人扯上关系了。因为没有完全隐藏身份，柳云还是化着大浓妆的，这样也能看穿他的面相。无极这老头还真有些大本事，被人看穿的感觉固然不好，可观察无极的态度变化，也能猜测一二。以前无极对他不过是身份上的面子情，让人挑不出错来，也没有太多恭维。这次竟然多了一分恭敬，任务出现的好感度虽然不多，可好歹在涨。无极褶子脸闪过疑惑，说实话，老衲也不明白。夫人的命格跟上次比，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凤凰涅槃之力，还集结了天下苍生的命数。柳云似笑非笑，大师慎言，天下苍生，那是一国之君的事儿，我可不能聘姬司晨，越俎代庖的。这老和尚怎么不佛曰不可说了？如此坦白点明，就不怕传入皇殿里，惹出事端来。不过老和尚再试探他，也让他明白了如此刷好感。天下苍生啊，或许他能不在乎，却是这老和尚的追求。无极深深地看太后一眼，这人的脾性心境真的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的太后大权在握，实则一满则亏，满心焦虑。现在的太后看似万事不管，却成竹在胸，智珠在握。众生平等，老衲眼里没有男女之分。无极叹了一声，这样的太后反而深不可测了。皇朝一旦经历风雨飘摇，国家兴亡，百姓皆苦，既然有变数，有解决之法，老衲还是更希望天下太平，百姓能安居乐业。柳云兴趣盎然，没有男女之分，那大师眼里也没有姓氏之分吗？我若称帝，这云昭的江山还是云家的吗？大师也无所谓。无极爽朗地笑了，夫人真有称帝之心。柳云撇了撇嘴，大师这就无趣了，心里其实不以为然，天下重担，他这小肩膀哪里扛得起？秦羽想救天下，老和尚想普度众生，为什么不自己去做？干嘛非要寄托在他身上？第58章，先围观吃瓜。柳云觉得他的追求，他的愿望多朴素多简单啊，偏偏这些人道德绑架着他往前走。他姓柳不姓云，他甚至都不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江山社稷关他屁事儿。生来本就小人物，却非要担大事儿。当然他要刷老和尚的好感，自然就不能让对方看出来。虽然他暂时还不知道皇国寺的支持有什么重要的，可不妨碍他趁机拉拢，总比树一个高深莫测的敌人强啊。优雅的喝了口茶，柳云背脊一挺，满脸正气。虽然不知道主持大师是如何判定的，如今我身处这样的地位，似乎责无旁贷。虽然不知道自己能做到哪一步，只能说尽力而为。希望云昭能如大师所愿，盛世昌隆，百姓安居乐业。端起茶，
好似举杯，以后还请大师多多关照。无极捋了捋白胡须，一脸欣慰，端起茶回敬：夫人若是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黄国寺上上下下定会全力支持。还请夫人心系百姓，怜惜天下苍生。柳云觉得入口的茶都变苦了，这么大一顶帽子，重的差点将他垂进土里。虽然老和尚的好感才20%，可争取支持是办到了。任务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一篇清心诀涌入脑中，默默运行一遍，确实感觉头脑清明，心境更加平和沉稳，效果无比显著。第一次来黄国寺，他特意将今天的签到留到了现在。望着恢宏磅礴的大雄宝殿，柳云期待的默念签到，眼前突然炸开从未有过的特效，好似霞光万里，天地生莲，道音阵阵。柳云惊了，发生了什么？好似有人洪荒成圣的场面都出来了，出了啥好东西？丁，恭喜宿主获得锦鲤体质，日常签到爆率增加，出极品的几率增加。柳云，还有这样的好事？早知道他就早些来这种佛光普照的地方了。主子，那老和尚是个高手。红叶低声说道，表示自己刚才大气都不敢出。高手？有多高？柳云倒也不意外，那可是相国寺的主持，一般来说武力值肯定是世界顶尖的。不清楚，反正就奴婢的感觉，10招之内他必取奴婢性命，拼命也没用。红叶心有余悸，青叶点了点头，见到这位大师，就好像矗立着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大师的境界是我们无法碰触的，仿佛拥有一道天堑。柳云若有所思，原来这老和尚这么厉害，是绝顶高手，还是巅峰高手？难不成他随便一遇就碰到了世界武力的天花板？主子，你看那边那个穿青衫的小年轻就是白木。红叶高兴地说道，终于碰见今天的目标人物了，可不能错过。柳云抬头望去，发现一个小团体，有好几名书生，可绣着竹纹青衫的只有一位。精致的五官带着满满的少年气，明亮的眼睛睿智又清明，年纪不大，气质却沉稳深邃。修长的身材拥有骨感美，带着书卷的温润，又没有丝毫迂腐。好一个温良俭让、傲骨铮铮的翩翩少年郎，在几人中低调沉静，也无法掩饰他神清骨秀的出彩。仿佛感觉到某道欣赏打量又不带丝毫恶意的目光，白木看了过来，嘴角噙着微笑，大方的冲柳云点了点头。白兄，快点，你在看什么？走在前面的小伙伴催促，顺着他的目光也看到了柳云，不由得好奇，白兄，这夫人是谁啊？认识？白木轻笑，不认识，不过这夫人五官正气，安然洒脱，眼神清明，至少不是什么恶人。悠悠，白兄端是温文尔雅，该不会被这高贵的夫人看上了，想招你回去做小女婿吧？小伙伴调侃。白木失笑的摇了摇头，白某不过是一介童生，在地京这样的地方算什么？哪里有贵人这么不挑剔的？行了行了，走吧，再磨蹭就要错过赏我的素斋了。柳云将几人的话听在耳里，笑了笑，最后叹了一声，红叶，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动，只调查。这人啊，有一颗七窍玲珑心，不好应付。系统啊系统，惯会给他出难题。那一瞬间，他好似看到了少年狄仁杰那样精彩艳艳的人物，天生开挂的。短短20年的人生，比很多人一辈子都活得通透，多智近妖，谋定冷静。旁人看到的温文尔雅、温良俭让不过是保护色，这样的人岂能轻易被折服？红叶愣了愣，是。柳云想了想，将他的生平详细资料给我一份，此人绝不能轻举妄动。这样的人比老和尚还难对付。柳云在心里默默流着宽面条泪，就不能给他一些简单点的任务吗？怪不得奖励是未知呢，只怕还要看他能做到何等地步吧。吹着春风，柳云毫无头绪。一个小和尚带来一个锦盒，这位施主，这是主持师祖让送来的，说是送给2位小女施主的见面礼，希望能帮到施主。柳云说的什么？绕口令吗？红叶接过锦盒，主子是2颗药丸。柳云看了一眼，突破境界用的。看来老和尚真的很厉害，一眼看穿了你们的武功境界。没想到黄国寺还有这样的好东西，你们拿着，等回宫再用吧。所谓系统自带的隐秘，在绝对的高手面前也是纸糊的。见过面之后，柳云也没打算对白木做什么，谁知下山之际还碰见白木一行跟旁人起了冲突。柳云立刻加入围观党。青叶仗着自身的亲和力，询问着路人：大婶，他们在做什么？被问的妇人一脸八卦激动：哦，不就是一群寒门学子和有钱有势公子哥之间的矛盾吗？也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反正双方就是看不惯对方，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别说这些读书人吵个架都文绉绉的，听起来怪温柔的，虽然我听不懂，但是很震撼。柳云，这就是看热闹的乐趣吗？白木，
你怎么说？好歹也是这次府试第1名，桃源山文会，你敢不敢去？穿戴富贵的公子哥一脸嚣张地说道，扬着下颌看人，像只高傲的孔雀。白木揉了揉眉心，对这种小孩子般的比斗强烈抗拒。好好出门散个心，怎么还能碰见这种破事儿？第59章，别人家的孩子。白木道是可以当对方是小孩子斗鸡，笑笑就过了。然而小伙伴愤慨的眼神不放过他，脑壳疼的抚了抚额。白木嘴角噙着苦笑，谢兄，白某一心备考，实在无心参加宴会，何况桃园文会非文帖不能参加，白某有心无力。姓谢的富家公子冷哼一声，文帖的事儿自然不用你操心，你只需要说明去还是不去。小伙伴群起激愤，白兄，去呀，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谢公子帮忙，文帖肯定没有问题，别人想要都没有机会呢。白兄，答应吧，以你的本事还怕他们不成？白兄能以区区童生的身份参加桃园文会，那是何等的壮举，旁人想都不敢想。白兄，知道你向来低调，可文会难得，去长长见识也好啊。白木太阳穴突突，看来是无法拒绝了。既然如此，就多谢谢兄了，到时候定当赴约。谢公子邪魅一笑，对这结果无比满意，正想说2句场面话，天气陡变，凭空吹来一阵凉风，原本还晴空万里，顿时乌云密布，变化快得让所有人都反应不过来。这什么鬼天气，怎么说变就变？谢公子谩骂了一句，转头飞身上马。白子睿，君子一诺，到时候你可不要出尔反尔啊。然后招呼着小伙伴，哼，我们走。白木暗自叹了叹，觉得这并非什么好事。地精的圈子最为复杂，他无权无势强行融入，只会被人冷嘲热讽。小伙伴们倒是高兴至极，欢呼一声，拉着白木往外走。要下雨了，我们也赶紧走吧。见状，吃瓜众一哄而散，纷纷跑走。老天爷这阴晴不定的脾气变得还真快，我院子里晾的衣服还没收呢。春雨贵如油，下雨也好，快跑吧，瞧这样子，怕是要下大雨。黄国寺半山腰上，住持无极将山脚下发生的一切收入眼底，身旁有个稍微年纪小些的和尚。师傅，你怎么这么轻易决定支持太后娘娘？她真的行吗？无极捋了捋胡须，心底不是没有疑惑。阿弥陀佛，为师其实也是下了一次注而已。空明啊，为师也是今日才知道，看事情不能看表面，就连一个人的面相也可以翻天覆地的大变。空明一脸懵，师傅，太后娘娘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若是真的有能力，在交出玉玺之前，为什么丝毫不显？无极点了点头，天机啊，为师也参不透。听说之前太后娘娘心梗猝死，御医都判断轰了，突然又活了过来，或许这就是命运大改的契机。今日关太后说话条理清晰，对自己认知足够明确，心底也有善念，姑且一赌，罪过。空明无奈，师傅，太后娘娘今日突然驾临，难道不是冲师傅和黄国寺来的？既然早有准备，她说的那些话，师傅也相信吗？无极意味深长，信与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他真能为天下苍生多考虑一分，那也是值得的。据老衲所知，飞仙剑秦羽已经在护送钱粮去救灾的路上，整件事情都是太后在幕后主导，谁言他没有能力，只看作不做而已。若柳云在这，一定会吐槽这老和尚想多了。他是冲白木来的，跟黄国寺没有半个铜板的关系。若不是系统任务，他需要考虑怎么说话才能让无极心感安慰吗？柳云抬头看了看天，似以为这天气确实好反常，之前根本没有丝毫预兆。不过说好的锦鲤体质呢？明明大晴天出个门还能遇见暴雨，这算什么好运气？难道这也是一种太极否来的表现方式？上了马车，柳云体会到云昭的天气变化，大暴雨说来就来。亏得官道岔路口有一家客栈，见势不妙，先躲了进去。天就这么黑了。柳云坐在窗边赏雨，感慨万千。下山的时候也没有太晚，算着时间进城进宫差不多天黑。谁曾想被越来越大的暴雨拦在这里了。他出宫的信息该知道的都不会错过，那日的刺杀也该重新上演了。上次他人手不足，连自保能力都欠缺，秦羽看似帮了他一把，实际上也帮了那群刺客。这次再来试试，看他能不能顺藤摸瓜，揪出几个藏在暗处的敌人来。明知道自己是个亮晶晶的箭靶子，柳云出宫自然安排好了一切，谁要跳出来算谁倒霉。主子，这一场暴雨倒是救了不少人。红叶觉得刺客出手要掂量了。柳云挑眉，想找死的也救不了，天快黑了，又有暴雨帮忙清理痕迹，其实是不错的机会，就看谁会先忍不住。扫了一眼客栈大堂，10来张桌子坐了一小半，大多是去黄国寺上香的客人。红叶和青叶一步不离的守在柳云身边，对每个客人都充满警惕。瓢泼大雨，
完全没有停止的迹象。柳云越发担心，去年是雪灾，今年不会还有什么天灾吧？天气如此反常，他心有不安。青叶，主子，那都是没影的事儿，用不着担心这么早。柳云抿着热茶，倒也是，只不过若有万一，那又得头疼银子了。是我疏忽了，无极大师既然精通周易之术，之前就该多问几句，算算今年祸福。说话间，不断有人从暴雨中冲进来。客栈的老板倒是好客，准备了不少干卷帕和姜汤，任由取用。在天完全黑下来时，柳云看见了狼狈不堪的白木一行人，几乎全体被淋了个透心凉。柳云啧，居然还能遇上。白木没有急着整理自己，反而望着门外的雨出神，一脸担忧。白兄，你放心吧，等雨停了我们就回去。现在这样，我们也没法走啊，万一出了事，就更加得不偿失了。小伙伴劝慰。白木无可奈何的点了点头，依旧镇静自若。柳云朝红叶亲了亲，他家里还有些什么人？红叶还有一个身子骨不太好的妹妹，据说她之所以弱冠才开始下场参加科举，是因为之前都在替父母守孝。柳云羡慕的摇了摇头，瞅瞅别人家的孩子，自个儿的若有这一半孝顺，他也不至于这么举步维艰。第60章，等着来送人头。柳云在这感慨不已，白木一群人也注意到了他，小声嘀咕起来：白兄，又遇上了，这也是一种奇怪的缘分啊，你们真的不认识吗？白木不以为意，瞎说什么？这位夫人明显是地京来的，上完香回城难道不正常？既然与我们同路，又遇上这么大的雨，即便是马车也不好走，会在这里才不稀奇。话音刚落，客栈门外突然飞进来一个人，不过姿势有些怪异，是倒飞进来的，仿佛被人踹了一脚，刚好落进大厅。白木等人刚好在门口整理自己，此人进来就直直撞向他们。白木反应最快，伸手将面前的小伙伴用力一推，自己也借着力道往后退了2步。倒飞进来的人从2人中间掠过，砸到了后面的空桌上，啪的一声，木质四方桌直接解体。那人当众喷出一口血，趴在地上不动了。柳云，医者的眼睛让他看出此人生机在快速消失，除非救命仙丹，否则抢不过黑白无常。躲雨的众人一惊，纷纷停下说话声，恐慌地看向大门。大雨中正常飞进来几个人，都带着武器，合着血腥味，裹着水汽，一身煞气的震撼众人，看起来很不善啊。红叶早就站起来挡在柳云身前了，警惕地看着这群人。见为首锦衣黑袍之人被属下架着，受伤不轻的样子，红叶微微一愣，这不是平国公嫡长子林子凡？主子，是他。红叶低声说道。林子凡眼神凌厉地扫过大厅，低低地说道：不想死的就赶紧滚。这场面看起来就要命，不少人吓得腿软，连滚带爬的往客栈后院跑。大门口有煞星，只能看后院能不能躲一躲。林子凡气喘吁吁，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余光才瞄见红叶，眼眸瞬间睁大，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太后的贴身宫女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只是长得像吗？林公子，你这是被人追杀了？柳云从红叶身后探出了头，觉得平国公府的故事相当精彩。林子凡呼吸一滞，瞳孔微缩，顿了顿，才缓缓走了过去，双手抱拳，话还没出口就被打断。看来林公子的运气挺好的，这样也能遇见本夫人。柳云挑眉，提醒他不要喊破他身份。林子凡心领神会，苦笑一声：柳夫人，看来今晚上林某应该死不了了。说着坐到了柳云对面，安然的闭目调息起来。柳云嘴角抽了抽，想死还不容易，往外面一站保管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本夫人路过而已，可以不管。林子凡低头，嘴角微勾，可惜林某动不了了，也不想站出去，还望夫人能庇护1、2。柳云似笑非笑，林公子的救命之恩还真是容易，这可是第2次了。林子凡不可置否，安心养伤。不知道为什么，在见到太后的一刹那，他是真安心了。说句不好听的，比见到他爹平国公都令他放松。白木被小伙伴拉着往后院走，眼神隐晦的在柳云和林子凡之间划过。不等他们走进后院，不速之客来了，一群冷酷的死士，眼神狠厉，见人就杀。白木一群人就是待宰的羔羊。柳云叹气，救人吧。他心肠再硬，其他人可以不管，难道还能眼睁睁看着白木被杀？红叶短剑出鞘，青叶立刻站在柳云身边，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而客栈内凭空出现好几个黑衣人，武器带着寒光，干净利落地杀向死士。双方实力差距明显，不过几个呼吸，死士被尽数斩杀。林子凡顾不得自身伤势，睁开眼震惊地看着这一幕，咽了咽口水，对太后身边人的实力有了直观的感受。红叶出手又帅又飒，
眼见自己对手是最后一个活口，立刻收了短剑，双手一抓，噼里啪啦一阵敲打落在死士身上，让人牙酸的骨头碎裂之声不断响彻在众人耳边。最后咔嚓一声，小手捏着对方下巴，直接卸掉下颌，一巴掌过去扇掉了所有牙齿。一系列动作快得让人脑子都跟不上，极为有冲击力。白木一行人，这小丫鬟完全没有了软萌可爱，端势让人心颤。林子凡拍卖会那天就知道太后身边这心腹是高手，没想到处理对手这么在行。林子凡众属下，这活口留的真是太精彩，他们是不是要好好学学？红叶冷哼一声，拎着手中的烂肉扔到自己人面前，拍了拍手：“天哥，你带走。”天首领无语，看向柳云：“主子，或许林公子更加需要。”这批人显然是追杀林子凡的，跟他们关系不大。柳云被逗笑了，看着僵硬的林子凡：“那就送给林公子吧。林公子这人情欠得越来越多了。”林子凡眉梢微动：“无妨，债多不压身，虱子多了不痒，柳夫人总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柳云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人虽然是个白切黑，可善于把握形势。嗨，这个，多谢这位夫人救命之恩，在下孟关，字良谦。白衣书生拉着白木凑了过来，笑得纯良：“这位是我好友白木，字子睿。”“多谢夫人。”白木行了个书生礼，略微有些无奈。其他小伙伴刚好躲去了后院，他们俩慢了一步就被当成了目标。他知道孟关的想法，如今这夫人身边明显比什么后院都安全，不借机躲过来还能自保。林子凡皱眉看了两人一眼，闭目养伤去了。柳云笑了一声，看来还得感谢这批杀手一举多得。他没想到到现在为止，唯二被系统点名的人竟然能凑到一起。两位公子坐吧，连累你们了，今晚上恐怕不会太平。柳云不急着跟白木拉关系，免得适得其反。其他不欲多说，居然安静了下来。随着雨夜漫长，其他人才明白这是有多不太平。这一晚上接二连三的来人，全部葬送在红叶等人之手，次次都会留活口，手法干净又残忍。孟冠从最初的害怕震惊到习以为常，最后还能边看边议论。手肘戳了戳小伙伴：“白木，你说这一波一波的来送人头，他们就不知道这夫人身边的人有多厉害吗？但凡正常人不该懂得好歹，及时止损。”第61章，太后感觉被内涵了。白木无声的笑了，或许他们还真不知道厉害，来的又不是同一批人。孟冠睁大眼睛：“哇呜，这夫人到底是谁啊？这么多人想要她的命吗？”“是谁？”白木似笑非笑，表情玩味儿：“反正一般人也惹不起。”孟冠诧异，好奇的揪着小伙伴：“你又知道了？说说看，看出什么来了？”白木眸色微凝：“别那么好奇，会害死猫。”孟冠眼珠子咕噜咕噜转悠，显然没死心：“说说嘛，小声点就是，我就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大人物，免得不小心冲撞了。”白木被晃得骨头快散架了，得，身边有这么多顶尖高手，有几个是简单的？非贵即富，也要承担得起啊！我观那林公子衣着精美，秀纹精湛，隐约呈现蟒形，那是云昭公侯王爵的家族才敢用的。腰间玉佩是上好的羊脂白玉，蓝竹雕花的镂空手艺出自官家大师，左手大拇指有一枚墨玉扳指。你懂吗？孟冠一脸懵逼，他觉得快被自己蠢死了。不懂？懂什么？墨玉扳指怎么了？白木，这么二的小伙伴，他想直接抛弃了是怎么回事？竖起耳朵听得柳云差点没忍住笑，连忙端起茶掩饰。跟聪明人做朋友，就很容易显得自己蠢，难得孟冠还能乐在其中。白木，云昭以墨玉为尊，大户人家若非直接指定继承人，那就得嫡出才能佩戴，庶出擅自碰触，视为僭越。这位林公子无论教养礼仪，更类似嫡系。那么连官家匠人手艺都能随意拥有的公侯之家嫡出子弟，却对这位夫人恭敬又信任，放眼云昭，又能数出几个来？孟冠，这么多线索，他怎么就没发现？果然自己一如既往的不适合刑侦。不过习以为常就好，他已经一点不觉得打击。柳云桃花眸流光潋滟，将对面男主人设的俊美林公子打量了一番，半干的头发耷拉在双颊，受伤的五官苍白萎靡，甚至带着一丝娇弱。明明该狼狈，却平添了一分临危不乱的风骨。不过多看一下养眼罢了，这人出个门身上带这么多特征，等着人挖掘吗？幸好他还没有这世界之人那么多不经意的小习惯。林子凡眼皮狂跳，收了弓，看向白木，黑眸一踩：“这位白公子好眼力，莫非还是林某知己不成？”春寒料峭，刚刚又淋了雨，不妨一同过来喝点小酒，驱驱寒气。柳云一脸吃瓜用的微妙表情，现代信息爆炸年代混过的人都快无法直视知己的正确含义了。白木还没说话，
孟关眼睛一亮，立刻舔着脸拉着白木坐了过来。林公子身份不俗，快人快语，这躲雨躲了一宿，衣服干了，人却饿了。既然有酒，不如让掌柜也弄几个小菜填填肚子。闻言，林子凡和白木都皱了皱眉，看向了柳云。别乱说话，一顿也饿不死你。像柳夫人这样的，入口的东西应该谨慎。白木提醒。孟关愣了愣，讪讪地摸了摸鼻头。柳云轻笑，看了一眼抱着剑靠柱子站立的地首领，无妨，阿弟，你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吃的。一晚上打了好几场，你们应该都饿了。10万银子氪金出来的高手都带了一个随机技能，他也算见识了，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谁能想到地首领的技能竟然是厨神手艺？林子凡和白木等人微惊，纳闷地打量着柳云身边的人。软萌妹子杀人不眨眼，好好的一个人能瞬间敲成一坨软肉。铁血护卫竟然会做吃的，如此居家吗？地首领欣然转去了厨房，不多时就有热气腾腾、色香味俱全的菜式端上桌，让人惊叹敬仰，食欲大开。孟关反应最大，需要极力克制才能维持最后的那点礼仪。天啊，吼吼吃，怎么会有这么夸张的手艺？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宫廷御宴也不过如此了吧？能将简单的食材做出难以想象的美味，手艺已真巅峰。白木表情顿了顿，沉默地低下头，似乎在权衡什么。林子凡若有所思，林某关白公子是金科考生。白木区区不才，刚考上童生，不足挂齿。孟关道是不乐意了，童生怎么了？你14岁就要下场的，要不是家里陡生变故，替爹守孝3年后又接连替伯母守孝3年，何至于拖到弱冠？咱们书院老师都说了，只要你顺利参考，必然位列一甲。白木家底就这么被小伙伴漏干净了，可还行？林子凡挑眉，倒是白公子这份气度和自信确实非常人。柳云嘴角的弧度拉开，这孟关怕不是漏勺吧？要不是这些消息并非绝密，这丫的卖朋友可卖得彻底了。居然不是故意的，小伙伴这么厉害，你自豪什么？啥关系啊？林某活这么多年，林子凡话语一顿，尴尬地看柳云一眼，话锋一转，还从未见过白公子这般观察入微的奇异人士。白公子既然能看穿林某，可知道这位夫人的身份？柳云放下茶盏，无语地瞥了林子凡一眼。活了这么多年，谢谢。他真感觉有被内涵到。林公子，看破不说破，给大家都留点情面。你是无事可做了吗？需要这么去刺激白木，彼此心照不宣不好吗？谁知白木一改之前的沉着冷静，当真被刺激了，站起身，一脚踢开长凳，撩袍跪了下来。草民白子睿见过太后娘娘千岁。林子凡笑了，果然这人猜到了，是个不出世的人才。孟关嘴里还含着肉，目瞪口呆，整个人石化。柳云手只紧了紧茶盏，微微恍惚，马甲这就掉干净了。这人莫非真是狄仁杰转世，包拯入魂，还是影视剧里开挂的那种？你……柳云一阵打量，若有所思，起来吧，行这么大礼，莫非你有所求？难道这就是锦鲤玉宇，如鱼得水，好运爆发了？若说忽悠老和尚，还特意运用了语言艺术，知道老和尚想什么，他就挑拣着说，最终顺利完成任务。可白木就真是自己贴上来的，他都还没想好要怎么做呢。第62章，暴雨夜遭难的人挺多呀。白木这样傲骨铮铮的文人，要是因为权势，又岂会选择他？在外人眼里，他最没有牌面。白木没有起，突然执君臣之礼。如果没有猜错，林公子必然是平国公的公子，而夫人姓柳或者刘，能让平国公公子这么恭敬的，似乎没有身份极高的刘夫人。最重要的是，唯有太后娘娘才会招来这么多杀意。草民想替舍妹求一名御医，还望太后娘娘成全。柳云恍然大悟，这样的人也只有最亲的人才值得他弯腰屈膝。这么说，你是有人选了？御医和太医不同，就连后宫娘娘没有皇帝谕旨，也没有资格享受。不然，当初那名王御医被贬之后，江贵妃也不会花那么多心思去拉拢，因为值得。只可惜被柳云随口复旨给破坏了，害得江贵妃前期的投入都打了水漂。孙思成、孙御医。白木坦白，舍妹患有遗传的间歇性巅峰之症，孙御医对此最为有研究，几年前还为此出过一本医书。间歇性巅峰之症是小儿麻痹的一种吗？柳云狐疑，令妹芳龄。不用问，主意都打到了御医头上，定然已经有过遍寻名医的经历。今年刚及笄，巅峰之症发作的越来越频繁，草民也是担心舍妹等不到草民高中。白木无奈，太后会出现在这里，确实是妹妹的机会。她既然认出来了，不能因为自己的那点骄傲尊严，让妹妹继续无望的等待。中了状元又如何？求皇上，不如当面求太后。
他现在看到的太后明显跟传说中不一样，而皇帝外表塑造的过于完美，他从来都是不信的。之前不过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柳云理会的点了点头，下这个命令或许不难，举手之劳。可白公子是聪明人，你应该知道，孙御医未必会听我的话。我若是下死命令，就算孙御医医者仁心，可旁人知道白公子和我的关系，只怕也别谈什么科举未来了。官场上，我现在无能为力，护不住你。白木沉默。孙思成不是太后的人，太后命令他一动，必然瞒不住谁。他倒不是担心什么未来，而是忧郁妹妹也会被扯进漩涡里，成为斗争的牺牲品。就在白木犹豫不决，咬牙想着铤而走险的时候，林子凡缓缓地开口了：林某跟孙御医倒是有几分交情，不如林某尽一份力，让孙御医三缄其口，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了。御医私下里出诊，旁人不会特意关注，若是再好好隐藏一番，根本不算事儿。白木惊喜，多谢林公子，但凡有用得着的地方，白某万死不辞。柳云，这人情就跑了。呵呵，锦鲤，就这？林子凡浅笑，这事儿主要还得夫人开口跟孙御医交代一番，我这边只是请求他保密，或者帮忙掩藏一次行踪。白公子，你也瞧见了，林某还欠着夫人的命呢，这人情啊，都记在夫人头上吧。柳云欣然，锦鲤，原来是真的。人情啊，这东西我喜欢，不嫌多。柳云也不掩饰，面对白木这样的聪明人，掩饰反而不妥，不如坦坦荡荡，还能表明这份信任。你应该庆幸孙御医醉心于医术，对于派系权谋涉入不深。柳云淡淡的说道，就算我不能命令他，可正好手里有几本医书孤本，想来孙御医会喜欢的。确切的告知，他也是付出了代价的。至于白公子吗？柳云挑眉，暂时也没什么要你做的，也不需要。照顾好令妹，然后认真参加科举，希望明年你能出现在金銮殿，荣登一榜三甲。白木苦笑，柳夫人真的太看得起白某了。仅论科举才学，白某或许还能有几分把握，可如今的科考，场外因素过浓，别说保证一榜三甲，就是肯定上榜，白某也不敢的。柳云不以为然，还早着呢，明年的科举还不知道会怎样，你准备就是。背靠系统，他实力越来越强大了，皇帝在朝上天天吃瘪，未必能隐忍到明年。一旦皇帝和三大辅臣爆发强烈矛盾，他就可以出手了。明年的科举定然要公平选一些不属于任何势力的人才，他才能真正跟三大辅臣掰手腕。马德，总感觉咸鱼的日子越来越远了，是怎么回事？暴雨过后的天特别清亮，天亮时天边的朝霞唯美又绚烂。柳云心满意足的回城，却不想天降馅饼的是能接二连三。林子凡伤势已经看不太出来，骑着马走在马车旁，柳夫人似乎对柳家人并不怎么关心。柳云眼神一闪，有话直说。林子凡轻笑，柳夫人若是失去一个亲人，会伤心吗？柳云顿时明白过来，这人要对柳宁出手了。哦，他又做了什么？林子凡觉得跟聪明人说话就是好，倒也没有做什么，不过想法挺多的。若是让他做成功了，就是林某无能了。好死不如赖活，若是他想活着，就给他一条活路吧，别的我也管不了。柳云迟疑了一瞬说道，他到底还是说不出直接要人命的话，担子太重了，唯恐承受不起。林子凡诧异，觉得太后真是挺复杂的人，有时候明明干脆果断，有时候又菩萨心肠，不违和吗？柳夫人还真是心慈手软。柳云叹了一声，不知道说什么。后院的女人争斗无非那几种，柳宁初入平国公府，还没来得及恶贯满盈，自然罪不至死。圣母心肠吗？倒也未必，她不过是自私自利。这种人命重担，她不想这么背负而已，放任不管就是一种逃避。正想着，路边突然飞来几块石头，砸在马匹上。林子凡和车夫的反应极快，立刻拉住缰绳，才没让马匹惊慌乱跑。有人直接从旁边山坡滚了下来，硬生生拦在路中间。这位贵人，救命！求求你们，救救我！一裹着披风的女子披头散发，满身泥泞，根本看不出本来面目，跪在地上不断磕头。林子凡，昨晚上遭难的人还挺多的呀。马车里的柳云正较有兴趣地看着蹦进车内的石头，还带着稀泥，土下却是褐色。任务：获取白马山脉铁矿山。奖励：超越时代的冶炼之法。柳云，所以这是铁矿石。第63章，有点意思。特种精锐有了，铁矿石来了，他这是要报复崛起的节奏吗？柳云乐呵呵地掏出手绢，捡起石头擦干净。好家伙，深褐色，扑鼻而来一股泥腥味和铁腥味的混合体，含铁量一定不俗。另一方面，注意到马车外的动静，这种男女主命运般相识的场景似曾相识。林子凡果然拿了男主剧本，
就是不知道这突然出现的是命定女主，还是恶毒女配，或者反派。同为天涯沦落人，林子凡觉得对方比自己狼狈多了，快没眼看。你还真是，居然袭击马匹！若是我等骑术差点，你滚下来是不愿活了，想被撞死吗？这姑娘的举动是为了让他们停下，这才赶得及求救。难道就不曾想过惊动烈马，他主人控制不住，4条蹄子会毫不留情地奔踏过去？我只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冒险。女子显然逃命时消耗过度，整个人瘫软在地，说话有气无力。话音刚落，山坡上飞下来4名黑衣人，无视了马车和林子凡一行，寒光剑只管往女子要害而去。大有趁人不注意，先宰了目标人物的利落。柳云啧了一声，侠以武犯禁，还真是精辟呀！否则地境暗地里的死士杀手怎么这么多？开家不装，专卖夜行衣也能赚得盆满钵满。青叶笑了一声，红叶，昨晚上你累了，现在也让我活动活动筋骨吧。说着飞身而出，双手短剑陡然出现，上下翻飞。冷酷无情的杀手还没有碰到那女子，脖子上就多了一条红线，倒地气绝。女子来不及多说，有些惊恐认命的闭上眼睛，等了好一会儿，发现自己还能呼吸，这才睁开眼，瞧见一名笑盈盈的姑娘亲近感陡升。青叶一只手拧着2把剑，另一只手掐着最后一名黑衣人的脖子，浅笑着看女子，要活口吗？那女子愣了愣，漆黑的眸色渐渐晶亮起来，不用，我没本事让她开口，不过就算她不说，我也知道是谁派来的。青叶点头，笑得无比好看，纤纤玉手微微用力，咔嚓一声，最后一名黑衣人也见了阎王。女子呼吸一滞，闪烁的眼神带着劫后余生的爽快。林子凡，这姑娘原来跟红叶是一类人，用最亲切的表情做最残忍的事。那一瞬间，他背脊陡然一凉，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太后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啊？以前竟然没有任何人知道，藏得好深。其实柳云也倒抽了一口凉气，可他强迫自己不转头不闭眼。他很清楚，从前世带来的对人命过于看重的毛病是弱点，在这时代这世界，敌我不分都心软，迟早会出事。生命肯定值得尊重，可得分清阵营。看属下杀人，多适应适应，他觉得自己也可以的。憋了几息，柳云吐了一口浊气，闭眼缓缓。暗卫就是暗卫，处事方法是大同小异的，不会因为他把外表设定的软萌可爱就有所改变，反差萌给人的刺激更甚。青叶回到了马车里，那女子才四肢酸软的挣扎了一番，无法起身，便将就着磕头，多谢恩人。小女子定然结草衔环，万死不辞，以报救命之恩。柳云轻笑一声，有点意思，终于有个正常人了，没有狗血的在他的人救命之后，却将恩情算在主角模板的林子凡身上，以图未来。也终于有人没有说下辈子再做牛做马报恩了，这女子倒是救得值。你叫什么？怎么天刚亮你就从山坡上滚下来？为了表明自己报恩的决心，女子自报家门，小女子姓白，单名一个景字，是白家这一代嫡系长女，因为身世曲折，一直住在附近的庄子里。昨日暴雨，敌人居然派人来取小女子性命，在心腹丫鬟的掩护下，小女子慌不择路，才逃上了山，东躲西藏跑到附近，结果还是被这些人发现了。陡然看见贵人路过，身边人都带着刀剑，来不及细想太多，连累贵人了。白景条理清晰，3言2句就说明了经过，却又将重点安然掩饰。白家，帝师白家。柳云想起当初调查白木时提到了白家，万万没想到白木跟这个白家毫无干系，却碰上了白家嫡女，这是什么孽缘？白景点头，是，还请恩人告知姓名家世，成全小女子的报恩之心。柳云挑了挑眉，白马山脉，白景住在附近的庄子，这两者是不是有什么关系？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倒是不好多问，白景状态不好，明显在强撑。本夫人姓柳，不用着急，白姑娘今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都住在地京，迟早还会相见的。柳云淡淡的说道。这女子给他引来了铁矿山，说不定最后获取白马山脉还用得上，得好好养着。白景努力睁大眼睛，可距离太远，马车内光线太暗，他意识开始有些模糊，始终看不清这位柳夫人的面容，只能牢牢记住这个声音。迟疑了一瞬，从内衬里掏出一块玉佩来。夫人说的是，这是小女子最珍贵的东西，以此为信物，只要夫人拿了来找我，小女子必然肝脑涂地。柳云觉得白景这口气十分决绝，就是那种不管办不办得到，只要恩人开口了，他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哪怕赔上性命也在所不惜。突然有点感动，不至于那么严重。话未说完，林子凡反应特别大，直接飞身过去，将玉佩抓在手里，看了2眼，一把抓住白景质问，这玉佩是哪儿来的？是你的？你为什么会有？柳云闻到了超级大瓜的香味，白景眼睛瞪到了极限，又期待又害怕。
我的，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林子凡黑眸闪过亮光，你说谎，你不是说你姓马吗？什么时候姓白了？仿佛意识到什么，白景情绪波动巨大，我眼前一黑，双眼一翻，终是撑不住，整个人软倒在地。林子凡一惊，顾不上脏，接了个满怀。柳云笑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原来这姑娘还是林公子的故人，早知道刚才就该让林公子出手了。第64章，突然好激动，是怎么回事？没有心情理会太后的调侃，林子凡将白景抱了起来，飞身上马，拉着缰绳。太后娘娘，林某这……柳云理会，林公子就先走一步吧，你我也不适合一同进城，打扰别人谈恋爱会被雷劈的。他刚才说什么来着？对，男女主命运般的重逢，恐怕还有青梅竹马线的那种，妥妥的了。林子凡拱手，多谢太后，带着他的人驾着马狂奔回城。柳云笑着摇了摇头，红叶，待会儿传讯给陆冲，让咱们的人查查白马山脉，地宽多少，属于谁家，看看怎么才能收购到手。还是那句话，切记不要打草惊蛇。红叶点头应了下来。终于顺利的进了地京，柳云的马车距离皇宫还有一点距离，已经有人冲他奔了过来。确定是太后，便提前打开了宫门，刚驶进去，皇帝就出现了。母后，皇帝略微有些激动，母后总算回来了，昨夜儿臣担忧了一宿。柳云下了马车，谁也没想到回来的路上会遇上大暴雨，一躲就躲了一宿，倒也无事儿，就是路途劳顿，昨晚没法睡好，需要休息休息。皇儿不必亲自走这一趟，这会儿刚下朝吧，辛苦了。其实有些疑惑，皇帝特意来干啥的？单纯的担心迎接？不可能吧，突然这么会做面子了。皇帝陪着柳云走了一段，母后，最近天气变化莫测，5月端午之前还是少出宫为妙。儿臣担心母后的身体。啥意思啊？身体不好和端午节怎么联系起来了？难不成是白素贞下凡，还怕端午？柳云将疑惑放在心底，脸上一副受用的表情。皇儿受累了，只是觉得最近挺倒霉的，去皇国寺上上香，求个护佑。之后无事自然不会出宫。皇上国事繁忙，也要多加休息啊。就这孩子那破身体，别在他将解药收集完全之前，自己将自己作死了。母子俩寒暄一阵，皇帝径自离开。柳云回到凤仪宫，立刻吩咐掌厨准备吃的，自个儿去泡了个热水澡，洗净尘埃。与此同时，柳云打开了鹰眼技能，锁定了皇帝。他倒要看看这皇帝到底在做什么。没办法，他实在很难相信这儿子能有如此孝顺。果不其然，皇帝若有所思地看向李安，小安子，母后似乎并没有遇见刺杀。李安点了点头，看起来是上次太后直接被吓晕了，这次像个没事人一样，应该没遇见什么危险。皇帝皱眉，那就奇怪了，不是有很多人想要母后的命吗？像上次，为什么这次没有动作？柳云突然好想将皇帝擒过来掐死算了，闹了半天是想确认他遭遇了什么。特么的，亲老娘要出宫，明知道不安全，之前也没见皇帝多派些人保护啊。他客气一番，皇帝就将一小队御林军都收回去了，也没见他担心什么。若非他实力增长迅速，还能活着回来吗？马德，算了算了，不气不气，人间不值得。若不是能自保，他也不可能出宫去冒险。想太多，他指不定会被这逆子再气死一次。李安，皇上忘了，太后娘娘身边也有高手的，上次虽然惊吓过度，实际上毫发无伤。皇帝点了点头，略微羡慕，母后身边竟然有高手，不知道是他自己培养的，还是旁人，怎么就没想过给朕呢？皇帝比之前的太后还龙虾，信息量弱的无法直视。上次柳云被刺杀，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了，红叶身手不俗，唯独皇帝不是很清楚过程。当时皇帝派的御林军小队死光了，剩下的是江湖人和各方杀手在博弈，皇帝无人。所以皇帝知道太后身边有高手，却不知道红叶的厉害。李安眼珠子转了转，皇上若是喜欢，找个机会朝太后开口便是。皇上一直在皇宫，没有危险，太后应该就忘记了这茬。皇帝点了点头，较有兴趣，父皇不是有暗卫吗？朕一个都没见到，莫非都在母后手里？闻言，柳云差点喷一口老血。李安明明知道前因后果，为啥只告诉皇帝有暗卫这种事？他好不容易凑金银氪金的高手，难道还要替先皇背锅？李安，柳云咬了咬后槽牙，这老太监惯会来事儿。他将魏月安排了过去，想要就赶紧用啊，以皇帝的多疑，他能放心吗？眼见皇帝又去找红颜知己玩耍了，柳云气呼呼地将视线拉去了林子凡那边。皇帝和妃子的狗粮太过油腻噎人，他吃不下去。林子凡两人就舒服多了，
他将白景带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院落，让人替白景整理干净，露出了精致绝美的容颜，就是年纪还小，多少带着点稚气。还请了不知名的郎中把脉，确定没有其他内伤外伤才放心。就在林子凡指腹磨蹭着玉佩上的飞鸟图时，白景终于醒了过来。两人四目相对，竟然无言，看到柳云都替两人急了。最终还是林子凡打破了沉默：“你为什么姓白了？你可知我找了多年，却从来没怀疑过你当初说的名字会是假的。”埋藏在心底的那丝柔情不由得蒙上了一层阴影。难道只是他一厢情愿吗？白景苦笑：“我没骗你，我以前确实姓马，叫马静。直到3年前，我才知道爹爹是养父，而我是白家的嫡长女。”这2句话的信息量好大，柳云连忙啃了快点，心压压惊。所以这两人除了以前见过，有那块玉佩，难不成白家还有真假千金的戏码？艾玛突然好激动，是怎么回事？妥妥的女主身世啊！林子凡黑眸闪烁，多了一丝释然。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你还藏着我给你的玉佩，还说是重要之人送你的珍贵之物。白景深深地看他一眼：“我没有骗你，可你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你是谁。事情发生变故，你找不到我，我更找不到你。我们都长大了，没有玉佩根本认不出来。”林子凡表情柔和，坐在床边，仔细地说着自己身份，又解释了他最初不能坦白的理由：“我不敢让人知道你的存在，那时候我也无力保护你，否则你或许都等不到白家来认你。”第65章，总觉得很甜。两个聪明理智的人又互相有好感，更拥有小时候的交情，倒是没有出现狗血的不理解、吵吵嚷嚷的误会。柳云默默偷窥，竟然不知不觉扬起一抹姨母笑。最近遇见太多蛋疼的事，猛然见到这种真情实感的温馨，总觉得很甜。虽然也觉得自己这么偷看不是那么好，可有点按捺不住，很想多瞅瞅这种温暖的相处画面。就当一部甜甜的电视剧看了，没有拉胯的智商雷区，柳云觉得特别舒坦，给自己找好了各种具有心理建设性的理由。柳云厚着脸皮美美的继续观看。只见白景很理解认同林子凡的做法，禁不住苦笑：“我们俩还真是差不多的。其实我并不希望被白家找到，我宁愿做一辈子的马静，也不想应付现在的祸事儿。”林子凡表情温柔，若是被心仪他的那些千金贵女看见，定然会齐心协力活剥了白景不可。你和白家是怎么回事？白家似乎从来没有走失过孩子，更加不说嫡女了。谁家走失了嫡女都会闹得沸沸扬扬，有人特意针对上流家族的孩子，这事儿屡见不鲜。不算走失，白家出了那么多任帝师，我出生的时候先皇在任，白家被捧得高高在上，门庭若市。白景缓缓地说道：“主子们都在繁荣富贵的假象里洋洋自得，对投靠的门人和仆人管理疏松，便有那贪婪小人不满足，心存歹心，里应外合，将刚出生的嫡长女换了。不过是一群存心想看白家笑话的庸人而已。白家，结果你也看到了，将一个假女儿精心培养，毫无所觉。而我被几经转手，运气好才流落到心地善良，家境也不算太差的马家。”林子凡若有所思，怪不得几年前白家突然对外宣称原配夫人当年其实是一胎双胞，嫡长女身体羸弱，被送到了乡下静养。所有人都还在猜测白家要玩什么把戏，好好的嫡长女变成了嫡次女，声名在外的白蕊可好一阵没脸呢，竟然连白家之女的身份都不是吗？白景不屑地笑了笑：“对啊，若真是双生子，为何当年要隐藏，还让白蕊担了嫡长女的名头，在外行走了这么些年？白家把旁人都当傻子呢，说什么隐瞒真相，只是因为怕嫡长女养不活，如今度过大劫才宣告于世，听起来就像个笑话。或许如今的白家早已经不复当年，也无需对外详细解释，抛出一个理由，世人爱信不信。”林子凡赞同的点点头，白家的意思前后矛盾，又舍不得放弃精心培养多年的白蕊，还想留着潘高枝呢。如此，他们撸掉了白蕊嫡长女的身份，岂不是少了一份筹码？既然是双生子，谁大谁小，还不是他们说了算？听到这话，柳云恍然间明白，白家路走窄了。白家没落的速度极快，加上如今的朝堂奸臣当道，努力成为帝师都不如嫁个好女。他们找回白景，多一个嫡女就能多一份联姻，自然不会放弃培养多年的白蕊。只不过旁人虽然不懂白家在搞什么，却也想不到原本的白蕊还是个假的。白景看着林子凡，眸色间明显多了一抹试探：“如果我说这是我算计来的，你会怎么看？”林子凡一愣，伸手抚过他的发顶：“当初我保护不了你，后来找你的时候我也有犹豫，你知道为什么吗？”白景正松：“以前不知道，现在或许有几分明白。”林子凡点头：“对，就是你想的那样，不管是白家还是我这平国公府，都不似马家那般安稳，没有心机手段活不长的。我不能时时刻刻守着保护你，
也怕转眼你就被人算计了。现在这样，或许正好。白景松了口气，回到白家，他也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突然就自卑了，怕再也配不上林子凡。他们以为还我一个嫡长女的身份就够了，我该满足了，也该听话了。真当我蠢到丝毫意识不到马家是被谁灭门的？爹娘对我那般好，此仇不报，与禽兽无异。林子凡惊讶，马家是被白家灭门的，只是为了让你回去吗？怪不得，我查了这些年都没发现太多有用的线索。马家跟白家原本毫无干系。白景漂亮的小脸再不掩饰仇恨，亲生父母又怎样？他们但凡对我有半点亲情，也不至于灭了马家上下78口。他们还想利用我联姻，自然就得付出代价。所以嫡长女的身份是我算计来的，他们不得不给我，用来平衡我和白蕊的关系。只是我没有想到，白蕊手里竟然有这么厉害的人，还会直接下杀手，差点就让他得逞。林子凡眯了眯眼，给白景倒了杯茶递过去。劲儿，既然如此，你我联手如何？相信我平国公府的名头应该符合白家的要求。白景浅笑地喝着茶，那是太符合了。还未娶妻？林子凡轻笑，找你呢，一直在等你，找不到，终归还是不甘心。现在的白景更能适应平国公府，他彻底放心了。白景脸颊一红，终于有了一分羞涩。我听说前阵子平国公嫡长子娶了柳家的姑娘，还是以侧室之礼。林子凡，我没碰过他，只不过出了一个柳氏，能帮我挡一挡国公夫人安排的亲事，很快就没有了，我会处理好的。今日正好也得了一个答案。白景眨了眨眼，答案？林子凡轻笑，有人答应我了，随便处置柳宁。白景诧异，脑子突然闪过一抹光，震惊的道：是柳夫人？难道她是？林子凡时直抵住白景的阴唇，低低的说道：嘘，自己知道就好，不必说破。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何屡次帮我，但确实没什么恶意，或许我在他眼里有什么价值。我们的事就不用担心了，白家那样的家世，对国公夫人来说或许也刚刚好，也能过父亲那关。若我们俩实在不成，还可以去求柳夫人帮忙。柳云收回视线，捂了捂胸口，感觉有被甜到。白景以前或许被养得单纯，可天生聪慧，一头扎进了泥沼，也被迫成长起来了。第66章，死道友不死贫道。柳云欣赏聪明的女人，对白景有天然的好感。林子凡和这样的白景联合，如虎添翼啊。柳云觉得平国公夫人要完，很没同情心的可怜她几秒，柳云就抛在脑后了。用美食来补充能量，柳云其实很想看白木和他妹妹的情况，只可惜白木住在京城附近的山村里，还不在天网鹰眼的覆盖范围，看不了。红叶，给魏月一些信息，让他加快进度。柳云皱着眉说道：李安的思想对皇帝的影响太大了，必须减少李安和皇帝的相处。以他现在的观念，就是奴仆都心软，更加不说皇帝。就算他能成长起来，在将来逐步适应这世界的死亡规则，他觉得自己也有底线，不至于连原主的亲儿子都能下得去手。做人还是得有底线的，否则他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且他始终记得自己的初衷，一切都为了将来更好的咸鱼，不然他直接卷着天宝银号存款跑路，有这么多高手守护，还用得着担心安全问题吗？马丹，我一定是被秦羽和老和尚的大意给道德绑架了，就这么跑路，居然会觉得不安心。柳云捂着胸口，痛心疾首。为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就连系统爸爸的奖励和任务都朝着盛世天下的方向走的。既然还可以，就继续做吧，千万别逼他，否则他当真一走了之，这些人就自己收拾烂摊子去。红叶，主子，为何突然这么感慨？柳云摇了摇头，没什么，只是觉得现实和理想总是有落差的。他一心只想咸鱼，可现实不允许。见蓝叶和紫叶忙前忙后，身上带着浓烈的药味儿，柳云连忙捡回脑子。你们在做啥？紫叶拿了一个艾草味的香包过来。主子，马上就要端午了，我们得准备准备。柳云，哦，云昭的端午还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吗？弄这么多药味儿？蓝叶点头，主子，自从主子做了太后，身体总是不太好，每年端午都会大病一场，4年来一直如此。我们想着今年提前准备一番，能预防最好了。一席话犹如一道惊雷在柳云脑中劈响，让柳云瞬间抓住关键，每年端午都会大病一场。哦，还有这回事儿？那皇帝呢？这该死的毒蛊，难不成每年端午都要现原形，搞些事儿出来？到底是谁搞来的毒蛊？什么妖魔鬼怪的亲戚，竟然还认定了端午这种日子？皇上也是，去年皇上端午还昏迷了3日，主子都吓坏了，原本养几日就能好的病，硬生生拖了1个月呢。蓝叶呆呆地答着，不知主子反应为何这么大。柳云惊得站了起来，在桌边徘徊，完了，竟然还有这一出。原本的毒蛊都这么厉害，
强化后的毒蛊真要发作起来，是不是得要他的命？自从知道自己中了蛊，还会随着他身体的健康不断强化，这阵子他都不敢服用任何调养的东西，就连得了不少武力经验包都存着不敢用，生怕一不小心再度让毒蛊变异。特么的，没想到每年端午还会发作一次，当真是颗定时炸弹呢！不知道仅仅只是发作，还是每年都会因此强化一分。要命！柳云脑子絮乱，觉得自己这会儿就急得挺像热锅上的蚂蚁。红叶揪紧了手中的绢帕，神色着急：“主子，现在怎么办？”柳云纠结：“今日什么时候了？”蓝叶和紫叶一脸懵逼，对视一眼，不知道怎么答。红叶：“今天4月28了，距离5月初5也没几天了。”柳云桃花眸清亮，目光灼灼：“事情过去这么久，姐要收集的如何了？肯定还没有齐全，否则早就汇报了。他现在要知道进度。”红叶连忙说道：“皇上那边还差最后一位极寒之地的寒冰雪灵花，已经得手，正在送回来的路上。主子这边还差3位稀罕药材：血色寒冰雪灵花、千山火人参以及千年紫灵芝。”不等柳云询问，红叶如数家珍：血色寒冰雪灵花在寻找寒冰雪灵花时就有了明确线索，已经在得手的路上。千年紫灵芝，秦羽知道什么地方有，他护送完救灾营就会去取。如今时间来不及，奴婢这就去给他传信。只剩下千山火人参。柳云点了点头，随即却慢慢平静了下来。千山火参可有眉目，偏偏这味药最不可以代替，能让毒蛊觉得比生命力更加美味的，就只有这千山火人参了。使用后才能暂时蒙蔽强化后的毒蛊，让他们暂且切断与生命力的联系，趁机清除。否则这毒蛊根本诱不出来。红叶：“有，属下们查到启王府就有一株上百年的千山火人参，当年启王孙武大战南地匪寇，就从最大那只土匪的老巢里获得一只千山火参，一批极品战利品被他私藏了。”启王？柳云眼睛一亮，真是冤家路窄啊！千山火人参酷烈无比，虽然可以救命，但寻常不能服用。若非如此，我又何必寻找寒冰雪灵花来克制它的火属性？红叶点头。可是启王将这宝贝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盗取几乎很难。属下们还在商议，怎么才能让启王将这味药主动拿出来，不曾想主子要得这么急。柳云表情微顿，仔细琢磨着，咬了咬牙，闭上眼，深呼吸，死道友不死贫道，已经死过一次了，这次很可能扛不过去。很好，我不想死，就别怪我主动出手算计了。吐出一口浊气，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做什么圣母之事？算了，要怪就怪吧，将来若有什么报复尽管来，我若接不住，算我输，赔上一条命就是。碎碎念一通，柳云再睁开眼，眸色清明沉稳：“红叶，启王是头脑狐狸，王府全是他的忠诚之人，确实不好出手。可孙贵妃还嫩了点，何况皇宫防御弱势，他的梧桐宫跟启王府比可差远了。而且他还掌管着御膳房，一旦他中了需要火属性强大的药物才能解的东西，启王还能稳住不拿出来？”柳云握紧拳头，一流高手做得不够完美，这事儿就让陆冲去。在那之前，红叶，你去太医署将相关稀有的活水属性药物都提取回来。他身边现在唯有锦衣卫指挥使陆冲突破了，是绝顶高手，这事儿必须神不知鬼不觉的。第67章，让他们猜去。既然已经出手，柳云就要做得最好，不仅要那只千山火人参，还要启王和孙贵妃道歉他的人情。就算猜到，也不得不认下，有苦难言，也只能往肚里咽。有心算无心，认真起来。呼怕呼！红叶和青叶急火燎原的忙碌起来，蓝叶和紫叶虽然不太懂，可力所能及的帮忙，等空了再了解真相。毕竟主子已经没有瞒着他们了，就可以知道。这日晚上，孙贵妃莫名其妙的在自己寝宫晕倒，吓了皇帝一跳。柳云也挺无语的，他考虑了很多，却没想到皇帝在这晚刚好去梧桐宫。不过也无妨，让皇帝多长长见识也好，免得总是自以为厉害，实则傻白甜，整天看不起这看不起那的，总是信了李安的邪。眼睁睁的看着孙贵妃倒下去，皇帝根本没反应过来，还是伺候的韦姑姑眼疾手快的接住主子。皇帝连忙让李安请御医，心里突然还有些高兴。在他的认知中，女人这样晕倒多半是怀孕了啊，难道他心心念念的孩子又来了吗？此时的皇帝少年心性，还不明白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的悲伤。等胡御医来，一把脉：“贵妃，这是什么？”皇帝迫不及待。胡御医狐疑，不懂皇帝在高兴什么，吞吞吐吐：“贵妃娘娘这是误食了太多寒凉之物，寒气入体，一时受不住，这才晕厥。”皇帝笑容凝固在脸上：“就这？”胡御医捋了捋胡须，脑子急转，一时也猜不透皇帝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大概就这样，女子寒气入体是大事儿，
如果不及时治疗，唯恐影响子嗣。皇帝垮着脸，深呼吸2次，得了，开药方吧，尽管用好药，把贵妃的身体调理好了。胡御医莫名其妙，只好开了方子，摇着头离开了梧桐宫。刚回到太医院，一陌生的医女早等待着，递给他一个厚重的荷包。胡御医，启王殿下关心孙贵妃，纯粹想要句实话，贵妃娘娘的身体到底如何了？胡御医点了点头，收了荷包。老夫也没说错，贵妃娘娘确实摄入了太多寒凉之物，亏得入体时间还短，没有造成宫寒。只要对症下药，好生调养一番就能恢复。若是拖久了，造成宫寒之症，娘娘恐怕再难有子嗣。医女震惊，扶了扶身，还请胡大人快些抓药，殿下知晓后必有重赏。胡御医从善如流地准备去抓药，随即想起来，贵妃娘娘的药需要火属性的药材去中和体内的寒性，可前2日太后娘娘提取了太多火冰药性刚猛的药材，剩下的药火性不够，只怕对贵妃娘娘的病作用不大。殿下见多识广，若能找些火性刚猛的药材，老夫才能更好的入药，让贵妃娘娘早日康复。胡御医就事论事，医女听了一惊，连忙将消息传到了启王府。启王孙武惊得拍案而起。孙文睁大了眼睛，怎么会那么巧？大哥，这太后娘娘莫非是故意的？孙武皱眉，故意的？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突然对怡儿下手，用心如此歹毒，就是奔着绝怡儿后去的。他想要打破后宫平衡，还是想前朝也不安稳？孙武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维持平衡是4年来大家的默契，太后突然出手，似乎不合常理，也没有太多好处可得。孙文心急如焚，大哥，这件事咱们在意，现在怡儿的身体要紧啊，再拖下去，将来想要养回来就晚了。需要什么药，我这就派人去寻。孙武伸手拦住，神情凝重，不用，本王派人去库房里把那只千山火人参拿来就是，连夜送进宫给孙贵妃。孙文愣了愣，千山火人参？等启王府的人小心翼翼地将千山火人参偷渡进宫，太后已经乐呵呵的梧桐宫等着了。韦姑姑看见抱着锦盒闯入的小宫女，根本来不及阻止。柳云把玩着手腕上的碧玉手镯，神色无比慈祥。这些日子老想着学几招，没想到医术这么难，平白倒是糟蹋了不少药材。近日提取了一些相生相克的草药折腾，没想到贵妃突然需要。你们这些伺候的人也是，有需要怎么不来找哀家？就这么拖着，坏了身体，吃亏的还不是自个儿。韦姑姑惶恐，多谢太后娘娘关怀，心下猛得很。难道贵妃中招不是太后？之前将急需的药材提走，真的是巧合？如果真的是局，这铺垫也太长了吧？大家都知道太后之前就经常去太医署要草药，只为今天。教是韦姑姑算得上算计人心的老手，这会儿也琢磨不透太后的意图。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柳云之前拿药材是为了掩盖突然会医术的事实，更想不到柳云设计这出仅仅是因为千山火人参。他们又不知道太后中了蛊，非这味药材不可。而且在很多人眼里，千山火人参虽然能救命，寻常却服用不得，专门来抢杀鸡焉用牛刀。柳云桃花眸微动，摄魂夺魄，这是什么？你们找来的？韦姑姑尴尬，是胡御医说太医署没有适合贵妃娘娘的药，启王殿下才送进宫的。事急从权，还请太后娘娘赎罪。宫外送东西进宫，按照正常流程得过许多关卡，而且大晚上的时间微妙，被太后当场遇见，若要治罪，光明正大。柳云挑眉，哀家也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情况特殊就特殊处理吧，反正他现在也不管公务，碍不着他的事儿。正好哀家手里稀罕的药都给孙贵妃用了，她也没事儿了。既然送进宫了，不如给哀家应急，这2天研究的配方就缺一些火性的上品药材。红叶和青叶目光灼灼地盯着主子，觉得柳云这理由太自然顺畅了。他们知道计划的大概，但是没想到能这么天衣无缝。如果不是知道真相，他们也想不到太后由始至终的目的只是那位千山火人参。第68章，太后得手了。韦姑姑一头雾水，可太后当面开口，她拒绝不能。而且在她眼里，这一味药材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孙贵妃的命。既然成了太后特意赶来相救的人情，还以为要算不得什么。连忙将锦盒拿过来，双手奉上，奴婢替主子谢过太后娘娘救急，等主子痊愈了，定当亲自到凤仪宫叩谢太后恩典。柳云手微抖，看了青叶一眼，示意他赶紧接过来。按耐住砰砰跳的小心脏，柳云努力端着，才不至于露出异样。不用，到底是哀家的儿媳，出了这样的事，哀家岂能坐视不理？毕竟是哀家先将药材提走了，总算没酿成严重后果。此事已了，天色也晚，哀家困了，就先回去了。你们都仔细点照顾你们家主子。韦姑姑等人恭送太后。
明星忍不住问道：“姑姑，这太后娘娘真是来送药的？”韦姑姑迷茫：“那你觉得太后娘娘还干了什么？”明月明星对视一眼，摇了摇头：“真的没干什么吗？”梧桐宫的所有人都没在意，太后拿走了千山火人参，就连一直等待的启王府收到消息后，也只是分析太后的目的，思考幕后黑手的动机，并没有在意药材最后到谁手上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再珍贵的药材也架不住太后全程的避重就轻。大哥，这事儿真不是太后做的。孙文感觉脑袋已经打结了。自从闺女进宫，他感觉自己脑力储备明显不足，大多时候都跟不上后宫的复杂。孙武若有所思，原本还觉得是这老妇，如今看来只怕另有其人。之前本王一直想不到太后为何突然打破几方平衡，若是别人的手笔就能解释了。如果是太后，她何须这么急切的送药材到梧桐宫？最后好似也没得到什么好处，怡儿服药及时，身体也无碍。孙文点头，确实没什么好处，总不能仅仅是为了让怡儿欠他一份人情吧？孙武赞同，自然不能，人情这种东西虚无缥缈，怡儿若是不认，他还能得到什么？怡儿是他儿媳妇，他出手帮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柳云收回投放在启王府的天网鹰眼，满意的摸了摸手里的锦盒。这些聪明人就是想的太多，而且不知道他需要这味药，越猜测越离谱。计划进行得很完美。接下来几日，柳云只能心不在焉的等待。每每有信鸽飞来，柳云都特别关注。主子，是桂花嬷嬷传来消息。红叶轻声说道。柳云百无聊赖，可是碧湖有什么？红叶，无事。桂嬷嬷说，最近碧湖公主乖巧听话了很多，也渐渐开始理解主子的苦衷，不过有些事情需要眼见为实。桂嬷嬷的意思，让奴婢配合她演一场戏，让公主知道主子的困境。柳云点头，可以，你去吧。红叶迟疑，桂嬷嬷还问，主子驱毒的时候，要不要让公主回宫知道一切？柳云眼神一闪，好，等事情确定后，将时间告诉她，让她找个好理由带碧湖回来，最好是刚好碰上，事后就不得不仔细解释，到时候给她驱毒也简单些。原主的做法是将女儿送离这痊愈的泥沼，只想让她平安快乐一辈子。可惜原主本事不够，根本给不了女儿这样的环境，反而将女儿推到了悬崖边，自己够都够不着。生在帝王之家，养什么小白菜？他狠得下心，还是养个芝麻包比较好。独立、坚强、有见识、有手段，将来无论遇上什么都能好好活下去。否则，万一他踏错一步，还有谁能护着他？日子无声无息的来到5月初4那日晚，属下拼死拼活跑断腿的将2种寒冰雪灵花成功送到他手上，皇帝那份解药就凑齐了。柳云赶紧开始调制，将做好的解药交给魏月，一切都计划好了，你照着做就成。另外，我会让陆冲配合你，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我这边不一定有机会到场。魏月慎重地接过解药，和紧身衣打扮，拿着绣春刀的陆冲一起消失在凤仪宫。柳云皱着眉头坐下来喘口气，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时间越接近凌晨，身体的不适感越明显，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体内蠢蠢欲动。他得分散注意力，老是想着怪恶心的。红叶、青叶，这几日你们先后闭关，可成功突破了？那老和尚给的药有用吗？红叶和青叶点了点头，他们本来就是一流高手巅峰，天赋更是不差，有了外力帮助，突破起来并不难。如今他们俩也是绝顶高手，感觉世界都不一样了。柳云挑眉，挺好的，安全感又增加了有没有？话未说完，一阵打斗的声音从外面传来，红叶和青叶立刻进入备战状态。柳云起身，还没看清楚，一个人被一道凌厉的刀光劈得倒飞进殿，砸在3人不远处，屁股先着地的滑行了好几米。陆冲手持绣春刀闪身劈了过去，杀气凛然。那人吓得顾不上快裂开花的臀部，赶紧飙话，是秦羽让我来送药的。殿内一片寂静，陆冲的刀距离他的鼻尖只差1厘米，刀上的冷意已经透过毛孔侵入骨髓，让他怀疑自己的鼻子是不是没了。秦羽让你来的？柳云回过神问道。那是，真的。那人举起双手，心里已经将秦羽骂死了。送个东西而已，不能在别的地方交接吗？非要送到皇宫？嫌他死得不够快是不是？哼！柳云嘲笑一声，真不愧是秦羽的朋友，行动方式真是一模一样。后宫也是你们随便闯的？刚才你若再慢一点，必然身首异处。那人点头如捣蒜，又乖又怂的认错。对，我就说嘛，这皇宫是我们江湖人随便踏足的吗？这可是禁区。可秦羽那坑货也没告诉我怎么联系你们啊，就想着先来看看情况，结果刚摸过来就碰见了这位高手。陆冲冷漠地看他一眼，主子，
属下也是凑巧发现他鬼鬼祟祟的，就出手了。柳云点头，你忙去吧，这里有红叶和青叶呢。陆冲转身消失，看得那人瞪圆了眼睛，真的是超级高手啊，怪不得他刚才毫无反手之力。第69章，小本们记着呢。红叶面色不善的走了过去，药呢？那人连忙回神，拉下面罩，露出一张讨喜的正太脸，孩子般冲红叶露出一个讨好的无辜笑容。在这呢，在这。从怀里掏出一个四四方方的锦盒，卖萌的递给红叶。红叶眼神一沉，眼底闪过杀气。那人感受到了跟陆冲一样的压制，顿时有多乖变多乖，不敢有丝毫多余的动作。妖兽呢？这太后身边怎地这么多高手？世界这么大，他才2年没出门，就这么危险了吗？柳云看了一眼娃娃脸的黑衣人，轻笑一声，多谢这位大侠，真是赶上救命了。下次用暗号联络，哀家请你吃大餐。黑衣人抹了抹额头的冷汗，太后娘娘客气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秦羽来不及赶回来，就托我送来的。别下次了，非要有的话，还请给我说句话的机会。或许是娃娃脸给人亲近感，加上这人对他构不成威胁，柳云感觉好很多。玩味的一笑，嘘，秦羽还不知道呢，你可别提前告诉了他。等他回来，哀家还准备着还他一计。以前打不过就算了，只能苟着。现在，只盼着秦羽早些回来，他好狠狠出口恶气。如今就算没有红叶和青叶这等绝顶高手，他签到获得的一些道具也能泄愤，弄不死也可以让他多躺几天。奶奶的，这仇在他小本本上记好久了。黑衣人眼珠子一转，唯恐天下不乱，理智的笑了。对，让秦羽那小子吃点苦头，让他好看。老子看不惯他的清高好久了，可惜打不过。到时候太后娘娘可一定要给温某留个观赏的位置，秦羽吃扁，我能笑一辈子，期待好久了。柳云挑眉，猝不及防地问道：你叫什么？黑衣人还陷在幻想的快乐里，温想起身，可之前被打飞后摔得不轻，臀部强烈不适，嬉笑娃娃脸瞬间扭曲成褶子。面对3个女人，他还做不出揉痛处的动作，只得强忍着。在下温信诺，见过太后娘娘，这次闯入皇宫实属无奈，还请太后见谅。信诺。柳云上下打量，好名字啊！不知者不怪，今日无法好好感谢你了，过些时日再好好招待温大侠。红叶，替哀家送这位大侠，免得引起旁人注意。温信诺也不计较，连忙做了个拱手礼，就往外跑。他早就想逃了，红叶和青叶给他的压力太大，万一说错话，岂不是要交代在这里？柳云开口让他离开，他比谁都先松口气。拿着锦盒，柳云被捏紧的一颗心才真正放下，落到实处。青叶神情也松了松，主子，马上就要5月初5了，其他的已经准备好，我们开始吧。去毒后，主子就能睡个好觉了。最早不知道自己中蛊，柳云也没有安全感，睡眠一直不好。有了红叶，又知道自己体内有虫子，照样睡不踏实。天知道他有多想好好睡一觉。说得对，不睡好，老感觉脑子不够用。柳云轻笑，我得打起精神来，才能应付那些老狐狸。青叶笑了，这温信诺不知是何许人也，跟秦羽怎么会是朋友？这俩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有何不同？柳云轻笑，你才见过几个表里如一的人？你不是还没见过秦羽？就好像你的随机技能是不讲道理的，不分敌我的亲和力一样，温信诺的娃娃脸也不过是一种天然的伪装罢了。青叶诧异，主子的意思是此人一点不纯良，也没有那么无害。柳云挑眉，刚见过一面，我哪里能肯定？只不过这温信诺骨骼已经成熟，眼神更是阅尽千帆，又哪里是什么孩子？若是猜的没错，此人未必会比秦羽小，不过长着一张具有欺骗性的脸罢了。见青叶一脸懵逼，柳云轻笑着摇了摇头，这年头练个武还能固本驻颜，返老还童吗？温信诺，过了今日让陆冲去查查，总觉得不是善查啊。相比秦羽一根筋的狠厉和清高，他其实更不愿意和无法探知深浅的温信诺对峙。确认红叶将人送出了宫，柳云转念将其抛在脑后，专心配置解药。红叶和青叶一边帮忙一边守护，内心渐渐绷紧。这么久，每一味草药才收集齐1份，不知道能配出几份解药出来。柳云觉得气氛有些凝重，便开口说道：原本我还在担心，若是我解了毒蛊，下蛊之人会不会发现，从而搞出什么骚操作来。现在想想，发现就发现吧，我宁愿应付各式各样的针对，也不愿留这种恶心的玩意儿在身体里。这会儿皇帝那边应该已经行动了吧？养龙殿内，皇帝自然也毫无睡意，穿着亵衣在床前走来走去，整个人里里外外都散发着焦躁。李安拿着佛尘恭敬地站在一旁。屏风外，
还有几名小太监安静的候着，其中就有魏月。皇帝彷徨，小安子，朕的身体到底怎么了？还有母后，我们是不是遭了什么算计？为何从前年开始，一到端午，朕和母后必然大病一场？李安姿势都没怎么变。皇上，王御医是先皇留下的人，医术精湛，他每3日给皇上把平安脉，没有发现丝毫异样。或许端午本就邪祟多，以往是皇上不注意，这才生了病。医术精湛，皇帝嗤笑一声，表示怀疑。当初第一个喊母后轰了的不就是他？被贬了职，母后还可怜他，让他重新升上来了。他的医术真的精湛吗？李安不以为然。皇上可以不相信王御医，可皇上永远可以相信先皇啊。除了太后那事儿，王御医确实从未出过错。太后的事，说不定还有其他猫腻。听到两人的话，魏月的白眼差点翻出天际。可以永远相信先皇，李安真是忠诚。小皇帝跟着傻不成？按龙卫的事情还不能让他警醒。魏月看了看天色，终于等到李安将小皇帝哄安静了入睡。李安点燃了安神香，竟自关上门，准备自己亲自守夜。站在转角的魏月冲无人处打了个手势，陆冲的身影一闪，风一般的飘过李安上方。下一秒，李安身子一软，整个人就软倒了下去。魏月走了过来，眼带兴奋，这就是绝顶高手和一流高手的天堑吗？李安武功不弱，竟然丝毫没发现陆哥。第70章，如愿以偿的晕了。陆冲全程冷漠脸，看了魏月一眼，一个字不肯多说。魏月叹了一声，忧郁望天，陆哥什么都好，就是话太少了。难道主子特别喜欢这种人设？貌似锦衣卫大多如此。嘀咕着，魏月目送陆冲将李安拖走，安分地站在寝殿门外。殿内香烟袅袅，皇帝辗转难眠，内心惶惶，焦虑地盯着蚊帐，眼神空洞。突然，皇帝感觉身上有什么爬过，有点痒，令人不舒服。床单被套没换吗？皇帝心情很不美丽，伸手挠了挠，翻了个身，强迫自己入眠。然而，痒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宽广。皇帝烦躁的各种抓，猛然摸到肚子上有凸起，皮肉之下仿佛有什么东西隆起，他一摸就滑过去了，实在无法忽视。吓得他翻身坐起，眼睛瞪大，急急地翻开衣服，借着外间昏暗的灯光撩起衣衫，眼睁睁地看着白皙皮肤下有什么在游动，越来越多，各种地方让人头皮发麻。皇帝吓得肝胆俱裂，什么？小安子！惶恐中大吼：“李安，给朕滚进来！”魏月佯作慌乱地撞进门，抚了抚头上的帽子：“皇上，皇上，奴才在呢。皇上有什么吩咐？”皇帝愣了愣，倒也觉得魏月眼熟，顾不上许多，咽了咽口水，慌乱地举起手：“过来，你快帮朕看看，朕这是怎么了？”魏月凑了过去，瞪大了眼睛，果然瞧见皇帝手臂的皮肤下有东西爬过，不断朝脖颈接近。哎呀，蚂蟥！皇上身体里怎么会有蚂蟥？听见魏月认识，皇帝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把扣住魏月的脉门：“什么蚂蟥？你说清楚！”魏月跟着捉急，小时候家里人夏田最讨厌的就是这玩意儿了，它会吸附在血肉之躯上，钻进人体内吸血。皇上也没有夏田啊，为什么会让这玩意儿跑进身体里？皇帝眼珠子快掉出来了，吸血！说时迟那时快，他瞬间感觉有些缺血头晕，眼前重映。魏月扶着他：“奴才这就去请御医。”皇帝一把拉住：“不要去！你既然知道这玩意儿，可有办法把它弄出来？”李安呢？魏月眼神一闪：“李公公到底年纪大了，这么晚了，有些撑不住就去休息了。奴才在外面守着呢。”隐晦的上眼药，也不直接说李安不是。皇帝听了，果然心里膈应，却也没有时间仔细想。大概就是朕想依赖的时候，居然不在，有没有将朕放在心里那种闪念？魏月怜悯：“皇上，不叫御医如何能成？皇上又没有下过田，是不是蚂蟥还不一定呢。奴才听说南方有个万骨谷，里面的人专门养虫子来祸害世间。皇上莫不是遭了算计？”皇帝瞠目：“对，有个万骨谷，朕读过游记的。朕一定是遭了算计，一定是的。太医署那群蠢材，医术精湛个屁！之前有谁看出来了？”惶然又恐慌，皇帝吞了吞口水，整个人已经抖如筛糠，死死地拉着魏月：“你是不是知道怎么对付蚂蟥？都是虫子，你用同样的法子帮朕将这些虫子给弄出来，朕算你救驾之功。你快来！”捞起袖子，皇帝想赶鸭子上架。魏月知道皇帝生活上就挺小白的，万万没想到这么虎。柳云自然不会做了好事不留名，让皇帝一直沉浸在虚假的繁荣里，不经历磨难又怎么成长？他要让皇帝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身体发生了什么，以后也能多长个心眼。所以魏月才在这里点醒皇帝，要他清醒着解毒蛊。哪曾想
皇帝倒是知道蛊，却一知半解。如果毒蛊都能用清理蚂蟥的法子，主子还用得着千辛万苦的去收集药材？若不是主子暗中准备好了一切，无法顺利清除毒蛊，贸然行动，皇帝有想过后果吗？怎么，这会儿怕得连命都顾不上考虑了？所幸这本来是他要走的流程。魏月一脸为难，皇上不能这么草率吧？皇帝垮下脸，如今朕还能相信谁呢？你若是不能做，朕叫别人就是；你要是做得好，朕自然不会亏待你，算你救驾之功。魏月哭笑不得，偏偏要做出一脸受宠若惊的模样。皇上龙体金贵，奴才的意思是，奴才祖传2枚救命的神丹，但凡还有一口气，哪怕是寿终正寝的人都能延缓死亡一阵。不管对不对症，奴才愿意献给皇上，若有万一，也保护皇上能撑到御医过来。皇帝惊喜，还有这等神丹？魏月点头，本来是3颗的，祖上曾经救过一位奇人，那位奇人才还给祖上3条命。奴才爷爷曾经上山遇见熊瞎子，逃回家只剩下一口气，就用掉1颗。那皇帝还想细问，可毒蛊不允许，突然暴动，好似受到什么刺激，纷纷朝着胸口涌动。魏月连忙从脖颈上取下一个精致的饰品小葫芦，从里面倒出1颗药，塞进皇帝嘴里。皇帝根本没能力拒绝，手脚一软，眼前一黑，要晕不晕？魏月扶他躺下，端来一盆水，暗中倒入1包药，遇水化为无形。一手掏出小刀，一手抓起皇帝左手。皇上，奴才冒犯了。皇帝感觉难受至极，去年那种晕厥的无力更加强烈的袭来，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强撑着点头，快！魏月估摸着时机，看着皮肤上的隆起从心脏蔓延到手臂，伸手割腕。魏月将皇帝的左手按进药水里，血色慢慢晕开，其中还夹杂着越来越多翻腾着的小白线，细如发丝，长似指节。不多时，红色的水面上铺满了细白线，令人头皮发麻。皇帝看了一眼，脸色苍白，胃部翻涌，瞳孔扩大，终于如愿以偿地晕了过去。魏月表情一收，慢条斯理地处理起来，直到手腕流出来的血液中再没有丝毫白线，魏月才掏出金疮药给皇帝包扎，随即灭了加了料的安神香，点燃一支正常的，才端起那盆水出去处理。香，所谓的神丹溶于水的药包缺一不可，总算成功完成任务。第71章，没想到这么痛。凤翼宫超大浴桶里盛满了褐色的药水，柳云一脸凝重地跨了进去，一只手伸出来，浸在一盆清凉的水中。红叶拿着小刀站在一旁屏息等待。就在这时，浴室外面传来碧湖公主的声音，母后还在沐浴。蓝叶扶了扶身，回公主，主子等会儿就好，还请公主等等。云向童抖了抖身上的肉，到底怎么回事？本公主已经等好一会儿了。母后沐浴要这么久吗？而且凤翼宫不是有专门的白玉浴池，为什么突然在这种地方沐浴？蓝叶和紫叶对视一眼，露出一个难言之隐的担心表情。云向童立刻发现几成凤的小眼睛自顾自的转悠，果然有古怪，是不是？一个个神神秘秘的，仿佛想到了什么。云向童震惊，抬脚就要往里面走，是不是母后又生病了？这几年奇怪得很，一到端午节就大病一场，去年可没把我吓死。蓝叶和紫叶慌乱的叫了一声，伸手拦住，公主不可。云向童来了气，桂嬷嬷挡住他们俩。闻言，桂花嬷嬷立刻出手，快如闪电的点了2人的穴。云向童冷哼一声，由自走了进去。桂嬷嬷欣慰的笑了笑，放蓝叶紫叶自由，辛苦你们了。紫叶揉了揉心口，都是替主子办事，谈不上辛苦。蓝叶有些不放心，桂嬷嬷，你跟着进去看看吧，怎么也得看着公主，免得打扰了主子驱毒。桂嬷嬷点头，抬脚跟上。云向童进屋一看，柳云坐在浴桶里，浴桶放在大锅上，锅里有水，锅下有火，满屋子的药味儿。浴桶边的红叶拿着寒光刀，一脸严肃。云向童吓了一跳，这么大的阵仗吗？2只小胖手条件反射的捂住嘴，生怕自己叫了出来。谁知不等他搞清楚状况，柳云手臂瞬间成了月球表面，凹凸不平，整体粗壮了一大圈，看起来无比诡异。云向童小眼睛透着惊恐，忍不住缩在桂嬷嬷怀里。不等他瞥开眼睛，红叶快准狠的一刀落到柳云手腕上，激得云向童差点叫出声。亏得桂嬷嬷眼疾手快，把这孩子的嘴捂实了。哎呦，我的公主呢？关键时刻你可别打扰太后娘娘，会出事的。云向童睁大眼睛揪着桂嬷嬷的衣袖，微微颤抖。虽然不是故意的，可柳云现在的情况实在不算好。漫天药味中，柳云坐在浴桶中，双眸紧闭，脸色泛白，满脸汗珠，一只手搭在浴桶边，鲜血如水一般往外流。马德，居然痛！柳云咬了咬牙，当着属下和女儿的面没脸叫出声，只能硬挺。
他设想了很多场景，唯独没想到会有这种深入骨髓的痛。一条条蛊虫早已经扎根在体内，如今要拔根了，怎会没点感觉？他体内的蛊虫比皇帝身体里的要粗壮得多，几乎是肉眼可见的从伤口蹦出来，然后翻滚在水里。柳云顾不上外面的情况，一心一意地抵抗着爆炸的痛觉。度秒如年，不知道过了多久，柳云才感觉痛苦为之一松，然后潮水般退去，只剩下痛过之后的肌肉痉挛，让他整个人不由自主地颤动。红叶仔细地在伤口上抹了最好的金疮药，认真地包扎完，才松了口气。柳云依旧闭着眼，运行着浅薄的内力，拿出强身健体丸吃了一颗，又点了存下来的5粒经验包。身体创伤和机能缓缓恢复着，一股前所未有的舒服和轻松感涌上心头。云向童悄悄靠近护法的青叶，压低声音说道：“母后，到底怎么了？”青叶看了一眼桂嬷嬷，对门口扬了扬下颌。桂嬷嬷理会，拉着云向童往外走。青叶后脚出来，小声地告诉云向童详情。整件事情，桂嬷嬷自然也清楚，但是不能由她来告诉公主。万一碧湖公主还觉得她是太后的人，保不齐以为她在监视她，之前做过的努力就白费了。凌晨，皇宫陷入了一片诡秘的安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依然是一片精致奢华的建筑里，一个白须老头五心向上，正在打坐练功。突然心口一悸，张嘴就喷出一大口血。老头眼里先是疑惑，随即满是阴鸷。勾命蛊被人解了？这怎么可能？来人！有人推门而入，静待命令。老头抹了抹嘴角，快请殿下。不多时，一身着蟒袍经文的男人急切地走了进来。国师，这么着急，到底出了什么事？老头有些虚弱地起身，正要说话，心口传来加倍的刺激，仿佛要爆炸了一般。哦，老头半跪在地，这次吐了一口黑血，精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靡下来。国师，锦衣男子吓得蹲下身，虚扶一把。这，老头缓过气来，殿下，云昭有变啊，那母子的勾命蛊被人解了。殿下震惊，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解了？这怎么可能？这蛊不是国师从小豢养，与命里相连的吗？无药可解啊，除非得到国师的心头血。那母子俩连地经都没有出，从哪里得到国师的心头血？国师摇了摇头，仿佛瞬间老了好几岁。我也没有受伤，并未失去心头血。见了鬼了，勾命蛊难道有其他解法？殿下不信，不可能，会不会是那母子俩都死了？国师坐了下来，调息片刻，宿主死亡，我会有感应，却不会反噬。我这是被反噬了，只能说明蛊虫是离体死亡的。那母子俩死没死，我不清楚，可殿下要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吗？殿下脸黑如墨，有种吐血的冲动。布置了这么多年，蛊虫突然被解，破坏了他整个计划。来人，去云昭查，本殿倒要看看究竟是谁坏了本殿的好事。殿下咬牙切齿，抓回来，本殿定要千刀万剐，活剥了不可。端午的太阳热得人发慌，柳云却难得睡得极好，再睁开眼，颇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母后，你醒了。云向童童声悦耳，仿若一颗肉球，高兴地扑在床边。母后，你饿不饿？想不想吃东西？渴不渴？喝不喝水？柳云突如其来的亲昵，难不成他换了一种姿势又穿了？第72章，这不合常理啊！认真确定了一瞬，柳云舔了舔干裂的唇，想喝水。闻言，云向童立刻哒哒地跑去桌边，端了一杯温水过来。母后，给。柳云手脚无力，浑身还有些酸软，慢吞吞地接过水杯。云向童不急不躁，竟然一直维持着那姿势，还特意往前凑了凑，方便柳云接手。柳云喝水的时候都忍不住多看小姑娘两眼，突然这么乖，她好不适应啊。喝完水，云向童一把接过空杯，蹦蹦跳跳地放在了桌上。柳云莫名看向了青叶和桂嬷嬷，他们都给公主说了些什么？猛地就掰正了。青叶一脸无辜，她就正常解释啊。桂嬷嬷欣慰地笑了笑，公主，太后娘娘醒了，你就可以放心了，该去休息了。太后娘娘身体虚弱，需要好生调养。柳云抬手捏了捏小孩的脂肪脸， Q 弹的，手感极好。怎么，守了母后一夜？小孩子熬什么夜，还不快去补觉？云向童眼睛带泪，欲言又止。柳云软声说道：有什么话等休息好了再说，听话乖呢。乖巧省心的孩子还是很招人爱的。云向童点了点头，站了起来，正准备带桂嬷嬷离开。红叶走了进来，脸色古怪。主子，见公主还在，欲言又止。云向童理会，抬脚准备回避。柳云却开口了：有什么话就说吧，碧湖，你若是想听就听听，有些事情你也应该知道。母后也不知道能陪你多久，你要快些长大啊。虽然强迫一个孩子长大是很残忍的事，可云向童这样的身份环境，
他不得不这样做。云向童顿足，安静地看着红叶。红叶掏出一个精致的饰品小葫芦，主子，是皇上让魏月送过来的。柳云愣了愣，神情微妙，确认地问道：是皇上主动让送过来的？主不主动是关键，这不合常理啊！皇帝怎么突然这么在乎他的命了？红叶点了点头，是，皇上身子虚，还卧病在床，今早上朝都取消了，醒来后就主动让魏月送了过来，还让魏月一起过来给主子治病。柳云怔了怔，盯着丹药出神，半晌才抬头对云向童说道：去休息吧，醒来再问就是。云向童点头，如小鸡啄米，脚步欢快地跑了。柳云起身，青叶帮忙套了外衫，让魏月进来，另外弄点吃的来，是他补充能量的时候了。见了魏月，柳云迟疑了好一会儿才开口：皇上的身体怎么样了？魏月刚清除毒蛊，还有些虚弱，早上李公公过来叫了御医，说是皇上失血过多，需要调养。柳云关切：你走路怎么回事？谁打你了吗？皇帝手腕上多了一道伤口，只怕不能善了。魏月，是李公公醒来发现皇上的样子，下令给了奴才50大板，打到一半，皇上苏醒就阻止了。奴才怕被人看出来，没有用功抵挡，倒是不觉得痛。柳云叹了一声，手中出现一个精美的小瓷瓶，让青叶递给魏月：金疮药，一抹就好，你看着用，若是怕被人看出来，你就留着关键时刻用。先回去吧，就说给我治疗过了，但是我年纪大，身体不好，虚得很，同样需要好好调养。李安对你应该有所怀疑，心生防备，谨防暗箭，你多加小心。打发走魏月，柳云盯着要出神，直到子夜端来吃的，才叹了一声，把药收了。虽然不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但是他或许真救了他自己一命，也救了这点微薄的母子情。想到刚穿越时，皇帝因为原主的死而欣喜不已，他就脑壳疼。这些日子来，他都快确定了此号已废，偶尔也会考虑要不要想办法换一个。办法是有的，可底线也破了。偶尔午夜梦回，他还能梦见原主悲戚哭泣的样子，他就会心软，想着霸占了原主的一切，到底还是该给皇帝一些机会。毕竟从小到大，这个儿子只是没人好好教，说到底不是他的全责。之前的一份草药弄出了2颗丹，一是备用，一是也存了试探的心。他其实没抱太多希望，从未想过皇帝会主动将多出来的1颗药给他。毕竟魏月解释的理由很模糊，表示这颗药并非专门用来解毒蛊的，而是救命神丹。皇帝既然能舍得，他就觉得这丫的或许还有救。这人的求生欲还真是奇奇怪怪。柳云都嚷了一句，开始祭奠五脏庙。公主那边是怎么回事？青叶，主子，奴婢就正常解释，也不知道公主脑补了些什么就这样了。应该跟之前红叶和桂嬷嬷演的一场戏有关，桂嬷嬷的能力太强了。柳云挑眉，也是碧湖年纪不大，换成皇帝试试，特定适得其反，激起逆反心理。对，我忘记问了，红叶和桂嬷嬷演了什么戏？青叶，就是红叶拿东西去当铺，公主无意中看见，让公主一步步知道主子有多难。不过桂嬷嬷说，公主昨天晚上会回宫，并非全是她的功劳。公主还记得主子去年端午大病一场的事，内心是关心的。以前太后对公主的关心实在太少了，公主在皇家书院一直有种被抛弃的感觉，加上中毒后身体出了问题，长得也越发自卑，脾性就变了。柳云叹息，她就知道会这样。那在皇家书院是不是还有人嘲讽排挤她？之前桂嬷嬷不是处置过几个丫鬟，日常就没说什么好话吧？都是套路。别看皇帝太后的身份高，可实力更加重要。3大辅臣当权，军政势力都不在皇帝和太后手中。说实话，皇权的敬畏感已经降到了最低。一些有靠山家族的子女对公主不屑一顾，冒犯几次都没有任何惩罚，胆子自然就越发大了。想想外面说书的都能明目张胆编排他，皇权还有什么威势可言？可以前的太后和皇帝就算知道又能怎么样呢？谁听你的？难不成还能撸袖子亲自上场撕？4年啊，连平民百姓都知道3大辅臣的威名手段，小皇帝和太后纯粹老弱妇孺。思及此，柳云冷哼一声，又想到了一根筋的秦羽，也就这种没脑子的才会以为他把持着朝政，他在下命令造成云昭每况愈下，杀了他能一劳永逸，匡扶社稷。蠢货！柳云咬牙切齿。第73章，充其量是只小蚂蚁。那时候没有自保的能力，对于要被掐死的感觉记忆犹新。直到现在，柳云都还保存着当初的濒死感受，不让秦羽好看，他就不姓柳。秦叶愣了愣，不知道柳云这2个字在骂谁。是的，不过有了桂嬷嬷后，替公主报复了几次，公主心结解开了不少，公主越发信任桂嬷嬷了。柳云扶额，这孩子
实际上没心没肺的呀。这样也好，容易活得快乐。填饱肚子，柳云顿时舒服了，一身轻松的开始宅在凤义宫闲鱼，跟越发可爱的女儿互动一番，让小姑娘体会一下缺失许久的母爱。云向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开朗。母后，你为何要把自己画得这么老啊？云向童狐疑地看着上完妆后仿佛变了一个人的亲娘，内心有一丝紧张，这样的母后熟悉又陌生，是不是又看不见她了？他也是这几天才知道，母后和模糊记忆中的亲娘相差无比，年轻漂亮，美艳芳华，并非大家看到的五官犀利，威严疲惫，这样更能让人信服啊。柳云浅笑，待会儿见了旁人，你可不要乱说话，从现在开始学会管住自己的嘴。云向童点头，听不懂他也会记下来。忍不住抱了抱这小肉球，柳云如爱了一把小萝莉的脸，过2日回皇家书院，让桂嬷嬷帮你解毒，慢慢的你就能恢复成原本的模样了。今日并非15，可孙贵妃打着感谢的名义带了一堆贺礼上门，她也不好拒之门外。谁知江贵妃和景贤妃闻风而来，生怕错过什么吃了亏一样，纷纷带着看望的礼物上门。柳云故意让青叶和云向同扶着出场，一副虚弱的样子。哎，这身体不好也不能随便吃什么药啊补品的，你们有心了，还不如直接换成银子给哀家，嘴里寡淡，想吃点什么特殊的东西还能花银子买不是？三大巨头笑容僵在脸上，震惊地看着太后。太后已经破罐子破摔到这种地步了，这样的话丝毫都不掩饰了。堂堂太后都能当面要银子了。柳云淡定地喝了口水，对外身体不好，茶就不喝给这些人看了。皇帝太后早就没脸了，他要来何用？还不如整点实惠的，等将来不怒自威，让人心生敬畏了再捡起来也不迟。而且这3人来了凤义宫，只怕后续来的人更多，他不想折腾，这种话传出去，要来的人要么拿银子，要么自己掂量，对付的累，他总得占一头好处吧。皇上和哀家越来越穷了，上次救灾还是靠大家筹款，这日子啊不好过了。三大巨头实话，越发体会到人不要脸则无敌的意思。这样的话换成他们怎么都没脸说出来的，太后竟然说的无比自然。等3人一脸懵逼的离开凤义宫，才回过味来。明说想要银子，那贵重礼物也没见还回来啊。太后真是好大的脸，偏偏仗着长辈的身份，他们想什么却不敢说。柳云嗤笑，转头对云向童亲切温和，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自己去挑。你知道的，母后的身体还没有坏到这种地步，可不能让别人知道。云向童重重的点了点头，跟母后有共同的秘密，开森的很。柳云点头，红叶，这2日外面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这3只找了个借口来凤义宫，分明是来刺探虚实的。红叶严肃，主子，皇上3日未上朝了，文武百官都在猜测发生了什么，也有所准备。准备什么？柳云嗤笑，难道他们以为皇帝身体虚弱，快驾崩了不成？让魏月好生看着，别让人钻了空子。红叶点头，是主子。皇上身体确实不太好，但是也不至于有驾崩之危。奴婢觉得这种传言或许是皇上有意为之。柳云挑眉，终究还是学聪明了，想要借此打破3大辅臣建造的牢笼，可惜了，嫩了点。说着，柳云想起那个自救和救皇帝的任务，如今完成了，任务奖励已经到手，1000特种精锐之师先不提，如今只能好好藏着。那名治国能臣直接投放在宫外，让他暂时自由活动。这10颗强身健体丸，找机会给皇帝服下去，也找机会让他知道我这个母后的好。柳云眯了眯眼，另外让皇帝知道诸葛庆的存在，想要帮手让他自己求去，否则以他那点道行，可能还没冒头就被按回去了。在他看来，皇帝连之前的太后都不如，太后还是只大蚂蚁，皇帝充其量是只小蚂蚁。这几日魏月备受皇帝信任，李安便有了危机感，经常找机会说魏月的不是，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的样子越发令皇帝不耐烦。按照习惯，每当皇帝不听话，李安就喜欢搬出先皇来施展教育，皇帝对他更敬而远之。魏月趁机而入，快速成为皇帝新的心腹。尤其在魏月不小心漏了一点武功后，皇帝对李安正在气头上，顿时觉得是不是有了替代之人。皇上，这是太后娘娘暗中求得的药，每日1粒，强身健体。魏月乐呵呵地奉上一个圆肚瓷瓶，正适合皇上悄然养身体，不让旁人知道。皇帝愣了愣，看了瓷瓶好一会儿，母后有心了。过些日子朕能正常行动，自然会去凤义宫拜谢母后。魏月眼珠子一转，小心地试探，皇上，奴才试探过了，凤义宫并没有疑似暗龙卫的人。若暗龙卫真的在太后身边，太后又怎么会中蛊？
而且说句不好听的，太后把皇上看得比眼珠子还重要，她手里真要有厉害的人，又怎么会让皇上中蛊坏了身体？这李公公是不是记错了？皇帝垂眸，若有所思。朕也是突然意识到这件事，而且朕解读时，在昏迷中梦到了母后对朕的爱和保护。这么多年，李安表面没说过母后的不是，可一直在挑拨离间，总说些让朕膈应母后的话。朕觉得这有问题。魏月，主子的药莫非还能治脑子？皇帝做了个以前的梦就明悟了。他们猜了这么久，原来是自个儿反省的。第74章，深有感触。不过，当一个人信任别人的时候，的确会一叶障目，人心偏颇。可驱毒那天晚上，李安没能参与，这几日又不断说教，让皇帝连面都不想见。短短时间里，李安在皇帝这儿的信任崩塌，快得连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当然，在这之前就埋下了祸根，有了缺口，便一发不可收拾。再加上那个很玄妙、出现的恰到好处的梦，没等到魏月的回答，皇帝疑惑地抬头：“小月子，你觉得呢？”小皇帝现在急需得到旁人的认可，证明自己的理解是对的。没了李安，他不能再没了亲娘。魏月浅笑：“皇上说的对，太后娘娘知道了一定会很欣慰的。百善孝为先，寻常百姓都知道生养之恩，何况一国之君呢？皇上的所作所为可是天下人的榜样。”皇帝若有所思，深有感触。可是朕想不明白，李安为什么要这么做？魏月挑眉，不会直接下定论，只能诱导皇帝自己想明白。奴才也不懂，奴才刚进宫才半年呢，之前还一直在学习规矩，不知道李公公的为人。哼，就李安那样的忠于先皇，对新皇更多的是看管。他敢提暗龙位，看他敢不敢解释暗龙位在何方。李安要新皇对先皇充满如沐和敬畏，如果皇帝知道先皇将暗龙位给了贤王，形象不崩塌才怪。而李安既然让皇帝知道，又无法说明白，皇帝必然心生间隙。时间越长，隔阂越深，对他有利。皇帝神色不变，突然问道：“说起来，小月子，你为什么会武功？”魏月精神一振：“来了，考验来了。奴才小时候啊，在山里找吃的，救了一个武林人士。那人原本是想给点银子打发了奴才，奴才性格倔强，非要学武。那人无奈，就在附近城镇养伤，教了奴才3个月。后来就是奴才瞎练了。他不怕皇帝去查，主子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已经让人将他过往安排好了。”哦，皇帝意味深长，或许是被恶心可怕的蛊虫伤到，也或许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大彻大悟。皇帝明显开始成熟，自我思考。对于魏月的话，仅仅信了一半。既然如此，你有这样的本事，为何要进宫做太监？皇帝认为这一点不符合常理。正常人谁会想做公公？魏月满脸失落痛苦，时运不济啊，奴才的家乡遇上天灾，都死光了，奴才也就剩一口气，而且伤到了根本，活着也是难受。奴才虚弱之极，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几个乞丐卖给了收人的太监，之后等奴才恢复行动之力，已经被晋升进宫了。左右结局都差不多，内务府的管事公公还给奴才用了好药保住命，突然就觉得好死不如赖活。哦，皇帝恍然，多少有了点同情。小月子，原来你的命这么苦，这晋升对你武功没有影响吗？哎，奴才如今还在恢复期，最多全盛时期的2、3成。魏月面不改色的边，有生之年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恢复到巅峰。皇帝睁大了眼睛：“小月子，你这武功到底什么水平？”他想知道魏月跟李安比如何。魏月眨了眨迷茫的眼睛：“其实奴才没闯过江湖，也不太清楚啊。”皇帝辍朝7日，文武百官坐不住了，有人四处奔忙打听消息，有人关门闭户，明哲保身，也有人从原本的摇摆不定到上赶着站队投靠，以求度过即将到来的乱世。柳云毫无存在感的在凤仪宫养身体，默默注视着朝中的变化。怎么，平国公府真得向白家提亲了？这林子凡动作还挺快的嘛。红叶嘻嘻一笑：“对，是国公夫人亲自去的，平国公也认可了，就看白家的意思。”柳云挑眉：“白家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他们不就想将女儿嫁入高门？”红叶点头：“对，白家很乐意，巴不得赶紧将女儿送去国公府，攀上这门亲事。只不过事情似乎没那么顺利。”柳云眨了眨眼：“难道这其中还有白蕊什么事儿？那个假千金，这么有手段的吗？居然能影响白家长辈的决定，搅黄了这门亲。要说白家最不想白景嫁得这么好的，也只有白蕊了。国公府的嫡长子啊，他若是想超越白景，难不成的嫁王公皇子？”红叶笑了：“主子又知道了。确实，
白蕊不知道怎么说服白家一众长辈的，竟然想换人嫁，将白景换成她。柳云睁大了桃花眼，由衷的夸赞：“这姑娘厉害啊！”红叶，国公夫人倒是无所谓，林子凡娶白家的哪位姑娘，她都满意。倒是平国公不干了，他的嫡长子难道配不上一个嫡长女，只能娶嫡次女？国公夫人顿时也觉得林子凡若不能娶嫡长女，是白家打了国公府的脸。何况他提亲的时候说的清清楚楚是嫡长女白景，白家算什么东西，居然想换人就换。柳云轻笑，白家和那白蕊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白景当初争这个嫡长女的头衔争对了，用来做由头，谁都挑不出错来。红叶，是啊，所有人都在关注白家这场大戏呢，看得津津有味的。当年帝师之家竟然沦落至此，让人唏嘘不已。柳云点头，等他们俩大婚，替我选几样不错的东西送去，就当太后的赏赐。至少那日我是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去喝喜酒了。红叶疑惑，成亲还早吧？听说这个世界的人成亲3媒6聘，请期选日子等等，多则2、3年，少也要半年呢。柳云笑了，放心吧，所有人都等不了那么久，就算不会一切从简，但是压缩时间完全没问题。对了，孙玉一那边安排的如何了？这阵子他自顾不暇，只是将这事儿吩咐了下去，没有盯着人去做。青叶浅浅一笑，甜美亲和，主子放心吧，在林公子的帮忙下，孙玉一已经替白木的妹妹看过了。孙玉一对这样的疑难杂症也挺感兴趣的，说是需要试探着治疗，毕竟之前没遇见过，没法肯定能治好。第75章疑问百金，说白了需要试手。柳云认同，倒也合理，至少孙玉一将这病放在了心上。白木同意吗？青叶点头，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呀。除了孙玉一，看过的其他名医大夫都束手无策，连让病人好些的办法都没有。可怜柳云啧啧，他虽然会医术，可他不清楚自己达到了什么水准，而且他不是纯粹的医者，对于所谓的疑难杂症没有先天的探究精神，所以由始至终没打算参和这件事。为了活命才想办法得到医术的太后娘娘，就为了能给自己看看。虽说医者不自医，可他半路上道还是靠系统强行提升，直接打破了这条俗规，出手就解了无药可解的勾命蛊。柳云真的太小瞧系统出品，太不懂《黄帝内经》的高大上了。凡间神医何医先入门基础，这是一个档次的吗？可惜柳云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医术仅仅够用，也就那么回事，至少有希望就好。柳云知道孙玉医是不能肯定完全痊愈，要让白木妹妹好一些是没问题的。说起来，白家的家境如何？如果缺银子的话，就支援一些。柳云想起这茶、吃药、科考都是不小的开支。红叶，主子，你太小看白公子了，他们家境如何奴婢不清楚，不过白公子赚银子的本事可不小，尽管没有太富有，至少不怎么缺银子的样子。柳云挑眉，这么全能啊？哦，让他不用客气就是，都是人才啊。皇上呢？是不是偷偷出宫了？红叶点头，是，小月子已经拜托陆冲，暗中派了锦衣卫保护着。小月子？柳云愣了一下，禁不住用手中的画本挡脸偷笑。他后悔给魏月取这么个名字了，明明很正常，可被皇帝这么一叫，他脑海中总是闪过某月月的小眼睛和大脸，不能直视。皇帝若是想微服出宫，其实也不难，只不过现在是特殊情况，他本该在宫内休养，就得好好掩人耳目。小月子，这就是香竹林。皇帝未登基之前，也是常年在宫外游荡的，不能说什么地方都去过，至少也不惦念。可香竹林过于清幽偏僻，而且规模也太小了吧？魏月四下张望，应该没错吧？有碑石写着呢。皇帝奇怪，近日来名声大噪的诸葛大师就住在这里，喜好清幽吗？魏月沉默，这脑回路他好似有点跟不上啊，这是凭什么得出的结论？皇上，听说诸葛大师并不住在这里，只是喜欢在这竹林后的小河垂钓。说话间，两人并不知道柳云人在凤翼宫视野已经悄无声息地放了过来。皇帝越发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求才若渴。柳云便让诸葛庆表露一些才能，短时间内名震帝京，再将消息透露给皇帝，鱼儿这不就上钩了吗？皇帝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才发现竹林里居然别有洞天，风吹竹叶沙沙响，虫鸣鸟叫都衬出一份不染浊世的安然，让人整颗心犹如被洗涤一般沉静了下来。皇帝很少这么感悟大自然，不知不觉脚步都轻了。走出竹林，一抹阳光从波光粼粼的水面辉映过来，五彩斑斓，显得天地颜色多姿多彩，世间美好。一时之间，皇帝眯眼看着，竟然有些吃了。没想到这样偏僻的地方还有这般好风景。小朋友，你也是来问问题的？
一个沉稳的声音打断他的沉思。皇帝循声望过去，只见水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一个粗布中年人，40多岁，面相微胖，略显福态，手中握着一根简陋的竹子鱼竿，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唯一不太和谐的是他身旁放了个大包袱，隐约可见里面泛着俗气的黄白光芒。皇帝略微好奇，你就是诸葛大师？近日闻名帝京，传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100年，后知未来100年。诸葛庆无语，这风言风语都是怎么传的？他虽然是主子召唤出来的，可也是人，不是神。人传人就离谱了呀。诸葛庆摇了摇头，老夫虽然比常人博学一点，可也不至于什么都知道。过去很多事情都掩埋于历史，更加不提未来了。不过是以平生所学，赚点银子花花，顺便一展所长，这才立下了一人一问100斤的规矩，每人只许3问。皇帝点了点头，觉得这才正常。真的问什么问题，你都能解答吗？诸葛庆摇头，人生有限，学海无涯，老夫也不能尽知啊。小朋友，看你年纪不大，莫非有很多的疑惑？老夫不能解答，自然不收你银子。魏月失笑，皇上，这人倒是会做生意，答得出来一问100斤，那可真贵了。答不出来，他也没什么损失。诸葛庆瞥了他一眼，老夫在这安心垂钓，是世人有很多疑问，你问我答，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难不成替人解惑还得付出代价？而且答不上来，损失的可是老夫名声，难道这不是代价？皇帝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示意魏月掏银子。诸葛庆看了一眼，悠哉悠哉的道，小朋友，老夫劝你珍惜机会，这些日子试探的人够多了，都是付出了代价的，一人3问，绝不能多。你若是不心疼银子，试探一番也无妨。闻言，本已经话到嘴边，皇帝突然一转，阁下觉得如今的云昭可还有盛世？诸葛庆轻笑一声，看了皇帝一眼，这孩子初心还是蛮好的，16岁的年纪没有完全被权欲俘虏，还想着为国为民呢。小朋友，老夫不过收了你100斤一问，用不着要老夫命吧？草民岂能议论朝政？要么你换个问题，要么你将这100斤拿回去。皇帝挑眉，人在云昭，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诸葛庆冷笑，年纪不大，嫩了点，莫非你觉得以老夫的阅历，还能受这么简单的激将之法？知道，但是老夫不回答。皇帝顿时郁闷了，你尽管说，本少爷保你安全便是。何况在场没有第4个人，不会有人知道。诸葛庆，主子居然要扶持这样的幼主，准备开启地狱模式吗？魏月，天真的孩子，暗中保护的那些人难道没有耳朵？也亏的是自己人。第76章，杀人诛心。一个不说，一个非要答案，两人对峙起来，突然变得幼稚无比。柳云原本挺紧张的，觉得两人针锋相对，总得过几招吧。结果就这，柳云一脸懵，皇帝才16岁，诸葛庆你也没长大吗？这样对眼有何意义？诸葛庆率先意识到事情朝诡异的方向发展，咳嗽了一声，将主题拉了回来。固执的小朋友。诸葛庆一本正经地捋了捋胡须，清楚地收到来自魏月的鄙视，嘴角抽了抽，算了，你是一国之君，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皇帝知道他的身份，还敢这态度，到底有什么异状？再一次，他深感自己这个皇帝完全没有威慑。3大辅臣把持全朝所有军政要务，皇上要什么样的盛世？那不都是3大辅臣给你看的吗？诸葛庆开启嘲讽模式，皇上再勤奋，每天批阅的奏折也都是被挑选过的，如果老夫没猜错，大多是恭请圣安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真正的民生大事，皇上除了上朝听臣子请奏，何曾在奏折上看过？皇上莫不是每日被拍马屁的奏折拍得舒服了，都忘了奏折上达天听是干什么用的？你大胆！皇帝咬牙，眼中闪过杀意，用来掩盖心底的羞愧。他不过想知道外面的云昭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却被人把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掉了。他真的就那么差吗？诸葛庆没有丝毫波动，自然大胆，否则岂能在这里一问100斤？皇上何必恼羞成怒？事实胜于雄辩，皇上若是愿意闭目塞听，自欺欺人，就此安稳地度过余生，又何必问什么云昭盛世？如今的云昭不过是一只深陷沼泽的大象，越挣扎陷得越深，稍不注意就万劫不复，哪来的盛世？皇帝怔住，第一次听到旁人对云昭最真实的评价。已经严重至此了吗？诸葛庆还不放过这孩子，云昭在你老子手里倒还像个样子，前期兢兢业业，倒也办了几件实事儿，可后期就老糊涂了，天天吹什么云昭盛世，活在自我编造的梦幻泡影中，完全看不见皇朝的逐步凋零。否则你那么多兄弟，为何等待继位时就只剩下你一个了？这就是乱象。
一照就更扯了，怕不是一只脚已经踏上了奈何桥，人已经糊涂了。为了避开世家，就选了3头恶狼做辅臣，还分管财政军政。老夫都纳闷，你老子可能就从来不认为你能成才，只适合做个听话的傀儡。至于云昭如何，反正他也看不见了，也没他的罪过。皇帝脸色姹紫嫣红，色彩斑斓，最终憋成了猪肝色。倒不全是知道真相的恼怒，还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暗爽。终于有人这么直白地剖析先皇了，评价似乎还不怎么高。原来先皇没有那么完美，没有那么睿智，也没有那么伟岸，那他再不成才，这距离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吧。诸葛庆虽然毒舌，可完全踩中了皇帝的爽点。你真不怕朕砍了你脑袋？皇帝极力掩饰住表情，倒显得有些扭曲狰狞。诸葛庆眉头都不动一下，反而笑了。可以啊，老夫这一生该体验的也都体验过了，没什么遗憾，死有什么可怕的？老夫一个人死到也不要紧，这不是有整个云昭陪葬吗？皇上都不怕，老夫怕什么？怕个毛！他们这些被主人召唤来的人，一旦死亡，只要主子愿意，花银子就能复活，重新召唤。砍一颗脑袋算什么？他这几日赚了不少，也够换10条8条命的。皇帝论嘴皮子，他连文武百官都说不过，更加别说这人精了。你是怎么认出朕的？诸葛庆斜眼，伸出几根手指搓了搓，表示快给银子。老夫已经赠送皇上好几个小问题了，这是皇上的第2个问题吗？皇帝脑子其实一片空白，他都不知道自己想要问什么，便点头让魏月交钱。凤翼宫内的柳云忍不住扶额，这败家蠢儿子到底是谁生的？诸葛庆设下3个问题，纯粹就是给皇帝一个福利。这丫的浪费2次机会就问这种有的没的。果然小时候不好好读书，过早承担重任，小身板根本扛不住啊。诸葛庆轻笑一声，也不知道在嘲讽还是高兴，这银子来得过于容易。第一，众所周知，皇上不过16、17岁，你的外貌年纪正好符合。第二，你身边这位是公公。第三，你这一身金线云纹刺绣，不说手艺如何高端精湛，就这云纹样式是云昭国徽图腾的变种，一般人谁敢这么穿在身上？第四，皇上腰间那枚鸭袍玉佩，极品墨玉，以极细的微雕之术雕刻着5爪腾龙图。还需要老夫继续说吗？皇帝整个人都傻了。还有，这人长了鹰眼不成？墨玉通体黑而透，雕花本就不容易看出来，更加不说微雕之术了。这人距离这么远，凭什么看见的？太离谱了吧！魏月有些看不下去了，提醒的说道：“皇上，只剩最后一个问题了。”皇帝回过神来，吸了口气：“好，最后一个问题，朕该如何破局？”闻言，柳云一巴掌拍在扶手上：“妈呀，总算等到一个不错的问题了，极煞人也。”诸葛庆意味深长，这100金倒是不好赚，简单点，解决根本的问题，重掌皇权就行了。复杂点，说来就话长了呀。皇帝神色严肃认真了许多，还请先生赐教。诸葛庆高深莫测，倒也不至于，老夫为了银子而已。皇上虽然四面楚歌，倒也不是全无办法，只是这布局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人手。巴拉巴拉，诸葛庆越说越兴奋，若不是强忍着装高深，他都想撸袖子自己上了。皇帝则越听越糊涂，脑容量明显告捷，记住后面，忘记前面，像极了书院里怎么读书都读不进去的学渣。偏偏他没料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多而长，没有事先准备，根本记不住。诸葛庆说爽了，一脸舒坦，大概就这样，皇上可明白了。皇帝，特么的，最后一句才杀人诛心。朕恳请先生入朝帮忙，为天下苍生谋一条生路。第77章，请待下回分解。诸葛庆，主子，为啥非要玩地狱模式？就不能寻一条简单的路吗？柳云深深地叹了一声，没办法，原主亲儿子啊。但这一点就足以打败所有其他条件。做家长果然好不容易，不是没想过对自己好点，可若是没猜错，系统或许不会允许他废了皇帝，因为之前有个任务是费心费力的救皇帝，奖励比他自救丰富多了。他不知道真的将皇帝撸了，签到系统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或许这也是系统的某种底线。反正他也没机会试一试。跟系统比，皇帝显得无足轻重。如今教育皇帝有这么多人一起，或许也没有那么难。真正换皇帝，牵扯也太大了，处理起来或许不比教育皇帝更容易。现在他积蓄的实力还没到可以碾压一切的地步，就当给个机会，在我能碾压一切，随心所欲换国君，只手遮天之前，看你能成长到什么地步。柳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一天，这样考虑肯定没错。他不想去忧心远虑，快快乐乐的活在当下就好。当然，皇帝若是真的过了底线，他也绝不含糊。见小皇帝想请诸葛庆出山，
被一口拒绝，满脸便秘的表情，柳云直接笑出了声。儿子吃瘪，老娘特开心啊！母后，你在笑什么？这么高兴？云向童圆圆的身体扑过来，小脸红润。短短几日，身材变化不大，可气色明显好多了。柳云诧异，书院休沐了？放假的时间没有规律的吗？云向童眼睛瞥向茶桌上的糕点，满脸垂涎，倒也没有，是书院大部分夫子都要去参加桃园文会，学生也想去凑热闹，干脆不上课了。我对文会不感兴趣，就回来找母后玩。听见熟悉的名字，柳云才想起这茬桃园文会。什么时候？这么看来，桃园文会的规格很高啊，怪不得之前在皇国四山脚，白木被姓谢的公子那般激将都不愿意沾惹，身份太低，踏进文会大门就容易被当成一个笑话。谢公子的心思当真半点不掩饰。后日啊，云向童奇怪，母后不记得了？这可是读书人的盛会呢，每3年一次会试的前1年就会举办一次桃园文会，来自各地有名望的举子会收到请帖，很多读书人都以收到帖子为荣呢。柳云恍然，他记得什么？这种事情原主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哪有什么记忆？桃园文会，所以是跟桃子有关的吗？农历5月了，蜜桃都开始成熟，不可能还有桃花吧？云向童顿了顿，哦，母后很少出宫，不知道这文会也正常。小姑娘连忙给亲娘找拨，文会一开始是徐家主办的，主办地点是长公主陪嫁的一处皇庄。听说最开始是长公主为了美，才栽了许多桃树。最先是长公主提议的，为了不辜负满山漂亮的桃花，邀请一些文人雅士聚会。柳云感兴趣的附和，然后呢？云向童兴致勃勃，这种事情自然得徐驸马来主持。时间一长，朋友带朋友，请帖也越发越多，就变成了人多的盛会。长公主不甘示弱，便对女眷发出了邀请，添了彩头，也从中挑选出所谓的公认的才女。有人因此名声大振，嫁入高门，便也成了大家趋之若鹜的盛会。柳云惊奇地看着云向童，8岁的孩子，这表达能力难道不惊人吗？至少整件事说得明明白白。红叶连忙补充，主子，这文会毕竟3年才一次，对女儿家来说，上一届的才女估计在3年中嫁人了，都为人母了，自然不会再参与。姑娘家大多不愿意错过这样扬名立万的机会，能够很大的提高名声，增加身价。柳云无语，长公主这么活跃的吗？既然有这样的文会，她之前何须促成百花宴，以至于招来那样的祸事儿？整天闲得发慌，没事干了吧？就嫌弃文会有门第太低的人参加，不适合郡主相亲。呵呵，办的都是什么事儿？徐家？呵呵，家有大儒坐镇，喜欢这种附庸风雅的文会，倒也不稀奇。不过，真的就是桃子山，为什么不趁桃花盛开的时候举办？云向童摇了摇头，表示他没觉得这是件奇怪的事儿，就没问过。柳云让他自己吃东西去，看向了红叶。红叶，据说最开始确实是准备桃花盛开时举办，可准备的时候总因为场外因素延后，最后无端延迟到蜜桃成熟。举办的时候一起品尝桃子，发现味道不错，也别有风味，后来就特意选在这个时候了。柳云，这么无聊的理由吗？眼神一闪，柳云看向云向童，壁虎啊，来，母后给你讲故事好不好？想不想听？云向童眼睛一亮，整个人都坐正了。好啊好啊。几个贴身宫女傻眼，话题跳跃度这么大的吗？为什么突然要讲故事？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曾经存在一个3国的故事。柳云说的通俗易懂，高潮迭起。没想到云向童年纪不大，却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这个女儿对武将的兴趣大过文臣。母后，我身体好了，可以跟桂嬷嬷学武吗？我这年纪岂不是正好？云向童眼睛发光。柳云，难不成他无意中还会养出个女将军？不至于吧。晚饭时分，等垂头丧气的皇帝过来，同样被柳云的故事吸引了过去。几位心腹才发现，原来主子醉翁之意不在酒。从一开始，这个故事就是为了提醒皇帝什么？直到故事进行到三顾茅庐，皇帝犹如被打了鸡血，腰背都直了。母后，刘备三顾茅庐，他为什么要三顾茅庐？最后他请到孔明亮吗？为了不显得那么刻意，柳云没有提出葛亮这个名字，而是用了孔明。谁让诸葛庆是系统奖励的治国人才，直接代名的并非他取的。那边诸葛，故事里也诸葛，可就瞒不过去了。柳云伸了个懒腰，看了看窗外黑漆漆的天色，打了个哈欠。欲知后事如何，请待下回分解。哀家困了，得好好休息。皇儿也是，你的身体得好好养，否则你拿什么来支撑治理国家？皇帝着急得很，他忽然发现，或许听完了这节故事，他就能收诸葛庆为己用。母后，
柳云揉了揉云向童的脑袋，小孩子不可以睡太晚，故事什么时候听都可以，今晚上先回去睡。皇帝第78章，小皇帝酸了。小皇帝这才想起，原来是母后在给妹妹讲故事，他不过是半路插足蹭听的，有什么资格要求继续？不过母后跟妹妹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这么融洽了？母慈女孝的，为什么看起来有点酸呢？小皇帝张了张嘴，只见云向童也没有在意他，甜甜一笑，蹭了蹭母后的手。那明日母后再讲给我听，我想知道那黄忠的神剑术真的有那么厉害吗？还有那张飞是如何骁勇善战，关羽又是怎样智勇双全做武将的？母后，你给我讲仔细一点啊！说罢，蹦蹦跳跳的跑了，乖巧听话。柳云，这女儿是不是又要走上另外一条可怕的道路了？虽然她没养过孩子，可不妨碍她也想有一个乖巧淑女般的女儿啊！哎，算了，增强自己的能力，好歹更能自保。云向童之前几年都缺乏安全感，自暴自弃又缺爱，如今有了机会，明显对武力值有无限的渴望。宠溺的摇了摇头，柳云仿佛才注意到小皇帝，狐疑的打量着他。这么晚了，凤翼宫都快落锁了，皇儿也该回去休息了。身体不好，夜清路凉，就不要随便在外晃悠，别让母后和身边人担心。乖啊，快回去睡。说完，柳云打了个哈欠，准备回寝殿安眠。自从清除了毒蛊，功力也日益见长，他的睡眠质量越来越高了。而且这时代没什么娱乐，早睡早起也养成了习惯。他总不能天天备好美食，开启天网鹰眼，到处偷窥别人家的夜生活吧？为此熬夜为了啥？身体好不容易开始好转，他需要充足的好睡眠来增加长寿几率。皇帝僵在原地，风中凌乱。就这，什么时候母后对他这么敷衍了？猛然间生出一丝纠结，第一次被母后如此无视，总感觉不适应。然而没人理他，皇帝只觉恍惚。柳云没心情考虑儿子的玻璃心，睡美容觉最重要。回养龙殿的路上，皇帝开始怀疑人生。小月子，母后是不是对朕有什么误会？母后不高兴吗？魏月想自闭，这种问题是怎么问出来的？有没有误会？心里没点数吗？以前的误会可大了，感情皇帝丝毫不知情。果然，被偏爱的人有恃无恐。皇上日理万机，太后娘娘卸下重任，便有精力照顾公主了。之前都围着皇上转悠，忽略了公主。太后娘娘大抵有补偿的意思。最近太后对公主有多好，大家有目共睹，都知道的事儿，还用问？怎么突然就要补偿了呢？皇帝百思不得其解。所以爱会消失吗？要补偿女儿，就没儿子什么事了？那生7、8个孩子的娘怎么办？明明感觉马上就要得到办法了，却认为戛然而止。难受的皇帝一整夜都辗转难眠，第二日不得不顶着黑眼圈去凤翼宫。虽然还没有恢复早朝，可皇帝很晚才迷迷糊糊的睡着。用完早膳再到凤翼宫，皇帝直接傻眼了。柳云继续给云向童讲故事，但是三顾茅庐已经讲过了，竟然讲完了，怎么都不等他。皇帝抓耳挠腮，想问又不敢打断，那种自己连故事都不配听的感觉又来了。好不容易等母后中场休息，皇帝急忙开口：母后，那三顾茅庐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孩儿来迟了都没有听见。柳云喝了口茶，哦，这部分啊已经说过了，不过是个故事，说着玩，壁虎也听着玩。一脸诧异，皇儿国事繁忙，也长大了，怎么还对这种哄孩子的故事感兴趣？皇帝一噎，难道说自己没长大，要听故事？当初要玉玺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怎么也没脸开口要求？没有，就是昨晚听到一半，让人有些睡不着。柳云死要面子活受罪典型。算了，人之常情，他本就是故意晃点皇帝的。皇儿怎么还有空到凤翼宫听故事？快去处理国事吧。阿姨家和壁虎难得聊得这么高兴，中午多弄几个好菜。云向童眨巴着无辜的小眼睛，冲皇帝比了个鬼脸，神情明晃晃的写着风水轮流转，你也有今天。皇帝一脸懵，脑子已经混乱了，什么时候怎么离开的凤翼宫都不清楚。还没回到养龙殿，皇帝猛然反应过来，朕都还没问清楚呢。魏月咳嗽了一声，皇上，这太后娘娘不知道皇上想知道啊，讲过一次了，肯定不想再讲。可是公主不是听了个全吗？闻言，皇帝眼睛一亮，对啊，小月子，还是你这脑袋转得快，朕可以去问壁虎。于是这天晚上，云向童蹦蹦跳跳的回自己寝宫，第一次被皇帝拦截了。皇兄，你怎么在这里？皇兄不忙了吗？皇兄不该好好休息吗？皇帝，他总觉得这个妹妹说话带刺，特别能内涵，可现在没空理会，别的朕没空听。壁虎啊，给皇兄说说三顾茅庐的故事呗，昨晚上就听了个开头，怪惦念的。云向童嘴角噙着笑，挤压的小眼睛咕噜乱转。可以啊，但这可是母后独有的故事，
皇兄总不会想白听吧？皇帝咬了咬牙，你想要什么？云相同直截了当，皇兄，最近感觉好穷啊，皇兄不如给我涨点阅历。母后说了，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若是有机会，要好处一定要细水长流。皇帝松了口气，没问题，给你翻倍如何？云相同睁大了眼睛，随即笑眯眯的，好啊好啊，我也不贪，能涨就知足了。说着看向了魏月，示意皇帝不要只是说说，得付之行动。皇帝无语，他果然有信任危机。小月子，记得通知内务府，从下个月开始。云相同也不挑，满意的点了点头。魏月面上带笑，嘴角隐隐抽搐，是，还是公主高，借机要好处，见好就收。只怕皇帝都还没反应过来吧，开口翻倍如此干脆。他知道如今的后宫开销全靠三大巨头倒贴吗？这么简单就给公主翻倍，考虑过出银子之人的感受没有？月历里包含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月银，还有每个月该有的衣服首饰等等，再杂七杂八也得花银子才能备上。第79章，猜到开头没猜到结尾。柳云肯定无所谓，他将其他路堵死了，皇帝就只能从云相同这里寻找突破口。给后宫三巨头添堵的事情多多益善，得益者是碧湖公主就成。他早就发现了，后宫运转，皇帝不知道的事儿多着呢。只需要让皇帝开口，就能让后宫巨头阴郁堵心，这本身是件很欢乐的事。顺便为之，何乐而不为？有桂嬷嬷在，柳云很放心的让云相同去应付小皇帝。说实话，这个女儿真的比儿子更有上位者领导天赋。小皇帝突然站得太高，4年来竟然没什么长进，真以为仅凭一张嘴就能治理好国家。一波三折，总算得到了三顾茅庐的具体操作流程，皇帝显得无比珍惜。回去后还自个儿计划了一番，准备一一施展到诸葛庆身上。魏月身为宦官，自然不会参与正式决断，可他看见了皇帝要怎么做，私心里禁不住为诸葛庆掬了一把同情泪。柳云没再理会小皇帝如何去收服诸葛庆，反正他的出现本来就是为了治国，辅佐新皇。可现在这种形势，定然不可能直接归顺皇帝，否则他今天成了皇帝的谋臣，明天就能被三大辅臣联手要了命去。诸葛庆又不蠢，怎么会走这么危险的路？实际上，诸葛庆还真被小皇帝的骚操作弄得差点撂担子。三顾茅庐的真心诚意，君子重诺不学，小皇帝竟然学到了刘备的感动，动不动就血泪盈睛，看得诸葛庆目瞪口呆，大开眼界。当然，最重要的是头疼，最后实在受不了，在依旧没有答应出山的情况下，给小皇帝指了一条最近能做的事，今日举行的桃园文会。收到这些消息时，柳云已经走在去桃园文会的路上，顿时无语。所以哀家辛苦讲了个故事，他就学会了哭。特么的，怎么这么会选择关注点？他想到了开头，完全料不到这个结尾。云相同眨了眨眼，母后，我没有特别强调哭啊，我明明说的是感动。柳云，呵呵，确实，他就特别感动，技能 get 的奇奇怪怪，他就服，真是没办法控制别人的想法。柳云脸色古怪，他若真能将这技能学到极致，说不定还能成点事儿。可惜诸葛庆本身是为了云昭国君而来，所以无论小皇帝做什么都能达到目的。千万不要让小皇帝真的产生哭就能成事的错觉。反面教材，哎，让诸葛庆去应付吧，我们别管了，去瞅瞅3年1次的盛会有多热闹。如果皇帝也要去，肯定会更热闹的。柳云莫名有些期待，后宫宅久了，也盼着有点无伤大雅的乐子。太后这次出宫，用了属于太后品级的仪仗，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到达皇庄。长公主接到消息都愣了，往宫里送帖子是历来的规矩，可人从未来过。柳云突然到来，长公主差点抓瞎，一阵忙乱的下达命令，这才带着已经到场的贵女命妇到大门外迎接。没办法，无论她内心多么看不起太后，对这位多么没有敬畏感，众目睽睽之下，也得给足皇家太后的面子。尤其这几个月来，太后脾性有些难以琢磨，她不能受之以柄。众人行礼，簇拥着太后去到宴客的阁楼。5月的太阳忒晒人了，阁楼地势很高，视野很阔，里面还放满了冰盆，凉意阵阵。太后入座首位，长公主心里不太痛快，盯着瞧了半晌，心里纳闷，不是说太后端午又大病一场了，妆化的这么浓，是为了掩盖虚弱吗？身体不好就别出宫啊，来凑什么热闹？之前的百花宴让2个女儿都出了事，长公主好长时间都不敢出门，这次也是借着桃园文会重新出现在所有人视线里，再造一届顶级才女，让女儿刷刷好感，自然能清除好些污名。可惜太后突然而至，她总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样一来，整场文会她就不是第一话语权了，唯恐原本的计划出什么猫腻。皇嫂好多年没出过宫了，没想到这次对我们文会这么感兴趣。长公主实在忍不住嘲讽，顺便打探一下太后的来意。这人常年上位者，能压得住她的，
真没有几个。说话的方式从来没想过改变，遇见柳云这种不配合的，他要能试探出来才怪。是啊，听说可是读书人的一大盛会啊。柳云嗤笑，徐家老祖宗真不愧是大儒，备受天下读书人敬仰。闻言，除了长公主，现场还有几位徐家媳妇面色难看，开口就诛心。区区徐家居然越过皇室，备受敬仰，这顶高帽子谁敢接？几位徐家媳妇禁不住埋怨的看长公主一眼，本身就不对付，又何必去招惹？知道不好惹，说话就不能好听点。这样的盛会，太后都到这里来了，岂会率先翻脸？其他人在看见太后之后，倒是一点不意外。百花宴的唇枪舌剑都见识过了，现在只是毛毛雨，也只有长公主还没学乖。说起来，哀家还是几年前送先皇陵就去皇陵才出了宫的，今日能来透透气，还是托长公主的福。柳云乐呵呵的说完，就看见好些人一脸便秘的模样，果然乐趣犹在。不少命妇已经凌乱了。上个月柳云没有明确行踪去黄国寺的消息，很多人都知道，更清楚太后受到了好几拨人刺杀。虽然最后完好无损，可这么当着大家的面说没出过宫，他们还不能点破，当真有一股郁气直冲脑门。怎么一瞬间他们都成太后帮凶了呢？柳云体会到了舌战群儒，看别人说不出话的快乐，但是还没忘记长公主。哟，今天见到了好些陌生可人的面孔，这么热闹的文会，长公主，你家两位郡主不来吗？长公主，马德，他就知道太后来准没好事儿。他原定的计划自然是在合适的时机才盛装出现，尽量将百花宴上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结果太后这么一点破，啥计划都玩完了，不仅很难消除负面影响，还提醒了所有人百花宴的故事，加深探讨议论。他两女儿还能好吗？思及此，长公主射出仇恨的光芒。柳云接收到的越年越大，越觉得愉悦，笑得完美，却让无数人头皮发麻，以为这位又惦记上谁了。第80章，自己撞上来的。徐家几个媳妇差点心肌梗塞，看长公主的眼神也不是那么的友善。长公主身份的确很高，但是在徐家也是儿媳妇，尤其先皇驾崩，长公主和新皇太后关系都不怎么样，还老是带着两个女儿搞些骚操作。虽然有公主名声在前面顶着，可依旧有败坏徐家姑娘的规矩。再加上长公主总是高高在上，优越感爆棚，妯娌关系向来紧张。桃园文会牵扯越来越广，其他几个媳妇也想有参与感，偏偏长公主把持着不放，矛盾就增加了。如今长公主两个女儿的名声都那样了，有什么脸继续主持桃园文会？依旧这么多人来，那是这么多年文会本身赚来的，跟长公主关系不大。其实柳云也挺好奇的，为啥长公主闹出这样的事，主办文会还有这么多人捧场，不是很看重名声吗？这样挑出来的才女，真没有人质疑，难道不会给自己染上污点？不容长公主沉默的接过，柳云继续戳人心窝子。夕阳这身子养得怎么样了？上次不是喜脉吗？郡驸马又为人父，应该高兴坏了吧？众人禁不住同情的看长公主一眼，太后这的理不饶人的专戳痛脚。大家就算知道郡驸马是怎么回事，也默契的不会去提颜温茂的过去。太后不仅当面提了，这个又字还特别点睛，等于认同了颜温茂以前的孩子，讽刺西阳郡主捡别人剩下的还用手段这一事实。郡驸马高不高兴他们不知道，但是在场的看戏看得异常欢乐。众人皆注意到长公主的脸色一点点黑如锅底，莫名舒爽，均目光灼灼地看着太后，期待着她继续输出。柳云也不负所望，还有易阳，那日看起来也挺惨的，后来怎么样了呢？长公主，不是哀家说你，哀家好歹也是你的皇嫂，易阳的舅母，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从头到尾都没派人进宫说一声？怎么看不上哀家这穷亲戚？虽然不是当事人，可不少人隐约倒抽了一口凉气。太后当真让人无法招架，打人专打脸，揭人专揭短。长公主最无法释怀的就是最看重的女儿疑似被人糟蹋了，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为什么是疑似？因为她让嬷嬷看过，易阳郡主其实还是处子之身，然而身心受到的创伤又不是假的。询问清醒后的易阳郡主，吓坏了的小姑娘哭得肝肠寸断，偏偏对过程只有羞辱的感觉，什么都没看见。长公主才知道对方是惯犯，居然玩蒙眼 play， 易阳郡主被招待了一番，全然没看到对方是谁，想复仇都无从谈起。可这样的经历又如何给外人解释？纠结了几个月，长公主终究没办法给女儿证明清白，还无处发泄，内心早呕的不行。柳云当着这么多人面旧事重提，长公主新仇旧恨，郁气顿生，一股血气直冲脑门，张嘴想要解释，却仿佛失语一般，发不出声音来。越急越说不出，越无法说明，越心急如焚，还是被一贯看不起的敌人拉出来鞭尸，
长公主胸口快速起伏几下，眼前一黑，双眼一翻，扑通一声仰倒在地。众人，太后好凶残，他们都不敢说话了，有没有？柳云，得，就这点本事还来撩拨他，好歹将自己屁股擦干净啊！这么多可以用来攻击的把柄，心里没点数吗？光是几句话就得抬走了，好歹多撑一会儿啊，这样他的风评会被害的，谁负责？柳云，嗨，长公主这事还不快叫太医？年纪大了，就是不容易受得住大喜。长公主高兴成这样，哀家看着都有几分羡慕呢。众人群体懵逼，喵喵咪，长公主这不是气晕了吗？哪来的高兴？反讽都是这么玩的。太后语重心长，也是，都这把年纪了，终于能够含饴弄孙，换哀家也能高兴的晕过去。只可惜后宫佳丽那么多，怎么就没人给哀家生个大胖孙子呢？家族有女子入后宫的人，谢谢，感觉有被内涵到。原来是为这个高兴，长公主都晕过去了，还不放过呀？此时此刻，最高兴的是徐家大房夫人，连忙吩咐人将长公主抬下去，好生伺候着，并且快速接手桃园文会所有的工作。太后娘娘，两位郡主身体不好，今天就不来凑这个热闹了，下次定然让公主带着孩子去给太后娘娘请安。一句话杜绝了两位郡主出场的可能，也将这话题接过了。柳云诧异地打量了一下这位徐家大夫人，笑着点了点头。她本来也不是来找茬的，纯粹是长公主自己撞上来的。对方透露了善意，她也会识趣点。不过她发现这徐家也挺有意思的。徐家也是大房当家，徐灵是幼子，上了公主就跟入赘的感觉差不多。可徐家几位儿媳妇又被长公主的身份压着，寻常看似恭敬，可关键时刻也有自己的手段。就好比现在徐大夫人接手工作无比顺利又毫无滞怠，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文会是徐大夫人操办的呢。破案了，怪不得这么多人一点不顾及长公主操作造成的影响，原来都知道桃园文会实际上是徐家办的。长公主最多是个被推出来的明面上的人物，这长公主真是可悲又可怜。最重要的是，她还看不上皇帝和太后带给她的身份上的荣耀，她觉得一切都是云氏和先皇给的，当今圣上和太后都不配。柳云端起茶盏，拨弄着面上的茶沫子，用茶盏盖子掩盖弯起的嘴角，差点没忍住，看不上就永远别看上了，凭着云氏和先皇，他倒要看看长公主能耀武扬威到什么时候。徐大夫人联手几位妯娌，将文会打理得井井有条，来现场的人不管男女都觉得舒心不少。主要是长公主对谁都有种优越感，文会再热闹也没有人会由衷的喜欢。柳云欣赏着徐家请来的戏班子的表演，一边关注着徐家的内部矛盾，总觉得长公主风光的表面之下还有什么是她不知道的，否则长公主凭什么敢这么玩？柳云觉得长公主的优越感是云氏带来的，但是人也不傻呀。第81章剧本不太对劲，只能说明长公主也有一定的伪装，把很多人都骗了。柳云不理解的是，长公主为啥要把日子过得这么复杂？儿女双全，有钱有权，夫妻就算没有特别和睦，也不至于反目成仇。要过点好日子轻而易举，她玩这么烧脑又图啥？想不通，柳云就暂时抛在脑后。快到晌午时，皇帝的到来让无数学子兴奋激动，很多读书人壮志未酬，一腔抱负，为国为民，而皇帝就是他们施展抱负最快速的一条路。儿臣见过母后，没想到母后也来凑热闹了。皇帝欢喜地说道，语气中有几分亲昵，看见柳云，莫名多了一丝安全感。柳云，这话别人说的，身为亲儿子还说，难道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吗？他身为太后，为什么就不能来了？请帖不是可以送到皇宫了吗？官方承认是来凑热闹的，难道不丢脸？嘴角抽了抽，柳云竭力端着，宫里可没有这么热闹，自然好奇。左右也不影响什么。扫了一眼一身长服的皇帝，这就是微服私访的架势啊。柳云太阳穴突突，扶额特别头疼。难道皇帝是直接从诸葛沁那边过来的？旁人没有提醒，就想不到换一身龙袍再来吗？又不是为了掩人耳目，微服私访的装扮有什么用？哦，或许有副作用。至少这些对皇室还有些敬畏、莫名仰望的读书人，在见到皇帝这张嫩脸之后，也会觉得云昭的未来堪忧。好歹是做了4年皇帝的人，没有本事也有几分气质，穿上龙袍还像那么回事儿。若皇帝捯饬后再出现，让人看见一国之君的威仪，忽略他的年纪，或许收服人才都能简单些。可皇帝偏偏这么出现在人前，完全暴露了自己最大的短板。没发现不少读书人的眼神都不对了吗？无力地挥了挥手，柳云表示不想说话。皇帝毫不知情，看着一群读书人，仿佛在看一块
美味的肥肉。众人不敢直视君颜，纷纷低头交换眼色，心情大多是复杂的。在皇帝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学子们私下里已经议论开了。这就是云昭的国君？是吧？16、17岁的年纪，看起来好小。16、17岁吗？怎么就感觉像嗨没断奶的小奶娃？兄台慎言，你不怕皇上？难道你九族也不怕？这么说来，皇上都懂什么？谁知道呢？怕是什么都不懂。听说啊，如今的国事都是3大辅臣商量做的。要是我，那也放心不下呀。这么说，还是3大辅臣大人劳心劳力的，不一样是为国办事。哼，云昭皇朝，怪不得国力日弱呢。一个小娃娃能有什么本事？柳云喝着茶，仗着日益增强的耳力偷听这群人的议论，果然不出所料。最让他惊讶的是，3大辅臣在这些学子中竟然还有水军。发现情况，立刻煽风点火，将事情拉到对他们有利的局面。怪不得他出宫几次，每次都感觉3大辅臣在民间的声望很高，高到一群江湖人竟然觉得云昭逐步衰退，还是他这个女人的错，就离谱。红叶低声说道：“这群读书人不该以君为主吗？为何敢这样说？”柳云若有所思，幸好今天知道了，这3大辅臣比想象中还难对付，不仅有权，还有舆论。我若是之前冲动出手，搞不好清君侧还会变成谋逆乱党。幸好他为了积蓄实力，又想着多收集情报，才没有贸然出手，否则结果难以预料。红叶冷哼：“这天下到底是谁的？”柳云挑眉：“我突然觉得先皇一辈子的眼光都用在3大辅臣身上了，可不都是人才吗？原以为这样的桃园盛会会看到百家争鸣，拥有雄心壮志的新鲜人才，万万没想到这徐家主办的盛会，心之所向却在3大辅臣。呵，他以前打算扶持新贵的想法，明显也略天真，施行起来肯定不会太顺利。”刚吐槽完，柳云觉得有些事情又要从长计议了，还没头绪，不远处就传来一阵骚动，气氛怪异，动静极大，很快引起了皇帝的注意。落水了，镇南侯世子落水了，快救人啊！都是男人，怕什么？救人要紧。柳云耳朵竖了起来，什么？落水？这样的宴会就这么容易落水吗？池塘不知道好好安装防护。等等，谁落水了？镇南侯世子。柳云眼神划过一丝迷茫，是世子，所以不是什么嫡女、长女之类的，是那个男人落水了。这剧本是不是不太对劲？红叶张望了一番，主子，要奴婢去看看吗？柳云一头雾水，等等，再看看情况。这种宴会落水的戏码，大多不是巧合或者意外，而是幕后真有算计。不过他知道的都是女子落水，然后有连串的后续。突然冒出一个世子落水，柳云也不知道后续会如何发展了。莫非真是万中无一的巧合？但本能的回避，暂时不掺和为好。皇帝倒是挺感兴趣的，拉着魏月就凑了上去。现场无数贵女命妇，还有读书人都禁不住跟柳云一样好奇，比平日里吃瓜还要迅速站稳前排，以求更好的围观后续。这出人意料的发展简直太有意思了。柳云默默在后方等待，随意的问道：“镇南侯又是什么人？”他貌似印象不太深刻，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一句毫不客气的评价吸引了柳云的注意力。柳云扭头看见干干净净的白景，俏生生的站在不远处，禁不住微微一笑，冲他招了招手。一直充当吃货的云相同警惕的看了过去，打量着白景。这谁啊？怎么跟母后关系还不错的样子？民女白景，见过太后娘娘。白景浅笑，礼仪得体，神情恰当，还真看不出是几年前才回归白家的嫡长女。柳云点头，起来吧，看来我们还是挺有缘分的。白景一脸感激，民女还没好好谢过太后娘娘的救命之恩呢。这会儿所有人都被某世子落水吸引了过去，柳云这边就没有了外人。白景说话也没有太多顾忌。第82章，寡妇容易被刺激。柳云不以为然，不过是件小事儿。听说平国公府已经向白家提亲，白家也答应了，目前正在走3媒6聘的流程，可喜可贺呀。白景嘴角勾起一抹不以为然，若想反对，白家也要有本事，有那胆量才行啊。柳云眨了眨眼，之前不是听说白家还想换人？这种操作他还真没在现实中遇见过。信息量不对等，白家其他人以为平国公府提亲，因为白景是白家嫡长女，殊不知林子凡要的是白景，其次才是白家的女儿。白景嗤笑一声，眉目间又有些甜蜜。他们倒是想啊，这么好的亲事，先将嫡次女嫁了，嫡长女还能有更好的筹码。只不过又没胆子应付国公府的怒火，而且林公子又岂会让他们这么做？无论是谁都可以，
林子凡何必等到现在？只不过有些人看到了好处，不明白其中关键。云向童默默收回眼神，原来是林子凡即将过门的媳妇，那关系不大。他还以为不知道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女人讨了母后欢喜。你刚才说镇南侯是个伪君子？柳云乐呵呵地吃着狗粮，将话题拉了回来。偶尔磕磕别人的爱情是调剂，可分量太多就撑了。太秀的话，尤其是她这种死了男人的寡妇，很容易受刺激的。白景的脸皮到底薄，没好意思多说和林子凡的事。太后娘娘知道的，镇南侯是世袭罔替的爵位，是当年跟着云昭先祖打天下而封侯的功臣之一。柳云点了点头，众所周知，想要了解并不难。如今的云昭，当年的功臣也所剩无几了，镇南侯的兵权早已经被夺，差不多也在走下坡路。镇南侯比白家还惨，功勋家族败落，速度不快，可一代代人眼睁睁地看着落差，也备受煎熬。其实，开国元勋在第一代的奋斗努力后，后人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屈指可数，大多稍微废材一点，就会被无限放大。有些出身就尊贵，并没有经历太多的磨难，自然受不住这样的家族压力。再加上这样的家族在和平时期都会疯狂开枝散叶，林子大了，总会养出几个不孝子弟，老做些不合时宜的事，也不怪当权者一点点开始清算。镇南侯能延续到现在这么多代，算是管理严格的了。白景冷笑一声，越是曾经有过辉煌，这些后人为了恢复祖上的荣光，就越会做些没有底线的事来。白家如此，镇南侯府只会更疯狂。柳云深以为然，皇室云氏也差不多，连小皇帝都想奋发图强，做那流芳百世的千古一帝，何况是个大家族的主事人。这时代真把愧对列祖列宗挂在嘴上。哦，哀家记得镇南侯叫周谦吧，平日里倒也不显山不露水的，他做了什么，以至于获得这样的评价？一个伪君子叫什么谦，那还真是讽刺。白景对太后有长辈的好感，相处起来就要真诚得多，说起别人是非也没那么多顾忌。就像白家能急中生智，靠嫁女来维持白家的地位，这镇南侯还更早醒悟，用了差不多的办法来尽量保住摇摇欲坠的侯府。虽然也有点不一样，可异曲同工。镇南侯周谦当年用一些不光明的手段娶了我亲娘的嫡亲妹妹，又不好好珍惜，利用完转身就娶了青梅竹马为妾，整日你侬我侬的，趁姨母生子体虚，活生生将姨母给气死了。柳云恍然，上流社会联姻复杂，关系更是盘根错节。这么说，白家和镇南侯府还是联姻？白景点头，对啊，虽然两家关系不算好，也没什么往来，但民女真的觉得白家能有如今的思想，或许就是受了镇南侯的启发。柳云失笑，这姑娘还真是半点不掩饰跟白家的不对付。听说你母亲姓谢，能够被镇南侯算计着都要娶的人，身份肯定不低。何况当年白家正值鼎盛，自然娶得上高门女。是啊，姓谢。白景苦笑，一副一言难尽的模样。谢氏是传统书香门第的世家之一，存在的历史比云昭还长远，很多人都以娶谢家女为荣。当年白家虽为帝师之家，底蕴跟谢家比起来可差远了，即便是有大儒坐镇的徐家，都远远赶不上代代积累到如今的谢氏世家。柳云眼神一闪，突然想到那日跟白木斗鸡的有钱公子，不就是姓谢吗？不知道跟谢氏一族有没有什么关系。云昭的腹部盘桓着八大超级氏族圣门世家，历代皇帝的心腹大患绝对不会少了八大姓。然而八大氏族由来古老，传承严谨，还自有一套对付一国之君的法子，所以能够安然扎根到现在。柳云没想到白景的亲娘竟然是谢氏之女，是挺奇怪的。不，镇南侯是挺厉害的，你父亲也不差。八大氏族从来都拧成一根绳，就算改朝换代，对他们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谁都动他们不得。这跟他们指内部通婚有关系，八大氏族的女儿从来不会轻易嫁给外人，更不要说嫡系了。镇南侯和你父亲竟然能娶到谢氏的嫡系姑娘，本事不可谓不大。白景啧了一声，那太后娘娘也应该知道，谢氏早就公告天下，跟这两个女儿断绝关系，以至于姨母被折磨死，也没有人会为她出头。而我娘除了生孩子，万事不管。她恼恨我父亲强娶，让她失去了谢氏之女的身份，至今无法释怀。柳云眨了眨眼，略微有些无语。所以这白夫人谢氏才会对真假千金毫无反应，对亲女也没什么不一样。怪不得白蕊能够作妖至此，做母亲的能做到这种地步也是大本事。既然那么不爽，还有力气抗议，又何必生孩子？生而不养，养而不教，配孩子叫一声母亲吗？看来八大氏族教养出来的女儿对母族忠诚度惊人，可离开了姓氏，跟废人差不多。
以娶8大氏族之女为荣，那也是为了跟8大姓扯上关系，连姑娘什么品性都无所谓了吧？这真是可怕的世家教育。因为8大姓内部通婚，为了防止当权者渗透，若有女儿不得不嫁给外人，竟然就能断绝关系，逐出家族，把这个多年的女儿直接废掉。可怕的凝聚力，也是可怕的人性。柳云感慨一番，将8大姓的事抛在脑后，这些势力对他来说离得太远了。第83章，手段不狠，地位不稳。倒是白景这些话让柳云明白，当年白家能娶到谢氏之女，恐怕手段也不光彩。只可惜娶倒是娶了，谢氏一族的荣光是半点没沾到。镇南侯是个狠人，没有好处就直接将人给摁死了。白家没那胆子，还好好供着，可办的也不是人事儿。谢氏之女到底是谢氏之女，逐出家族的操作是不得已而为之。你若是不介意，也不能让一个假千金占了便宜啊，那可是你的生母。一个有执念的人，实际上很容易找到突破口。柳云淡淡一笑，烟坏的想让白景去拉拢亲娘，一方面成全白景所剩不多的母女情分，一方面也是试探白夫人背后的谢家。8大氏族联动，了解谢家也等于了解其他世家。他虽然没什么雄心壮志，可知己知彼总没错。拉起白景的手，语重心长，到底是你亲娘，何必便宜了别人？而且当年谢家虽然跟两女儿断绝关系，不过是为了大局，可无论嫁妆还是牌面都没有亏待谢氏嫡女4个字。你是白夫人唯一的亲女，10里红妆不用来傍身，难道留给白蕊吗？白景愣了愣，若有所思。柳云话锋突然一转，对了，那日你说居住的庄子附近的白马山脉，有一部分是属于白家的，还有一大部分是属于谢家的，这地契可是在你母亲手里。刚查明消息时他都颓了，若是属于白家，他还能想法子得手，可大部分山脉竟然属于世家谢氏，怎么抠得出来？他想的头都秃了，也没有半点头绪。可若是这部分山脉在白夫人手里，事情瞬间又有了转机。镇南侯都能算计死谢家女，他只谋财不害命，难道还不成？白景摇了摇头，这个民女还真不知道。民女才回白家没几年，母亲跟我说话的次数2只手都数得过来，也没机会知道母亲的嫁妆。不过我居住的那个庄子确实是母亲转给民女的，按照现有的情况猜测，那么大一片山脉应该是母亲和姨母共有。闻言，柳云嘴角抽了抽，看来是绕不过去的镇南侯府啊。为啥他查不到？因为谢家并没有将山脉的拥有权转给2位女儿，虽然是嫁妆，可地契上记录的名字依旧是谢氏。细思极恐，搞不好谢家早有准备，等2女儿一死，这类不动产还会回到谢家。一群想占便宜的外姓族人，别说门了，连窗户都没有。哎，算了，这事儿也不急。镇南侯世子那边怎么回事？这么久了还没完？柳云站了起来，不得不前往第一线。白景跟上，斟酌着道：太后娘娘看上了那片白马山脉。柳云挑眉想了想，说道：因为哀家发现那片山脉有铁矿，云昭的军队都废好多年了，更加别提武器，就想着或许有更大的用处。铁矿告诉白景也无妨，先不说他有没有能力拥有，至少朝廷是不允许私自开采铁矿的。他现在不错眼的盯着，若是真有人敢动，就算谢家跳出来，他也能光明正大的把白马山脉收回来了。怕就怕谢家拿着不动，他想找个理由上门都不行。所幸白景品性不错，让他知道真相，或许有利于得手。缓缓走着，柳云默默在心里唾弃自己，为了完成任务，他连小姑娘都利用上了。果然是手段不狠，地位不稳啊。所幸他还有本事在别的地方补偿白景，就当他是挟恩图报吧。白景现在最需要的是靠山，柳云便故意将他带在身边，不仅让白家人不敢随意动，也能威慑一下国公夫人，至少让白景不管在娘家还是在夫家都能好过一些。白景自然也看出来了，若外人觉得他讨了太后喜欢，很多困难都将不存在。身份明显提高，对他好处多多。就算太后无权无势，据说还很穷，可太后就是太后，给一个小嫡女撑腰还是没问题的。而且林子凡告诉过他，太后不简单的。看着太后不算特别宽阔的背影，白景咬了咬牙，白马山脉吗？他一定会双手奉上。至于母亲谢家，那是什么？还不如太后在生死关头救过他一命的恩情呢。啥？都一盏茶的功夫了，人还没有捞起来。柳云吃惊，看着波光粼粼的池塘，除了一些仆役还在里面扑腾，完全不见任何像镇南侯世子的。这人呢？一盏茶也有10分钟了呀，等捞起来还能不能行了？这黄庄的池塘难道就真是用来养鱼的？挖这么大干啥？要是种点荷花莲藕，这季节也能自救啊。看了一眼白景，柳云小声的询问：这镇南侯世子
是你姨母的孩子吧？白景点了点头，皱着眉探头眺望。他回白家几年了，其实都没见过镇南侯世子，但是他现在紧张，是因为表哥若死，属于姨母的那部分财产定然回到谢家，到时候再谈白马山脉就得去谢家谋划，难度成倍增加。太后娘娘，镇南侯跟他青梅竹马感情好，各种气姨母，姨母从怀孕起怀乡就不好，生产还中了招，对外都说的是姨母难产而死，所以明女的这位表哥身子骨先天就弱，1年12个月，有11个半月都得吃药保命，这么落水只怕。柳云秒懂，恨铁不成钢的看了小皇帝一眼，皇儿，这公主府的人动作不利索，人命关天，你快让御林军下水去救人。小皇帝愣了愣，突然就开窍了，这可不就是获取镇南侯府救命之恩的好机会，他怎么没想到呢？皇帝连忙叫人下水，一脸的期待。柳云扶额，给红叶使了个眼色，让自己人也下水去看看情况。现在这样，难道没人觉得诡异吗？10分钟不上来换气，武功高强的高手可能没问题，这病秧子能吗？柳云默默在心里祈祷，好好的桃园文会，可千万不要他一来就死人，风评会继续被害的。所有人看着不断有人下水，终于有了消息。出乎柳云意料的是，镇南侯世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真的能扛，好不容易被捞起来，竟然只是虚弱。柳云诧异的一番打量，对这位世子提高了警惕。10多分钟啊，就嘴里含了一口水，一上来吐掉就没事了。第84章，三关遭遇了挑战。感觉自己常识3关都遭受了挑战，柳云也顾不上打脸，默默看着这些人到底要玩什么花样。谁说镇国侯世子是病秧子？能够在水下憋气10多分钟的人，若非天赋异禀，又能有多大的病？深谋远虑和云昭奥斯卡总得占一个。小皇帝终于开窍，救了人还知道叫现场的太医。柳云心酸的松了一口气，别人家的孩子多白切黑啊，为何最需要心机的人却蠢得能急死个人？在场其他人对镇南侯世子的表演没觉得不妥，只是看着他吐水后呼吸平缓下来，就明白人是没问题了。而且所有人都习惯了镇南侯世子的虚弱，哪怕世子这会儿面色如金，好似随时都会断了气，也不担心他有性命之忧。吃瓜吃得高兴了，还能凑一起讨论一番。镇南侯世子还是那样，命大得很呢。对啊，从小到大灾难不断，明明身体不好，可总能化险为夷，自带福气。那也不一定，保不齐是镇南侯夫人在天有灵，一直护着儿子呢。说的也是，否则就镇南侯那样的世子之位，还轮得到原配嫡子来做？这么些年了，大家一直看着，何曾想过能是如今这种局面？我看啊，这么多年的灾难，保不齐就是这世子之位招来的。镇南侯和他那青梅竹马的感情多好啊，还有子有女，若是没有这原配嫡子，那一对可就完美了。镇南侯之位可是世袭的，原配夫人的位置成了别人的，世子之位也捞不到。你以为那位会甘心？呵呵，人家不是为爱牺牲吗？谢家嫡女啊，多少人想都想不来的。柳云从窃窃私语中提取信息，觉得镇南侯世子比白景幸福一些，至少镇南侯世子确定有谢家血脉，谢家表面上断绝了所有关系，但私底下对镇南侯世子绝对有维护。否则夫人难产而死，凭借镇南侯和青梅竹马女人的感情，为何没敢将真爱扶正？堂堂侯府世子之位，又怎么安然落到嫡子头上？而且在真爱女人的虎视之下成功长大，这本身就是一件稀奇事儿。别说是镇南侯的功劳，这渣男但凡有丁点良心，世子亲娘也不至于横死产房。说到底还是谢家的威慑，柳云更倾向于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暗处，谢家出手保住了世子的一切。思及此，柳云稍微有些恍然，如果谢家出手了，那世子先天体弱的毛病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治疗过了吧。就算无法根除，可也不至于这么虚。连吃瓜众都习惯了他的蟑螂命，可见这人多灾多难，又死里逃生到何种程度。可是柳云唯一想不通的是，镇南侯世子为何要这么晚？他既然有能力，那就可以不落水，或者不小心中招也能瞬间脱险，何至于在水下憋那么久？在酝酿什么坏水呢？这种行为稍微细节常识一点，很容易看出破绽吧。特意进行这一出又有何意义？太医的诊断不出意外，安全是肯定的，静心休养是老生常谈，吃瓜众人均一脸习以为常。皇帝怜悯，世子身边的人都是怎么伺候的？赶紧送你们家主子回去休养吧。不会浮水，以后就离池塘远一些。一个小厮模样的仆役，长得清秀斯文，一双眼睛特别明亮，柳云都忍不住多看了2眼，总觉得那双眸子闪烁着一种睿智的光芒。就见那小厮给皇帝跪下，痛心疾首：皇上，求皇上开恩，
主子前些日子才受罚，被侯爷赶出了家门，自生自灭，现在也无处可去。奴才斗胆，还请皇上给主子一条活路。吃瓜群众，哦哟，原来他们吃瓜吃了半天，还只是一些边角料，现在才开始进入正题。柳云顿时明白过来，镇南侯世子要借小皇帝的事去压镇南侯那一对，这一出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苦肉计，要博取小皇帝同情。应该说，镇南侯世子原本是没打算针对小皇帝，算计的可能是长公主和徐家。谁让小皇帝突然现身？还有谁比一国之君的事更好借的？身份足够高，脑子足够笨，很容易跳坑去帮忙。这小厮真是小机灵鬼，一见形势变化，立刻改变目标，见机行事，依势而动。拥有这样属下的镇南侯世子，怎么会是普通人？皇帝果然一脸奇怪，受罚？世子身体不好，受什么罚？镇南侯也舍得？小厮悲痛，回皇上，就因为主子没有给马夫人请安，侯爷不高兴了，就罚了主子10大板，还白日落锁，都不让主子回府。皇帝好似第一次听见镇南侯府的家事，极为吃惊。什么？镇南侯脑子有病吗？居然要堂堂嫡子去给小妾请安，不做还要打板子挨罚？世子的身体打小就不好，侯爷也不管。侯爷是准备宠妾灭妻吗？柳云，原本这话也正常，毕竟镇南侯似乎真没干什么好事儿，出手赐极品，被那女人折腾的破罐子破摔，已经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不过皇帝，你这么说你礼貌吗？你丫的自己就是妾生子，这么鄙视小妾，有本事你就娶个皇后啊！那什么妃嫔都别要了，谁让都是妾呢？想想自己吧，突然这么嫡庶分明，他这做娘的都不敢说做太后之前就一小小的婕妤。那小厮眼神闪过惊喜，是啊，皇上，不过而不说父之过，主子身体本来就弱，挨了10板子还不能回府，如今又落了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眼见皇帝就要被激将的去管人家家务事了，柳云也顾不得要刷镇南侯世子的好感，咳嗽一声说道：皇儿，太医都说了，世子身体本无碍，只是需要静养。正好长公主的皇庄也就今天热闹，平日里安静清幽，非常适合静养。你这小厮，不如求求长公主，让你们主仆2人住些10日，等伤好之后再做打算。皇帝恍然，这倒也是，皇姑母最是善良心软了，定然不会坐视不理的。何况皇庄距离帝京城还有些距离，折腾来折腾去，世子的伤可别加重了。柳云震撼，这儿子果然是醍醐大师，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第85章，太后要硬刚的节奏。看似关心，可惯会戳人心窝子。最重要的是，说了这么多话，总算聪明了一回，没有一根筋的懒事儿。镇南侯府后院之事虽然众所周知，可并非个例。清官难断家务事，小皇帝开了这个口子，帝京上流管得过来吗？何况镇南侯虽然有傅谢家之女，甚至因此嫡庶不分，可在很多人眼里，最多在男女之事上处理不妥，后院起火，左右不过是断风流运事，实际上算不得什么男人污点。若是皇帝插手人家家务事，那事情真闹大了。见情况突然转变，那小厮愣了愣，条件反射的抬头看了太后一眼，连忙低头恭敬，双拳紧握。太后，居然是太后坏了主子好事，原本都要成功了。柳云似笑非笑，对啊，你姑母最是心善，肯定看不得世子这么惨。闻言，原本不太想出头的徐大夫人只好接手，让人妥善的将镇南侯世子安置了，顺带还叫人守着长公主，等她醒来，得将事情原原本本的汇报。这可是长公主的锅，不是徐家的，他们拒绝共同承担。见昏迷中的镇南侯世子被抬走，柳云若有所思，整件事真的这么简单？那到底是世子故意落水，还是有人算计，世子顺势而为，将计就计？前者也罢，后者各中就复杂了。这池塘瞧着风景不错，看起来水深得很，大家玩耍归玩耍，还是不要靠得太近了。柳云慎重的提醒，他不想再背锅了。他可以主动不要脸，但是不接受被动的损名声，因为不知道背后之人有什么特殊含义，都是敌人。众人纷纷附和，没有死人，气氛一点没被破坏，该闹的闹，该玩的玩，一切继续。柳云看了2眼还没有上岸的救援队员，转眸间发现了卓尔不凡的白木，哪怕他才只是一名童生，相貌气质都不输于旁人，愣是没人发现他身份不够。仿佛感应，白木一直在观察池塘水，猛地抬头看了过来，微微扬了扬下颌，白木不着痕迹的伸手指了指池塘，跺了2脚，轻轻一笑，转身混入读书人群中。柳云，他有人可以用语言传递信息吗？避人耳目，悄悄说也行啊，为啥要用动作暗示，让他猜？怎么考验他智商？红叶也看见了，纠结了好一会儿才说道：主子，
什么意思？柳云盯着池塘的水，另外找个时间，让我们的人潜下去好好找找，这池塘下面或许有非同一般的东西。如果真有，那世子的古怪行为就更通了，那丫的肯定是个知情者。话音未落，一名御林军突然冒出来，喷出一股水，摸了摸脸，惊喜地喊道：“皇上，皇上，这池塘下面有东西！”正思考着要不要去探望镇南侯世子的皇帝一愣，奇怪地说道：“什么东西？”御林军振奋，有种寻找宝藏的激动。不知道，属下发现淤泥之下藏了好多蜂蜡的大箱子，深埋着，需要挖掘。柳云一噎，算了，估计也没我们什么事儿了。听到这话，所有人顿足，重新围过来，好奇地张望。桃园文会办了这么多届，落水之人比比皆是，男男女女都有之，怎么以前就没人发现池塘里还有东西？藏得这么严实，难道真是什么宝藏？皇帝怔了怔，看向了徐家家主。徐家无奈得很，众目睽睽之下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难道还能不让人一探究竟？没办法，只能让人放水，怎么也要挖来看看。至于池塘里的鱼，此时此刻谁还有心思去管？只不过中午的宴席上无声无息的多了好些鱼肉，不足为奇。柳云淡定地看着一群人破坏性的开闸放水，池塘再大也经不住折腾，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很快，透过清澈的水面，已经能看见池塘淤泥。在御林军的指引下，大家都看见一处明显被人动过的凹处露出了箱子一角。柳云怀疑地打量几眼，这么大的池塘，就露了巴掌大点的箱子角，这都能在满水的时候找到，这都什么运气？最先发现的御林军怕不是个人才。柳云不着痕迹地多看了那人两眼，池塘里热闹得很，不断有人拨开淤泥，发现下面藏了箱子。一时之间，好似整个大池塘下面都是箱子，所有人血液沸腾，有种集体挖宝的感觉，参与感十足。任务：恭喜宿主获得火药宝藏，守护这批火药用于正途，不被旁人所得。奖励：暗器秀袍制作图、雷珠制作图。柳云惊呆了，这个任务的信息量过于庞大，他得好好缓缓。所以这批箱子里是火药？请原谅他这个军事小白，秀炮是个什么东西？雷珠又是什么玩意？还暗器？等等，这不是冷兵器时代吗？为啥连什么炮都出来了？完全状况之外的柳云风中凌乱，三观得到了剧烈冲击。可现在任务还未完成，奖励没到手，他也无法研究这疑似热武器的暗器都是什么。不管怎么说，这任务却实得完成。箱子里是威力不俗的火药，落到旁人手里定然是灾难和威胁。火药这种发明其实很早就有了，可前朝时打压的猛烈，到云昭的时候，真正的配方就失传了。就算有人还知道，也不敢做，一旦私自碰这些，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官方制造的火药也就能放鞭炮，做烟花，威力再大就各种管制了。在酷烈肃杀的刑法监督下，几乎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研究，所以热武器连萌芽都不存在。思索了一圈，柳云赶紧先抛在脑后，顾着现场。因为箱子开始挖掘的时候，三大辅臣竟然齐齐而至，前后脚出现，都打着爱护皇帝的理由，举着护驾的大旗，眼睛就没从池塘移开过，显然对宝藏异常感兴趣。柳云脑电波急转，脑花沸腾地想着办法，终于明白系统的任务为何而来。连箱子里是什么都不知道，窥视的人就如此多，等东西上岸，暗地里想抢夺的人只会更多。没想到三大辅臣会亲自来，这是要他跟三头老狐狸硬刚的节奏啊！第86章，都是成年人，大家都是成年人，心照不宣，几方默契地维持着平衡。柳云略微有点担心，若是硬刚，撕破脸之后，会不会将几人大战直接提前？说实话，他如今还在积蓄实力，武力值方面自保是没问题了。朝政方面的人才还极为欠缺，过早大战对他来说其实没什么好处。可转念一想，怕个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朝政上搞不过就用武力镇压，武力上人数不够，他还可以不择手段的用金银疯狂氪金高手。如果连最后的氪金底牌都打不过，他还可以带着高手一走了之啊！到时候去别的地方闲鱼好了，反正不缺吃吃喝喝的银子，到哪儿不能闲鱼？要是不甘心，大不了再苟几年，积累好实力，摸清楚对手状况，再打回来就好了。一瞬间想好了退路，柳云背脊都挺直了。早就看三大辅臣不顺眼了，趁机掰掰手腕也不错。他考虑的再多，还得看对方接不接手。三大辅臣也同样不愿意打破平衡，更不知道他的底牌狭路相逢，他或许还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思虑间，终于有2个箱子从池塘的淤泥中被挖了出来。上岸后被人快速用水冲干净，然后开始拨蜂蜡。这箱子不知道在水下埋藏多少年了，防水蜡又厚又严实，包起来竟然十分困难。
除了已经知情的柳云，其他人都抓耳挠腮，无比焦虑的等待。尤其是小皇帝，眼睛里的兴奋越来越浓烈。母后，这箱子里肯定有好东西，不然何必密封的这么实在？就连这打蜡的技术也是云昭没有的。柳云洒然，虽然是好东西，可这逻辑不通啊！谁知道这些东西在池塘里埋多少年了？岁月可是一把杀猪刀，不仅能让人毁容，还能让很多金贵的东西变得一文不值。火药啊！若非系统告知，他第一时间肯定怀疑这丫的放了这么多年还能不能用。可惜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出来的，否则他一定挖出来后还让人装些一文不值的再埋下去，然后让皇帝自己去挖，在充满希望中开始怀疑人生，这样才能好好的锻炼小心脏的承受力。小伙子就是缺少社会的毒打。哦，那年代肯定很久远了。柳云不以为然的附和，甚至还有些心不在焉的。落在旁人眼里，太后也太镇静了，就这份气度，连装模作样的三大辅臣都比不上。大家有眼睛，谁是真的淡定，谁是醉翁之意，难道一点看不出来？小皇帝越发激动，搓着苍蝇手，一脸叹服，小声的嘀咕：原来诸葛那位大师的话应在这里。他说桃园文会有朕需要的宝藏，原来是真的宝藏啊！朕还以为他是暗指这些文人学子，让朕收服几个人才呢。柳云耳朵灵敏，误会，天大的美好误会。诸葛庆是人，又不是神，再多智近妖，也不至于知道这长公主皇庄的某一池塘下有宝藏。人家口中的宝藏，确实是人才啊！得，每次针对小皇帝的教育都能眼睁睁的歪了，脑壳继续疼。煎熬纠结中，第一个大箱子的蜡终于解除，让人迫不及待的打开。没有想象中的珠光宝气或者什么惊天宝贝，里面反而还有蜂蜡。固体蜡中是3层油皮纸，将东西包裹得严严实实，防水功夫做得让人叹为观止。继续除蜡，打开油皮纸，里面竟然是一大包黑乎乎的粉末，犹如炭灰，干燥中还带着刺鼻的味道。皇帝吃瓜众，很多人见过鞭炮和烟花，却从来没看过火药本体。而且大箱子里可是威力很大的黑火药，颜色很纯，几乎没有杂质。所以一群人看见了，满头雾水，内心升起无数的问号。他们期待值被拉满，就这都什么玩意儿？掌管天下兵马的启王孙武率先反应过来，爽朗的一笑，哈哈，宝贝，确实是宝贝，天佑我云昭，这可是上战场打仗的绝佳利器啊！皇上，微臣恳求皇上将这东西赐予军队，运用到战场上，减少云昭儿郎的伤亡，那可是大功一件啊！太师江承风和丞相沈振元对视一眼，眼神带着挣扎。他们也认出来了，这玩意儿在皇帝面前过了明路，那自家研究研究，还可以偷偷制造。真要有什么，可是一张大底牌。后面捞上来的拖回去，慢慢打开，谁能知道总共有多少？他们又用了多少？这可是一大利器。没想到启王一上来就将东西拉到国民高度，直接动手抢，显得他们没有理由。两人深深地看了启王一眼，决定静观其变。这等好处肯定要分一羹的，否则别怪他们翻脸不认，直接将真相和利害关系告诉皇帝。孙武说了一通，可对这东西是什么半个字没提，显然是有意忽悠小皇帝，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而他们开口时，旁人等闲不敢插嘴，自然没人提醒小皇帝那是什么。小皇帝就是这么被忽悠着长大的，甚至都已经习惯了，很多事情不知就算了，让给3大辅臣处理就是。柳云无语，内心已经唉声叹气，教育儿子果然任重道远啊！费心费力的挖出来这么一个东东，好歹问问是个什么东西吧。不懂难道也没嘴吗？不会问难道还不会查？这儿子被欺负的傻了吧唧的。眼见皇帝失望的挥挥手，马上就要打包扔给孙武，柳云连忙插话，似笑非笑的说道：启王倒是厉害，还知道这东西怎么用。哀家倒是想多问一句，启王如何将这些东西用于战场？撒出去熏人吗？闻言，所有人都关注到了之前存在感忽弱的太后，很多人都对开箱表示失望，但是对现在的争论很感兴趣。3大辅臣和太后要正面对决，畅想过无数次，但从未料到还可以亲眼目睹。启王孙武眸色一沉，心中微惊，难道太后认识这东西？怎么会这样巧？黑火药已经消失好几个朝代了，如今没人知道怎么制作，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大批，很可能成为绝响。寻常人若知识渊博，还可能猜测1、2，可一个身居后宫的女人，为啥能一眼看出黑火药？第87章来了，又来了。太后娘娘说笑了，所以才说需要研究。心里觉得不科学，可启王还抱着一丝期待，内心紧张的瓦解太后戒心。他以为只是自己之前太急切，才让太后生出疑心，不明所以也要争抢一番。太师江承风捋了捋胡须，太后娘娘，既然启王殿下觉得这是战略物资，
理应由他分配使用。丞相沈镇元，太后娘娘，无论这是什么，都是朝堂上的事儿，后宫不得干政，太后无权干涉分配使用。三人虽然互相牵制，互为掣肘，可面对皇室，还是会一致对外的。他们三家之所以能够在短短4年内把持朝政，架空皇权，从一开始就借鉴了8大氏族的内部团结。不管怎样，先保证己方利益，私下里怎么争都不为过。柳云脸色一沉，马德最讨厌沈丞相这种高帽子，扣下来能让他所有理由都变成废话。他算看出来了，这些人都以为他不认识这东西，所以把他当小皇帝忽悠呢。既然他们想要隐藏，那他就给爆出来。后宫不得干政吗？那他唆使小皇帝总行了吧？哀家是没有权利干涉，不过哀家作为云昭太后，问2句启王的打算，难道有错？如果没看错，这可是失传已久的黑火药，当年火药最盛行的皇朝能用它毁了一座城，启王殿下一句话就想要了去。既然是战略物资，威力还如此大，要分配也该交给兵部，在研究使用还有专业人员。太后洒然一笑，微微挑眉，交给启王算什么？黑火药？皇帝脑子一嗡，激动地站了起来。他虽然不知道黑，可他知道火药啊。听起来这玩意儿比火药的威力更甚。不管有没有，那肯定不能就这么给启王。启王孙武心下一咯噔，脸色黑沉闷。特么的，太后一个女人为什么会认识，甚至还知道发展史？看来今天无法善了。私下伪装，似笑非笑，所以太后娘娘要将这黑火药交给兵部吗？柳云暗叹，亏得他闲余时翻了翻历史书，否则又要被迫成为文盲了。不多读几本书，简直没法跟这几个老狐狸斗。不过确实最难的点就在这里，朝廷6部几乎全是3大辅臣的人，不只是兵部，换成其他部送过去也跟送到3大辅臣手里没什么区别。偏偏他的任务是不能让黑火药落入居心叵测的人手里，不仅要想法子送到别处，还得找个可信的人，杜绝3大辅臣身手。哀家什么想法不重要，只要启王能说服哀家。柳云缓缓地说道，掩藏着脑海中快爆炸的思考。见启王略微松了口气，柳云眸色带着讥讽，黑火药是何等危险的东西，云昭法典明文规定，私人不得研究和擅自使用火药，更甭论黑火药了。启王莫非要知法犯法？虽然他对这一条规定嗤之以鼻，但是不妨碍他用来压人。启王孙武噎着，这是池塘里挖出来的，属于天降。柳云嗤笑，哟，天降馅饼？难道是哀家耳背吗？刚才是谁说要拿回去研究再分配使用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启王的亲弟弟孙贵妃的亲爹可是大理寺卿，掌管天下刑狱，难道还不懂什么是犯法？即便是官方兵部，在没有朝廷谕旨时，也不敢擅自研究。孙武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红，明显气血上冲，岂有此理？本王怎么会做知法犯法的事？要做也要偷偷做，绝不能摆在明面上来。见状，2位小伙伴暗叫不好，盟友又掉进太后坑里了。江承风连忙帮腔，太后娘娘，没有人比战神启王更懂这种战场利器了。他担心这批黑火药出事会被宵小之人利用，危及皇上和太后安危，这才词不达意，说错了话。沈丞相点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太后娘娘看在启王忧国忧民的份上，就原谅启王殿下这一次吧。不过是心急说错话，算不上什么大过。3大辅臣心里憋屈，马丹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几个月不见，太后嘴皮子竟然厉害如斯。最可怕的还是这份钻字眼的能力，竟然能让他们无力反驳，只能率先认错。闻言，柳云嘴角微微一勾，3人嘴上认错，实际上没有丝毫认错的态度，心底笃定他不能拿他们怎么样，纯粹解释给旁人听。算了，他也懒得计较。哦，莫非启王现在不研究了？柳云挑眉，自然不，本王绝不会做不法之事。孙武警惕了一分，生怕又掉进太后的语言陷阱。私下里怎么过招都行，可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能过于嚣张。若是推到兵部头上，也得皇帝亲自下令，他无权个人决定。他们3家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名声不能泼上污点，否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些年他们怎么一步步捧杀云氏的声誉，太后就能一点点毁了他们。谁知道太后都能想出什么样的损招？上次筹集救灾款被摆了一道还历历在目，谁知柳云已经开口，他再怎么警惕都没用，实际上已经掉坑里了。只见柳云笑了，既然如此，启王要如何用这些黑火药粉末呢？重点突出粉末2个字，难不成碰见敌人就冲上去撒一把，点一簇火就跑？这能烧死几个能跑能跳能蹦跶的敌人？说罢，兴致勃勃地盯着孙武。好，现在开始发表意见，到底研不研究？
他就算再小白也知道，单纯的火药粉末撒出去是无法制造爆炸的，最多点了火滋着好看。但是失传这么多年的东西，孙武知道怎么用吗？若是要用，必然会研究一番，这就触法律；若是不用，那交给他们作甚？三大辅臣，吃瓜群众，来了来了，又来了！那种无论怎么选择都掉坑的语言陷阱又来了。真的每次面对，除了震撼就剩下无力。孙武硬着不甘心的脖梗，这可是大名鼎鼎的黑火药，拿到战场就是威慑，生死相搏，一瞬间的恍惚就能要命。若是撒出去能让敌人失去了先机，也不失为一种方法。若是再有火，敌人还能强攻吗？柳云啧，黑火药的配方早已经失传，虽然发现了这宝藏，可总数就这么点，用完就没。战神启王，大名鼎鼎的黑火药，还真是给你撒出去熏人的不成？用火来守城吗？启王就不怕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神特么战神，就这样的，当真是云昭无人了。第88章，大刀还提得动吗？来辩论啊！若是不拿数量说事儿，那就必然要去研究配方。得，话题瞬间又绕回去了。战神，呵呵，玷污了如此震古烁今的名头。启王真噎着了，说研究不行，说自己想又想不到，硬生生被太后堵在这，上不去下不来，简直要他命了。突然意识到这是政治手段，语言交锋。三大辅臣里就他不擅长这个，启王便看向了两位文臣小伙伴。柳云鄙视战神这个称呼半点不掩饰，眼神上上下下扫着启王那严重走形的身材。云昭，其实有10年没发生过战事了，那时候先皇都还在呢。或许启王当年也是打仗的一名好手，如今也被养得肥头大耳，酒囊饭袋的，战神的名头反而越吹越响。特别是孙武成了启王，先皇死后，记忆中这人的身材一年一个样，估计上马都困难，大刀还提得动吗？依太后的意思，这批火药也不能交给兵部。江承风捋了捋胡须，有些奇怪，这太后到底想做什么？难道也想得到这批火药？柳云理了理袖口的凤凰纹，哦，兵部有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怎么使用黑火药？不少人都快被柳云给绕晕了，好像谁都不敢说自己懂，不然一顶高帽子扣下来，触犯法律。可若是不懂，又没有要火药的理由。太后就是仗着这玩意儿失传已久，又有法典规定，不让旁人沾手啊。江承风皱了皱眉，发现太后占了先机，他竟然找不到漏洞可以反驳。沈丞相若有所思，太后娘娘，这好像是长公主的皇装，东西也在皇装发现的，如此决定去向，貌似有些越俎代庖吧。柳云瞥了一眼，这会儿要强行解释划分了。丞相的意思是，这批火药是属于长公主的。悄咪咪的谁都没发现还好说，大家都知道了，长公主敢收吗？这玩意儿除了官方和皇帝，谁拿都不光明正大。他好不容易才将兵部的路给堵住了，那就只留下皇帝。想来东西若落到皇帝手上，应该不属于居心叵测之人吧，完成任务该没问题。沈丞相一噎，避重就轻也没糊弄过去。太后严谨的逻辑惊到他了，情况看起来不妙啊。三大辅臣对视一眼，也发现太后的目的要把黑火药给皇帝，可他们怎么甘心？皇帝拿了不等于太后就能拥有，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威胁啊。无论如何也要试试，最好谁都得不到。徐家众人发现郭恒飞而来，连忙让徐林作为代表发言。太后娘娘说笑了，这批火药不知道埋在这里多少年，皇装本就是先皇赐给公主的，原本属于无主之物，自然归属于云昭，公主也无权管理。柳云瞥一眼徐林，这也是一只狐狸，有本事别说属于云昭，直接说属于皇帝啊。不过是不站队，扔出来让他们争而已。沈丞相也略微不满，不管怎么说，黑火药都是战略物资，该如何分配使用都是朝堂之事，太后娘娘，你身为女人无权过问。马德又来了，一股无名火气直冲脑门，柳云眼神一冷，直接放大招。沈大人，你张口后宫不得干政，闭口女人不该管。哀家怎么就觉得你这么看不起女人呢？听说沈大人和沈夫人伉俪情深，莫非只是对外？回到丞相府，沈夫人是不是活的还不如一个奴婢？还有沈老夫人，当年也是女中豪杰，须眉女子不弱于男人，这才供养出了沈大人这样一位百官之首的人物。怎么，沈大人打心里看不起沈老夫人，觉得她不该以寡妇之身撑起整个家，抛头露面丢脸了，不该好好将沈大人供养出来，位极人臣，搞女性歧视这一套是不是？他就拉他娘出来溜溜。沈丞相的一生可励志得很，父亲早死，母亲拉扯大的乡下穷小子，一朝科举的探花，迎娶白富美沈夫人，入官场的起点比任何人都高，然后一点点获取先皇的信任，成为丞相，乃至成为辅臣，
无论是谁都只剩下佩服和向往。沈镇元活成了许多人希望的样子，吃瓜众惊呆了，很多人嘴巴都张成圆形，久久合不上下颌。打人专打脸，太后不仅离间人家夫妻，还要打碎沈丞相孝顺的帽子，沉重到沈丞相都不敢接，怕被压死。沈镇元脸黑如墨，呐呐的，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还有些心慌的看向沈夫人。可沈夫人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这让沈镇元一颗心越来越沉。他自然不是看不上女人，他最崇拜自己的娘，也最爱自己的夫人。当年都以为他是穷小子运气好才攀上了沈夫人，实际上他们俩有一段别人不知道的相知相惜的故事。只不过这段美好的爱情中也有阴影，那就是景贤妃母亲的出现。后来因为景贤妃母亲的死而暂时搁下，可太后一席话真踩到了痛脚。沈丞相有些慌，他之所以这么说，不过是为了堵太后的话，以往都是无往不利的，怎么这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呢？哼，强词夺理，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有人嘀咕，暂时替沈丞相解了围，却引起了柳云的注意。谁？出来说，圣人有云，是让你们背后道人是非，敢说不敢当的。柳云淡淡的说道。众人看过去，发现说话的人后表情都异常精彩。原本置身事外的沈夫人也抬起头，有些动容。在下叶四竹，倾国公之子。少年腰背挺直，拥有与生俱来的一丝傲然。倾国公？柳云狐疑了一瞬，想起来，扫了一眼沈夫人。哦，沈夫人的娘家人。当年先皇那么信任沈镇元，倾国公可没少出力，现在不显山不露水，就是把沈镇元推在前面。哦，叶家的孩子，你是要参加会试的举子？柳云缓缓地问道，好似语重心长的长辈。沈镇元脸色不是很好，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如何接话。毕竟柳云只是单纯的询问，并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然而他有种不祥的预感。每次太后挖坑的时候都很平和，连他们都屡屡中招，何况叶四竹这样的毛头小子。第89章最离谱的理由。叶四竹挺直了腰腹，是，不过这跟家事无关。叶某只是觉得太后娘娘这些话未免有些偏颇。柳云眯了眯眼，噗，哪里偏颇？说说看。咱们云昭提倡那件，畅所欲言，方能成事昌隆。叶四竹仿若得到了批准。沈丞相的意思分明是说，太后娘娘交出了玉玺，就不该管朝政之事，何曾对女人不屑了？更谈不上看不起夫人，对母亲不孝。太后娘娘这难道还不是胡搅蛮缠？柳云挑眉，似笑非笑，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是什么意思？叶四竹仰着头，不过是感慨世风日下，字面上的意思。闻言，沈丞相和沈夫人脸色一变，顿觉不好，可已经来不及阻拦。果然，柳云立刻发难，你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这句话是字面上的意思？你这么曲解圣人之言，倾国公知道吗？叶四竹脸色涨红，瞬间败下阵来。你，柳云嗤了一声，如此无礼，难道还要殿前失仪吗？太后娘娘，小侄不过是个孩子，偶然失语，还请太后海涵。沈夫人不得不开口，太后如此的礼不饶人，未免有些欺负小辈了。孩子？柳云一阵打量，已过弱惯了吧？哀家看着，平日里沈丞相不就是这么跟皇上说话的，屡屡让皇帝无力反驳，难道这不是云昭长辈照顾小辈的一种方式？马德，人的本质果然都是双标狗。他才刚说一句就跳出来了，三大辅臣每次用大义欺负小皇帝和原主的时候，怎么没人出来讲讲道理？沈夫人，太后怕不是吃了火药的，一张嘴怎么这么薄？见夫人吃瘪，沈丞相挺身而出，太后娘娘，咱们在说火药的事，跟孩子无关，娘娘莫要顾左右言他。柳云冷笑，哀家也不想言他，哀家只是替云昭的科举感到悲哀，连圣人之言都不能理解的人能成为举人，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姜太师，你觉得呢？这样的人都能成为举子，岂不是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你们这是合伙来欺负哀家不懂圣人之语呢，还是对这样的科举都视而不见？叶四竹，好样的，果然有竹子任性，甘愿跳出来做这个出头鸟。他早就关注到科举之事，一直没找到突破口，叶四竹跳出来再合适不过的。扯到科举，全场一片沉默，女人不敢插话，一群读书人多多少少知道一点猫腻，哪敢乱说？所有人看着太后凭借一张嘴大杀四方，将三大辅臣压得开不了口，他们又有什么本事，什么背景插话？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平日里用来辩驳的话，到了太后耳边都能让太后占了理去，这就离谱啊！若是让柳云来解释，那纯粹是大男人主义视角，偏偏要用圣人之言来彰显优越感。不好意思，大多数用来吐槽女人不该管，
不该这样不该那样的，被曲解的圣人之言，他都有好好去了解过，心里不服气啊，就想着这么鄙视女性，引发社会矛盾的还能成为圣人？难道圣人就不是圣人他妈生的？他妈不是女人？结果一了解，好家伙，人家圣人根本不是那意思，都是后人为了这样那样的目的才曲解过来的，不过是欺负女人不懂而已。江承风无奈，略微示弱：太后娘娘，这科举之事我们可以查，有些浑水摸鱼的确实该清理清理，不过今日之事还得先处理了。黑火药危险，皇上年幼，交给皇上，这挖出来有何意义？这些火药见了天日，只怕也放不久了。小皇帝还在震惊母后的大杀四方，句句能反驳的对方哑口无言。突然被姜太师 Q， 还内含他得了火药就暴殄天物的意思，顿时不开心了，挎着一张脸。柳云可不会被随便忽悠，查？好啊，这件事就交给姜太师了，什么时候查出一个结果，好歹告知哀家一声，免得哀家以为云昭科举选出来的人才，连四书五经常常耳闻的圣人之言都不懂，岂不是叫天下人笑话？皇儿，你说呢？看了皇帝一眼，要你这一国之君何用？这种时候不开口，还待何时？皇帝终于聪明了，连忙接话：对，姜太师，来年开春就是会试了，朕原本也是很期待的，现在这么一看，朕也不确定了。这事儿姜太师接不接？叶四竹是沈夫人娘家人，清国公的嫡子，一旦查起来，就凭今日所说，必当首当其冲，这可是离间三大辅臣关系的绝好机会。姜太师一脸便秘，他就接了一句话，就等于接了一摊子烂事儿。还有这么赶鸭子上架的？隐晦的看了沈丞相一眼，姜太师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大义当前啊，他自己说的查，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唯有向斗败攻击的叶四竹没有了精神气，灰头土脸的退到一边，不敢再说话。孙武着急：皇上，这批火药到底该如何处理？这都快挖起来了吧，总不能任他这么晾着。皇帝他倒是想要，可三大辅臣明显也不同意，还跟太后扛了这么久。母后，你说呢？柳云喝了口茶润润喉咙，也明白三大辅臣的打算。哀家也不知道这火药怎么用，不过这颜色看起来特别晦气，也不知道是死了多久的人埋下来的，不如送去黄国寺，让高僧做法超度超度，去晦气。过阵子你们商量好了办法再决定，不急于一时。反正哀家不掺和，也不能掺和。缓兵之计，众人脑海中冒出这个词。不过仔细一想，好像确实是现在最好的办法。所有人都盯着这块肥肉呢，给谁都没有足够的理由。然而太后找的理由也太扯了，因为黑火药太黑，就要送去黄国寺做法，还去晦气，这都是什么脑回路？可细思之下，所有人对黄国寺反而最是放心。除了云昭开国皇帝，黄国寺从来不参加政治争斗，多年保持中立，并且地位足够高，而且武力值在江湖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保护这批黑火药完全没问题。这个提议看似离谱，竟然有那么点合情合理。第90章，该来的还是来了。众人都觉得荒谬，太后给了个最离谱的理由，却没有任何人反驳，等于默认。因为颜色而晦气，黑火药估计是被黑得最惨的一次。对于这个结果，柳云表面平静，心里却乐开了花。能让系统点名要获取支持的老和尚，必然不是居心叵测之人。系统任务完成，他就能得到2种暗器的制作方法，而本身是以黑火药为主，这玩意儿的配方是附赠的，所以这批费心费力挖出来的黑火药并没有入他的眼。但是柳云不能让旁人得到，还需要想个办法让老和尚毁了才好。反正他完成任务就能自己制造，大获全胜。柳云心里美，并不知道经此一役，很多仅仅只是耳闻太后如何的人对他大为改观，当然更多的是震惊。之前就听说太后以一己之力在筹集救灾款的拍卖会上让那些人心甘情愿的掏银子，原以为只是讹传，万万没想到太后舌灿莲花，真的能一人对变3大辅臣，多少还是有些敬佩的。围观到这样难得一见的现场，足以吹嘘一辈子。白景很有眼力见的给柳云倒了一杯热茶，满眼都是崇拜。太后娘娘刚刚真的又飒又酷，美极了。云向同瞪了白景一眼，一把抢过茶盏，冲柳云乖巧的一笑：母后喝茶。母后饿不饿？要不要吃点点心？白景愣了一下，随即纵容的笑了笑，没放在心上，只是有些羡慕碧湖公主还可以跟母亲撒娇。她不念叨亲娘，但是惦念无辜枉死，对她掏心掏肺好的养母，对白家的仇恨值又上扬了一些。柳云奖励的摸了摸云向同的头，看着他犹如加菲猫一样，小胖脸眯起了眼睛，萌萌哒得很。一通对人，柳云心里也极爽。
到这个世界之后，为了实力，他不得不苟着。今天也算发泄了一顿，出了一口恶气，胸不闷了，腰不酸了，连腿脚都有力了，神清气爽，仿佛年轻了好几岁。再次庆幸她是太后，不管有没有足够的权力，可身份够高，否则面对上位者，他根本没机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得时刻警惕着会被拖出去砍了，哪里还有心思找别人话语中的漏洞。众人慑于太后的威严，连说话都不敢太大声，气氛倒是不凝重，但是怪异。柳云自己不尴尬，也不管别人尴不尴尬，拿起女儿孝敬的点心斯文的吃着，觉得一切都挺美好。皇帝咽了咽口水，看着亲娘和亲妹妹，莫名有种羡慕。他也是亲儿子啊，为什么像个外人？正当皇帝想方设法打算融入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尖叫，刺破云霄，声音中满是惶恐和惊惧。啊，杀人了，杀人了呀！这叫声太过凄厉，不少人都吓得呼吸一滞，魂儿都飞了一半。柳云拿着点心的手抖了抖，刚才的好心情全无。该来的还是来了，刚刚还在庆幸镇南侯世子自己就是个狠人，没死成，结果依旧有人死了，叫得这么惨，只怕不是寻常的奴婢仆役。谁死了？这笔账不至于算在他头上吧？徐家的人已经一窝蜂赶去了现场，吃瓜众精神一振，立刻跟上。今年的桃园文会还真是精彩，文会还没好好开始，已经高潮迭起。算了，去看看吧。柳云开口，起身行动。全体都无视了还在池塘里打捞的御林军，纷纷朝着吃瓜现场而去。倒也没多远，那是一片正常没有什么特色的桃林。因为黄庄到处都是桃林，所以这块地方乍一看没有异常，然而某棵桃树下却躺着一个面容狰狞、双眸瞪着、死不瞑目的华衣女子。柳云过来，自然有人给她让路，很快站到了最前面，整个人跟先来者一样呆住了，半晌回不过神来。死者居然是西阳郡主，那个不知道怀了谁家孩子的长公主大女儿。卧槽，这是一尸两命啊！最惊人的是，西阳郡主胸口被利器所伤，鲜红的血液溅得到处都是，而她身边站着芝兰玉树，英俊挺拔的白木，手中还拿着一把带血的匕首。柳云，有才的人都是世故体质，这种事情怎么刚好就让白木摊上了？你是何人？哪里来的学子？为何杀郡主？一穿着三品官服、长着小胡子的中年官吏厉声喝道。白木还在仔细查看匕首，听到这话一阵无语。孙大人，大理寺卿掌管天下刑狱，有平决狱送之责，可没有红口白牙污蔑的本事。要是草民杀郡主，难道还在这等着大家来捉草民现场吗？孙大人，今天是怎么了？随便碰见一个学子都这么能说会道。寻常人面对这种场面不该诚惶诚恐，慌里慌张的喊着不是我吗？这么有理有据，显得他刚才喊一句好没道理。柳云轻笑，这就是启王孙武的亲弟弟，做了大理寺卿的孙文。不用细查，可以想象如今的云昭刑狱肯定乱七八糟的，冤案无数。人群中林子凡突然开口，孙大人，断案也要动点脑子，西阳郡主显然已经被杀有一会儿了，血液几乎停止了流动，这位公子抽出凶器，身上却没有见到一丝血。白木作揖，太后娘娘，皇上，学生白木刚才还在池塘那边呢，没有时间杀西阳郡主。皇帝看了一眼死状恐怖的西阳郡主，吞了吞口水，别开眼。那你为何比所有人都先到这里，还拿了凶器？柳云见事情没那么快结束，便让人搬来一张椅子，决定坐着看白木表演。这丫的就是狄仁杰模板，要不下次有机会给他配个高手元方，免得他不小心被人给宰了。白木无奈，学生无意中抬头，突然发现天空中有鸟雀惊飞，不是常见的正常飞翔，就好奇的过来看看。谁曾想，等学生寻到这里，有个人影一闪而过，学生跟了一阵失了踪迹，却看到一名女子趴在桃树上。学生不知道她已经死了，还以为她想爬树摘桃子，就出言提醒一番，至少也看看今天是什么场合吧。谁知她没有丝毫反应，学生这才觉察不对。刚刚走近，一名丫鬟突然出现，被惊着了，便叫了出来。白木指了指树下缩成一团的婢女，是桃园文会做事的，穿着统一的婢女制服。第91章，太后想掀桌。徐大夫人，这婢女是谁？柳云帮腔问了一句关键的。徐大夫人脸色难看，迟疑的说道：西阳郡主的贴身婢女。闻言，柳云嗤笑一声，没有说话。白木也笑了，看向了从刚才过来就呆住的徐灵。好歹是亲生女儿，不给点反应。也不知道徐灵在想什么，感觉大家都注意到了她，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急中生智，两眼一翻，身子一软，就那么晕倒在地。柳云演技过于拙劣，白木要晕早干什么去了？时间没把握好吧？吃瓜群众，亲生女儿有什么仇什么怨？这么不伤心的吗？
然而平日里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徐林选择晕过去，旁人品尝到了那份辛酸，还真不好戳破他。就算不给长公主面子，也得给徐家面子啊。这次不知不觉是白木为主，吃瓜众中的读书人便没有那么多顾虑。有人不服气地嚷嚷着：“白木，不知道是哪里的名士，为什么我们都没听过？”对啊，没有印象呢。有些凶手就是会伪装成第一发现人，让人觉得他很无辜。什么飞鸟背惊飞，该不会是托词吧？这种细微的时间差，谁看见了？谁能作证？柳云似笑非笑，这就是云昭的举子。嫉妒使人质必分离，不能想明白再说话吗？为什么要发表这种没脑子的言论来衬托别人的高伟光？明年是谁主持会试来着？他是不是该提醒皇帝好好考虑人选？哈，我认识他，可不是什么举子，就是京籍的一名小童生而已。一位衣着华贵的公子哥跳出来嘲笑。柳云一看，嚯，不就是那位谢公子？不过这是谢家人，这么蠢，看起来不像呢。忍不住看了白景一眼，用眼神询问。白景低声说道：“太后娘娘，他是谢家旁支的旁支，家里替谢家管着一部分产业，几乎不在谢家内圈管辖范围，所受的教育跟谢家没有任何关系。”柳云恍然，虽然还姓谢，可血脉稀薄，仅仅只是沾亲带故啊。看来家大业大，什么鸟都养着了。注视着得意洋洋的谢公子，柳云若有所思。八大氏族内部很团结，可终究有些外圈层的旁支照顾不到。他是不是可以从这种地方落子布局？就算将来不跟八大氏族掰手腕，好歹能不那么被掣肘。整个皇朝估计有70%的产业都被名门望族把持，八大氏族是大头，剩下2成半才是皇族和新兴贵族，仅有半成分给普通商户和平民。由此可见，传承比皇族还久远的八大氏族所掌控的资源有多恐怖。皇族也没办法，抠不出来，闹得凶了，八大氏族联合起来推翻皇朝，另立新君就完犊子了。要问八大氏族为什么不自己做国君？因为国君只有一个，八大氏族也是互相牵制的，一旦有人登基，他们之间的平衡也变了，联盟将分崩瓦解。在其位谋其政，做了皇帝，要求自然不同。所以皇族跟八大氏族永远是敌人。闪念一瞬即逝，柳云多看了那谢公子2眼。他叫什么？白景愣了愣，面带歉意，民女没有过多的了解，不是很清楚。他对谢家都不太了解，更加不说这种隔了老远的旁支了。一旁的云相童顿时兴奋：“母后，我知道，他叫谢叔，是云昭书院的，特别有钱，也特别能惹事，很多人都知道他的。特别有钱？”柳云迷惑：“是多有钱？他也想这么特别行不行？”听名字就知道，云昭书院背靠国子监，是天下读书人最向往的地方。在帝京，云昭书院和皇家书院在很多地方都互相较劲，引为宿敌。不过稍微一了解就明白，皇家书院明显是贵族学院，必然要身份地位才能就读，而且目的不在于科举。云昭书院对平民开放，只要学问特别出彩，哪怕再穷也有机会入学。而且书院内的学生以科举出路为主。这么说，这个白木也是云昭书院的。柳云好奇极了，谢叔家多有钱，家里有矿吗？对啊，母后你怎么知道？云相童好奇，听说谢叔爷爷管理着3座金矿，5座银矿，都离帝京比较近。柳云，他想掀桌。马德，区谢家一个旁支的旁支就管理着8座金银矿，可以想象谢家的私产有多丰富。以此类推，其他7大氏族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说好的金银铁盐不能私自开采呢？这些条例在8大氏族面前都等于放屁。怪不得历来皇族坐稳了椅子，就想拿这些望族开刀，不仅觉得他们是威胁，还窥视他们手里的资源呢。云昭明明地大物博，皇朝不穷，皇族穷啊！皇室跟新兴贵族瓜分2成半的资源，还要拿出来养活天下，特么的，难道不为男人吗？柳云在看富贵逼人的谢家公子，仿佛看见了个金娃娃，眼睛里都闪烁着金元宝符号。其他人不知道太后的心理活动，都被白木的身份惊了。童生？不可能吧？这可是桃园文会，很多举子都得不到邀请，一个童生怎么进来的？难道桃园文会的门槛已经这么低了，连个秀才都不是？要是这人一辈子都只是个童生，桃园文会的名声要一落千丈了。读书人的鄙视和贬低要人命，一个个眼袋刀子严似剑，心脏不好的会被打击得千疮百孔。然而白木不紧不慢，仿若未闻，似笑非笑地看着谢叔掏出精致的请帖。白某也想知道，这请帖谢公子都是怎么办到的呢？这明显也不是假的，突然遇见这样的好事，白某难道还错过不成？各位，如果你们遇见这样的好事儿，会往外推吗？谢公子，
你送这帖子给白某时，不少人都看见了，足以给白某作证，败坏桃园文会名声这种事，怎么也算不到白某的头上吧？有理有据，吃瓜众睁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谢叔。这人当众叫破白木的身份，就是要白木出丑，备受讽刺。可这人竟然当众给白木帖子，脑子里都是怎么想的？明显脱身的理由亲自交给白木，这人脑袋装的什么？谢叔直接傻眼了，他不是蠢，而是根本没想到这茬。桃园文会都是凭本身进来的，让人施舍帖子本就是一种侮辱。第92章，这人挺值钱的呀。但凡有点脸、有点自尊的读书人都不会提到这茬，不然只会更加丢人。谢叔也没想到白木会不按常理出牌，竟然当众将事情原委说了出来，也不怕旁人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德不配位，自找没趣。果然，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白木不尴尬，他就下不了台了。谢叔脸色变来变去，感觉脚趾被砸，隐隐作疼。柳云眼神一闪，这谢叔明显是个正常的20岁年轻人，平日里仗着有钱，估计没少耀武扬威，自身缺少社会的毒打。不像白木，老像个没有挂壁的挂壁，算计起来容易自己掉坑。谢叔应该很好入棋局。丁，任务：执谢叔之棋，谋谢氏之局。奖励：地京范围的金银矿脉地图。噗，嗨嗨，柳云差点喷茶。这谢公子居然这么值钱吗？虽然任务很广泛，没有具体的完成标准，可奖励也丰富的难以置信。不知道自己被太后盯上的谢叔只觉得背脊一凉，还以为是被白木摆了一道的过。自然是白兄学问渊博，天赋极佳，连书院的山长都夸他有状元之资。谢某想见识一番，这才让白兄来参加桃园文会。越说越有底气，谢叔仰着头，一副我是伯乐的表情。听说今年桃园文会有曲水宴，谢某觉得以白兄的资质定能拔得头筹，这才推荐白兄来见识一番。怎么，白兄对自己的文采没有信心？可不要辜负了山长的一番栽培。吃瓜众无语，居然还能这么强行解释一波。你刚才幸灾乐祸的语气可不是这种意思啊！见机不妙，立刻转变口风，可还行？云昭书院的山长都被拉出来了，他们还能指责什么？要议论也得白木才华表现与谢叔说法不符才有理由。白木轻轻一笑，这谢叔关键时刻也有极致，倒是让他圆上了。算了，他的对手一直都不是谢叔，何必浪费那么多口舌？现在解决了身份危机，就接过吧。孙大人，郡主是千金之躯，好歹先处理一下，遗体这么被人观赏不太妥吧？孙文抹了抹冷汗，一点都不想被 Q， 这种事肯定交给徐家。柳云也松了口气，表面不在意，实际上他刚才都不敢看尸体。既然不是你杀的，那你知道是谁杀的吗？快点破案，他想回宫，免得在现场又要背锅。仿佛看出了太后的想法，白木也不卖关子。本来是孙大人的事，既然太后娘娘问起，学生就说说捉奸。小皇帝看着白木，眼冒金光，快说快说，你替孙大人破了案，孙家也得感谢你呢。柳云诧异，这孩子怎么突然开窍了，还知道替白木扒拉一点好处。皇帝都这么说了，孙家不感谢一番就说不过去，当然连仇恨也一同扒拉了就是。好在白木不会在意这个，他有能力处理。白木挑眉，皇上，从死者尸体上可以看出，伤口是多次致命伤，显然凶手用匕首刺了一次，拔出来又刺了好几次泄愤，这证明凶手跟郡主有极大的仇怨，一定程度上是在虐杀。第二，正因为匕首曾经多次被拔出来过，血液才会溅得到处都是，溅射状态也有迹可循，这点稍微有经验的仵作都能判断出来。白木没有废话，直指关键。与此同时，从桃林下的草丛和树叶痕迹来看，凶手和死者一开始是面对面站着的。皇帝突然来了兴致，面对面站着的，这是不是表明凶手和死者是熟人？死者对凶手才没有防备，结果被一击而中，失了先机，最后无力反抗，还让凶手拔出凶器，又刺了好几下。闻言，柳云诧异，他都要对这儿子刮目相看了。这么说，皇帝确实不是蠢啊，而是没人正确引导，好好教。白木轻笑，皇上英明，学生正是此意。凶手和死者不仅仅是认识，还非常熟悉，否则不至于让郡主平退左右，单独跟凶手相处，这才给凶手可乘之机。而且这尖叫的婢女出现的时机也特别微妙，或许从她口中可以知道郡主为何会出现在此，又跟谁见面了。闻言，那婢女惊慌失措，一副早已吓傻的模样，不断往树后缩。不是，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奴婢不知道。辩解着，婢女眼神暗淡，犹如死灰，突然张嘴，明显存了死志。徐家家主突然开口：来人，不要让他死了。
一名侍卫突然从婢女身后窜出，眼疾手快地将婢女下颌给卸了，让她无法咬舌。看着软倒在地、生无可恋的婢女，白木看了看手中的凶器，轻叹：“你不说想死，其实毫无意义。凶手或许也不太想活了。”匕首上的血手印留下明显的证据，拔出来再呲，匕首早就溅满了鲜血，便留下了凶手的血手印。孙文有些恍惚：什么证据？破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容易了？这一盏茶的功夫都还没过呢。徐家家主也看向白木，等着他拿出证据，心里其实有种不祥的预感。白木没有明说，将凶器递给徐家家主。徐家家主定睛一看，瞳孔睁大，一把抓住匕首，收进了宽袖里。血手印的大拇指上竟然有一处不明显的半截花纹，那是玉扳指的雕花。偏偏这种雕花还挺特殊，是长公主府邸的族徽，用云氏族徽和徐家族徽结合出来的。当年设计出这一图案，让长公主好一阵炫耀得意。众人只当长公主好玩，没人会去阻拦她设计这个。谁能想到今日会成为指证凶手的证据？拥有长公主府邸的族徽，还让西阳郡主毫无防备，又带着这种一看就知道是男士的玉扳指，还心怀仇恨。除了西阳郡主的郡妇马颜温茂，也没有其他人了。徐家家主倒抽一口凉气，不祥的预感成真。如果凶手是别人，徐家定然可以让旁人看看他们的手段。可是自己人，丑闻要惊天了。就算长公主和徐家的府邸是不同的，可西阳郡主也姓徐。第93章不杀人也诛心。上门女婿在这么重要的桃园文会上杀妻，还一尸两命，徐家的名声不知道会被传成什么样子。桃园文会的影响力极限被削弱，徐家这么多年经营起来的名声摇摇欲坠。徐家家主意识到这点，快吐血了。偏偏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生，并且被撕毁给大家看，什么都做不了。柳云笑了一声，突然说道：“这么看来是徐家的家事儿啊，那哀家就不方便插手了。原本还想见识一下曲水宴，这哀家还是回宫吧。华儿啊，那批黑火药你可让人盯着了，直接送去皇国寺说明原委就成，住持无极大师定然能领会。这东西危险又晦气，可别让人沾上了，那是害了人家。”皇帝了然，好的，母后，孩儿定然好好看着。柳云带着人准备离开，所有人都有种松口气的感觉，一座大山被搬走的轻松感。特别是徐家，他们可以好好想想怎么善后。众人跪安，恭送太后。谁知一口气还没松下来，柳云突然回头，把众人一颗心又高高吊起。不是针对谁，柳云随意的扫了众人一眼。徐家杂事繁多，自顾不暇，你们还要在这添乱吗？闻言，徐家众人头发差点炸起来。不杀人也诛心，太后都这么说了，还有多少人敢留下来？万一背锅了怎么办？太后居心叵测，要将桃园文会打落谷底啊！果不其然，太后一走，三大辅臣见没机会捞黑火药，也借口离开了。其他人纷纷告辞，桃园文会渐渐安静下来。见状，留下来的偏徐家一派也坐不住，只能跟着告辞。原本热闹的桃园文会竟然变得无比冷清，连最初准备的环节也无法开展。徐大夫人瞧着一番精心准备就这么报废，悲从心中来，都是孽啊，都是孽。柳云则倍儿爽地踏上回宫之路，嘴角噙着微笑。青叶，等那批黑火药都挖出来了，你走一趟皇国寺。青叶连连点头，主子，皇国寺的武僧整体实力不弱的，一般人没能力去偷抢。何况那批黑火药数量不少，重量不轻，要不惊动皇国寺的高手拿走可不容易。柳云嗤笑，我不怀疑这点，我的意思是这玩意儿若落到居心叵测之人手里，过于凶残，会害人无辜。无极大师慈悲为怀，一定会好好处理的。毕竟这批火药在池塘下藏得太久了，突然被挖出来，失效坏了也很正常啊。青叶，竟然是要老和尚毁了这批黑火药。皇国寺住持无极大师收到青叶的传话，有些哭笑不得。空明疑惑，师傅，难道太后不想要？那何必争来争去，还费心费力挖出来送到我们这里？无极叹息，不争更是徒增杀戮啊！老衲没想到的是，太后还有这样的魄力。本来老衲还担心这东西现世是云昭即将进入战乱的征兆，这苗头瞬间被柳云给掐灭了，也断了他自身的优势，总觉得不合常理。所以他其实看不懂太后。殊不知柳云是防止别人得到，反正他自己有配方的，想制作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回到皇宫，云相同又撒娇卖萌的让亲娘讲了好些故事，这才满足的回去了皇家书院。柳云吃过晚膳就让人落了锁，舒服的咸鱼翻了个身继续躺着，偶尔翻翻画本，翻翻云昭通鉴，闭目沉思。图流氓玩的小皇帝被关在凤翼宫门外，感觉风吹叶落的萧索。
他还想继续听听故事呢。红叶，后来怎么样了？柳云突然问道。长公主和驸马不至于晕到现在吧？等大家走的差不多，长公主就醒了。红叶笑了，听到池塘挖出了黑火药就傻了，再知道西阳郡主被郡驸马杀了，直接就疯了。驸马呆呆的，似乎没什么反应。疯了？柳云嗤笑，他那样的人不至于。不过先皇当年是不是留了什么东西给他？他的依仗出乎意料的强啊。红叶笑容消失，这事儿恐怕只有李安清楚。柳云摇了摇头，不，有些事情或许李安都不一定清楚。仔细回忆，当年先皇对长公主这位亲妹妹是真的好，会给她留些底牌也不是没有可能。哎，算了，等这人被逼到绝境，我们自然会知道。希望到时候我们有能力应对。对了，那个白木是不是会武功？他总觉得白木的身手过于利落，不似寻常的书生。红叶点了点头，是，虽然他隐藏得好，不过偶尔的本能还是会暴露一点信息，不过他也没有刻意隐藏。柳云啧了一声，居然还是有武力值的敌人劫模板，此人秘密甚多。话说，那郡驸马抓到了吗？红叶愤慨，他根本就没有逃，还在皇庄里，被抓到的时候整个人都没有了精神气，一个字也不说，似乎就是在等死。柳云若有所思，抚了抚手腕上的玉镯，你们觉得奇怪吗？严温茂经历了这么多，被压了这么多年，为何偏偏选在今日反抗？红叶和青叶对视一眼，苦笑一声。他们是暗卫，若是杀敌打架，他们行；若论动脑子，真的就没那么利索了。柳云无奈，他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反抗，同样可以拖徐家下水。比如那日宫内的百花宴，不比桃园文会的机会差。可他一直选择隐忍，为什么今日突然就不忍了？必然是有外部因素刺激了他，让他将所有憋屈都发泄了出来，继而起义杀了西阳郡主。红叶好奇，所以外部因素是……柳云嘴角微勾，当时是谁最有可能跟西阳郡主和严温茂都在一起，等待时机出场揽名声的？主子是说西阳郡主？青叶打了个冷战，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柳云冷笑，因为我去了，赌得长公主晕倒，徐家不让他们姐妹俩再出现，他就得想别的法子改变自己的处境。易阳的性格最得理不饶人，当初在皇宫就敢给我脸色看，他只会考虑自己。姐姐，徐家都没有他自己来的重要，不然谁能这么清楚西阳郡主和郡驸马之间的矛盾？又是谁替两人制造单独见面的机会？一个贴身婢女能让西阳郡主无缘无故去那片桃林吗？第94章，女儿才是小棉袄。只有西阳郡主死于郡驸马之手，各种版本的故事才会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地经云昭，甚至郡驸马当年的流言蜚语也会被翻出来。大家都在关注这两人的爱恨情仇，谁还记得易阳郡主的遭遇？就为了这，连亲姐姐的命都不要了？红叶震惊。柳云喝了口茶，足够改善他处境了，只怕郡驸马心如死灰，确实不想活了，否则也不会这么不给自己留后路。青叶半晌才开口，那西阳郡主的孩子到底是谁的？柳云挑眉，不清楚，就像萧婕妤的肚子一样。哼，说起来也该让皇帝知道真相了，这孩子该经历毒打了，免得皇帝总以为女人弱小无辜，上不得台面。全世界就他老娘欺负他，其余人都慑于他的身份，被他玩弄于股掌中。扯淡，把他玩弄于股掌还差不多。有些事情他可以帮忙兜底，可真相一定要知道，让他明白现实的残酷。于是在小皇帝又一次去找诸葛庆之时，诸葛庆装模作样的关心他身体，好心给他把了把脉。皇上运气不错，虽然方法有些虎，可蛊虫的余毒拔除得很干净，被蛊虫侵蚀的身体慢慢养着也能好好恢复，时间稍微长点倒也不影响子嗣。嘴角的笑容慢慢消失，皇帝脸色一白，什么意思？总觉得有什么大事儿是他不知道的，特别可怕。诸葛庆莫名，皇上还有什么疑问？皇帝艰难，先生说朕中了这毒蛊对子嗣有影响。诸葛庆不以为然，不是说皇上已经解毒成功，好生调养就不会影响吗？皇上不用担心，皇宫御医在调养身体方面还是很有一手的，加上太医署有好药，皇上身子骨年轻，恢复快，这不难的。皇帝眼神一沉，朕中毒之时呢？是不是代表朕无法有子嗣？他12登基，为了平衡朝堂，就册封了好几位身份高的妃子，包括2位贵妃和贤妃。可元房是去年才开始的，先有皇妃，后有萧婕妤，不是都怀过孩子吗？诸葛庆就是不给个痛快，正常人肯定不会瞬间意识到皇帝发现自己头上绿了。以前如何不重要，这蛊毒不是解了吗？诸葛庆乐呵呵的。皇帝倒抽一口气，还请先生告知，朕想知道。诸葛庆捋了捋胡须，中毒期间
能传宗接代的几率很小，几乎为零。而且一般的毒说不定还会遗传给下一代，这蛊毒岛没那么容易，身体能量都被蛊虫吃了，拿什么生孩子？幸好皇上发现的早，否则这蛊虫就算不要皇上的命，也足以让皇上终身不育。皇帝震惊的眼神都空洞了，无神的站起来，小身板弱小，无助可怜。魏月看了诸葛庆一眼，上前扶了一把：“皇上，回宫了吗？”皇帝神魂不在的呀了一声，抬脚往前，整个人趔趄了好几步。亏得魏月有所准备，将人稳住，才没有扑街。看皇帝备受打击的样子，柳云默默收回技能，很期待皇帝会怎么做。他倒是不担心皇帝的三观是不是在重塑，这是必然的过程。只要没有李安在一旁歪曲的引导，皇帝定能成长一大截。如果皇帝选择隐忍，什么都不做，柳云还得考虑未来的教育。魄力是个好东西，一国之君真的一点都没有，他脑壳会更痛。隐忍，暗中发落，以后报复这种路线，他也能理解。毕竟皇帝手里没几个能用的人。若是皇帝能做点让他刮目相看的事，估计能放点鞭炮庆祝一下，表示这孩子有救了呀。对了，这些日子李安怎么样了？柳云想起那个诲人不倦的老太监，若不是一下子将人弄死了，会让皇帝怀疑什么，他说不定会让这丫的如愿以偿，赶紧伺候先皇去，不直接要命也能发配去皇陵啊。然而这丫的逐渐失去皇帝的信任，还能努力出来蹦跶，柳云觉得推烦。尤其李安被冷落一段时间后，好似想通了某些关键，很少再做皇帝讨厌的事，开始从细节着手，想挽回小皇帝的信任。魏月跟着小皇帝的时间不长，真要斗起来，肯定不如李安这老狐狸。幸好魏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柳云发现不妥，立刻给了魏月一些道具，成功让李安病得自然，连御医都瞧不出问题。不过道具只能让李安缠绵床榻，还要不了他的命。病着呢，不过他收了几个干儿子，一直替皇上培养的，也算继承了他的意志。红叶笑了，这些日子李公公身体不好，这几人跟小月子斗得厉害，所幸他们的武功很粗浅，跟皇上也没有患难交情，始终比不上小月子。柳云点头，让他一直病着吧，皇帝成长越多，李安了解的皇帝就不多了。局势和人心瞬时变化，隔空指挥没那么容易。对了，让魏月自己培养一些人，另外我花银子给他备的属下，该启用的时候就启用，别坏了事儿。皇帝既然知道了后宫混乱，上次又跟三大辅臣撕破过一次脸了，前朝后宫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安静了，风雨欲来，他要快些获取皇帝更多的新信任，否则随时都可能被别人代替。红叶点头，将主子的话快速传给魏月。主子，贵嬷嬷求见。蓝叶轻声说道。柳云点头，等人进来行礼后才抬眸，何事？可是壁虎有什么事？说起来，壁虎好久没找哀家要银子了，可是缺银子了。贵嬷嬷轻笑，回主子，公主现在都不乱花银子，上次主子讲故事给公主出了招，皇上就将公主的阅历翻倍了，不仅不缺银子，还攒了不少。寻思着主子什么时候缺银子了，他给主子送过来呢。柳云心口一暖，果然女儿才是亲娘的小棉袄，瞅瞅多暖手。贵嬷嬷扶了扶身，主子，是奴婢要来的。公主要跟奴婢学武，原本是件好事儿，可奴婢会的都是杀人的功夫，重攻不重防，讲究一击毙命。奴婢寻思着，不管公主将来真的要做将军，还是要做其他，学暗卫的武功路数实在有些不妥。第95章，谁老谁没点数。柳云恍然，说的也是，云相同才8岁，现在的理想不代表以后的理想。可无论做什么，公主学一身暗杀的本事确实不太妥。而且如果将来真的要上战场，点杀厉害的功夫肯定不如大开大合、群攻范围技能。柳云没打算强制要求云相同怎么样，如果做将军上战场是女儿的梦想，她也不会阻拦。但是现在未雨绸缪总没有坏处。哎，可我手里现在只有暗卫和锦衣卫，东厂不提，这锦衣卫的武功也不比暗卫好到哪里去，都是单兵作战能力强。话音未落，系统突然跳出来刷存在感。任务：营救郡驸马严温茂，奖励：桂英枪法、公孙双手剑。柳云瞬间呆滞，系统突然这么人性化的急人所急，按需奖励倒是不用夸，可这任务是不是发布错了？救严温猫？开玩笑的吧？桃园文会的时候干嘛去了？柳云禁不住发出灵魂质问，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去救这么个自己都不想活的渣男？这任务是要将长公主彻底刺激的失去理智啊！发疯的女人会干出什么来？以往没有动静的系统，这次却给她发了个视频文件。柳云莫名其妙的点开，这有答案。只有他看得见的虚拟屏幕出现了画面，那是一个昏暗带着血腥味的房间，墙壁上全是残忍的各种刑具，斑驳到发黑的血迹。屋子尽头，几乎血肉模糊的严温茂被铁链穿透了琵琶骨，整个人勾坐在凳子上。
若非偶尔还有微弱的呼吸吹过披散的发丝，跟死了没两样。他面前，长公主拿着带倒刺的长鞭，面目狰狞，使劲的鞭挞。你这个浑人，西洋对你还不好吗？给你荣华富贵，给你别人想都想不到的高贵身份，你长着一颗人心，又是用什么做的？你怎么就下得去手？他还怀着孩子啊！提到孩子，严温茂突然笑了一声，微微抬起鼻青脸肿的头，略微骇人。对啊，孩子，反正我都要死了，长公主不妨告诉我，那孩子是谁的？长公主动作一顿，面容扭曲，又打了一鞭子，决定休息。你想死的瞑目，你配吗？你死了，本宫也不会告诉你，让你见了阎王还是个糊涂鬼，死不瞑目，下油锅才好呢。严温茂也不恼，我下油锅，你女儿又能好到哪里去？她长这么大，干过的亏心事还少吗？我妻子、儿子、女儿死的时候才3岁，你说她下不下油锅？见到这，柳云愣了，难不成这个众所周知的云昭陈世美还有另外的隐情？长公主瞪大了眼睛，尖叫着打断：是你，你们才是罪魁祸首，你们有罪，你们该死，该下地狱，永世不得超生。本宫的女儿是金枝玉叶，生来善良，先皇和父皇必然会护着她的。严文茂啧了一声，难道地府也是你们云家开的？善良？哼，莫非公主以为你小女儿是个什么好东西？自从爆出有孕，西洋对我提防得很，你以为是谁将她约到桃林去的？还有当年你们派人追杀我妻儿，我为什么会知道？又为什么会那么刚好出现？若非赶得及时，我怎么能看到你们那副高高在上的恶心嘴脸？虽然他看到了，可无能为力，即便付出了代价，也无法挽回什么。长公主突然冷静，惊讶，原来你都知道，你都看见了，居然藏了这么多年。仿佛想起什么，长公主怀疑，这么说不能人道是假的，当时受伤也是假的。严文茂，受伤怎么可能假？当时不能人道也是真的，否则我怎么有本事骗过御医？但是没人说过就治不好了。不过我很庆幸，让我跟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生孩子，我恶心。柳云眨了眨眼，突然觉得这是个狼面，鼓掌。长公主气得将手中的茶杯扔过去，砸在严文茂额头上。闭嘴！你有什么资格侮辱本宫的女儿？如果不是你不能人道，西洋又怎么会去找别人？她不过是想要个孩子，做一回母亲，这也有错吗？严文茂不躲不闪，现在自然随便你怎么说。长公主备受刺激，捡起长鞭继续打，留着你就是个祸害。你说你想怎么死？或者本宫大度，还可以完成你最后一个愿望，然后就送你下去给本宫女儿赔罪。严文茂似笑非笑，愿望？那我说我要见太后，你也同意吗？长公主动作停住，努力运转脑子，眼睛一眯，你要见那老巫婆？柳云窒息，特么的，谁老谁没点数？她虽然是长公主的皇嫂，可论实际年龄，她比这丫的小7、8岁好吗？谁让先皇是哥哥？画面在柳云的愤怒中戛然而止，虚拟屏幕消失不见。想也知道，长公主后面肯定没好话，而且她也不可能满足严温茂的愿望。一巴掌拍在桌上，震得装了点心的琉璃盘都抖了抖。青叶，联系陆冲，我有任务交给他，要快。这事儿没得商量，就冲能刺激到长公主，他也要陆冲把人救出来，其他的不考虑了。敢骂他老巫婆？很好，小本本记上。只要陆冲做事干净利落，长公主绝对想不到他会去救严温茂，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至于长公主怀疑谁，会找谁麻烦，关他什么事？先应了桂嬷嬷的请求，青叶办事去了，红叶也不在，柳云刚躺上美人榻，皇帝来了。见皇帝前所未有的耷拉着脑袋，犹如受伤的小兽，柳云忍不住多欣赏了2眼。说实话，他对这个儿子真没有太多感情，看他吃瘪，反而让他玉气尽消。刚来到这个世界，可没少受这丫的鸟气，能够掰成现在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果然，尽可能不让李安接触皇帝，这孩子就还有希望。母后，你知道吗？之前我们都中蛊了，小皇帝纯粹是来找同为中蛊人寻安慰的，也不管柳云听没听，自顾自的叭叭个不停，语无伦次，毫无逻辑的将事情说了一遍。若非柳云知道原委，估摸着都听不懂。第96章，皇帝吃瘪，太后开心。登基以来，小皇帝第一次被伤得如此之深，无人替他分忧。想来想去，同样中过蛊毒的太后，又是亲娘，便是最好的倾诉人选。先将真相吐露一遍，再将感想说一说。皇帝已经泪洒满襟，越哭越伤心。被3大辅臣打压，文武百官欺负那是常态，习惯了就好。可清楚意识到被同辈差不多大的女人欺骗玩弄，原来自己没有自己理解的那么强。以往看不起，觉得是附庸的女人也可以做这么多事，
小皇帝遭遇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三观重塑，倾诉间满是委屈、不可思议、不理解、不愿意相信。总之，情绪挺复杂的。听着皇帝对女人言语中的惊叹，柳云怎么感觉那么爽呢？这也是一种隐晦的称赞吧。他亲娘和妹妹都是女人，赞两句怎么了？在这过程中，皇帝还想借酒消愁，被柳云拦住了。在凤仪宫喝什么酒？喝茶都容易被茶叶呛到，就喝白开水吧，补水分，可以持续性的哭很久了。终于哭累了，小皇帝打了个水嗝，顶着红肿的兔子眼看向无动于衷的亲娘，眼中露出一丝迷茫。他都这么惨了，为什么母后一点都不同情他？是他没说清楚，还是母后对他的爱全部都已经消失？难道女人真的就这么善变，不可捉摸吗？感受到变化打量的眼神，柳云悠的反应过来，补救似的连忙一巴掌又拍在桌上，涨红了脸充当怒气，挺身而起。过分，这些女人太不知好歹了。皇儿给他们尊贵的身份，给他们精致的生活，竟然还不守妇道，干出这样猪狗不如的事情来。若是活在前朝，活该被送去进猪笼。最近翻了一些历史书籍，他的三观和认知也在不断改变重塑。这个世界的朝堂更替依然很精彩，他得转变，否则哪天不小心说漏嘴了，容易被架在火上烤，下不来。小皇帝认同的点了点头，松了口气。原来母后是反应有延迟，这消息的确是太惊人了。幸好那2个孩子没有生下来，否则寄托了感情，他更加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母后，朕当初将皇妃打入冷宫都是便宜她了，竟然敢背叛朕，还混淆皇室血脉，足以诛9族。皇帝咬紧了后槽牙，妃位下葬，入皇陵，他也配？这种人就该挫骨扬灰，死无葬身之地。柳云眼皮子抖了抖，这么说，还活着的萧婕妤岂不是更惨？你想怎么做？这是好奇，顺便还提醒一句，皇儿，身为一国之君，有些事情就得考虑清楚，牵一发动全身，可以泄愤，但是不能因为泄愤把自己拖进了泥沼里。这事儿骇人听闻，所幸旁人并不清楚，你有很多的时间慢慢泄愤。生气吗？生气就对了。愤怒吗？干，不得不憋着的感觉好受吗？可怜小皇帝当初为了巩固地位，让高位官员互相牵制，后宫妃嫔全是身份不低的，如今出了事，想泄愤可不容易。后宫前朝看似不相干，实则千丝万缕，动后宫的女人还要考虑前朝平衡，真以为皇帝那么好当？想他前世亲康熙，最初也被4大辅臣加一个孝庄压得忒惨，每晚宠幸哪个妃子都得好好斟酌，还不是拼出来的一条血路。若非后期独揽大权，没有了束缚，都看不出康熙帝其实喜欢江南汉女那款的呀。云昭小皇帝稍微好点的是，后宫起码没有一座大山在压着他，当然他也不会帮忙就是了。不参与后宫争斗，做皇帝的如何看清这小小的后宫足以堪比前朝权谋？什么？不会？练啊，习惯啊，谁天生就会的不成？柳云默默将内心压抑的怨怼吐槽了一遍，犹如夏天吃了冰淇淋，身心舒畅之极。小皇帝眼巴巴地瞅着亲娘，母后，孩儿该怎么做？姓黄的是户部侍郎，难得他跟姜太师不是一派的，隐约还能有所牵制。若是除掉姓黄的，户部又会是姜氏一家独大了。可是任由他们继续这样享受荣华富贵，孩儿不甘心。柳云嘴角抽了抽，连忙摇头，别跟哀家提朝堂上的事儿，哀家头疼。哀家已经不想管官场了，皇儿自己想吧。信息都不对，想出来的办法也很蠢。以前的太后也以为是这样，所以多有扶持皇家，盼着他们能跟姜家抗衡，就算不能，好歹能牵制一分是一分。现在他才知道，这种局面不过是姜太师给他和皇帝看的罢了。皇室跟姜家根本就是一条船上的一丘之貉，故意让上位者看到他们对立，暗中才能完全掌控户部。否则皇室有什么？又凭啥跟姜家对立这么多年还没有被摁死？真有这等能力吗？不是他小瞧姓黄的，就那小胡子猥琐相，除了听话，实在看不出太多长处。姜太师若不扶持这么一个自己人当对手，必然会有一个真正的敌人出现，摁死一个还有千万，户部始终处于动荡，不利于他们掌权，所以才出了这么个一劳永逸的法子。情报工作果然对领导手段异常重要啊！涉及到儿子吃瘪，柳云感觉能吐槽一整天。所幸小皇帝现在有诸葛庆，用不着他操心。皇帝一噎，心情又沉了沉。只有失去才懂得以前母后一心为他的珍贵，心有些慌。母后，萧家是掌管着大部分军需供应的皇商，若是对萧家动手，兵部怕是会有异动。柳云扭头偷偷翻了个白眼，怕个毛！现在最不会先动军队的反而是启王，兵部有异动，启王能压不下去？区萧家值得启王大动干戈不成？除非萧家能拿出启王心动的好处，否则多少人盯着供应商的位置。
换一家就换一家，除了麻烦点，什么都影响不到。而且现在几方势力都在三大辅臣手上，你一个傀儡皇帝操心那么多干嘛？能做就做呀，三大辅臣肯定会兜底，还会把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所以最终除了皇家和萧家，说不定庞德根本不会误伤。皇帝的目的也达成了，还给三大辅臣添了乱，难道不好吗？第97章，永远不知道对方有多少底牌。重点是要怎么做才能不引起三大辅臣反弹，又成功惩罚皇家和萧家。更远的，你一个傀儡替三头狼担忧啥？瞎操心。不过柳云可不会提醒皇帝，对于这个儿子，他永远也无法全心全意的培养。柳云唉声叹气，拍了拍皇帝肩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皇儿，你还年轻，需要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母后帮不上你，只能替你加油打气。你是一国之君，是云昭的君主，你得相信自己，更要依靠自己。如果你能凭自己解决这次的问题，你就成长了，将来你就能成为真正的千古明君，让云昭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柳云满意的将一大桶心灵鸡汤灌溉给小皇帝，一脸正气的表示，为娘相信你，精神上支持你。实际上有用的一个字没多说。然而这一招似乎有奇效，小皇帝竟然振作了，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一扫来时的颓废和阴霾，扬手挺胸的告辞走了。柳云张大了嘴巴，目送皇帝背影消失。难道皇帝喜欢这种调调？果然跟喜好务实的他完全不合。什么语重心长，掏心掏肺，掰碎了细说，都不如一碗鸡汤能让皇帝奋发图强。好像 get 到了什么奇怪的点。算了，让诸葛庆头疼去吧，我管不过来了。柳云捂额，若是他自己遇上这种人，肯定有多远离多远，压根儿不是一条道上的。偏偏这个人无法抛弃，只能交给有能力的人掰一掰了。晚上，柳云将凤翼宫安排好，早早落锁，翻墙去了柳宅，一直等到半夜，陆冲才带着血肉模糊的严温茂出现。柳云第一时间发现陆冲脸色苍白，薄唇无血，眼神黯然，微微一惊：“你受内伤了？难道长公主府还有绝顶高手？”目前陆冲是他手里最厉害的高手，幸好之前没有派别人，否则岂不是有去无回？所以这些势力不显山不露水，永远不知道对方手里有怎样的底牌。感情真的只有太后和皇帝最可怜。陆冲将严温茂放地上，绣春刀杵地，单膝跪地：“是，不过刚入绝顶，还不至于能伤得到属下。不过关押这人的暗示有厉害的机关，属下要护着他，才挨了对方一掌离开。当初柳云赐予的丹药并非纯粹突破用的，而是增加50年功力，所以陆冲突破后功力沉积了许多，并非正常初入绝顶的高手。”柳云震撼：“机关？长公主手里还有机关术？关押犯人的地方竟然还布置这玩意儿？马德，这些人都这么厉害的吗？亏得他没有得到系统就大杀四方，不先苟着，拿什么去拼？难道赌一把他还能不能穿一次？”自然是有的。一个气若游丝的声音打断两人的谈话，柳云这才朝严温茂看去，叹了一声，柳云掏出一瓶丹药扔给陆冲，好生调养，不要留下了暗伤。随即又朝青叶使了个眼色，青叶理会，掏出一颗丹药喂给严温茂：“你伤得重，这药对你就半个时辰，能让你精神些，有什么话快些说吧。”青叶的亲和力再次发挥效用，严温茂整个人放松了许多。不过这人到底警惕，严某见过太后娘娘，长公主应该不会满足我的愿望吧？太后为何会知道严某有话要说？柳云眼神一闪，喝了口茶，端着说道：“跟长公主有什么关系？只是哀家觉得或许你知道点什么，对哀家有利呢。你有话说，和我要你说是两回事儿。”严温茂自嘲的一笑：“也对，长公主和太后本就不对付，太后会想从她嘴里得到长公主什么把柄也不稀奇，只不过刚好她也想告诉太后，而且太后也付出了代价。就算长公主不知道救她的高手是太后派去的，这高手也受了伤。严某也没想到这位高手是太后的人，看来天不亡我。”严温茂神情有些癫狂，时间不多，他就不浪费了。长公主年少时有一次半驾微服私访，就碰见了一位姓莫的机关术传承家族的嫡系传人。柳云皱眉，前朝末年莫氏一族就已经消亡殆尽，原来还有传人吗？不过也是，那样的大家族明知道有一场灭族之难，又怎么会不想方设法留下传承？不说曾经的大家族了，就说近的三大辅臣，现在如日中天，就已经藏好了传承的手段，信不信？所以除了原主和小皇帝，其他经营着的势力都不是单纯靠杀能解决的。严温茂喘了口气，墨家具体什么情况，严某无从知晓，但是长公主发现的这位确实是墨家嫡系传人，一手厉害的机关术替长公主办了不少事情。
不仅仅是暗示公主府很多重要地方都布置了厉害机关，太后娘娘要多加小心。柳云挑眉，这确实是让人头疼的事。她有天网鹰眼，真要做什么可以先观察一番，然而她不懂机关术啊，看见了也不知道人家触发机制、运行轨迹是否联动等等，那也是白看。没事儿，哀家去公主府干啥？柳云皱眉，难道这就是长公主的依仗吗？严文茂愣了愣，什么？柳云轻笑，此时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哀家一直觉得长公主一个嫁出去的女儿特别有底气，根本不怕哀家和皇上跟她翻脸。如果她不是本人从来都这么自负，那必然是先皇给了她依仗。照你这么说，墨家的机关术不是先皇给的，那你知道先皇给了她什么吗？严文茂怔怔地看着柳云，心里吃惊，这太后跟他了解的似乎不太一样。他知道他活不成了，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礼仪规矩。直到柳云不悦地朝他看了过去，严文茂才突然笑了，笑得前俯后仰，上气不接下气，不仅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神情越来越癫狂，还有种释然的痛快。柳云，应该不至于是哀家说了什么可笑的事吧？严文茂抹了一把脸，泪光闪烁。太后娘娘见谅，是严某突然觉得有好些可笑的人。世人皆以为太后愚蠢，不足为惧，谁看见这位的韬光养晦了？严某也是突然喜极而泣。本来严某想说些事情，不过是因为跟太后娘娘有共同的敌人，可突然之间，严某觉得终有一天，严某的大仇会得报的。严某居然能死而无憾了。第98章，太后真生气了。柳云，无所畏惧的人果然够疯。不过这严文茂跟传闻中唯诺的性格完全不同，也不知道他一直苟在公主府都在打算什么。果然，生活使成年人都戴着面具。你明目的太早了，对哀家来说，未必会跟长公主不死不休。柳云木着脸说道。这话他自己都不信，或许他不会，但是长公主一定会。严文茂咳了一声，严某时间不多，太后娘娘就不用骗我了。太后娘娘有很多敌人，长公主或许不起眼，但是在长公主眼里，太后娘娘是必然要除掉的绊脚石。柳云啧了一声，绊脚石，所以哀家碍着她什么了？严文茂没有正面回答。太后娘娘不是想知道先皇给了长公主什么底牌吗？柳云眸光一凝，你果然知道吗？如果不是有这样的重要情报，系统应该不至于让他出手救人。严文茂似笑非笑，没有人知道先皇受伤回宫之前的最后一次出宫，在离开帝京之际，先来找过长公主，并且交给长公主一支暗中训练的私人部队。话音刚落，一个轻微的咔嚓声响在众人耳边，人均错愕的抬头，才发现柳云优雅的磨着牙，一不小心掰断了手腕上的极品玉镯。柳云深呼吸2次，有些肉疼地看着手中突然败家制造的碎玉，表情却平静到可怕。先皇的亲卫军，他居然还养了这玩意儿。严文茂呼吸一滞，连说话声都条件反射地轻柔了许多，总觉得此时此刻的太后气场好强大，惹不起惹不起。启王孙武独揽云昭8成军权，先皇有了危机感，便暗中训练了3万亲卫军，想要以此抗衡启王。呵呵，3万？柳云笑了，也真生气了，玉手握紧玉碎，用力一捏，揉出一把金银粉末，慢悠悠地倒向地面，辉映着烛光，异常美丽。眼睛一眯，柳云冷笑：3万将士，现在变成长公主的私军了，怪不得行为举止那么有底气。3万军队啊！别以为这个数字不算太多，这可是在帝京，整个帝京所有兵将加起来都不足5万。先皇想用来抗衡孙武造反的利器，难道会是表面上这些10年未经历战斗的酒囊饭袋？4年过去了，只要长公主不自己做，这支兵只会比以前更厉害。现在看来，长公主并不傻，她想做什么？造反还是逼宫？先不说先皇这大坑，柳云只觉得长公主比启王都还棘手。毕竟启王掌控军权虽然多，但是大部分都在边关镇守。若是他想办法突然发难，启王也来不及调遣这些兵将。相比帝京附近这波被养得肥头大耳的乌合之众，他还更加忌惮启王手里有一支数量不多的精锐之师。就像平远侯手里的3000所甲军，只要没有私自增设兵力，想想办法还能擒贼先擒王，再扣一顶大帽子来慢慢解决。可3000变3万，那就真不是随随便便能算计的了。而且4年的时间，谁知道长公主有没有将3万变成更多？长公主年幼就获得了封地，她个人比云昭朝廷富有多了，养几万兵真不是负担。严文茂似笑非笑，有何不可？柳云眨了眨眼，造反？逼宫？他想做什么？还想入住9重宫不成？9重宫、金銮殿是云昭权力中心，皇帝百官每日上朝的地方，
入住就等于黄袍加身，想夺龙椅。颜文茂已经不惊奇了，太后娘娘别忘了，云昭可是出过女帝的，长公主会有这样的野心并不稀奇。柳云，以前他就觉得这长公主的野心很大，果然震惊他全家。没错，云昭出过女帝，开国皇帝和皇后一生一世一双人，成了所有女人羡慕向往的佳话。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对帝后没有儿子，只有3个女儿。最后开国皇帝将皇位直接传给了才华横溢的小女儿。这位女帝可是一位狠人，一边将百废待兴的新皇朝打理得井井有条，蒸蒸日上，一边还能广纳后宫，可劲的生孩子。最励志的一次还在龙椅上跟文武百官商讨国事，结果羊水破了，硬生生忍着一波波袭来的阵痛，愣是将事情商量完才回去生。这种事情柳云看着歌颂戴德的史书也就半信半疑，夸张至此，影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后来云昭的第3任皇帝是女帝和其表弟的儿子，近亲结婚，只是说正常人的几率比较小，而且一旦有孩子很容易朝痴呆和天才2个极端发展。在这种可能性中，傻子的几率又比天才大多了。然而上天眷顾，女帝和表弟的孩子就是少之又少的绝顶天才，所以将皇位交给了他，短时间内将云昭带向了盛世。否则云昭皇朝很可能延续不到今日。女帝的一生传奇又短暂，劳累加不断生孩子，耗损了她身体大量的元气，宫廷御医手段再高，也只让她活了38岁。女帝驾崩，举国哀丧，官员百姓福临百里。凑巧的是，老天爷也为此下了整整7日大雨，天地默哀。柳云默默打了个冷战，如今还是云昭。史书对于之前的皇帝多有夸赞歌颂。关于女帝传奇的一生，他觉得就像看一部低档玄幻小说，特别不真实。但是不妨碍这位女帝短短38载，生命犹如夏花般绚烂。所以长公主也想活得这么传奇，这么流芳百世。不是她鄙视，长公主有这能力吗？柳云啧是不稀奇，可她有这本事吗？3万精锐之师，或许还不止3万呢。颜文茂嗤笑，若是关键时刻突然袭击，至少有机会不是？即便是启王，也不敢说是对手。柳云挑眉，没打算跟颜文茂商讨如何对付长公主的细节。无论长公主想做什么，该知道的哀家知道了。你呢，心里有恨，也别把复仇的希望全部寄托到别人身上。看看长公主，哀家现在连自保都不容易，拿什么去跟她斗？想赢？呵呵。柳云转身朝门外走去，顿了顿，所以说益阳郡主挑拨离间会出手对付西阳，是因为知道了长公主的野心。他这么早就开始排除异己了吗？颜文茂愣愣地点了点头。柳云嗤笑，野心都还没开始实施，就已经在抢战果了。那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不应该是长公主的绝密？驸马徐陵就一点不清楚吧？第99章，最大的敌人是先皇。颜文茂苦笑，因缘际会，这些年颜某装的好，暗中也在调查。一旦知道长公主的野心，在公主府内还是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不知道也就忽略过去了，不会细想。驸马对长公主历来不上心，也很少留宿公主府，很多流言蜚语外人都知道了，就唯独他不清楚呢。所以颜某并没有任何证据，全靠猜测，太后娘娘若信便是。柳云勾起嘴角，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哎，家又不是要判他罪，要什么证据？还有没有其他消息可以告知的？一并说了吧。颜文茂傻傻地摇了摇头，目送太后离开，才疑惑地看向抱着刀沉默的陆冲。太后娘娘，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是他漏掉的吗？陆冲睁开眼，扭头看了看窗外，声音清冷，这里很安全，你可以放心住下来。颜文茂错愕，他幻听了吗？住下来，不该给他找块的埋了吗？这么好的院子，又有贵人出没，难道还能收尸？他都不要求和妻儿合葬了，他没脸见他们。颜文茂略微怀疑人生，我不是要死了吗？刚才那颗药不是说只有半个时辰？快到了吧？陆冲面无表情地注视了他几秒，只有半个时辰清醒，情绪过于激动，不利于你养伤，你的身体需要睡眠休养。颜文茂让他精神半个时辰，原来是这么理解的，所以他还能活，怪不得太后最后那话有让他自己报仇的意思，他以为自己理解错了。心情突然有些复杂，颜文茂还来不及好好想，一大股疲惫感涌上头，四肢顿时无力起来。意识的最后，他看见陆冲走了过来，淡淡的说道：你不能一直在地京逗留，等你伤好了，我自会送你离开，时机成熟，有你手刃仇人的机会。来不及回应，颜文茂意识坠入模糊。柳云回到凤仪宫，在寝殿转了好几圈，郁闷的说道：红叶，下次给我准备几个不值钱的粗碗、粗糙杯子之类的。红叶一脸懵逼，啊，主子要来
做什么？柳云沉着脸，砸着碗，有些气不发出来，对身体不好。可这里的东西砸了我心疼，不利于发气。红叶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青叶安稳，主子，这长公主肯定早就有这样的野心了，不仅仅是针对你，可别气坏了身子，让那些小人得意。柳云吐了一口浊气，不行，这口气暂时缓不下来，我睡不着，去找诸葛老聊聊。系统要他救颜温茂，那最好就不让这人死了。虽然付出了一颗很珍贵的药，但是他发现颜温茂出乎意料的有能力，否则不会再见到他露出一星半点的真，就判断他至少能让完全不知情的长公主吃瘪。希望这人值得，将来说不定还能给他惊喜。诸葛庆白日里应付了皇帝，刚悠闲一阵，准备休息着养养脑细胞，谁知柳云突然到访，还带来这么惊人的坏消息，他感觉长久下去要头秃了。捋了捋不算特别密的胡须，诸葛庆沉吟片刻，长公主若是拥有至少3万兵马，等时机成熟，确实足以左右战局，加上别人都不知情，打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成功几率增大。没想到长公主还挺能忍的，几万兵马藏了几年，竟然没露丝毫破绽。柳云感慨，是啊，他手里还有机关术，也不知道能运用到何种程度。竟有3大辅臣，原有贤王，如今再加一个实力雄厚的长公主，锦衣卫最近得到了很多情报，我却觉得对这些人的了解更少了。终究还是时间短啊！如今连黑火药都出现了，我有种直觉，云昭恐怕要乱了，只怕没有多少时间等很多事情慢慢安排到位。诸葛庆点头，复又安慰，既然如此，就尽自己所能。主子发展的也不算慢了，而且皇上现在还能听属下的，只可惜皇上的格局还没有养不出来，这会儿还想着怎么报复皇家和萧家呢。柳云叹息，这孩子还有救，也算一件喜事儿。何况男人被戴绿帽子确实不能忍，不过让他在后宫跟那些女人练练手也不错，顺便还能跟3大辅臣过2招。若是后宫都管不好，更加不说前朝了，那还不如从一开始就只做个听话的皇帝舒坦。诸葛庆欣慰，主子能这么想，其实也挺好的。长公主那边的威胁，其实在主子知道消息的时候就减弱了好大一部分。他的兵马只能作为骑兵才能建立奇功，否则总有办法对付。而且他威望差太远，如今因为2个女儿生育跌落谷底，他需要等待的时机就更为重要了。至少短时间内，他需要的这个时机不会出现。若是主子的实力允许，可以让人排查摸清这些人藏匿的地方，或者早做些安排，等他的人一动，我们就能知道一切。柳云点了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至少几万人不是小数目，距离地京肯定不会太近，我们好歹能做些时间差可以做的事。这么说，守城门的人要好好照顾了，若是他们真的动了，关在城外比放入城内好很多。诸葛庆笑着点头，主子好想法，只要我们消息来得及时，第一时间就能将他们关在城外。好歹是云昭地京，就算长公主不止3万人，想要强行攻城也不容易。柳云揉了揉额头，想法很好，要实施起来很难。地京的兵马几乎都属于启王，要么都是听3大辅臣的，我的人手还是不够，无法浪费在守城门这种事情上，只为预防万一。我怎么感觉我最大的敌人其实是先皇呢？他留下的所有后手，就变成了针对我和皇帝最大的坑。如今的御林军甚至都不满1000，大部分还是沾亲带故混资历的，把好好的皇宫守成了一个筛子，没点真本事，浑水摸鱼最在行。就这么点御林军，还没几个真正听皇帝的。云昭何曾有过这么水的御林军？诸葛庆认同，如果属下没猜错，先皇留下的这几步棋原本都是要帮小皇帝的。他将暗龙喂给了贤王，也是希望贤王能辅佐皇上，同时牵制3大辅臣。将司军给了长公主，实际上是用来牵制启王军权，一方面可以在关键时刻配合贤王清君侧，让皇上高枕无忧的。对主子确实不友好，可别忘了，皇上当时才12岁，又没有接受过任何帝王相关教育，太后还垂帘听政，这些势力交给皇上会出问题的。而贤王和长公主当时却是先皇最信任的人，这么分配其实无可厚非。只不过先皇错估了人心，也看错了兄弟和亲妹妹。第100章，私心是会传染的。柳云冷哼一声，人心原本就在那里，他只是错估了这些人对皇室的忠诚，对他的忠诚。或许他还健在，这些人不会出什么问题，以至于他忘了他一死，这些人手里再有权力，随时都可能变得自私。他人都死了，拿什么保证这些人的忠心？如果可以穿越到先皇未死之时，他说不定能发挥眼疾手快的速度，将先皇早点掐死算了。现在是他掉坑里，说什么理由都无法和解。先皇对他自身的威慑过于自信，人才死了多少年？
集体另谋出路了，可还行？诸葛庆失笑，难得看见主子情绪波动这么大。按照历史大事件来看，先皇确实非常自信，而最初的这些人对先皇也崇拜之极。人走茶凉啊，人死灯灭。比起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12岁孩子和出身格局本来就不高的太后，先皇确实应该选择忠心不错的辅臣、兄弟和妹妹。而且先皇将平衡之术发挥到了极致，每一方势力都有牵制，总体还有李安把关，怎么看这个局都不可能坏成这样。说句不好听的，在整个计划中，原先的太后娘娘只是一个挡箭牌，并不在先皇的考虑范围内。柳云嗤之以鼻，时局易测，人心难测。这个局编造的好，可是再缺了一块板时，整体就歪了。最先缺的这块板，不就是贤王？诸葛青认同，是啊，可能先皇最走眼的就是贤王。本来所有人都被安排好了，就等皇上一步步成长起来，顺理成章的亲政主持时局。偏偏有一个人最先因为私心跑了，就把所有人都带跑了。其他人看到贤王得到了巨大好处，自然也会慢慢为自己考虑，初衷就没了。柳云恍然，私心也是会传染的。本来大家都一样，彼此警惕，彼此牵制。突然有人得到了巨大好处，所有人都默契地偏向了自己。而且先皇安排的后手，彼此未必完全知道。至少长公主手里的私军，连贤王可能都不清楚，而3大辅臣也未必知道暗龙喂给了贤王，不可能完全无隐瞒，还涉及到一个词：权重。事事如局，人人是棋。诸葛庆捏着小胡子摇头晃脑，先皇自以为是执棋之人，却不想棋子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安排的这一切，每个人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否则无法闭环。一颗棋子跳了出去，整个棋局都崩了啊！先皇弥留之际，能够安排出这种没有明显缺憾的局，可见他的手腕。当时留给先皇的筹码也不怎么样就是了。柳云冷哼一声，知道是一回事儿，理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偶尔仔细一想，先皇驾崩之事其实挺迷的。出宫微服私访一次，身受重伤而归，说咽气了就咽气了。纵观历史，有几个皇帝死得这么憋屈难看的？柳云深深的鄙视，如今知道他私访前还特意见过长公主，并且安排了私军，是不是表示他对所谓的私访早有准备？他去做了什么？为何会受伤不治，还能匆匆赶回来安排后事？会不会也是他预料到的？先皇的死从头到尾都透着古怪。诸葛庆捋着胡须，确实很怪异。史书上是如何记载的？柳云没有很仔细的描述，几乎一笔带过，就说在宫外遇见了强大的刺客，受了重伤，治疗不及而崩。诸葛庆还真是，云昭也没几个不是寿终正寝的皇帝。先皇那么好面子，这样有脸？柳云吐槽，没脸他还能管得着不成？先皇年纪也不小了，年轻的时候也生了不少孩子，那些年夺嫡过于厉害，每年都会经历可能不止一次的丧子之痛，哪怕最后麻木了，之前也是真情实感的。记忆中先皇的身体并不好，虽然突然重伤很奇怪，但可以保证人是真的死了。因为皇位传到云泽手上，还让原主听旨，所以前身是看着先皇咽气的，甚至还不敢相信的确认了好几次。毕竟原主那会儿才28就成寡妇了，还要担上天下重任，一个女人感觉天都塌下来了。原主真实的想法其实并不希望先皇死，为此多确认了几次，倒是让柳云不必去怀疑先皇玩什么假死，因为没有意义啊。半截身子本来就埋进土里了，好好的皇帝不当，假死干什么？诸葛庆点头，也是，先皇优秀的儿子都死得差不多了，他已经万念俱灰，玩假死没有任何好处。看来先皇出宫遇见了什么是关键，像是特意去赴约的，能够让一国之君只身出宫去见，还能算计成功，又能是什么人？柳云摇了摇头，头疼的事儿太多了，对于什么人我不感兴趣。说实话，我倒是希望先皇假死，他若还活着，就好好看看自己当初是个什么笑话，看看他信任的人都是什么样子。先皇绝对不会想皇位旁落，否则一开始就不用传给一个12岁的孩子，直接给贤王不也名正言顺？诸葛庆叹息，主子现在确实不宜妄动，也不宜先出手。长公主和贤王撇开不谈，3大辅臣的底牌也不知道有些什么。属下觉得，既然长公主身边都有绝顶高手，3大辅臣手里未必没有。柳云点头，我知道，终究还是实力不够。如果事情真的那么简单的打打杀杀就好了。不过或许可以借这次皇帝报复皇家和萧家，试探一回3大辅臣的深浅。真正交手，朝堂内外肯定要乱的，也不差这一点。诸葛庆点了点头，可以，属下会让皇上做些事情，以作试探。柳云心情平静了下来，将当初得到的还放着的特种精锐之师放了出来，1000人，密密麻麻，
挤满了诸葛庆不大的小院子，还有部分待不下，就自己去了后山隐匿起来。诸葛庆愕然：“主子不带这么玩的。”柳云笑了：“玩万全谋，我还能自保。若论打仗，我是真不懂了。最多看过几本军事小说，还是一脸懵逼的那种，根本无法想象该如何打仗。”第101章机智黄夫人。这些人交给你安排，你知道的，特种兵啊，守城门这种事你看着办，我头疼。柳云大手一挥：“还有啊，1000人的衣食住行就交给你了。对了，上次你不是赚了很多好东西，先应付应付，等我有钱了再补偿给你。”诸葛庆脸色一黑：“主子还真会做甩手掌柜，整整1000人要安排，难道是什么简单的事？不过这代表着他手里有人用了，是件好事儿。主子，你就没想过用钱生钱吗？若是有足够的银子，你能拥有几万高手不是？”柳云嘴角抽了抽：“你竟然也会说这样没脑子的话？认真的吗？几万高手得多少银子？如今云昭的资源分布，你比我更清楚啊。赚银子的事儿，若少了无用，若多了，真的不会被人盯上。别千辛万苦为他人做了嫁衣。而且什么都好，我就是没点亮商业技能。手里的高手愣是没有一个随机到赚钱相关技能的，怎么下海赚钱？在别人手里抢，都比赚钱来得快。他真怕自己赚不到钱，反而亏了出去。”打量着诸葛庆，柳云似笑非笑：“莫非你会赚钱？”诸葛庆苦笑：“真不会，一问白金这种事长久不了。”“哼，那说什么赚钱？你以为我没想过呀？”柳云摊手：“处处都要银子。哎，有人分摊重任，柳云玉洁排解了不少。再回到凤仪宫，整个人已经平静了下来，拉开扩大了很多倍的系统背包，一一检查着琳琅满目的签到所得。马上就要100天了，每日签到，因为锦鲤体质，偶尔还会暴击，真得了不少东西，可大部分暂时都用不上。眼神划过一张还没有激活的人物卡，柳云愣住了，迷茫的拿了出来，才发现那是一张绝顶高手人物卡。啥？我还有这种好东西？柳云震惊，连忙翻了翻日志，才发现是自救任务得到的。结果当时过于兵荒马乱，加上跟救皇帝的任务是一起做的，他竟然忘了自救，还奖励了一名绝顶高手。我去！柳云口吐芬芳，很想给自己一巴掌。做梦都想要高手，结果得到一人却放在背包里吃灰，这怪得了谁？生过孩子的人脑子都不好使了。柳云捶了捶头，连忙将人物卡激活。一名白衣剑客拿着一把宝剑，一手捏着一只酒葫芦，迷茫的环顾四周，看见柳云，突然嘲讽一笑：“哟，主子终于想起李某了。”深呼吸一口气，这空气还不错。柳云，不就是忘了一阵，用得着怨气这么大？扫了一眼酒葫芦，柳云很上道：“听说宫内有御酒琼浆，要不天亮了我给你拿2坛。”白衣剑客眼睛瞬间闪着星星：“好啊好啊，主子威武。”柳云，就这绝顶高手，怕不是一名浪客吧？果然，系统奖励的这种人物卡都是原本设定好的，他无法改变。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白衣剑客扭头找了一张椅子，半醉的瘫坐了上去。李大白。柳云看了看人物信息，哭笑不得：“剑客，酒师，这怕不是以李白为原型的。”李大白朦胧的看了过来：“主子有吩咐。”柳云叹了一声：“你倒更像个江湖人，你自己出宫去吧，有事儿我会找你。”从秦羽身上他就发现了，永远别想一个江湖人瞬间学会宫廷规矩，真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他自然不会管李大白的私人生活，能帮他做事就成。系统出品的高手都是有血有肉的，忠诚度不用怀疑，无事之际自然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柳云不会无事，也要管着这些人，只能当个木头机器人等吩咐。李大白精神一振，告辞后转眼就消失。这种地方显然让他有些不自在。我说，你注意一下敌人身边的高手，有什么情况记得汇报。柳云补充了一句：“属下知道了。”李大白的声音飘了。另外一边，皇帝得到诸葛庆的帮助，目光暂时留在了后宫。这日，内务府有人清理皇妃生前所住的宫殿，搜出了不少财产。皇帝开恩，让皇夫人进宫来，将这些遗物带回去。皇夫人白发人送黑发人，早已经在女儿下葬时就哭得肝肠寸断了，此时还能平静地收拾遗物。皇帝装模作样的过来看2眼，咬着后槽牙安慰了几句皇夫人，差点没绷住。皇帝深刻体会到，将愤怒发泄出来是本能，能将愤怒吞下去才叫本事。握紧拳头，皇帝是议内务府的人，动作快些，于是一包信件就那么堂而皇之的跌落在众人面前。皇帝皱眉，这是什么？平日里皇妃还写号写信吗？在场没有皇妃的心腹，当初皇妃被打入冷宫，心腹就一起随同，所以
都莫名其妙的摇头，表示不清楚。黄夫人看见信封上一个名字，眼睛瞬间睁大，心神剧烈，扑过去就要抢。皇帝眼疾手快的拿起一封，子显收。这是谁啊？黄夫人脸色青灰，手脚发软，却急中生智，回皇上，这是臣父儿子的字。皇妃娘娘从小就跟哥哥关系极好，独自在宫里怕是有些思念家人，这才写信寄托思亲之情。黄夫人快被自己女儿吓死了，怎么会将这么重要的把柄放在自己宫里？她还以为女儿死了，那些事情就可以永远埋葬，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结果难不成真要拖着皇家上下100多口为她陪葬吗？皇帝拆信的动作一顿，看了看机智的黄夫人，然后瞥了魏月一眼，准备的不够充分吗？居然还能被人如此强行解释。魏月也是无语，黄夫人真不愧是黄大人的贤内助，这份机智口才让人刮目相看。子显明明就是皇妃情郎的名字，之所以不写什么郎，好歹不那么明显。考虑到皇妃也不至于那么蠢，把爱意写得如此露骨，谁能想到硬生生被黄夫人扣给了儿子做字不说，还特别强调思念家人。那么信里就算有什么出格的情话，也能强行解释是亲情，简直妙不可言。一瞬间能想到这么精妙的解释，黄夫人居功至伟啊！谁知黄夫人还有后手，直接跪下，悲痛欲绝。皇上，这是小女留在这世间最后的东西了，这些信明显没有送出去。皇妃娘娘肯定是谨守宫中规矩，不敢私自往宫外送消息，只是用笔墨写下几分思念，还请皇上将这些信件给臣妇带回去，让家人缅怀一二。第102章，太绝了，有木有。黄夫人一脸真诚希意，皇帝既然能允许她入宫收拾女儿的遗物，那这种小物件她都收到这份上了，应该不会为难她吧。黄夫人脑子虽然转得快，可她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更没想到皇帝已经知道皇妃给她戴绿帽子了，所以这样的狡辩看起来很可笑。皇帝的三观再度摇摇欲坠，这样的思维方式是他欠缺的。原来一个大臣的女人也这么会说，一番话竟然说的如此让人潸然泪下。若非信件的局是他让人布置的，还真信了这些。不过皇帝略微焦急，他要怎么反驳才好？魏月最近看得多，经验显然要丰富一些。黄夫人，就算这些信件是皇妃娘娘思念亲人所写，那也不急在一时，涉及到书信，怎么也得过完流程才能归还皇家。小皇帝折腾了几天，就等着这出戏呢，岂能让你一句话结果？想屁吃呢！黄夫人微微有些懵，她以为自己的理由已经够完美了，没想到会被一个小太监堵回来。扫了一眼说话的魏月，黄夫人眼神不善。此时此刻，她心急如焚。这些信件在皇帝手中多一会儿，皇室全家距离满门就更进一步。皇上，人死为大，这……皇帝不耐烦地打断黄夫人，皇妃向来是个守规矩的，如今不在了，定然也不想破坏宫中规矩，给大家添麻烦。既然只是纯粹的思念亲人之言，黄夫人何必这么紧张？让人检查一番也用不了几天。用天网鹰眼关注这边的柳云忍不住鼓掌，这儿子终于成长了，会抓别人话中逻辑了，可喜可贺呀。他说什么来着？只有不断经历挫折，才能快速长大啊。黄夫人一噎，不敢继续这个话题，生怕反应过激，反而让皇帝怀疑到什么，只得讪讪的认怂。是，皇上。还请皇上原谅臣妇突然见到女儿，还可能见到女儿有话留下来，激动的难以自持。黄夫人眨了眨眼睛，大悟，臣妇好不容易将女儿养大，却白发人送黑发人，实在痛心的很，这才在皇上面前失言。皇上曾经也差点做父亲，应该很能感同身受。皇帝后槽牙都咬紧了，眼睛都气小了，眯着眼打量黄夫人。所以皇妃敢给一国之君戴绿帽子的事，皇家很大几率是知道的。哼，还有什么理由放过他们？感受到皇帝身上飘来的冷气，魏月内心极度无语。自己女儿是个什么德行，不是很清楚吗？会被雷劈的事情就少提行不行？为什么偏要在雷区不断蹦跶？用别人的孩子来诱哄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操作？确定不是刺激？魏月深觉黄夫人认为皇家死的还不够快，特意加一把火。柳云在凤翼宫差点笑吐了，果然信息不对等太可怕了，自以为掌握了把柄，结果全踩中了对方雷区。不过小皇帝这次表现还不错，该忍的时候忍了下来，该喷的时候也让对方无法反驳，就是表情管理差了点。若非皇帝的身份特殊，这些人无法长时间直视圣言，早该发现不对劲了。侥幸，侥幸啊！可惜事情可没这么简单，继续接受洗礼吧。柳云挑眉，很期待接下来的发展。黄夫人能够瞬间想到给信件找个完美的解释，绝对不好对付。
于是黄夫人虽然没有及时拿回信件，却在收好遗物后急冲冲地出了宫。皇帝自以为占了先手，不等黄夫人有时间跟夫君儿子交流，立刻宣召黄大人和皇家大公子进宫觐见。柳云较有兴趣地看着，一点不担心皇帝能够这么轻易就成功。果不其然，黄夫人回去的轿子跟黄大人和骑马的黄公子擦肩而过。众目睽睽之下，黄夫人只是撩起轿子的窗帘：“老爷，子时之前能回家吧？到时候天黑路险，是有些看不清，来回小心点，自己提个灯笼照路啊。我在家给你们备点好吃的，你们爷俩专心给皇上办事。”黄大人瞳孔微缩，神情微凝重，默默地点了点头：“有劳夫人了。”黄夫人笑了笑，神情中多了一丝放心。皇帝派来监视的人没有丝毫警惕，只是将话记下，待会儿皇上问起必然照实说。凤翼宫内，柳云疑惑地喝了一口茶，头脑风暴已经转了起来，反复品着黄夫人那几句话。所以就这么看似一段关心的对话，夫妻俩已经信息交流完毕。这妖牛掰的吗？半晌，柳云一口茶直接喷了，吓了身边人一跳。太后震惊：“不是吧？这样也行？黄夫人不参加科举考个状元，简直太委屈她了。”红叶和青叶对视一眼，一脸懵逼。青叶不解：“黄夫人说了什么？子时之前能回家吧？到时候天黑路险，是有些看不清，来回小心点，自己提个灯笼照路。你品品，你细品，太惊人了有没有？”柳云脸上大写的叹服。红叶眉毛打结：“主子，不就是一句正常的问候吗？似乎没什么奇怪的。所以这就是黄夫人的高明之处啊。”柳云啧，第一句的第一个字子，第二句的最后一个字险，第三句第一个字，第四句最后一个字，再加第五句第一个字，反复首尾的字，你连起来品品。青叶茫然：“子险是儿子。”柳云一拍桌子：“对啊，黄夫人已经明确告诉黄大人，此次进宫的关键在于子险是儿子。黄大人居然瞬间 get 到了，这夫妻俩的默契也是绝了。只怕以前也没少干这种配合之事，倒是两人的儿子还毫无所觉。不过有黄大人打掩护，皇帝想找到破绽，扣一顶欺君之罪的打算要落空了。啧，太绝了有木有。红叶，他多庆幸自己是暗卫啊，否则这脑子怎么够用？青叶，系统大神，下次能多随几点脑细胞填充脑子吗？不然他们怎么帮得上主子？努力，仅仅只是不拖后腿而已。若非柳云一直关注着，又看见黄大人的神色变化，然后仔细去琢磨，肯定想不到两人竟然会这样交换信息。皇帝自然也不清楚，还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肯定能从黄氏父子俩身上榨出点什么来。第103章，一窝子人均狐狸。为了不露破绽，户部侍郎黄大人一路上都没有跟儿子说什么奇怪的话，只是到了宫门口下轿时没有理会下人的手，而是看了儿子一眼。黄公子秒懂的伸手将父亲扶下轿。黄大人趁机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快速说道：“子显啊，待会儿皇上。”声音陡然正常起来。皇上问话，小心作答，若是不会的，尽管交给为父，可别擅自回答，冒犯圣威。黄公子愣了愣，心里虽然奇怪父亲叫谁呢，却也从父亲奇怪的语调中察觉到什么，只是乖巧的应了下来，在心里不断琢磨。所以在见到皇帝的时候，行礼寒暄过，皇帝猝不及防的突然喊道：“子显啊，听说你跟皇妃关系很好。”黄公子还记着父亲的嘱咐，竟然条件反射的应了，回皇上，母亲常说妹妹其实有一半是草民带大的。皇帝一愣，忍不住复问：“你叫子显？”小皇帝莫名怀疑人生，那信若不是他让人整的，都要被这皇家给忽悠了。尽管皇妃的青梅竹马只是一个小队长，可在宫里当差怎么可能查不到？这名字根本不至于是错的。可现在皇帝不可能明确点明那个男人的身份，否则就是自己承认戴绿帽子，还非得逼皇家承认的那种。皇家狡猾，死不承认，或者为了皇上不得不承认，那无论得到什么样的惩罚，都是皇帝的错了。这绝对不是小皇帝愿意看到的。可不提那男人，黄公子能硬生生将这名字认了，这事儿还能怎么掰下去？皇帝破功，黄公子这边立刻 get 到父亲的用意，一脸茫然地说道：“是啊，皇上，这是父亲在草民弱冠时给草民取的字，倒是很少有人知道。可是有什么不妥吗？不仅认了名字，还说明没多少人知道，将皇帝问别人的路都给堵死了。魏月差点没责出声，这是一家子机灵鬼啊！”皇帝气得眼睛瞪大，很少人知道，那种憋屈的感觉又来了，心乱如麻，不知道该说什么。若是母后在这会怎么做？黄公子立刻想起自己在外其实有字，多问几句怕是要有破绽，灵机一动，立刻秒补：“皇上不知，草民弱冠之时，父亲率先给草民取了字，意为子显。后来老师有心了，也给了草民一个字名讳，按照父亲的意思尊师重教，
所以草民在外一直用的是名讳，子显这个字就只是在家用，鲜为人知。皇妃娘娘习惯子显多一些。黄大人松了口大气，老神在在的捋着小胡子，嘴角勾起丝丝得意。儿子的这番解释简直天衣无缝。皇帝勿 Q 已经七窍生烟。柳云一边感叹，一边吃着美食补充能量，终于知道姜太师为何要选择皇家来演这么大一场戏了。感情这一家子是狐狸窝呀，男男女女人均狐狸，临场反应和默契配合实在太强大了。没有铁证，只是这种隐晦诱哄根本不奏效。诸葛庆虽然教会了小皇帝做事步骤，可是短时间内传授不了临场处事的能力。一旦皇家没有完全掉入陷阱，小皇帝就没辙了。主子，怎么样？皇上成功了吗？红叶极为好奇。柳云摇了摇头，不行，他道行太浅，斗不过这群狐狸。说起来，皇妃也是厉害的，不情不愿的进宫，跟青梅竹马暗通取款，却瞒住了所有人。没点本事不可能办得到。当初的太后就算没有太多精力放在后宫，可两位贵妃、贤妃和其他妃嫔都不是吃素的，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半点端倪。若不是皇上身体出了状况，我们到现在都不会知道。青梅竹马都做侍卫了，两人在宫里不知道约会了多少次，还没人发现。讲真，柳云觉得黄大人和黄夫人别做江家走狗了，做帝师吧，他愿意出这银子，只求将皇帝养成皇公子和皇妃这样的，他能加倍复数修。红叶纳闷，那上次能算计到皇妃，只怕还是运气。柳云干脆承认，现在看来，对，因为皇妃没想到我会算计他，而且他不知道我知道了他的秘密，身边还有高手，否则当时那种情况，他可能摔倒自己都不一定会碰萧荣华一下。而且你们忘记了吗？当初他的自辩也是非常精彩的，若非所有人齐心协力将他按了下去，搞不好他还能给自己弄过缓期判决。所以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但是出手的时候若将结果交给天意就不妥了。倒是他那个青梅竹马失踪的干干净净，若还是这般狐狸一样的人物，估摸着还是个大麻烦。柳云皱了皱眉，希望这次出手对付皇家也能将这位给引出来。红叶，你告诉陆冲，可让人好好盯着了，绝对不能让这种毒蛇再潜伏下去。红叶点头，深深地吐了一口浊气。这些人的脑子都是怎么长的？皇帝想要炸把柄的想法肯定夭折了，拿皇家父子根本没办法，最终只能放两人离开，然后在御书房发泄了一通，做了一回桌面清理大师，将龙案上的东西全部扫地上，桌子变得干干净净。魏月都不敢说话，等皇帝气过了，平静下来才小心问道：皇上，一计不成还有下计，可不要气坏了身子。现在日头尚早，是去找诸葛先生讨主意。见皇帝不为所动，魏月话锋一转，去凤翼宫瞅瞅，说不定能得到什么启发呢。皇帝悠地站了起来，一甩宽袖，摆驾凤翼宫。魏月，他其实宁愿皇帝去找诸葛庆，也别去打扰主子好吗？可诸葛庆和太后娘娘比起来，皇帝明显更加信任太后，因为太后有两桩让人热血沸腾的战绩，拍卖会和桃园文会。诸葛庆暂时什么都没有。母后，巴拉巴拉。皇帝一阵郁闷的倾诉，一回生二回熟，反正之前最不堪的事情都让太后知道了，也不差这点了。不过皇帝倾诉的愿望肯定多过讨主意。母后，这皇家的人欺人太甚了，那明明是写给秦郎的信，居然能这么认成亲情。柳云也不会那么简单让他如愿，所以那信为什么不带姓氏？也是神奇，这皇妃青梅竹马的名字挺像取的字。皇帝眨眼，带信不是太生疏了，我怕他们有理由说事儿。柳云，那为什么不再亲密点？子显，这只是一种很熟稔的叫法，实则并不亲密啊。叫什么郎君不就百口莫辩了？第104章，总得选一个吧。皇帝脸色怪异，儿臣就想着到底是皇宫。皇妃就算再蠢，也应该懂得掩饰一二吧。若是太过明显，未免过于刻意，让人看出破绽。称呼虽然中规中矩，想着信里的内容足够了，何况过于露骨，终究让朕有些没面子。柳云，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面子？不会吧，皇帝不会真的以为他还有这玩意儿吧？以皇室一家子狐狸窝的表现，就算今天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会以为他们回家后消息一综合，还想不明白其中关键。只要猜到信件是皇帝或者其他人准备的，必然有人知道了皇妃的秘密。皇帝会亲自下场跟皇家掰手腕，又怎么可能还被蒙在鼓里？这还有何脸面可言？早就被踩进泥坑里撵了又撵，面子和胜利总得选一个好处吧。皇家这事儿等于开了个口子，满朝文武其他家族会陆陆续续收到这绿帽消息，
别说面子了，连里子都不存在。此时此刻，黄家夫妻二人加一个儿子，脸色凝重地坐在一起。黄家已经快跌落悬崖，陷入灭顶危机。老爷，皇上那边可露了什么破绽？那些信呢？可有当成女儿的遗物拿回来？黄夫人见父子俩的表情凝重，一颗心七上八下的。黄大人摇了摇头，没有，还在皇上手里。你那边是怎么回事？儿子怎么突然多了一个字了？黄夫人眼睛湿了，当年女儿就不情愿入宫，她跟子显的感情多好，你又不是不清楚。将收拾遗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黄夫人心有余悸。信件调出来的时候，我都吓懵了。你说两个孩子怎么就那么敢呢？那可是皇宫啊，女儿连孩子都瞒了过去，怎么会留下这样的把柄？黄大人吐了一口浊气，对，女儿这辈子做过的最出格的事情，就是进了宫还和子显搅合在了一起。打小就聪明的孩子，又怎么会留下信件？公子黄明慧也点头，对，妹妹向来谨慎，若非子显不管不顾地混进了皇宫，她就会安安分分地在后宫过一辈子。后来就算两人胆大妄为，尾巴也清理得干净，最后那个孩子不也？妹妹连孩子都能狠心不留，只为不给人把柄，又怎么会留下信件这种东西？好不容易才将皇帝哄走，柳云用天网鹰眼锁定皇家，看到这一幕惊呆了。原来皇妃当初那个孩子是她自己弄掉的，还因此博取了皇帝的宠爱，身为妃当真算得精细。说实话，前世见过太多不要孩子做手术的事，柳云对小产这种事的波动并不大。好比当初萧荣华出事，即便不知道他给皇帝戴了绿帽子，他也不怜悯同情。所以说，直面生死这种事，完全可以通过训练来增强心理承受。黄大人点头，对，是这么个理。女儿向来谨慎，上次因为萧荣华被打入冷宫之事，老夫就一直觉得蹊跷，恐怕还是因为女儿怀过身孕之事，被人用来算计萧荣华了。黄明慧咬牙切齿，脸上的表情明明灭灭。如果让我知道是谁，我定要让他尝尝被打入冷宫的滋味。妹妹可是我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岂能让他们这么轻贱？年纪轻轻就命丧黄泉，他们又怎么配活着？闻言，柳云还松了口气，看来皇妃是真的死了，而不是诈死逃离。看这几个老狐狸的反应，柳云还真怕皇妃被打入冷宫后死顿了，然后跟青梅竹马逍遥快活去。虽然皇妃是死是活跟他关系不大，可若是人没死，将来会发生什么就不知道了。皇家的事，他希望这次能真正的完结。黄夫人眉头紧蹙，别放狠话了，后宫那群女人有几个是惹得起的？就算知道是谁，我们又能怎样？那还不如不知道。黄大人凝重的点了点头，确实，如今的平衡得来不容易，不只是你，整个皇家都做不起打破平衡、挑起争斗的罪人。而且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自身都难保了，说什么报复？原本都是快接过去的事，突然翻出来，肯定糟了呀。黄夫人脸色青白，最坏的情况，皇上一定知道了女儿和子显的事情，身为一国之君，他怎么能忍？搁这试探，肯定要我们付出代价。黄大人手一抖，茶盏盖子一斜，碰倒在地，发出刺耳的脆响。这是我最担心的，幸好夫人反应快，让儿子认了这名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黄夫人叹了口气，我那也是没办法了，而且欺负皇帝年幼，咱们这一关还没过呢，太后才不是个善茬，若太后出手，我们真的能全身而退吗？见过柳云2次舌战群儒，黄夫人有心理阴影。黄大人，这事儿我会找人商量，明慧这些日子别做蠢事儿，我们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尽量少出门。黄明慧一脸严肃的点头。黄夫人有些担忧，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皇上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又知道多少？情况对我们特别不利，老爷，他们会不会弃车保帅？黄大人眼神闪过狠厉，会，但是他们也要掂量掂量，会不会掉块肉？咱们也替他们办了这么多年事，岂能说扔就扔了？大不了拉几个垫背的。闻言，柳云眼睛一亮，那到时候可一定要这么硬气啊！他最喜欢敌对阵营有这么爽直的人了。小皇帝辗转难眠一夜，第二天顶着一对黑眼圈报道：柳云，这孩子从来没这么勤快过。皇帝也坐得住，下朝来吃过早饭，便找了本书坐着看起来。柳云觉得这丫的碍眼，皇儿国事不忙了吗？一国之君日理万机，赶紧走吧。这人什么都没做，安静如鸡，他依旧觉得吵到眼睛了，彻底影响他咸鱼。没办法长时间咸鱼，还不让他短时间内翻个面晒晒。母后，你告诉孩儿该怎么做好吗？皇帝也不打哑谜，直言不讳。他发现母后也是，暗示这种话，他完全可以当没听懂。第105章，摊牌了，不装了。柳云，果然，他一边盼着这儿子能长点心，一边又觉得皇帝若是学聪明了，他的日子就没那么容易了。瞅瞅，这都琢磨出跟他说话的艺术了。皇帝，
真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成长。柳云甚至都有些怀疑，强身健体丸难不成还能强化脑子？没这么逆天的功效吧？小皇帝昨天还只是倾诉，今天就想着讨办法了，一晚上彻夜难眠，都脑补了些什么？哀家能有什么办法？柳云揉了揉眉心，哀家已经不管事儿很久了，脑子都快转不动了。皇帝、母后，朕让江贵妃把凤印送回来吧。朕觉得后宫不能没有母后，而且皇妃这事儿是后宫争斗，母后肯定比儿臣更加有经验。柳云一噎，特么的，谁想要凤印了？他穷得要死，好不容易才将凤印扔出去，拿回来坑自己吗？皇帝真以为凤印是什么好东西？真是连两句好听的都不会说。眨了眨眼，柳云喝了口茶，语重心长：皇儿啊，你有多久没看过内务府的账本了？知道去年收益几何，开支多少吗？皇帝一脸茫然，他不是在讨主意吗？怎么说起内务府的财政来了？母后，这……柳云抬手干净利落的拒绝：哀家不要凤印，也要不起凤印，因为哀家穷，没有银子填补这样的大窟窿。朝堂之上都能有大蛀虫将国库吃的一年只进账50万两税，你就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哀家可以告诉你，内务府没有什么不同。皇家虽然有自己的产业，可每年封赏开支等等。见小皇帝一脸懵逼的样子，柳云呵呵：皇儿，内务府就等于家库，你若是连后宫都管不好，还谈什么国家？哀家这次能帮你，下次呢？下下次呢？若是哀家有一天不在了，你又如何接手？哀家可以帮你料理了皇家，那萧家呢？皇儿，哀家知道你不爱听这些说教，可事情已经来了，你不学着自己去处理，全靠别人，能长久吗？柳云略微不耐烦，要么你娶一个能干的皇后，将后宫全部扔给她，要么你自己试着捋一捋，或许你还能从中得到启发，对将来管理云昭有帮助。看来小皇帝最应该的是读书啊，直接上手处理朝政，遇见的全是不能解的难题，除了找人帮忙，硬要他自己解决也是强人所难。很多事情不当场处理了，或许就无法处理了，时间一长，真的要一团乱麻。皇帝眼底闪过羞愧，母后，朕一直在想，可是真的想不出来，这后宫比想象中复杂多了。柳云冷哼一声，你若是现在哭出来，就给哀家出去。马德，烦死一个男人，每次都用哭来解决问题，装可怜，特么的，他都没有好过，好不容易没死，穿成太后，荣华富贵不能好好享，到处都是坑，还不能随随便便撂担子，他就不可怜吗？故事都是哀家说的，你用这一招来对付哀家？柳云一脸嫌弃，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怎么，有事的时候是你亲娘，无事的时候，哀家就是云昭该享清福的太后？皇帝，你觉得人心不会凉吗？但是哀家觉得凉。看着皇帝睁大的惊恐眼睛，柳云懒得伪装了，他倒是想好好维持这段母子之情，偏偏这人做什么都觉得理所当然。不被毒打，不知道痛是不是？装的累，还不如让他持续被毒打，感受来自全世界的恶意，看他到底是挣扎呢，还是就此溺死算了。皇帝眼泪直接被吓了回去，母后果然心有怨怼，连称呼都变了。他突然好害怕，仿佛要将之前受过的恶气都发泄出来。柳云毫不客气地说道：皇帝，后宫嫔妃不守妇道，按理说那是你的家事，跟谁关系都不大。曾经你相信三大辅臣，这时候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给你出主意？哀家知道你不耐烦听先皇的事，但是哀家还是要说一点，先皇无论是否是明君，他在管理后宫方面却让很多男人望尘莫及。你母后我生了一子一女，也不过小小的婕妤，母族又那么肥，是如何将你和壁虎养大的？若非有先皇肃清后宫，威慑后宫，你以为你能安然活到坐上龙椅吗？不是他小瞧了原主，那点本事真不够看的。皇帝愣了愣，觉得信息量好大，对他造成了巨大冲击。柳云嗤笑，哀家不要求你像先皇一样，好歹你得用心去做呀，难不成将来你的下一代出生了，还要哀家来替你保护吗？想都别想，从现在开始杜绝这种事。皇帝眼神闪烁，弱弱地说道：母后，父皇真的这么厉害？那么多皇子为何只剩下儿臣？他知道他并非被父皇期待的继承人，主要还是别无选择。柳云冷笑，难不成你认为那些皇子死的死，残的残，是因为他们的母妃没有能力保护不了他们吗？要敢说是，这丫的死定了。皇帝缩了缩脖子，倒也不是。柳云神情逐渐冷漠，那不是他们夺嫡争位，牵扯太多，下手太重，同归于尽才造成的局面。细数先皇的孩子，有几个是生下来正常却没有长大的，夭折的不大多是先天不足，胎里带来的毛病。
这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命数。而夺嫡过于激烈，你真以为你父皇没有能力阻止吗？就算最后杀红了眼，场面一发不可收拾，那之前呢？最初呢？你父皇难道真的一点预料不到会发生什么？皇帝那这话惊人了。所以夺嫡那么惨烈，其实是先皇听之任之的结果。柳云嗤了一声，你父皇多有野心啊，他想找一个最厉害的继承人，千辛万苦将这些儿子养大，像养蛊一样任由他们争斗不休，才会造成最后的惨局。只可惜先皇高估了自己的承受力，也低估了儿子们的凶残程度。加上人老了，就更加念及亲情，念及父子之情，接二连三的丧子之痛把先皇打击的也不轻，最后一个不慎没控制住，造就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夺嫡之争。一句话，玩脱了呗。先皇布好了开局，却掌控不了结局，可怜又可悲。柳云暗中观察着小皇帝的情绪，趁此机会，他要将皇帝心目中对先皇最后的完美形象全部击碎。儿子到底对父亲有天生的如沐。小皇帝跟先皇接触不多，看到的都是先皇高伟光、英明睿智的一面，有意无意的模仿，却学了个四不像。第106章，当头几棒再给个美女。该有人教会他怎么去除糟粕，学其精华了。小皇帝看到了先皇的挥斥方遒，对后宫的不屑一顾，以为做国君就要那样，却从来不知道先皇暗地里如何掌控。就像选择继承人，外人看不见的地方才最残忍。养蛊，皇帝顿时想起了不好的记忆，咬唇，脸色苍白，确实被打击得不轻。当初他自己中蛊，害怕、震惊也多过三观重塑。他也知道自己学的不多，内心自卑，胸有大志，但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先皇那种地步，所以谁要一直说教，他会不耐烦。该知道的他都知道，用不着翻来覆去的念叨。可柳云现在说的他就不清楚了，冲击力相当大。父皇怎么会？我们可是他的儿子啊！皇帝有点无法接受。感情他也是其中一员，不过运气好，一开始就跳到了地盘边缘，等所有蛊都死绝了，他好巧不巧又掉下来。全云昭都知道，运气最好的就是当今圣上。柳云似笑非笑，那又如何？他先是云昭的皇，才是父亲，还是很多孩子的父亲。皇帝，你又能做到吗？这丫的只看到了先皇时期的后宫太平，以为后宫的女人都是猫呢，空闲了他随便斗一斗，忙碌起来他们就能自己安静。真当自己是什么绝美好男，大家争着抢着伺候啊！现在一出事儿，又觉得他经验丰富，处理起来应该不难。若是当皇帝真这么容易，先皇又何必费尽心思的去选继承人？人人不都能胜任吗？小皇帝风中凌乱，整个人极为茫然。柳云可不管那么多，你虽然膈应李安，但是你也相信李安。你真觉得李安不知道暗龙卫的去向吗？守护国君才是暗龙卫的职责，你就没想过，没有你父皇的遗命，他们又怎么会效忠他人？小皇帝瞳孔睁大，不可能不可能，父皇他连暗龙卫都不给朕，又何必传位给朕？柳云冷笑，因为他没得选，因为你那时候才12岁，你父皇想给你安排好一切，却错估了人心。明白告诉你，暗龙卫在贤王那儿，你父皇还给了长公主一支不下于3万的军队，只有你还在算计着母后手里的玉玺，你现在觉得有何用？小皇帝呆滞，满身心都是难以置信。怎么，憋屈吗？柳云嗤笑，憋屈就对了。你以为母后垂帘听政4年得了多大的好处？连柳家都没能扶持起来，母后拿什么跟他们斗？你可知道长公主身边有稀少的绝世高手，就连3大辅臣这些年在暗地里发展了什么，你知道吗？仿佛打开了话匣子，柳云将所有真相一股脑的朝皇帝砸了过去，才不关心他能不能承受。既然已经说到这份上，就好好体会现实的残酷吧，不然还以为亲娘能顶一片天，自己永远不知疾苦。皇帝失魂落魄，那绝世高手？对啊，比李安还厉害的高手，你有什么呢？柳云轻笑，皇儿啊，但凡你能有点本事，指挥得动什么人，要处理一个皇家，还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吗？甚至连理由都不用找，那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句话，一种豪情在皇帝心中炸开，却硬生生凉到心底。柳云给了他一桩美好的幻想，又残忍地戳破了。只可惜关键时刻，御林军不会听你的，文武百官会想各种办法、各种理由反驳你，甚至连地京府衙的捕快、大理寺的人都不会帮你欺负皇家。你再愤怒有什么用呢？你不得不用这样迂回的法子抓皇家的痛脚，还被皇家反驳得无话可说。皇帝眼神一点点暗淡下去，整个人颤抖起来，生气、愤怒，但是无能为力。对了，只怕连内务府若非2个贵妃细心交代，你都不一定指挥得动啊。
柳云声音很轻，却犹如刀子一般扎进皇帝心窝子。你什么都做不了，拥有的一切都是别人施舍给你的，你还在做什么太平盛世的美梦吗？皇帝才发现自己有多弱小可怜无助。身为一国之君，除了会批改几张恭请圣安的折子，他还会做哪怕一点实事吗？不是这样的，朕才是一国之君，朕还有……突然抬头看向柳云，皇帝连话都说不出来。你还有什么？还有母后。柳云嘲讽，不如你想想，4年来母后又做了什么？做的事情可否都是他们希望哀家做的？对呢，都是他们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才让哀家做主的，否则你以为哀家跟你有什么区别？皇儿，你若是连目前的现实都还看不明白，谈什么破局？皇帝被亲娘一通话对懵了，极度怀疑人生，什么时候从凤翼宫出来的都不记得了。原来他的处境比想象中更惨更难。柳云眼睛微眯，红叶、子夜可准备好了？红叶点了点头，演练了很多遍，肯定可以的。备受打击的可怜男人，就让子夜好好安慰他吧。柳云心情略微复杂，他终究还是将子夜推去了皇帝身边。主子，子夜不觉得为难，虽然他以前的确做了些不好的事，可现在他是带着主子任务过去的。红叶安慰地说道，何况子夜也说过，他的身子已经给了皇上，不想再去祸害别人，这样或许能发挥他最大的价值。柳云叹了一声，假之砒霜，以之蜜糖啊，是我拘泥了。如今皇帝的身体再一步步好起来，让他好好把握机会吧。今日给了皇帝当头几棒，希望这孩子能撑过来，能长成什么样也不是他能预料的。反正皇帝总能 get 到什么奇奇怪怪的技能，他都快习惯了。原本后宫众女还在吃瓜看热闹，对于皇帝吃瘪，他们竟然有同样的畅快爽感。没办法，皇帝平日里仗着无知，可没少让他们吃挂辣生闷气。偏偏后宫嫔妃就这么一个男人，还是一国之君，他们又不能还手，难道还不能看皇帝吃亏暗乐吗？然而很快他们就乐不起来了。万万没想到，皇家让皇帝不爽了，皇帝折腾太后去了，结果一晚上过后，后宫竟然多了一个温柔小意的子嫔。第107章，谁信了太后的邪？后宫的女人差点爆炸。安寝之前，他们还心情愉悦的吃完瓜，怎么一觉醒来就多了一个姐妹？这是什么晴天霹雳？昨晚上都发生了什么？皇上，你不是去折腾太后了吗？怎么撩妹去了？动不动就封嫔，要闹哪样？皇帝登基之际，为了拉拢朝臣，可封了不少妃嫔，可那都是有权有势并且有用的女人，或者并非皇帝真正喜欢的。封完之后，皇帝就好像忘了可以晋升一样，寻常可是相当吝啬给妃嫔敬畏的。目前除了当初失去孩子的皇妃和萧解瑜，几乎没有女人靠着宠爱升职的。在众多嫔妃心里，小皇帝对后宫职位相当的吝啬，他们更是习惯了宫内熟悉的面孔，4年来都没添过新人。万万没想到，太后身边一个宫女竟然直接跃升为从5品的嫔，还带了个封号，这起步就比很多朝臣之女高了呀。有些人心里能平衡，尤其世子这个封号嫔嫔，简直细思极恐，一个宫女也配得上这个字。最让后宫女人警惕惊恐的是，如今的嫔妃中，只有子嫔才是皇帝看中而选择的，并不涉及前朝利益。子嫔打破了后宫的某种平衡，让人危机感爆棚。偏偏子嫔是太后的人，他们还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人给弄死了，一口气憋在心口上，不去咽不下，要命极了。不提子嫔的出现激起的后宫风云，这是必然要经历的。青叶感慨，看似富贵，子夜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呀。柳云挑眉，翻了翻手中的画本。红叶轻笑，早上奴婢去看过了，他挺乐在其中的。主子若在宫里，他必然没事儿；若主子出宫，他就难了。柳云叹了一声，无妨，稍微让人看着点吧，别中招要了命就行，其他的只能靠他自己。就不到1年的时间，明年不仅是科举之年，还是选秀之年啊，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等新秀女进宫，他的日子就能平静很多了。青叶，刚刚魏月递了话来，皇上在子嫔的照顾下，好像已经走出来了。皇上特意去质问了李安，没有得到太多答案，气得将李安送出了宫。柳云诧异，送去哪儿了？那可是一个高手，若是脱离了控制，想搞事就太容易了。送去了皇陵，让他守着先皇。红叶嗤笑，也不知道该祝福李安得偿所愿呢，还是说他咎由自取。柳云皱了皱眉，虽然他也这么想过，可这个时机不太好。算了，难得皇帝能下一个大决定，让人看着要别断了。另外，皇家那边安排好了没有？可以行动了，再拖下去就是剩下了。柳云看了看天色，轻轻叹了一声，才安静了几天呢。天网鹰眼这个技能看起来很逆天，
可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并非他用就能碰见别人刚好在聊秘密，或者刚好聊他想知道的秘密，而且别人真正聊的时候又不会提醒他。这几日他备了好多美食，不断监控重要人物，也没有得到几件真正有用的消息。果然，收集信息是一个长期的、需要坚持的过程。而这时代的人稍微有点脑子，都不会整天把秘密挂在嘴边，没事儿就拿出来说说。他每次想要探听什么秘密，还得费心费力的营造一定环境，才能诱得某些人私下里开口。好比黑火药过后，三大辅臣愣是稳得住气，私下几乎不提这事儿。他监控着沈家，却只是看到了沈振元如何讨沈夫人欢心，也是醉了。再比如这次黄家，黄大人一家子倒是各种商量，但是他们要看姜氏脸色行动。姜太师稳坐钓鱼台，只是让黄大人见机行事，许诺关键时刻必然保他们性命之类的云云，空口好处开了不少，让黄大人若是真因为亲生女儿出事，也得自己担着。实际上的秘密竟然半点不露。柳云气得吃了不少美食压惊，想听些有用的秘密，忒不容易了。说好的在家漏勺呢？怎么人均成了巨嘴葫芦，藏得比谁都紧？眼看事情就要平息下去，柳云决定不等了，让小皇帝过来嘱咐了一番。第二日早朝过后，皇帝叫上了从4品以上的官员去了御书房。一群大臣满头雾水，站在御书房里想要从别人眼中寻找答案，却看见了多脸懵逼的场面。而且御书房早有客人了，皇家书院和云昭书院的山长德高望重的先生都凑齐了。这皇上要做什么？小皇帝坐在龙案前，沉稳冷静，仿佛长大了不少，不开口时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了。众爱卿不用慌乱，朕就是觉得5月了，有些事情该准备了，特意让众爱卿来商议，明年科举的主考都由谁来担任。三大辅臣一愣，对视一眼。姜太师奇怪，皇上，科举乃国之大事，应该在朝上提出来商议啊。皇帝挑眉，朕就是想知道你们心目中的人选，提前有个底，没说今日就要定下来。时间还长着呢，不急不急，何况从4品以上的官都在这里了，剩下的官员要么没资格，要么没意义，也不影响什么。三大辅臣，这话好有道理，这是小皇帝说出来的，为什么他们听着老觉得有点讽刺？皇帝难道不是想说人选他们3辅臣定了就行，其他官能有意义？三巨头对视一眼，失笑的摇了摇头，应该是错觉吧。小皇帝什么时候有这明嘲暗讽的本事了？估摸着就是个巧合吧。三人还没舒坦下来，门外就有人通传太后娘娘驾到。一瞬间，御书房文武百官的皮子陡然一紧。显然太后娘娘之前的战绩让他们心里的阴影面积不断扩大，乍一听通传，心口就开始颤抖了。包括三大辅臣瞬间恍然，皇帝突然在御书房召见他们，果然是有原因的。太后娘娘的到来绝对不是个巧合。然而猜到了又能怎样？太后娘娘又没有去九重宫，御书房而已，难道敢说太后娘娘来不得？见鬼，为啥太后娘娘人还没有现身，那种憋气感就来了？皇帝嘴角勾起笑，起身迎接，母后可有什么吩咐？儿臣在跟大臣议事呢。柳云端着走上首座，坐在龙案旁边，扫了一眼百官的如临大敌，失笑，这是怎么了？哀家不过在凤翼宫待得闷了，逛到附近就想起皇儿日理万机，肯定忙的又不顾及身体，便过来瞅瞅。怎么打扰你们议事了？不少官员绷着脸，听到太后这话，心里都飘过一句话：信了你的邪。第108章，哀家需要解惑。御书房所在的地方都不算后宫了，神他妈随便逛逛能逛这里来？有本事回避什么？怎地不直接上九重宫？这该死的分寸感拿捏的妙到毫巅。姜太师很不爽的捋了捋胡须，太后娘娘也知道打扰，朝臣议事。三大辅臣默认希望太后娘娘在现场，若是说2句就能把人请走，乐意至极。谁知不等他话说完，皇帝竟然开始抢答了。母后说笑了，再怎么说母后也比朕有经验，母后不妨听听，也解解闷。百官，皇上你礼貌吗？国之大事，你拿来给人解闷，为啥突然这么孝顺了？柳云笑逐颜开，好啊，皇儿年纪小，确实应该多学学。吃一堑长一智，这人啊，总不能一直被欺负吧？那哀家就听听，不发表意见，你们随便商议。百官噤声，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听听。不发表意见，问问谁敢信？还有谁一直被欺负了？太后娘娘，你在指桑骂槐吗？然而他们有意义俨然并卵，太后娘娘已经安然自得地坐下来了。皇帝回到龙案后，自顾自地接上之前的话题。科举主考里面有很多弯弯绕绕，不仅仅是大量的油水，还有强大的人脉。
自然是三大辅臣的必争之地，谁都想推自己人上去，一时之间提议好几个名字，每个人都有一大批拥簇者。柳云一脸看好戏的发现，没有了皇室参与，三大辅臣也不和谐了。按照三人分管，科举之事最先是沈丞相管辖，考中的进士要派官，自然归百官之首负责。换成江太师，简直有些舍近求远。作为武将的启王还横插一脚，就更离谱了。沈丞相对于两位小伙伴捞过界的行为很不满，可他们三方人马向来如此，都想找机会在对方势力范围内插一脚，个个争得耳红面赤，实乃正常。无奈之下，皇帝只好询问两位书院的山长以及德高望重的几位老先生。结果老先生们有自己的想法，不仅没得到解决之道，反而又多出几个人选，令人头大不已。柳云觉得好好的御书房好似变成了菜市场，就插撸袖子直接上场干架了。这些人还真是尽心尽力啊！看他们争了一轮，仿佛上演了一出好戏，还是真人现场版的，啧，精彩。皇儿，你看你都不体贴一下爱卿们，赶紧给大家上一杯茶吧。说了这么多话，早就口干舌燥的了。柳云突然开口，引起三大辅臣的警惕，他不由得好笑，这些人未免过于敏感。虽然这次也来者不善，可跟他们无关，这被害妄想症用不着发作。皇帝恍然，立刻叫魏月带着小太监上茶，还贴心的赐了座，把偌大的御书房填得满满的。做完这些，皇帝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是瞄了柳云两眼。柳云挑眉，所以这事儿还得他亲自出马啊！以皇帝的本事，根本做不到因时局而变化，彻底掌控全局。就算他交代的再细节，也容易出岔子。喝了口茶，柳云淡淡的说道：“看来云昭人才辈出啊，没想到这么多人，每一位的优点本事都能写一本书了，实在难分高下。”沈丞相皱眉：“太后娘娘，这事儿跟娘娘无关吧？”姜太师也紧张：“太后娘娘不是说就听听，不发表意见吗？”柳云笑容不变：“哀家有发表什么意见吗？难道不是纯粹的感慨？沈大人和姜大人莫不是想太多，又过度理解了？三大巨头，不，绝对不是错觉。太后出现在这里，绝对有坑。无论如何，科举主考绝对不能是第四方人马。”启王莫名松了口气，幸好他还没来得及说话。柳云目光远眺，哀家只是在想，皇儿登基后的第一次科考，若能这样，也不至于乱七八糟了。皇帝登基第一年，正好是科举之年，谁料先皇死得那么恰好，元月都没未出，所以原本该2月底、3月初举行的会试就临时取缔了。第二年开了恩科，结果不堪回首。反正沈丞相正是那次科举，彻底掌控了百官，名声远扬。听到太后这话，沈丞相眼皮子抖了抖，总觉得这是在暗讽。柳云话锋一转，不过2-3年的功夫，云昭就涌现出这么多人才，代表云昭国力蒸蒸日上啊！哀家欣慰得很。这突来的转折，把很多人已经到嘴的反驳之言硬生生堵了回去，差点噎着。众脸懵逼，太后到底是来干啥的？柳云轻笑：“哀家最近闲来无事，多读了几本书，心中陡生感慨，当然也有很多迷惑。碰巧今日2位山长在此，还有不少德高望重的先生，趁着大家休息的当口，可否为哀家解解惑？”文武百官一愣，太后不挖坑，怎么谈论起学问来了？2位山长和诸位先生虽然意外，倒也不紧张，他们自认跟太后没什么利益关系，太后再挖坑，也不至于推他们下去给人垫背。而且他们好为人师，对好学之人有种天生的好感。太后娘娘请皇家书院的山长坦然的伸手，自认给人解惑的本事还是有的。柳云挑眉：“哀家只是对有些诗句、有些词语运用场景不是很清楚，比如小径但愁云鬓改，夜莺应觉月光寒。再比如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诸如此类，到底是男女之情呢，还是兄妹之情？”皇家书院山长一愣，完全没想到问题如此简单，还迟疑琢磨了一番，才答道：“前一句的意思是女子清晨对镜装扮，担忧鬓发改变颜色，容颜消失易老；男子晚上不寐，对月长吟，感到月冷近人。这必然是男女之情啊！若是兄妹，这么夜不能寐，感慨万千，岂不是奇怪的很？”云昭书院山长也不落人之后，后一句的意思是今晚的星辰已经不是昨夜的了，我还为了谁在风露之中矗立到午夜呢？这句诗分明是一种清醒的绝望，知道昨日种种不可再现，若非要说是兄妹之情，未免太过牵强。柳云眼神一闪：“几位先生呢？也这般觉得吗？”诸位老先生连连点头，摇晃着脑袋，说了一大段有的没的的话，纷纷总结这是男女之情，不可能是亲情。柳云满意的一笑，扫了黄大人一眼。本来还置身事外的黄大人立刻好似被针扎了一样，惊恐地看向太后，原来是冲他来的吗？第109章，2选1，快点！
突来的压力山大，把黄大人的背脊都垂弯了，半天挺不直，慌慌张张地看向姜太师，希望能得到某种肯定。柳云这一眼，让很多人都回过味来，松口气的同时，也多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吃瓜感觉。只要不是冲他们而去的，怎样都好。正好，哀家这里有几封小娃娃写的信，哀家就是看着比较糊涂，请各位山长过目一番，瞅瞅这孩子到底写给谁的。柳云抬手让红叶和青叶将信分给山长和几位老先生。黄大人眼睛差点凸出来，居然将信公之于众。皇帝、太后、皇室有一算一，都彻底不要脸了吗？皇帝木着一张脸，心底还是有些难堪的。虽然这些信是假的，可事情是真的啊。如此将伤疤撕裂给人看，他之前就是做不到，才想不到主意。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还不如一个小侍卫招人喜欢。一直以为后宫女人都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皇帝，第一次直面这种被嫌弃，一颗心被伤得千疮百孔。原来平日里捧着他，敬着他，以他为天的嫔妃，未必爱着他。柳云可不会理皇帝内心的复杂，淡定地说道：为了公平，哀家可什么都没提。诸位先生，看看这写信之人是男是女，又是写给谁的？众先生面面相觑，有种不祥的预感。难道他们莫名其妙就成了一把锋锐的刀了？待会儿要砍向谁还不知道呢？转念一想，众目睽睽之下，太后娘娘如此坦然，他们还能置身事外不成？而且脑子没坏的人都看得出来跟他们无关。心安理得地看起信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们只有实话实说，行文细腻，用词婉约，笔触带着梅花小篆的味道。此信十有八九是女子啊。云昭书院的山长捏着胡子娓娓道来，其他人深以为然，纷纷表示信中运用了很多描述男女之情的诗词，大多表达着思念之情，偶有惊喜之情，表示两人刚见了面或者收到了回应。除了写给情郎，不做他人之想。规格千金的信，含蓄惆怅，看起来有种朦胧的美感，还好没让这些老先生太尴尬。柳云点了点头，看来皇帝让人准备的信还是用了新的，在行文用词方面没有太明显的破绽。黄大人如何？想来你们还没机会看一看信吧？黄大人不妨观摩一番，恋爱的文采可是不错哟。黄大人早已经满头大汗，接过红叶递过来的信，手抖地展开，看得差点心肌梗塞。强忍着惊恐，黄大人佯装镇静：太后娘娘，微臣不懂娘娘的意思，这信是……柳云，难道黄大人要改口了？这信不是皇妃所写。此话犹如炸弹，将御书房所有人炸得晕乎乎的。前几日发生的事情，很多人都还只朦胧知道一点，如今被这么摊开来说，都脑补了好几篇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黄大人口吃，这当然不是啊！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他真不觉得自己女儿有这么蠢。可太后这么问，他一时半会儿都不知道该怎么反驳。直觉告诉他，这里面有坑，不能随便跳。柳云较有兴趣：黄大人，信的末尾有落款哦，黄大人可以不认。那子显这个名字到底是谁呢？对了，黄大人，那日令夫人当着不少人的面亲口称认子显可是令公子的字，皇上召见的时候，令公子也承认了，这字是黄大人亲口取的。呵，如今黄大人是认还是不认呢？黄大人一口气哽在胸口，气息都弱了。姜太师皱了皱眉：太后娘娘，黄夫人不过是一名妇人，情急之下。柳云突然打断：姜大人，黄夫人情急之下的妇人之言，那可是犯了欺君之罪，怎么？姜大人觉得妇人之言当不得真，还是觉得皇上的脸面不重要，一个大臣夫人就能随意玩弄？姜太师，来了，又来了！欺君之罪和将黄夫人直接拖出来鞭尸，总得选一个。要么将黄夫人的品德尊严踩进泥里，把人废了找个理由硬扯为无效言论，要么就得担着欺君之罪。太后娘娘压根儿就没给他们第三条路。柳云笑眯眯地喝了口茶，看着姜太师和黄大人打眼色，淡定的一笔：摆明了，坑就在这里，有事的看着跳吧。黄大人脸色挣扎扭曲，似乎有些不愿意跳，斟酌了半晌，含糊地说道：娘娘，子显确实是微臣儿子的字，他就不选就不跳，他返回去从头选择行不行？之前姜太师开口就想将子显是黄明慧的事情接过，表示黄明慧不认这个名字了，结果这条路的尽头是二选一。黄大人不想就这么放弃发妻，也担不起欺君之罪，灵机一动，他认了又如何？柳云笑容微凉，这么说，黄大人是认可此信是令爱写给兄长的了？黄大人表情一僵，一种不祥的预感直冲脑门，可不撞南墙不回头，万一有出路呢？这或许是吧。好家伙，这话也不敢说实了。柳云笑脸盈盈，丝毫不介意，一个坑扔出去，直接将黄大人砸晕。黄大人，令爱居然给兄长
写这种情爱相思之词？则柳云一脸没眼看的表情，堂堂皇妃，从2品9妃之一，竟然对自己兄长有这种不伦之恋。皇大人，你作为父亲，是知情呢还是不知情呢？又是2条路，你选啊！皇大人眼睛突突，整个人已经石化了。乱伦，这样的恶名不仅是皇妃担不起，整个皇家列祖列宗都要炸啊！膝盖一软，皇大人差点跪下去。不可能，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皇妃娘娘对兄长只有敬仰之心。切！柳云不屑，那皇大人是不知情了？哼，那就好玩了。皇大人觉得你儿子知不知情？你夫人知不知情？刚刚啊，有人在皇府发现了一些好东西，也是一堆信件，不妨也让各位先生观摩1二。行啊，你说不知情，可你儿子和皇妃来往密切，鸿雁传书，乱伦之名给你坐实了。作为父亲，知不知情有何用？那选择知情，哼，当皇家是垃圾回收站，还是一家子恶心事儿的遮羞布？秀女该是什么条件不记得了吗？照样欺君之罪，株连9族。诸位被点名的老先生已经惊呆了。主要太后从点名皇大人开始，攻势太猛，根本没给众人多琢磨的机会，只让人体会到条条大路都是堵的感觉。怎么说都不对，他们还成了帮手。第110章，哀家大人大量不计较。皇大人脑子都快炸了，明显被牵着鼻子走，有些运转不过来。太后娘娘的话看似有所选择，可真正能逃脱的路子都被提前堵死了。比如想要将所有事情推给已死的皇妃是不行的。太后娘娘在皇家既然准备了证据，皇大人不觉得太后在虚张声势，他敢这么说，定然有实证。纵观几次交锋，太后总有奇怪的逻辑，能把人绕晕之外，也从不只打嘴炮。只要说出口，必然有证。姜太师终于发挥了盟友的友爱，避开这些坑，反问太后娘娘：皇大人好歹是国之重臣，在未证明其有罪之前，何人敢擅自搜查皇府？有人发现，太后娘娘是指什么人呢？可敢当面对质？莫非太后娘娘下过什么不可告人的命令？否则太后如何知道？闻言，诸位大臣眼睛一亮，皇大人更是犹如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们被太后碾压得太惨了，多少有点没面子。姜太师突然找到一个犀利的切入点，还能反将太后一军，众人都有种终于能还手一次的爽感。太后若是私自命人搜查皇府，必然威信扫地，再也没脸质问皇大人，反而要给大家一个解释。不然这次是皇府，是不是下次就轮到他们了？细思极恐，大臣们不约而同的菊花一紧，莫名有种同仇敌忾。若太后不想承认，那就得弃车保帅，将提供证据的人交代出来。姜太师也给了太后一次2选1，不少己方人员暗暗点赞，期待着太后的回应。皇帝呼吸一滞，感受到了莫名的紧张。之前都是母后给别人挖坑，现在是别人给母后挖坑了，母后能怎么应付？至少他脑子动了动，志带成了江湖，想不出办法来。柳云喝了口茶，觉得茶水的滋味回味甘甜。不可告人的命令，姜太师指的是什么？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人啊，在做天在看。云昭的儿郎都是好样的，心怀大义，既立天下，看不惯有些人表里不一，藏污纳垢的，主动献上证据，好叫某些小人无所遁形，百口莫辩。见姜太师还想开口，柳云率先堵了过去。怎么？对于这种舍生取义，将身家性命置身事外的侠义之辈，姜大人还想报复不成？皇儿，这种不吝其生的正人，怎么都要保护好了，否则将来还有什么人敢微言大义，为国为民？姜太师一噎，还张着嘴没能闭上。御书房一片寂静，不就是皇府有叛徒，内部人员找到的证据吗？突然拔高了好几个档次，所有人都惊着了，哪里还敢针对？先不管是谁，太后都这么说了，那所谓的证人若是掉了一根汗毛，姜太师都不容易脱罪。挖坑不成，还被倒打一耙，太后上辈子怕不是属天坑的吧？故左右言他。哦不，是姜太师你坑挖偏了呀，太后怎么就安然避过去了呢？皇帝回过神来，母后说的是，这人有功该赏，若是有人敢动他，必然心虚，为了杀人灭口。姜太师一抖，连忙找拨。太后和皇上说笑了，微臣只是疑惑，才有此一问。既然是证人主动提交证据，自然跟太后无关了。微臣失言，还望太后娘娘海涵。柳云嗤笑，无妨无妨，哀家大人大量，不计较。反正不只是姜太师，你们好多人都经常失言，说话不算数的时候也比比皆是。前一刻说过的话，后一刻就能全部推翻。哀家呀，都习惯了。百官倒抽一口凉气，这满满的讽刺，他们竟然无力反驳。仔细一想，每次太后挖坑，他们不就是在各种选择中不断反悔试探吗？不少脸皮薄的都老脸一红，骚得慌。
皇帝，喂，母后，这话打脸打得山响，还进行得下去吗？柳云可不会替别人尴尬，缓缓地将话题拉了回来。既然没有意义，哀家也不追究，就说回之前的事。黄大人，根据证据显示，就算你不知情，你儿子必然知情，而且还跟皇妃你侬我侬。呵呵，当初又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将皇妃送进宫的呢？黄大人薄薄的官服早就湿透了，额头已经瀑布汗，接二连三的打击早已经让他分寸大乱，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不是，子显不是微臣儿子。眼见这话又要反悔，姜太师觉得不妥，厉声说道：黄大人，你儿子的这个字虽然知道的人不多，可事实就是事实，岂能因为脱罪而抛弃父亲取的字？黄大人一个机灵，居然还能狡辩。回太后娘娘，微臣的意思是，子显虽然是儿子的字，可信中之人并非儿子。同名罢了，微臣的儿女定然清清白白，怎么可能做这种不伦的龌龊之事？柳云在内心替黄大人鼓掌，这夫妻俩真的有极致。可惜了，居然是敌人。哦，这么说，信中的子显另有其人，那是谁呢？黄大人哑然，微臣不知。柳云挑眉，黄大人，你女儿身为嫔妃，却跟别的男人私相授受，就算你不知，也不无辜哟。表情一凝，声音一沉，该承担的后果一分都不会少。想一推四五六，已经晚了。沈丞相突然朝几位老先生要了书信，看了几眼，说道：太后娘娘，这信或许并非皇妃娘娘所写，定是有人栽赃诬陷。闻言，皇帝心口一紧，宽袖下的手指死死扣着玉扳指。柳云扫了他一眼，上下打量着沈丞相，果然都是老狐狸，终于发现了关键。整件事的线头根本不在于子显是谁，也不在于这信件是写的亲情还是爱情，而是这信到底是不是皇妃写的。文武百官顿时也反应过来，露出一丝喜色。对啊，他们之前都被太后牵着鼻子走，仔细想想，只要黄大人能够证明这信不是皇妃写的，那后面的一切坑都将不存在啊。一群大臣完全不知道信的真假，只想到能这么做就脱罪了。他们虽然吃瓜看戏，但是并不希望太后能赢，他们跟姜太师黄大人才是一条船上的。第111章破罐子破摔。柳云淡淡一笑，丝毫不慌乱。哦，何以见得？沈丞相挺直了背脊，微臣见过皇妃的笔记，跟信上的笔触有所差别。柳云一脸戏谑，闺阁女儿家的笔记，丞相大人也见过，难道是哀家孤陋寡闻了？皇妃原来是什么大家名士不成？就连丞相大人都见过其笔墨。沈丞相，不是，为什么就连这么不起眼的一句话都有坑？在场的官员们已经不知道几次震惊感慨了，内心同时飘出一句话：太后娘娘，您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萝卜吗？拔泥出来不回填的那种，徒留一地全是坑。云昭的风气虽然开放，可小女儿家的亲手笔墨也不是随便传阅的。沈丞相和皇妃不说不觉得，一说怪怪的。保不齐皇妃绿帽的事情没有证明清白，又跟沈丞相搅和上就好看了。沈丞相脸色姹紫嫣红的变化了个遍，脑门开始发嗡，深呼吸好几次才缓过来。太后娘娘莫要乱言，未出阁之前，小女和皇妃娘娘是闺中好友，微臣这才见过几次，有所印象，跟其他无关。被吓得不轻的沈丞相内心已经塌了，太后娘娘到底怎么想到的？之前敢拉皇妃和皇明会，连他和皇妃也敢想，偏偏太后是顺着他的话推理下来的，没有明显的漏洞，他能怎么反驳？柳云尾音拉长，哦，原来景贤妃和皇妃还是闺中密友，这么多年，哀家竟然毫无所知。皇儿，你可有听两位爱妃提及过？皇帝差点噎着，皇妃那样的爱妃，还没膈应死他吗？咬牙切齿，母后，儿臣不曾听过。柳云挑眉，哦，看来两位姑娘藏得好啊，这就说得通了。闻言，沈丞相睁大了眼睛，感觉头上突然乌云密布。不是吧，他不过是给自己随口找个理由，还能掉坑了？柳云微微一笑，哀家以前就觉得奇怪，皇妃小产之前身份也不算高，怎么就能在宫里干这么多事呢？原来是有闺中密友啊。先说他可不是故意挖坑的，这人非要上赶着跟皇妃扯上关系，不搞他搞谁？沈丞相一张脸瞬间紫了，他不过是想给友军说句话，怎么还能自己掉坑了？涉及到自己女儿，沈丞相瞬间撂担子了。太后娘娘，微臣记错了，小女闺中密友挺多的，也并没有一个姓黄的，不过微臣和黄大人同是朝中官员，两家能说上两句话而已。微臣也记错了，并没有看过皇妃娘娘的笔记，无法替皇妃娘娘证明清白。马德，瞧这情况，皇妃明确是给皇帝戴了绿帽啊！景贤妃若是跟这事儿扯上关系，跳进云昭河都洗不清了。思及此，
沈丞相抖了抖宽袖，一副自己不再管的架势，反正思路已经提供给队友了，怎么驳倒太后跟他再无关系。涉及到自家利益，沈丞相毫不客气的选择袖手旁观。柳云讥讽：皇儿，你看云昭的百官惯会反复无常，刚刚说过的话就当放那啥一样，什么君子重诺，诺出必行，什么一口唾沫一个定，都是扯谈。皇帝憋着笑：母后慎言。柳云恍然：罪过罪过，乔哀家气糊涂了，口不择言起来，各位应该也不会放在心上吧，就当哀家没说过，反正说出去的话可以捡回来，本就是云昭的传统。刚刚不忍直视的老先生们将到嘴的话咽了回去。官员们脸皮越发骚得慌，太后这类言辞真的将云昭百官的人品官品按在地上摩擦，被指着鼻子骂朝三暮四，全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很多文人对此看得特别重，却不能反驳，榜样都还站在这里呢，当真差点心肌梗塞。沈丞相脸皮抖了抖，为了家族，为了女儿，硬生生将一口老血憋了下来。耳观鼻，鼻观心，表明这事儿他管不了了。姜太师吐了一口浊气，瞪了黄大人一眼。黄大人连忙醒悟，擦了擦汗：太后娘娘，微臣可以作证，这信不是女儿的笔记。皇妃娘娘虽然入宫赐奉君主，可以前的东西都未动过，可以让人拿来对比。定然是有人嫉妒皇妃娘娘敬畏，才想了这等阴损的法子来坏娘娘名声，还连累了皇上太后，其心可诛啊！皇帝面子里子他还有吗？就算没有明说，现在谁还猜不到？可真正无法阻止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愤怒。得，破罐子破摔吧，反正看着这些人吃瘪，挺爽的。柳云点头，是挺连累的。黄大人教出来的好女儿，还是别回去拿了。皇妃在宫里也住了好几年，一鳞半爪的笔记还是能找到的。正好两位山长和几位先生都在这里，为了公平，就让几位来鉴定笔记吧。他就不信随机技能是临摹的天手领造出来的信，还能从笔记上看出破绽。皇帝只是吩咐魏月去做，魏月自然找有天赋的天手领了，早就琢磨好要将信件扣死在皇妃头上的。沈丞相找出来的路一开始就是死的。闻言，黄大人动作一顿，惊恐看向呆滞的山长和老先生们。原来太后连这都料到了吗？刚才他还闪念想着拿别人的笔记来冒充女儿的，怎么都不可能一样。然而太后根本不给他作弊的机会。山长和老先生们也没想到，他们居然还有戏份。感情皇帝今天请他们来，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科举主考官，而是要让黄大人百口莫辩啊！不得已，黄大人只能硬着头皮再次改口，反正已经是惯犯，在身家性命面前，人品官品都成了浮云。就不麻烦各位先生了，微臣没有细看，皇妃毕竟已经出嫁好几年，笔记有所改变是正常的，乍一看不像，仔细一瞅，确实应该出自皇妃娘娘之手。姜太师脸色更沉，太后到底准备得多充分？沈丞相立刻自闭，仿佛刚才的提议不是出自他口一样。原来这里也是有坑的，根本忽悠不过去。两位山长和几位先生又不是瞎子，原来刚才一开口就被秒杀还挺好的，不然现在也一样下不了台。哦，一字感叹被柳云说出了9曲18弯的语调，仿佛连环巴掌打在诸位官员脸上，无比的响亮，一个个脸色都跟掉色盘一样，煞是好看。第112章，什么叫当初？原本柳云不说他们反复无常，还被太后坑习惯了，偏偏说了一次又一次，还当面打脸，内心升起的羞耻感简直爆棚。柳云对舒服了，便给他们一个歇气的时间，不经意地问道：对了，皇妃有孕的事情总是真的了吧？这点应该毋庸置疑。黄大人愣了，实在有些跟不上太后的话题。毋庸置疑，当初也是胡御医亲自诊的脉，这事儿绝对反悔不了。皇帝脸色沉了沉，觉得自己那时候的兴奋表现像个跳梁小丑。柳云玩味，那可就奇怪了，皇儿当初遭奸人所害，有一段时间不能让人有孕，皇妃这孩子又是谁的？黄大人如遭雷劈，整个人规规矩矩的跪在下面，傻愣愣的看向太后。说什么？风太大，他好像听不清了。皇帝窒息，母后连最后的遮羞布都不给他留了。以姜太师为首的百官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太后竟然敢打开天窗说亮话，他怎么敢？等有人回过味，大惊失色。以启王为代表，皇上无法有子嗣，一国之君不能传宗接代，还做什么皇帝？如果真要换国君，事情就闹大了，他们3大辅臣还能安稳做辅臣吗？不过这么大的事，他们居然不知道？难不成太医院都是一群酒囊饭袋？说好的3日一请平安脉都干了什么？群臣议论纷纷，暗潮涌动，好不容易还算平静的朝堂，难道又要喋血了吗？柳云一噎，递了个深深的鄙视眼。哀家说的当初
启王，什么叫当初？不懂？要不问问山长河先生们，这人吃进肚子里的东西都消化到脑子里去了吗？如果皇帝现在还不能，他能多说哪怕一个字？既然敢开口，那就是现在不算事儿了。启王连忙将已经跑远的思绪拉回来，讪讪地咳嗽了一声。皇上竟然还经历了这样的事，御医都在做什么？基本职责都履行不了，不如趁早回去种田。柳云深深地看他一眼，哀家也有疑问。不过这件事稍后再议，启王还是别打岔。莫非还想为这等人开脱？启王眼皮子抖了抖，那不能，微臣亲弟弟担任大理寺卿，最是奉公守法，岂能袒护罪人？柳云眼睛一亮，启王说得好，孙大人，这姓黄的胆敢混淆皇室血脉，与人私相授受，做出了一系列蠢事儿，哀家都懒得细说，该如何审判？孙文抹了抹脸上的汗，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大哥，还求助地看了看姜太师和沈丞相，这事儿他办还是不办？姜太师看了一眼软倒在地的黄大人，叹着气，眼中闪过一丝阴霾。太后说皇帝不能那啥的话才是大杀器，之前争辩了那么多，黄大人不过是一只可怜的蚂蚱在挣扎而已。沈丞相闭目养神，跟他无关，跟他无关。黄大人整个人都颓了，双眸无神。现在回想，原来太后最开始留给他的路反而是最好的，若是他顺着太后的话，让夫人做了替罪羔羊，说不定皇家还能……不，皇帝竟然不能让女人有子嗣。此事一出，根本无从辩解。其实当初皇妃有孕，皇家高兴的无以复加。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皇妃跟子显又在一起了，也不知道孩子并非皇帝的。直到小产后，皇夫人才从皇妃口中得知真相，差点没气死过去。那时候还庆幸事情已经解决了，原来老天早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路，多行不义必自毙，哪那么容易过去？孙文得不到指示，只能使出自己惯用的敷衍法子，还请太后娘娘明示。太后当着这么多人说的，他总不能拒绝吧？这样谁也不得罪。柳云似笑非笑，怎么，孙大人对自己的业务也这么不熟悉吗？你居然问哀家？哀家区区一名女子，怎么可能知道？你这是要陷哀家于不义吗？干涉大理寺卿的决定，怎么可能是他这条咸鱼太后能做的？想给他挖坑？没门！孙文一噎，不知该如何是好。他真的就是不想担责任，想要个明确的指示而已。众官员嘴角抽了抽，太后刚刚大杀四方的霸气，谁都没有漏掉，这突然变成了柔弱女人，啥也管不了的模样，让人好不适应啊。姜太师似乎有了想法，突然说道：“太后娘娘，皇上被奸人所害，为什么臣等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现在皇上的身体又如何了？”质疑太后的话，姜太师还想抢救一下。若是不能证明皇帝曾经失去过生育能力，那皇妃的罪名也将不存在了。倒是这黄侍郎，以前瞧着还是聪明人，怎么这时就甘心认了？看来皇家早知道皇妃的孩子不是皇帝的呀，为此还做了一些掩饰。只可惜天意弄人，他们也想不到皇帝这边会成为最大的破绽。柳云似笑非笑，姜太师不信，可以叫太医院的御医给皇上会诊。哀家说的话自然不如御医可信。之前勾命蛊的隐藏特性让御医一无所获，去掉蛊虫之后，皇帝身体的真实情况就展现出来了。胡御医等人早已经知晓，除了他给的强身健体丸，皇帝的身体一直被几名御医精心调养。之所以还没传出去，一来是皇帝的慎重吩咐，二来他们遭遇了滑铁卢，被幕后黑手打脸太疼，默契的不想将这丢脸的事传出去。与此同时，也没想好怎么跟效忠的人讲。红叶去教育医，当值的都给请来。柳云一脸无所畏惧，让姜太师又知道自己反驳失败了。御医一来，必然能证明皇帝的身体情况，也能证明现在身体好了，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重新坐稳龙椅。将来若是幕后黑手想要拿这事儿攻击皇帝，也失去了时效。看似太后不要脸了，也不要皇帝的脸了，实则在恰当的时候置之死地而后生，将这事的隐患彻底消除。真是好一个太后，好一个区区女子柳云。姜太师努力深呼吸，将怒气压下来，终于知道这是太后在给皇帝出头呢。他从一开始就要皇家彻底颠覆。敢问太后，皇上的身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好转的？姜太师咬着后槽牙，开始霍霍盟友了。他不得不失去黄大人这枚好棋子。那后宫可不止皇妃一个女人有过身子，要死大家一起死。柳云桃花眼流光溢彩，哦，端午后啊！砰！御书房响起一道膝盖跪地声，众人震惊地看了过去，那不是萧婕妤一枝的本家吗？第113章，不知不觉中一败涂地。萧婕妤的母家是供应军需的皇商，平日里都没资格上九重宫的，自然也不会在御书房。
这萧氏本家和萧婕妤一家血脉关系已经淡得不能再淡，几乎只剩下相同的姓氏，能成为军需皇商，纯粹抱了启王的大腿。发迹之后，帝京萧家才美其名将他们认回来。萧婕妤一家认祖归宗，帝京萧家也获得不少银钱的好处，这几年过得可舒服，可让人羡慕了。萧婕妤能够入宫成为荣华，除了本身的价值，也有帝京萧家好大一部分功劳。否则，皇帝初登基要拉拢权臣，又怎么轮得到萧家？当初萧氏本家为了拉拢萧婕妤，认祖师没少花银子大摆宴席，在旁人眼里，两家早已经密不可分。所以，当萧婕妤惹下这样大祸时，帝京萧家反应才这么大。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出了力，知道两家关系多亲密。萧大人因为萧婕妤一家已经彻底倒向了启王，这几年也谋了的三品太常寺卿的闲职，主要掌管皇室祭祀的诸多事宜，平日里没什么事儿。虽然每天都能站在九重宫、金銮殿里，可几乎没有他发表意见的机会。但萧大人万万没想到，他被所有人关注到的时候，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皇上、太后，萧大人满头大汗，跟黄大人比也不多让，此事跟微臣家族无关啊！皇帝眼神一闪，他也没想到母后这会儿会将萧婕妤一起解决了。从说出他身体情况开始，不管是皇妃和萧婕妤都不可能逃的了。萧大人这是什么意思？皇帝对这位太常寺卿的印象很少，很吃惊对方在出事的第一时间壮士断腕。萧大人抹了一把汗，回皇上，微臣和那萧忠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早已经不能同处一室，所以微臣又将萧忠逐了出去。言下之意，萧忠一家做了什么都跟帝京萧家无关了。皇帝一噎，还能这么玩？逐出去了？什么时候？萧大人警惕地看了一眼太后，小心翼翼地说道：就昨日，微臣正准备下朝后开宗祠，将萧忠这一支划掉。吃瓜众，这么精确的吗？被特别注意到的太后娘娘微微一笑：萧大人，就算被逐出去了，那也是光明正大认过祖的。萧婕妤所犯之事，可是罪及九族。理论什么分家逐出的？论九族，帝京萧家都不能完全脱离干系。而且皇帝的胃口太大了，萧婕妤一家足矣，帝京萧家非要扯进去，实则没什么意义。一个不知道多远的旁支，靠商业棒大腿出头的，都要去揽回来的帝京萧家，不过是炮灰中的炮灰，花那么大的力气干啥？有本事还不如撬开萧婕妤的嘴，问出孩子的父亲是谁更加有意义。萧大人惊恐，当初为了拉近关系，自然认的是兄弟，无论是分家还是逐出，都经不住细说。当初让萧忠一支回归是他做的决定，也不是没考虑到会出事，但是从来没想过萧婕妤竟然敢如此大逆不道。这脑子里装了什么，才能在后宫那种地方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如果黄大人那边还是有准备的，那萧家真是措手不及，除了急切的撇清关系，完全想不到开脱的办法。御医齐聚，给皇帝把过脉，就证实了太后所言。最终，在姜太师和启王扭曲的脸色中，黄家和萧家先被抄家，然后全体送到了大理寺等待判决。沈丞相脸色也不好看，但是在这场博弈中，好歹没损失什么。稍微多点的安慰，完全可以建立在两位小伙伴的郁闷之上。离开御书房时，每个人表情不一。仔细一想，好像只有皇帝的目的达到了，其他人都在不知不觉中一败涂地。包括姜太师，在这之前，他很有信心将黄大人保下来的，万万没想到输得这么干净利落。宫门前，启王眼神带着狠戾，对姜太师恨意满满。太师真是好手段，同一条船上的人都能随时祸害，以后是不是都不要合作了？原本就皇家的事儿，若非姜太师突然多嘴，哪里会扯上萧家？姜太师捏着胡须，启王殿下莫要恨错了人，萧婕妤既然做了那样的事，皇上太后不知道吗？就算今日不清算，又能留他几日？这一场我们可都是输家，难道启王殿下要让皇上继续看笑话吗？启王冷哼一声，甩袖离去。这一笔他先记下，他说不过这老匹夫，但是不代表就这么认了。现下最要紧的是先处理好萧家突然把他们自己玩死造成的漏洞。看着安静下来的御书房，皇帝吁了口气，态度比以前诚恳多了。母后既然要将孩儿的身体情况公布于众，之前又何必跟黄大人争辩那么多？他身体状况就是最大的杀气，无论黄家还是萧家都百口莫辩。他之所以愿意找别的办法治两家的罪，就是想掩盖这真相。结果母后说的那么自然，让他都差点以为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了。趁得之前将黄大人逼入绝路的犀利话语都没那么大的意义。柳云喝了口茶润喉咙，续杯太多，味道太淡了。有些伤疤不揭穿是会化脓的，既然你身体已经好了，自然没什么不可说的。万一有人拿这事儿在重要事情上攻击你，搞不好你说自己身体好了也没人信。皇帝一愣，御医不是可以为朕作证吗？太医院有多少是坚定的不被收买的？
柳云嗤笑，众口铄金，不说全部，就是太医院有一半的人断定你身体不行，你又该如何证明呢？皇帝惊呆了，还可以这样指鹿为马？柳云挑眉，趁那些人还没反应过来，将伤疤挑破了，才能彻底痊愈。这时候太医院还没有被安排，他们的意见还能统一，不将真相挑出来，迟早会成为大麻烦。至于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抛出真相，柳云嗤笑一声，皇儿，你可知道猫捉住了老鼠是直接吃掉，还是先戏耍一番？别以为他没有看见小皇帝发现皇室一党惊慌失措无路可逃的时候有多开心，吃了那么多憋屈，不发泄一番怎么行？而且现在不说真相，等皇帝身体全好了，把不出这一段经历怎么办？罪岂不是白受了？第114章，太后会很开心的。当然了，如果真要说的话，就是她高兴，她乐意，在对方最得意的地方将敌人打死，那才叫痛快呢。小皇帝最近遭遇的打击比较多，他顺带考虑一下他的心理疗养好了，拍了拍皇帝的肩膀。柳云语重心长，母后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很多事情都需要你自己去琢磨，抽丝剥茧，将一些东西变成你自己的，总有一天你也能做到。有些事情还得你自己去做，快去吧，别耽搁了时间让老鼠跑了。他又没瞎，自然看得出来皇帝的心已经飞去了萧婕妤那儿。当然皇帝是想在怎么搞死萧婕妤之前拷问一些事情罢了。能够想到这点，这孩子总算从绿帽的打击下正常理智了起来。皇帝行了个礼，多谢母后。带着魏月，皇帝朝门口走去，刚迈过一半，突然顿住，母后，孩儿还有一个疑问。柳云不以为然，什么事？母后为何要将皇家和萧家交给大理寺？萧家本来就是启王的人，大理寺卿还是启王的亲弟弟，这不是？皇帝斟酌着形容词。柳云了然，这不是热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然而皇儿啊，那你有人帮你捉拿皇家和萧家的人吗？皇帝一噎，这就扎心了。对付一个区皇家和萧家，之所以这么费心费力，不就是他无人可用，无法直接命令人将两家灭了吗？柳云神情淡淡的，皇儿，还是那句话，等有一天你能拥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本事了，又何须哀家跟这些人这么废话？所以将皇家和萧家交给大理寺是不得已而为之。御林军人员复杂，派系混乱，让他们行动，只怕漏掉的麻烦会相当多。众目睽睽之下交给大理寺，本就是律法使然，他们再闹腾也不敢过分，否则那些耿直的御史和天下悠悠之口能将他们门槛掀了。皇儿啊，你要走的路还长着呢。皇帝握紧拳头，挺直背脊，神色坚定的点头离开了。柳云略略嗤了一声，算了，回去吧，我也没指望他能从萧婕妤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红叶和青叶护在太后身旁，红叶疑惑地说道，主子将人交给大理寺，就这么简单吗？柳云失笑，自然不会这么简单，我就是想看看皇家和萧家值不值得太师和启王拿一个大理寺卿的位置来换。若是想救两家人，大理寺卿肯定监管不力，必然要吃挂辣，到时候他皇帝就能名正言顺地将启王亲弟弟撸下去，换上自己人，花点时间和精力就能牢牢将大理寺掌控在手。掌管天下刑狱的大理寺啊，门下捕快是能人，萧西王也首屈一指，既能断三巨头一臂，也能增强自身的实力，好歹收拢一些可用之人。青叶，这能行吗？不能。柳云缓缓地走出御书房，看着烈日独阳，大理寺卿的位置太重要了，他们绝对不会让皇帝得到的。皇家和萧家加起来都不值得，两家已经被锤死了，就算救过来也不可能继续在朝为官，最多隐姓埋名的过日子，这对三大巨头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怎么抵得上大理寺的势力？红叶无语，不是没意义了吗？谁说的？我说过，这次是要试探三大辅臣手中的实力。柳云嗤笑，黄大人可不是个善茬，他绝对不会甘心等死。姜太师必然要做些什么，到时候可能会三家联动。我就是想看他们会怎么去救人，只要他们动了，无论成功与否，必然会暴露出一些东西来。还有，你别忘了皇妃那个青梅竹马相好的，让陆冲将大理寺看好了，或许会逮着大鱼呢。另外，你们猜萧婕妤那孩子的父亲会不会出手救他？红叶和青叶对视一眼，眼底全是震撼。感情皇家和萧家被锤得这么惨之后，仅仅只是主子的鱼饵啊，还盼着钓大鱼呢。红叶忍不住问道，主子，那皇上说主子为什么要先争辩一番才将两家锤死，是不是也有别的原因？柳云笑了，当然也有啊，一举多得的事情我高兴做。第一，哀家闲得慌，耍着他们玩呢。第二，你们若是遇见一个极烦极讨厌的敌人，会让对方死得那么容易吗？有时候最可怕的不是身体上的惩罚，而是心理上的摧残。
你们不也看见黄大人是怎么一步步崩溃的？他若是不崩溃，入狱之后还特能搞事，你信不信？那怎么乖乖当鱼儿替哀家钓大鱼？只有体会过那种走投无路的感觉，黄大人才能爆发无限潜力。为了活命，或者为了保住皇家香火，他才什么都肯做。不然怎么能将姜太师的秘密多抠掘出来？红叶和青叶咽了咽口水，如果那些人知道两家入狱都还有大坑，会不会选择在御书房当场灭口，也不愿再让太后得逞？柳云拍了拍手，这天好热，我们还是快些回凤义宫纳凉吧。聪明机智的黄大人，还有伶俐厉害的黄夫人，可不要让他失望哦。什么？萧家？好吧，那真只是顺带的。萧婕妤做的事情，萧家根本不知情，他们也就没本事做太多事。当然，要是有惊喜，他也会很开心的。主仆仨说话完毕，才离开御书房。附近都是柳云氪金填充起来的东厂势力，目前归魏月管理。他们在这说些小秘密，可比皇帝说话都安全。另外一边，皇帝带着仪仗去的萧婕妤宫殿，因为御书房议事结束就赶着来了。萧婕妤还没那么快收到消息，所以萧婕妤一脸温柔笑意地迎接着皇帝。皇上怎么有空这时候过来找臣妾了？可是要在这用膳啊。时间已经临近中午，萧婕妤体贴地询问。皇帝手抖了抖，很想一巴掌就这么扇过去，发泄一下心头之恨。不过到底顾着身份，还在琢磨行动之后如何收场。魏月一眼看穿皇帝的想法，立刻冲上去就是一脚，直接将迎上来的萧婕妤踢飞了，撞到回廊的柱子上，又弹到檐下的灌木丛中。皇帝虽然遗憾不是自己出手，但是真的很爽很畅快。第115章，太后觉得被坑了。萧婕妤猝不及防地挨了一脚，整个人都傻了，尖叫声卡在喉咙里，还没机会嚎出来。喜鹊机械地扭动脖子，好半晌才回过神来，惊恐的叫声咽进肚子里，慌乱地看皇帝一眼，才连滚带爬地去看主子情况。一直有种诡异的安静蔓延在现场，让众人压力山大，喘不过气来。皇帝身边的太监总管出手了，那不等于皇帝的意思？谁敢替萧婕妤鸣不平？自从李安被送去守皇陵，皇帝就将魏月提到了太监总管的位置，加上柳云给他氪金了一些手下，魏月也有本事收买人心，皇宫之内已经慢慢受他掌控。虽然速度慢了一点，毕竟没病没灾的，若是皇宫大量死人，还不知道会被传成什么样，只能一点点蚕食。可情况在不断往好的方向发展，大部分宫女太监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得罪魏月。萧婕妤从小到大锦衣玉食，被人捧在手心里，从来没遭过这种难。一口气好半晌才提上来，差点背过气去，感觉呼吸中传来五脏六腑的疼痛。萧婕妤五官揪着，美丽的脸上盛满了懵逼。为什么？深吸一口气，萧婕妤楚楚可怜：臣妾哪里做错了？皇帝冷笑，见喜鹊将萧婕妤扶了过来，突然抬脚就踢了过去。萧婕妤依旧没有闪避意识，但皇帝这一脚完全没有威胁性，他只是脚弯了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皇帝冷厉，说吧，你那孩子是谁的？暗中扭了扭脚踝，妈的，好痛！看魏月踢着爽，原来还有后遗症。魏月，皇帝踢到别人脚腿骨上，哪怕是女人，不硌得慌吗？脚趾疼不？真是傻不拉几的。萧婕妤的头顶响起阵阵惊雷，脑子陡然一片空白。皇上知道了？什么时候？主子不是都处理好了吗？怎么可能被知道？皇帝吃了个暗亏，越发愤怒。不用典刑，你就不说是吧？扑通，萧婕妤跪倒在地，努力撑着表情管理。皇上是什么人在皇上耳边嚼耳根子？居然敢污蔑皇嗣，侮辱臣妾的清白，也侮辱皇上啊！皇帝似笑非笑，清白你有吗？萧婕妤，事实证明柳云的猜测没错。皇帝即便动了刑，也没能从萧婕妤口中得到有用的信息。他第一次发现了女人不合时宜的硬骨头，比某些官员都要强大，简直宁死不屈，也气煞人也。柳云在凤翼宫躺着吃瓜，发现事情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你们说皇上是怎么想的？难道他以为女人就是懦弱，随便审审就能得到真相？后宫的女人竟然给皇帝这样的印象吗？红叶和青叶摇头犹如拨浪鼓，他们可不懂男人，更不懂皇帝。柳云叹息，算了，让子夜待会儿过来，到时候才好帮哀家打发皇帝。这阵子让他多努力，皇帝肉眼可见的脆弱时期可不多，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他不需要子夜去谋求皇帝的爱，那不现实，只求在这恰当的时机能在皇帝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后宫的未来就妥了。做皇帝的嫔妃必然是不能贪心的。感慨一番，柳云才想起他今天还没有签到，立刻换出系统完成每日一签。没想到刚签到成功，柳云眼前就炸开了绚烂的烟花，五彩斑斓，美不胜收，也让他体会了一把眼花缭乱是怎么样的。咋地？
这么盛大的开场，发生了啥？丁，恭喜宿主签到100天，提升基础奖励，触发奖励暴击。恭喜宿主获得黄金10万两，绝顶高手双包人物卡星号1，信鹰一对，技能升级卡星号1，击剑狂魔组织卡盒。哇哦，系统突然好大方啊！柳云桃花眸一亮，搓了搓手，发了，黄金10万两，白银100万两，这算得上是一大笔银子了。绝顶高手双胞胎，哦哟，他能多2个绝世高手了。看了看人物卡，中间有一条分界线，两边有相似的人物影子。柳云连忙洗了洗手，这才点击使用。因为系统奖励的人物，他连名字都无法设置，希望能来2个目前有用的。被觉得暂时没用的李大白，若是知道，估计能哭晕在厕所。一阵绚烂漂亮的特效过后，一名绿衣和一名粉衣女子闪亮登场。柳云愣了愣，居然是双胞胎姑娘。粉衣女子手中抱着一把雕着寒梅图的琵琶，露出的半张脸倾国倾城，令人惊艳又无限遐思，一双纤纤玉手特别惹眼。绿衣女子手握一把画着锦鲤戏水图的折扇，朦胧中啪的一声打开，遮住下半张脸，只露一双秋水剪瞳，顾盼生辉，美目盼兮。大乔，柳云嘶了一声，小乔，系统出这么2个超级美女要干啥？听见名字，姐妹俩注意到柳云，齐齐走了过来，扶了扶身。大乔，小乔，见过主子。姐妹俩露出真容，柳云主仆仨都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秦首峨眉，明眸皓齿，拥有8成相似的容貌，疑似牡丹明艳，疑似皎月玉面，归姿冠绝，斑斑入画，仿佛美到了极致，纤尘不染，连天地都为之失色。别说男人了，连柳云都看得愣了愣，扶额，完了，要命啊！大乔浅浅一笑，犹若百花瞬间盛开，美得让人难以忘怀。主子可是嫌弃咱们姐妹俩？小乔轻笑出声，淡如月华，却要如春光，不言不语，却已胜千言万语。柳云啧了一声，我怀疑我被坑了，这么2个大美女，我怎么舍得吩咐你们做事？对于务实的我来说，可不就是有点嫌弃吗？好歹也别这么祸水啊！这样一出门就吸引了所有人目光，还怎么办事？小乔无奈地摇了摇头，还真是，我们姐妹俩还是第一次被嫌弃呢。主子不是有易容天赋的红叶姐姐吗？长得再漂亮也可以改变的不是？柳云眼神在姐妹俩脸上划过去又划过来，有些舍不得移开。食色性也，喜欢美好的事物是人之本性。看见美女，她也觉得养眼，心情舒畅，感受世界多美好啊！第116章，白锦的大礼。大乔不乐意了，主子，我们姐妹的实力很强的，肯定对主子有用。别的不说，对付男人也不用太费力啊。大乔妩媚一笑，令人心神荡漾。柳云切了一声，这样的2个大美人，那些臭男人也配？岂能让男人糟蹋了去？哀家本事虽然不够大，但是也不主张女人用身体去交换利益。柳云想到子夜，心情略微低落。最开始他的确恨不得将子夜塞给皇帝，让他们俩相爱相杀去。可后来子夜变成了自己人，他的想法也跟着变了。若非子夜主动请缨，坚持入后宫替他做事，柳云绝不会主动将他推给皇帝。很多事情都有很多方法可以选择，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呢？虽然女人本身就是一件利器，可若非走投无路，他不提倡如此糟蹋自己。柳云叹了一声，还是自爱才能自信自强啊！没有试过别的办法，怎么就知道办不到？你们啊，在我这里绝对不许因为一丁点利益就葬送自己，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小乔嘻嘻一笑，做了个可爱的鬼脸。主子啊，你是不是忘了，我们都是可以花银子复活的，没那么严重。柳云，这就很杠精了。即便如此，珍惜生命才能让自己更加强大。虽然不至于为了活着而不择手段，至少能发挥潜力，想更多的办法。正说着，蓝叶走了进来，看见大乔、小乔愣了愣，急忙说道：“主子，皇上过来了。”柳云一惊，拍桌而起：“你们俩先隐藏，绝对不能让皇帝看到你们，否则你们是不是祸水我不知道，可皇帝一定先祸害了哀家。绝大多数男人都抵不过大小乔的魅力，更加别说小皇帝了。将大小乔放在后宫，岂不是便宜了皇帝？杀鸡焉用牛刀，简直暴殄天物。”大小乔对视一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殿中。柳云松了口气，顾不上继续查看得到的奖励，看着皇帝神色灰败地走了进来。晌午了，皇上可饿了，要用膳吗？天大地大，肚子最大，先吃饱再说。皇帝抬头，母后是不是知道萧婕妤什么都不会说？柳云轻笑，这不是才正常？看萧婕妤提到那主子的眼神，明显因为爱啊。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就已经不顾萧家了，又怎么会受皇帝威胁背叛他主子？不过这话就不用说来刺激这孩子了，
免得过度怀疑人生恢复不过来。为了一个萧婕妤，不值得。皇帝纳闷，为什么？柳云轻笑，既然左右都是死，皇儿又不可能放过他，放过萧家，他何必让你如愿？皇帝奇怪，不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柳云这种话也信得这么扎实？人家不说就是对爱人的善好吗？每个人理解的善不同，凭什么要求对方一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皇儿啊，这句话也要分情况，分时候，分对什么人。柳云努力想了一个解释。哎，皇儿，你还需要多读书，每日处理国事之余，还得跟先生好好学习，不然你连文武百官都辩不过，又怎么收拢皇权？孩子，快些长大吧，母后帮不了你太多的。皇帝睁大眼睛，母后，你要做什么？柳云淡定地说道，天气越来越热了，哀家觉得日子越来越烦闷，打算先去避暑行宫住一段时间，朝堂上的事情就得靠你自己了。皇帝依赖成了习惯，他若是还在皇宫，太影响这孩子成长的速度。而且之前将文武百官和3大辅臣的面子按在地上摩擦，等他们回过未来，估计得惹是生非，给他找事儿。为了表明他绝对没有掺和政权的心思，他去避暑，让这些人没处发泄，还得憋着，想想都开心。皇家和萧家的事还有牵扯，目前程度深浅不定。去避暑行宫，表示远离朝堂，得让沸腾的朝堂平静一阵才好。皇帝错愕地张着嘴，突来的大事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柳云也不解释，让人上了午膳，美滋滋地吃着，对接下来的行程抱有很大的期待。至于皇帝，交给了赶来的子夜。原本他打算去皇国寺的，可黑火药还在寺内，他若过去，太多的人会坐不住。避暑行宫挺好的，换个地图享受一番，签到才符合他咸鱼的理念。自从柳云给皇帝说了这个决定，皇帝就有些六神无主，坐立不安的。柳云却美滋滋地安排着一切，还将蓝叶送去照顾女儿了。桂嬷嬷的身手不错，可人情世故不如蓝叶。之前清理了碧湖公主身边好多人，到现在还没有补缺，蓝叶刚刚好。柳云觉得身边还是需要云昭原住民，他们才更加了解云昭的生存方式，便从2等宫女提拔了2个机灵的，取名橙叶和绿叶。得，彩虹7色，快凑齐了。橙叶和绿叶不是不好，之前只是被紫叶一直打压着，所以没法出头。可办事能力和机灵程度让柳云用得极为顺手，几个月观察下来也非常熟悉。将手里存着的忠诚丹给2人吃了，更加放心。有橙叶和绿叶尽心尽力地收拾着行李，柳云还有空赴约。主子，林子凡传信说白锦想见您。红叶小声汇报。柳云诧异，随即点了点头。晚上，柳云熟门熟路地安排好一切，将凤仪宫落了锁，然后出宫去了一家叫一片叶的茶楼。3楼的雅间清幽带着茶香，气氛绝佳。太后娘娘，这是白马山脉的所有红器。白锦慎重地递给柳云一个上等锦盒。柳云彻底惊了，看见里面放着一沓盖着官印的红器，有地有山也有庄子，连起来真的是好大一片。上面的名字很普通，而且完全不同，谁都想不到这地方竟然可以属于一人。白锦俏脸带着笑，骄傲自信。太后放心，这些人都是民女和林公子手下信得过的，太后娘娘可以花点时间将所有红器都过给自己人。柳云这才发现，这些红器都在前不久易过手，新主人的持有时间并不长。不急不急，这种事情太急，容易被人注意。你若是想得到，还可以说是凑嫁妆。哀家若是得了，有些人可要炸了。不过，你是如何得手的？之前不都在谢氏手里吗？第117章，填得有点酷了。站在皇室的角度，要从8大望族手里抠点东西是千难万难。白锦拥有谢氏血脉，或许有办法，可不至于这般容易吧？白锦眼睛生辉，嘴角噙着丝丝嘲讽。谢氏传承的太久，家族太大了，有些地方终究还是外强中干的。微微腼腆，白锦双眸放着光，是太后娘娘提醒了我，是人都会有弱点的。白夫人这一辈子的愿望就是能再回谢家，我答应帮她。而我的要求就是她当初带来的嫁妆，不能给白蕊一丝半点，包括其中的白马山脉，我要拥有权，而不仅仅是使用权。柳云愣了愣，白夫人相信了，仅仅只是答应，白夫人就做了。不过白锦口中也只叫白夫人，可见她对这位亲娘已经失望透顶。白锦不以为然，她别无选择。在她眼里心里，白家都只是一个巨大的牢笼，若是有机会跳出去，必然使尽全力。柳云表示无法对这样的认知感同身受，可使用权不是在谢氏手里吗？谢氏跟白夫人早已经断绝了关系，还能有这么大影响力？这是他最不解的，也是他觉得最难的。白锦皱了皱眉，其实民女也没想到他能这么快将白马山脉转移出来。不过在众多的嫁妆里，
白马山脉在他眼里或许并不算什么，毕竟现在的白马山脉还没有矿产，良田和庄子都有限，算不得好产业。林子凡点了点头，帮忙解释，太后娘娘或许不知，表面上谢氏家主跟女儿断绝了关系，不过是为了维持八大姓一直以来的规矩和默契。暗地里，谢夫人其实放不下仅有的2个亲生女儿，如今是唯一的一个了。当初白家和镇南侯就是看穿了这层关系，才会那样去算计谢家的2位嫡姑娘。只是他们没想到2位姑娘有些刚烈，虽然不得不嫁，可愣是不让2家沾染上谢氏的半点好处。镇南侯夫人当年虽然被人算计造成难产，实际上她自己想活的意识也不强。柳云咂巴着嘴喝口茶压压惊，她对八大姓的洗脑教育太好奇了，离开了家族的女儿竟然都不想活了，为了能再回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愿意。当然这也不是一头子热，显然谢家那边也有想法，才会将白马山脉的红气交出来。世家大族突然有这么浓烈的亲情，着实让人心情复杂啊。白景情绪波动倒是不大，白夫人这些年万事不管，何尝不是活得像个行尸走肉？所以当我提出有办法让他回谢家时，他愿意搏一搏。按照白夫人的意思，无论怎样死也要死在谢家，甚至都不在乎能不能入白家宗祠。柳云，瞅瞅人家八大姓的教育，说实话，能够忠于家族到这种地步，就算没有能力帮家族发展，那也是一种强大，至少拖后腿的几率真不大。据说当年断绝关系还是2位嫡姑娘先提出来的，真是恨毒了夫家。不过也没有太毒，若是他保不齐一剂毒药跟夫家全体同归于尽了去，那你会怎么帮他回去？柳云好奇地问道。白景狡黠一笑，既然他不在乎白夫人的身份，甚至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并不愿意将这带回谢家，那就不要了吧。反正谢夫人大抵也只在乎女儿这个人，刚好一拍即合，双方都不在意身份。当初的10里红妆再给了我，孑然一身，怎么回去都不难的。柳云恍然秒懂了，让白夫人身死，暗地里谢家的女儿有没有回去，跟旁人再无关系。一叶障目，之前白夫人不能这么做，是有太多的顾虑。谢氏也未必允许她这么做，毕竟一旦走漏风声，或者计划没做好，谢氏的名望就要跌落一大截。当年这姐妹俩被人算计嫁给外姓，本就让谢氏蒙羞太多，再有损脸面，白夫人也承担不起。所以你还并没有把这消息告诉她，对吗？说了，双方肯定不会同意这么做。白景冷笑，不需要告诉，直接做就好了，先斩后奏，做完了他们必然要接受的，反正白马山脉和嫁妆我已经到手。略微羞涩，林公子会帮我的，不会出事。柳云轻笑，你帮了哀家这么大的忙，哀家也不能只看着你折腾，看来白家得有一场大戏要上演了。这个给你吧。从宽袖里掏出一个小锦盒，里面有一颗圆润光泽的丹药。白景疑惑地接过，难道实际上真有假死丹？柳云摇了摇头，也不算，这只是归西丹，服用之人会没有呼吸，但是五感还在，甚至能正常行动，只是更容易掩人耳目。若是要造成假死，必须得配合其他效果的丹药使用，比如让人不能动弹，或者直接让人沉睡。林子凡和白景一点就透，顿时明白关键之处。多谢太后娘娘。白景感激，这样的丹药帮大忙了。柳云浅笑，互惠互利。不过这样的丹药哀家只有1颗，而且效果只有36个时辰，不过3日，所以死的日子是关键，停灵的时间也非常重要，你可要算好了。另外再怎么也要你出嫁之后，否则你又得守孝了。你等得起？林公子怕是要急了。被打去的白景脸色顿时红润起来，只有林子凡一本正经的点头。只有3日，确实时间很关键。太后娘娘说的是事实，姐儿，3年之后的国公府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呢。你忍心将我一个人扔在哪儿？白景脸上红霞飞云，哎，别说了。柳云嘴角抽了抽，这就甜得有点酷了。白马山脉不是还有一部分在镇南侯世子手里？若没有他的同意，谢氏也不会给你全部吧？这可是谢家2嫡女的嫁妆，都是有孩子的人。谢夫人再心疼女儿，也不至于对镇南侯世子不管不问。就以前办事的方式来看，谢夫人一碗水端的还是很平的。白景正色，这事儿还请太后娘娘原谅。为了白马山脉，民女跟镇南侯世子达成了一桩交易。世子想见太后。柳云轻笑，行，都已经来了，就让他过来吧。为了白马山脉也值得。而且对于镇南侯世子，他也有些疑惑未解。林子凡和白景跟聪明人说话就是这样子吗？话题结束的猝不及防啊。第118章，太后喜欢坦白的人。他们知道太后身边有高手，
擅自将镇南侯世子带来本就不妥，所以世子所在的距离还挺远的。没想到柳云3两句的功夫就已经猜到了。柳云品着茶，笑笑没解释。镇南侯世子的弱点也挺明显的，他迫切的需要靠山啊。白锦需要白马山脉，倒像是递过去的杆儿。若镇南侯世子还不知道顺杆往上爬，就愧对他装病秧子这么多年的心机。让人去请镇南侯世子，白锦怕柳云多想，赶紧解释。交易的时候，世子只是说要见太后娘娘一面，也爽快的同意将白马山脉给了我。民女知道好歹，并没有替太后娘娘答应什么。柳云点头表示知道了。白锦一直很懂得分寸，如果他敢越俎代庖，替他答应什么，也就不能这么愉快的聊天了。林子凡拍了拍白锦的肩膀，放心，太后娘娘没怪你，何况镇南侯世子说不定是送上门的好处呢。柳云给了林子凡一个眼神，让他自己体会。他好歹是长辈，别在他面前秀好吗？照你这么说，镇南侯世子周晨还有什么特长？林子凡淡笑不语，了解一番，太后娘娘自然知晓，何必先入为主？周晨身着月白衣衫走进来，银线绣着不明显的鱼纹，身材修长，芝兰玉树，或许装病装得久了，整个人竟然还透着一丝病娇，平添一分纤尘不染的清冷。见到柳云，周晨落落大方的行礼：“周晨见过太后娘娘。”柳云点头：“起来吧。想来白马山脉的事情，你也出了一份力，莫不是哀家还能帮你什么忙？”周晨五官精致，可脸色略微苍白，活脱脱一压的柔弱小白脸形象。然而此人双眸带着神采，自信骄傲又金贵，绝非简单的人物。太后娘娘快人快语，周晨不过是想找个靠山，活得更简单些罢了。好男儿胸有抱负，周晨也不例外。若是有机会能实现，总好过日日困在府邸，纠结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柳云失笑，原来是个有抱负的年轻人，所以看不上镇南侯终日那点情情爱爱。你倒是坦白。周晨淡淡一笑，扫了一眼吃瓜的林子凡和白锦，因为太后娘娘喜欢坦白的人。柳云也不生气，那倒也是。这么说，那日在桃园文会，你会知道那池塘下面有黑火药，并非偶然吧？你是故意落水，还是故意在水下待那么久，想让人发现池塘底有东西？所以黑火药本来是你给的投名状。这人心也狠，他根本没有确定要找哪位当靠山，抛出黑火药当诱饵，谁有本事得了去，他就找谁。可惜这事儿让做任务的柳云给搅和了。但是周晨也不亏，因为这让他发现了太后。不过有个小插曲，当时皇帝在场，周晨的小厮单纯觉得皇帝一方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才想赖上皇帝，结果被太后4两拨千金引去了长公主那边。可怜的小厮为此还郁闷纠结了好多天。周晨同样没有被点破的尴尬，淡定说道：“太后娘娘果然看出来了，那日也并非故意，确实是有人想陷害周某，周某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中招，顺便挖出隐藏的黑火药。”白锦吃惊：“这么说，你的病是假的吗？不然这么玩就不担心把自己玩死？”周晨浅浅一笑：“表姐放心，真的假不了。”林子凡略微嫌弃：“别听他胡吹吹，他有先天之疾是真的，可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周晨眼睛微眯，眼底划过冷芒：“林公子知道的好像很多，可不见得是好事儿。”林子凡气势飙升：“彼此都是为了生活。”柳云眨了眨眼：“咦，难道是两大男主的气场相冲？见面有些不对付？”正想着，林子凡和周晨竟然相视而笑，所有的气势烟消云散，一瞬间又和谐起来了，仿佛好朋友一般惺惺相惜，举起手中的茶，隔空一敬。柳云，瓜还没摆好，这两人就达成默契了。艾玛，原谅她一个女人不懂男人之间的友谊。白锦，这发展，她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怎么总感觉断片了？柳云扬咳了一声，赶紧拉回正题。你怎么会知道那池塘下有黑火药？周晨，古籍闲来无事，周某看过不少孤本手札，有些还是从谢氏族内抄来的，虽然不能外传，可自己看看还行。时间一长，就发现历史埋葬了很多痕迹，若有心寻一寻，也能找到10条8条有趣的线索。柳云呐喊：“哦哟，这还是个寻宝达人啊！那有宝藏吗？真实点的那种？”周晨一凝：“倒也有，不过没找到之前都不敢说真实。”柳云放弃了：“那算了，真要有个宝藏砸下来，他能短时间内称霸云昭，然后安心闲鱼一辈子，想想都不现实。好了，说正事儿。”柳云正色：“哀家也不管你因为什么而不在意镇南侯府，非要自己出来打拼，你的决心和诚心，哀家感受得到，咱们也可以互惠互利。不过哀家什么情况你也看得到，借哀家的事可不容易。那日逼着3大辅臣处理了皇家和萧家，他们最近不会安分，所以哀家已经决定暂时去避暑行宫，
也让皇帝好好成长一番。顿了顿，柳云见周晨听得认真，便继续说道：“哀家有个提议，你找机会效忠皇帝，他手上没人，有很大的余地让你发挥。”周晨点头，其实他有想过，但皇帝真不能担事儿，他怕自己没那能力做辅佐之臣。柳云扫了一眼周晨的手，突然说道：“皇上的身体遭遇了大难，身边极为不安全，整个皇宫的守卫力量也相当堪忧。哀家希望你能重整御林军，并且好好训练他们，令这支军队重振威名，别像现在一样，全是酒囊饭袋的养老之地。当然，具体怎么做，又该怎么办，你得找皇帝商量。你需要获得皇帝的支持，而不是哀家说的，你可明白？”周晨诧异：“明白。”但是周某疑惑，太后娘娘如何判断周某有能力接管并训练御林军的？柳云带着淡淡的笑，眼神落到他手上，所有人恍悟之际，才缓缓说道：“这是一双练长枪的手。”第119章，这么多秘密吗？周晨一愣，很意外太后还懂这个。不过他发现世人知道的太后一直很肤浅，而太后的本事总能出人意料。柳云感慨：“冷兵器这么多，你身为侯府世子，按理说也不缺权势不缺钱，身体还不好，为何要练这种大开大合、刚猛费劲的长兵？据我所知，长枪类的武功最适合群战、马战，世子又有多少这种机会？看来世子有一颗建功立业的心啊！自从武功入了流，他对兵器的了解就多了，武功路数、兵器种类都能在手上有一定的体现。周晨明显没有特殊处理，懂行的人一看便知，只不过刚好懂行又会去查看周晨手掌的人屈指可数。这时代的衣袖长而宽，特意去查看还未必能看到。柳云也不过是在周晨端茶的时候恰好看到一眼。周晨笑了笑：“人呢，越缺少什么就越向往什么。周某从小没有一个好身体，却羡慕别人的好身体，等能习武时就选了长枪，觉得霸气，说不定能让身体结实一点呢。既然已经练了，自然也希望能够体现价值，建功立业便是能体现价值的一种方式，总好过在家斗鸡摸狗强。如今的镇南侯府有什么？要权没权，要家业没家业，若非当初镇南侯算计了谢家姑娘，保不齐现在都不存在了。所谓的世子，也就那同父异母的弟弟觉得是个宝贝，若非必须要世子的身份才能保住亲娘的嫁妆，他早就将这烫手的山芋扔出去了。如果他已经建功立业，能保住想保护的东西，世子之位爱谁谁当去。”柳云了然，不过他还一丝疑惑：“那你为何不让谢家帮忙？谢家应该没完全放弃你吧？”周晨好歹是个男孩子，身体再不好也能继承家业，谢家能对嫁歪的谢家女保存一份善意，对需要靠山的外孙岂会这么无情？周晨脸色凝了凝，周某跟谢家的关系略微复杂，总之跟表姐和谢家的关系比也不会好多少，这其中涉及到周家的一个秘密。柳云眨了眨眼：“啥？周家还有秘密？不是，云昭的这些家族不会人手一个大秘密，无数小秘密吧？若是都关系重大，做云昭的一把手多累啊！啧，还好他不是一把手，秘密也可以当成八卦。”白锦看了一眼林子凡，用眼神示意他们是不是要回避一下，人家要说秘密了呀。林子凡轻笑，没有离开的意思，温柔的眼神带着安慰。其实周家的秘密也不算秘密，很多人都当传闻听过，只是大家都认为那是假的，一笑就过。柳云恍然，其实很多秘辛都掩藏在流言蜚语之中，虚虚实实，让人分不清真假。白锦好奇是什么？林子凡：有传闻，周家的祖上其实是某届被迫卸任的武林盟主。柳云眼睛略大，这就跟武林扯上关系了。白锦一头雾水，然后呢？这算什么秘密？不过是武林人士走上了官路，还封了侯，有什么奇怪的？柳云暗中点头，大部分江湖人都有一腔耿直热血，有建功立业的心很正常。林子凡看向周晨，这个就得世子来解释了，外人听到的八卦千奇百怪，不明内情。周晨苦笑，这跟江湖上流传的能让人一夜之间成为绝世高手的宝库有关。柳云，这妖牛的宝库，他家系统都只能通过氪金制造一流高手，绝世高手全靠奖励人物卡呢。所以这是周晨长成一个寻宝达人的根本原因吗？周晨声音微哑，鉴于少年稚气和成熟稳重之中，这个传说太过久远了，还得从前朝的前朝说起。前朝的前朝，永辉皇朝是一个武力值盛行的时代，据说当时要在朝为官，武功至少也得入三流，皇室更是集各家所长，绝世高手多如狗，一流高手遍地走，力压江湖各门各派，成为最顶尖的势力。柳云顿时想起自己看过的一些历史，所以现在他觉得高手太多，还仅仅只是武力值荒漠时代，简直不敢想啊。哦，哀家倒也知道，永辉皇朝之所以覆灭，跟末代皇帝想要仗着实力清剿江湖门派，完全统一天下有关。
周晨点头，过程和结果暂且不提，就是永徽皇朝最终失败了，反而被人借由民怨推翻政权，取而代之。而当时永徽皇朝的末代皇帝并不甘心失败，就将所有传承和司库藏了起来，以图后人有机会东山再起。柳云错愕，这么说，后来新皇朝的建立之所以那么打压武者，除了当初的大战让天下大伤元气，陨落高手无数之外，还是因为新皇朝没有继承武功绝学，没法培养高手。周晨，是的。而这个永徽皇朝遗留下来的宝库钥匙和地图流落到了江湖上，被很多人觊觎其中的武功绝学。当年周家先祖之所以卸任武林盟主，反而隐姓埋名入了朝堂，就是因为得到了钥匙。柳云，光有钥匙没有地图，知道在哪儿吗？这样改变命运好几代了，有什么用？那这个流言蜚语是谁传出来的？周家隐姓埋名这么久，应该是最大的秘密了吧？柳云恍然，所以谢家也窥视这宝库的钥匙吗？八大姓传承久远，对这样的事情或许有自己的消息储备。那谢家嫡女嫁女儿，不会吧？不是镇南侯算计的吗？不然太细思极恐了。周晨眼神一沉，谢家具体有什么消息我不清楚，但是嫁女儿是个意外，可嫁了之后，谢家查到了镇南侯的来历，便窥视起了这宝库。只不过那时候已经晚了，娘亲身体虚弱，带病妊娠，加上心若死灰，总之没能救回来。而我在谢家眼里，就一定要继承镇南侯，得到那钥匙。实际上，照镇南侯这个做派，就算我能继承镇南侯的爵位，他也未必会把钥匙交给我。我与谢家也不过是互相利用，但是目的并不一致。我若是不好好发展自己的实力，有朝一日跟谢家反目成仇，估摸着就只能浪迹天涯，到处躲藏了。闻言，柳云总算明白周晨为何这么急着找靠山了。镇南侯和那小妾以及一母兄弟姐妹都不是事儿，主要还是谢家。已经遇见为敌，又怎能不做准备？第120章越来越混乱，突然有种同仇敌忾的心理。白景觉得周晨顺眼多了，表弟啊，你要是真去浪迹天涯，表姐就支住你几两银子吧，好歹别饿着了。两人年纪差不多，之前他还以为这是表哥，没想到还是弟弟。周晨笑了，那就多谢表姐了，好歹有口饭吃。林子凡神情多了一丝凝重，这么说，关于周家的传言，当年也有可能是谢氏传出来的。好像谢家女嫁过去前，根本没人知道周家先祖来历，只以为出身贫农。周晨点头，我也发现了，这传闻出现得很微妙。不过最近这部分的传言越来越多，在江湖上掀起了很大的波澜。林子凡点头，对，而且我发现最近地京的江湖人越来越多，莫非跟这传闻有关？柳云，一群人不好好过日子，闹这么多花里胡哨的要干嘛？地京的朝堂已经够乱了，江湖还来插一脚，嫌他？哦不，嫌皇帝还不够头疼吗？感觉整个云昭越来越复杂了。柳云回到皇宫，第二日就启程去了避暑行宫。大小乔易容成宫女，暂时跟上。皇帝在宫门阁楼上目送太后仪仗浩浩荡荡的离开，连肩膀都垮了下去。魏月也郁闷，主子走了，都不带他。看着小皇帝，他也头疼呢。柳云美滋滋的坐在马车里，看着升级后的天网鹰眼，舒坦极了。那日得了一张技能升级卡，他对天网鹰眼使用后发现这技能扩大了好多，原来是半个地京城，现在是2倍地京城。而且之前的天网鹰眼是固定在凤翼宫为中心的，现在则随他而走，以宿主为中心。这代表着即便在避暑行宫，他也能完美监控地京城。地景城到避暑行宫快马加鞭也就2个时辰，可大部队这速度傍晚才到。郝玄不用在路上过夜了，那让始终认为自己是个移动靶子的柳云很没安全感。陆冲怎么说？最近地京是不是多了很多江湖人？又是不是为了永辉宝库？坐下来休息，柳云捋了捋事情问道。避暑行宫不愧其名，明显感觉这边温度比地京低好多。而且行宫有一个很大的冰窖，目前就柳云一个主子可以畅快使用。确实如此，真的多了很多。而且锦衣卫还发现，大部分江湖人都跟3大辅臣有一定联系。红叶凝重地说道。柳云一口茶差点喷出来，啥玩意儿？3大辅臣还跟这些江湖人有联系，这可不是个好消息。3大辅臣本身就隐藏了实力，若是再招揽一些江湖人，岂不是更厉害了？小乔把玩着手中的团扇，觉得不如折扇顺手。主子啊，可不仅仅是3大辅臣，就好像每一届上京赶考的书生学子，有人脉的攀交情拉关系，没人脉的花钱交酒肉朋友，再不济也能用美人笼络1、2。若是对黄白之物不感兴趣的，那就用大义之道留住这些侠义之辈。能来地京窥视宝库的，多少有2把刷子，武功也不用多高，关键时刻总能多点挡刀的。红叶点头，对，
最近大部分江湖人都是大臣府上的座上宾，也没做什么犯禁的事情，招待朋友总不能说有错吧？柳云，所有大臣都能凭银子靠手段拉拢一些武者为己用，唯独皇室不能。果然，皇室和江湖也是很难和谐相处的。好不容易搞掉一个皇家和一个萧家，感情还没有敌人增长得快。柳云略略郁闷，看来三大辅臣的名声太好终究难搞，想削弱他们的势力，还是得先搞臭这名声才行。这些江湖人来到地京，三大辅臣凭借好名声都能收拢一大波义士。当初秦羽为何刺杀他，而不去搞三大辅臣？就因为外人看到的三大辅臣都是功臣，错误都在太后皇帝身上。就算有人发现一些问题，也不知道具体的怎么比较。亲政的太后都比弱小的皇帝罪孽深重。大乔眼珠子转了转，黑一个人比维持好名声容易啊。柳云点头失笑，无脑黑吗？那也就一时，而且三大辅臣的名声已经根深蒂固，势力也大，无脑黑很容易被压下去。我可不做这种无用功，就三大辅臣那样的，屁股肯定不干净。找到证据，我们只需要牵个头，剩下的就不用操心了。编造的黑料得从头负责到尾。喝了口茶，柳云手指敲击着桌面，想了许久，先将击剑狂魔组织卡盒氪金了出来。没错，只要是卡盒都需要氪金。击剑狂魔组织卡盒，初级建造能力，管理员1名1万两，技术人员每人1000两，可升级。也就是说，如果不升级，这个组织只能氪金1名管理员，就算有钱也没法子。技术人员没有上限，但是价钱也不低。何况技术人员并非基层工作人员，不能干重活，主要出图纸、计算工程量等等之类的专业技术。所以这个组织的基层工作人员还得招募现实中的劳力，那就得考虑工钱等等，真是好大一笔持续性的开支。柳云将白马山脉的红契河地图交给管理员石原生，挖空山腹，建造一个地下的炼铁厂，然后雇佣附近的居民挖矿，尽量用白家的人和林家的，要么就外地的。目前保密还是第一要务，有防护需要，你找陆冲商量。以前还觉得锦衣卫的人够用，现在看来远远不够。石原生理会的接过所有东西，趁着夜色离开了。柳云吐了一口浊气，算了，慢慢来，他们现在招揽多少人，到时候说不定还可以引起反噬。皇家和萧家那边应该差不多了吧？太后算计的没错，萧家对于突来的祸事根本没有丝毫准备。为了银子，太后还让大小乔连夜做了一回梁上美人，在大理寺的捕快去抄家之前，先将萧家隐藏起来的财产翻出来拿光，表面上的得留给大理寺抄，不能随便动。然而萧家隐藏起来的钱财比想象中要少，大小乔不甘心，还去皇家翻了一遍，忽然发现仅仅是到手的钱财，皇家比萧家更加有钱。太后也算小发了一笔，见人手紧张，又氪金了不少三流巅峰的锦衣卫去填补铁矿场的守护力量。这萧家怕不是抱大腿太多，孝敬也多，这才留得少。太后摇了摇头，也想得通，启王手里肯定有不在册的私兵，都需要银子去养，萧家可不就是启王的钱袋子。第121章，别把人当傻子。皇家和萧家入了大理寺，太师府和启王府反而不急了，自家地盘。大理寺的捕快都接到了招呼，对两家人颇为客气，不仅给了两家人一个干净的单间，还将一家子凑到了一起。这都是柳云希望看到的，所以并没有理会，让他们凑一起有商有量，才能使出更多的手段。太师和启王也配合，为了给自己扯块遮羞布，想着出手也别那么明显，便延迟了2天。一开始也没想直接下杀手，太师便让自己心腹出动，进入大理寺，直接放人离开。陆冲潜伏着跟入其内，发现是大理寺少卿之一陈峰。果然各大部门基本都被三大辅臣垄断了。大理寺卿是启王的人，2位副手少卿便分属于太师和丞相。谁知道黄大人不乐意了，陈大人，太师是什么意思？就这么让我等出去了？陈峰似笑非笑，本官也是冒着危险救你们出去的，难道黄大人还有别的要求不成？黄大人穿着囚服，双手一背，官威犹在。哼，既然有危险，那陈大人还是别冒险了。若这是太师的意思，还是恳请太师解释一番。难不成为了黄某，还要将陈大人陪进去吗？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大理寺，放了我们，不只是陈大人，还有其他人都讨不了好。若这是陈大人的意思，黄大人捏着胡须，眼神不善，那就得看陈大人安的什么心了。黄夫人站在夫君身边，与丈夫共同面对。虽然穿着素色囚服，没有了金银珠钗，可贵妇仪态犹在。陈大人，你我两家历来不和，虽然我们已经成了阶下囚，可别把我们当傻子，带着朝廷侵犯的名头逃走，拖儿带口的一辈子只能躲躲藏藏的过日子，
不仅要面临悬赏追杀，还永无出头之日。若太师是这意思，那就休怪我们翻脸不认人，临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黄夫人和陈夫人打小就是闺中宿敌，两位的男人同为太师心腹，也多有较劲，两家日常不和谐，到这一刻也不意外。柳云人在行宫，天网鹰眼已经锁定过来，如今在避暑行宫，周围都是自己人，做吃的才能随意很多。于是，一天12个时辰，柳云手边随时都有各种各样的美食补充能量，他终于有空花大量的时间来监控筛选地精信息了。原本在凤翼宫到底还有不少眼睛，干什么都是掣肘。若是他消耗食材过多，旁人看见他吃下去的食物分量过于惊人，不说其他人，就是皇帝也会起疑。这年头，名声再坏也不能成为妖孽，否则身为太后都可能会被烧来祭旗，以平天下。看见黄大人和陈大人的暗斗，他无声的笑了。看来姜太师也是个不希望下属太和谐的领导者。属下有矛盾才有竞争，有竞争才不容易沆瀣一气反抗上位者。陈大人很典型的在落井下石。陈峰被黄夫人噎着，感觉很没面子的甩了甩衣袖。黄家莫非是黄夫人当家了？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黄大人冷笑，我劝陈大人还是办正事要紧，可忘了太后是怎么反驳你们鄙视女人的话。你这么想，陈夫人知道吗？陈峰气的眼睛眯起，提到太后，他心尖都在发颤。那个可怕的女人，怕不是还要教会多少能枪的厉害女人，竟然让她无言反驳。黄大人，太师自然替你们安排好了一切，如今地京衙门和大理寺的捕快还听话，自然抓不住你们。陈峰妥协了，直接说正事儿。你们现在的身份肯定是洗不白了，但是换个身份还是容易的。盘缠、录影、通关文牒等等都准备好了，若是觉得在云昭不安全，完全可以去邻国。至于本官这边，自然也有安排。本官只是少卿，又不是大理寺卿，说不定无过还能有功。黄大人神色放松了不少，这的确是最好的结果了。和夫人交换了眼神，回头看了看一脸凄意望着他们的家人，内心再不甘也只能认了。抿了抿唇，正要答应下来，一个嘲讽的笑声传了过来。深更半夜的，陈大人还来探监，当真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啊！本来已经掏出一叠银票的陈大人，听见这声音又塞回了宽袖里。孙大人不也这种时候来探监？所欲何为啊？孙文端着架子，似笑非笑，当然是来看看犯人还在不在，免得一夜之间人去楼空，让大理寺上上下下都跟着陪葬。哦，对了，我这大理寺卿说不定得担全责。黄陈二位大人心下一沉，知道这事儿恐怕不成了。看见对面被关的萧家，黄大人沉吟片刻，怎么，启王就完全不管姓萧的了？孙文冷冷瞥了一眼萧家家主，自作孽不可活。萧解瑜若是在这里，本官倒是想问问他，启王殿下当初也是给他铺过路的，他不知道感激就算了，人在皇宫又是怎么做出这种不守妇道的事情来的？以前还真没看出来，令爱竟然有这等本事，能在太后和皇上的眼皮子底下跟别的男人怀上孩子。啧，按本官的意思，死有余辜。说吧，萧解瑜的孩子是谁的？这事儿一出，启王也猜到萧解瑜背后可能另有其人，隐藏如此深，所谋甚大。萧中泪流满面，大人，卑职真的不知道啊！若是早知道，又岂会让那孽女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来？也不知道她跟了谁，竟然将萧家置于这般田地。要有机会，卑职肯定将这孽女掐死。孙文轻蔑地勾起嘴角，哪里有丝毫在朝堂上的六神无主和怂包？咦？柳云将视野拉近，不错过孙文一丝一毫的神情。这人，小乔眼巴巴地瞅着主子，主子，我们又看不到，好歹给我们说说啊，不然你让我们过去看现场多好。你这反应，我们心痒难耐。柳云嗤笑，这个孙文平日里隐藏在启王的光芒之下，毫不起眼。我突然发现，他或许并非那么不中用，还隐藏着连启王都未必知道的一面。小乔眼睛一亮，什么？他做了什么？柳云嘴角一勾，他的眼神清明，没有丝毫浑浊，这是一种睿智。他套话的时候条理清楚，还懂得轻重，甚至还会用表情和情绪去刺激对方。第122章，雨夜劫杀之时。柳云手指蹭了蹭下巴，若有所思。如果这是一种本能，那也是一种厉害的本事。我就说，大理寺卿的位置，就算因为启王的关系，若没有半点本事，也不至于做得这么稳。大理寺的捕快显然很听孙文的话，以后对上这人，可别被这人惯会装怂的表象给骗了。大乔琢磨，这么说，启王的城府或许还没有他这位弟弟深。孙文的亲女儿是贵妃，亲哥哥是启王，这牌面其实不小吧？柳云点头，确实，仔细一想，启王是武将，那些年虽然就清剿了一些匪类做功勋，可到底是战场上拼杀出来的。
做辅臣这些年，硬生生把他逼得弯弯肠子。实际上，启王的谋略一直比不上太师和丞相，而孙文一直都是文臣，从科举中正儿八经考出来的，耳濡目染之下，能是个怂包。之所以表现得那么怂，也是为了生存。而启王能够跟太师和丞相抗衡，除了军权为上，怕不是还有孙文这么一个隐藏的军师。小乔跟上思路，那这么说，当初孙贵妃能够进宫，说不定还是这孙文算计来的呢。启王妃就算没有女儿，真要认一个义女也不难吧？义女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可以完全拿捏在手中啊。就算进宫位置低一些，怎么也比隔房好用。柳云轻笑，得看个人怎么想。孙大人能够说服启王用自己的女儿，就是一种本事。总之，此人不可忽视。众女慎重地点了点头。萧大人，女儿是你养出来的，你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清楚？孙文嗤笑，你女儿的本事可不小，硬生生让我们吃了一顿挂辣。孩子的父亲怕不是我们敌人，才会让萧婕妤这么玩吧？按照本官的意思，你们谁都不无辜，教出这样的女儿就得承担这样的责任。孙文顿了顿，在萧中灰败的绝望中，突然又道：可启王殿下心善，给你们一个延续香火的机会，全部就出去是不可能的。本官的乌纱帽不是用来给你们买单的。伸出3个手指，孙文看了看，悠然地说道：三人，殿下只能保你们3条人选，你们看着办吧。孙文扫了一眼牢房中10几号主子，有捕快端来椅子，搬来香炉，燃起一炷粗大的香，这一炷香有2刻钟，你们赶紧商量吧，时间可不等人。萧中眼睛瞬间亮起，转身还没来得及说话，一群女人小孩就扑在他面前，抢着抱大腿。老爷，这次可是大小姐惹的祸，连累了一大家子，你得救救我们女儿啊！老爷，延续香火怎么也得男人啊，2个孩子再有一个大人照顾着长大，将来还能恢复萧家的荣光啊！老爷，嫡子若是还活着，事情就瞒不过了呀。你让妾的孩子离开吧，他平日里存在感弱，没人会发现的。萧中耳朵一嗡，感觉整个人都快炸了。皇家一如既往的安静，陈峰这会儿也没空跟黄大人 battle， 冲他使了个无能为力的眼神。孙文那话也是跟皇家说的，只有3个可以活的名额，剩下的都得为保护他头上的乌纱帽而死。黄大人眼神一沉，看向了夫人。黄夫人皱眉，回头看了看家人，咬了咬牙：老爷，选庶子，小的没怎么在人前出现过的。黄大人老泪横秋，夫人。黄夫人一脸疲惫，转身走到了墙角，不敢面对自己的孩子。若不是当初没好好教女儿，纵得她如此胆大妄为，今日也不会有这等祸事儿。相比萧家的鬼哭狼嚎，各种吵闹，黄家显得有些悲壮。黄家的人虽然有害怕哭泣的，却没有争抢闹腾的。黄大人点着谁救谁，情绪气氛都很低落。选了人，黄大人含着泪交代了一些事情。陈峰借着身体挡着，将银票塞给黄大人。黄大人瞅着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倒是黄夫人红着眼睛走过来，一言不发，将银票分别折叠塞进3个孩子的衣服缝中。夫人，让妾来吧。见黄夫人塞得费劲，一名女子走了过来，不知道从何处掏出一根针线，先挑了线脚，塞好银票后又仔细缝上。2刻钟很快就过去了，盛京低沉的夜色突然下起了暴雨。孙文将人送出了大理寺就不管了，游自坐上马车离开。陈峰走在后面，刚刚走出没多久，就发现马车旁边的雨夹着血水流过，心下一惊，便叫来小厮，发生了什么事？小厮低声：老爷，有人在追杀那几个离开的孩子。陈峰瞳孔睁大，为什么？谁敢？刚想让人去救一救黄家的，猛地又想起什么，泄气的挥了挥手，赶紧回家，这事儿我们就不要再掺和了。敢杀太师要保的人，必然凶残，他的人这点本事未必抗得过。若不是敌人，那就只有太师自己想要斩草除根，他插手不是找死吗？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陈峰刚走没多远，马车又被迫停了下来。瓢泼的大雨中，有人站在路中间，过长的细刀仿佛长剑一样矗立在身前。陈峰惊恐地睁大眼睛：这位大侠，你这是何意？陆冲藏在斗笠下的嘴角微微一勾，绣春刀突然出鞘，和着天上的闪电，一瞬间从陈峰身边掠过，大雨中人已经消失不见。屋檐的雨水滴答得让人心慌。小厮咽了咽口水，碰了碰呆住的陈峰：老爷，过路的，我们回府吧。谁知被他一碰，陈峰的脑袋突然掉了下来，血水喷涌而出，和着雨水流走了。陈峰的头颅已经滚到了街边，双眸瞪圆，身体扑通一声栽下马车，吓得小厮尖叫声卡在喉咙，腿间甚至留下不正常的水滴，已然失禁。柳云，杀就杀了，搞得这么恐怖干嘛？吓得他赶紧将天网鹰眼的视野调开，坚决不能切近景。小乔嘿嘿一笑：主子啊，你要是亲手杀2个人，很快就会习惯了。柳云哆嗦：再说吧。红叶好奇：主子，陆冲为什么杀陈峰？
这不是主子吩咐的，是他临时起意的吧？柳云轻笑，为了挑拨离间啊。当初没选错，陆冲是个思维缜密、会自己动脑子的属下，根据形势判断该做什么，怎样做才有利，不必每次等他吩咐。青叶奇怪，那为什么不连孙文一起杀了？柳云无语，那可是启王亲弟弟，自己还是个老狐狸，身边怎么没有高手？付出代价也能杀，但是就不值得了。陈峰这样的，也就是一刀的事儿。第123章，太疯狂了。可怜的陈大人，刚才还有心思给黄大人落井下石，他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还死在黄大人前面。至于孙文，他赶出来，又岂能没做好万全的准备？这种老狐狸，能不知道没有了启王，他就是一个大靶子。所以要杀孙文可不容易。而且这个时候，孙文要是死了，保不准启王要发疯。夜里的大雨足以掩盖很多东西，今晚上的厮杀才刚刚开始。萧家和黄家加起来6个孩子，离开了大理寺显得极为渺小。不等他们走得太远，有人就迫不及待地出手了。黄家的孩子主意挺大，有目的地奔走。萧家的孩子被最大的带着，本能地跟在黄家孩子后面。当杀手从天而降，率先朝萧家杀去。黄家的孩子本来已经走远，听见声音回头一看，杀手立刻注意到他们，便追了过去。柳云视野紧紧跟着那些杀手，完全不去看孩子，有些激动地搓了搓手。出现了，可终于出现了。意念锁定为首的杀手来了个360度环绕查看，近镜头、慢镜头、放大点，全都一身夜行衣，敢不敢露点不同的？幸好柳云吃多了武力值经验包，虽然实力还没有升档，可眼界足够宽阔。这些黑衣人一出手，实力高低能有个大致判断。只可惜对手太过弱小，并不能让他们施展更多。这些黑衣人是冲着萧家来的啊！柳云盯着黑衣人，觉得这群人是极为专业的，面对孩子手起剑落，不眨眼，还全是杀招。为什么？大乔问道。柳云眯了眯眼，他们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人，萧婕妤背后那个男人，自然是为了杀人灭口。只可惜天网鹰眼只能一个镜头，没法分屏。他现在很想看看萧婕妤那边什么情况，又舍不得放弃这群黑衣人，怕一转眼又找不到认不出了。小乔鄙视萧婕妤的眼神不太好，他只怕还等着男人去救他呢，结果是去灭口的。柳云点头，对了，红叶，那日找萧婕妤的那个宫女没开口吗？红叶，没有，骨头硬着呢，意志力太强了，醉梦对他的影响力都很弱，根本问不出什么来。大乔好奇，这人明显是训练过的，药物大多没用。柳云若有所思，那日去黄国寺带回去的刺客呢？红叶，开口的也不多，能查到的主子都想得到，3大辅臣，还有长公主，另外还有2拨人让奴婢想不通。柳云奇怪，谁？一波来自贤王，一波来自一个江湖组织贪狼。红叶愤然，这些人主要是自杀不了，死志明显，应该也撑不了多久了。柳云点头，无妨，不必过于费神。贤王吗？果然这丫的不会安分的在封地当土皇帝，帝京有他的部署。贤王可是在帝京长大的，还被先皇信任了那么多年，若说在帝京没有布置，他宁愿去相信先皇还活着。只不过这人的手段跟他人一样，藏得好深，已经出手了，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丝毫端倪。小乔眼珠子一转，主子，你说萧婕妤背后的那个男人会不会是贤王？柳云愣了愣，我想过，但是贤王确实人在封地，也确定是本人，没有这个时间。大乔一脸嫌弃，以贤王的年纪都能做萧婕妤的爷爷了吧？若说跟贤王有关的人，我还信，不然萧婕妤的眼睛有多瞎，才会爱上这么个老男人。他们公认萧婕妤对那个男人感情极深。咦？柳云突然抬头看向大乔，小乔则瞪大了眼睛，一脸惊喜地看向姐姐。大乔一脸懵逼，啥？我说啥了吗？小乔拍了拍大乔的肩膀，姐姐，你这思路不错呀，不过主子，贤王留在京城的质子是嫡女，若是有我们不知道的人潜伏在暗处，也不是不可能。柳云点了点头，贤王府一直被很多人盯着，或许人不在王府呢，都一叶障目了。这群黑衣人小心的可怕，在如此大雨中竟然绕地京奔波了好几圈，终于他们闪进了一个毫不起眼的胡同小院。柳云表情一凝，来了，终于来了。这样的小院在普通贫民区，一条胡同住了好多人家，有些院子还有好几家人，平日里人多眼杂，热热闹闹，人员最是混乱。柳云来不及多想，看见几个黑衣人进了其中一间厢房，里面坐着一个风光霁月、穿着普通书生装的男子。卧槽！柳云陡然惊坐而起，吓了4个姑娘一跳。小乔好奇，小脑袋探了过来，主子，你看见什么了？快说快说！柳云完全失去了表情管理，目瞪口呆，一针针的扭动着脖子。如果
如果我说这个嫡女若不是女的呢？四位姑娘睁大眼睛，好半晌接二连三的卧槽出声，被惊得不轻。柳云已经回过神来，毕竟上辈子见过的女装大佬也不少了，只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时代还能存在，果然所有人都想不到啊。我看见一张见过的脸，贤王的质子，陈阳郡主的脸，但是他这会儿是个男的。马德，这贤王是不是太可怕了？他已经毛骨悚然。大乔结巴，不会是郡主的双胞兄弟？柳云啧了一声，不是，陈阳郡主当初不是双胞胎，而且陈阳郡主左眼下的那颗泪泪痣也在。他的声音，小乔搓了搓手臂，那个人真的就是陈阳郡主吗？声音就是陈阳郡主。柳云脸色严肃，眼神和小习惯都跟陈阳郡主一模一样，8、9不离10啊。青叶忍不住靠近红叶，想吸取一点温暖。红叶，我鸡皮疙瘩起了一身，陈阳郡主竟然是贤王的嫡子吗？不得不说，这个世界没人这么玩过，旁人根本没有这种认知。仔细想想，那得从儿子出生开始，贤王就得完全将他当女孩子养，才能瞒过先皇，瞒过所有人。贤王本身就那么能装，谁能想到他养出来一个儿子，还能做了20的嫡女，太疯狂了。红叶咽了咽口水，主子，难道不是陈阳郡主女扮男装吗？易容术，他迫切的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来掩盖这种可怕的想法。第124章，伪装到了骨子里。柳云沉默了片刻，面色古怪，他自己都承认了，萧婕妤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4个姑娘，贤王父子俩这操作简直骚断腿，他们差点闪着腰。小院内，陈阳郡主云向西面色严肃，端起茶杯，微微翘起为止，动作自然不违和，还以为是个聪明人，没想到那么蠢，运气还不好，安排成这样都能暴露，真是浪费了本少一番苦心。可惜了，宫里的安排都白费了。不过今晚上处理干净了，也免得留下祸端。黑衣人报告了行动结果，还把萧中给孩子取银子的信物递了上去。柳云羡慕地看着，原来萧家还留了一手，怪不得萧家的银子那么少。修长的手指拿了那块半月形玉佩，云向西对着灯光看了看，冷笑一声，这笔银子是给启王存的吧？半年一次，这才5月呢，怪不得启王被萧婕妤坑了，还愿意给萧家3个活命的名额，就是为了这信物吧？亏得萧中还以为是他的忠心，让启王心生善意。云向西看着自己人，赞赏地说道，还好你们动作够快，截胡了，正好本少也缺银子缺得慌，这应该是一笔让本少满意的数字。柳云眼红，马德，果然是消息不对等带来的参差。刚才他还在奇怪，太师之所以要救皇家，那是太师之前有承诺，皇家也有依仗，最坏的结果会拼个鱼死网破。可萧家对启王可没什么威胁，还因为萧婕妤暗中投靠他人，简直就是一种背叛。启王为何发善心救萧家？原来是因为银子。不行，这么大一笔钱绝对不能落入旁人手中。红叶，给陆冲传信，让他盯着贤王府，若是这位郡主取银子，就漏点消息给启王，免得这人还不知道他的银子到哪儿去了。嫡女是嫡子的事情就暂时不戳破了，说不定将来还有大用，他得好好琢磨琢磨。云向西起身，见外面的暴雨稍微小了一点，居然一言不合结起衣衫来。柳云惊吓，连忙捂住眼睛，才发现他的天网鹰眼是意识流，捂眼睛的操作不顶用。慌神的功夫，云向西已经支着亵衣，胸前一马平川，骨骼明显比旁边捧着宫装的婢女粗壮不少，这性别果然没认错。只见云向西闭上眼睛，全身运起功，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过，柳云眼睁睁看着一位7尺男儿竟然缩成了娇小玲珑女孩子。柳云失声了，难道这是传说中的缩骨功？居然是这么用的！破案了，终于不用怀疑这丫的是陈阳郡主双生，或者女扮男装都能神奇让人怀孕的主了。特么的，就是陈阳郡主本尊。旁边的婢女级唯有眼色，淡定的将准备好的胸给主子套上，然后伺候着穿好宫装，再柔和了面部妆容，梳上金贵的飞天髻，插上7尾凤钗，一位身娇体弱、倾城绝色的美人儿就出现了。云向西看着铜镜里的美女，眼神越发阴沉。这样的束缚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解开，不过确实是最好的伪装。这一幕实在过于震撼，柳云随手抄起冰果汁灌了一口压压惊。云昭女装大佬的变装全过程简直堪称世界奇迹，除了彪悍的化妆术、超神模仿的神态气质和肢体语言，这人连骨骼都能变化，现代的大佬们看了肯定能羡慕的眼泪从嘴角流下来。莫非这就是伪装到骨子里的现实版？这美女除了2团肉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还能多出一坨肉来。等等，缩骨功能不能将她毛毛虫缩没了？柳云干咳一声，赶紧将飘远的思绪拉回来，
打住，这种生理奇迹用不着研究，怪不得20年来从没人发现端倪，实在是陈阳郡主的手段过高。这样的真相，他就算说出去，旁人看他更像个傻子。CPU 烧了都未必能计算出这种脑洞。红叶震惊过后，眼睛放光，缩骨功，奴婢都不会呢，那可是易容术的最高境界，陈阳郡主竟然会这个。小乔对陈阳郡主莫名好奇，总觉得要亲眼瞻仰一番才圆满。陈阳郡主住在贤王府内，一直很低调，很没存在感的呀，主子为何连他的小习惯都知道？柳云茫然了一瞬，神色逐渐清明。这么说确实奇怪，我只是下意识地寻找到了记忆。现在想来，恐怕不只是我，很多人见过他之后，对他的一些小神态习惯都应该记忆犹新。这分明是云向西故意给人造成这样的概念，他每次出现在人前，都会加深这种小动作在别人眼中的印象，潜意识中让人明白，没有这种小习惯的就不是云向西，第一时间不会联想到他。刚才没有外人，他应该刚办完事回来，特意进入了云向西的角色，这才又带起了小习惯，让我一眼认出来。身为男人行动的云向西，必然不会有这样的习惯。能够自我催眠、克制本能的人有多可怕？柳云真不想跟这样的人为敌，但是注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硬着头皮也得上。不过目前他有个优势，明暗地位反转了，云向西也想不到他的秘密竟然被太后发现了。大乔呆了呆，抱紧了自己的琵琶。办完事，他恢复男人的身份去办什么事了？哦，是去找萧婕妤了吗？柳云稳住心神，将鹰眼视也拉向皇宫，恐怕是这样。怪不得潜伏在御花园的宫女竟然是个一流高手，若是贤王的棋子，时间真的好长了。果然，被打入冷宫看管起来的萧婕妤掉在了屋子中间，死状可怖。皇帝收到消息后气得跳脚，他本打算用萧婕妤来掉幕后黑手，结果人手不够，御林军更是不济，让人潜进来把人杀了，连影子都没发现。皇帝第一次深刻体会到皇宫有多不安全，母后鄙视的御林军有多久囊饭袋。柳云默默将技能收回，不疾不徐地吃起东西来。皇帝已经意识到重建御林军的重要性，周晨那边就能顺理成章地入职了，就看周晨会用什么办法让皇帝发现他这方面的能力。等周晨入职之后，记得告诉他，当初敢闯入我寝宫的那对侍卫，尤其是那队长，该让他们主子好好自食恶果了。柳云翻开小本本，是时候将这些一一还回去了。当初欺他弱小，什么牛鬼蛇神都敢来踩一脚，真以为他没脾气吗？第125章复杂的雨夜。光是报复那些侍卫没有太大的意义，一定得烧上这些人背后的主子才叫好看呢。正是这些人一次次的旁若无人，才让他深刻认识到形势有多恶劣。想咸鱼，不努力，能好好活着都困难。还有那劳什子秦羽，让他深刻体会到朝堂江湖的参差，也了解到自己当时有多弱，整个世界满满都是恶意。现在看看3大辅臣、长公主以及贤王，再回头想想当初可怜弱小的太后，呵呵，反杀算计，得了吧，能活着都是这几方人马的施舍。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小蚂蚁的绕路计划只会让自己脱颖而出，死得更快。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他有时间积蓄实力，敌明我暗，总有机会咬下一块肉来。这天晚上雨未停，到了凌晨反而越下越大，厮杀也不断。好在大雨将红色的血都洗干净了。离开城门之前，京城府衙将不多的没有带走的尸体清理干净。在地京，杀手杀人都会自己清理现场的，实在不用官府操太多的心。唯独同归于尽的或者来不及带走的，才需要人手处理，免得天亮后造成民众恐慌。启王府？什么？被人截胡了？启王气急攻心，在屋里焦躁地走来走去。那银子呢？信物呢？全身湿透的黑衣人跪地请罪，都不见了。属下们只看见萧家人的尸体。启王气得眼睛都红了，一想到私下里还需要大笔银子，心肝肺都跟着疼。最近真是诸事不顺，黑火药没得到，好不容易养起来的钱袋子还被一个女人毁了，甚至不知道银子被谁拿了去。此消彼长，他太不容易了。启王只希望这银子不要落入太师和丞相的手中，否则他们3人之间的平衡有可能会被打破，对他太不利了。养龙殿，皇帝穿着常服，同样焦躁地走来走去。小月子，这些人竟然敢潜入皇宫杀人，那大理寺的人呢？是不是也会被灭口？魏月点头，极有可能。马德，主子都被刺杀了好几回，小皇帝无知，这才体会到不安全啊。皇帝立刻愤怒，小月子，你也去大理寺，争取救个活口回来。对了，悄悄的去，别让人知道你是朕派去的。魏月脑子突然灵活了，还知道去捞个活口。可他一东厂太监，
居然要做暗卫的事情了。恭敬的应下，魏月离开之际，听见小皇帝的碎碎念。母后说的对，御林军完全没用，必须得重整。可是谁有这样的能力呢？魏月顶着暴雨去了大理寺，刚好遇见两拨人在牢里打了起来。反倒是大理寺的捕快插不上手，硬要上去，不是受伤就是被打晕，几乎是送菜。好家伙，这样的场面真是多年难得一见。但是要他在这么多人眼皮子底下救人还是有些难。正斟酌之际，旁边的雨水划过不正常的轨迹，吓得魏月扭头拍了拍小胸脯：“陆大人，自己人，不兴这么吓的，魂儿都还没回来。”陆冲面无表情，头上戴着斗笠，英俊的脸上干干净净：“你在这里？可是主子有什么吩咐？”这么大的雷雨，消息传递延迟或者不精准，很正常。魏月叼了一根湿哒哒的狗尾巴草，皮皮地说道：“不是主子，是小皇帝。萧婕妤被人吊死在冷宫，小皇帝吓着了，突然脑子通透，让我来暗中救个活口。可来之前也没想到是这样的啊，这任务也太难了吧。”陆冲冷哼一声，没有说话。魏月一脸狐疑，这两拨人不都是来杀人的，怎么自己先打起来了？陆冲邀功。魏月为了抢功，在大理寺大牢里直接干架，不能先解决了目标再说吗？这么说，这两拨人肯定不是启王和太师的人吧？太师答应了要保皇家的，启王虽然不在乎萧家，可他不能让亲弟弟背锅啊。陆冲不以为然，也不是丞相，他不会希望启王和太师闹起来。帝京可不止他们三家的势力。魏月笑眯眯的：“陆大人，你知道他们是哪家的吗？这么无视启王的死活，抢功这么急切，感觉平日里都没多少功勋可挣啊。”陆冲眼神微眯：“长公主府和皇家。”魏月一愣：“啥？什么皇家？”陆冲：“八大姓的皇家。”魏月错愕：“不是，八大姓的皇家和这个皇家有什么关系？不然他用得着做姜太师的狗吗？不对，如果双方有关系，八大姓的皇家为什么要来灭口？主子知道吗？”陆冲看了看天色，暴雨天气，消息还没有送过去，明天主子会知道的。你不是要救活口，想留下谁？魏月条件反射地说道：“皇夫人。”陆冲也没继续问。牢里的人已经冲进牢房里砍杀，皇夫人逃跑不及，被上中了一刀，扑倒在地。就在他想爬起来继续逃命时，夜色中飞来一颗小石子，突然间泄力，整个人趴在地上晕死了过去。两拨杀手争得厉害，场面异常混乱。那杀手心急如焚，倒是没有仔细检查皇夫人的情况，匆匆看了看就换目标了。见状，魏月松了口气，随后又提心吊胆的等着杀手灭口离开，这才跑过去拎起皇夫人，给陆冲打了个招呼，就消失在暴雨中。第二日，柳云收到消息后，欣慰的点了点头。没有人随时随地依靠了，皇帝终于会自己动脑筋了，这个时机选得不错。皇家和萧家被人灭口，皇夫人若是还活着，必然会以为将太师卸磨杀驴，或许就能吐出更多的东西。就算知道不能活了，可被人灭口，心态肯定不一样。虽然不是姜太师的锅，可以制造假象吗？只不过手段嫩了点，只知道救人，竟然不知道扫尾巴。柳云叹气：“陆冲可有将早已融好的尸体放过去？”红叶点头：“放了。原本我们就打算救皇夫人的，只不过皇上想要就让给他了，并不影响早做的准备。”柳云点头：“这个皇家和八大姓的皇家有什么关系？”红叶摇头：“暂时还不清楚，只知道昨晚上灭口的有八大姓皇室的人。”柳云揉了揉眉心，没想到区区一个黄大人还能牵扯出这么多事儿。萧家的孩子被截胡灭口了，那黄家的3个孩子呢？红叶正色：“死了1个，救了2个，主子猜的没错，是皇妃的那个青梅竹马姜子显。黄家的孩子惊动了陈阳郡主派去劫杀的杀手，被杀手追杀，是姜子显出手救了人，不过他晚了一步，有个孩子受伤过重没救回来。”第126章，就不能简单点吗？柳云狐疑，这个姜子显到底是个什么来头？竟然能从陈阳郡主的属下手里救到人，武功该是不弱的呀。红叶摇头，陆冲看不出他的武功路数，便没有打草惊蛇，倒是他已经出手了，便让人盯死了他，不会让他再隐匿下去。青叶补充了一句，不过陆冲说至少也是一个一流高手，倒是那些陈阳郡主的属下，武功路数有暗龙卫的痕迹，但应该不是先皇的那一批暗龙卫。柳云感慨万千，现在的锦衣卫消息底蕴终究还是不够啊，建立的时间太短，又不能光明正大的在外活动，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终究不足。何况锦衣卫主要活动地点在帝京，重点照顾官场，对于江湖和外面更宽大的世界一无所知，看不出姜子显的武功路数很正常。之所以能看出暗龙卫的痕迹，
那是小皇帝手里有培养暗龙卫的法子，以及暗龙卫使用的武功，但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庞大的金钱，目前只能束之高阁，能看不能用。这一个个的就不能简单点吗？柳云无语望天，区区一个皇妃的青梅竹马，怎么还有这么高的武功？怪不得能在漏勺一样的皇宫内畅通无阻。若非皇帝自己身体出问题，这事儿还发现不了了。千万不要又是个身份不普通的。所幸这次借着皇家和萧家，也算基本达成目的。布局了这么久，该找的人找到了，一些疑惑也解开了，还让启王和太师吃了暗亏，收益相当的可观。唯独让人不爽的是，找到的人过于震撼，解开的疑惑也比想象中惊人。你们说，这些人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有什么意思？不缺银子，不缺权势，好好的咸鱼过日子不香吗？柳云无限吐槽，拿了新鲜的肉喂养着旁边2只乖巧的杏鹰。小乔哭笑不得，主子，你花了那么多银子让我们出来，就是为了陪你咸鱼吗？不觉得暴殄天物吗？柳云轻笑，不觉得啊，只是觉得系统可能不会让我那么安逸。瞧这云招复杂的哟，初窥端倪就让人头疼，谁知道水下面是什么样的？如今连长距离通讯的信鹰都出现了，只怕已经不局限于地京了。挥手，2只黑色的鹰兄叫一声，展翅飞向天空，眨眼就不见。这速度，杠杠的。主子，长公主来了。青叶面色古怪，他们才来行宫没几天，根本没想到还会有访客。柳云眼神一沉，看了看大小乔，你们去地京玩吧，地京这会儿应该很热闹，不过你们尽量别露脸，得先藏着。大乔、小乔高兴地点了点头，拉着红叶易容去。青叶将长公主领了进来，看见柳云坐在贵妃椅上悠闲自在的吃瓜，长公主内心相当的不平衡。她身边一团乱，太后倒是悠闲，知道自己讨不了好，还是忍不住呛2句。皇嫂还真是悠闲自在，居然一个人跑到行宫来了。柳云瞥了她一眼，猜测着长公主突然到来的用意。长公主倒是挺忙的，怎么西洋的头七过了，法事也做好了？西洋的葬礼办得其实很简陋，甚至都不符合一个郡主的例。毕竟西洋死得不光彩，肚子里还有个腹不详，就算看在徐家和长公主的面子去吊唁，也是来去匆匆，放下礼就赶紧走，生怕沾染上什么。当然也就是规模，陪葬的东西该有的长公主可一点没少，有些东西甚至还僭越了郡主的身份，倒是没有人会去计较。但是下葬的事情还闹了一出，西洋毕竟出嫁给了严温茂，要葬也该入严家。然而西洋郡主因为严家而死，长公主恨得不行，自然不乐意。何况严家的祖坟不仅遥远，而且委实不太像样。可徐家的清誉不允许出嫁的西洋郡主进祖祠，皇家就更不可能了，以至于最后还是长公主特意去给西洋郡主立了女户，单独立了家族，然后选了个风水宝地下葬。柳云对此目瞪口呆，这样子长公主还敢给西洋陪葬那么丰厚，是真不怕盗墓贼吗？皇陵和一般大家族的祖坟宗祠都有人看守，而且还有许多讲究，甚至还可能有机关。咦，机关？柳云眼神一凝，长公主手里有墨家嫡系啊，那西洋郡主的墓应该就没那么简单了吧？长公主被太后一句话秒杀，整个人萎靡了许多。本宫就这么2个女儿，贴心了，只是可恨所嫁非人，若不是那个严温茂，西洋何至于此？皇嫂，你也是有女儿的人，将来也是要找驸马的，可要擦亮了眼睛。这女人啊，若是嫁得不好，一辈子毁了。见长公主说起严温茂，咬牙切齿的，还偷偷瞄她神情，柳云顿时明白，这丫的是试探她来的。长公主想知道是不是她救了严温猫？哦，没办法，对有些人来说，儿女都是债啊。壁虎还小，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柳云暗乐，她总觉得长公主这话有些内涵先皇。马德，原主不就是所嫁非人，一辈子就折在这金笼子里了，偏偏还要搭上她半生。这样的话，真想让先皇好好听听。太后没接茬，长公主着重提醒：皇嫂，严温茂被人救走了。柳云一愣，气愤地拍了拍桌子：什么？那个凶手被救走了？被谁救走的？这事儿没经过大理寺，直接将凶手交给你们，怎么没看好？不是，你到这里来找哀家什么意思啊？这样穷凶极恶的人，你还将他放在外面，万一他再杀人怎么办？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让他给郡主陪葬？长公主语塞，见到太后的反应，似乎并不知情，精神越发不好。到底是谁救走了严温茂？势不两立。见长公主越说越心塞，最后直接走人，柳云不由得乐了，这丫的纯粹自找的。青叶，长公主这几日可是拜访了很多人。青叶点头，确实如此。之前奴婢还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忙呢，感情在试探谁救了严温茂。柳云看了看阴沉沉的天，晌午才停的雨，好像又要来了。
看来在他心里，我应该是最不可能的那个，试探起来都没有很认真。他知道我手里没有能闯过他暗示机关的高手啊，这样的信息最好不过了。对了，严温茂的伤怎样了？青叶，差不多好了。陆冲想要安排人送他离开地京，不过他倒是不急，还想帮忙找一找长公主那支部队。第127章，小皇帝真相了。柳云失笑，这人他就不怕被长公主发现了？他在公主府这么多年，确实能知道点蛛丝马迹，可长公主也有本事，藏得这么好，还有机关术帮忙，这事儿不安全，让他有什么发现，不要莽撞。不过今日见到长公主，突然灵光一闪，或许可以仔细查探一下西阳郡主的墓所在位置。青叶一愣，有什么联系吗？柳云摇了摇头，不知道，得查过之后才清楚。以长公主对西阳郡主的感情，你觉得长公主给那么多陪葬品，会让盗墓贼光顾吗？厉女户、另厉家族这样的事都做了，岂会将西阳郡主葬在荒郊野外的风水宝地？他能放心？青叶眼睛一亮，这么说十有八九，西阳郡主的墓跟那支隐藏起来的部队有一定联系。柳云叹息，原本长公主不来试探我还没这想法，突然看见她还提到了西阳，我也是才想到的。何况严温茂被长公主行虐的时候，也说了一些刺激人的事实，表明西阳郡主的死跟亲妹妹脱不了干系。长公主对西阳这个女儿，只怕还有愧疚，自然更不会将她葬在不放心的地方。而地京附近能够让她放心的地方，一只手都数得过来。青叶恍然笑了笑，奴婢还以为主子会劝严温茂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呢。长公主已经不顾名声了，疯狂的到处找他，没想到主子还给严温茂提供线索。柳云喝了一口茶，看着阴沉沉的天色，心情不算特别好。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虽然不知道当初严温茂被西阳郡主看上并且强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理和剧情，可他能在眼睁睁看着妻儿死在面前后，还潜伏这么些年，用心收集长公主不少秘密，心里必然被恨意填满。被西阳戴绿帽子根本不是他在意的事情，只不过发现西阳琵琶别抱，自觉可能潜伏不了多久了。听说严温茂可是家里的独子，杀妻灭族之恨，肯定还是希望能亲手做些什么的。算了，有些事情不能细想，不然太虐了。活着的人终究要往前看的。柳云转移着话题，对了，石原生那边的矿场、炼铁厂怎么样了？青叶跟上，速度不错，已经完成了大半。柳云点头，让他快些，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用最快的速度建好。这天气，我担心今年会有涝灾水患。基建狂魔组织这种东西突然出现，必然不是养着吃灰的。青叶一下，涝灾？去年夏天旱灾，冬天雪灾，若是再来涝灾，老百姓越发难了。柳云，是啊，不过开春之后天气看似不错，但一直有些诡异，而且旱久必涝，不是铁律，可几率太大了。建完炼铁厂等等，让石原生带着工程师立刻去南方易水患的地方查看，时间已经不多了。提醒诸葛庆那边也让皇帝重视起来，尽快筹集银钱，开始皇命修建堤坝，治理水患。只有皇帝下了这样的命令，石原生接手才顺理成章，否则他私自修建堤坝，要面临的麻烦就太多了，连最基本的雇佣民工都难。下雨对山腹内的建造没什么影响。石原生接到柳云的消息，便加快了进度，3日之后就将矿场和炼铁厂交给了专业人士，直接出发去云沼以南。他只是搞基建的，对于管理炼铁厂还要运营这方面就完全不懂了。柳云早已经准备好人选，几乎无缝接手。白马山脉到手，超越时代的冶炼之法就到账了。山脉表面看起来一如既往的平静，可山腹之中已经忙活开了，挖矿、提炼、冶炼、打造兵器，一条龙筹备齐全。看似完成了一件大事儿，这雨却越下越可怕，简直没有停的意思。诸葛庆趁机担忧，刚好让皇帝听见，小皇帝禁不住上心，也愁银子。他刚收服了镇南侯世子周晨，提到重建御林军，那也要银子。万万没想到，黄白之物也能难倒一国之君。怎样才能凑到银子？母后上次用过的法子可还行？皇帝觉得头都大了。诸葛庆摇了摇头，很难，对皇上的名声影响很大，除非皇上皇权在握，能够掌控舆论，那自然是想怎么做，文武百官都不敢有异议。可现在他们有了准备，就算皇上筹到了银子，也能借此倒打一耙，让皇上越发失去民心，皇权就更摇摇欲坠了。皇帝磨牙，说到底还是他无权啊。现在这能怎么办？诸葛庆捏了捏小胡子，提醒的说道：皇上，这天底下的有钱人很多，就看皇上能够许出什么条件了。当然这一招也很险，若是遇上不良之人，发现皇上缺银子，只怕也有大坑等着你。皇帝皱眉，
总觉得这说了等于没说。接触的多了，皇帝就觉得这诸葛庆坏得很，出个主意总是跟挤牙膏似的，让他急得不行。然而他也不能拿这人怎么样。诸葛庆若是知道皇帝的腹诽，一定觉得好冤。主子要求重在引导，自然不能什么事都替小皇帝办妥了。自己动脑子啊，少年，别总想着捡现成的，行不？不过身边多了一个周臣，皇帝越发体会到手里有人的好处，也越发求财若渴。而且小皇帝对如今只是恭请圣安的折子没了兴趣，空闲下来开始暗中清理内务府的账，才惊愕地发现原来那么多皇产都是赤字状态，不仅不赚银子，还得倒贴。小皇帝终于发现银子真的能不翼而飞，内务府都这样，户部乃至下面的账只怕更难看。细细的捋，小皇帝总算真相了，云昭不是穷，而是银子都神奇地进入了别人口袋。柳云特别好奇小皇帝会怎么做，不等小皇帝想出办法来，黄国寺的住持竟然难得一见的面圣，为此还不顾大雨，将3大辅臣、6部、御史等等重要官员宣召进宫。柳云收到消息，立刻将天网鹰眼的技能放出，锁定皇宫御书房。第128章老和尚的说辞。皇帝稚嫩的脸严肃无比，一边看着那一片熟悉的大箱子，一边眼睛放光地打量着无极住持用来护送箱子的武僧。一个个穿着僧衣，进宫未持武器，却龙精虎猛，身强体壮，一看武力值就不弱。皇帝羡慕的眼泪差点从嘴角流下来。若他有这么一批御林军，就算威慑不了朝堂，处理一个内务府还不行吗？可他没有，谁都动不了。这些日子他都调查清楚了，内务府身处要职的人背景都不弱，人脉关系更是复杂，牵一发动全身，真不是随便能动的。等诸位大臣陆陆续续的到来，看见这庞大的场面，都是一惊。沈丞相奇怪，无极大师，黄国寺向来不掺和俗事儿，怎么突然这么大阵仗来面圣？无极行了个佛礼，阿弥陀佛，沈大人，实乃关系重大，不可忽视。而且这么多箱子也需要人力。沈丞相看着大雨中眼熟的箱子，禁不住一愣。后脚进来的启王突然惨叫一声，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小皇帝被惊得手一抖，差点连茶盏一起扔出去。启王为何喧哗？小皇帝不高兴地问道，又一次体会到皇权不在手的憋屈，否则这些人敢在殿前失仪，再惊恐也能自己吞回去了。看看如今3大辅臣的丑恶嘴脸，哪有之前教唆他去抢母后玉玺的慈祥？想当初还以为这些都是肱骨之臣，皇帝很想扇自己2耳光。启王根本顾不上小皇帝的话，震惊地站在屋檐下。无极大师，那可是黑火药，你居然放在这里淋雨？无极大师德高望重，博览群书，难道不知道火药不能遇水吗？说着，启王痛心疾首，失传的东西啊，好不容易挖出来，就这么毁了。无极叹了一声，带着僧人给皇帝行大礼，老衲恳请皇上恕罪。皇上将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黄国寺，是对黄国寺的信任。然而黄国寺有负皇上重托，这批重宝本来是放在库房中，日夜有人看守，谁曾想库房年久失修，连绵的雷雨不断冲击，竟然在昨夜坍塌了一半，连带库房里所有东西都遭了殃。全寺上下全力抢救，终究还是所有人都惊呆了。将黑火药送过去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柳云也震惊了，为了名正言顺的毁了这批黑火药，无极大师居然还赔着损失了一笔吗？这真是太让人心疼了，不至于啊。严格说起来，黄国寺的历史比云昭还悠久，只不过是资助云昭先祖之后才彻底发迹起来。可以前也是在地京，再差也没差到哪里去。那库房该有多少好东西啊？老和尚真的不心疼吗？年久失修？启王气的声音尖锐起来。黄国寺香火鼎盛，每日的香油钱不知道有多少，甚至还有云昭所有寺庙的孝敬。库房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休憩的银子都没有吗？闻言，柳云眼睛晶亮，这么说黄国寺是大户啊？无极悲天悯人，启王殿下此言差异，香油钱都是施主们添给菩萨塑造金身的，这些都是信仰，是诚意，岂能挪作他用？何况这几年云昭连连受灾，各地寺庙不仅要自保，还要救护灾民，哪里有什么孝敬？不仅如此，每年相国寺还要分发一些银钱下去，才能维持日常运作。库房这种重要之地，原本没有问题，也没打算休憩啊。谁能想到老天爷最近脾气不太好，就这么遭殃了。柳云睁大了眼睛，赶紧给无极鼓掌。这话说的居然合情合理，老和尚为了毁这批火药，真是拼了啊！当然，柳云也不会认为老和尚是因为他的吩咐才这么尽心尽力，而是黑火药出事意义重大，威胁天下苍生，这老和尚才宁愿自损也要毁了去。如果老和尚知道柳云会造火药，
脸色恐怕要呈掉色盘了。启王胸口起伏不定，气得不轻。神特么的老天爷脾气不好，这些日子他的脾气更加暴躁。姜太师悠悠地说道：“除了最开始几箱，其他的箱子不是应该封蜡了吗？池塘底部都能存放许多年，岂会怕淋雨？”启王仿佛抓住什么，抬头一看，傻眼了。对，封蜡，箱子的封蜡呢？为什么都没有了？无极叹息：“姜大人，启王殿下，我们虽然代为保管东西，可这些都是宝贝，不确认一番，谁敢收？万一将来需要了，打开一看，却不是大家以为的黑火药，黄国寺如何解释得清楚？不仅如此，送东西来的御林军交接也一样要确认啊，岂能随随便便就把事情办了？”大臣们说的好有道理，他们竟然无言以对。理是这么个理，可为什么觉得这么怪异呢？好好的一批火药被一场雨给毁了，特么的好不甘心啊！沈丞相看向小皇帝，疑惑地说道：“皇上如何打算？”微臣见皇上怎么一点不意外呢？为何他总有种这里面有阴谋的直觉？可黑火药这么毁了，皇上也得不到啊，至于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法子吗？皇帝脸色一沉，不太高兴。沈大人什么意思？莫非丞相认为这是朕吩咐的？黄国寺不参与朝政，什么时候听过朕的话？如果可以，那黄国寺不如将3500僧借给朕使吧。三大辅臣一惊，那怎么使得？皇帝手上有这么多高手，就有能力撕开他们编织的牢笼，一旦撕开了口子，再想维持现在的局面可就难了。姜太师连忙秒补：“沈大人心直口快，糊涂了，还请皇上见谅。定然是在我们来之前，无极大师已经汇报过了，皇上已经提前知晓。”说着，姜太师给沈丞相使了个眼色。如今黄国寺有错在先，若是皇帝真的提出使用3500僧，无极大师怕也不好拒绝，遭殃的可是他们。沈丞相脸色僵硬，原来如此，是微臣失言。事已至此，难道黄国寺就不用承担一丁点责任吗？姜太师眼珠子一转，立刻明白沈丞相的意思，想逼着皇帝降罪于黄国寺，让皇帝和黄国寺之间彻底决裂。小皇帝忍了又忍，很想用母后的话给对回去，遇见不对劲就是失言，难道失言不用负责吗？堂堂超一品辅臣的脸还要不要了？然而他自觉没有母后的本事，怕兜不住对方的反击，只能硬生生忍了下去。朕什么时候说过不追究了？不是你们一来就急着质问无极大师，何曾给朕说话的机会？第129章，可终于逮着了。众官员哑然，三大辅臣也是一噎，不太痛快了。是他们的错觉吗？太后好不容易离开了帝京，为啥小皇帝说话越来越像太后了？虽然人小稚嫩，没有太后那样神一般的逻辑，可偶尔也能让他们心梗塞。这成长速度惊人啊！小皇帝不知道三大辅臣的判断，嘴角勾着笑，拍了拍手边的锦盒。无极大师自知黄国寺犯了错，可这本身是天灾，人力不可及。敢问沈大人，有哪条法规规定这样的错该如何判啊？沈丞相哑然，都定为天灾了，还能如何判？不过被小皇帝这么对脸，他觉得很没面子。既然是天意，自然无从判罪。然而灾难人力不可为，灾后可为啊！这些年天灾不断，各地受难百姓还不是靠朝廷支柱，靠皇上赈灾。黑火药事关重大，那可是失传的宝贝，黄国寺怎么也有个看护不力的罪名吧？皇帝轻笑，所以无极大师代表黄国寺捐赠了100万两白银，填充国库，用于云昭发展。正愁的不行，突然天降银子，龙颜大悦。三大辅臣愣了愣，顿时无语。这孩子怕不是穷怕了，100万两银子就能将这事儿接过了。不过有银子谁不喜欢？姜太师眼睛一亮，多谢黄国寺的慷慨，无极大师有心了。国库多这么一笔银子，各部又能做很多事了。皇上可喜可贺呀！经过这几日诸葛庆的教导，小皇帝进步很大，这会儿一眼看出姜太师打的什么主意，拐着弯让他赶紧将银子入国库，交给户部分配呢。这种通透感让皇帝感受到了一种掌控的优越感，瞬间对母后说起他需要多读书多学习的事情更加上心了几分。原来学习真的能使他快乐，使他面对这些文武百官不再无力抵抗。要想反抗，他首先得知道对方有什么打算，才能有针对性的反击。皇帝默默点了点头，觉得诸葛老师说的对极了。皇帝稳着心神，不用了，朕已经打算好了，目前有个迫在眉睫的事情需要解决。姜太师笑容僵在脸上，小皇帝居然已经想好银子怎么用了，那他们还怎么捞油水？沈丞相皱眉，皇上如何打算？皇帝沉沉地说道：无极大师的周易之术造诣颇高，刚才替云昭算了一卦，今年这场雨来得又凶又猛，短时间内怕是不会停了。这样一来，南方之地可能会有涝灾。
迫在眉睫之事，就得维修堤坝，清理河道。这笔银子还不见得够，但可解燃眉之急。姜太师眼神闪烁，默默想着这件事的可行性。沈丞相和姜太师交换了一个眼神，暗中达成了默契。皇上英明，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明日上朝就赶紧选出一名负责的大臣，委以重任，负责此事。有灾情，刻不容缓，耽搁1日，百姓就危险1日。只要钦差大臣是他们的人，最后能有多少银子真正用于办事儿，他们可管不着。反正事情肯定会办，至于结果如何，那不是天灾吗？又不是他们这些凡人能预料的。出乎意料，皇帝高兴之余，居然没有满口答应下来，反而沉吟了片刻，在百官震惊的目光中摇了摇头。朕觉得平远侯的救灾工作就做得不错，这事儿交给平远侯，朕放心，至少他有了丰富的经验。什么？那硬骨头？姜太师差点被自己口水呛到。皇上，平远侯还没有回京，这事儿等不起啊。沈丞相盯着皇帝看了好一会儿，觉得这事儿越发古怪。皇帝什么时候这么有主见了？皇上，太师说的对，早1日处理隐患，百姓也能早1日心安啊。皇帝冷笑，平远侯已经给朕800里捷报，明日就将入京，这不是刚好赶上吗？什么？3大辅臣面面相觑，什么时候有捷报能避开他们的耳目直达天听了？随即想到是平远侯，跟他们仨都不是一路的，也确实有这可能。3大辅臣眼神一沉，隐含不善。平远侯这个老不休，之前那么低调，还以为不会翻身了，万万没想到一出手就得了皇帝的信任。沈丞相黑脸属性发作，哼，区100万两，皇上竟然还不放心交给别人？难道这100万两能买到失传的黑火药吗？居然就能让黄国寺没事儿了？皇帝愣了愣，嗤笑一声，区100万两，丞相也不放在眼里。如果朕没记错，去年的税收除去各部门开支，各种补贴支出，入库也就50万两。莫非是朕太大惊小怪了？此话一出，沈丞相的脸是真黑了。除了站在龙案旁的魏远，无人发现皇帝手心已经捏满了细汗。诸葛庆的预测太准了，若非现在还对峙这些官员，皇帝都想跪下来叫师傅。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应该学习的正确的路。他羡慕膜拜母后的本事，但是他没那样的能力。可诸葛庆将这一幕的情况预测的七七八八，虽然没有教他怎么说，可他按照设定的情况，可以有时间推测自己能说的话。精心预测后，便有了这样的结果，感觉好爽啊！虽然有一定的前提，但是他也有能对到3大辅臣无话可说的一天。因为平远侯的异军突起，加上黄国寺的人在，3大辅臣还真不能强迫皇帝改变这项决定，硬生生将这次的憋屈咽了下去。大雨让天色越来越暗，3大辅臣带着一肚子气离开皇宫，却默契的没有回府，而是一前一后的来到3人常聚会的青楼雅间。没错，是青楼。柳云是也一路跟随，还特意退回去看了一眼。双月楼，地经有名的青楼，花魁正好是一对双生姐妹花。万万没想到他会以这样的形态来青楼这样的地方，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收拢视野，免得一不小心看到什么辣眼睛的东西。倒不是他矫情，古代的现场版还有身临其境这种体验，他真不敢想。3大辅臣来的时间不同，进的门也不同，而且身边都有高手清扫痕迹，使用反追踪的方法防止主子的行踪泄露。这么多年，还真没有人知道3人在这样的地方见面，而且3人还从不同房间的暗门进入同一间屋，可谓小心到了极致。可惜他们不知道，今天有个开挂的可终于逮着他们了，一路光明正大的跟了过来，准备听秘密。柳云感慨万千，得到天网鹰眼这么久，他还第一次带到3人聚会，看来今天被刺激的不轻啊。第130章，脱下来慢慢品。柳云静心的侧耳倾听，却良久没有声音。3人就那么坐在小茶几旁，相对无言。外面的瓢泼大雨打得青瓦异常响亮，清脆刺耳。双月楼里有种与世隔绝的热闹，撩拨声、欢歌笑语声、金石丝竹、铿锵顿挫，声声入耳，颇为靡靡。越发衬得这不同寻常的房间静谧的可怕，气氛诡异。柳云冷哼一声，也不急，拿起早准备好的美食小口吃着。终于，沈丞相率先动了，只见他叹了一声，突然从茶几下掏出一套文房四宝。1份砚台，1条墨，加入清水磨墨，3支狼毫，3份纸张。沈丞相拿起笔，蘸了墨，率先在纸上写起来。沈，你们有没有发现皇帝变了？等墨略干，随手扔进空位桌边的小炭炉里，一撮小火窜起来，燃尽烟灭。柳云睁大了眼睛，卧槽，3大辅臣秘密会面就罢了，为防隔墙有耳，竟然还是用血来交流的，小心至此吗？若非他有强力外挂，就算摸到这里，也不能知道他们谈了什么。最可怕的是，3人用血代聊的同时，
还经常抬头巡视，以防有人揭瓦偷窥。当真将能想到的预防手段做到了极致。姜太师终于动手了，发现了皇帝有主见了，也不听我们话了，那老妇该高兴了。柳云神色一僵，老妇？说他？这丫的礼貌吗？特么的，这些人眼睛有毛病，怎地一个个都叫他老妇、老巫婆之类的？柳云用力地咬着糕点，磨着后槽牙。亏得他这几个月逐渐习惯了繁体字阅读，否则辨认三人龙飞凤舞的字迹都要让他怀疑人生了，或者就错过了这仨在背后说他坏话。启王孙武勾起一抹冷笑，今日那小皇帝说话有点那老妇的味道了，莫非他人去了避暑行宫，还让人教导着小皇帝？神，还不是那日招惹了我们，特意去行宫躲祸罢了，有点自知之明。今日这番话，小皇帝背后肯定有人帮他出招。姜是那老妇的几率很大，没有了玉玺，他倒是转名为暗了，行事越发没有顾忌。他做太后4年，何曾发现他嘴皮子这么厉害过？孙原以为没有了玉玺和凤印，他就应该在后宫自生自灭了去，没想到现在还活蹦乱跳的，越来越厉害。早知如此，就不该让他活到今日。咯嘣！程叶和绿叶震惊地看着主子吃桃浆和一起咬了牙口，真好，不酸吗？桃核能吃？救命！这种时候红叶和青叶为何不在啊？他们好方。神，可惜现在杀不了，这老妇身边不知为何出现了高手，强杀不一定成功，还会造成轰动。姜无妨，那老妇不足为惧，让人心忧的是这老妇对皇帝的影响越来越大。皇帝尝到了好处，必然更想要皇权，对我们就会更不满。孙怕他作甚？皇权是那么好拿的？不过是只小蚂蚁，本王一根手指就捏死了。神，说起来谁给皇帝下药，让他不能令女人有孕的？姜不是我，孙也不是我。3张带字的纸前后脚被扔进小炭炉，三人又沉默下来。确实他们没这理由，若皇帝不能传宗接代，无法坐稳皇位，损失最大的是他们3大辅臣，所以他们不能直接杀了皇帝。至于太后，压根儿没看在眼里，就算最近越发厉害，也没觉得是太大的威胁。实力真不是靠嘴皮子就能超越的。姜小皇帝不听话，让他吃几次亏就知道好歹了，那老妇不必理会，翻不起大浪来。柳云，谢谢哦，他确实想减少存在感，但是话可不可以说好听点？让他都快按耐不住想搞事的躁动之魂，真想让这仨好好瞧瞧，他能不能翻起大浪花。神，这次也是一个机会，给小皇帝一个教训。那叫平远的猴竟然敢蹦跶，是不是应该？写着，沈丞相还伸手比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眼底满是阴鸷。平远侯是个正直的人，当年就特别看不上沈丞相抱着沈夫人和清国公的大腿往上爬，日常工作中摩擦最多，仇恨最大。姜那猴有3000所甲军，因为办了件好事儿，还受到不少江湖义士保护，你杀得了？孙，如果能成，我没有意见。那猴若是在修堤坝有功，搞不好要形成朝堂上的第4股力量了。神可以在意，既然是江湖人，那自然可以调虎离山。别忘了下个月的武林大会。柳云眨了眨眼，以为自己看错了，盯着被烧得灰烬好半晌。啥玩意？武林大会？所以帝京突然进入这么多江湖人，还跟武林大会有关？姜南宫世家已经在筹备了，这次武林大会开在帝京也是特例，莫非那永辉宝库的密钥真的跟镇南侯有关？孙空穴不来风，那可是永辉皇朝传承的秘籍，还有一大笔财富，谁不动心？神，就算密钥在镇南侯府，那地图呢？没有地图，谁知道宝库在哪儿？此事用不着太着急的争，倒是武林大会可以利用一把。姜确实不可浪费，长公主手里有一支兵，不知道多少人，就算不处理了，也要让他暴露出来才是。孙在暗处藏了这么多年，还真有点本事，不暴露出来真不好除掉，是个大威胁。柳云恍然，3大辅臣也知道镇南侯府的传闻，但是不能肯定，知道长公主有一支军队，又不清楚规模，怪不得4年来长公主一直不敢动，3头狼盯着呢。心里总算平衡了一点，好歹有点东西是知道的比这仨多的。看来说话的注意点，有些信息不能随随便便暴露。神，镇南侯周谦就是只纸老虎，倒是他那柿子像个狼崽子，不知道是不是感应到什么，竟然奇怪的跟小皇帝扯上了关系。姜对，小皇帝怕是要重建御林军，让吗？孙，你们能让小皇帝长一支军？御林军少也不低于1000，多则上万。镇南侯虽然没落了，可当年周家的带兵之术比平远侯还强。沈丞相和姜太师顿时沉默了，禁不住开始权衡利弊。若要阻止，又该如何下手？
一场听秘密变成了看。三大巨头在房间里聊了好久，毕竟写起来没有说快，最后柳云都觉得视觉疲劳了。后来发现画中的信息有点多，柳云叫来了程叶和绿叶，笔墨纸砚准备。他念，两丫头写，那三人烧了，他脱下来慢慢品。第131章，这不是过招是群殴，因为雨实在越下越大，无极大师和一众武僧也不好赶回黄国寺，皇帝便让人替他们安排了清静的行宫。安静入定，无极大师盘腿而坐，徒弟空明陪同在旁。念完一遍经，无极突然开口：“陆施主还不放心，今日之事，老衲办的可还妥帖？太后娘娘满意否？”窗外突然出现一个人，陆冲抱着绣春刀，看向视野低沉雨幕，100万两银子给了皇上，大师不也挺满意的？事情本来不是这样的，黄国寺会找机会处理黑火药，倒不至于这么急，而且不会自己揽责任。100万两，无极大师原本是想给太后的，他知道云昭国库穷，太后更穷，多少尽点绵薄之力。不曾想太后让人找上他们，不仅选了平远侯进京前一日将事情摊开，还借着赎罪的由头，光明正大的将100万两捐了出去。这笔银子过了明路，再由平远侯专人专项去支配，能落实的几率就大了。阿弥陀佛，太后娘娘大善。无极大师也没想到太后会这么安排这笔银子。最初按照他的想法，太后得了银子心里舒坦，能够多想着民生就足矣。陆冲没什么情绪波动，世人从未了解过主子而已。话音一落，人已消失。空明震惊，师父，太后身边竟然有这样的高手。无极大师沉吟，有才好，否则无安身立命的实力。空明咽了咽口水，师父，太后娘娘怎么突然这么为国为民了？无极摇了摇头，太后娘娘一直让人猜不透，或许这是好事儿。他已经做好100万两银子打水漂的准备，突然运用的这么实在，连他都觉得不可思议。若是柳云在此，定然会告诉他，纯粹因为击剑狂魔这个组织的出现，能够将每1两银子最大化的利用，化为奇迹。若不然，这100万两去南方走一遭，层层剥皮下来，恐怕所剩无几，他才不会拿出去呢。哪怕做不成实事，也绝不肥了那些贪官污吏。这其中，平远侯的保驾护航就极为重要了，不在皇帝面前过了明路，银子也下不去啊。柳云将三大辅臣的对话看了好几遍，啧，平日里那么讳莫如深，愣是逮不到他们说半点秘密，原来都凑一起说了。真不知道这三大辅臣什么时候开始密谋的。幸好这次终于带到了。好家伙，不说则已，一说信息量有点大啊。谁能想到三大辅臣不仅掌控朝堂，连江湖上的消息都非常灵通，而且这些年还很会利用江湖人的侠义排除异己，否则声望也不会刷得那么高。红叶眼神晶亮，主子，平远侯回来了，那秦羽也回京了吧？柳云抬头看见红叶仇恨的目光，不仅是他，红叶等这一天也很久了。所以让你和青叶去安排的东西都安排好了。柳云翻开心里的小本本，在秦羽的名字上划了一横。红叶连连点头，虽然雨很大，不过准备好了，就等着他来。主仆俩兴奋地议论着，青叶面色古怪地拿着一张帖子进来。主子，还是主子自己看吧。柳云疑惑地接过帖子，翻开一看，脸色沉了下来。秦羽这丫的果然是阶级敌人，居然是秦羽的拜帖。你妹，之前这人闯皇宫是怎么做的？不是想进就进？他好不容易针对这点给他挖了个坑，特么的，这人居然又循规蹈矩起来，乖乖地拜帖了。果然，他和秦羽的思维方式永远不在一条线上。红叶垮着脸，若是不行就硬上吧，现在奴婢一个人就能揍得他鼻青脸肿的。柳云冷笑，去通知那个温信诺，他不是想看秦羽的笑话吗？让他自己想办法将秦羽骗过来，让秦羽用以前的方式进来。真让他这样躲过去了，哀家难消心头之恨。不管秦羽有什么样的理由，有什么样的三观，当初都是下了死手要杀他的。就冲这点，不还他一计，绝对无法和解。他好不容易有实力可以碾压这丫的，岂能让他逃脱？也让他享受一次实力碾压的爽快吧。毫不停歇的大雨让消息传递有些滞怠，柳云守了2天，秦羽第2天晚上才出现。雨实在太大了，有些什么陷阱不好制造，只能沿着屋檐下布置。所有严阵以待的人中，柳云的实力最弱，这些人动起来完全就是残影，他看不太真切。但是他听到好几声闷哼，还有温信诺那夸张的惨叫。不是，太后娘娘，自己人，自己人啊！温信诺跟着秦羽进来，同时中招，连忙喊道：不是说给我个位置，让我当观众的吗？话音刚落，一个人影犹如麻袋一般被甩了过来，撞在窗棂下，软成一滩泥。
柳云趴在窗子上瞥了一眼呼吸着自由新鲜空气的温信诺，你傻呀，你不知道要经历什么吗？跟着他，你不遭罪谁遭罪？温信诺穿着夜行衣，手脚早就被雨淋湿了，只剩头发还算干燥，戴着的斗笠早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吹了吹额前的碎发，一片烂菜叶子从他眼前掉下来。温信诺，他想到太后对秦羽不会太客气，但是没想到这么不客气啊！烂菜叶子、无毒蛇窝，还有一群高手胖揍等等，这都什么对付人的手段？杀伤力不大，但是侮辱性特别强。温信诺自暴自弃了，2次在太后面前落地都不好看，还要什么形象？将就坐在窗户下的地上，看着走廊上的人过招，身体微微一震，全身上下的衣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爽起来。柳云眨了眨眼，用内力烘干衣服这种操作，他一直觉得好神奇哦，至少他现在就办不到。手肘撑着膝盖，手掌撑着脑袋，温信诺看了一会儿，啧啧说道：“太后娘娘，你这到底有多少高手？这不是过招，是群殴。一群绝世高手单方面群殴秦羽一个人，秦羽只怕这辈子都没遭遇过这种重点待遇，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柳云斜眼：“是啊，哀家又不是要跟他过招，怎么，你心疼了？”温信诺脸色一黑，这都什么虎狼之词，为啥听起来怪怪的？可又不知道哪里不对劲，是他错觉吗？第132章，还能出碴子不成？看秦羽被揍得很惨，温信诺好半天才道：“实力这么不对等，有意思吗？”柳云端着一盏茶，缓缓地喝了一口：“有意思啊，哀家瞧着特别舒服。”温信诺一脸震撼：“太后看得清楚吗？”柳云桃花眸潋滟：“那又如何？这声音我听着就特别舒服。”大乔戴着面纱，抱着琵琶，坐在回廊的木栏上，嘻嘻：“奴家下手没个轻重，红叶、青叶，你们可要替奴家多踢2脚啊！”眼睛透着兴奋，手指忍不住拨动着琵琶的弦，不成调，但是特别悦耳动听。温信诺瞳孔放大：“神特么奴家！”小乔站着倚在窗边，垂眸瞅了温信诺一眼，趁我们姐妹不再欺负主子，就得有这种觉悟。微微探头，小乔脸上也戴着面纱，美眸弯如月：“主子，你放心吧，大家都没用内力，这人啊，死不了。”温信诺，他之前幸灾乐祸是不是太早了？原来太后这么狠的吗？死不了，但是能痛到极致，痛得悠远啊！哦，你想说什么？见温信诺好几次欲言又止，柳云好心的给他搭了个台阶。温信诺犹豫：“太后娘娘，够了吧？当初秦羽来杀您，在他眼里，你就是敌人，他不理会皇宫规矩是正常的。谁杀人还跟敌人讲规矩，冒犯到太后，罪不至死吧？”柳云：“哦，所以他不会死啊，就是痛一阵，在床上躺几天而已。难道他还不够善良？”温信诺红红火火，恍恍惚惚，他刚才说了什么来着？脑子有种离家出走的感觉。顿了顿，温信诺偏头看见柳云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颗干净的桃子，悠闲地啃着，姿态慵懒优雅。他下意识地开口：“其实秦羽以前也是很守规矩的人，包括他的父母也是。只不过秦羽的父亲就是因为太守规矩了，结果葬送了整个山庄，而他的亲娘也是过于守礼仪，才会只留下他一个人。后来他学了武，就选择做一个无拘无束的侠客。”柳云：“哦。”温信诺不忍，虽然人不在朝堂，可他一颗为国为民的心从来没变过。太后娘娘看在这份真实侠义的份上，就原谅他这一次吧。柳云嗤笑：“你说你来当观众，看秦羽倒霉的，感情是借机来当说客的吗？”嘴角带着讽刺，语调不疾不徐：“你以为若非他真的有一分侠骨，现在还能活着？”温信诺哑然：“确实如此，在这的都是高手，要杀秦羽易如反掌。”他不知道的是，大乔、小乔在暗处的陆冲、围殴秦羽的红叶、青叶，以及还带着酒葫芦的李大白，太后手里所有绝世高手都在这了。突然，一股凶悍的气息爆发出来，直接将红叶、青叶以及浑水摸鱼的李大白弹开。三人惊讶莫名。柳云一愣：“怎么了？所有绝世高手压阵，还能出什么碴子不成？”小乔面色古怪：“主子，这个叫秦羽的在突破。”柳云一滞：“这人抖 M， 还是拿了大男主剧本？怎么被虐了还能突破？”抬头一看，秦羽现在的样子简直惨不忍睹，鼻青脸肿，青青紫紫，一张清风明月的脸已经变形成猪头。好家伙，围殴砖打脸，真是连亲娘都认不出来了。秦羽盘腿坐在屋檐下的回廊里，周围气息鼓胀，忽强忽弱，仿佛在冲破什么桎梏。温信诺紧张地看太后一眼，柳云嘴角勾着一抹似笑非笑：“原谅吗？永远都不可能。那日如果不是哀家还有保命的手段，如今的云昭已经没有太后了。”
这是说什么都无法和解。秦羽当初那一掐对他造成的心理阴影，旁人岂能了解？见太后没有破坏秦羽突破的意思，温信诺暗中松了口气。太后觉得秦羽真不知道你要针对他吗？他不想做的事情，我怎么可能有办法骗他来？不过他来了，也一直受着，就希望你能消消气。柳云轻笑出声，他又不蠢，脑子又没问题，哀家能不知道他能猜到吗？你们来了，所以你们还活着。如果秦羽不来，陆冲明天就能奉上他的项上人头。真要欺软怕恶的人，他要来何用？温信诺一滞，感觉说什么都站不住脚。柳云话锋一转，气也算消了一点，还能好好坐下来谈谈。以前的恩恩怨怨也别指望和解不和解的。秦羽，你答应为哀家驱策1年，可还认？说话间，秦羽的气息收敛稳定下来，轻吐了一口浊气。秦羽刚张嘴，扯到的痛处让他话一顿，认。柳云挑眉，那以前的事情我们暂时不提，哀家就问你，你是天下百姓的大侠，志在普度众生呢，还是只是云昭百姓的大侠？秦羽一愣，肿成一条缝的熊猫眼透出浓浓的疑惑。温信诺不解，有什么区别吗？自然有区别，因为哀家只是云昭的太后，若是秦大侠是天下人的大侠，哀家可驱策不动你。柳云淡淡的说道，你我之间的约定，哀家主动放弃，只换取秦大侠今生能离地京远远的，永远不要出现在哀家面前。秦羽吸了一口气，痛得他龇牙咧嘴，连连咳嗽，灭门之仇不共戴天。柳云说话请加主语，还让他凭空猜测咋地？温信诺补充，秦家只剩下他了，其他人全死在大林人手里，所以他只是云昭的大侠，他希望云昭太平盛世，就是盼着有朝一日能出兵大林，杀尽大林人。否则他一个江湖人，为何那般关注朝廷政事？没事儿过着好日子，杀贪官污吏，从小处行侠仗义不香吗？柳云愣了愣，如果是这样，那哀家能驱策的这1年，希望秦大侠能去天灵关。说着，柳云转身朝屋内走去。其他人默契的开门进屋，灯光之下看着秦羽那张脸越发惨不忍睹，女孩子都忍不住偷笑。秦羽倒也坦然处之，并不在意现在的形象，反而对太后说的事情感兴趣。天灵关？柳云喝着热茶，手指点了点桌面，缓缓地说道，天灵关是大林皇朝建立的天堑关卡，他们容易攻过来，我们却很难攻过去。每次发生摩擦，一旦挑起大的战争，我们都处于被动状态。温信诺眼睛一亮，秦羽刚刚突破，成了绝世高手，天灵关对他来说进出并不难。柳云脸色一黑，这就是江湖人的思维方式吗？虽然高来高去，但是总想着单枪匹马去做梁上君子。第133章，碎碎念是衰老之症。柳云眼神飘过去，让这位赶紧闭嘴，免得他老想对回去。倒不是温信诺傻，而是老在不同的频道对话很累的。秦羽心口疼的突然有点岔气，拳头抵唇，轻轻咳嗽了一声。温信诺连忙将嘴巴捂上，示意柳云继续发言，他绝不再插嘴。柳云喝茶润润喉，打仗若是能靠高手来决定胜负，各国还征兵做什么？原本大林皇朝的国力不如云昭，他们花费人力物力修建天灵关，只是为了防患云昭入侵。现在攻守反过来了，天灵关倒成了大林皇朝的据地。这些年频频骚扰云昭，估摸着也不打算做人了。秦羽眼神一沉，没有搭话。国与国之间没有对错，只有矛盾。既然秦大侠跟大林有仇，那更好。柳云淡淡的说道，免得说哀家强制要求你去边关，至少也是你的期待不是？秦羽点了点头，顶着一张猪头脸，气质依旧半点不输人。秦某自然乐意，但是秦某并不知道能做什么。柳云，你也知道，现在云昭大部分兵马都不归皇室管辖，而听命于启王。天灵关的军官也差不离，本身是启王的心腹。哀家要你去，并非想要接管这支军队，现在哀家手里也没这样的人。而且若是使用强硬的手段接管军队，必然引起启王的反弹。若是他在地京要做点什么，远水也解不了近渴。秦羽狐疑，那太后想做什么？柳云轻笑，自然是让你去打听消息，亲眼看看边关的现状。哀家想知道那边真实的情况，然后因势而动，事关国防，马虎不得。秦羽慎重的点了点头。柳云桃花眸流光溢彩，哀家知道你在江湖上飘惯了，很多事情不会细想，但是你若是去那边，首先不能任性妄为，过于英雄主义。第二，你不能暴露自己，更不能暴露哀家。第三，你要先探清楚云昭军队的情况，空闲下来才能在保证隐匿的同时去探查天灵关内的情况。双方还没有到必须刀剑相见的地步，你要明白轻重，有些消息未必重要到不管不顾。秦羽眼神一闪，
用心记了下来。柳云看了看杯盏中茶叶沉浮，语重心长，轻重二字极为重要。哀家知道你侠肝义胆，天下为先，正邪之上还有善恶。秦羽，这一声称呼让秦羽不顾伤势，挺直了背脊，一副乖巧听训的模样。柳云哑然，额头垂下一把黑线。不是正常的交代事情吗？这么慎重做什么？不过他还是说道，有些事情毫无后顾之忧的侠士可以做，带着任务的你却不能做。或许你的经历造成了你性格上的某种偏激，哀家要你去边关，就是要让你明白，守护国家不能只靠一腔孤勇，靠你个人的能力。到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跟想象的不一样，却不能以杀止杀。亲眼看见的，亲耳听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因时而动，因事制宜，将在外都可以军令有所不受，却不是一味的偏激任性。很多东西都需要你用心去体会。柳云突然顿住，忍不住捂额，难不成真是老了？不知不觉就开始碎碎念。虽然他确实是有意让秦羽去边关，但是想到他直来直去一根筋的性格，又有些不放心，万一又好心办坏事儿，他又得头疼。温信诺放下捂嘴的手，笑嘻嘻地说道：“太后不用这么急着将什么事都交代清楚，就算再去边关，也要等武林大会之后，还有1个月呢，也让秦羽养养伤。刚刚拳拳到肉，单方面被殴，就算没有使用内力，绝世高手的力气也非同寻常，肋骨断了至少3根以上。”柳云恍然，既然如此，倒也不急，有空多跟大白喝喝酒，让他替你预设一些你到边关后可能会遇见的情况，多学学处理方式。如果大白觉得不够，还可以去找诸葛出主意，他就不唠叨了，免得总内伤自己。开始碎碎念是衰老的症状。李大白穿着青衣，恣意潇洒，一脸高兴。那感情好，有人陪我喝酒了。不过小子，你呀就是没人教，多学习，少犯点错，免得招惹上厉害的人，莫名其妙送了命。不是什么人都像主子这么善良的，只是揍你一顿。柳云手一抖，别叫哀家，慈不掌兵，义不养财，善不为官，情不立事，人不从政，善良是什么？能让哀家舒服过日子吗？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他看得太多了。身处的地方群狼环绕，要他善良，就是咒他早死啊！李大白一愣，不由得笑开了，其他人也忍俊不禁，只有秦羽和温信诺好奇这些高手都打哪里来的。这种相处方式看起来都不太像主仆，而且李大白这样一个年轻人，居然叫秦羽小子，两人都黑线不已。武林大会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大乔好奇地问道。为什么你们要等着参加？小乔也挺感兴趣的，最近地京确实很热闹啊，高手越来越多，这武林大会说不定很好玩。秦羽诧异看了温信诺一眼，温信诺摇了摇头，知道的人不多，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太后娘娘。柳云桃花眸看看温信诺，又看看秦羽，这两人的默契真是异于常人，该不会真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知己情吧？秦羽给个眼神，温信诺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听说鸿雁楼的楼主就叫温信诺，莫非？柳云纳闷地看着那张娃娃脸。之前让陆冲好生调查了一番，鸿雁楼虽然是个江湖组织，却是以情报为生的，消息灵通的程度堪比大理寺。官方大理寺，江湖鸿雁楼在消息上是齐名的。当然，官方大理寺现在不知道该算谁的，但是不影响消息来源和处理。在太后眼里，温信诺这个人比秦羽更加有用。温信诺叹了一声，太后有所不知，如今的鸿雁楼其实也分两派，一派遵守楼规，讲究原则，有些消息不能随便卖，有些消息应该众所周知。一派则主张改革求变，觉得鸿雁楼得到的消息就该明码实价，只要出得起价钱，用不着理会后果。第134章，太后想要情报组织，还真是鸿雁楼的楼主啊。柳云笑了，那身为楼主，你是哪一派？温信诺双手一摊，身为楼主，可连我哪一派都不是，每次有事儿就和和稀泥，保持平衡就好。当初就是2位副楼主各带一派，谁也不服谁，我才被赶鸭子上架，成了楼主。说实话，这楼主啊，我早就不想干了，说不过又打不过，我就是个名义上的楼主。上次找了个借口，一闭关就是2年，这次也是为了给太后送药才出来的。不过，到底是鸿雁楼的楼主啊，消息也确实比别人灵通那么一点点。温信诺掐着小指，表示自己只比普通人多知道一丢丢，对于自己身份没有丝毫隐瞒的意思。柳云嗤笑，看来跟哀家也差不多，着实可怜。真不知道这楼主是怎么选出来的，也能赶鸭子上架。温信诺表情突然严肃，其实有些事情是楼主才知道的，即便是副楼主也不清楚。鸿雁楼当年其实是云昭开国皇帝让人组建的。柳云惊异，虾米？鸿雁楼其实也是皇族势力，就离谱。
他刚刚还在想怎么才能将鸿雁楼的消息渠道收给锦衣卫用，让锦衣卫彻底壮大起来。万万没想到鸿雁楼还有这样的来历。然而让人心塞的是，温信诺这个楼主无权，总觉得老天爷在玩他。刚给他一颗甜枣，紧跟着就有棒槌，让人防不胜防，特别膈应人。温信诺从脖子里掏出一块血玉，直接递给柳云。云昭的武力值别说赶超永辉皇朝，就是跟前朝比也差远了。当年皇朝更替，战火纷乱，陨落了太多高手。开国皇帝当初对江湖上的掌控几乎为零，就让心腹建立了鸿雁楼，收集情报，观察局势，不求一统江湖，但求有什么风吹草动，朝廷能知晓。后来开国皇帝传位给女帝，鸿雁楼被女帝运用女人的优势发展到巅峰。第三任皇帝本就是个天才，英明神武，便将鸿雁楼壮大了，遍布整个云昭，甚至还渗透了别国。鸿雁楼当初因为皇室支持，发展极为快速，对外以消息闻名天下。柳云看了看通透的血玉，色泽如血，晶莹剔透，确实是难得的宝贝。然后呢？温信诺仿佛放下什么，如释重负。自然不是每一任皇帝都传承的那么光明正大，有英明睿智。在皇权更替的过程中，有一任皇帝被篡权，根本没来及交代清楚，鸿雁楼便从皇权中消失了。从此鸿雁楼就成了一个真正的江湖组织，自身实力不算特别强大，以买卖消息为生，倒也在江湖上处于一个相对特别的位置。有权力就有争斗，我师父收了3个理念不同的弟子，就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温信诺叹了一声，我确实不想做楼主，不过是大师兄和二师兄平衡鸿雁楼的棋子，而且我也没有能力管理鸿雁楼。既然秦羽要去边关，到时候我大抵会跟着过去，鸿雁楼就交给太后娘娘了吧。相信太后娘娘一定能给鸿雁楼一个好未来，就当完成师父的遗愿。师父一直想让鸿雁楼回归皇权，恢复当年的辉煌，只可惜一腔抱负无门路。柳云一口茶差点喷出来，说事儿就说事儿，色什么狗粮？秦羽要去边关，你连楼主都不做了要跟去，难道没觉得不妥吗？表情古怪了一瞬，柳云将跑远的思绪拉了过来，正色道：如今的鸿雁楼跟全盛时期比如何？看温信诺一副说来话长的样子，他就猜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他心心念念的信息渠道啊，虽然需要花力气整合，可真是一份大礼了。莫非锦鲤体质就爱在这种下大雨的天气发作？不然为什么总在暴雨时分遇见天降馅儿饼的好事儿？温信诺遗憾地摇了摇头，实不存一。当鸿雁楼千辛万苦得到的消息没有太多价值，时间一长，消息渠道就废了，一代不如一代。而且当鸿雁楼从皇权中消失之后，他没有了支持，反而许多时候还要跟官府对抗，自然而然就会不断缩减。如今的鸿雁楼在江湖上依旧盛名，也就仅仅只是云昭的江湖，其他国家的布置几乎全军覆灭，经营的消息也越来越八卦，鸡毛蒜皮。很多事情没有当权者的支持，废起来就特别快。柳云嘴角抽了抽，是他想的太好了，原来是个阉割版的陆冲。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众人眼中，除了秦羽和温信诺瞪圆了眼睛，其他人都习以为常。不等陆冲行礼，柳云挥挥手免了，将血玉递给他。从今天起，鸿雁楼交给你了，大小乔、李大白都可以借给你。若是不够的话，红叶和青叶你也可以抽调一个，用最快的速度将鸿雁楼掌控在手，然后就能有真正的锦衣卫了。温信诺结巴，太后在不知道的角落还藏了多少高手？其实我也可以帮忙的，希望这位高手能留我2位师兄一命。陆冲接过血玉，识物，不杀他们，毕竟鸿雁楼都是他们的人，想要完全接手还需要时间。柳云很感兴趣，温信诺，鸿雁楼里有会赚银子的人吗？不是说商人啊，开茶楼、酒楼什么的最容易收集信息吗？总不能做这种生意全靠赔钱吧？温信诺风中凌乱，太后为什么会关心这种事？自然是有的，很多走商的不是自己人就是线人，都很会赚钱。不过有时候为了消息花钱也特别厉害。柳云笑靥如花，那真是太好了，嘿嘿，终于有人会赚钱了，还能完美避开8大姓的资源封锁，鸿雁楼就算不是信息渠道也太值了。温信诺一脸茫然，秦羽咳嗽了一声，提醒道：鸿雁楼顺利交接了，你说正事儿。这会儿柳云看秦羽都无比顺眼起来，对，你们刚才说武林大会什么？有很多人不知道的秘密，怎么跟哀家有关吗？温信诺回神，朝廷有8大书香门第，这江湖就有4大家族，正好处于云昭的东南西北，东夏侯，南司马，西濮阳，北南宫。第135章，居然跟皇室扯上了。温信诺虽然挺话痨的样子，可言之有物，很少废话。自从很多年前武林盟主因为永辉密钥的关系
被迫卸任逃离，这盟主之位就由这4大家族轮流做了。5年一任，倒也处事公正，相安无事。可去年年底才做了3年盟主的夏侯家主，突然将盟主之位让给了南宫家主。原本按照顺位，下一任盟主该轮到司马，他们过后是濮阳。南宫家负责北方，一上任就将武林大会定在地京，整个江湖一片哗然。地京可是云昭的都城，对很多江湖人来说是个束手束脚的地方，很容易招惹上权贵，也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居然要在这种地方开武林大会。柳云眼睛一眯，然后呢，跟哀家或者跟皇室有关系？温信诺点头，有传闻，当年带着永辉密钥卸任的武林盟主是镇南侯的周家祖上。此消息一出，很多人都觉得这次武林大会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柳云点头，那鸿雁楼可知道这消息最早是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温信诺，琼山谢氏。因为消息关系重大，很多人都花银子购买相关消息，鸿雁楼便下了大力气去查。柳云一脸果然的笑意。综合周晨提供的消息，他们就猜测可能是谢氏在主导，只是没想到谢氏谋划这么大，居然传遍了整个江湖，甚至因此改变了武林盟主和武林大会的举办。秦羽眨了眨肿大的眼睛，已经看不见里面的情绪，看来太后娘娘知道此事。柳云点头，刚知道不久。秦羽直指关键，那太后娘娘可知道永辉宝库涉及到的东西不仅有密钥，还得有藏宝图？柳云点头，随即表情一滞，泛起一丝难以置信。不要告诉我，传闻中这藏宝图跟云氏有关，密钥在镇南侯府，跟他有半毛钱关系？可秦羽和温信诺的反应，这事儿明显跟云昭皇室扯上了。秦羽淡淡一笑，扯到脸上的伤最终有些扭曲。温信诺眨了眨眼，我们想说的就是这个，密钥跟镇南侯府有关。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传闻了，只不过光有密钥，没有藏宝图，也没人知道永辉宝库在哪儿，大家也就说着玩玩，毕竟镇南侯的传闻也只是传闻，并不能肯定。柳云眨了眨眼，懂了。那时候的密钥虽然出现，可抢来还无用，就没特别花力气。何况镇南侯毕竟是云昭的侯爷，江湖人到底不愿意跟朝廷打交道。很多年前，倒是跟周晨母亲逝世，谢氏调查镇南侯的时间相对吻合。秦羽张了张嘴，扯到伤势就化为一连串的咳嗽，最后还是示意温信诺说。温信诺点点头，去年8月的时候，一个关于藏宝图的消息流传到了4大家族，因为4大家族的封锁，知道的人倒是很少。为此，夏侯家将盟主之位给了管理北方的南宫家，并且将武林大会定在了地京。柳云惊得站了起来，略微焦躁地在屋内徘徊。他万万没想到，这武林大会居然也跟皇室有关，特么的太离谱了。这么说，4大家族其实是冲藏宝图而来。温信诺点头。柳云吸了口气，那个传闻藏宝图在皇宫，还是在什么地方？温信诺瞪着狗狗眼，只说在云氏手里，大抵是皇上手里。至于皇上会将藏宝图藏在什么地方，谁能知道？但是在皇宫的几率就大了。柳云差点口吐芬芳。红叶纳闷，主子，皇上手里能有藏宝图？柳云走了2圈，不可能，当初先皇传位时，我一直都在，先皇从来没给过皇帝什么东西，也没给过任何人跟藏宝图有关的东西。这消息又从哪儿来的？气得太后连哀家这种装范的自称都忘了，事情严重啊！皇宫的守卫跟漏勺似的，连秦羽都知道暗龙位在贤王那儿，4大家族就算现在不知道，试探一番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到时候一堆江湖人进出皇宫如无人之境，那场面想想都可怕。温信诺摇了摇头，这个鸿雁楼没有查到，但这个消息目前只有4大家族的家主知晓，当然鸿雁楼的高层也知道，涉及到永辉宝库，鸿雁楼并没有将消息传出去。柳云哭笑不得，是你那2位师兄也窥视永辉宝库吧？自然越少人知道越好。端起桌上的茶，当酒一饮而尽，他倒是想醉死不管。见柳云突然出神，小乔蹭了过去，主子，暂时想不到办法就算了，武林大会还有1个月呢，不如我们休息好了再想。要不问问诸葛？柳云点了点头，神情冷漠。我是突然想到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当初先皇是外出一趟，身受重伤回来才突然驾崩的。现在我们都清楚，先皇那次出门根本不是什么微服私访，而是早有预谋，为此事先还安排了一些事情。这证明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那次出宫是有危险的。我们一直不明白，他身为一国之君，为何会以身犯险。现在再想想，先皇那次出宫会不会就跟永辉宝库的藏宝图有关？啪！李大白拍了个巴掌，合情合理。主子，难道这藏宝图真的在先皇手里？这才会传出这样的消息，并且让4大家族深信不疑，甚至不惜进京跟权贵打交道。柳云揉了揉额头，
早知道有这么惊人的消息，就该将诸葛带过来了。也就是吐吐槽，诸葛庆现在不仅是皇帝的智囊，还是老师，岂能轻易离开帝京？而且在皇帝眼里，诸葛和太后是不认识的，没关系的。综合所有线索，恐怕这传闻很可能是真的。柳云苦笑，既然有人知道藏宝图落入先皇手里，那为什么4年前不提，偏生在去年8月才传出来？先皇刚刚驾崩，小皇帝被赶鸭子上架，就连我也是毫无准备的成为太后，那时候难道不是最佳时机吗？秦羽开口，气息不太稳定。先皇刚死，贤王还在，暗龙卫还在，3大辅臣也还尽心尽力，不算好时机。柳云瞥他一眼，这人现在知道动脑子分析形势了。秦羽，既然你以前背靠鸿雁楼，为何还不知道哀家的处境？会认为杀了哀家就足矣？秦羽扬咳一声，青子的脸上闪过一丝懊恼。温信诺闭关2年，鸿雁楼并不太平，秦某并未跟鸿雁楼有任何接触。柳云冷嘲一声，还是想想现在的难处，什么原因什么理由，暂时搞不清楚也没那么重要了。第136章，为啥从小4开始？柳云以为自己到了避暑行宫就能躲开很多的事情，加上天气不好，连日暴雨，总能好好闲育一段时间吧。为此，他把黑火药和黄国寺的事都好好安排了，却收到接二连三的噩耗。武林大会即将在帝京召开就算了，竟然还是冲着皇室来的。真要让武林人士在皇宫自由出入，都不是丢脸不丢脸的问题了。那群混不吝的就怕发现传闻中的江湖人境地没有威胁，一个激动出手把不得人心的小皇帝宰了，可就完大了。这事儿看来得好好琢磨琢磨。这样的消息，谢谢你告诉我。柳云真诚的道谢。温信诺摸了摸头，一副傻白甜的样子，实则掩盖不住他眼中的精明。哪有，不过今天这么晚了，咱们要叨扰太后一夜了。柳云看了一眼惨不忍睹的秦羽，避暑行宫这么大，如今好多地方都空着，你们随便住，可别让下面伺候的人看见了，把你们当刺客。两人的身份终究不能光明正大的住在他这里。温信诺无语，太后娘娘是不是在过河拆桥啊？空的行宫确实多，不说环境，至少要什么没什么，秦羽还受着伤呢。红叶立刻领会，需要什么说一声，奴婢给2位大侠准备。温信诺脸色明显好了起来。离开的时候，秦羽慎重地给柳云鞠了3次躬，做了3次揖，有臣服效忠的意思，也有为之前自己冒犯行为正式道歉的意思。柳云没想到他会这么做，愣了愣，硬生生的受了，顿时有些无语。这位大侠莫非真是要揍一顿才会乖巧？以前那嚣张自缢、天地一二，他为3的模样，真是看不出还有这样的一面。这真是他认识的秦羽，该不会去救灾一次，换了个人吧？不过说实话，跟先皇这个大坑比起来，秦羽这样的乖多了。秦羽招惹到他，还可以暴揍一顿，可先皇，他拿什么报复？亏得这丫的死得早，否则搞不好他到这个世界的首杀就要贡献给他了。柳云想的太多，这天晚上的睡眠质量再度堪忧。清晨，雨时大时小，依旧没有停歇。柳云在窗户上摆了个香炉，举着3支香，在红叶、青叶、橙叶和绿叶4大宫女怪异的眼神中碎碎念着祭奠。苍天在上，后土在下，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诸天神佛，无论是哪位神明听见信女的祷告都好，信女愿用先皇以后的生生世世作为交换，换取云昭的国运也好，换取信女的暴率也罢，总之就是换了。马德，这先皇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做个人吧。得，先皇早做不了人了，怪不得那般天坑。自从他成了云昭太后，这多少坑啊锅的从天而降，砸得他脑袋都大了。好日子没过几天，脑壳越来越疼。细数，很多坑的源头都来自先皇，所以先皇别投胎了，把生生世世都拿来赎罪好了，灰飞烟灭都不能让他平衡。念完，柳云虔诚的将香插上，愤然地看着黑沉沉的天色。红叶禁不住问道：主子，你这拜的是谁啊？拜天拜地拜谁都好，只要能让先皇赎罪就行，真是咽不下这口气。柳云气呼呼地喝了口茶。你说先皇到死也快50的人，怎地这么能折腾呢？一个糟老头子还窥视什么宝库？4个姑娘对视一眼，忍俊不禁。柳云唉声叹气，虽然我也觉得这种宝藏很香，不仅有武功秘籍，还有值钱的宝贝，可仔细一想，就算得到又能如何？武功秘籍也需要时间去练，高手也需要时间才能培养，在这过程中还不知道要花费多少财力呢。费那么大的功夫寻找宝藏，就那些值钱的宝贝还有用，结果一不小心将命给葬送了，真的值得。程叶感慨，是主子看得通透明白，只不过世人都被这种利益蒙蔽了心眼。红叶和青叶笑得更加意味深长。太后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他倒是花钱就能制造高手，不用花时间和岁月。相比起来，永辉宝库里比财宝更加重要的秘籍和制造高手的宝贝，对柳云的吸引力反而最弱。这样的宝库在柳云眼里不值一提。可旁人不同，先皇年纪大了，好大喜功，依旧做着千古一帝的美梦，想要将云昭发展得更加繁荣昌盛，自然对当年永辉皇朝的立足根本特别感兴趣。等雨稍微小一些，柳云开始使用信音跟诸葛庆通消息。系统出品，果然非同凡响。信音的速度比想象中快多了，体型不大，翅膀展开才1米多，耐力却惊人。柳云放飞一只信音小厮，刚坐下来喝了几口茶，桃子才啃了半颗，小厮就从窗口闪进来了。咦，这么快的吗？柳云赶紧取下挂脖子上的信，看过之后回了一封，让另外一只叫小五的信音接力。青叶拿了干卷帕给小厮擦了擦羽毛上的雨水，很快就干爽如初。主子，为何要叫小厮啊？前面呢？柳云抬头，你品品，小一，感觉像是小鸟依人，不算小鸟了吧？小二，那全天下太多了，古代的服务人员大多叫小二的呀。小三，啧，这纯粹是骂人的，干脆从小四开始吧。青叶恍然，哦，如此。柳云和诸葛庆通信玩得不亦乐乎，直到小雨变成大雨，再变成暴雨，才停下来。太后，诸葛，你说先皇真的得到过藏宝图吗？诸葛庆，按照四大家族得到的消息和现在的行动来看，十有八九，否则以四大家族的存在，实在没有必要非招惹朝廷不可。太后，这么说，现在的藏宝图在谁手里？难道先皇真的以奇怪的方式将藏宝图给谁了？柳云觉得这不是不可能，暗卫和司军都能给，藏宝图或许就给了某人，搞不好接手的人还什么都不知道。诸葛庆，按照先皇驾崩的速度，他能做到这么严密的伪装，绝对不容易。太后，所以藏宝图真的可能在小皇帝手中，或者在皇宫某处。诸葛庆，以目前的形势看，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先皇回宫，事情都来不及交代完就昏迷不醒，很快便驾崩，他若得手，真的没时间做伪装。第137章，脑壳痛的太后。诸葛庆，除非先皇得到的藏宝图本身就是伪装好的，让人不能轻易发现。太后，我去，这要命了啊！宝库这一局，非得要找到藏宝图才能破吧？否则四大家族就要自己动手找了。柳云想了想，找到藏宝图，将这祸害直接扔出去，任由别人抢，才能解皇宫之危。诸葛庆，这确实是最好的办法，可问题在于藏宝图究竟在什么地方？主子也不算了解先皇，当初先皇身边的人只有李安了，他能知道什么吗？太后，脑壳疼，当年先皇最后那次出宫，李安根本没有跟过去，他也不知道先皇在外面到底遇见了什么，又发生了什么。太后，先皇肯定一开始就打算出了事，将李安留下来辅佐新皇，就没让他牵扯进去。诸葛庆，未经之计，还得多做棘手准备。诸葛庆首要的肯定是找藏宝图，若能找到，这件事情迎刃而解，扔出去让他们争就好。第二，若是到最后藏宝图实在找不到，就将消息用最快的速度传得人人皆知。诸葛，因为知道的人多，多方掣肘，三大辅臣也要维护小皇帝，四大家族也不敢随便乱动。当然，这么做的话，有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当所有人都一起动了，三大辅臣也拦不住。诸葛，第三，不知道主子可有能力制造一种宝库的假象，然后造假藏宝图扔出去，可以暂时平安。诸葛，缺点也很明显，一旦那些人发现藏宝图是假的，必然会再回来打皇宫的主意，但是可以拖延时间，增加皇宫的实力。柳云将这几张纸条摊开，看了好几遍，突然灵光一闪，将三大辅臣的密谋截取部分片段抄写给诸葛庆。太后，三大辅臣想利用武林大会算计长公主手里那支私兵，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插一脚？若是能收编这支私兵，加上启王不得不维护小皇帝，皇宫的守卫暂时就没问题了。太后，就算那些人有想法，也不是随随便便能进出的。诸葛，主子英明，这个可以谋划，而且主子不要忘了，黄国寺还有3000武僧呢，住持无极大师搞不好就是稀有生物巅峰高手，有他坐镇皇宫，四大家族除非齐齐请族内老祖宗出山，否则岂敢轻举妄动？见此，柳云眼睛一亮，对啊，无极老和尚，就算无极大师不是巅峰高手，黄国寺作为武林中泰山北斗之一，也绝对有巅峰高手坐镇，若能帮忙，这大压力之山瞬间就飞了不少。桃花眸瞬间神采奕奕，柳云大笔一挥，回了最后一条信息，多管齐下，假宝库这种准备我可以试试。翻着系统背包里的存货，柳云头脑风暴已经运转起来了。红叶，天地玄黄几位首领可在？柳云抬头，红叶一愣，主子，
今儿个一早，陆冲就带着大小乔、李大白还有温信诺一起出发去鸿雁楼总部了。他没有调用奴婢和青叶，就带走了天地玄黄几位首领。柳云一愣，敲了敲头，真是晕了，居然忘记了这茬。锦衣卫需要情报组织，暗卫更需要，但是暗卫需要的精简一些，可以收服鸿雁楼后搭着培养自己的线。陆冲就将4人一起带了过去。温信诺走了，那秦羽呢？红叶，秦羽回京养伤了，那伤总得养一阵，而且他刚刚突破成绝世高手，需要巩固一番。他的意思，武林大会之前可能都没法出来了。柳云嘴角抽了抽，那没办法了，这样只有你亲自跑一趟皇陵，去见一见李安，将现在的情况大致给他说说，希望他能将知道的都说出来。特别是先皇重伤回宫之后，可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哪怕一件小事儿也不能放过。你告诉他，若是还不说，就等着皇宫被江湖人翻个底朝天吧。至于小皇帝会怎样，谁都保证不了。红叶点了点头，立刻行动起来。见红叶离开，青叶便待在屋内不再出去，其他事情都指使程叶和绿叶去做。柳云揪着毛笔在纸上写写画画，偶尔会放出天网鹰眼去查看一番京城的情况，倒是暂时没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秘密。4大家族在帝京都有产业，柳云重点监控，只可惜现在都在接待江湖客人，没有聊什么秘密。柳云咬着笔杆子，将前世看过的电视小说里的所谓宝藏都过了一遍。既然要造个假的，好歹也要做像一些，否则怎么骗人？青叶帮忙磨墨整理。主子，藏宝图若是假的，那密钥？柳云不以为然，自然也可以是假的。周晨跟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要想准备一个假的密钥也不难。切，现在真的密钥和真的藏宝图都不知道在哪儿，却要先造个假的，亏得所有人都没见过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不过提到宝藏，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不要想，要第一反应。青叶下意识地回答，机关重重啊，那么多好东西，肯定不容易拿到，肯定要经过重重难关。柳云一愣，机关术？特么的，又跟长公主联系上了。对了，让人问一问严温茂，他到底知不知道那个墨家嫡系传人是谁？柳云突然想起来，那人长什么样？长公主到底用什么样的法子控制这个人？他不信墨家传人会真心臣服长公主。青叶点头，奴婢这就传信。不过若是严温茂也不知道，我们找不到那个墨家传人怎么办？柳云勾起一抹冷漠，如果找不到，虽然说死者为大，我也不客气了。听说长公主为了西阳郡主的墓可是费了不少心思的，她陪葬了那么多东西，里面若没有布置很多机关，又怎么安心？有机关又有值钱的东西，难道不像一个所谓的宝藏吗？柳云喝了口茶，眼神闪烁。我突然想到，若是还能将长公主那支私军引过去，若他们不愿归顺云氏，就让他们跟那些江湖人两败俱伤，岂不是很好？杀那些江湖人的锐气，又解决了长公主的私军，还能让3大辅臣竹篮打水，一举多得。只不过一旦那样做了，那必然血流成河呀。柳云眼底闪过一丝怜悯，随即恢复漠然，看向窗外，这场雨再这么下去，别说易水患的地方了，连帝京恐怕都将遭难，今年必然颗粒无收。第138章想挫骨扬灰。青叶，主子太操心了，不过这样的天气，我们矿场和冶铁厂就特别好招工，那一片的乡民都迫切的需要这样一份工作来赚取银钱。柳云回神，点了点头，那还好，附近的庄子都已经纳入手中，可还是有些不属于庄子的村民吧？保密工作做得怎么样？青叶点头，也不是什么人都会招的，事前会调查一番，而且最初是以朝廷招工的名义，1个月才让人回去一次，还换着来，每次回去一小批人都有锦衣卫的兄弟看着，确保不能对外说起。工钱给的足，大多还是明事儿。柳云欣慰，希望陆冲那边能快些，这还真是花钱如流水啊，其他不说，每月工钱绝对不能少给。现在保密工作重要，或许过段时间就不必这么要求了。到第3日，红叶竟然还没回来，柳云禁不住有些担心。青叶，你要不要去看看红叶？发生了什么？难不成李安还在冥顽不灵？青叶连忙摇了摇头，不行，陆冲将所有人都带走了，奴婢再离开就没人保护主子了，主子现在可不安全。主子，红叶没事的，何况我们就算死了也可以复活啊，用不着这么担心。柳云这话虽然很安慰人，但是听起来像他在瞎操心。都是有血有肉的真人，相处久了自然有感情，会担心也是人之常情。这样的连绵大雨也挡不住很多人的热情。4大家族的暂住地、3大辅臣府邸，还有9寺茶坊、秦楼楚馆等等，都非同一般的热闹。与之相反，皇宫很冷静。太后不在，皇帝也神龙见首不见尾，经常不知道消失到哪儿去了，还勒令后宫3大巨头好好管束后宫，等闲不要去龙腾宫瞎晃悠。在魏月的手段下，
后宫三大巨头想窥视皇帝的行踪可不容易，要么得到的是没什么价值的假行踪，要么什么都不清楚，这令两贵妃和景贤妃皆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当然，他们更恨皇妃和萧荣华，若非这两女人不守妇道伤到了皇上，他们现在至于这么难？暴雨天气，夜色总是来得更早。皇帝来到龙腾宫一间偏僻的房间，身后跟着魏月和周晨。开门进屋后，还从不起眼的书架中打开一间暗室。暗室的布置很简单，一张八仙桌，几张椅子，一张带着床幔的床，点亮了几层烛台，暗室内无比亮堂。魏月挡在皇帝前面，撩起床幔：“皇夫人，咱家好歹冒着风险将你救了回来，难道就不能有点救命之恩？”闭着眼睛的皇夫人眼睑微动，仿佛才适应光线的睁开。公公想要什么？我身上又还有什么？魏月一噎，这人死气沉沉的，生存意志并不高。也是，皇家被灭了，自己丈夫儿子都死了，他还活着又能做什么？周晨若有所思，有些惊讶，皇帝竟然将皇夫人救了回来。你身上没有什么，但是你知道的东西有不少人感兴趣，否则堂堂大理寺又怎么会被人闯成了马蜂窝？皇夫人冷哼一声，眼神斜了斜，看清周晨之后愣住了，不由得坐起来：“镇南侯世子，你为何会救我？”再看魏月，不是皇帝身边的公公吗？皇夫人彻底糊涂了。周晨笑了笑，侧了侧身子，皇夫人这才发现坐在八仙桌旁的皇帝。毕竟是在皇权下活了这么多年的人，皇夫人条件反射的站起来想行礼，可动作太大，扯到了背上的伤口。疼痛让皇夫人突然醒悟，她现在根本没必要再敬畏皇帝，最多就是一个死，她还怕吗？就算皇帝不要她的命，她也觉得活着没意思了。无欲则刚，心若止水的皇夫人完全抛弃了以往的礼仪，坐在床边。原来镇南侯世子已经是皇上的人了。魏月皱了皱眉，见到皇上，为何还不行礼？皇夫人冷笑一声，那又怎样？皇帝心一沉，很不开心，这些人当真没把他放在眼里，只要不涉及利益，连装都懒得装了。偏偏他想要从皇夫人口中知道消息，不能发气，只能忍着。无妨，皇夫人，你夫君做户部侍郎多年，难道就没什么跟朕说的吗？皇夫人一脸木然，没有，全身上下都是一种你能奈我何的气息。皇帝一噎，突然发现自己这个救人的决定或许有些草率了。人救了，他却没本事让他开口啊。此时此刻，皇帝莫名又想到了太后，若是母后定然有办法的。经过柳云好几次舌战群儒，大获全胜的战绩，皇帝对母后多了一些崇拜，莫名相信母后有大本事。周晨看了半晌，没等来后续，莫名有些理解太后为什么很多事情都得悄悄做了。小皇帝完全跟不上太后的节奏啊，估计谁都没耐心慢慢解释，掰碎了说给他听。年纪比皇帝还小一些的周晨突然体会到养儿的不易。皇夫人，废话少说，那日皇家3个孩子，萧家3个，你以为就安全逃脱了吗？显然，周晨一开口就戳中了皇夫人的软肋。皇夫人眼神一闪，表情管理控制极佳，让人看不出她心里想法和情绪。周晨挑眉，你应该知道这件事瞒不了人，可怜那几个孩子刚出大理寺就被一波杀手盯上了，你猜结果怎么着？他说的是真相，也不完全是。皇夫人果然乱了呼吸，明知道周晨在逼迫她，可她不能不在意。虽然还活着的都是庶子，却是皇家最后的希望了，她真的无法无动于衷。哼，这一切难道不是皇上乐意看到的吗？小皇帝气懵了，这妇人竟然敢这么跟他说话，朕乐意看到什么？皇家已经进了大理寺，只要按照正常流程，必然秋后问斩，谁都活不了。朕还能料到你们能逃离几个孩子不成？朕有那样的人手，还不如直接去皇陵将皇妃那贱人挖出来，挫骨扬灰，一泄朕的心头之恨。小皇帝说的可是大实话，要不是一直大雨不停，他已经让人这么做了。听到女儿要被挫骨扬灰，皇夫人整个人颤抖起来，突然跪在了皇帝面前：“皇上，不要！死者为大，罪妇恳求皇上网开一面。”第139章，心态直接崩了。之前的皇夫人认为自己无所求了，自然无所惧，万万没想到死去的女儿还能成为他的把柄。皇帝愣了愣，似乎突然发现皇夫人的软肋，网开一面。这样的女人还能以从2品妃的身份躺在皇陵中，100年之后，朕将如何跟列祖列宗交代？皇夫人连忙磕头：“皇上，人死亦已，生前所有的恩怨都已经了结，再行挫骨扬灰之事，未免有违天道，伤及人和。区区一个皇妃，无论她做了什么，都不值得皇上为此背上这样的罪名。她不配为妃，不配葬在皇陵，还请皇上仁慈一回，让人将她随便葬于何处，只求留个全尸啊！”皇帝冷笑，一点不为之所动。明确有2位妃子给他戴绿帽，早就彻底没脸了。他作为受害者做什么都不过分，
用得着背罪名？而且他也没聋，知道有人私底下议论，只怕他头上的绿帽指不定不止这2顶，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怀孕，闹出事情来。最近除了子平，他从未宠幸过其他女人，心里自然膈应的不行，觉得此事不可能原谅。皇帝正要反驳皇夫人，就见周晨正在给他使眼色。皇帝，他刚刚要说什么来着？还能不能说？周晨看向皇夫人，皇上自然仁慈，可也要分对谁。皇夫人，皇家那3个孩子还剩2个，暂时还安全。你觉得皇上若是不仁慈，他们会怎样？皇夫人一愣，整个人犹如被戳破的气球，心态直接崩了。皇上想知道什么？皇帝眼睛一亮，成了，连忙看向周晨。周晨点了点头，开始询问起皇家和江家的秘密来，还有许多户部相关事宜。皇夫人彻底老实了，知道什么答什么，不知道就摇头。仅仅这样，皇夫人爆料出来的东西也刷新了皇帝的3观，对户部乃至6部都有更深层次的了解。然而知道的越多，越明白3大辅臣的势力渗透到何种程度，也了解到自己的挣扎有多难多无力。皇帝茫然到怀疑人生，他还有机会做真正的国君吗？皇夫人死志明显，皇上，罪妇已经坦白从宽，只求皇上能留皇妃一个全尸，也请皇上放过那2个孩子。皇帝心烦意乱，什么都没说，只是看了魏月一眼，转身离开了暗室。皇夫人知道自己也不能活了，双眸呆滞。魏月走到他身后，一个手刀将人敲晕。周晨纳闷，不杀吗？皇上的意思是让你处理掉吧？魏月挑眉，先留着，或许太后还有话要问问他。周晨，太后威武，皇帝身边的心腹太监总管居然也是他的人。柳云还不知道皇帝成了人生迷途的羔羊，就算知道，估摸着也不会管。谁的青春不迷茫？何况是一国之君，不自己站起来，还能指望谁？而且他很忙啊。他万万没想到，红叶终于回来了，却身受重伤，几近昏迷，完全就是撑着一口气逃回来，到行宫外面就彻底晕厥。还是守在暗处的锦衣卫发现他，才送到柳云面前，赶紧拿药箱给红叶处理全身多处伤势，还动用了系统出品的救命药治伤药，才将红叶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虽说红叶可以复活，但是他依旧无法看着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亲近的人一点点死去，除非万不得已，柳云不想经历那样的死别。本来做这个太后就已经够憋屈了，他任性的不想让自己再去经历难受，所幸系统的药十分给力，加上他不为人知的医术，重伤的红叶居然在2刻钟后活蹦乱跳的了。亏得这是大晚上，只有青叶一个人守着太后，若是橙叶和绿叶这样的原住民，估计会怀疑自己看到了神仙。怎么回事？你为何伤得这么严重？柳云神情凝重地问道。皇陵距离地京有1天快马加鞭的路程，跟避暑行宫正好在反方向，红叶的轻功好，加上有要加持，速度能比马快很多。可这样的距离，柳云升级后的天网鹰眼也看不到，所以不知道红叶出了什么事。红叶小脸严肃，主子，奴婢去的时候正好碰见李安被一伙人劫走，我们暗中保护的人正在拼死抵抗。说着从怀里掏出几张人物卡，死了几个东厂的太监，几名锦衣卫，趁着没人，奴婢将他们还原成了人物卡，得花银子重新召唤了。柳云点头，慎重地将几张卡先放回卡盒。他的人若是死亡，也只有自己人能够将其还原成人物卡带走，否则就会跟正常尸体一样一直存在，该有的尸体情况也不会少。重新召唤出来，若有需要还可以重新设定外貌，不会让人看出端倪，不过之前的记忆还在。这么说，有人将李安带走了？柳云皱眉，先皇心腹这个身份还是太惹眼了，明显还有人想从李安口中打听藏宝图的下落。可红叶已经是绝世高手，还有人能将他伤成这样？红叶，奴婢追了一路，借着雨势各个击杀，好不容易才将李安抢回来。不过那些人给李安喂了毒，看起来正好跟我们下的药相克，害得李安情况很不好，随时都要咽气。奴婢见没时间了，就随便找了个破庙，将重要的事情说了一遍。李安可能知道自身的情况，也还惦念着小皇帝，倒是将他知道的一些关于先皇的事情说了出来。但是对方的强援来得很快，奴婢不知道李安到底有没有说完。柳云皱眉，对方有绝世高手？红叶摇头，没有，但全是一流高手，数量很多。柳云恍然，果然这世界暗地里，一流高手和绝世高手，甚至巅峰高手比众所周知的数量多多了。示意红叶继续说，奴婢一开始想护着李安，所以受了一些伤，加上对方配合的好，李安死后，奴婢被一路追杀，受伤才越来越重。青叶忍不住说道，那些人呢？你可是易容去的，这么回来会不会暴露主子？红叶轻笑，一群一流高手而已，巅峰的没几个，好歹我已入绝世，自然全杀光了才回来的，不管是谁派来的，肯定让他心疼一阵了。柳云欣慰，
所以李安死了。红叶愤慨，是啊，确定死了。那些人见打不过奴婢，全部冲李安而去，对方拼死也要杀了李安，奴婢被围攻，就没护得住。柳云唏嘘，没事儿，看来对方做事损人不利己啊。他们得不到李安，也绝不让你带走。第140章，真是会藏。柳云较有兴趣，这么舍得拼家底的主，不知道是哪家的。一次性折损这么多一流高手，要么心疼肉疼，想想都能乐；要么这人家大业大不在乎，就冲着手下规模便是值得重视的劲敌。红叶一脸郁闷，奴婢看不出来，不过他们的武功招式，奴婢记下了类同相似的部分，等温信诺回来让他看看，以他的眼光，说不定能认出来。每家势力培养的人跟招揽的人不同，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在地京城混久了，遇见暗处之人，若对方装得不够好，仅瞧武功路数和处事风格，就大概能猜到是谁家的。柳云点头，坐下来喝了口茶，不急，迟早会知道的。现在更重要的是，李安都给你说了些什么，一字不漏的复述给我听听。希望李安的话里有些线索。红叶点了点头，正要说，肚子却不合时宜的咕咕叫起来。被追杀，然后到反杀，他战斗了一整天，还受伤消耗能量，安全下来才发现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青叶忍俊不禁，让时刻准备着的掌厨赶紧上一波好菜。主菩萨就着美食，备了点驱寒的小酒，坐下来谈故事。从红叶劫走李安，进破庙躲雨说起。一开始想要带走李安的黑衣人，在柳云安排的监控人的拼死之下，已经折损不少。再遇上红叶这样的绝世高手，并没有太多抵抗力。进入破庙之后，红叶用内力烘干了自己的衣服，也帮了李安一把，因此发现李安的身体情况非常糟糕。原本是太后的药压制了李安的内力，让李安变得虚弱起来。现在有另外一股力量跟太后的药打起来了，势均力敌的样子。李安的内力趁机冒头，原本想要偷偷护着主人，可两股力量岂容他钻漏洞，直接拉进去大乱斗，把人的奇经八脉搞得惨不忍睹。李安的年纪已经过了50，短短时间以肉眼可见的衰老。红叶皱着眉头，李公公，你这样撑不了多久，可你若是这么悄然离开了，可曾想过皇上该怎么办？李安呼吸有些弱，张开眼打量着红叶，一脸狐疑。你是谁？此刻的红叶一着容，可给李安一种熟悉感。如今我是伺候皇上笔墨的宫女。红叶早准备好答案。李安苦笑，原来皇上身边还有这么厉害的宫女。咱家见过你。红叶不以为然，自然是见过的，只不过那时候奴婢只是粗使宫女，李公公没注意到很正常。这话也不算撒谎，当初太后提拔他就是从粗使宫女开始的。李安，哦，看你年纪不大，为何有如此高深的武功？你到皇上身边。红叶突然打断，李公公，你确定你还有时间理清我的来历？那些杀手明显有接应的人，在皇陵他们已经耽搁了很长时间，若是发现人迟迟不回，这么大的雨也挡不住他们的搜索。现在你只能相信我。说着，红叶掏出一块墨色玉佩，是皇帝常戴的那块。如今皇帝身边有魏月和周晨，要掏出一件信物还不容易。看到玉佩，李安的神色放松了许多。红叶的话好似戳中了他什么，又或许是人之将死，脑袋也不够用了，根本来不及多想。李安终于开口，其实当初先皇还给皇上留了一些东西，只不过皇上年纪小，注定不能亲政，就没直接交给他。留着是为了以防万一，若皇上有需要，可以此亲政，慢慢掌控皇权。红叶撇了撇嘴，想的倒是好，可惜先皇死了也不会知道便宜了谁。先皇啊，在天宝银号里给皇上留了500万两银子，必然能解燃眉之急。先皇还让平远侯暗中扩充了锁甲军，所以锁甲军并非只有3000，只不过皇上若是要使用，需要信物，就是司库里一尊金佛，佛体内藏着一枚兵符，上面有锁甲军的图腾。红叶睁大了眼睛，这平远侯藏的也忒深了，亏得那尊佛像戳了内务府的印，否则主子就拿出去换钱了。之前清理司库的东西他还摸过呢。本来先皇还让暗龙卫给皇上培养了一些得用的新人，只可惜这条算废了。原本先皇还替皇上选了几名老师，想让皇上趁着未亲政的几年好好学习帝王之术，然而半年之内这几人陆续死于非命。红叶实在忍不住打断一下，李公公，说点有用的行不行？光说些现在没用的，你还有没有机会说有用的？还有先皇重伤回宫之后，他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情没有？不等李安询问，红叶语速很快地将现状巴巴了个清楚。李安震惊了好半晌，脑子都没缓过来。再开口，李安明显精简了许多，而且言之有物。回忆起先皇的举动，李安自然没发现不妥，只是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复述了一遍。先皇将国库交代清楚，将内库分配了，剩下的司库暂时给了太后保管，要求等皇上亲政后便交给皇上支配。
那时候先皇身体已经不好了，还要亲眼看到这些东西落实，先皇对皇上的一片爱护之心，天地可见。李安维护先皇已经到了骨子里，还试图给红叶洗脑。见红叶无动于衷，李安不由讪讪的安排好这些，先皇才指定了3大辅臣，交代了贤王、长公主，还有太后以及文武百官。若说有什么奇怪的举动，还真没有的。突然，多枚暗器从雨幕中射了进来，红叶连忙以身相护，没有第一时间离开的结果，就是被围堵在了破庙中。后面的事情可想而知。那尊金佛像，柳云啧啧一声，我还真是想了好几次，想把它给融了。可考虑到本身雕工手艺极为难得，若是融了，那点金子也不值什么才作罢。啧，这种东西就不能好好收起来吗？希望之前处理掉的宝贝没有再藏什么好东西，否则哭都来不及。柳云对这些人藏东西的能力无比惊叹，好比现在藏宝图一丁点线索都没有，甚至他都怀疑过，其实先皇去争过，还为此送了命，但是并没有得到，不过是有心人利用4大家族和江湖人算计皇室而已。第141章，怎么能欺负孩子呢？他有没有说锁甲军增加到多少了？柳云好奇地问道。红叶摇了摇头，李安并不清楚。柳云啧了一声，这些人不仅会藏东西，还特别会葬人。长公主连几万人都藏得了，平远侯一世，真是佩服佩服。又问了一些细节，柳云也觉得李安肯定有事没来得及说。仔细琢磨了几遍，柳云突然问道：李安说先皇回去后，先将几大库房处理好了，才开始任命辅臣，交代贤王等事。红叶回忆了一遍，确实，奴婢怕漏掉什么细节，记得很清楚。记忆和复盘是暗卫最基本的技能，就算不能分析过程、分析事件，至少能将所有细节毫无错误、不夹杂感情的复述出来。动脑子的事情有专人代劳。青叶忍不住问道：这有什么问题吗？柳云暂时不清楚，只是觉得怪怪的。按照先皇的脾气，以及想做千古明君的野望，他应该会最关心朝堂以及新皇的辅佐问题啊。为什么要先安排3大库房？正常逻辑，他就算不交代，国库依旧是国库，内库大抵归内务府看管，也照样有一定的章程。至于私库，必然是给新皇，那种情况下，太后暂管也是应该的。这哪里需要他特意去安排？还不顾身体，亲自去？红叶眨了眨眼，这么说，这样的行为就挺反常的。柳云点头，总觉得不符逻辑。不过国库就算了，一般人碰触不到。内库，先皇做了详细的安排，一般人也不能随便动。这么看来，如果真的有藏宝图，在私库的几率要大很多。既然兵符都可以藏在不起眼的金佛中，这藏宝图指不定藏在什么东西里面了。红叶震惊，那主子不会藏在已经处理掉的东西里面吧？不起眼，如果要一一排查，这工作量可吓人了。柳云手指蹭了蹭下巴，先皇应该不至于犯这种蠢。就算他想不到云昭会天灾人祸好几年，结果变得如此贫穷，至少也要考虑到皇上太后不至于将东西赏赐给了别人。所以这样东西哪怕不起眼，也绝对不会轻易被处理或者赏赐于人。放兵符的那个金佛就挺有意思的，要说多值钱嘛，也不见得，但是工艺挺好的。若是赏赐人，显得有点俗，要卖掉，价值也没有特别高，这才留到现在。红叶青叶，果然藏的东西都这么会玩吗？柳云挑眉，不管了，先在现有的司库里找一找，毕竟没有更多的线索了。他手里留下了一部分没有宫廷御制印的，全在宫内，只能让红叶找个借口跑一趟。红叶这个时候出去，也能证明给那批杀手的主子看。面对那么多一流高手围攻追杀，必然受伤，红叶什么事都没有，隐晦的撇清关系。他不信这幕后之人真能丝毫不在意，不调查。翌日，红叶冒雨回了宫，晚上回来还带了2个人，碧湖公主和捆的岩石又套了头皇夫人。柳云示意红叶先将皇夫人带走，冲女儿招了招手。云相同笑嘻嘻的飞奔进娘亲的怀中，母后，今年这雨也下得太久了，书院也挺烦的，就休沐了。柳云，好歹也是皇家书院，这么任性的吗？下雨下太久，所以放假。现代的学生党流下羡慕的泪水。好，看看。柳云打量着云相同，真的瘦了不少，不过气色不错，母后给你的武功好好练。云相同肉眼可见的兴奋激动，一定好好练，等儿臣厉害了就可以保护母后了。哎呦，这小棉袄怎么这么暖呢？若不是系统给予的武力值经验包无法给旁人使用，他都想砸几个给女儿了。母女俩温馨高兴的一起聊了天，吃了饭，眼见很晚了，柳云便让云相同去休息。云相同蹦蹦跳跳的走到门口，突然回头，对了，母后，那个叫谢叔的，母后想怎么做呀？柳云诧异，暂时没什么想法呀。
云向同偏了偏头，不等柳云询问，哦了一声，人已经一溜烟跑了。柳云，程夜，待会儿你跟蓝夜聊聊，看公主最近都做了什么。好好的提谢书干啥？他虽然还有个关于谢书的任务，可得从长计议的节奏，现在哪里顾得上折腾？程夜点头离开，绿叶懂事的泡茶去。柳云让红叶将黄夫人带过来，取了头套。黄夫人眯着眼适应光线，看清面前的人，瞳孔地震，咽了咽口水，慌的一批。太后，为什么他还能见到太后？应付完皇帝，不该被灭口吗？他怎么还活着？柳云也不急，歪着头打量着黄夫人，嘴角勾起似笑非笑。来时似乎特意给她换了一身衣服，干净整洁，也像个一家主母。原本梳好的发髻，因为头套多了一丝凌乱，妆容略微不整。四肢被绳子用特殊手法捆绑，别说挣脱了，动一动都有些困难。红叶，给黄夫人松绑吧。柳云评估了一下此人的威胁性，开口说道，随即拿起魏月记录下来的那日周晨审问的过程看了起来。黄夫人松绑后依旧跪着，似乎不敢乱动，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太后，不知道这位又要做什么。柳云桃花眸潋滟，在烛火中盛满星光，璀璨惑人。只听他温和贤淑，没有威胁，喝点还是吃点？黄夫人脸色微微一抽，实在不想回答，可肚子有她自己的想法，叫得无比响亮。自从那日被魏月敲晕，她醒着的时间就不多，现在也不知道过去多久了，总共也就吃了2-3顿。总之肯定是饿的。柳云也不在意，挥手让绿叶去叫掌厨准备吃的。等食物端上来，黄夫人优雅又凶猛地吃了一通，等她终于没那么饿了，柳云已经将那份报告琢磨完毕。柳云轻笑一声，黄夫人都是有孙子的人了，怎么还欺负几个孩子？皇上，周晨加上魏月，只怕比黄夫人的孙子都大不了几岁。怎么，心中有恨，说话真假参半，忽悠皇上吗？欺君之罪，罪加一等吗？闻言，黄夫人皮子一紧，成功被食物呛到，撕心裂肺的咳了一阵，眼眶通红。第142章，太后就是魔鬼。一旁的红叶和青叶诧异的看着黄夫人，这位还真是老狐狸啊，之前交代的事情竟然还有假的，死到临头还想着算计，这黄夫人就不能真诚点吗？这么晚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类告诫之语置于何地？柳云不疾不徐的喝着茶，等黄夫人咳得差不多了，才悠悠的说道，黄夫人还真是操心劳碌命，连死都放不下，还替后人和盟友铺路呢。黄夫人捏着筷子止不住的颤抖，心神已经乱了。从见到太后起，她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太后一眼看穿她的伎俩。柳云拿起那份审问过程，摇了摇头，一脸同情，让哀家说，你什么好呢？皇家已经不在了，那2个孩子不知所踪，你还这么维护姜太师有何意义？周晨到底还是年轻了些，遇上黄夫人这样阅尽千帆、久经沙场的长辈，也无法分辨你话中的真假。而你还聪明的在真话中夹杂着假的，虚虚实实，让人难以捉摸。高明。真话多，假话少。真话都是能查到的，假话是无法证实的。应付周晨的试探之语都是真的，倒是让黄夫人的假话变成了可信。这黄夫人深谙审讯一道，应付的天衣无缝。黄夫人眼睛里可出了泪，雾蒙蒙的说道，罪妇不知道太后娘娘在说什么，罪妇不过是宅在后院的女人，对于皇上想知道的事本来就不太清楚，能说的都说了，有什么错处不过是罪妇的无知罢了。手指捏紧筷子，用力到发白，全身细胞都在叫嚷，警惕心不自觉拉满。柳云嘴角勾起，笑得玩味，无意识地拿起那叠纸的一半，扬了扬，哦，既然是无知的黄夫人，又怎么知道哀家说了什么？什么是皇上想知道的？魏月是皇上的太监总管，听说周晨是皇上最近看上的年轻臣子，哀家就是感叹一下3个半大的孩子，雄心壮志，青春飞扬。至于黄夫人，哀家说的是大理寺的审案档案啊。怎么，黄夫人还被皇上审问过什么吗？这转折转得过于猝不及防，黄夫人又差点被食物呛到。神他妈大理寺审案档案，前面太后不是在说周晨审问她的事情，她把脑袋摘下来当球踢。然而太后非要这么生拉硬扯，手里还真的拿了大理寺的审案记录，她能怎样？1没资格，2没身份，3没本事，能强制案头让太后认吗？对，她不能，所以只有无话可说。柳云轻笑，优雅地品着茶，黄夫人何必呢？你为了保护你的男人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受这么多活罪，值得吗？黄夫人心口一颤，心里有什么在崩塌。柳云笑眯眯地看着黄夫人的神色变化，心里有了计较。果然，这时代再怎么贤良淑德，除非不爱，否则怎么可能一点计
芥蒂都没有，只是有些东西超越压制了这种芥蒂而已。黄夫人心神震荡，深呼吸2口气，沉静下来，眼神重归平静。太后娘娘想说什么就说吧，罪妇知道娘娘很会说话，也擅长给人挖坑。太后娘娘不妨直接点，费尽心思的瓦解罪妇的心理防线，实在有些多余。柳云挑眉，就知道这女人不好对付，果不其然。可有些事情并非知道就代表着能承受。黄夫人知道她在做什么又如何？她倒要看看她撑得住吗？这样的人不让她崩溃，就问不出自己想要的实话。既然如此，就直接点。看来黄夫人很怕跟哀家说话啊。柳云其实有些哭笑不得，那些人不过是事情发生了不承认才要挖坑堵。黄夫人这样的挖了坑，即便跳下去了，你不想说实话照样不会说，又有什么用呢？以前对付其他人那一招自然没用，得换一种方式。黄夫人哼唧一声，她知道能不说话最好不说，免得被太后牵着鼻子走。柳云也不在意，坦然无比。黄夫人还敢忽悠皇上，不过是仗着皇上做事光明磊落还心软。你知道皇上就算没有明确答应你，可看在你交代那么多事的份上，也会给皇妃留一个全尸的。所以你看似崩溃，实在有计较。但是你觉得哀家知道了，皇妃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哀家会让你死得瞑目。黄夫人脸色一变，瞳孔震荡。太后娘娘，人死为大，你不能这样。柳云似笑非笑，端起茶盏，看着茶叶在水中沉浮。死不过是另外一种生，或许就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罢了。过了奈何桥，喝了孟婆汤，说不定转世投胎又是幸福美满的一生。可这人啊，活着的时候造孽太多，又死无全尸的话，在别的世界怎么样呢？或许过不了奈何桥，投不了胎了怎么办？哦对了，还不只是皇妃呢，你的丈夫、你的儿子都死在大理寺，如今尸体还在大理寺，若是都死无全尸，啧。黄夫人呼吸急促，胸口起伏不定，脑子一嗡，双眼翻白。柳云悠悠的，黄夫人，你可别晕啊，听说那2个孩子还躲在地京城呢，不少杀手都在找哦，你说他们找不找得到？黄夫人听出了浓浓的威胁，太后分明在说，若是那些杀手找不到，她就算不让人动手，也可以将消息卖给旁人，2孩子还有活路吗？你黄夫人是真的害怕了，这个女人就是魔鬼，什么禁忌都不在乎，只要能达到目的，她什么都做得出来。倒抽一口凉气，黄夫人从来没遇见过这么难缠的。太后到底是怎么知道我没说实话的？自暴自弃了，她还能怎么着？难道真的要让皇家所有人死无全尸，让2个小孩子共赴黄泉？那之前挣扎那么久有何意义？柳云嗤笑，姜太师是什么样的货色，哀家比你更清楚。看看你都说了什么？姜太师培养人是肯定的，只不过高手就那么几个，他一个文臣没什么本事和来源培养太多高手。啧，你可知道如今的太师府上有好多江湖高手呢？最近江湖上也挺热闹的，若非早就认识，为何来到地京就有那么多人投奔太师？这人脉只要有银子，还培养不出太多高手。柳云冷漠，户部账册由户部尚书一手安排，其他人只是听命行事。为防过河拆桥，真正的账本在皇家，可以用来作为证据。拿过桌旁的账本，这话听起来似乎没有问题。可是黄夫人，这账本是谁做的？竟然做得如此完美，里面涉及到的受贿官员，一半是太师的敌对势力，一半是太师的人。只怕太师这一半人里有许多是部中的墙头草吧？这倒是一个铲除异己的绝佳利器。第143章，用力过猛啊！怪不得姜太师能那么放心跟黄大人合作，瞅瞅人家都死光了，还在为他们考虑呢。敬业福都没有皇家敬业，如此完美的小伙伴上哪儿找去？皇家分明做了最坏的打算，早早就准备了一本假账册，若是出事，必然被搜到成为重大证据。上位者对于这样的证据都非常重视，一旦查起来，必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朝野动荡。假账册上的人，各种势力都有，包括太师，谁也不会怀疑是故意的。旁人也不知道属于太师的人实则是墙头草和奸细，便更加信了这账册。结果其他势力将损失惨重，太师一方提纯，还排除异己，实力隐形增加。这招可以啊！没想到将太师御下这般厉害，感慨一番。柳云看着账册，为此你们甚至设定了一套自己的密码，又不算特别难猜的那种，当真做得完美。若非锦衣卫将文武百官都查了一遍，最少也要搞明白谁是谁的人，他还真发现不了破绽。谁能想到太师为了铲除异己，能让人做到这种地步？这样严密的心思，若用来做实事，云昭何愁不兴？
黄夫人目瞪口呆，看着太后，仿佛看见了什么可怕的生物。确实，他们自以为最完美的就是这本账册，绞尽脑汁，面面俱到。他们用了很长时间来完善各个方面，为什么太后看一眼就猜到了所有？这还是人吗？一阵阵凉意从脚跟直冲脑门，黄夫人只感觉透彻心凉。她自然不会知道，帝京的各方势力该了解的彼此都不会错过，也有各式各样的防备。所以，无论是谁想要调查完文500官都不容易。而且，一般调查又岂会浅尝辄止？仅仅知道谁是谁的人怎能满足？于是乎，谁都不知道太后手里有一支最擅长打听消息的锦衣卫，没有警惕，数量还多，不知不觉就被摸清了势力分配。这事儿对太后和皇室来说相当重要，到时候清理起来才不会有遗漏，才能明辨中间。即便是柳云也没想到，这些消息在这里就先用上了，自然不会给敌人解释。柳云满心嘲讽，不过皇夫人这么兢兢业业，你可知追杀那2个孩子的杀手中都有些什么人？黄夫人瞳孔睁大，浑身颤抖，拒绝去想这事儿。不知道，我不想知道。有些事若是不挑破，还能自欺欺人。得知真相又如何？他也没时间再改变什么。可惜柳云不会让他如愿，不想知道。怎么可能？黄夫人助纣为虐，认贼作友，就连死都还要助他们一臂之力。怎么？现在不怕死不瞑目，九泉之下也无法安心了？现在不想知道，死了什么不知道？逃避是没用的。黄夫人心脏颤抖，害怕的闭上眼睛。有些真相太残忍了，可她没有拒绝的权利。她明知道太后这么说不过是为了打击她，可依旧忍不住听在耳里，进入心里，甚至试图分析太后话里的破绽。可惜不知道是她脑子糊了，还是太后过于厉害，愣是没找到可反驳的点。柳云也不介意黄夫人没反应，这样消极的抵抗释然并卵的事情，代表黄夫人要破防了。可怜，你不会真以为若孙文没出现，姜太师会放走你们全家吧？黄夫人眼皮狂颤，在那之前，太后为什么就那么肯定他们黄家是太师的人？对外，他们可是官场宿敌啊！柳云啧啧，太师的人早就在你们的必经之路上等着了，他不仅不会放你们走，还想灭口呢。嘴巴再严实的人，那也不如死人能保守秘密啊！你们活着，对太师来说有什么好处？至于太师有没有这么做，他也不知道啊。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太师绝对不会放过黄家所有人，他可不愿意为了黄家跟启王火拼。会不会留下活口，可能还得看形势和杀手的心情。黄夫人激动，表情扭曲，突然有点歇斯底里。姜太师答应过我们的，我们替他做了这么多年事，他怎么能食言而肥？不仁不义的东西，他怎么配当太师？老爷就是错信了太师的为人，才没有留其他后路，出了事落得如此下场。黄夫人呼吸急促，眼睛里盛满了仇视，恨毒了姜太师，有机会定要喝其血，食其肉。然而没人接他的茬。红叶和青叶以保护主子为主，这种情况轻易不会插话，免得拖后腿。剩下只有柳云，摊了摊手，表示无法感同身受。看着黄夫人，等她重新恢复安静，才突然笑了一声，吓得黄夫人抖了抖。柳云把玩着手中的金玉凤镯，悠悠地说道：“感情很充沛，可惜啊，用力过猛。前世可是打小看影视剧长大的，就算他不会演，可没吃过猪肉，见过那么多猪走路啊。虽然人生如戏，这些人天天戴着面具过日子，可始终要符合本人性格。”黄夫人一僵，整个人都不好了。太后娘娘虽然没有在言语上给她挖坑，然而也没有给她留什么路。这种无能为力、无路可走的感觉，跟句句是坑，怎么都要跳进去的体验有什么区别？柳云若是知道黄夫人的想法，一定会大呼冤枉，这还真不是故意的。问题是黄夫人做这些挣扎，她都看出来了，能怎么办？不作为，那还不如直接放过更干脆。喝了口茶，柳云觉得好笑，以黄夫人的智慧，你怎么会直接申斥姜太师？你第一时间不该怀疑哀家说的杀手是真还是假的吗？毕竟哀家又没有证据。黄夫人呼吸一滞，大意了。她想通过申斥姜太师来表明她已经妥协，没想到依旧被太后识破。至于是不是真的恨，那不重要，真实情绪表现出来只会让太后更加得利，让自己更加不利。终于感觉自己说多错多，黄夫人闭上嘴巴，半眯着眼睛，面无表情如泥佛，无悲无喜，不让太后看见自己任何情绪。柳云眯了眯桃花眼，黄夫人这样的人还真是难以对付，意志力和主观意识太强了，很难让她完全破防。站了起来，柳云缓缓靠近黄夫人，眼神从她脸上一步步移开，看她呼吸，看她咽口水的动作，再看她戒备蜷缩的手指。
这人也没有看起来这么平静。第144章，刚刚说什么了？柳云忍不住又笑了。其实他并不明白，他明明笑得这么温柔，这么美，为啥黄夫人很害怕他笑的样子？不管了，不妨碍他频繁使用这一招。看来黄夫人打算用沉默来对抗哀家了，可惜用处不大。柳云忍俊不禁，老实说，哀家平日也没人能说说话，既然黄夫人不愿意说，那哀家多说一点也无妨。这么看来，黄夫人听到将太师派杀手也不意外啊。那黄家针对这种情况也有预料和应对的办法。黄夫人眼皮微颤，不动声色。柳云桃花眸闪烁，看来哀家猜对了。黄大人深谋远虑，连这种退路都已经想好了。只做一个户部侍郎，未免太委屈了。可惜黄大人不是姜太师的女婿，也不是太师的亲人，否则户部尚书的位置让黄大人来做，现在得换他和皇上吐血。哀家对你们应对逃命的办法不感兴趣，知道有这么回事就成。柳云轻笑，看来是皇帝的复仇计划打乱了皇家的部署，或者皇家从未想过会栽在自家女儿手里。但是哀家对你们和姜太师之间的关系好奇极了，你们既然这么懂太师的套路，还时刻防着太师一手，又为何要听命于他，死到临头还维护他呢？姜太师承诺救你们，一直不对，你们赶尽杀绝，证明你们即便不是户部侍郎也有价值啊。说完停顿，黄夫人闭上眼睛，很想将耳朵捂住，却只能撑着，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柳云将她细微的动作收入眼底，点了点头，奇了怪了，你们觉得姜太师有价值，姜太师觉得你们依旧有价值，暗地里的敌意和警惕却一点不少，这样的合作关系绝了呀。柳云嘴角勾起，好似诱人的罂粟。黄夫人，你知道吗？那日闯入大理寺的刺客有黄家的人呢。对，就是八大姓里面的黄氏一族哦。黄夫人突然睁开眼，死死地盯着小嘴一直巴巴的太后，张了张嘴，又回过神来，恢复刚才的状态，一副坚决不说的样子。柳云被逗笑了，那日两拨人可全是要杀你们的呀。原本哀家还在想，黄氏一族来掺和个什么劲，这么看来他们姓黄，你家老爷也姓黄，莫非并不是巧合？黄夫人缩在衣袖下的手指已经蜷缩在掌心，握成了拳头，心里已经翻起惊天巨浪。殊不知这反应仍然被柳云看在眼里。得，黄大人居然真的跟黄氏一族有关，天下姓黄的就多了，黄大人如此不避讳，是利用了大家的反向思维。而且黄大人从来没表现出跟黄氏一族有任何关系的举动。众所周知，八大姓的血脉族人是不会进入官场的。柳云若有所思，这是云昭历届帝王对名门望族的打压。若是没有这条限制，估计整个朝廷的文臣能尽数被八大姓占据了去。单纯靠科举，一般人很少考得过八大望族出来的人。当年云昭开国皇帝跟八大望族签订了八大姓族人和内门学生不得为官的协议，若是八大姓不乐意，那么就要交出手中的80%资源产业。说实话，他们不能自己称帝，那为官就是为了更多的家业。若是为官就要交出80%产业，彻底葬送了多年的传承和积累，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虽然不知道云昭开国皇帝是用什么逼着八大姓2选1的，可八大望族明显妥协了，选择了家产。所以云昭传承这么多年，八大望族的族人和内门学生几乎在朝堂上绝迹，才有了新兴贵族的崛起。虽然八大望族也可以暗中控制一些官员，至少不能大规模的占据文武百官，把朝廷彻底变成傀儡。如果黄大人是黄家的人，莫不是八大望族还跟3大辅臣合作了？还是说仅仅只是黄家和姜太师的计谋？柳云一字字的说得慢，不仅仔细观察黄夫人的微表情，还给她很大的心理压力。黄夫人确实压力山大，感觉呼吸都困难了。她不明白，她什么都没说了，为什么太后还越猜越多？做人可以这么离谱吗？哦，黄夫人是不是觉得哀家在胡说八道？闯进大理寺的杀手怎么可能有黄家的人？柳云垂眸欣赏着凤镯巧夺天工的雕花，可黄夫人应该清楚啊，谁家的杀手是什么样的，在帝京混久了，多少知道一些的。八大望族派到帝京的人虽然不常活动，可不是不活动，哀家的人怎么会认错？黄夫人突然开口，心若死灰，罪妇只求一死，旁人做了什么，有什么目的，与罪妇无关。罪妇儿子死了，丈夫死了，已经是孤家寡人，只求太后娘娘慈悲为怀，赐罪妇一死。柳云桃花眸潋滟，哀家最听不得慈悲2字，一听见就想让人不得好死。黄夫人嗤笑一声，死都死了，还在乎怎么死的？左右不过是一捧黄土。柳云挑眉，曝尸荒野，任由野狗啃食好了。黄夫人眼皮子微颤，
无所谓了，太后高兴就好。柳云嘴角勾起，那你女儿呢？挫骨扬灰也不管了？黄夫人咬紧后槽牙，管不了了。柳云微微歪头，眉眼灿烂，那你丈夫和儿子呢？死无全尸也行。黄夫人苦笑，人死如灯灭，谁知道是什么样子？罪妇也是自顾不暇。柳云突然笑靥如花，那这么说，不是你丈夫姓黄，是你姓黄啊，所以你才是黄家人吧？看来皇上无心插柳成荫，居然就对人了。什么？黄夫人瞠目欲裂，被太后这个结论瞬间吓得魂儿飞了一半。等等，她刚刚说了什么？不是在讨论她怎么死，她的亲人该怎么鞭尸怎么惨烈吗？为什么太后突然就得出这个结论了？柳云嘴角勾起完美的弧度，哀家对你们8大望族的教育是无比服气的。白夫人、镇南侯夫人都来自谢家，而你是黄家的人，把家族荣誉看得比丈夫儿女更加重要。当这些有冲突的时候，你会选择家族？黄夫人彻底傻了，这可是她埋藏最深的秘密，这么几句问话就暴露了。太后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第145章，这盘棋下的好大啊！这次黄夫人的心态是真的崩了，认真的开始怀疑人生，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她很后悔，为何她没有像死士那般深藏一颗毒药，如今想死都是一种奢望。她宁愿一死了之，也不想再听太后继续说下去了。明明她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说，连最后的遮羞布都快被太后扒光了，这敌人太可怕了。所以奢望更加不容易成为现实。柳云暗中让红叶和青叶盯着，绝不让这丫的自杀。她还有好多疑惑没解开呢。无视黄夫人一心求死的泪眼婆娑，柳云觉得她应该多动动脑子，提前预防老年痴呆。于是头脑风暴再次发动，一步步朝着黄夫人心惊胆战的方向发展。哀家觉得黄家这一招太厉害了，不要告诉哀家8大望族都这么做了，哀家会很头疼的。黄夫人还真看不出来为什么眼神表情那么兴奋，那种找到新玩具的喜悦情绪是怎么回事？柳云点了点头，男人不能科举入朝为官，女人招婿却没有这样的限制。不能吧？那黄大人是真的姓黄，还是因为跟了你的姓啊？黄夫人，这重要吗？柳云桃花眸晶亮，哀家就是好奇，这黄大人算入赘，还是娶了你？8大望族不是不爱嫁女儿吗？黄夫人自闭，刚刚开口就被太后炸出了秘密，再说一个字，她就是猪。岂料柳云一脸恍然，提及黄大人，你这一脸的傲气，哪里有丝毫男主外女主内的贤良淑德之情？而且你似乎还知道黄家所有事情所有秘密。黄家看似以黄大人为主，实则以你为尊，你这上位者的姿态，看来黄大人算是入赘的啊。以黄夫人为尊，不是尊卑，而是黄夫人的意见和决定很重要，能掌控全局。上位者的姿态并非地位高低，而是黄夫人有家庭地位，主观能动性极强，全然不是那种以夫为天，夫君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依附性妻子。黄夫人想吐血了，她都这么佛了，为啥太后还能看出来？这人长了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忍不住看向柳云，那双桃花眸含情凝碧，清澈流盼，仿佛妖冶生辉，摄魂夺魄。黄夫人才发现，原来太后长得惊鸿妖孽，恍惚间都想不起太后还是柳婕妤时是什么样的了。厉害成这样，为什么当初还只是一个小小婕妤？柳云冲她一笑，吓得黄夫人赶紧闭上眼睛，继续装佛。柳云虽然化了浓妆，不至于这么吓人吧？那哀家就不明白了，黄大人既然是入赘的，他为何敢娶小妾，还跟别的女人生孩子？柳云表示只能自己琢磨，黄夫人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吗？难道8大望族的族规可以招婿，然后带着任务入朝？不对啊，如果可以用这一招，以8大望族的人才，绝对不会现在才想到。而且皇室对8大望族的后人一直很关注，不可能突然少了你这1号人还不知晓。黄夫人无动于衷，她不听，全当王八念经。红叶，黄夫人可有易容？柳云突然扭头，红叶一个机灵，连忙过来仔细瞅了瞅，没有。柳云眨了眨眼，那就奇怪了，就算黄夫人是黄家的旁系，也不至于完全没这个人啊。如果皇室的资料上有记录，黄夫人招婿也不可能做到这地步。现在这种情况，黄家完全就是查无此人，才敢做到户部侍郎，再跟江太师合谋。然而望族黄家绝对有隐形支持，黄大人一家才有底气跟江太师谈。打量着面前的女人，柳云想起自己用天网鹰眼监控过的几次，黄夫人和黄大人的感情很好啊。黄夫人也不像那么大度的人，黄大人定然不敢纳妾生子，那所谓的妾和庶子难道都是假的？为了掩人耳目的伪装？黄夫人一口老血哽在胸口，这话刺激的
佛都要生气。我怎么就不大度了？帝京满朝家族，谁不知道那些妾室都是我主动给夫君纳的？谁不称赞2句？柳云偏头，呵呵，哀家要不是女人，这话就信了。你和黄大人的感情是真的，那妾室儿子必定是假的，除非你跟黄大人是表面夫妻，就是你主动更可疑。从之前黄夫人针对丈夫儿子的反应来看，第二个可能性根本不成立。她不信一个在家掌控决定权的女人会真的那么贤惠，那么无私。黄夫人，她这头猪刚刚打脸了。柳云嗤笑，啧，如果这些妾室和儿子都是假的，黄夫人这个好主母的名声就很细思极恐了。据哀家所知，黄夫人对妾室是真的好，对庶子是真的犹如己出，犹如嫡子一般培养，估计菩萨看了都得向你学习一番。甚至在大理寺牢房中，生死关头你还选择保庶子。柳云啧了一声，想到了更可怕的事情，看起来跟萧家一样的策略，嫡子太过招眼，庶子存活率更高。可在庶子非黄大人亲生的前提下，你还如此大度，哼，莫非那几个庶子有问题，来历很不简单？仔细一想，那日黄大人的反应才更加痛心疾首，哀伤到了极点。庶子不也是他的儿子？为何他比黄夫人还不愿意救庶子？他当时就奇怪来着，可惜时间太紧，那会儿来不及细想。最后见黄夫人心意已决，黄大人才颓了，不得不接受现实。这个推测出来，黄夫人疯魔了。只见她突然一个大力磕头，连续好几次，额头砸的地面砰砰响，突然整个人就不动了。红叶震惊，反应过来伸手一碰，黄夫人身子朝旁边倒去。这女人竟然生生磕死在柳云面前，额头鲜血迸出，顺着五官往下流，眼睛圆瞪，死不瞑目。近距离遭遇暴击，柳云瞬间腿软了。他们各种预防黄夫人自杀，但是谁也没想到她并没有大幅度动作，也没有前兆，不用头撞墙，竟然撞地。额头本来是很坚硬的地方，这得多大的力气？青叶闪身过来，提着黄夫人的尸体就出了门。红叶扶着主子坐下，柳云连忙灌几口茶压压惊，这样自杀，亏他想得出来，这得多大的信念？红叶哭笑不得，他也没见过呀。主子，你没事吧？柳云吐了一口浊气，让我缓缓。是啊，这种方式得多大的勇气？突然这么刺激，是不想让他好好睡觉。不过他反应这么大，是被我的推测惊到了，也证明我猜对了。虽然很不可思议，但是黄夫人用她的死告诉我，黄家的庶子很可能来自望族黄家的重要血脉。黄家的这一盘棋下得好大啊。第146章，还有未解的疑惑。到云昭这么久了，如果愿意去看，每天都在死人。经过好几波的视觉强烈冲击后，再见有人死在当场，太后还不至于失态，可该惊吓的时候依旧会被吓，毕竟黄夫人来得太突然了。他们都防着这人咬舌自尽或者狂奔撞墙，但是从未想过还能将自己磕死。果然人心才是难测的。通知一直盯着那2个孩子的锦衣卫，若是有机会将孩子劫走。柳云皱了皱眉，若是要付出代价才能办到就放弃，其实我更想知道这2个孩子最后会怎样，又会用来做什么。到了我手里，只怕黄家会直接放弃就无用了。望族黄家家大业大，少2个孩子还有千万，不值得浪费精力去威胁。红叶点头，看青叶进来，忍不住问道：真死了吗？青叶，死透了，为了以防万一，我还补了一招。他自然没有虐尸的癖好，主子也不是真的要鞭尸，不过看多了死而复生的例子，将心挖了，总不能还随随便便活过来吧。当然避免血腥味，青叶没有亲自动手，是看着旁人做的。柳云不知道青叶是这样处理后续的，还想着黄夫人那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红叶，主子将本家血脉收为庶子，这难道很好吗？再怎么说，望族的旁系庶子都能享受家族的名望，外出报名号足以引来无数人羡慕嫉妒，甚至追捧，可区区一个户部侍郎的庶子，说出去没人会多看一眼。柳云目光微凝，不是因为身份，而是未来。旁系庶子有名望又如何？还是不能参加科考，学得再多，要出头太难了。如果用这种方式换取官场的利益，对望族来说百利无害。虽然是户部侍郎的庶子，黄夫人可一直当成嫡子培养，他日通过科考入仕，有本家的支持，有户部侍郎的爹，只会一帆风顺，快速身居高位。红叶吃惊，还可以这样操作？那如今的朝堂岂不是？柳云摇了摇头，不至于。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这个法子可行，8大望族也不用等到现在了。当年开国皇帝能够压制8大望族，自然也考虑到了这条捷径。望族的摊子实在太大了，凝聚力虽然强，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内部的竞争只怕不比先皇那群儿子夺嫡弱多少，他们也无法专心致志地渗透朝堂。柳云端起茶，想着已经很晚了，再喝就更提神睡不着了，
便又放了回去。这些年，朝廷对八大望族的监控从来没少过，反而逐年加大了力度。即便是不起眼的旁系子弟，既要教育得这么好，又要躲开朝廷的耳目谋划偷渡出来，再做这么大一个局，难度可想而知。毕竟，这样一切为家族服务的三观，绝对不是短时间内随随便便就形成的。若是在家族里待得久了，又怎么可能偷渡？青叶替主子倒了一杯清水。那黄夫人这是？柳云，黄夫人可能真是巧合，也是个意外。当黄夫人成了朝廷监控以外的人，并且依旧忠于家族，黄家这才想到借这条线开始发展。而且要偷渡一个大人不容易，可要避开朝廷耳目，转移一个婴儿就容易太多了。以前不这么做，只是不能保证在外面长大的孩子依旧忠于家族，那样的教育定然需要特定的手段。可有了黄夫人，就能保证教育了，给黄大人弄几个数字也在试验。若是这条路走通，望族未来的摊子就会越铺越开。黄夫人只是一个缺口，却能慢慢的改变格局。黄夫人也知道自己身系重大，一招走错，定然满盘皆输，所以她不敢露出丝毫破绽，泄露的后果她承担不起。现在想想，黄夫人之前还真是忽悠着皇帝那三孩子玩的，怪不得不去将太师。因此在发现太后越猜越多时，她宁愿死。红叶啧啧，这么说黄夫人会成为意外，也是有故事的。所以其他家族都还没来得及效仿。柳云点头，恐怕还没来得及知道，这个计划明显才刚开始。唉，可惜了，这人死得干脆，我还有些疑惑没来得及问呢。青叶睁大了眼睛，主子，还有啊？柳云挑眉，对啊，黄家必然是故意跟姜太师合作的，到底拿出来什么筹码？姜太师肯定不知道黄夫人的身份，只是单纯觉得这家人的用，那获罪之后的黄家价值又从何而来？还有，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初哀家让人调查黄妃，有过一条线索，说是黄妃的母亲跟长公主的心腹丫鬟关系莫逆。当初黄妃进宫，长公主可是出了力的，所以长公主那边黄妃和黄家还算她的人。另外，消息有说黄夫人和那丫鬟闹掰了，关系突然疏远了起来，这其中是不是还有什么波折和故事？红叶恍然，是哦，照主子这么说，黄夫人带着这么大的目的，定然要在官场好好站住脚，岂能随便招惹强大的敌人？柳云欣慰，对，关系本来好，突然又不好了，这其中必然有大事。而且我所有猜测的故事暂时都跟长公主无关，所以长公主在这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还犹未可知。另外还有姜子显。青叶眨了眨眼，黄妃的那个青梅竹马。柳云手指磨蹭着茶盏上的釉纹，其实我一直在怀疑，诱惑黄妃犯错的姜子显跟青梅竹马的那个姜子显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在黄夫人的布局中，姜子显绝对是多出来的一环，也是走错的一环，这才导致了现在的满盘皆输。之前20多年的努力全白费了。然而以黄夫人的智慧，黄妃和姜子显青梅竹马长大，她能放任姜子显这么一个变数吗？柳云轻笑，就黄家而言，完全没想过姜子显会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证明在黄夫人的认知中，这个人的性格应该不存在这样的威胁。然而事实就是姜子显破坏了整盘棋。姜子显不过是跟黄妃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至于比黄夫人还老狐狸，还隐藏得深吗？换而言之，姜子显是突然出现的变数，黄夫人根本来不及把握。这个时间节点必定是在黄妃进宫之后。姜子显以某种名义进了御林军，同时也不用跟黄家的人接触了。第147章，都值得尊重。红叶以拳击掌，对哦，姜子显能够跟黄妃做青梅竹马，人品性格自然被黄夫人认同过的。如果真的那么爱黄妃，又怎么舍得她做出这等抄家灭族的错事？柳云，是啊，可惜我还没来得及试探黄夫人。这段时间家族横生变故，黄夫人应该还来不及细想这其中的关键。我是想试探她了解的姜子显是什么样的，从而证实一些猜测。青叶迷惑，姜子显本来藏得很好，特意出来救走黄家的孩子，到底是因为对黄妃的感情愧疚，还是因为知道内情，猜到那是望族黄家的血脉？柳云摇了摇头，不知道。知道是黄家血脉的可能性不大，关于黄家，只有黄大人和黄夫人清楚，就连儿女都不清楚，那些孩子也还没有接触到完全的真相。姜太师都没发现破绽，如果这个姜子显并非本来的姜子显，他几乎没有跟黄家人接触，从哪儿得知这样的秘辛？红叶看了青叶一眼，所以姜子显会出手，是因为对黄妃有感情。柳云挑眉，这人明显是有目的的接近黄妃，可人心和感情不可预料，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跟紧这个姜子显总会知道的。目前他对这姜子显有些好奇。
这是谁的人呢？到底有什么目的？最重要的是，为何刚好就选上皇妃？将事情理得差不多，柳云睡前还在感慨万千，皇家真是太复杂了，隐藏起来的真相还特别惊人。这么一比，萧家还真是简单。红叶，简单吗？那萧婕妤是怎么跟陈阳郡主纠缠到一起的？他到底知不知道陈阳郡主的身份？又为何愿意以身犯险？难不成真是爱？柳云轻笑，你这些是八卦，并不关乎时局。看陈阳郡主那样子，萧婕妤绝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隐藏在暗处的狼崽子才有危险。既然我已经发现他了，崽子就是崽子，对付起来可比老狐狸容易多了。而且我是长辈，他的晚辈，要对付他，嘿嘿。出乎意料的，晚上睡得还比较好。第二天清晨，柳云从程烨口中得知云向童为何会提到谢叔，有些惊讶。你是说公主在特意接近谢叔？回想了一下，她似乎已经记不得谢叔长什么样了，只知道这丫的是个金娃娃。程烨，是那日桃园文会，公主觉得主子很关注这位谢叔，估摸着想帮忙先了解一番。柳云皱了皱眉，她只记得谢叔中二病重度患者，做事冲动，半点不沉稳，更加没有自知之明，没事老想着算计白木。若非白木对他没有恶意，这人坟头草都能养羊了。只觉100个看不上，柳云都不知道自己像是挑剔女婿一样，没有发现谢叔任何优点。主动接近这种事情，万一出问题了呢？用早膳的时候，柳云特意提及，慎重说道：谢叔的事情，母后自有计较，主要因为他是谢氏之人，用不着你去掺和。故意接近这种事情不可控，而且对你公主的名声不好。云向童眨了眨眼，我的名声也没有多好，我也可以替母后做事的。柳云摸了摸女儿的头，好似幼兽的绒毛，又软又暖。你现在练好武功，以后你能做很多的事情。以前的名声不好可以慢慢扭转，等你瘦下来，那是迟早的事情。但是你还不到9岁，不可碰这种男女感情之事，一旦被传出闲话，就永远洗不白了。柳云语重心长，一般感情上的流言蜚语，女子总是要吃亏一些的。区区一个谢叔，怎么值得我陪上一个公主？见云向童听得仔细，柳云给他夹菜，认真的说道：何况你母后我呀，做事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想利用感情来达到目的。很多事用感情或许是捷径，但是既然有别的办法，宁愿麻烦点也不要走这样的捷径。在我看来，感情和生命都一样值得尊重。而且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一旦辜负了太多人，万一遭了报应，谁也不敢保证当自己遇见感情的时候就能完全不被辜负，最后还不是的自己承受。说到最后也是感慨，不管云向童这年纪能不能懂，他想表达自己的为人处事。否则大小乔这样的完美棋子真要放出去，有几个男人能稳住不上钩？云向童瞪着乌黑的眼睛，似懂非懂。母后，你是怕我喜欢上谢叔吗？那是不可能的，就那样的，莫几个贵女看得上。柳云微噎，一个8、9岁的孩子跟他讨论喜欢，总有种大家长看孩子早恋的复杂心情。不，我也担心谢叔会喜欢上你。其实云氏有一条很隐晦的族规，云氏的女儿绝对不能嫁望族子弟，可以娶望族之女，却不能嫁望族之子，就是怕8大望族之人借机顺杆儿往上爬，尤其你还是当朝公主。对此，柳云略微嗤之以鼻，这样的规定实则是将女人看成男人衣服，当家做主的都是男人，所以望族之女嫁过来，以夫为天，自然翻不起浪花来。可云氏女儿嫁出去了，被望族之子指使回来搅事儿就不妥了。总之，这条规定跟8大望族的行为也差不多。但是这样不也出了一个皇夫人？云向童，若是谢叔喜欢上我，不是更好吗？那样我说什么他都能听话了。柳云哭笑不得，他为什么要跟不到9岁的女儿讨论这种问题？代沟简直超越马里亚纳。每一份真心都值得被尊重，被珍藏，可以拒绝，但不要利用。哀家的女儿是云昭的公主，自然值得一份最好的感情。可是在遇上生命中对的那个人之前呢，你要保护好自己啊，尽量让自己变得完美，否则当真的遇上了，你拿什么去争取呢？仅仅是公主的身份可不够哦。想想西阳郡主，她用手段得到了郡驸马，后来又如何了呢？所以我的童儿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才有资格去等待属于你的人啊。一个谢叔怎么能成为你的污点？柳云眉眼弯弯，总之谢叔的事情你就不要刻意去掺和了，母后自有计较，你可以学习，但是不能擅作主张。云向童眼珠子一转，母后处理谢叔这件事，儿臣能全程参与吗？柳云老怀安慰，可以，你愿意学习是好事儿，学会了都是你自己的本事。第148章，先占位置再说。算了，
感情这么复杂的东西，成年人尚且糊涂，还指望一个孩子能理解不成？何况这仅仅是个人观点，无关乎对错。本来云向同不提，柳云都要找机会让他慢慢参与一些事情。皇家公主不能养成了一个傻白甜，也不能成为单纯的武夫。既然他自己提出来了，主动学习总比被动好多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比起宫里那位总能 get 到奇怪技能的皇帝，碧湖公主简直就是学霸，接受能力强不说，还能举一反三。若不是要捧个女帝有太多的阻碍，她都想换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云向童自己没那心思，他不能将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一个孩子。雨依旧在下，不过从暴雨慢慢变成了小雨，仍然不能出门。云向童并不在乎，安静乖巧地待在柳云身边，练武的时候练武，学习的时候学习，日子充实又有序。柳云只感觉身边多了一个小尾巴，又乖又可人。想起刚过来时看到的叛逆小姑娘，熊得不能再熊，恍若过了好些年。若是皇帝有这么好教育，他睡着了都能笑醒。云向童纳闷，母后，你这是在拜什么？柳云严肃，每天3炷香，拜神明。这一天天的，不咒一咒先皇都不能好好做事。云向童看了看窗外，可以这么拜神明的吗？母后信的什么神明？柳云默念自创的咒语，诸天神佛，无论是谁都好，只要能完成哀家的愿望。云向童满脑袋都是问号，大人的世界都这么难懂吗？母慈女孝的过了几日，天终于放晴了。云向童不得不回书院继续教育，满脸的依依不舍。柳云拍了拍女儿的头，雏鹰都是需要自己学会飞的。好不容易将粘人的孩子送走，红叶忍俊不禁，主子和公主的感情越来越好了。柳云唉声叹气，怎么就变成望女成凤的老母亲了呢？好好的避个暑，居然避成了天天下雨。扭头散步在行宫中，柳云声音小了些，藏宝图的事情如何了？红叶、小月子翻了许久，依旧没有在那批先皇的私库宝贝里发现藏宝图，倒是发现了好些带暗格的宝贝，却没有藏宝图。柳云点了点头，这几日他也没有闲着，没事儿就抱着一大堆美食，用天网鹰眼来一寸寸搜查那批东西，依旧毫无所获。随着武林大会一天天接近，压力也越来越大。你们说，所谓的藏宝图就真的只是一张图吗？我的意思是，真的就是像一张图一样的东西吗？会不会有其他的载体？红叶和青叶对视一眼，红叶茫然，主子说的是比如呢？柳云，比如有没有可能是一块玉佩，或者是一个摆件，用特定的方式标注出了路线图和宝藏地点。青叶倒抽一口凉气，主子现在就很难寻了，还要再加难度，想想都崩溃，这还能怎么查啊？柳云偏头突然笑了，或者是我将他们想得过于厉害了。永徽皇朝的末代皇帝若能想到给自己留条后路，只怕也不会那么冲动的要与整个江湖为敌。若是一切都来得突然，那位皇帝应该是快亡国了才想着将宝贝藏起来留给后人的。那般骄傲自大、刚愎狂妄的人，但凡有一点希望，又怎么会不去自己动手，而是将所有赌注都给了后人？红叶点了点头，和小伙伴一起茫然。柳云叹息，所以啊，他没有时间去细细雕琢藏宝图的载体，说不定原本的藏宝图简单的令人发指。青叶突然灵光一闪，捉住关键，原本。柳云，对啊，原本，毕竟中间隔了一个朝代，云昭还矗立了这么多年，谁知道藏宝图经历了多少任主子？万一后来人用时间去雕琢的话，这藏宝图，他苦笑不已，还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柳云决定再好好找找，之前拍卖会上卖出去的10多件也不放过，正好都还在帝京城内，用天网鹰眼仔细搜查。在这过程中，他发现小皇帝在雨停之后来精神了，亲自召见了代理大理寺卿一职的少卿红旗，准备询问之前雨夜的一切案情。没办法，大理寺的牢房被人打穿了，好多犯人都被杀，包括罪孽深重的黄家和萧家。虽然都是些该死的，可这样被杀，大理寺卿孙文办事不力，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皇帝借机勒令孙文在家休养，回避这件案子。他倒是想直接摘了孙文的乌纱帽，可有启王在一旁虎视眈眈，最终只能给孙文一个禁闭。而那夜替太师跑腿的大理寺少卿陈峰被陆冲杀了，并且成功嫁祸给在外活动的杀手。于是大理寺1把手和2位2把手只剩下红旗一个。被皇帝亲自召见的红旗慌的一批。那夜过后，启王损失了大理寺卿，姜太师损失了1位少卿，只有他这个沈丞相的人还活着。沈丞相也很无奈，黄家和萧家出事儿，他已经尽力帮忙了，为啥最后的得益者反而变成他？难不成就因为他什么都没做，所以才没损失吗？这是他的错，真的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知道皇帝召见红旗，沈丞相立刻出门拦截，总算在宫门口赶上了。洪大人，
都知道你是本官提拔起来的，这个案子你审不得呀，否则启王和姜太师那边本官也不好交差。红旗冷汗淋漓，还请沈大人赐教，这事儿卑职也不想管啊。可如今大理寺就卑职的官最大，若是皇上问起来，卑职岂能一问三不知？到时候皇上降罪下来，卑职的项上人头可保不住。沈丞相气的失语，想了想说道：“那就一个字，拖。姜太师和启王不是不明白这事儿跟本官无关，但是他们损失这么大，本官没有，必然心里不平衡，肯定会联手来祸害本官。这个案子根本没法查明白，得拖到启王想办法救了孙大人，拖到姜太师重新安排了人进入大理寺。”红旗一脸严肃，点头表示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了。唯有无意中看到这一幕的柳云若有所思：咦，这会儿大理寺没人？最重要的是，三大辅臣将大理寺看成了囊中之物，压根儿没想过还会有人去竞争。红叶，主子想让人去大理寺。柳云琢磨了半晌，本来也没这打算，想着插足不进去，万万没想到三大辅臣私下里也各种不和谐，倒是有了一个机会。可惜我手里没有特别适合去大理寺的人啊。思索半晌，柳云咬了咬牙，不管了，先占位置再说，等他们斗完了就没这机会了。于是杏影小寺在红叶的注目飞向了蓝天，快速找到了诸葛庆。第149章，朽木都给雕出来了。御书房，小皇帝原本等着红旗，结果建议起来的还有沈丞相。只听通传，皇帝小脸瞬间垮了下来。最近下雨，什么事都做不了，皇帝不间断地跟着诸葛庆学习，每天都能感觉自己的进步。他已经彻底看清三大辅臣的狼子野心，再也不会抱着半点期待。如今再看沈丞相的敦厚老实，完全就是别有用心，表里不一，乔尾曲力，恶心透了。暗自磨了磨牙，皇帝看沈丞相的眼神快速闪过一道杀气，可不能让这老狐狸发现，便转头盯上红旗，索然无味地问道：“红旗，你这暂代大理寺卿，朕交给你的案子查得如何了？”魏月眼观鼻鼻关心地站在一旁，不动声色地瞥皇帝一眼，忍不住对诸葛庆大感佩服。这是朽木都给雕出来了。这几天小皇帝就跟开了窍一般，脑子终于上线。瞅瞅这么一句话，分明是在提醒红旗，虽然只是暂代大理寺卿，可那也是他皇帝封的，要是听话，说不定就将暂代二字去掉了，捧什么丞相的臭脚。而且皇帝也意识到有沈丞相在，他想问的话定然得不到答案，哪里还有兴致？魏月觉得主子不在，诸葛庆也用心教导，小皇帝确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有沈丞相的承诺和主意，红旗大定，连说话的语气都多了一丝掷地有声。皇上，那些杀手实在太狡猾了，根本没有留下什么线索。那日战死的尸体也被同伴带走了，加上深夜暴雨将什么都冲干净了，实在很难追查。不过大理寺上上下下定当全力以赴，不负皇上所托，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只是请皇上能多宽限一些日子，让臣等仔细调查，免得冤枉了好人。闻言，皇帝也不意外了，倒是把行宫内关注这一幕的太后娘娘憋坏了。这人要是敢在他面前这么说，他一定要对着这丫的怀疑人生。冤枉了好人，特么的内涵谁呢？你丫的不是沈丞相的人吗？居然还替主子跪天启王不成？意思皇上下令禁足孙文，还是冤枉了好人？还有，既然那么想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就不要只是喊口号，他一定让这群人尝尝什么叫真正的上刀山下火海。啧，这儿子的口才还有的练，身为一国之君，不能嘴上压住百官，又怎么让他们用行动表忠心？政客的嘴，骗人的鬼，首先得将这群人压住啊！皇帝也觉得憋气，他说不过这些人，总是找不到发泄的口子。哦，那洪大人觉得要多长时间？红旗一愣，眼神不由自主地飘去看沈丞相。这本来就是推脱的敷衍之词，谁能想到皇帝突然问得这么具体？那要怎么答？果然，沈丞相走了出来，代替回答：皇上，调查案情本来就不能有太多条条框框，若是太急切，反而容易忽略了重要线索。运气好，碰见了线索，顺藤摸瓜，说不定半月1月足矣；运气不好，3个月半年都未必有进展。洪大人定然也想早些为皇上分忧，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好家伙，照沈丞相这么说，岂不是日期无限长？皇帝噎着，他问了半天，什么结果都没得到，还被洗涮了一顿。以前觉得沈丞相说话特别好听，让人舒坦，现在才明白，凡事先捧着，阴阳太极手，一问三不知，遇事先洗白自己，既高明又熟人。皇帝突然升起一灵魂之问，以前他的脑子都上哪儿去了？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然而他现在看出来了，又怎样？没本事反驳呀！憋了半天，脸色有些充血。这么说，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破案。红旗立刻上前表忠心，
微臣定当竭尽全力，早日破案，替皇上分忧。这样啊，皇帝很想一茶盏砸下去，可当着沈丞相的面还发作不得。若是被沈丞相抓住把柄，硬生生将红旗这个暂代变成正式的，他会吐血的。不等皇帝想出办法来，魏月离开一会儿回来，上前替皇帝整理了一下龙案上的书籍，又不动声色地退了回去。沈丞相和红旗本来也没有直视龙颜，并未发现不妥，只有皇帝知道他面前多了一张纸，纸上是诸葛庆的字迹。皇帝下意识抬头，见沈丞相和红旗都没有反应，才暗自松了口气。佯装沉思，皇帝将纸上的内容看过几遍，眼底闪过一抹金芒。本来朕还以为洪爱卿能够很快立功，对江山社稷有莫大的贡献，到时候大理寺卿的位置给你也无妨。闻言，沈丞相和红旗一愣，心里涌出一丝怪异的感觉。皇上什么时候这么能补话了？让人莫名心肌梗塞。他们为了三大辅臣的平衡，选择拖字诀，这是把自己的利益给拖没了。大理寺这样的重要部门也没规定一把手必须得起王的人去做，他们仨表面互相帮助，在可控范围内也是竞争激烈，毫厘必争。只要保证大理寺1、2、3把手都来自三大辅臣，谁当一把手都是靠本事的。即便启王有所不满，也不能因为这对他出手。沈丞相才意识到，这样一个好机会竟然被他错过了。然而孙文对启王太重要了，就这么占了位置，启王肯定会在别的地方找回场子，到时候值不值得还很难说。因此沈丞相顿时纠结无比，大理寺卿的位置拿不拿？谁知皇帝得到明确指示后，这么说不是让他们选择的，一锤定音的道：既然你查不了案，这功劳也没法算给你，朕觉得这事儿宜早不宜迟，否则堂堂帝京的安全问题都得不到保障。这样吧，2位大理寺少卿的位置还空着，朕就指定一人，让他去查，倒也劳累不到洪爱卿了。作为大理寺卿，洪爱卿只管配合就好。这事儿应该不难做了吧？什么？皇帝要提拔官员了？要提拔谁？沈丞相心口一跳，顿觉不妙。原本是他们三大辅臣的内部争斗，突然变成外来的敌人，这还了得？沈丞相几乎是本能的调转枪头。哦，皇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人选，不知是谁有这样的荣幸，担此重任。第150章，怎么找到这么个人的？沈丞相这样的老狐狸，已经把持朝政这么多年，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哪能听话听半截就开始反驳？毕竟帝京的上层圈子里，还是有些他们不能随便得罪的人。只不过以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那些人也不会帮皇上太后，他们自然肆无忌惮。可如今这形势微妙，万一有人脑子一抽，想不通非要站皇帝那边，想拿从龙之功呢？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老狐狸也不会急着给自己挖坑。皇帝淡淡一笑，平国公的嫡子林子凡。闻言，原本准备了一大堆反驳之言的沈丞相硬生生把自己噎着。能怎么反驳？身份？平国公嫡子的身份难道还不够？换成其他积极迎娶的人家，早就给自己嫡子谋个好差事了。若是否定了林子凡，就等于否定了很多家族的继承人，那朝堂就要沸腾了。皇帝顺杆儿往上爬，可以腾出好多位置来安插自己人。那说本事，如果没记错，林子凡2年前就已经考取进士了，虽然没有位列一榜，也处在2榜前列，早就获得派官的资格。这样的身份背景，出入官场就4品，虽然有些过高，但没有离谱。沈丞相脑子闪过很多念头，愣是没找到一条反驳的理由，整个人都愣住了。皇帝是怎么找出一个这样无法反驳的人选的？没道理啊！原本准备无论皇帝说谁都先贬低的打算彻底落空。红旗脸色变来变去，心情也好不起来。皇帝的意思很明显，他既然干不了实事，那就完全当吉祥物算了。平国公的嫡子当少卿，岂能不揽权？若林子凡再厉害点，他就算成了大理寺卿也会被架空，那还不如他现在让皇帝满意了，直接升职。偷偷看向靠山，沈丞相却被皇帝这一招惊着了，全然没有反应。红旗着急，皇上，平国公怎么说？沈丞相反应过来，平国公一直当鹌鹑，怎么突然倒向皇帝？这不合常理，搞不好就是皇帝的一厢情愿呢。皇帝冷笑，难道朕要封林子凡为官，平国公还要拒绝？明目张胆的抗旨吗？那他就有借口了。沈丞相笑了笑，平国公自然不敢公然违抗圣意，可林子凡不想做官，皇上又何必勉强？强扭的瓜不甜，林子凡心有芥蒂，又如何做得好大理寺少卿？皇帝似笑非笑，行，小月子宣召林子凡觐见。魏月立刻下去安排。皇帝看着面前的纸若有所思，他不知道诸葛庆是怎么办到让平国公站队的，可诸葛庆敢说，就必然不会有假。林子凡绝不会拒绝做大理寺少卿。沈丞相的想法恰恰相反，突然不慌了，以平国公府曾经的做派，他等着看小皇帝被打脸，4品官位都送不出去，那才好笑呢。到时候还不得乖乖听话？
林子凡接到柳云的消息，刚刚消化，宫里的人就来了。备马，可不能让皇上等太久。林子凡吩咐进士阿峰。很快，林子凡就出了国公府。他的一举一动被人汇报给国公夫人。雍容富贵的女人一脸疑惑，他不在家备婚，去哪儿？夫人，是皇上召见。女人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怎么回事？皇上怎么会突然召见他？他何时入了皇上的眼？屋内一片寂静，没人能回答他。气得国公夫人砸了几只茶盏泄愤，这个继子真的越来越脱离掌控了。突然爆出跟皇帝扯上关系，倒让他措手不及。林子凡也很意外，太后竟然突然给他加重担，直接就去当大理寺少卿。他为了准备迎娶白锦，忙得不可开交，竟然还要去查案。一个人真要掰成两半花。主子，太后娘娘的决定为何如此突然？阿峰忍不住吐槽，只有他知道主子有多忙。林子凡摇了摇头，大理寺可不是给我准备的。阿峰意外，那太后娘娘还让你去做少卿？林子凡挑眉，为了给白木占位置。阿峰，白木，白木如今的身份还差得远，没法直接进入大理寺。而且太后娘娘还想借我的手将大理寺的捕快驯服了，到时候能直接辅佐白木，让他不至于被排挤。林子凡摇了摇头，没想到自己还能碰见这样的事。阿峰，那主子岂不是给他人做嫁衣？太后娘娘对那白木也太好了吧？林子凡不以为然，形势所迫，现在的大理寺刚好能进人，错过这村没那个店了。不是太后娘娘对白木好，而是觉得我能顺带帮忙铺路。若我进入大理寺只做个闲职官，这么安排就没意义了。太后娘娘就是要打破三大辅臣对大理寺的封锁。大理寺的消息最是灵通，对太后娘娘来说应该意义重大。别说了，上马，赶紧进宫，否则被父亲拦下来，这事儿还要横生波折，太后娘娘的谋划就不成了。林子凡扯着骏马撒丫子狂奔，特别急着去将生米煮成熟饭。而在外与有人喝茶的平国公也很快得到消息，明明在林子凡的必经之路上，却愣是差一步。平国公听过林子凡的分析，整个人很矛盾。他虽然对太后改观了，但是更清楚三大辅臣暗自发展的实力。说实话，这场博弈他看不到太后的希望，所以平国公依旧在犹豫，根本不想站队。然而林子凡一旦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在旁人眼中平国公府就自动站队皇上了，他感觉要完啊。平国公捶胸顿足，跨马直追，最终只眼睁睁地看着林子凡进了宫。忐忑不安的在宫外等事情结果。平国公看见沈丞相面黑如墨，整个人低气压过境，一脸要杀人的表情。林子凡毫无波澜的出宫，看见平国公嗤笑一声，父亲，孩儿已经是4品大理寺少卿了，父亲不为孩儿高兴吗？平国公一噎，指着他抖了半晌，最终一个字说不出来，叹气的甩袖上马。不知是心态快崩了，还是年纪大了太久没骑马，竟然试了好几次没上去，略显狼狈。林子凡只是默默地看着，丝毫伸手扶一把的想法都不曾出现。阿峰，国公爷气着了。林子凡讥讽，我做事只要不合他心意，他哪次不气？第151章神神秘秘的楼。阿峰一噎，竟然无话可说。毕竟平国公希望的主子，自然得与后母和睦，视如亲娘，乖巧听话，为了国公府可以鞠躬尽瘁，牺牲一切，这样一家人就能和谐美满，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作为亲爹，平国公从来没想过，他的要求都是建立在牺牲嫡子一切的基础上的。对，从始至终牺牲所有，委曲求全的只有嫡长子，其他人心安理得的享受这份付出，来维持所谓的五好家庭。主子辛苦了。阿峰忍不住感叹，以前还能维持表面的关系，如今要撕破脸了吗？林子凡冷笑，有何不可？所谓的父慈子孝，不过是国公爷的自以为是罢了，以前只是没有拆穿而已。早先我也觉得无所谓，他要演，陪着他玩就当是找个乐子，看几场他们费尽心思粉饰太平的笑话也挺好的。如今姐儿要过门了，怎能让他跟着我受这等委屈？阿峰失笑，说到底还是为了即将过门的主母啊。林子凡挑眉，原本想成亲后找个由头闹翻，可以光明正大的搬出去。国公府，他们喜欢就留给他们好了。说起来，我的处境跟周晨何等的相似。周晨比我还小好几岁呢，已经选定了自己走的路，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阿峰忍不住说道，那怎么能一样？如今的镇南侯府就是一个空壳子，还全靠当初侯夫人的嫁妆维持日常奢侈的生活。平国公府到底家境殷实，岂能便宜了那些小人？林子凡挑眉，便宜？哪有那样的好事儿？一旦皇上收回皇权，太后有心，墙头草一般的平国公府还能不能存在都是个问题，家境殷实又如何？
能享受到几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些不都是父亲引以为傲的东西吗？只要他把娘的嫁妆给我，其他的他们愿意抱着过日子就抱去吧，与我无关。狂拽炫酷的翻身上马，林子凡拉了拉缰绳，现在就去把之前准备的院子好好收拾出来，说不定要提前住过去了。原本还打算先住平国公府，慢慢寻找合适的理由，免得对新过门的白景不利。谁知太后神来一笔，倒是让他跟平国公提前闹翻了，正好光明正大的搬出去。平国公最好别示弱，他巴不得能在新宅子里成亲。因着国公府先出事，外人不仅不会看清白景，反而会同情他刚嫁就没了国公府这样的依仗。要不是担心白景名声受损，他寻回白景之初就从国公府搬出去了。阿峰愣了愣，多少有些期待。国公府对主子来说不算什么好地方，肯定没有自己的地盘住起来舒心畅快。主子，太后娘娘既然考虑到了白木，又怎么安排你？林子凡眺望沉思，太后娘娘的心思很难测。不过我对破案不算喜欢，白木确实比我合适，拭目以待吧。柳云的注意力从林子凡身上划走，没想到他一个突发奇想，倒是加速了国公府的矛盾。不过对林子凡来说不算坏事儿，留在国公府很难脱离国公夫人和平国公的双重掌控，完全制约了他的上限。尽管平国公夫妻俩也不见得就是一条心，可在管理嫡长子的时候出乎意料的默契，皆以打压为主，真不知道平国公到底要干什么。他整个人就挺矛盾的，既想要嫡长子出类拔萃，又盼着林子凡不要过于优秀，免得衬得其他儿子太没用；既想将国公府交给嫡长子发扬光大，又觉得林子凡靠他自己就可以过得很好，还不如将更多的东西给其他儿子，让大家都过得好。柳云觉得平国公不仅是个纠结的老男人，可能还有选择恐惧症，所以一直拖到现在，孩子都长大了，反而个个心有怨怼。这人也不想想他还能活几年，再不决定，难道要让先皇诸子夺嫡的惨烈重演吗？从来不能理解平国公这种谁也放不下，结果谁也过不好的想法。柳云摇了摇头，继续搜查关于藏宝图的载体，视野在地京很多地方划过，总能看到一些辣眼睛的东西。都说白日不能宣那啥，为啥这么多人精力如此旺盛？难道夜色已经不能满足了，只觉得青天白日做运动更加刺激？青叶给太后换了一杯热茶，无比好奇，主子，你看见什么了？柳云一脸玩味儿，很多呀，不可描述。青叶这句话一语几关，他一点都不想秒懂，然而汉语就是这么博大精深。柳云坐直，说起来双月楼是谁家的？红叶恍惚，那家青楼怎么了吗？柳云，自从发现三大辅臣在这聚会之后，我发现双月楼出现了很多谈重要事情的大人物。地京这么多各种楼，为何这些大人物都爱去双月楼？也是无意中发现，这个双月楼简直是个宝藏，里面发生过好多秘密。啧，这地方巧的真能写出不止一本书了。柳云歪头，我好奇这地方为何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红叶连忙应着，奴婢这就让人去查。柳云，不用着急，这地方藏得这么好，消息肯定灵通，动作太大，恐怕容易打草惊蛇，我还想多听一些秘密呢。以前没发现这个地方就算了，现在才惊觉守着双月楼就能发现好多有的没的秘辛。这会儿没用，不代表永远没用。就算大理寺和鸿雁楼每日收集的各种消息，也不见得全都有用，甚至80%以上都属于没用的。有用的仅仅2成，就足以让人花大力气去经营了。红叶，奴婢会嘱咐他们的。柳云点头，多加小心。就目前看来，这个地方很神秘。他天天扫视好几次，听了很多旁人的秘密，可关于双月楼本身一点线索没发现，这本身就不正常。目送红叶离开，青叶缓缓地说道：“主子，先皇司库里那么多孤本和名画，就一点没有藏宝图的消息吗？”柳云叹气，暂时没有发现。就是那幅云溪图，我都悄悄欣赏好多次了，可那是原画，并没有任何动过手脚的痕迹。以先皇驾崩时候的状态，应该不至于有这么高明的手段吧？第152章，小皇帝的操作。太后自然仔细考虑过，要论最不会被处理掉的宝贝，国宝云溪图当属第一。不止他一个人这么想，魏月也检查了这幅图好几次，确实没发现痕迹。天网鹰眼具有穿透性，只要他看得仔细，造假的手段将无所遁形。先皇居然还能逃过他技能的搜查，不可谓不牛逼。青叶，那就奇怪了，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能藏？柳云深以为然，是啊，藏东西藏人一个比一个厉害，我都说累了。可苦了他们这种解题找东西的人，整天没事儿就在猜来猜去中度过。哎，什么时候才能休息一下脑子？最近掉头发是不是有点多？
宫内自觉胜了一局的皇帝特别高兴，一边喝着茶一边笑：“小月子，你看见沈丞相的脸色没有？这么真实，难道不比之前的虚伪假笑顺眼？”魏月咧开嘴：“皇上，沈丞相这些年顺风顺水惯了，除了启王和姜太师，好久没人给他吃这么大的亏了，竟然表现得这么明显。现在他都不怕给皇上看见了吗？这是敌人，机会来了，多上上眼药。皇帝越恨，到时候清算起来，沈丞相才会越惨。太后给的憋屈不算，至少沈丞相还没有实际上的损失，而且没脸的时候还有2位小伙伴分担，并不是孤单承受。”闻言，皇帝冷哼一声，咬牙切齿：“确实，作为辅臣，他倒是越来越不将朕放在眼里了。丞相是百官之首，不知道的还以为百官任命升迁都得他同意呢。魏月，难道不是吗？不仅要丞相同意，姜大师和启王都要插一脚。凭着辅臣这一职，3大巨头名正言顺的插手国家所有事。以前谁见过区区一太师的权重这么高的？这次若非林子凡的方方面面让人挑不出毛病来，信不信皇帝想谁做大理寺少卿都成不了，只有3大辅臣想的人才能上位。皇帝，不过这林子凡好年轻啊，朕都没什么印象，只记得上次百花宴好像差点被益阳郡主算计了去。他可曾娶妻？”魏月眼皮子一跳，小皇帝想一出是一出的，不会还想给林子凡赐婚吧？已经下聘过了6里，就等着8月娶别人家的姑娘过门了。皇帝一脸可惜，不过他这年纪现在才娶妻也很少了，之前不是还纳了柳家的姑娘为妾？只要不是3大辅臣的人，他办差办得好，等他成亲那日，朕就赐他几个美人，让他享齐人之福，早些开枝散叶。小月子，这阵子你留意一下，到时候给林子凡挑几个好的。魏月目瞪口呆，人家大婚之日，你赐美人，确定这是圣恩，不是砸场子？这等想法绝了。当柳云接到这个消息时，除了无语，实在想不到其他反应。要说小皇帝脑回路不太正常，好像也不准确。这样的事情在大男人主义的国君眼里很正常，在很多男人眼里也是美事儿，风流倜傥的谈资。此时此刻，女人还不如物品。不提这件事情的性质，就论皇帝一心赏赐，都不用了解一下人吗？是不是送上门的臣子不值钱，皇帝都懒得收买了？随随便便就雷霆雨露是君恩，可要出事啊！别收服不成，反而成了敌人，再将人推到3大辅臣那边，很好玩吗？没办法，柳云只能让诸葛庆打消皇帝的突发奇想，苦口婆心的教导：收买人心的发展期得急人所急啊！就算想不到，好歹不能结仇不是？顺便告诉小皇帝，女人的枕头风到底有多厉害，别以为女人能随便得罪。信不信白锦真要出手，有林子凡帮忙，小皇帝就得吃大亏。身为一国之君，可千万不要碰见什么真爱，否则他这想法，我等着看笑话。柳云嗤之以鼻，红叶和青叶掩嘴一笑。小皇帝老是搞些骚操作，总能让主子不舒坦。所幸小皇帝被3大辅臣刺激的求知若渴，老想成长起来，将3大巨头给霍霍了。至少目前还听诸葛庆的话。陆冲他们好像去很久了，鸿雁楼的总部很远吗？柳云纳闷，既然是云昭开国皇帝组建的势力，没道理距离帝京过远啊。如今他手里没有氪金制造绝世高手的能力，只能靠做任务。等等，任务？突然惊觉，最近除了每日签到，系统似乎好久没给他发任务了。关于白木的任务都还没完成，那是科举战线长；关于谢书，那本身是个长期任务。莫道理要把这2个任务都做完才有新任务吧？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去了？禁不住琢磨着，是不是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听温信诺提过，鸿雁楼的总部其实原本在帝京，后来鸿雁楼从皇室眼中消失，期间遭遇了一些变故和敌人的狙击，在没有官府的掩饰下，就搬离了帝京。红叶答道，现在的鸿雁楼在一处10里大山内的地下，因为地盘隐蔽，荒无人烟，有外人出现能第一时间发现。与此同时，也是当初躲避灾难无意中跑了过去。距离帝京快马加鞭，昼行夜伏，得10日。柳云一愣，想到这时代的交通，也不知道该说远还是近了，不由得想到温信诺给他送药时，确实有些风尘仆仆，要赶端午节也是花了心思的。那他们还能赶回来参加武林大会吗？高手走了那么多，总觉得想搞武林大会都没那么有底气。如果不出意外，红叶铿锵有力。柳云，谁敢保证没有意外？这时代发生事情永远比消息快啊！丁，系统100日在线升级完毕，新功能开启，新任务发布，请宿主自行查阅。柳云哑然，这系统也经不住唠叨吗？新功能？柳云连忙打开系统面板，
看了半天，就发现多了一个忠诚度探测器。仔细一想，这功能还是很强大美好的，至少能直观的分辨一个人的中间。表里不一，戴着面具过日子的人，末日来了。中间难辨，这是一个明锐上位者最大的拦路石。第153章，就不能直接点吗？其他的不同体现在细节之处。虚拟的屏幕有好看、很古风的花纹装饰，各面板也多了自己的窗口，看起来终于不是那么简陋廉价了。点开任务面板，发现多了好几个新任务。任务：寻找永辉宝库藏宝图。奖励：一张古老的藏宝图。柳云，寻找一张藏宝图，结果还奖励一张图，就不能直接点吗？不过还好，只是让他找到藏宝图，并没有让他得到永辉宝库里的东西，难度直线下降好几颗星。这毕竟是他正在做并且一定要完成的事儿。任务：破坏4大家族的阴谋，维护皇室尊严。奖励：治国能臣星号1，帝师星号1，国库低级防御工事星号1。柳云依旧点点头，已经在做了。不过奖励的前2个他能理解，最后一个是什么玩意儿？按照系统的尿性，是不是在不久的将来，国库还会出什么问题？这国库里虽然没有多少银子，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谁要硬闯不说还要搞破坏，总感觉 get 到了什么大事儿。任务：破一次大案，惩罚连环杀人虐尸的凶手。奖励：6扇门卡牌盒。柳云瞪圆，马德，又来一个氪金的组织？锦衣卫来了，东厂齐了，还非要加一个6扇门吗？大案？什么样的才算大案？加上后面那个条件，是不是代表这个案子已经发生，就等着他去做了？任务：肃清科举歪风1，令天下学子重拾对皇室的敬畏和信心。奖励：水泥配方。柳云，讲道理，这是个连环的，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步的任务就算了。这科举歪风跟水泥有毛关系？不过这玩意儿来得及时，南方水患已经迫在眉睫，若是有水泥来修建堤坝，工程明显要上几个档次。任务：迎接一次外宾，扬云昭之威。奖励：待定。见状，柳云突然惊坐起，外宾？这是有别的国家的人要来云昭了？主子？红叶一脸疑惑。柳云喝口茶压压惊，完了完了，地京的事情还一团乱，别国的人要光明正大造访云昭，这个时间点相当的微妙啊。青叶眨了眨眼，主子的意思是这些人也可能冲着宝库钥匙而来的。柳云皱眉，大概是。藏宝图的事情知道的人还不多，但是不保证他国也有知晓的人。如今的云昭还有云昭周围邻国，当初可都是永辉皇朝的版图，既然云昭有宝库的传说，他们也一样有，不排除他们有我们不知道的线索，从而得知藏宝图的消息。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就算知道什么线索也不会传开的。这一个个的利益熏心，谁不想独吞？不过这系统居然提到了云昭，到底因为他是云昭的太后才这么提的，还是系统本身就想云昭强大起来？这一点还无从考证。红叶，主子可知道是谁要来云昭？柳云眯了眯眼，还不清楚，皇上那边并没有收到国书。然而就算距离地京最近的国家，要来也得走上2个月还多。武林大会召开在即，可以推测这些人早就已经出发了，现在肯定他在云昭的国土上，而且若非本身就在地京，那距离地京也不远了。青叶，边关的守卫和驿站都干什么吃的？别国使团入境，人数肯定不少，云昭地京却没有收到半点消息，这还不惊人吗？柳云，云昭和邻国通商，若是对方有心隐瞒，倒也不是做不到。问题是使团拜访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对方却隐藏行踪，这段时间在云昭都做了什么？在屋内徘徊了一阵，柳云长叹一声，可惜了，鸿雁楼若是能早些到手，定然要将这批人的行踪查到。既然有胆子隐姓埋名，就要有胆子承担后果。当成乱臣留名宰了，云昭皇室可什么都不知道。想法是好的，可现在也就只是想想而已。这时间点算他们走运。算了，这事儿急也没用，好歹我现在还知道了消息，并非等人不藏了，主动跳出来才得知，到时候肯定吓一跳。柳云揉了揉额头，还是先把武林大会的事儿做了再说。他发现最后2个任务其实可以一起做。扬云昭国威，不就是给皇室刷名望？看来为了任务，他也得好好琢磨才行。就是不知道这个别国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希望不要有太多老狐狸才好。柳云在书桌前写写画画，进入思考状态。窗外飞来一只信鸽，青叶瞧见，将信取了下来，确认没问题后才递给柳云。主子，是锦衣卫来的信。柳云接过纸条看了一眼，眸色深邃，来了呀，那个破案的任务来了。或许不用他亲自上场，但是案子要破，
纸条上的消息很简单，白木卷入了这件案子，这会儿已经被抓去大理寺吃牢饭了。柳云苦笑，亏得刚刚让林子凡去当了大理寺少卿，如果没有先去占位置，现在想见白木都没这么容易。当夜，林子凡穿着大理寺少卿的官服，一身正派，清风明月般的走进大理寺办公的地方，看了一眼领路的捕快崔斌，本官应该没认错吧？崔斌穿着与寻常衙门不同的捕快服，上面的纹路专属于大理寺，一脸无所谓的样子。林大人，好记性。花花轿子众人抬，实际上两人根本没见过。地京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林子凡好歹是国公府的嫡长子，平日里难得去特意关注大理寺的一个小捕快。对，小捕快。林子凡特意查过，才知道崔斌这个人是有过辉煌经历的小捕快，平日里没什么机会出任务，大多时间都待在大理寺值班。或许知道林子凡，但绝对不熟。不过崔斌这个人却是林子凡的目标。他调查过，这人10年前还是大理寺的捕快大头子，武功很高，分析能力很强，破案断案也特别有一手。短短2年，经手了不少案子，破案率100%。后来因为一个案子一件事情，崔斌整个人就沉寂了，无所作为，很快就被人代替。4年前，3大辅臣强势进驻大理寺，崔斌就越发泯灭于众人。第154章，不是借口吗？林子凡看了崔斌2眼，眸光不动声色地滑向了另外3人，精准地叫出了名字，表示他对崔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毋庸置疑，这3人就分别隶属于3大辅臣的势力。对于他这位空降，不仅3大辅臣不放心彼此，也不放心留守人员找到靠山，彼此监视。刚开始听林子凡叫出崔斌的名字，其他人都一致，结果林大人连他们都知道，顿时松了口气，原来不是特例。不过这位新上任的少卿大人为何天黑来此？这让各家主子给这位准备的下马威都落了空，晚上夜值这种事也用不着少卿来做啊。林子凡赶在这个时候来，自然做足了功课，肯定不会落人把柄。没事儿，听说最近地京发生了好几起大案，什么雨夜竟然有匪扣赶，直接冲进大牢杀人，堂堂地京还有连环杀人虐尸之徒。林子凡满脸惊异，如此穷凶极恶，真是让人无法安然入睡。既然皇上将如此重担交给微臣，微臣自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夜无眠，先将连环杀人虐尸的嫌疑犯带上来，本官要连夜审案。4名捕快惊呆了，好家伙，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这些小兵敢说什么吗？想了想，作为3大辅臣的人，还是不能让林子凡这么轻松办成事儿吧。高个子瘦竹竿的捕快方浩琢磨了一番，林大人，这大晚上的提审犯人，不太好吧？林子凡似笑非笑，有什么不好的？他知道这人是沈城乡阵营的，稍微矮一些，挺着啤酒肚的捕快罗阳逢人3分笑，像个弥勒佛。大人还真是尽心尽力，这都下旨了，还要审犯人。林子凡挑眉，本官是给皇上尽忠，天色晚些算什么？只要能破案，一晚上不睡都可以。说那么多废话，快把人带上来。特意扫了一眼罗阳的肚子，捕快的官服都快被他撑爆了，看着就可怜。看来抱着姜太师势力的大腿吃得很饱啊。另外一个叫冉瑜的人要阴郁很多，属于启王那方，平日里跟着孙文腰板挺得最直，压根儿没有理会林子凡的意思。3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想动。崔斌努力做隐形人，这事儿他可做不了主。林子凡轻笑，哦，本官使唤不动你们是吧？没关系，阿峰你去。3人无语，这才反应过来，人家林大人也是有人使唤的。那他们之前对抗了个寂寞，岂不是送上把柄，让林子凡以后找他们麻烦？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阿峰笑了，抱拳说道，各位还请带个路，总认识路吧。很快白木等人被带了上来，林子凡暗自啧了一声，好家伙，嫌疑人多达6人，认识的除了白木，还有他的小伙伴孟关。看见一身官服的林子凡，孟关眼睛一亮，若非白木拉着他，这人就要当场认清了。林子凡装模作样的一个个将人带走，正常问话，最后留下白木和孟关，这才领着他们要离开大理寺。林大人，这是重要嫌疑犯，不能离开大理寺的。方浩一惊，连忙拦住。林子凡斜眼，本官要带2人去现场看看，这是本官破案的方式，怎么，你在质疑本官吗？方浩有些怂，眼神闪烁，身子往后缩了缩。这怎么行呢？他们不过是小虾米，就算仗着背后主子的事，也不敢将林子凡得罪死了。毕竟像林子凡这样的人，对付他们主子或许还有赢有输，对付他们根本用不了太大的力气，而他们与主子死不足惜。林子凡嗤笑，英俊的脸满是睿智，有什么不行的？本官是大理寺少卿，提审2个犯人都不行了，阻拦本官办案，耽搁了大事儿，
你们也担待得起吗？若是担心犯人跑了，本官写下承诺书便是，不能将人带回来，所有罪罚本官一力承担便是。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方浩等人再也找不到理由阻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林子凡大摇大摆地带着人离开大理寺。他们恍然，林子凡选这个时间，或许就是趁着能下决定的人都不在，算了，得立刻派人跟上。林子凡若是知道，一定会大喊冤枉。他就算还没有成亲，不能回家抱娘子，也不至于敬业到这种时候还做事儿。那不是有人突然冒出来要见白木，他得牵线搭桥啊。坐在马车上，孟关跨着脸，我还以为得救了呢，原来只是被带出来放风的。林子凡要承担所有后果，必然不会让他们离开。白木沉静，罪名还在，不洗干净怎么放我们离开？难道你不想参加科举了？孟关张了张嘴，那倒也是，那他带我们去哪儿？好久不见，这林公子竟然成了大理寺少卿！天啊，这么年轻的大理寺少卿，太厉害了！白木目光诡异地打量小伙伴眼，自然是带我们去案发现场啊。他刚才不是当着那些捕快的面说了吗？至于孟关为什么会这么感叹，算了，高兴就好，其他不重要。这不动脑子的毛病改不了了，也不知道怎么考上举人的。孟关诧异，那不是借口吗？忍不住哆嗦，这大晚上的，难不成真要去案发现场查案？只感觉后颈一凉，全身鸡皮疙瘩，头皮发麻。孟关眼带恐惧，白木，这不是吧？白木无语，林大人新官上任，大理寺的捕快权都不是他的人，他有这么大的行动，那些人一定会跟踪。若只是借口，而不去案发现场，林大人回去也不好交代了。至于是不是真的查案，到地方了再说。所谓的案发现场在云昭学院的后山，大晚上的，乌漆嘛黑，风声簌簌，草木摇曳，虫鸣惊耳，显得愈发恐怖了。孟关感觉腿软的不行，紧紧躲在白木身旁，一双眼睛转悠着到处乱看，神色哆嗦。就连马车陡停，也吓得孟关抖激抖。阿峰撩起马车车帘，白公子，孟公子，到了，前面马车去不了，得靠自己。白木干净利落地下了马车，身后缀着快缩成鹌鹑的孟关。第155章，大开眼界。马车那样的地方还有点安全感，出来后，孟关觉得全身都在发冷，四肢变得僵硬。阿峰看着孟关，眼睛里露出4个字：胆小如鼠。孟关不是没发现，但是没空在意，吞了吞口水。为啥要这种时候来查案？大白天的，阳气正浓，不香吗？可惜众人保持沉默，没人搭他的话，只管踏着腿高的草前行。突然，一阵逆风仿佛刀子一般从几人身边掠过，身后顿时传来几声惨叫，瞬间又归为平静。孟关吓得跳上白木的背，被白木嫌弃的瞬间甩了下来。孟关声音带着哭腔：怎么了怎么了？白子睿，你告诉我，这发生了啥啊？大晚上的，人吓人可要吓死人啊！林子凡满头黑线，早知道就不带这人了。累赘。白木无奈，林大人也还在这里，你怕什么？孟关牙齿打颤，根本控制不住。那刚才谁在惨叫？白木，处理掉几个小尾巴罢了。林大人，果然太后也来了吗？孟关震惊，什么太后？悉悉索索的声音传来，从惨叫声那边走来一个纤细的人影。目前只有孟关吓得眼睛都不敢睁开。林子凡笑了一声，没有说话。阿峰站在主子身后，唯有白木作揖：红叶姑娘，太后怎么亲自来了？孟关一震，睁开了一条缝，随即瞪圆了眼睛。还真是太后身边那个留活口留得特别凶残的小姑娘。红叶扫了一眼孟关，一脸嫌弃：大男人，你至于吗？尾巴已经处理干净了，走吧，主子已经等很久了。等众人到的时候，柳云正蹲在地上研究石头，青叶守在旁边警惕着，稍远点的地方还有一些黑衣人，隐隐将太后护在中间。林子凡等人被红叶带着过来，还是被黑衣人检查了一下才放行。白木近距离的看到这些黑衣人，被那异于常人的奇特绣春刀吸引了，忍不住看了好几眼。太后娘娘，这天色你看得见吗？非得这个时候？林子凡叹了一声。柳云失笑，月色不是挺好的吗？对于你们练武者，视野不是很好，谁让哀家暂时见不得人呢？白木走了过来，太后娘娘，你这样出来实在太危险了，现在多少人想要你的命啊？越了解越明白，太后能活到现在，简直就是奇迹。而且那些人自以为是，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柳云挑眉，忍不住用了一下系统升级后得到的忠诚探测器，一排只能他能看见的数字飘在白木头顶。白木，云昭忠诚度92，皇室忠诚度54，宿主忠诚度85。柳云愕然，单单一个忠诚度还分得这么细？云昭忠诚度，身为云昭人，
爱皇朝不等于爱领导者的意思。原来是这么玩的吗？按照系统规定，60的及格之数就很不容易背叛了，85以上的优秀值就绝不会背叛。但是做事不对也会寒心，忠诚度会掉。跟系统出品的属下忠诚度满值100，永不减少，还是有区别的。林子凡、云昭忠诚度80，皇室忠诚度29，宿主忠诚度81。柳云，他没想到林子凡的各方面数值还不如白木。看来在朝堂内长大的孩子当真不容易相信人，而且对皇室的感官未免太差了。29，被人策反，分分钟就能将皇帝卖了呀。柳云觉得很可能跟之前皇帝想要在他大婚时赏赐美人的事情有关，对皇室的忠诚度绝对掉了一大截。扶了扶额，柳云遗憾地摇了摇头，对白木招了招手。半个月内5名受害者被虐尸，之前那么大的暴雨都没有耽搁，哀家也想早点有个结果。如今的云昭经不住太多的风雨摧残，这种案子自然越早破越好。你来看看，这就是大理寺调查的凶器，系统任务都来了，这件事情绝壁很严重，若是不赶着处理，只怕会造成难以预料的损失。白木看了一眼柳云指着的石头，上面还带着血迹，有些吃惊，这么重要的证物，大理寺竟然没有带回去，放在这里一个白日，凶手为什么不来处理掉？这里并没有一直被守着吧？柳云站了起来，是啊，这么看来，这石头10有8九并非凶器，所以无关紧要，凶手没想过要处理。白木四下看了看，这样的话，不处理就等于凶手希望大理寺查案之人看到这些东西，并且照着他设计的证据查下去。看见比白日凌乱一些的现场，白木无语。大理寺有想过好好查案吗？疑似凶器的东西被扔在这里，现场也不好好维护，简直就是门外汉。林子凡看了一圈，如今的大理寺群龙无首，红旗暂代大理寺卿，就想着怎么帮沈丞相平息姜太师和启王的不愉快，哪有心思查案？之前提拔的那些捕快，身居高位的都不见得有什么能力，有能力的人微言轻，遇见这样的案子，能够抓几个嫌疑人回去算不错的了。看向白木，林子凡笑了，你们啊，也不知道是运气太好还是运气太差，刚好就被抓了。柳云皱了皱眉，林子凡，大理寺的6个嫌疑人，你觉得谁是凶手？林子凡眼神瞄向太后，如果我说谁都不是，太后信吗？柳云点头，信啊，有啥不信的？林子凡拿的是男主模板，同样也有一些男主毛病，但是性格和品格绝对没问题。林子凡真诚地笑了笑，没有再说话。倒是孟关终于回过神来，还迅速接受了现实。或许是周围的黑衣人给了他勇气，孟关这会儿终于没那么抖了。对，太后娘娘，那些大理寺的捕快就是随便抓人，想要找个替死的。可怜我们6个同窗，不过是在此路过，就被当成嫌疑犯带回大理寺了。柳云纳闷，路过？你们被抓不是大早上吗？据说那时候天刚亮，为何在这路过？不要告诉他是来锻炼身体的。说着，柳云不由自主地对孟关使用忠诚探测器，结果大开眼界。孟关，云昭忠诚度61，皇室忠诚度43，宿主忠诚度59。第156章，太后要振作起来才能督促。3项数字，2项不及格。好家伙，这孟关看起来傻白甜，原来内心这么敏感。这样的数值不能代表孟关就是白切黑装得好，而是他本身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的信任，打心底还是个愤青，人品性格无法佐证。但是柳云相信白木的眼光，这会儿他异常遗憾，这所谓的探测器是针对自己的，无法查阅别人之间的好感度，否则他真想知道孟关对白木的好感度是多少。看来傻白甜整天光乐呵，看起来很好骗的孟关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或许是太后打量孟关的目光太长，白木发现后突然走位，挡住了柳云看孟关的眼神。回太后娘娘是有同窗夜观星象，推测今日是个好天气，定然有不错的日出，所以我们相约在寅时末卯时初，大约早上5点左右上山观日出。路过是我们看完日出后下山看日出。柳云愣了愣，这日子比咸鱼还美，做书生这么好的吗？所以你们下山才遇见死者。柳云放过孟关，对他忠诚度不及格的人，哼，难堪大用。除非这忠诚度涨起来，否则他很难放心让孟关去做什么。白木目光深远，我们下山的时候，大理寺的人已经在这里了，刚好碰见我们，觉得我们可疑，就被抓了回去。柳云诧异，这也可以？这么说，你们不是第一发现人啊？在你们之前还有一个发现人？林子凡悠然，那倒也不是，是杀人预告。柳云，现在的凶手都这么嚣张了吗？仗着这个世界没有柯南小朋友，
就尽情的作怪盗基德。没事儿，发着预告完。白木点头，从第一个受害者开始，凶手就是有预谋的，所以第一个死者出现之前就有了杀人预告。柳云默默流着满面条泪，有些算计他可以推测，但是断案他似乎并不在行啊。主要没做过，他觉得头疼。前世看推理影视剧都全程不带脑子的，就等着主角推理就行了。可就是这么一个不带脑子的观众，却最喜欢看悬疑类，简直没道理。不行，他得振作起来，不能因为面前有2个男主模板的厉害人物就真的咸鱼了。无论如何，他都得督促这2只赶紧破案，才能完成任务呀。林子凡有计划的犯案，老天爷的这场无休止的大雨还帮了凶手一个大忙，很多线索都被雨给冲掉了。柳云点头，表情严肃，认真分析起来。所以如今5个受害者都死在外面，死在雨中。白木也不全对，只是发现的尸体都在大雨中。柳云诧异，这么说凶手是在现场虐尸，还是先虐了再一尸？在雨中虐尸操作有点难吧？这都什么喜好？白木似笑非笑，可能是凶手不为人知的秘密，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自己的经历，不是吗？柳云一愣，这是在指孟关，让他不要去探究孟关的秘密。哼，小伙子不错呀，这么话中有话，是在考验他吗？虽然是不为人知的秘密，可凶手杀人了，他的这些秘密成了破案的关键，甚至是杀人动机，不搞清楚，还会有更多的受害者。柳云似笑非笑，你确定这些跟案情无关吗？言外之意，你确定孟关隐藏起来的东西，对他、对云昭是无害的吗？白木垂眸，凶手藏起来的自然要查个水落石出，可不相干的人、无关的事，只会增加破案的难度，误导案情的推测。这点白某还是能肯定的。孟关跟这个案子无关，他也能保证孟关不会对太后不利。柳云挑眉，哦，拿什么肯定？拿什么保证孟关对他没有坏处？白木抿唇，白某会尽心尽力，早日找出凶手，以此做交换，放过孟关的秘密。柳云眉眼弯弯，好的，信你一次。成交，赶紧破案吧。林子凡愣了愣，看看白木，又瞅了瞅太后，是他错觉吗？这2人的对话好像突然就多了什么。白木吸了一口气，有些奇怪，太后是怎么看出孟关不对劲的？现在已知所有发现尸体的地方都不是第一现场，所以凶手全是杀人虐尸之后再遗失的。柳云眨了眨眼，看了看四周，疑惑，你的意思是这也不是第一现场？不能吧，现场好多痕迹都表明这里就是杀人现场啊，打斗的痕迹、挣扎的痕迹、血迹流动的方位、野草被踩踏的范围、方位以及力量等等，无不表明这地方有人在干大事。除开一些大理寺捕快破坏的地方，很多痕迹都能辨认出是死者和凶手留下来的。白木低头，所以这一起不一样，这里就是第一杀人现场。而且那块被当成凶器的石头是故意抹上血的，实际上石头并没有被使用过，真正的凶器根本不在这里。林子凡摸了摸下巴，叹了一声，所以你现在怀疑这一起案子和之前的4起不一样，很可能是有人模仿杀人，而非之前同一个凶手。白木点头，我觉得大抵如此。天未亮的时候其实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虽然很快就停了，可时间点正好是凶手行凶的时候，那时我们还在山顶找了个凸出来的石壁躲雨。以之前凶手的性格来看，他不会在雨中停留，更不会淋着雨虐尸。闻言，林子凡一愣，柳云第一次糊涂了，为啥？这有什么证据吗？凶手该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吧？总不可能凭空猜测吧？白木，前面4起虐尸案抛尸的地方都有很好的躲雨地点，而凶手都在这些躲雨的地方停留过。凶手要么十分注重形象，那就一定很讨厌淋雨，更不喜欢雨水打湿了自己。之所以非要选在大雨天，只是为了更好的掩藏行踪和杀人痕迹。白木回忆自己之前无意中碰见的几次现场，虽然有被清理过，可那些躲雨的地方都还能看见一点点脚印。如果想完全掩藏行踪，在雨中离开，什么都不会留下。而这里除了长得比较茂盛的草丛之外，连棵树都没有，根本没法躲雨。当初下雨的时候，凶手不可能知道马上能停，以他的习惯，又怎么会选择这样的地方行凶，还停留在这虐尸？第157章脑壳疼的预告函。柳云略微无语，都做凶手了，还有这么多毛病，生怕旁人查不出来，是不是？林子凡轻笑一声，也觉得这凶手有意思的很。照这么说，这次还真可能是模仿杀人，凶手另有其人。看了看月明星稀的夜色，柳云若有所思。既然如此，仅凭一封杀人预告就判定为同一凶手的连环杀人案，是不是太草率了？大理寺在群龙无首，捕快如此脓包吗？那他窥视的大理寺信息渠道，在这些人手里还剩下几成？柳云忧心忡忡，
应该还有别的共同点，让他们将案子归为一体吧。白木点头，因为死者有共同点，都是要参加明年春闱的举子，而这第5个还是云昭书院学问顶尖的举子。柳云皱眉，举子这么早就为了春闱排除异己了？每届考生可不少，杀得完吗？不，第一个凶手敢发预告函，第2个凶手敢制造一些误导的证据，很明显都胸有成竹啊。柳云啧啧，这么有恃无恐的人，又怎么会为了获得好名次就开始猎杀举子？这必然是凶手故意给查案人的线索。所以凶手另有目的杀这些人，除了举子还有什么共同点？白木摇了摇头，不是很清楚。这件案子的消息外人知道的不多，白某没看见尸体，没看见死者身份的调查卷宗，实在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猫腻。柳云点头，那好吧，这件事得靠林大人帮忙了。对了，那预告函哀家还挺感兴趣的，弄一份给哀家瞅瞅。白木，你没多少时间了，武林大会之前最好能把案子破了。另外，若是有新的预告函，记得第一时间通知哀家。只要这人还在地京那座案，发预告函简直就是找死。白木一脸狐疑，武林大会，朝堂和武林历来井水不犯河水，有一道天然的分界线。突然从太后口中听到武林大会，无比怪异。林大人应该知道，让林大人告诉你吧。柳云甩包袱异常爽快，偷偷打了个哈欠，决定先撤退了。翌日吃早饭的时候，看到所谓的预告函，柳云惊了，原来不是什么直白的时间地点放狠话，而是真的像谜题一样的预告函，还得先解谜题才能知道时间地点。看来这凶手也没有那么胆大，还知道用谜题来拖延时间。柳云黑线，等大家解开谜题赶过去，就只能看见尸体了吧。最重要的是，为了彰显文化，所有谜题都是用诗词来呈现的。墙头又有千叶桃，人间渐静万无情，月照楼前芙蓉花，庭上秋灯星空明。柳云揉了揉太阳穴，诗词解析啊，没有注解，他可能成不了学霸，只能看向谜底，第1句第3个字右，第2句第3个字见，合起来是关，再加上后面2句的第1个字就是关月亭。红叶，第1名受害者是关月亭。红叶点头，对啊，不是还有一首诗吗？里面有晨正时分4个字。柳云低头又看，晨星不夜天，正有高堂宴，八音分雅乐，日落寸水间。晨正日寸是时吧？顺序换了一下，这凶手是在考验谁智商呢？红叶苦笑，主子，这第一次还是最简单的，后面几首诗都含了典故和一些诗词延伸，这是唯一一次将几个字明确藏在诗中的。然而第一次谁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杀人预告啊，所以根本没当回事儿，都是事后才发现诗里藏着地点和时间。柳云五官垮了下来，要我命哦！汉语文学得过几级？连忙将这些伤脑筋的诗抛在一旁，他只看结果就好。这种伤脑筋的解谜之事，还是交给白木和林子凡吧，就饶了我吧。柳云拒绝在这种事情上烧脑细胞。不过，既然前面4件案子都不是第一现场，这么说，预告时间其实就是抛尸时间吧？否则，凶手哪有时间虐尸？红叶点头，白公子也是这么说的。而且，他说第5件案子的杀人预告其实有延迟，可能作案的人不止一个。云昭书院后山正在虐尸，有同伙将杀人预告直接送到了大理寺。当大理寺的捕快赶到的时候，虐尸已经完了。然而死者才刚死不久，伤口都还在流血，血液都还没有凝固，尸体都还带着温度。柳云纳闷，第5封杀人预告是直接送到大理寺衙门的，那前面4封呢？红叶，第1封是有人雇佣说书先生在茶楼酒肆读出来的，很多人都听到，只不过不懂其深意。等尸体出现后，这2首诗才出现在大理寺。后面3封也差不多，不过是突然在学子内部流传，最后才到大理寺的。柳云诧异，这么说，只有第5封才是直接出现在大理寺衙门的，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红叶点头，确实，白公子说应该是之前那位凶手特意想让人认为他本身就是满腹经纶的学子，在学子中有人脉，所以藏身在学子之中。模仿的凶手不知道前辈的用意，所以忽略了这部分逻辑，露出了破绽。柳云眯了眯眼，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是武功高强的武林人士？最近不是有很多高手来地京吗？红叶摇了摇头，主子，这么伤脑筋的事情，奴婢是真的帮不上忙了。不会。一个悦耳的女声传来，柳云抬头看见程烨领着白锦进来。白锦扶了扶身，臣女见过太后娘娘，福寿安康。柳云温和的一笑，你怎么来了？可是要给林子凡带什么消息？白锦轻笑，白公子入了大理寺大牢，一时半会儿出不来，所以让林大哥帮忙照顾他妹妹。林大哥需要避嫌，就将事情交给了我。今儿一早我去看望了白姑娘，就顺道过来行宫了。
陈女最近跟白家人也闹得不太愉快，就想借太后娘娘的事，让那些人都安分点，望太后娘娘宽恕陈女的自作主张。柳云挥了挥手，行啊，没问题的。你见到白木的妹妹了？对哦，她都忘记这位了，一直没想着用技能亲眼看看。第158章，令人震惊的发现。白景点了点头。柳云好奇，你觉得白木的妹妹是个什么样的人？白景微微一笑，很温柔的小姑娘，而且跟白公子一样的聪明，就是身体不太好，像个风吹就灭的美人灯。柳云很漂亮。白景迟疑，最近大雨连绵，这姑娘一不小心受了寒，咳嗽不止，见人是蒙着面纱的，继而并没有见到她长得如何，只不过那一双眼睛很灵动很美，让人见之难忘，就像当年4大才女的小姑姑，一双眼睛就能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之赋诗写文。说完，白景仿佛想起什么，脸色一变，是姐儿多嘴了，还请太后恕罪。闻言，柳云一愣，才想起白景的小姑姑就是白家家主的嫡亲妹妹啊。当年仅凭美貌就在4大才女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帝京第一美人，最重要的是，这位白氏还是先皇最宠爱的淑妃，只不过一度宠爱太过，不过2、3年就被后宫的女人给摁死了。白景这么说，是怕触及到太后的伤心事儿，惊觉自己失言。柳云淡淡一笑，白淑妃的死跟哀家可没关系，自然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你这么形容，哀家倒是有概念了，怪不得白木那么宝贝她的妹妹。你刚才说凶手不会是武林邪恶人士，为何？见太后是真不在意，白景松了口气，也是白公子说的，武林大会在武林人士的心目中也是极为神圣的，加上有4大家族掌控，但凡来参加武林大会的不会这样闹事，一旦暴露，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而且武林人士做下这种大事件，以凶手的精心策划来说，必然会留下名号，否则图什么？柳云点了点头，仔细一想也合理。是啊，凶手杀人的目的好像不是为了杀人，也不是为了出名，倒像是为了找什么人。难道说这种方式只有凶手和他找的人心照不宣吗？白景诧异，白公子也是这么说的，以现在的线索来看，凶手像是在找什么人，用这种残忍的方式逼得那人现身。柳云皱眉，若第一个凶手是这样的目的，那模仿杀人的凶手呢？白公子说，模仿杀人的凶手更像是为了嫁祸，至于想嫁祸给谁，目前还不清楚。而且姐儿过来是为了告诉太后娘娘，第2个杀手似乎很急，他怕被查出来，所以赶着时间，新的杀人预告已经出来了，并且突然出现在大理寺卿的案桌上，还吓了洪大人一跳。见白景掏出一张写着诗的白纸，柳云顿时明白，这才是白景突然到避暑行宫的原因。接过诗，柳云感觉脑壳疼，白玉无瑕，一弓2箭，休言未开，池畔有时，梦动河东，犬马无踪。后面还有一句大白话，再一次见面，必让尔付出代价。柳云，啥玩意儿？有时？这么明确的表明时辰，那必然不是指时辰了吧？柳云压住心底口吐芬芳的躁动，淡淡的说道。白景点头，白公子和林大哥也是这么说的。柳云放弃了，他们还说什么没有？白公子说，这次的诗很短，蕴含的信息却很多，需要好好琢磨一番才行。白景叹息，可惜白公子不能随便放出来，大理寺那些人不帮忙还拖后腿，倒是让白公子很难仔细去调查，很多时候都得靠林大哥去跑腿。不过白公子证明了孟关的清白，大理寺已经将孟关释放了。柳云纳闷，他怎么证明的？他没办法自证吗？白景，力气啊，第5位死者全身的骨头连胸骨都被碾碎了，使用了重武器，比如铁锤什么的，尤其是那块伪装凶器的带血石头被林大哥带回去了。大理寺既然认定了那石头是凶器，那孟关根本搬不动那石头，更加不说用来砸人了，自然清白。柳云，原来也没有那么复杂，只可惜白木武功不俗，不可能搬不动那石头。大理寺捕快里也有能人，白木若是装一下，估计要被戳破，所以只证明了孟关。其他4个嫌疑人呢？白景哭笑不得，其他4个同窗也只有一位跟孟关一样，力气小了点，搬动了也无法运用，就跟着无罪释放了。还剩3人，多少练过一些强身健体的3脚猫功夫，搬石头没问题。柳云哑然，这世界的书生都这么厉害的吗？都快刷新他心里百无一用，柔弱不能自理书生的标签了。白景侃侃而谈，林大哥说，这跟前朝的前朝永徽皇朝做官必须是3流高手的风气有关，从那时候传承下来，很多书生对于体魄就挺重视的。虽然经过了改朝换代，很多东西都没落了，可还剩一些边边角角的习俗，也让很多书生身体都锻炼得很好。林大哥说，尤其是8大望族，以他们的传承，学问越高，说不定武功越厉害。闻言，
柳云心口一颤，多么恐怖的真相啊！永辉皇朝到底是怎样将这个世界发展的这么高武的？还是没落后的？让他好内伤。好吧，这谜题解出来了，记得告诉哀家。柳云叹气，这预告到底是哪天？招待白锦，留他明日再回。柳云准备了一堆美食，放出了天网鹰眼，慢慢摸到了白木家里。之前调查的没错，白木确实不怎么缺银子，在地京郊外的村子里住的是青瓦白墙大院子，虽然比不上地主和乡绅，可在村子里也是独一份。此时此刻，孟关已经到了院子，给白木妹妹带了不少生活用品。白木妹妹白青英正听着孟关的复述，将那封预告上的话写在白纸上。屋内没有外人，白青英没再戴面纱，被柳云看了个正着。精致的小脸带着鬓白，眼睛却亮若星辰，魅惑无双，果然一见难忘。柳云满脸疑惑，似乎翻到了原主的记忆，手中的茶盏都被他打翻在桌。红叶眼疾手快地抓住茶盏，主子。柳云瞪圆了眼睛，错愕，白木的妹妹白青英居然跟白淑妃长得有7、8分相似。原来白锦说的白青英眼睛像小姑姑那般让人印象深刻，还真是找到了极为真实的形容词。红叶震惊，巧合吗？柳云眨了眨眼，不知道，原本我以为白木跟白家有什么关系，现在看来不是白木，而是他妹妹可能跟白家有什么关系。红叶，这些人的关系这么复杂的吗？连姓都不掩饰一下，偏偏越想不到。柳云琢磨，那白木和他的妹妹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第159章，听听人言否？红叶，奴婢觉得白公子是个重承诺的人，兄妹有没有血缘关系，跟白公子替主子做事没有太大关系吧？柳云点头，这方面是没有影响。不过，若白青英跟白淑妃不仅仅只是长得像，要是与白家真的有什么关系，看白锦的遭遇，必然还会搞事儿。我担心的是，白木跟白青英没有血缘关系，他跟白家就没有联系，这样的人才会不会有个并不平凡的出生？容易多事儿啊！还真是，每个人从出生到现在都足以写一本书了。孟关和白青英显然在替白木解尸谜，并没有多说什么。没有解开谜题，柳云也没法用技能监控追踪。一晚上相安无事，只能证明凶手的预告不是当天晚上。第二日，白锦特意来辞行，却看见柳云的人在准备外出，马车、包袱收拾的差不多了。太后娘娘，你这是要回地京了吗？白锦好奇。柳云摇了摇头，去黄国寺拜拜。白锦顿时来了兴趣，不好意思的说道：“太后娘娘，姐儿可以陪同吗？”柳云，你不用回去准备嫁妆。白锦浅笑，略略羞涩，倒也不差这么1、2天，该做的都做了。柳云挑眉，行，走吧。坐上马车到黄国寺时，已经晌午过后。柳云发现寺内比上次来还要热闹，明显多了不少江湖儿女打扮的香客。黄国寺还真是海纳百川啊！领着白锦混入人群之中，正儿八经的上香拜佛。柳云依旧将诅咒先皇的请愿在佛前过了一遍，淡定的给了香油钱，这才离开正殿往后面走。很多人到此都是为了拜佛请愿，来去匆匆，根本没时间闲逛。进入后殿乃至后院，除了僧人，香客的数量骤减。接待客人的空明大师突然看见柳云，眨了眨眼确认一番，才慌忙走上前。柳云伸手打断，本夫人突然到来，不必惊动旁人，空明大师自便就是。空明眉头狂抽，都看见了，怎么可能让太后自便？万一出了什么事情，黄国寺承担得起后果。柳夫人，里面请。大理寺少卿林大人和一位叫白木的公子刚刚到来，正在跟师傅说话呢。柳云也不意外，哦，他们来了吗？那走吧。听见林子凡，白锦嘴角不由自主地带起一丝笑意。夫人果然是来查案的吗？莫非夫人已经解开了预告的谜底？闻言，空明特意看了柳云一眼，多少有点佩服。柳云挑眉，倒也没有完全破解，先去看看林子凡和白木都怎样了。七弯八拐的，一群人在空明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幽静的院子。刚跨入拱门，就听见正屋内传来白木沉稳的声音：“白玉无瑕，代表玉无一点瑕疵，就是王；再加上白就是皇字，一弓两箭是福，再加凶手这个人便是佛。”这2句已经很明确地指向了黄国寺。无极大师看着尸谜，相当无语。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有人要在黄国寺杀人并进行虐尸，莫非当3千武僧都是木头？若非林子凡的身份和白木的面相有足够的说服力，无极都以为这2年轻人特意来消遣他的。白锦轻笑：“林大哥，白公子，太后娘娘也猜到了哦，看来真是黄国寺了。此处没有外人，称呼太后自然没问题。”林子凡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立刻起身迎上来：“太后娘娘。”声音突然温柔下来：“姐儿。”柳云瞥了一眼，
感觉吃了一嘴狗粮，两人对视的样子特别的甜。哀家也就解出了前面2句，后面几句不得其意，特意来皇国寺看看，或许猜错了呢。毕竟凶手想到要在这种地方动手，没点依仗怎么可能做得到？无极，阿弥陀佛，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凶手还真能想，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想过还有人敢在相国寺杀人虐尸，并且还给了预告，生怕别人逮不着他们。柳云坐了下来，空明极有眼色的让人送来了好茶。后面呢，解开了没有？白木眉头并没有完全舒展，可那份成竹在胸的自信令他整个人熠熠生辉起来，仿佛发着光。这首诗含着好几个字谜，倒也不算特别难，仔细揣摩一番，还是能猜到的。柳云嘴角抽了抽，端起茶盏喝了一口，听听人言否？这让之前破案只能跟在凶手屁股后面吃灰的人情何以堪？白木侃侃而谈，修颜未开是指修的一部分，就是丑，所以行凶的时间会是晚上丑时，至于哪一天，诗里并没有提。柳云恍然，看来这凶手还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没有彻底堵死了。很多字谜就是这样，没解开的时候完全没有头绪，当有人解了，才发现原来挺简单的，就是自己想不到而已。林子凡拉着白景坐下，接了白木的话茬，池畔有时是指池的一半，3点水，合有组合，是一个酒字，这应该是指地名。无极大师，皇国寺可有什么地方跟酒有关呢？无极大师白眉颤动，阿弥陀佛，酒色财气可都是戒律清规，皇国寺为天下寺庙的榜样，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白木叹了一声，这句话的谜底绝对是酒，几乎没有第二种解法，所以我们的推理就卡在这里了。梦洞河东，犬马无踪，这2句也没有太多的头绪。林子凡点头，这2句或许就是酒的佐证，但是还没猜出来。本以为来相国寺，若是看到与酒相关的地方，或许能推测1、2，没想到根本就没这样的地方，让人怎么联想？无极大师沉默地看着诗梦洞，白木瞬间来了精神，大师，你可想到了什么？无极大师迟疑，老衲也不知道算不算。白木，无妨，先说说看，有时候毫无头绪，或许有什么提醒。无极大师，皇国寺的后山有一处密林，里面有一些残存的奇门阵法，虽然是残缺的，可也能让人迷失方向。寻常十分寻常人是不允许进入的，否则迷失在里面，生死不知。在密林里有一猛虎洞，相传曾经也是皇国寺某代高僧勘破天人之境的地方。猛虎洞、猛洞和这个梦洞会不会特指？第160章，有一种被嫌弃的感觉。柳云暗自啧了一声，又是谐音梗，要扣钱的知不知道？就不能玩点新鲜的吗？白木沉吟，这么说，皇国寺内部其实有办法进入密林吧？趁着天还没有黑，我们去看看如何？众人附议，连柳云都没有意见，跃跃欲试。就算破案上他帮不了忙，当个镇场子吃瓜的 NPC 不是挺好的？然而所有人都反对他跟随。无极大师，太后娘娘，此路凶险，断不可冒险。白木，万一那个猛虎洞真的是凶手的目的，到时候肯定要直面对上，太后娘娘不可冒险。柳云，有一种被嫌弃的感觉。林子凡轻笑，此去密林还不知道有多远，太后娘娘还是待在寺里比较安全。姐儿，你也别去了，陪着太后最安全。白景善良懂事的点了点头，他自觉跟着去，若是遇见凶手，肯定拖后腿，还不如陪着太后呢。柳云哑然，以为这样就能阻拦他吃瓜了。他有技能，照样可以身临其境。见太后没有反驳，就同意下来，众人暗中松了口气，至少太后是个能听人劝的。一群人出了院子，无极吩咐空明给柳云准备一个安全寂静的住处，正待分道扬镳，却碰见2个意外的人。白木、孟关。青叶，你身体不好，怎么出门了？白青音蒙着面纱冲大家扶了扶身，哥，你果然在这里，那就太好了，嗨嗨。孟关不以为然，青音妹妹猜出了诗谜前2句，觉得地点可能在皇国寺，正好，我觉得最近的日子实在太晦气了，来拜拜，转转运正好。白墨，你在这太好了，我不用跑一趟了。白青音眉眼弯弯，仿佛纳进了天地之光，蒙着面纱更加突出了她那双眼睛的美丽。哥，我知道你能猜出来的，那后面的事就交给你了，我来皇国寺透透气也好。白木无语，太后娘娘，青音的身体不好，最近又受了寒，还请太后帮忙照顾1、2。柳云笑呵呵的应下，行，正好让他给白景做个伴。仔细观察着白木，这人若不是全然不知情，就装得太好了。他故意将白青音交给白景，白木竟然没有丝毫反应。白青音也异常淡定，对白景弯了弯眼睛，打扰白姐姐了。白景让自己的心腹丫鬟去帮白青音拎东西，别客气，大家都是朋友，
若是能安然破案，对大家都好。于是柳云就领着2位小姑娘去了院子。孟关是个男人，自然另有住处。目送白青英跟着太后离开，孟关有些不放心，手肘碰了碰白木：“你当真相信太后啊？”白木看他一眼，青英于太后没有任何的威胁，太后身边有不少高手，最是可靠。孟关，我知道你不容易信任别人，可你别表现得太明显。上位者都不喜欢被人质疑和怀疑，太后应该看出了你伪装下的宜人性格，别在太后面前乱说话。想起昨天凌晨在云昭书院时，太后看孟关的眼神，对孟关的未来仕途太不利了。孟关不以为意，本少生来如此，改不了了。我不招惹太后就是，你若信他，愿意将青音交给他，我自然也无法可说。我跟太后又没什么交集，犯不着惹他不快。白木摇了摇头，可太后是云昭的太后，比君主还睿智的领导者。你若是想身居仕途，有朝一日报仇雪恨，就绝对绕不开太后。我不是说让你马上改，至少别让太后对你印象不好，将来就太不容易了。伸手拍了拍孟关的肩膀，白木语重心长：“我们是朋友，我可以帮你，但是你的仇人还指望我完全帮你处理掉吗？”孟关脸上的傻白甜褪去不少，眼底恨海翻涌，袖口下的拳头青筋毕露。白木又拍了拍孟关，看了一眼送白锦到远处马上回来的林子凡：“相信我，太后绝不是你的仇人，你不要因为太后看起来慈祥就迁怒，对你没好处的。上次在客栈你就应该知道，她其实不好相与，何必给自己增添困难。”说罢，白木转身和林子凡一起跟无极大师离开了。如果柳云听见白木用慈祥来形容他，说不定会想呼他一巴掌。所幸柳云在路上还请着询问空明一些事情。咦，你是说长公主也在相国寺吗？空明：是的，长公主在相国寺住了有一段时间了，她给西阳郡主做749天的法事，已经接近尾声。柳云：长公主真有钱，西阳的后事真的没少花银子。不过柳云没打算去拜访长公主，回到房间跟白锦和白青英聊了一阵，等用了皇国寺的素斋后，让2姑娘早点休息。柳云让红叶拿出准备好的各种糕点美食，准备放出技能去看现场。开启之前，柳云还有些感叹，这白青英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啊，若非她真的就只是像白淑妃，要么她其实并不知道身世真相。红叶点头，奴婢觉得青英姑娘跟白公子倒是有些像的，都那么聪慧。柳云叹息，或许这样的智商是用身体健康换的。红叶，主子，这是一句夸奖吗？显然无极大师口中的后山密林猛虎洞其实有些远。柳云这个时候才放出技能跟踪过去，几人竟然还没有到目的地。一行人有无极大师，几名带着棍棒的武僧，还有林子凡和他的进士阿峰，另外就是白木了。此时此刻已经入夜，众人举着火把前行。若非有无极大师带路，他们根本到不了猛虎洞。没让柳云等多久，一行人就找到了一个被野草藤蔓覆盖的山洞。林子凡看了看洞口，还立了一块石碑，上面龙飞凤舞的书写了3个字：猛虎洞。还真是虎。住持大师，难不成这里是老虎的巢穴？这里不会真的有老虎吧？无极大师和善，如今自然是没有的，曾经有没有，老衲可不敢断言。林子凡点头，这块石碑看起来很有岁月的痕迹，我们进去看看吧。第161章目标人物。一行人举着火把进入山洞，才发现所谓的猛虎洞比想象中小，若是光线好，一眼就能望到头。仿佛经过岁月的变迁，原本的大洞被一些滚石泥土一点点填了，好似山体内部有塌过方，能堵的都堵得差不多了。还残存的洞壁隐约刻过一些范文，像是一些心得体会。不过字迹已经腐蚀的差不多了，刻下的凹槽内还长了不少青苔杂草。搜寻了一圈，白木眉头皱得死死的。林子凡四下看了看，这地方根本没人来过呀，要杀人虐尸，难道都不需要事先准备吗？白木，看来并不是这个地方。住持大师也说过，密林里有残缺的奇门阵法，来源已不可考，寻常人根本没法随意进出。此地距离寺内这么远，凶手需要将人掳到这里来，就算不准备一番，那也得提前勘察一下地形吧。而山洞没有任何人活动过的痕迹。林子凡叹息，这方向应该不对，看来凶手应该还会在寺内，距离丑时只有2个时辰了，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洞内实在没什么东西，众人便准备往回走。路过刻着猛虎洞3个字的石碑，白木脚步一顿，回头盯着，瞳孔在一点点放大。林子凡等人回头，白木见白木呼吸絮乱，脸色一点点难看，林子凡不明所以的走了过去。怎么了？白木闭上眼睛，猛虎洞，不可能的，不可能。林子凡皱眉，想到什么了？有事儿别自欺欺人，得赶紧想办法解决。
白木睁眼，竟然充血，可见情绪起伏特别大。走，赶紧回去。说着，率先往前冲，竟然用出了轻功。无极大师本来还想提醒一下，大晚上的别乱跑，却发现白木进来过一次之后，已经逆推阵法，走得极为正确了。林子凡运起轻功，一直跑在白木身边。你发现什么了？柳云坐直了，死死地锁定两人。他也想知道发现什么了，赶紧说。白木有些着急，梦洞指的还真就是猛虎洞，并非这山洞，而是猛虎洞这3个字。梦就是猛这个字，猛洞河东，犬马无踪，去掉猛字的犬马就是反，只剩下一个字梦。林子凡狐疑，梦是指名字吗？凶手要杀的人姓孟的，那范围也太大了。白木，别忘了后面还有一句不是诗的狠话，再一次见面必让尔付出代价。再一次见面等于又见，合起来是个官字，凶手的目标是孟关。林子凡一惊，凶手要杀孟关？为什么？白木，你记不记得我说过，第一个凶手在找人，第二个凶手是为了嫁祸。现在看来，第二个凶手是冲我而来的，杀孟关是为了更好的嫁祸于我。林子凡震撼，这么说，那日你和同窗一起去看日出，会途经虐尸，现场被抓，根本不是巧合。白木眯了眯眼，现在看来确实不是，而且最新的预告分明是还在我证明了孟关清白，孟关被释放之后才出现在洪大人案桌的。禁不住懊恼，该死，我怎么没早点发现模仿杀人的凶手是冲我而来的？林子凡无法做出这样的推测，因为他不算了解白木。可是为什么呢？你连秀才都不是，明年参加春闱的几率在外人看来那是极小的，为何会针对于你？白木，跟科举无关，要么是我的敌人存心报复，要么……突然晋升，可林子凡和柳云都明白了，要么是因为太后，有人发现太后对白木有些看重，提前动手清理。柳云突兀地站了起来，或者此人跟白木有仇，同时还想给他添堵。可白木本身实力不弱，暗杀起来困难，这才用嫁祸的方式做给他看，想让他眼睁睁地看着白木被当成凶手，处于极刑，享受一种智商的碾压。搞事儿的人总比解决事情的人要容易很多。红叶，孟关注在什么地方？柳云看了看天色，等白木从密林赶过来，黄花菜都凉了。红叶一愣，他跟着空明大师走的。话未说完，院子里传来一声踹门响，紧接着响起白锦的声音：青音姑娘，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啊？柳云跨出门，怎么回事？白锦仿佛找到了主心骨，太后娘娘，刚刚青音姑娘来问我，白公子和林大哥都上哪儿去查案了？我说密林的猛虎洞。他很奇怪地问了一句，哪个猛虎？随后默念了几遍，好似突然想到了什么，直接跑了出去。柳云皱眉，红叶跟上去，务必保证白青音的安全。红叶应声不见。柳云吸了一口气，抬脚往外走，我们也去瞧瞧。刚出院子，就看见空明带着不少武僧赶来，一脸诧异。我等是来保护太后娘娘的，太后这是有何事？柳云脚步不停，一起吧，路上解释，快带哀家去孟关的住处。空明立刻领着众人过去。快到时，天上突然有人飞过，柳云抬头就看见一个黑衣人踏空而行，手里还拎着昏迷不醒的孟关。孟关穿的不是夜行衣，而是青色书生袍，在夜色下特别明显。空明诧异，什么人？追！招呼了一半的武僧飞身就跟了上去。红叶抱着浑身抽搐半昏迷的白青音从屋里奔出来，见到主子心头一松，他们不止一个人，还会打配合，奴婢保护青音姑娘就顾不上孟公子了，而且青音姑娘太激动，好像犯病了。示意青叶将人接过来，柳云挑眉说道，空明大师带着人去追了，你去看看，对方的目标是孟关，务必保他周全。事情发生的太急，他还来不及想明白凶手为何针对白木，只能先保护人。红叶应声离开，青叶抱着白青音，主子，青音姑娘的情况好像很不好。柳云伸手把了把脉，先进屋吧。孟关住的院子还有其他香客，这么大的动静自然引得人出来围观，只能让武僧挨着将人赶回去。把白青音放在床上，柳云出手如电，点下击道穴，暂时压住白青音的癫狂抽搐。第162章揭开云雾。回头见青叶将门窗关好，柳云觉得这院子住的全是男人，不太妥当，便让青叶抱着昏迷中的云青音回到自己院子，留下来的一众武僧慎重地守在门外。柳云翻身从系统背包里取了一套银针，施展了一套针法，才让云青音的情况彻底平静下来。刚刚施针完毕，空明大师和红叶回来了，一边收好银针，一边打量着两人的神情。柳云叹了一声，跟掉了。红叶摊手，对方有不少人接应，
有人引追兵，有人挟持孟公子离开。黄国寺的武僧已经开始搜寻了。不过黄国寺太大了，对方对黄国寺非常了解，一时半会儿只怕不会有结果。空明大师老脸一红，百思不得其解，黄国寺内竟然有这么多藏在暗处的人，这些人都把黄国寺当什么地方了？亏得之前还觉得凶手要在黄国寺虐尸是个笑话，现在看来对方早有准备，倒是将黄国寺衬得像个笑话，丢脸丢到太后面前了。柳云一点不意外，我们还有时间，好好找，这会儿距离丑时还有1个时辰。凶手肯定是发现预告函要被猜到了，所以提前动手抓人。看来对自己躲藏的功力很有信心。他没说的是，孟关可能丑时才会死，但是不代表现在不被虐待。从云昭书院后山的现场痕迹来看，死者是活生生被虐死，然后再继续虐尸的，不可谓不变态。白木等人赶紧赶慢地赶回来，距离丑时只有半个时辰了。柳云一边看着云清音，一边用天网鹰眼的技能搜索了黄国寺好几次，竟然一无所获。之前的黑衣人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愣是连影子都没发现。他以为自己放出天网鹰眼，这些人必然无所遁形，所以救云清音明显比救孟关重要。而且他在行动中也不好使用技能，会造成反应迟钝，万一遇见什么就来不及躲了。万万没想到对方无意中还躲开了技能搜索。多谢太后娘娘。白木星幽云清音突然发病，发现情况稳定才松了口气，这才有空感慨太后竟然还会医术，似乎还不俗。柳云挥了挥手，赶紧找人吧。清音姑娘猜到真相也迟了一步，孟关已经被凶手的人带走了。亏得白清音也猜到了谜底，不然她用技能窥视的事情不好解释了。硬要说自己智商猜到的，似乎没那么大的脸。林子凡确认白景无事，这才看向无极大师，大师可有黄国寺的地图？无极大师示意空明去取，自然是有的。黄国寺自云昭建国以来扩建了好几次，便绘制过详细地图。空明运起轻功，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就取来3张黄国寺的平面图，从最初的简单到最终的繁复。白木和林子凡将3张平面图摊在桌上，两双眼睛不停地扫视可疑的地方。林子凡突然说道：“那句预告诗里还有一句没有解开，池畔有时还是应该先找到跟酒有关的地方吧。”白木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睁开眼再看地图，突然说道：“无极大师，这只是黄国寺地面上的平面图吧？地下呢？”无极大师一脸懵逼，地下？空明大师瞪圆了眼睛，黄国寺地下还有什么？他怎么不知道？柳云眨了眨眼，突然醒悟，对哦，他的技能一直都只在地面上扫描，一叶障目，竟然完全没想过地下。这时代的人最喜欢挖密道，搞什么地下密室了？盯着茶盏，柳云微眯着眼，悄无声息地将技能放出去，直接往地下延伸。林子凡恍然，对，黄国寺当年为了帮云昭先祖启用过地下秘密通道，不仅藏了不少粮草，还替云昭先祖藏了兵马，立下了汗马功劳。白木点头，对，所以黄国寺的地下有蜘蛛网一般错综复杂的地下通道，可以通向很多地方。无极大师，阿弥陀佛。虽然如此，可云昭建立，先祖登基，黄国寺的地下通道就被堵了，再也没有启用过。黄国寺的历届住持早就忘了这些事，老衲也是当年在藏经阁闭关，无意中读到黄国寺的历史，才知道这茬的。白木摇了摇头，无极大师，请恕白某直言，能够藏上万兵马的地下通道，岂是简简单单就能彻底堵死的？当初不过是将各大出口堵了，没有再启用罢了。蜘蛛网一般的地下通道从来不曾毁坏，虽然那么复杂的地下通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建的，可据说是以整座山的山腹为基础，要毁坏就不可能还有现在的山顶黄国寺。林子凡认同，对，有心人只要花点力气将入口挖开，原本的地下通道未必不能使用。当初黄国寺的住持就是做样子，为了让云昭开国皇帝安心，这才将可以藏兵的通道给堵了，并且泯灭于历史，不再启用。那时态度最重要，不代表地下通道真能毁掉，除非连黄国寺一起覆灭。无极大师，这理由他竟然无法反驳。凶手到底是什么来头？连黄国寺自己人都不怎么知道的地下通道都能重新启用，知道的秘密还真不少啊。此时此刻，柳云已经看到了某间密室中的孟关，被人看着，暂时还完好无损。可那密室里有不少他根本不认识的刑具，眼看也好不了太久了。无极大师，曾经的黄国寺是不是出过酒肉穿肠肚？佛主心中做的得道高僧？柳云发现关押孟关的密室很像一个酒窖，里面还有超大的未开封的酒坛子。无极大师哑然，太后娘娘说的这么隐晦，也算给黄国寺面子了，否则一句酒肉和尚就能完事儿。确实有过，那毕竟是特例，寻常的清规戒律都不能让人四大皆空，
没有多少人沾染了这些俗物，还能心境空明的。白目太后说这话，可不是想知道怎么成为酒肉和尚，不免有些着急。无极大师，那位高僧原本住在什么地方？无极大师看了看最早那张平面图，最早的菩提院。可后来扩建已经变化很大了，老衲的年纪不曾参与黄国寺的扩建，实在不太清楚原来的菩提院在什么地方。第163章，指哪儿走哪儿。白木立刻翻看3张平面图，突然拿起桌上的笔，沾了红色的朱砂，落笔在最新的平面图上，将最早的平面图简单拓在了上面。柳云瞧着稀奇，空间感得多强啊！将最早的黄国寺还原出来，然后重合在最新的黄国寺平面图上，这样原来什么地方，现在什么地方一目了然。最终白木指着最早的菩提院，这里，所以是现在黄国寺的什么地方？无极大师一看，瞳孔瞬间睁大，看了看徒弟空明，倒抽一口凉气，这个院子是长公主。什么？众人一惊，这事儿还跟长公主有关系？空明咽了咽口水，长公主在黄国寺住1个多月了，一直在给西洋郡主做法事，每日斋戒、诵经做法都很准时，很虔诚，她哪有时间做这些？白木眼神一沉，如果是长公主想要报复白某，倒是挺有理由。桃园文会毕竟是白某证明西洋郡主的死是他夫君严温茂做的，公主府和2位郡主的声誉遭到了很大的打击，所以长公主想嫁祸白木，让白木被处于极刑。柳云皱眉，这事儿竟然是长公主，这女人这么变态的吗？竟然直接将人给虐死。她想杀孟关，可能存了嫁祸不成，也要你伤心难过，遗憾终身的打算。可云昭书院那名死者是为何？难道只是为了模仿杀人，随便找了个替死鬼吗？白木一脸恍然，原本白某还想不通这点，死者在云昭书院其实很低调，平日里为人也不错，人缘哀家知道的可多了。柳云似笑非笑，长公主也活了大半辈子了，有些答案不能用听的，只能用看的，这种道理都不懂。长公主在听到他问题的一瞬间瞳孔睁大，虽然隐晦，可浑身仿佛竖起刺来，整个人充满了防备。故意轻松的语气，略微骄傲的情绪，无不在鄙视他不知道他就可怜的神情。他又不瞎，火把这么亮，能猜不出来长公主说的话是反的。长公主脸色一沉，刘小云，你到底吃错了什么药？怎么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不知道有时候糊涂的过一辈子，反而更加开心快乐吗？知道的太多，对你没好处。柳云似笑非笑，长公主在说你自己吗？严温茂到底是被谁唆使去杀西洋郡主的？长公主不承认，事实也在那儿。若是不知道真相，日子确实好过一些，对吗？长公主七窍生烟，脸色特别阴鸷。你怎么知道的？莫非是你救走了严温茂？柳云嗤笑，可别乱咬人。就你现在这种情况，谁活着出去还不一定呢。万一你死了，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岂不是死不瞑目？什么叫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就是。即便到这种时候，柳云也不会全盘托出。口舌上的输赢他一直在体会，用不着落井下石，非要谋夺这份快乐。重生穿越看得太多了，万一这丫的重生，岂不是给不同维度的自己找不自在？总之，面对敌人，所谓的真相能不露就不露，并不影响结局。闻言，长公主确实迷茫了，她看不出太后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看来太后对自己还是很自信的。你之前若是这么厉害，先皇又怎么会？惊觉自己差点说漏嘴，长公主连忙顿住。柳云笑得越发完美，又怎么会如何？就不会将那3万兵马交给你了吗？晴天霹雳，长公主瞠目结舌，突然结巴起来。你！柳云叹了一声，哦，你是想问哀家怎么知道的？长公主真的惊了，这可是她最深的秘密，最大的依仗。柳云啧啧摇了摇头，3万人啊，现在还不止3万人了吧？可不止哀家一个人知道啊。真要说，哀家更想知道当初先皇将这支兵马交给你时，给公主都说了什么。长公主真傻了，可她还没有笨到问什么说什么，一脸憋屈。不等长公主开口，柳云一脸无所谓的将她话给堵了回去。算了，哀家虽然想知道，但是你一定不会告诉哀家的。哀家也懒得问了。长公主一口老血闷在喉头，特么的，刚刚不是问了吗？为什么还懒得问？长公主只感觉全身的血液都犹如开水，充满了气在冒泡，在沸腾。柳云还在点火，长公主只需要清楚，知道的不止哀家一个人就对了。另外，柳云突然笑得极美，让长公主有种不祥的预感。哼，终于不用废话了，天知道哀家最不喜欢废话的。红叶，任务可完成了。是，主子。红叶开口，声音却从石门内传来，
所有人都一惊，长公主等人更是惊愕的回头，在无数双眼睛的注目下，红叶娇小的身躯搀扶着孟冠从石门内走出来。孟冠受了一些伤，不过看起来还好，人也清醒。他不好意思地看了看红叶，抬起头，虚弱地对白木一笑：“对不起，又让你来救我了。”柳云一愣，这么一句话，信息量好大的样子。长公主气死，狠毒地盯着柳云：“你刚才说那么多废话，是为了拖住本宫？”柳云摊了摊手：“一半一半，也不算废话啊。好多确实是哀家想知道的，但是我没指望你能直接告诉我。”其实，从红叶撒药搞掉黑衣人之前，柳云耳语吩咐了几句。用药的确是为了搞掉黑衣人，可这举动本身就是一种掩饰。红叶的轻功自然是顶尖的，在搞掉黑衣人之后，他的站位其实距离石门非常近了。加上红叶有暗卫的基本技能，稍微隐匿起来，长公主对白木对太后，甚至有部分注意力都在无极老和尚身上，却丝毫没注意到红叶。见形势极好，柳云一边吸引长公主的全部注意力，一边给红叶使了个眼色。红叶不负众望，悄悄摸摸地闪进了密室。长公主出来，带足了人手，剩在密室的只有区3人。以红叶绝顶高手的暗杀功夫，不动声色地将这3人摁掉也不足为奇。长公主是自负的，双方对阵，她全然没想过还有人敢在她眼皮子底下行动，硬生生让红叶把孟冠救到手，令长公主手上没了筹码威胁。长公主呼吸急促，当真气的不轻。不只是长公主，己方的小伙伴也几乎都没有注意到红叶的行动。对方大 boss 在面前，哪里还顾得上旁人？白木回过神来，松了口气，闪身到了红叶和孟冠面前，拉起孟冠手臂架在自己脖子上：“多谢红叶姑娘。”红叶立刻放手，拍了拍手，扬了扬下颌：“一切尽在不言中。”再失一城，长公主恶狠狠地盯着柳云：“就算你救了人质又如何？本宫发现密道这么长时间，你不会以为本宫什么都没做吧？”柳云扔过去一个鄙视的眼神，反派总是死于话多，换成是他，直接上手段，瞎比比，难道不是一种提醒吗？是啊，你手里还有墨家嫡系传人呢，怎么会什么都没做呢？大家小心，这里应该有长公主布置的机关，暂时不要随便乱动乱碰。长公主已经气得一佛出窍，开始怀疑人生。你连这个都知道？柳云扬了扬下颌，雍容典雅：“哀家知道的可多了。”长公主气息微乱：“你们知道又如何？机关术的精妙在于，你们就算知道，也未必躲得开。”柳云眨了眨眼，突然笑得绝世无双：“那你为何不发动，还要在这告诉哀家这么多？”长公主一滞：“柳云，哀家明白了，你先前直接开门，而不是率先出来，就是想将我们引入密室，对不对？只可惜我们解决外面的人出乎你意料，你这才忍不住出来看看。这么说，你所谓的厉害的机关，大多都布置在密室内啊？”“哼，这可好了，看来只要不进密室，外面的安全性应该很高。”第166章，能奈我何？长公主只感觉喉头一甜，想吐又不甘心，仿佛这口血吐出来就输了，硬生生将这口老血咽了下去。自认为也是一只藏得很好的老狐狸，怎么在太后面前就这么无所遁形呢？最可怕的是，他明明什么都没说，表情管理也相当克制了，太后凭什么一猜一个准？之前总是听说太后能从细微处把文武百官对得找不着北，他还以为是夸张，是追捧。原来他认知中的刘晓云真的变得如此厉害了。主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太后猜中，长公主的心态直接崩溃，表情管理早就失效了，露出来的自然越来越多。打一开始，他就没想过在密室外跟人死拼。孟冠都在密室内，那个酒窖也非常宽大，怎么也要让敌人进入室内，才能好好利用人质。当然，按照长公主一开始的想法，最好是没有人解除预告函，等大家发现的时候，孟冠已经死透了，目的达成。将酒窖布满机关，是为了以防万一，围困敌人。然而现在告诉他，让人准备的谜题根本就不难，敌人还没有踏入包围圈就识破了，没有一件事照着他想的方向发展，这就离谱。长公主愤然：“你都猜到又如何？你能奈我何？”柳云眨了眨眼：“对了，之前那个凶手是谁？”长公主二佛升天：“就是本宫做的，你能怎么样？本宫不会再上你当了。”柳云以前就看出长公主在随机应变这方面不如皇夫人，当事情出乎她的意料时，长公主的处理都不用预料的太难。所以此时此刻的长公主在柳云怪异的注视下，竟然伙同一群属下撤回了酒窖密室。太后对手没有充足准备的情况下，竟然变成了猪，她差点没反应过来。无极大师，这是多相信自己的机关术。白木，这跟之前的对手是同一个吗？为什么脑子突然拉胯这么多？
林子凡，看来以前的憨也不见得全是装的。当然，这都是聪明人的想法，都觉得此时此刻退守密室是最蠢的选择，宁愿跟着地道各种逃窜，也不要把自己关在密室里啊。有机关又如何？他们不进去，直接将一群人困死在里面，难道很难吗？就算长公主等人之前备了粮食在里面，又能撑多久？而且要对付无处可逃、困死在一处的敌人，有太多办法了。柳云轻笑一声，倒也有些理解。旁人不知道地道的全貌，以为顺着地道逃还能找到别的出口，说不定就有机会逃出升天。可他看过整个地下通道，长公主根本没时间探索太多，只有他们进来的地方才挖开了，其他的出入口依旧是堵死的状态。有追兵的情况，他们很难挖开一处入口逃。何况他有技能追踪，不会给长公主时间挖洞。这么一推，长公主会选择退守密室也无可厚非。当然了，换位思考，她绝对不会把自己困死在一个地方，除非有别的手段可以脱困。长公主退回密室，盯着属下将石门关好，惊魂未定，急得在屋内走来走去。长公主有些懊恼，早知道之前就该挖好几个出口了。她没预估到对手的实力如此之强。柳云，要困死一群人，得浪费好长时间吧？长公主，你说这地道为何将所有出入口都堵住了，却能自由呼吸？这么多年都不曾有窒息的危险呢？密室内的长公主竖起了耳朵，虽然不太真切，可能听清楚。这话让她一滞，全身微颤。难道这人还有办法？柳云轻笑一声，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从宽袖中掏出一只手指粗、半人长的香。所有人都惊呆了，太后娘娘出门怎么带着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那流云宽袖之下，完全不知道他会掏出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来。青叶拿了火把，在柳云的指点下找到隐蔽的通风口之一，点燃香之后，将整支香塞了进去。密室内的长公主等人虽然感觉到不对劲，可这么大地方，视野也没有特别好，他们没有太后那样的技能，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找到有问题的通风口。密室建造的很精妙，维持基本呼吸的通风口始终无法将超强的迷香快速排干净。酒窖虽然大，时间长了依旧能达到太后的目的。1刻钟过去了，长公主是普通人，不如有武功的属下，率先觉得天旋地转，意识有些模糊。属下给长公主吃了一些药，还勉强能撑。这刘小云竟然还带了迷香，长公主咬牙切齿，出来做事怎么还准备的这么周到？如果本宫手里有黑火药的话，能将这群人炸死埋在这。可恶！属下，主子，可怎么办啊？我们无路可逃，迟早会被迷晕的。哼，失算了。长公主突然一个机灵，对，迷晕，快，趁现在，大家！说着，怕被人听了去，长公主谨慎地比了个晕倒的动作。殊不知，这一切都被释放技能的柳云看在眼里。她眼瞅着长公主为了增加可信度，无比浮夸地冲着石门方向喊：“啊，本宫好晕，本宫撑不住了，晕了。”柳云没有镜头，流量明星都比这演技好100倍，一大把年纪了，还不能走心点。长公主躺了下来，满意的看着属下有规律的散落在石门前面，方便待会儿袭击。眼巴巴的瞅着石门，长公主幻想着太后进来被突然袭击后的震惊恐慌模样。不知道是不是想的太多，容易睡着，她只觉得意识越来越模糊，期盼的双眼十分挣扎的抗拒着闭合，最终却失败了。最后的意识还停留在刘小云那个蠢货怎么还没有上当，还没有进来的忐忑中。香那么长，燃得很慢，柳云也不急，耐心等待的时候，顺着通道的墙壁不断摸索，明显在寻找开启石门的机关。白木和林子凡等人瞧见了，也帮忙搜寻起来，最后带动了所有武僧都在墙上敲敲打打。装模作样了一阵，柳云终于按住了正确的地方，不放心的闭目，放出技能，在密室内搜寻了一阵，确认所有人都晕了，才开口提醒：密室内会有很多机关，大家进去尽量对人，其他东西不要乱碰。得到所有人的保证后，柳云这才开启石门，看着青叶将未燃完的香掐灭，等等，先散一散再进去。第167章，为什么跳出来了？跟着太后，事情变得无比顺利。这会儿大家还是很听话的。等太后一声令下，众人鱼贯而入，第一时间确认武力值高的黑衣人有没有晕过去。不管晕没晕，先补一记，让对方彻底失去战斗力后拎出去。柳云眼睛月亮地看着那一排排超大号酒瓮，敲了敲，半空响。里面的酒不知道存在多少年了，哪怕再劣质的酒也沉淀成膏了。何况当初那位酒肉和尚可是挺挑的，酒膏拿出去兑水划开，那是多少年的陈酿啊！柳云桃花眸越来越亮，感觉挺值钱的，应该能大发一笔吧。
就在柳云一点不关注长公主的情况，乐颠颠地对着九瓮沉思时，一武僧径直地搬开一个黑衣人，结果那人双脚扫到旁边的一个石块，因为角度和力道，竟然被摁了下去。所有人都听到一声咔嚓，仿佛有什么开启，一面蜂窝般的箭矢从对面激射而来。在场都是武力值不俗的，又一直警惕着，立刻挥舞着武器开始抵挡。虽然一开始措手不及，有武僧中箭，闷哼迭起，可小伙伴给力，互相帮忙救援，很快将场面稳定下来。武僧都是耍棍的，舞起来格挡范围极大，稳住阵脚就不容易中招。柳云那些经验包不是白吃的，临场反应杠杠的，脚步一动，身影一闪，直接躲到了比人都还高许多的九瓮后面。只听叮叮当当的声音传来，受力多而大，哐当一声，九瓮居然脆弱的解体了，里面有1/3的膏状物体四散，一股浓烈的酒香瞬间溢满酒窖。啧啧，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柳云在九瓮中的缝隙中后退，旁边的九瓮接二连三的爆开，红叶和青叶已经杀到主子身边，将柳云彻底保护起来。混乱中，不少人不是碰到这就是碰到那，眼看箭矢要完了，其他的机关又被触动，真是防不胜防。明明已经毫发无伤的胜利，结果还是有很多人开始挂彩。不要乱动，都注意点，不要乱动啊！柳云无奈，这简直是无妄之灾。他的酒膏啊，不要这么浪费好不好？这玩意儿岁月沉淀后堪比黄金好不好？着急中，柳云发现眼角的光有些微微晃动，陡然睁大了眼睛。红叶、青叶接火把。话音刚落，墙壁上插着的火把很诡异的飞了起来，翻滚着冲着九瓮落去。柳云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妈耶，那酒膏可是易燃物，做机关的人还真是会搞，真要这么燃起来，他就被困在里面了。红叶和青叶无比努力的去抓空中火把，一人2只手终究有限，所幸光线一动，吸引了白木和林子凡等人的注意力，立刻加入接火把的队伍。就在最后一根危险的火把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无极大师抓在手中，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柳云吐了一口浊气，火把拿出去，快！其他人不要乱动，直接用抛的将人都抛出去。酒膏接触了空气，再挥发，难保接触了火源不会出事情。至于被抛出去的人会不会磕着碰着，不是他们关心的事儿。好不容易将更多的危险扼杀在摇篮里，柳云松了口气。等他们出了地道，天已经蒙蒙亮。从出口跨出来，柳云双脚一软，幸好红叶扶得快，才不至于扑地上去。白木一惊，太后娘娘，你受伤了吗？众人纷纷看过来，神色难掩关切。柳云感觉头晕眼花，红叶，哀家好饿啊！众人，吓死人了，就算熬了个通宵，也不至于饿成这样吧，太浮夸了。刚想完，一阵响亮的咕噜声不绝于耳，众人禁不住一阵恍惚，还真至于？太后这是几顿没吃了？柳云没了力气，任由红叶扶着自己找了个房间坐了进去，在地下不断使用技能，又没有东西补充能量，全靠意志力坚持到现在，他都容易吗？等青叶用轻功去取了糕点回来，柳云优雅又快速的吃着。等自己的存货吃完，黄国寺的素斋也供应上，一群人跟着填饱肚子，很震惊的看着太后进食速度丝毫未减慢，这是正常人该有的吗？白木，长公主会送去大理寺吗？柳云抬眸，你觉得呢？白木吸了一口气，白某自然不想送去大理寺，或者根本不会有什么惩罚。柳云点了点头，这人倒也没有正直到迂腐。做官呢，确实也需要一定的圆滑，必然是要送去的。他做下的事情需要云昭的律法来审判，才能光明正大的判罪。到时候他想入皇陵都不可能。最重要的是，徐家对长公主有怨恨，若是也不愿意让他入徐家宗祠，他可没有一个娘来替他做的这么周到了。柳云眯了眯眼，不过不是现在，哀家这边还有事情需要利用他的势力去做，而且要拔掉他的牙齿，大理寺才敢审他，否则没用。闻言，白木沉默了。想起之前对峙时两人提到的3万兵马，还有长公主封地的各种军政要务，堂堂一方势力，还真不是说杀了卫守者就能处理好一切的。柳云语重心长，所以你得赶紧入仕啊！若你是大理寺卿，有哀家支持你，你敢审长公主吗？白木眼神坚定，自然敢的。重要的不是审，而是审判后的执行。没有自己人在里面履行，审了也等于白审。林子凡好奇地说道：长公主的野心不止于此吧？为何这么早跳出来了？柳云冷笑，野心终究是野心。西阳郡主的死，益阳郡主的遭遇，以及徐家的态度，对他的打击都很大。而且他手里就算有几万兵马，又如何抗衡启王？朝堂3大辅臣外有贤王，单单就长公主来说，他看不到希望。内外压力交错，仇恨大过野心也正常。林子凡较有兴趣，
长公主手里的几万兵马还有用吗？柳云摇了摇头，不知道，他藏的岩石得看见人才知道情况。而且这次哀家一定要将人引出来，以绝后患。之前就在算计长公主的兵马，如今长公主在他手里，事情更好做。不过不仅仅是引出来，还不能浪费了那样的战斗力。白木眨了眨眼，之前太后说长公主知道前面的虐尸凶手，这又是谁呢？第168章，意想不到的人。虽然长公主气急败坏地说都是她做的，明显有误导的成分。白木跟太后正好相反，她擅长利用各种线索推理，但是没那么擅长从人的话语情绪中提炼线索。太后神情略微怪异，有惊讶遗憾，也有唏嘘感慨。想想长公主返回密室之前最后的话，不仅仅是为了给哀家添堵啊，她条件反射的，并且诚心诚意的将杀人罪名揽在自己身上。仔细琢磨，有多少人能让长公主在那样弱势的情况下还愿意替罪，而且让她这般心甘情愿的帮忙掩饰？白木瞳孔微缩，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启薄唇：易阳郡主。林子凡一噎，这结果未免太吓人了。易阳郡主是虐尸的凶手？白景呼吸一滞，瞳孔睁大，满脸难以置信：不可能啊！当初差点就要娶了易阳郡主的林子凡忍不住哆嗦，不是说凶手力气很大吗？就算虐尸肢解再抛尸，也是需要力气的。柳云啧啧，哀家又没说他是亲自做的力气活，长公主手下那么多人，想要同伙还不简单。所以云昭书院后山的案子可以一边虐尸一边送预告函，吩咐一句就可以了。白木还在震惊中，易阳郡主为何要这么做？他何必用这种方式找人？找谁呢？柳云眯了眯眼，除了找严温茂还能有谁？连长公主都找不到的人，易阳郡主又怎么找得到？他也觉得不可思议，想当初刚到这个世界时见到的易阳郡主耀眼又骄傲，短短时间怎么就变得这么阴质了？白景咽了咽口水，他想找严温茂是因为恨吗？严温茂杀了西阳郡主，整个长公主府的名誉一落千丈，也影响了他的声誉。柳云若有所思，不仅仅是这样，恐怕易阳郡主还恨严温茂办事不力，杀人就杀了，为何还要被人抓住？被抓住就算了，还告诉了长公主他杀西阳跟易阳有关。白景等人呼吸一簇，未免也太狠了。明明是他教唆挑事儿，让姐夫杀了亲姐姐，偏生还能怪姐夫没做好，差点将他引了出来，造成长公主对他感情的复杂，然后又为了找到严温茂还杀人虐尸。堂堂郡主还有没有底线？白景无比纳闷，长公主既然知道，为何不阻止易阳郡主继续伤害无辜，反而要助纣为虐，用模仿杀人来顶罪呢？按照大理寺的思路，查到最后肯定只认一个凶手，确实没易阳郡主什么事儿了。柳云点头，人的悲喜不能共通，想法亦然。有些人的想法确实是常人无法理解的。不是疑惑长公主为什么要跳出来吗？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她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不能再失去易阳，否则千辛万苦抢来的东西又能给谁？说着，红叶在窗口放飞了一只信鸽，回头时手中拿着一只竹筒信笺，拆开检查后才递给柳云。仔细看了看，柳云轻笑一声，如果之前还只是猜测，现在就能肯定了。据严温茂说，前面4起案件使用的诗词都是他曾经使用过的。白木等人，所以严温茂真的是太后娘娘救走的。长公主若是知道真相，会不会哭死在当场？柳云淡淡的说道。严温茂说，当年他妻子到地京后，为了掩人耳目见面，他便将地址拆入诗词中，夫妻俩以前有这样的默契，所以他妻子一看便懂。白景愕然，所以当年严温茂抛妻弃子，令潘高枝的故事跟我们听到的不一样。林子凡，大家听到的是公主府和徐家润色后放出来的八卦，为了贬低严温茂，美化西阳郡主做过的事。那时候先皇还在呢，长公主圣眷正浓，没多少人敢直面长公主的势力，传得多了，自然就变成大家听见的样子。白景好奇，那西阳郡主到底做了什么？林子凡温柔地看着他，耐心地解释，就像大家想的，西阳郡主用严温茂的家人朋友性命，威逼利诱严温茂停妻另娶，还用好些见不得光的手段，让生米煮成熟饭。后来严温茂的妻子带着儿女到地京，西阳郡主不许郡驸马有另外的女人，就暗下杀手。为了救妻儿，严温茂还因此受了重伤，不能人道，这是很多家族都知道的。白景娜娜还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他知道严温茂就算遭遇了这样的重创，依旧失去了妻子和儿女，那时候的多么无力啊！柳云喝了口茶，看着白木，一阵犹豫，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不该问白青音的事。白木敏锐地察觉到，太后娘娘可是有事问白某。柳云轻笑，那你说吗？白木点了点头，
青音身体不好，来地京后很少见人。我知道，一旦见的人多了，迟早会有人发现他的。柳云歪头，一脸恍然。这么说，青音姑娘是跟白淑妃有关系，还是跟白家有关系？白木都有。白家，在座的所有人都看向白景，白景小姑娘整个人懵逼。啥？白家？姐儿的白家？柳云哀家发现青音姑娘跟白淑妃长得7、8分相似，不仅仅是那双眼睛。白景继续懵逼。啊，原来天底下还有比她这个报错的嫡小姐回归更离谱的事。白木，娘亲叫白霜，是淑妃娘娘白露的双生妹妹。白景眨了眨眼。啊，白霜小姑不是早死了吗？在白露姑姑进宫之前就去世了。白木嗤笑，事实就是没有。当年娘亲遇见爹爹，相知相爱，白家看不上爹爹的出身，所以强制拆散两人。娘亲为了让白家同意她出嫁，差点跪死在白家宗祠。白淑妃为了帮娘亲，答应进宫为妃，以此换取妹妹的婚事。白家表面答应了，却在白淑妃进宫成定局之后，将娘亲逐出了家门，以死亡的方式留存白家族谱。后来白淑妃惨死后宫，娘亲心怀愧疚，加之怀上青音，身体便一日不如一日，缠绵病榻几年就去了。柳云皱眉，问出关键：啊，白木，你姓白吗？至于兄妹俩为何随母姓，待会儿再探究。第169章，自作孽不可活。白木一愣，眸色一沉。他料到太后能发现白青音的身世，但是没想到他还能猜到这种地步。我确实不姓白，我是娘亲和爹爹的养子。不过这事儿连青音都不知道，太后娘娘为何能知道？柳云微微一笑，他就喜欢这么坦诚的孩子。回答多爽快多直白啊，还不用他去猜什么。不过说是直觉，估计没人信。你和白淑妃长得可不像，而且照你这么说，白霜离开白家的时间跟白露进宫的时间差不了太远。算算时间，孩子就白青音这么大，而没有你这么大。白霜若是肯做出未婚先孕的事情来，何须跪求白家同意婚事？直接私奔了岂不是更好？白家要是不想有损名声，像现在这样让白霜死去不就好了？事实证明，白霜和白露这对双生女还是很守规矩的，并且一心为白家的声誉着想。争取这门婚事，估计是短暂的人生中最大的叛逆。白景回过神来，那白霜姑父呢？为什么你们兄妹俩会跟着姑姑姓？这年头，从母姓的孩子还是非常少，除非父不详。君不见长公主那般强势，孩子依旧姓徐吗？白木黑眸幽深，恨意翻涌。柳云才惊觉，此人来地京不是不想报复，而是克制到了极致。白姑娘不也知道白家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当初白家的家主多骄傲啊，岂容自己的女儿这么嫁给无名小卒？若非白露仪发现不对劲，连夜将娘亲放走，白家的白霜未出嫁就真的病逝了。柳云震撼，这白家的故事足以写出不止一本书啊，当真精彩万分。谁知竟然还有后续。白木木着脸，娘亲和爹爹在白露仪的帮助下连夜逃离了地京，可白家依旧不放过，还派了人一路追杀。爹爹本来就是文弱书生，不眠不休的逃了2个月，时不时还受点伤，身体每况愈下。后来有一天，他们被追杀时遇上了乞讨过日子的我，略施小计，让他们彻底摆脱了追兵，并且造成已死的假象，这才有了后来安稳的日子。柳云点了点头，这孩子打小就聪明呢，怪不得白淑妃进宫后没几个月，突然变得无比消沉，因此还大病一场。如今就说得通了，他定然是收到妹妹死去的消息。不过有些事情他不能跟小辈儿说。神奇的事情就在这里，白露生病之后，对先皇的态度就彻底变了，变成真正的不再争宠，不染尘世的清冷世外之女。偏偏先皇就喜欢这一款的，引为白月光，捧在手心里宠着。所以说先皇就是贱男人，不过呢眼光又还行。旁人效仿着装成这样，他愣是认得出来。可已然进宫的女人几乎不可能有彻底不争不抢的。白露成了这样的人，所以也没活多长时间，本人根本就不在乎生死了。白景震惊中慢慢升起一丝愤怒，白家从来不做人，自诩为帝师之家，暗地里做的事情总是这么肮脏，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放过，怪不得不会放过我的养父养母一家。柳云感慨，突然想到，以白露的聪明，会那么容易中招而死吗？他怕不是真的不想活了，就无所谓中不中招了。他死得越早，越在先皇心里扎根。不是说双生都有一定的心理感应，为啥白露没感觉到妹妹没死？算了，这种事情已经无法求证了，就听个故事。那白木，你又姓什么？柳云忍不住问道。白木摇了摇头，这事儿我真不知道。从我记事起就是一个小乞丐，要动脑子才能不挨饿。
后来我帮了娘亲和爹爹，他们便收养了我，还送我去读书。爹爹身子越来越差，他以为自己活不了太久，也觉得亏欠了娘亲，所以让我和青音都跟着娘姓。他若不在了，还有我们陪着娘。娘离开白家的时候，白鹿姨收拾了不少银两首饰，为了给爹爹治病，也算散尽了家财。最终拖到我14岁那年，爹爹走了，又过了3年，娘也撑不住，跟着走了。柳云呐喊，他记得刚刚白木说他娘是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缠绵病榻几年去的。这不是几年啊，也是10多年了不是？夫妻俩拖了这么久，也不容易。白锦跟着纳闷，刚刚不是说缠绵病榻几年？我还以为白双姑姑死得忒早。这么说，就是3年前的事情啊。白木愣了愣，愁然，是啊，爹娘对我极好，他们在的时候时光很快，在我心里倒像是没几年。爹走了，娘也走了，才将日子记得这么清楚。白锦愣了愣，仿佛想到了在马家的日子，不也是这样吗？才回白家没2年，却好似过了一辈子那么久。柳云恍然，怪不得白木守孝守了6年才参加科考。那么兄妹俩来地京极为不简单吧？参加科考，报仇，以及给白青音治病，任务很重啊。你妹妹的病来自遗传，白家似乎没有这样的遗传病因，莫非来自你爹？白木点头。柳云叹息，看了一眼白锦，看来你们有共同的敌人。你们要怎么整治白家？哀家可管不着，也不想管。不过一旦牵扯到大局，3思而后行，顺便告诉哀家一声。这白家当初牛逼时，到处招惹敌人，如今有白锦，还有白木和白青音，甚至还有白夫人和谢家，自作孽不可活呀！这家就不了了，也不必救。天亮之后，柳云无声无息地离开了黄国寺，回到避暑行宫。白木等着白青音清醒，好生教育了一番。你知不知道你擅自去救孟关有多危险？我让你跟着太后，你发现问题不知道告诉太后，让太后派人过去吗？若是太后没有及时赶到，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就去见爹娘了？额头被手指戳得后痒，白青音心虚的反驳：时辰还早啊，我哪里知道那些凶手就动手了？我想着将孟大哥叫来太后这边就可以了，谁知道刚好碰上，时运不济啊！白木沉着脸，什么都早知道，哪里还有这么多事？见白青音被训成了鹌鹑，孟关笑得扯到伤口，五官顿时有些扭曲。你就别骂妹妹了，当初我救她的时候也是这么傻，事情紧急，哪里还有脑子多想？本能的只想冲上去啊！你以为谁都像你能那么冷静的分析利弊啊？在计划行动啊？第170章，太后终于找到了。白青音可怜兮兮的揪着白木衣袖，认同的点了点头，盼着自家哥哥不要再训了。白木一噎，以后少跟孟关掺和，好好的一个人倒是成了傻子，憨批。被内涵的孟关，白青音偷笑不已，神情才像个不谙世事的姑娘。孟关神情严肃，你将妹妹的身世都告诉太后娘娘了？白木叹了一声，太后认出来了，与其瞒住造成什么误会，还不如讲清楚。而且我们的事跟太后没关系，并不影响她的事，她不会多管闲事的，说不定还能助我们一臂之力。要报复白家不难，难的是怎么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而且青音，你没发现你昨晚上睡得极好吗？一直到天亮才醒来。白青音一愣，才惊觉，对啊，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这么舒服过，就感觉身体好像很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白木意味深长，是啊，我若猜的没错，昨晚上是太后娘娘给你施的针，那时候没有其他人了。孟关震惊，随即大喜，你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太后有办法治妹妹的病？如果是这样，别说告诉太后娘娘身世，说我的也可以，或者要我的命也行。白木一脸嫌弃，太后娘娘没事儿，要你的命作甚？我长这么大见到无数的上位者，说实话还没有人有太后娘娘这般仁慈，这样的心性真不像从后宫生存过来的。而且太后娘娘肯定不喜欢听你的故事，太悲了，容易影响心情。孟关也不管，那可以变得快乐搞笑一点啊。那你说怎么才能让太后给妹妹治病？白青音迟疑，哥，会不会太麻烦太后娘娘了？白木摇了摇头，无妨，你们不用瞎操心，我自有计较。另外，白家的白锦姑娘跟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我们或许可以合作。白木将白锦的事情给两人说了说，白青音心底对白锦的抵触和抗拒瞬间消散了不少。柳云在行宫拿着白木画过的平面图观察着，似乎有什么即将破解而出，偏偏差那么一点。青叶倒了一杯热茶，主子，林大人带着人去长公主府，才发现益阳郡主失踪了。柳云一点不意外，昨晚黄国寺的动静不算小，他肯定会收到消息，只要不傻就知道先出去避避风头，看是不是大家发现了他是凶手。不过没事儿，能让益阳郡主觉得安全的地方也没几个，
说不定这人就在那几万大军里呢。要不了多久，他也没得藏了。红叶兴奋地从外面走进来，主子，好消息啊！你那1000特种部队也是有本事的，派人排查了这么久，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他们发现了一个疑似有很多人活动的地方，而且最外围也有机关，绘制了一张简易的地图给主子看看，询问要不要闯进去瞅瞅。柳云了然，既然这么问，证明一旦进去，肯定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有去无回。打开简易地图，柳云啼笑皆非地看着那抽象的山体、玄幻的水流，唯有一条细线代表着路，还像那么回事儿。这是什么鬼才画的地图？不着急，让他们按兵不动，在对方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地方，去多少人都是送菜。已经有计划让他们出来，能大幅度减少己方损失。咦，等等！柳云桃花眸突然亮若星辰，看了看简易地图，又瞧了瞧白木画过的平面图，脑中有什么被打开了。真是不仅眼瞎了，脑子也坏了。红叶，回宫一趟，将云溪图给我拿过来。晚上，偌大的云溪图便摊在柳云面前，烛光之下，长4米、宽1米的山水动态图显得越发精妙绝伦。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缓缓的动静让人心旷神怡。此时此刻，柳云顾不上欣赏，而是拿着纸笔不断变化着自己的位置。红叶和青叶扯着画轴，就看见自家主子好似得了大病一般，上蹿下跳，或弯腰，或歪头，或遮掩眼睛指缝而视，或轻声细瞅，总之做着跟礼仪毫无关系的动作。两宫女，主子是在自嗨吗？一不注意，柳云已经躺了下来，从下往上的瞅着云溪图。别动，别动！柳云美艳的五官熠熠生辉，我终于找到了。他从简易地图和白木画过的平面图上得到了启发，3D 图是可以图中藏图的，前视体检测艳色盲救，有点那种内味。而且读书的时候，总有同学能看出一幅花花绿绿的格子图中藏了什么画，听起来很高深厉害的样子。3D 动态的云溪图，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形态，跟前世考验空间思维能力的图差不多。柳云一直不停地换着视角，终于发现了端倪。实在藏得太深了，一条隐晦的线勾勒出一张地图，偏偏跟旁边的颜色一模一样，只有特定的角度、特定的光线照射下才能辨认。不一会儿，柳云就觉得头晕眼花的了，放弃的起身。柳云揉了揉泛酸流泪的眼睛，不行了，太难为老人家了。红叶，明日你去请白木过来，无论如何也要将藏宝图拓下来才行。翌日，白木看到云溪图还有些激动，毕竟这种传说级别的国宝画，寻常人很难有机会看一眼。他不仅看到了，还能上手摸一摸，多少有种朝圣的虔诚感。听完柳云的解释，白木无比震惊，单单这幅画就已经举世无双了，画里居然还藏了藏宝图，这是人能办到的吗？画画的人得有多精巧的心思？仔细欣赏过云溪图，白木豁然觉得能够想到藏宝图在画里，并且发现端倪的人更震撼吧。你空间构建能力强，你帮哀家将藏宝图给拓下来。柳云语重心长，只有将藏宝图扔出去，皇宫才暂时安全。白木也没有多问，将画摊在桌上，找了个相对矮的凳子，让自己视线跟画尽量平行，很快就找到太后提醒的那个角度。画本身是彩绘，藏在里面的线条颜色相差无几，果然很考验眼力。见到白木的动作，柳云忍不住扶额，觉得自己昨晚上找角度的动作挺傻的，干啥要躺在地上？白木的画工比柳云高多了，观察了1个时辰后，终于开始动笔。柳云看着才知道，所谓的藏宝图比他想的要复杂的多。第171章，怕不就是太聪明了。同一幅藏宝图，柳云看到的是简易版，大概什么地方什么地势就完了，而白木看到的真是一张详细的藏宝图，不仅有些符号标注，还有山水，具有奇形怪状的石头做比对。当然，作为藏宝图，没有人会用植被来设定标识。见白木越画越复杂，柳云移开了视线，不打算继续探究。红叶惊叹，藏宝图还真的在先皇的司库里啊，亏得他们找了那么久。柳云喝了口茶，大意了，我们一直以为先皇得到了藏宝图，然后利用那些宝贝藏起来了，万万没想到藏宝图原本就在先皇手上。青叶感慨万千，原来真的是图中图，而非画里藏着东西，怪不得我们都快把司库里的东西拆了也没发现。柳云嗤笑，倒是先皇争了那么久，最后把自己命都搭进去了，争了个笑话。藏宝图原本就在他手上，怪不得李安没发现先皇带回了什么特别的东西，也不知道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先皇搭上了自己的命，竟然只得到了一个云溪图就是藏宝图的消息。柳云觉得先皇这人就是个悲剧，若他不是太后，他能笑1年。藏宝图确实不简单，白木认真的辛勤的工作了3个时辰，才将图拓下来。这种复制相当费眼睛。
柳云眼睁睁地看着白木一双星眸红成了兔子，眨两下还会湿漉漉的流泪。太后内心有10000头神兽奔腾而过，让这孩子休息，非要坚持工作完，这副模样要是让旁人看见了，保不齐以为他被太后欺负了，瞬间不知道歪到哪里去。可还行，等着莫干。白木揉了揉眼睛，你可别揉了，把这个滴2滴在眼睛里，闭眼休息一会儿。柳云拿了一个瓷瓶给白木，让你托一份地图，把眼睛弄坏了，哀家可赔不起。白木轻笑，接过来一看，发现瓷瓶有一个奇怪的木塞，木塞中间有一根竹管，很细。扒开木塞，竹管能带出1、2滴瓷瓶内的液体，顺势滴入眼睛，一股清凉从眼睛蔓延开来，连微胀的太阳穴都舒服了。白木闭着眼睛，能明显感觉满心的疲劳一点点缓解，总觉得太后拥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效果还特别好。不用怀疑，这就是签到得来的眼药水。不过没有塑料，还是古装版的，系统还是很贴心的。柳云存了好多有的没的的东西，总算派上了用场。柳云欣赏了一会儿，突然说道：“这地方应该离地京不远吧？当初永徽皇朝都要亡了，末代皇帝匆匆藏好东西，哪里有时间跑太远？而且前朝和云昭建国后从来没迁过都，光是想想这藏宝的地点也远不了。”白木揉了揉眉心，试探地睁开眼睛：“不过前朝和云昭加起来将近1000年了，即便藏宝图是真的，地貌也可能经历了一些变化。而且按照藏宝图所示，宝库里应该机关重重。永徽时期墨家鼎盛，而且一直为皇族所用，宝库的机关绝对少不了。”柳云挑眉，这藏宝图有没有标明机关？有些看不懂的标识他都懒得研究了，他又不需要宝库里的东西，何必费神？有，不过只是标明了机关所在的地方，并没有标明是什么样的机关。白木犹豫片刻，太后真的要将藏宝图公布出去吗？柳云摇了摇头，不是公布出去，而是扔出去，让他们抢。如果不是真的，只怕骗不到那些老狐狸。白木，太后娘娘就不想要永徽宝库？柳云诧异，哀家要来作甚？一夜之间能培养高手？这技能他有啊，氪金就可以，何必去抢？白木一噎，倒不至于，但是据说永徽宝库里有短时间内制造高手的方法。柳云挑眉，那又如何？他会稀罕吗？休息一会儿，你将这藏宝图拓在羊皮上，把标注机关的地方都去掉，其他的保留。柳云将图放在桌上，白木一愣，去掉机关的标识。柳云桃花眸一凝，怎么？你可怜那些寻宝的人？白木眨了眨眼，嗤笑一声，我可怜他们做什么？若是无极大师倒是会，不过是一些贪婪逐利之人。长公主有句话说得好，机关术这种东西，即便知道也未必躲得开，没有相应的能力，贪心冒进，付出代价是应该的。我只是奇怪，太后娘娘也狠得下心这么做。这次换柳云噎着，这人又发现了些什么？哎，都是被逼的，不然怎么活下去？江湖跟朝堂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现在却不得不针对，哀家有什么办法？白木微微一笑，忍不住问道：太后娘娘又是如何在后宫之中活下来的？柳云斜眼，你不知道吗？先皇对后宫的掌控是很强的，对子女的保护更甚，所以先皇活下来的儿女众多。只要不争不抢，谨守本分，没人会在乎你，想要活着也不难，只不过更多的就没有了。白木笑容微敛，那白淑妃不争不抢，为何不能活？柳云嘴角微勾，他就知道这丫的在这等着他呢，因为他受宠啊，他就算不争不抢，可先皇越发喜欢他，越要宠他，那就是原罪，多少人恨不得弄死他取而代之。白木愣了愣，太后跟白淑妃关系好吗？柳云摇了摇头，不熟。白淑妃进宫即为淑妃，哀家那时候刚怀上皇帝，仅仅只是一个从6品的贵人生下皇帝，才晋为正5品的婉仪，跟淑妃的身份地位天差地别，没机会有交集。白木哦了一声，没敢说他觉得先皇眼睛有问题。这样的太后竟然泯灭在后宫，怕不就是太聪明了？或者先皇就喜欢白漏仪那种不把他当回事的？柳云抬眸看他，这么想知道白淑妃的事情，莫非你们还想替白淑妃报仇？他能肯定原主那会儿自顾不暇，绝对没有参与白淑妃的死。但是先皇才死4年，当初那些嫔妃都强制在善尼寺中出家，而这善尼寺修建在皇陵附近，可以说这些嫔妃不仅亲登常伴，还要守着死去的皇帝。白木沉默了半晌才说道：白淑妃是娘亲的执念，清音很响，但是此事难查。柳云点头，确实很难，当初下手的肯定不止一个人。不过听说善尼寺里挺热闹的，毕竟人多嘛，若是想还是有机会查到点什么。第172章，你若有这诉求。白木诧异，
难道白某能扮成太监？柳云表情一顿，微噎，悠悠地说道：“善尼寺没有男的，包括太监。嫔妃出家陪皇陵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男人？亏得他穿过来时没有在善尼寺啊，否则只剩下死遁这条路了。”白木震惊，难不成要白某扮成宫女？柳云桃花眸瞬间睁大，庆幸自己没有吃东西。莫非脑子转得太快，想法跟火箭似的往上窜，他都跟不上了呀？沉默了半晌，柳云觉得有点口干，桃花眸却奇亮无比。你若是有这种诉求，也不是不可以。扮女装得向陈阳郡逐曲取经。白木整个人一抖，脸色微白，风中凌乱。不至于，真想要查，肯定还有别的办法。说罢，白木肯定的点了点头，咽了咽口水，偷偷抹了一把汗。刚才那一瞬间，他脑子肯定离家出走了。这种话怎么可能是他说的？柳云憋笑，眉眼弯了起来。以你这张脸，也不是不可以。仔细一想，若是能顺利混进去，说不定你能发现旁人发现不了的东西。毕竟旁人可没有白木这样的能力。其实他想看。白木一脸敬谢不敏，太后娘娘还是别开这种玩笑了，白某还没有这种能力。突然站了起来，白木冲柳云行了个大礼。白某知道，前天晚上是太后娘娘救了青音，近2日青音的身体感觉特别舒服。白某恳请太后能出手一次，给青音治疗病症。若是有所好转，去善尼寺的事情，青音就能胜任，也是他的愿望。柳云微笑，对此没有意外。那日给白青音把锅卖，他就发现了自己貌似小瞧了自身的医术，脑海中分明有好几种方案可以给白青音治愈。没错，是治愈，而并非暂缓病情。可惜他缺少一分医者仁心，并没有想过主动开口给白青音治疗。没想到白木居然发现了，让小姑娘去，你舍得啊？柳云淡淡的说道。善尼寺可没有一个皇帝镇着，一个个都不是善茬，宫女过去到底还是伺候人的，权大一级压死人。若是有人想要以人命泄愤，青音姑娘就算再聪明也无济于事，她好似没有学武啊。白木不紧不慢，善尼寺守着皇陵，看守的便是御林军。如今的御林军慢慢会被周臣掌控，那么只要安排得当，青音一旦有生命危险就会被救出来，白某用不着担心太多。白木一脸老父亲的表情，青音今年及笄，若是身体好了，迟早会有他自己要做的事，白某并不能照顾和安排好他的一辈子。柳云不免想到了女儿，感慨：行了，起来吧。你这事早就想过了。白木连周臣都发现了。白木摇头，太后提到善尼寺，白某才觉得可行。柳云脑子转得真快，你妹妹的病是可以治愈的。柳云抛出一个大诱饵。白木眼睛一亮，苍白的脸瞬间有了血色。太后，这……柳云抬手制止白木的话，说起正事儿，不过需要时间，每7日施针一次，需要施针7次，辅以药物就能治愈。虽然他的身体因为先天不足，多少会比常人虚弱一些，但是余生将不会再犯病，除非……白木呼吸一滞，太后说话这大喘气，差点没憋死他。柳云恶趣味的还喝了口茶，才继续说道：除非有针对性的诱导，迫使他就急复发，那是基因问题，他这手段也无法直接消灭基因啊。白木松了口气，眼神坚定，多谢太后娘娘。柳云轻笑，你回去商量一下，可以让青音姑娘以宫女的身份到哀家身边来。另外，她那张脸有点杀伤力，关键时刻用才有效果，否则只会引来杀身之祸。这段时间让红叶教她一些易容术，到了善尼寺才好做事。白木满脸都是感激，柳云能看到他对他的忠诚度，直接冲破了90。想了想，柳云将自己之后的计划大概说了说，让白木帮忙补充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漏洞。多人记长，这次针对的是好几大波人，他跟诸葛庆已经商量过了，但是还需要一些人才因时制宜，从中把控大方向，免得计划一起，因为什么失控就一发不可收拾。第2日，白木再次过来，将拓下来的画翻在羊皮卷上，方便柳云去做旧。与此同时，还带来了孟关和白青音，以及白青音身边一个会武功的丫鬟。白青音和她的丫鬟白芷被程夜带去换了一身宫女装，红叶施展技能给白青音上妆易了容，然后入册做了腰牌，正式成为凤翼宫太后身边的小宫女。柳云较有兴趣的发现，孟关对她原本不及格的忠诚度居然跳到了80，看得出来，白青音是孟关最大的软肋。做完事情，白木和孟关离开时，孟关还冲柳云磕了3个头，行了个大礼。那慎重的样子让柳云怔了好一会儿。所幸太后娘娘不缺人伺候，加上白青音的病需要静养，就让她下去休息了。青叶好奇，那日在皇国寺怎么不见青音姑娘的丫鬟白芷？柳云挑眉，据说是青音让她跑腿去找白木了，
结果白木自己去了黄国寺，刚好错过。叫名字，别叫姑娘，免得让人发现问题。藏宝图已经准备好，让周晨那边行动吧。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才能让藏宝图现身，否则那些人以为是假的就玩不转了。而藏宝图出现，那周家的钥匙就要赶紧抛出来，否则周家就等着灭门吧。周晨虽然跟周家人关系不好，可也没想过让他们全部死绝。柳云也算给投靠自己的周晨一个机会。说着，柳云拿出了完成杀人虐尸案的任务奖励6扇门卡牌盒，一切氪金规则跟锦衣卫一样，花40万氪金了4个一流大圆满的高手，成为4大名捕的翻版，以宇宙洪荒为名。柳云豁然发现，6扇门的人会比其他多一项基础技能，都是跟破案有关的。另外，寻找永辉宝库藏宝图的任务也完成了，系统背包里多了一张散发着古老气息的羊皮卷轴。第173章，一箭双雕用得好。柳云稀奇地掏出来看了看，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上面画的标识几乎看不懂，猜都很难猜，写的字也是他没见过的，不认识，连藏的什么宝都看不出来，只能暂时放背包里吃灰。临近傍晚，周晨下至出宫，柳云掐着时间看了过来，就发现周晨已经骑马回到了镇南侯府门口。门房看见了许久不见的世子，都禁不住一愣，面色有些怪异。有人试探着询问，也有人撒丫子跑去报信。周晨皆不理会，只管往里走。镇南侯周谦和青梅马夫人正在吃烛光晚餐，孩子和仆人都不在场，你侬我侬过着2人世界。听见门房来报，惊讶地站了起来，还没来得及有所行动，周晨已经走了进来。镇南侯周谦气的小胡子翘起，总觉得看见这儿子眼睛疼。你能耐了？怎么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在御前行走，如今已经可以罔顾尊老，直接闯亲爹院子了？在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周晨眼神黑沉，全身上下都盛满了嘲讽。这些都不重要，我懒得跟你吵，吵了这么多年，有个结果吗？周谦一噎，脸色黑如锅底。既然两看生厌，那你不好好办差，回来做什么？周晨，我有件关乎周家满门的事情要跟你说。眼神看向马夫人，马夫人冷哼一声，满心的不屑，开口满满的讥讽。怎么，周家还有什么是我不能知道的？满门？难道不包括我吗？别以为在皇上面前办了几天差，就可以回家危言耸听。哼，狐假虎威。周晨眼神带冷，也不理马夫人，只看着亲爹，似笑非笑。你若要让他听也可以，我没有意见，就是周家世代相传了一件宝物。周谦瞳孔地震，突然伸出尔康手阻止了周晨继续说下去。在马夫人疑惑的眼神中，周谦凝重的神情一变，讨好的笑了笑。夫人，这事儿事关重大，你先回避一下，我跟这小子好好说说。马夫人拉下脸来，屁股仿若生在了凳子上，全然没有挪动的意思。呵，本夫人还真不能听了。周谦，你挺能耐的啊，周家还传承了一件宝物，我怎么不知道？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瞒着我，这么多年你把我当什么了？马夫人伸手明显想去揪周谦的耳朵，可又顾忌着周晨在场，到底没揪得下去。柳云看得大为感叹，这位马夫人才是女中楷模，活得有滋有味又耀武扬威啊！多少人位高权重，都活得不如马夫人这般嚣张自在。至于周谦，讲真完全没有同情，这人分明就乐在其中，喜欢的便是这种调调。否则区区一个没身世没背景的马夫人，能让镇南侯这般低三下气的？那表情就是人家乐意啊。周谦劝不了马夫人，最终只能招呼着面无表情的儿子去书房。关门时见马夫人没有跟过来，才松了口气，回身面对儿子又挺直了背脊，拿出了做父亲的威风。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莫须有的事情岂能随意编造？周晨无语，莫须有？那你这么紧张做什么？还特意跑来这里说？周谦一噎，说吧，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想做什么？周晨，我不想做什么，你也不用这么警惕，我一点都不想要。我只是来告诉你，武林已经知道了先祖的事迹，并且肯定钥匙在你手上。你这么二宝贝，你就留着吧，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我可管不了。就算你不在乎镇南侯府，也不在乎马夫人和你的好儿女了吗？要是就一把没得到的人，你觉得会不会拿整个镇南侯府出气？周谦瞠目结舌，不可能啊！就算有些谣言，可仅仅只是谣言而已。他们怎么确定钥匙就在镇南侯府？周晨冷笑，我怎么知道？这种辩解之词，你得告诉天下人，跟我争论有什么用？如何处理你自己掂量，看在姓周的份上，不过是来告诉你一声，免得你们一家子遭了难，还觉得是我做的。说着，周晨撩起衣袍，抬脚就准备离开。镇南侯突然说道：晨儿，你也姓周，镇南侯府可是你的家，你岂能不管不顾？管？
周晨莫名其妙，侯府还是我的家吗？有我住的地方。上次你将我打出门，可是当着大家的面说过，我若不给马夫人请安道歉，永远别回来了。怎么，说过的话不作数了？周谦老脸一红，陈儿，唇齿还有磕着碰着的时候呢，不过是气头上说的话，怎么能当真的？周晨，所以你的意思是依旧让我去给一个妾请安道歉？有本事你将马夫人扶正，还能高看你一眼。可惜又害怕谢氏，只敢拿他出气。周谦正色，道歉？道什么歉？他又不是正室，何须你道歉？晨儿啊，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一家人一损俱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晨儿，你岂能置身事外？周晨似笑非笑，果然在这等着他呢。哦，我能做什么？他倒要看看，这人是要拉个挡箭的，还是拉个垫背的？周谦语重心长，晨儿，你不是帮皇上管理御林军吗？拉出来练练，谁也说不上什么。周晨瞳孔睁大，无比震惊，怎么也想不到周谦竟然打着御林军的主意，想要御林军来保护镇南侯府，这是什么天才的奇思妙想？你觉得御林军那些人能抵抗武林高手？周晨一颗心仿佛浸在冰水里，直接凉透了。周谦迟疑，那也比没有好。周晨握了握拳，仿佛泄了口气，彻底放下了什么。那可是皇上的人，战死了算谁的？周谦眼神一闪，上战场哪有不流血丧命的？这不是正常的事情。周晨突然笑了，有些悲凉，也有些释然。对啊，练兵有伤亡也是正常的，但是他这个负责人难辞其咎，到时候不仅镇南侯府安然无恙，还能让皇上处置厌弃了他周晨。谁说镇南侯周谦只会谈情说爱，宠妾灭妻的？这一箭双雕的计策不是用得很好吗？周谦看着周晨像疯了一样笑着，皱了皱眉，有些不满意，还想说什么，却被周晨冷静木然的眼神镇住了。周晨声音催着冰，你知道那些武林人士什么时候会来找侯府麻烦吗？第174章，心眼忒多了。你又知道他们被打退一次后就会偃旗息鼓，不再找侯府麻烦吗？侯爷要人帮忙挡箭，也要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资格，难不成你还要御林军长时间驻扎在侯府？而且侯爷也不看御林军里都是些什么沾亲带故的人，你居然想要他们替你挡箭，死了一个，整个镇南侯府都赔不起。就算能打退武林人士，你担得起那些人的怒火吗？周晨冷笑，甩袖而去。他知道这人不是不明白，而是想着度过眼前的难关，将所有的责任推到他身上。正因为清楚，才觉得自己为了周家还心存最后的善意有多么不值得。为此，太后还特意让他来通风报信，给他面子。周晨走得干净利落，周谦想叫回来却没有理由，因为他发现周晨有几句话说的对，御林军里都是酒囊饭袋，根本扛不住那些武林高手。最重要的是，这次扛住了，那下次呢？下下次呢？没有了周晨，谁来背锅？镇南侯府确实惹不起那些权贵。柳云的视野紧紧盯着周谦，他之所以给周晨一个机会，确实是给这位面子，但是也有通知周谦，制造场景，让周谦自己去碰钥匙的意思。毕竟除了周谦，所有人都不知道钥匙长什么样，好歹要知道长什么样的，到时候才不至于为了一把假的就折腾，浪费力气。周谦有些焦虑，在书房内徘徊了一刻钟，仿佛终于下定决心，走到书房的其中一幅画面前。就周谦自己而言，有些东西确实是不到死前传承就不会去碰的，碰了也没用，只是徒增烦恼。现在那玩意儿既然引来了灭门杀身之祸，周谦又岂能忍住不碰？终于在柳云远远的注视下，周谦卷起了墙上那幅画，然后撬开了一块毫不起眼的砖，硬生生掏出一个墙洞来。柳云睁大了眼睛，或许因为很久没碰过了，活动的墙砖跟墙体融为一体，真的完全看不出来。而且墙洞也不大，刚好能放一个巴掌大的锦盒，代表着之前一寸寸的敲打，这处也不会是空想。偌大的墙面就巴掌大一个洞，不知道的怎么找？妈耶，这些人真是太会藏了！不等柳云松口气，才发现周谦还有骚操作。他打开锦盒，从里面掏出一只翡翠玉扳指，质地晶莹剔透，绿得妖冶。想了想，周谦将自己拇指上一枚顶尖羊脂白玉的玉扳指摘了下来，放入锦盒，然后还原了墙体和画。把一切做好，周谦才若无其事地将那枚玉扳指戴在手上，仿佛完全没有变过，暗自吐了一口浊气。柳云，这人的心眼也是忒多了，把假的藏好，真的戴在手上，让人怎么想得到？而且所谓的钥匙居然是一枚玉扳指，这古代的机关就是牛，万物皆可为钥匙。周谦一口气还没吐完，院子里突然传来马夫人的尖叫声。
随即还传来一阵兵器相撞的声音，惊得周谦立刻跑了出去，才发现院子里多了不少人，一群黑衣人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看起来就不是志士，而是充满了江湖个性，长得高矮胖瘦不一，动作粗鲁，虎视眈眈。而镇南侯府的护院也跳了出来，跟这一群人对峙着。敌人手里拿捏着周谦和马夫人的一对儿女，马夫人吓得腿软，直接跌在地上捂着嘴，不敢喧哗，激起了敌人的凶性。周谦倒抽了一口凉气，眼神一闪，带着玉扳指的手微微缩了缩，还想着这些人应该没看见他在书房里做了什么吧。柳云眨了眨眼，觉得马夫人还是很聪明的嘛，这会儿半点不敢拿儿女开玩笑，做出了最对的应对方式。敢嚣张，不过是被偏宠的人有恃无恐。周谦气急败坏，你们什么人？天子脚下竟然敢擅闯侯府！这句话逗笑了一群黑衣人。周侯爷，废话少说，你还能不知道我们来做什么？识相点，东西交出来，儿子女儿自然还给你。说着，有几个黑衣人还手痒，趁机摸了一把娇滴滴的侯爷之女，吓得小姑娘压抑着叫声，哭都不敢太大声。马夫人看不得女儿受这种罪，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扑到周谦身边。你还愣着做什么？那是我们唯一的女儿，难不成为了那劳什子东西，要眼睁睁看着女儿受这样的侮辱？如果那东西真的那么有用，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既然没用，那是东西重要，还是儿子女儿重要？周谦一致，别用你们的脏手碰本侯的女儿，这么不讲道义。你们是哪条道上混的？黑衣人，嘻嘻，哪条道上的都跟侯爷没关系，东西交出来就好了。否则别说女儿了，啧，这侯爷的儿子也养得好啊，细皮嫩肉的，总有人好这一口不是？柳云，不是，这些江湖人这么混的吗？简直洗刷了他对江湖儿女不拘小节大侠的印象。马夫人惨叫一声，泪流满面，惊恐地看着敌人。侯爷，千郎，我求你了，你快把东西给他们吧。黑衣人觉得好玩，侯爷，你还不如你这夫人懂事啊，你以为就凭你们这些护院能阻拦得了？周谦握紧了拳头，想要表现出自己内心的挣扎。若是给的太容易了，对方肯定不信，到时侯府依旧没有宁日。然而他也确实悔恨，这东西在周家传承多少代了，一直风平浪静，怎么偏偏在他手里就被人觊觎了？早知道会有这一天，他就算再穷也会多培养一些护院。他就算再不精通培养兵马，可有周家传承的兵书，护院的实力在整个地京都是排得上号的。以前觉得够用就成，现在要用才恨人少。来自双方的压力，周谦挣扎了许久，黑着脸，东西就在书房里，你们自己去取，先把本侯的孩子放了。黑衣人嗤笑，放心，拿到东西我们自然会放，好歹也是云昭的侯爷，我们也不想惹。这倒是一句实话，若是能这么拿到东西，他们并不想节外生枝。而且周晨还得了皇帝的青睐，真要发起疯来，他们也难做。黑衣人一脚踹开书房门，看似大咧咧，实则很谨慎细心，确认没有危险，还想让周谦先进屋，别耍花样。你应该知道，我们死不足惜，还会有后来人。东西在哪儿？第175章喋血之夜。柳云觉得稀奇，这领头的黑衣人打哪儿来的？是不是谨慎过头了？他们利用镇南侯的子女突袭侯府，本就是突击行为，居然还怕镇南侯的书房设有机关？莫非在这些人心里，放重要之物的地方必然有机关？站在柳云的角度，镇南侯也是戏精，藏在里面的东西明明是假的，满脸的憋屈不甘，却恰到好处，双拳紧握，仿佛在压抑着情绪。最终形势比人强，镇南侯黑着脸上前撕开了那幅还算值钱的画。领头的黑衣人走过去瞅了瞅，很快发现活动墙砖的痕迹，忍不住上手将里面的锦盒取了出来。打开一看，一脸狐疑，这就是那宝贝？是钥匙？镇南侯铁青着脸，若不是他刚刚调换了，此时此刻东西就是别人的了。你若不信，可以不要，反正侯府你们可以随意搜，你觉得什么才是你要的，拿走便是。黑衣人一噎，他若是知道还用得着疑惑，不过藏得这么严实，倒像是那么回事儿。将锦盒一盖，黑衣人略斜，堂堂侯府自然不是我们这种宵小之辈随便闯荡的，既然侯爷说是，那就是吧。确定真假的也不是我们。柳云无语，自己说自己是宵小之辈可还行？黑衣人走在门口，突然笑出了声，不过侯爷应该知道，如果这玩意儿是假的，到时候会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可不一定有我们这么好说话了啊。袖下的拳头握紧，镇南侯瞳孔放大，已经骑虎难下了，可让他就这么将真的交出去更不可能。镇南侯周谦在很多人眼里都是个伪君子，对嫡子还特别不好，可事关周家的荣耀，他还是很上心的。黑衣人不以为然，
他只是个跑腿的。边走边有些唏嘘，没想到当初传奇一般的周盟主，后人竟然如此不济，区区一个侯府，防御如同虚设。哈哈！小弟们跟着狂笑，显然没想到这次视死如归的任务却如此简单。老大，亏得我们忌惮周盟主的手段，一直不敢随便试探这侯府，媚眼都抛给了瞎子看。早知道是这样的侯府，我们那么战战兢兢的做什么？一群人调侃着，扛着武器走了，倒也没有为难镇南侯的孩子，毕竟镇南侯是朝廷的侯爷，他们可不想引来朝廷的爪牙，口嗨几句已经很爽了。镇南侯气得发抖，也无济于事，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因为他知道锦盒里的玉扳指并非真钥匙，那是祖上一开始就为了混淆视听造出来的，就等着这一天派上用场。黑衣人临走时的话在他心里扎了根，对手来头很大，不仅肯定钥匙在周家，还能辨认真伪，他能怎么办？柳云觉得镇南侯的反应很好看，周晨也这么认为。他刚出侯府大门就发现不对了，立刻隐匿行踪返回，暗中欣赏了全程。平日里耀武扬威，天地第一，他第二的庶弟庶妹遭难，恃宠而骄的马夫人痛哭流涕，落在周晨眼里怎么丑怎么爽。还有镇南侯那敢怒不敢言，憋出一口老血的样子，周晨感觉四肢百骸都通透了。你就在周晨围观完毕要离开时，一只手拍在他肩膀，吓得他魂儿飞了一半。太后娘娘给你的。阿宇绷着脸掏出一个封好的拇指粗细的竹筒，周晨回神解开竹筒，里面是一张信笺。柳云发现真钥匙后，立刻放飞信鹰小四，在那帮黑衣人折腾这么长时间里，消息已经及时传达到现场。周晨看过信，眼皮一跳，带着惊讶看向了镇南侯藏起来的手，极为有耐心的潜伏下来，伺机而动。遭遇这样的人生磨难，周家所有人都睡不着，镇南侯更是焦虑不已，寻思着要如何保命才好。别哭了，人不是还好好的吗？镇南侯被马夫人娘仨哭得头疼，语气略微暴躁。这事儿还没完，赶紧的收拾一些细软，天一亮我们就走，不避避风头，说不定侯府所有人都得身首异处。马夫人震惊，这么严重吗？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你都给他们了，怎么还没完啊？镇南侯也不好说是假的，都说是周家世代相传的宝贝了，自然关乎着一个大秘密。这么多年都是家主口口相传，哪里知道真假？那些人也不一定能辨别真伪，以防万一，我们得离开地京。反正镇南侯府空有名头，一家人离京出游也没人会拦着。他们带不走的产业，别人想抢也不容易。还有周晨和谢家，必然不会让当初嫡女的嫁妆落入旁人手里。他们过几年再回来，一切就过去了。娘，我们要离开地京吗？要到哪里去啊？我和哥哥的婚事怎么办？去外面还能嫁到什么好人家？睫毛上还挂着泪，马夫人的女儿觉得这日子突然就犹如天塌下来了一般。马夫人迟疑，真的已经到非走不可的地步了吗？儿子和女儿的婚事可就真的难了。镇南侯慎重的点了点头，必须离开，除非你们想死在地京。马夫人背腔，忍不住又哭了起来。马夫人虽然被镇南侯宠得嚣张跋扈，可该明事理的时候也不会胡搅蛮缠，否则也不能真的跟镇南侯好了这么多年。将视野拉开之前，柳云看到了这一幕，禁不住有些纳闷，就这点能耐，能逃得了？一群江湖人真的有心追杀他们，离开地京只会更容易吧？不过算了，连周晨都已经彻底放弃这一家人，他才不会去操心呢。那所谓的钥匙刚刚离开镇南侯府，地京的夜就沸腾起来了，一股嗜杀之气带着血腥味不断蔓延开来。突然爆发的惨烈争斗比那日的雨夜还要悲戚。在镇南侯府耀武扬威的一群黑衣人没走出多远就遭遇了劫杀，各方势力的黑衣人出动，各种武器的江湖人频频出没。一枚假钥匙却像极了一颗深水炸弹，把隐藏在地京城的势力全部炸了出来。柳云想过很激烈，但是没想到会这般残忍，乃至血流成河。锦盒不断在各方势力手中易主，残肢断臂，血染地京。没坚持多长时间，柳云收回了技能，不敢再看下去了。看着一桌子美食，柳云深深的叹着气，仅仅只是钥匙，藏宝图都还没出来呢，有必要争得这么凶吗？第176章就是这么神奇。永辉宝库比想象中更加诱惑人心。周晨没有管外面的争斗，耐心等着这一家子终于撑不住睡着，悄悄使用了迷香，堂而皇之的进入屋内，将镇南侯手中的玉扳指拔了下来，妥善收好。凌厉的眸色扫过睡得香甜的马夫人，周晨沉默了半晌，掏出一颗药，强制塞进马夫人嘴里。那是他向太后求来的一颗毒药，会令马夫人日渐虚弱，最终肠穿肚烂的痛苦而死。既然他们要离开地京，又岂能让他们太过舒服？他娘亲受过的罪，他曾经受过的委屈，都一一报了。以前因为钥匙，谢家还看着，不能让镇南侯就这么死了。如今
还有什么理由阻止他？最可怕的是，这要会通过周公之礼传染给男人，同时若是有血液接触，还会传给有血缘关系的人。对，就是这么神奇。没有血缘关系的话，接触到血液也不会被传染。既然两人那么相爱，那镇南侯拥有跟心爱之人一样的下场，应该很欣慰吧。至于儿女，就看造化了。逃亡的路上可千万不要流血，不要碰到血啊！周晨离开镇南侯府，深深地看了一眼自己长大的地方，嘴角勾起一抹残忍。一路碰见不少争斗，这些人已经杀红了眼，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抢什么。周晨躲着飞进一家客栈，走到一间房前，抬手准备敲门。不等他手落到门上，阿宇就将门打开了，警惕地看了看外面，进来吧。周晨闪身而入，屋内并没有亮灯，却还有另外一个人。愣了愣，江湖无不知。揪着小胡子玩耍的中年男人笑眯了眼，看来吴某的名声还是不小的，连镇南侯世子爷都一眼能认出来。周晨坐了下来，传闻世上就没有吴不知不知道的事情。吴不知笑了，那是江湖朋友抬爱，说白了，吴某就是一个贩卖消息的人，很多事情照样不知道。背靠鸿雁楼，作为组织在外的代表人物，他知道的自然就比别人多一点。如今鸿雁楼已经易主，他刚好在帝京就被派过来给新主子做事儿，结果一上来就这么大阵仗，吓得他魂儿差点没找回来。不过这可比以前刺激多了，还能完成一些曾经不敢想的为国为民的理想抱负，他自然乐意至极。江湖虽然自由自在，可有时候也是无根浮萍，行事做法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目的。所谓的仁义侠道，并非所有人都能一直坚持到最后的。阿宇也坐了下来，附近都是自己人，可以好好说话。主子的意思，世子将东西交给吴不知即可，剩下的便由吴不知来完成。周晨笑了笑，将翠绿的玉扳指放在了桌上。他对这东西没有什么想法，对周家的归宿感也降到了最低。好，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交给你们。周晨起身就要离开，天亮他还得回皇帝身边当值。阿宇突然说道：“主子说让你去找诸葛庆，他会交给你一些人，可以以此来巩固皇宫守卫。”周晨膝盖微软，哐当一声撞在窗棂上，晃悠悠好几次才稳住身形，差点当场扑街。妈耶，诸葛庆，皇帝目前的老师也是太后安排的人。吴不知揪着胡子笑个不停，好一会儿才拿起玉扳指收入袖口，一本正经地站起身准备离开。天亮后我就会行动。外面还在为一枚假的玉扳指争得你死我活，残酷的血战一直持续到天蒙蒙亮。据不完全统计，各方势力都损失了不少好手。可恨的是，那钥匙被谁得了竟然不清楚。帝京的平民仿佛有所感应，也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很少有人特别早的出门，等天大亮，外面被专业人士清理的差不多了，才开始有了人影。各家暗中清点损失不提，南宫府却来了一个特别的人。特别到南宫家主带着一群幕僚朋友一起出门迎接，引为座上宾。吴兄弟，许久不见，别来无恙啊。南宫权笑呵呵地打量着吴不知，不懂这位神出鬼没的为何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柳云打着哈欠起床，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放出技能锁定过来。他觉得南宫权不像个武林盟主，倒像个富商乡绅，腰肥肚圆，五官慈祥，整天笑得脸上肉堆气，一看就特别擅长交际。相比其他三大家族的家主，南宫权让人一见难忘。吴不知笑呵呵的，直奔主题。听说昨晚的帝京非常热闹啊，好像是有人找到了什么永辉宝库的钥匙。此话一出，现场安静如鸡，许多人脑子里都像是断了一根弦。这人啥身份？怎么出来就这么猛？很多事情心照不宣，谁也不会摆在台面上来。吴不知开口就破坏规矩，还让别人怎么玩？南宫权脸上的笑容都差点没挂住。昨晚上他的损失也不小，心口还在流血呢，就被吴不知当面插了一刀。吴不知笑了笑，各位莫怪吴某直接，实在是吴某听见永辉宝库的钥匙现身很惊讶，便顾不上寒暄，直接说事儿。南宫权笑容浅了浅，眼神微闪，吴兄何出此言？吴不知轻笑，也是多年前吴某曾经游历到一处世外桃源，偶然得到一枚永辉宝库的钥匙。要说这宝库的钥匙只此一把，那必然有一把是假的呀。吴某也不忍心这么多江湖兄弟为了一把假的钥匙奔波劳累，枉送了性命。什么？你有永辉宝库的钥匙？南宫权惊地站了起来，眼皮狂跳。一瞬间，在场所有人的呼吸都重了，表情变化特别有层次感。又冒出一把钥匙，有一把是假的。如果是这样，为何不早说？昨晚的血腥味都还飘荡在帝京上空呢。吴不知这么跳出来悲天悯人，不会觉得太晚了吗？吴不知也不急，给这些人消化的时间。结果这届江湖同道的接受力太差了，他茶都喝完了半盏，居然还没人缓过来。
吴不知只得自己继续流程，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不能耽搁太多的时间。南宫盟主或许不信，不妨看看我这钥匙。吴不知掏出玉扳指，无数犀利贪婪的眼神瞬间射了过来。盟主不知，吴某之所以敢肯定昨晚上那钥匙是假的，我这钥匙才是真的。那是钥匙自带能证明的标识。第177章，能收一点是一点。吴不知无比淡定从容，一点不怕这些人会当众发难。一来，就凭他以前积累的名声，这些人便不会轻易得罪；二来，南宫权定然会保他；三嘛，他的武功不算好，可轻功已经登峰造极，这些想要他的命得掂量掂量。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就全然干净，万一不成，回头他就爆料，或者用消息换追杀令，在座的有一算一，根本逃不了。南宫权强迫自己的眼睛从玉扳指上挪开，慎重地问道：“何以证明？”吴不知轻笑：“自有办法，还请盟主让人拿一根蜡烛来。若是有夜明珠这种光源好的，就更妙了。另外，让人拉拢窗帘，遮掩亮光，玉扳指自会显出证据。”南宫权大手一挥，府上的仆人动作很快地准备好吴不知的要求。偌大的屋内瞬间变得黑漆漆的，一群江湖人士都不由自主地摸向武器，警惕着身边人。吴不知突然点亮了一根蜡烛，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将玉扳指靠近火源，吴不知不断调整着角度，一道光线突然折射到旁边的墙上，众人惊奇地扭头看去。一个圆形的光团里有一只状似奔腾、气势如虹的麒麟光影。吴不知暗自称奇，表面不动声色。众所周知，永徽皇朝的图腾就是奔腾麒麟，这枚玉扳指是永徽末代皇帝的随身之物。都知道当时情况危急，末代皇帝已经穷途末路，根本没有时间精雕细琢宝库的钥匙。而永徽时期，墨家有多强大，世人皆知，随手将皇帝的随身之物做成钥匙并不难。不过，若是这钥匙自己都没有标识，难道不怕后人也无法辨认吗？南宫权眼神闪烁，挥手让人将现场撤了，恢复之前的样子。速度过快，让人防不胜防。柳云看到有人还真的掏出了暗器，屋内突然又亮起来，便又若无其事地放了回去。看来这些江湖各大势力也不齐心啊。玉扳指的秘密是柳云用技能时无意中发现的，毕竟玉扳指的质地确实极好，但并非绝无仅有，万一有人仿造，他也要抓瞎了。所以用技能全方位的仔细看过，才发现玉扳指内圈有许多人为肉眼难辨的小孔，分明是雕刻的痕迹。吴不知当着众人的面直接证明玉扳指的真假，极为有说服力。感觉身上灼热的视线越来越多，情绪更是复杂。吴不知抖了抖竖起来的汗毛，连忙当众将玉扳指递给了南宫权。南宫权诧异：“吴兄这是？”吴不知轻笑：“吴某孑然一身，不缺吃喝，要那么多秘籍宝藏干什么？不过这样的东西对大家肯定有用，大家不就是为了这个来递金的吗？”众人一致，又说得这么明白，要让谁没脸呢？这么一对比，显得暗自打算的他们多丑陋龌龊呀！谁知道吴不知话锋一转：“这钥匙吴某拿着不过一玉扳指，戴在手上还怕小偷惦记呢。既然南宫盟主需要，就送给盟主好了。”众人眼睛瞬间睁大，这么无私？南宫权震惊，脸上的肉不自觉地颤抖，脑子在那一瞬间卡壳。许多年已经养厚的脸突然升起一丝羞愧。刚刚他还在想怎么才能得到秘钥，结果根本不需要是什么手段。吴不知送的有多坦然，南宫权的愧疚就有多深。这怎么可以？这可是你的东西！突来的馅儿饼砸得南宫权脑子有点糊，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吴不知不以为然：“盟主拿着吧，玉可是易碎之物，推来推去，摔在地上碎了，可就打不开宝库了。”南宫权反手将玉扳指紧紧捞住，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好白拿？吴不知眼神一亮：“南宫盟主不好意思，非要算成交易的话，就当买了吴某的消息。这么大的消息，给吴某一点银子就好了。新主子缺银子缺得慌，能收一点是一点。反正他也不需要南宫家的这份人情。”这件事情过后，南宫家族还能不能轮任武林盟主犹为可知。所谓的人情没那么值钱。还没有投入太后手下，吴不知就知道太后和朝廷有多缺银子了。然而这些大家族富得流油，谁都比云昭的国库富裕啊。南宫权微噎，这人以前也是这么直接吗？特意说明这么大的消息，是提醒他不能给的太少。毕竟这不仅仅是消息，连带重要物件都附赠了，确实价值连城。柳云看到这一幕，略微羡慕，原来卖消息这么赚钱啊！鸿雁楼得赶紧赚起来。此时此刻，柳云还不知道吴不知的想法。在他的认知里，属下有赚钱的本事也是属下的，并没规定属下赚了多少必须得提成。好比之前的诸葛庆一问百金也赚了不少，他也只是借，从未想过要将属下的银子占为己有。不过
属下管理属于他的产业赚到的银子，自然归他所有。南宫权笑开了，好好好，吴兄就歇会儿，我这就让人准备，这样的消息必然不能怠慢了吴兄。吴不知笑了笑，那就好。玉扳指到了南宫权手里，屋内的气氛瞬间和谐下来，心里有想法的人也不敢再表露出来，只能挂着笑意恭喜，暗骂吴不知蠢货。早有这样的消息，分开卖，多卖几家，那得敛多少财啊！最重要的是，他们提前知道了消息，何至于现在只能跟在四大家族后面喝汤？吴不知视若无睹，将玉扳指送出去了，一身轻松，只管喝茶。南宫权说了几句好听的场面话，把现场的人稳住了，这才笑呵呵地看向吴不知，随口问道：“吴兄，都知道永辉宝库不仅要秘药，还要藏宝图啊，你可知藏宝图的消息？”心里早就懊悔的肠子都青了。若是早知吴不知的来意，他何必搞这么大的场面？私下里偷偷听秘密不香吗？如今他不仅出了银子，还让所有人都知道秘药到了他手里，真是有点心肌梗塞。虽然他的身份加上其他三大家族帮忙还能镇得住这些人，可时间长了还不能寻找宝库，迟早出问题。当年力压群雄，武功断层碾压江湖的周盟主都只能隐姓埋名的投靠朝廷才能活命，他南宫家族虽然人多势众，家大业大，可也撑不了多久。花钱买一个烫手山芋，他能舒服得起来？第178章太后的多项目的。所以南宫权现在最想的就是将藏宝图拿到手。若是收集齐了，直接做个领头人，带这些人去宝库，然后各凭本事寻宝，自然就没事了。无论成功失败，南宫家的声誉还能创新高。尽管南宫权是这么打算的，也没指望能从吴不知口中得知什么有用的消息，毕竟他们已经知道藏宝图的所在，问题在于怎么拿。谁知他问完，吴不知却没有反驳，而是沉默，那神色不像什么都不知道的。南宫权一惊，都说这人消息灵通，难道连这等秘密都知道了？不是只有他们四大家族的家主才知道的吗？坏了，他这么问，吴不知会不会当场说出来，又弄得人尽皆知？那他们到地京之后的部署可就全废了。正在南宫权想着如何堵住吴不知的嘴时，吴不知却油腻地笑了一声：“盟主啊，密钥的消息就算大的了，这藏宝图可是另外的价钱。”南宫权噎着，在众目睽睽之下，顿时骑虎难下。难道他还得花钱买一个自己知道的消息不成？买了后说出来，自己破坏自己的计划。其他人可没有这么纠结，反而激动无比。吴兄，你真的知道藏宝图的消息？如果是真的，银子自然不是问题。对啊，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门派，一人出一份也足够了吧？是啊，南宫盟主，既然吴不知知道，大喜事啊！南宫家若是无力承担，我们听了自然愿意分担一部分费用。南宫权，马德，好想抽自己一巴掌，让你嘴贱，问什么不好问这个做甚？吴不知笑呵呵的，感谢各位兄弟姐妹捧场了，也并非吴某贪财。吴某得知这个消息，其实也没太当回事儿，可现在想来也不好说。消息呢，是吴某得到玉扳指的时候得知的。吴不知故意停顿，就是想告诉南宫权，咱们知道的消息不同啊，不用那么纠结，给银子就完事儿了。这便是柳云将真的密钥抛出来的真正目的。原本柳云也没计划到镇南侯府有假货准备，所以昨晚上那一出纯粹是镇南侯自己家的戏。在柳云原本的想法中，真的玉扳指若是被人弄走，他会找机会得手，然后交给吴不知进行今天这一场。毕竟他有追踪的能力，加上信音传递消息的速度，以及新鲜出炉的宇宙洪荒四大名捕辅佐，其实并不难。可谁能想到，镇南侯给了一个假货，一群人为了一个假密钥拼得你死我活，让他直接暗度陈仓。那时候的镇南侯以为暂时安全了，加上周晨对侯府的熟稔，得手几乎毫无波折。柳云不用假货，是无法证明那就是永辉宝库的密钥，只有真的密钥才有证据，让所有人都相信真正的密钥不是从周家出来的，而是吴不知编造的来历，从而让这些人相信藏宝图也不在皇宫，跟皇族无关，将这些人的注意力彻底从皇宫转移开。等他准备好的藏宝图消息出现，这群人才会顺理成章的相信那是真的。让这群江湖人不去皇宫探险，是柳云最根本的目的。剩下的才是藏宝图的合理出现，至少不能被人当成假的，否则将藏宝图扔出去的计划成功不了，还得引来强大的敌人针对皇宫乃至皇室。现在吴不知将真的密钥交给南宫权已经成功了一半，至少所有人都意识到昨晚上周家出来的密钥是假的，真的在吴不知手上，他是从另外的地方得到的。那之前关于周家密钥的传言就不成立了。而南宫权也终于察觉到不对劲，发现吴不知所知道的藏宝图消息可能跟他们不同，眼睛转了转，南宫权便说道：“吴兄，既然大家都给你保证了，这买消息的银子定然不会少你的，你就说出来听听。”
这时候他不让吴不知说都不行，感觉确实有些失算了。吴不知喝了口茶，就是给我密钥的人家说的，跟玉扳指一起的，还有一张很旧的羊皮图呢，画着奇奇怪怪的东西，让人看不懂。我顿时来了兴趣，想着说不定就是藏宝图啊，配套的呀，连忙询问，逗得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吴不知才说道，结果主家说被他儿子贪嘴换给了路过的富贵人家，得了几串糖葫芦。不少人听得直捶桌子和扶手，价值连城的藏宝图竟然就换了几串糖葫芦，简直气死个人。南宫权震惊，真的？那藏宝图被富贵人家换走了？那小孩可知道是什么人？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吴不知喝着茶，不紧不慢的，可把想听结果的人急得抓耳挠腮。也没几年，就5、6年前吧，我得了密钥之前不久的事。那小孩有了吃，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听了几句话，知道那富贵人家要回地京，头上的首饰金灿灿的，特别晃眼。南宫权，咦，这么说还是位贵妇？那就不是仙。发现自己差点说漏嘴，南宫权连忙将后面半句吞了回去。柳云眼睛微眯，对，整个计划做到这，他还想顺带知道一下，到底是谁将藏宝图在皇宫的消息给4大家族的。这么肯定，那似乎跟当初先皇死前经历的事情有关。云昭的武林震荡，藏宝图和密钥传得沸沸扬扬，现在争斗中死了那么多人，全是拜这个透露消息的人所赐。偏偏这人到现在没有露丝毫蛛丝马迹，这人难道不是为了永辉宝库？那他到底想干什么？吴不知诧异，不是谁？难道南宫盟主知道谁换走了藏宝图？南宫权笑得一脸坦然，不可能知道啊，地京的贵人这么多，哪能知道是谁？吴兄还知道一些关于藏宝图的消息吗？照吴兄这么说，藏宝图实际上是一张羊皮图，上面可有什么能辨认的标识？一群人听到这里，立刻将南宫权刚才的异样抛在脑后。不一定都忘了，但是现在并非戳破的时候，显然吴不知的消息更加重要。吴不知哦了一声，仿佛没发现南宫权的奇怪。我也问过那家人，说是一张很特殊的羊皮呢，雨淋不湿，火烧不燃，很难毁坏的样子。而且除了那些奇奇怪怪的线条图案之外，羊皮图的一角就画了这枚玉扳指，还写了什么话，那家人不识字，倒是完全不懂。第179章，真是天意弄人。听消息的人都有些噎着，是他们错觉吗？总觉得吴不知的消息越听越容易心肌梗塞，每次到关键时刻就没了。关于编造密钥和藏宝图的来历，柳云觉得并没那么重要，越是平凡无奇，反而越真实。什么农家原主，这些都不是重点，就是无据可考，爱信不信。东西怎么会到那里的？吴不知也不清楚，想知道来龙去脉的，自己去查。不管这些人信不信，拿出来的密钥是真的，那藏宝图的线索是真的几率就大了。除了4大家族，其他人也不知道别的线索，自然会深究到底。反正到时候藏宝图确实是真的，不怕这些人不认。只要一部分认了，更多的人就会盲从，否则落后了一步，连肉汤都没得喝，肯定懊悔不已。所以柳云并不操心这些人信不信，只要怀疑就足够了。此时此刻，南宫全留不住，拿了银子就想跑的吴不知，好不容易将人送走了，把门客都安抚下来，招来其他3族的族长聚会，开始怀疑人生。难道我们得到的消息是错的？藏宝图并没有在皇宫？南宫权一脸懵逼。之前他们一直为着这个目标而努力，结果突然告诉他们这个目标是错的，4人瞬间迷茫了。毕竟皇宫是江湖人的禁区，如果不是藏宝图的诱惑够大，他们并不想去闯。看来我们得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假啊，否则我们现在做的无异于刻舟求剑，白费功夫。夏侯家主揪着半白的胡子，眯着眼说道。司马家主最为年轻，又高又瘦，双眸泛着精明的光泽。确实，吴不知，江湖的无所不知，这么多年来，他的消息从未出过错。濮阳家主穿着黑色经文装，乍一看很像太后的朝服同款，而且濮阳家主是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黑色的眼妆和大红的唇色，让她看起来极为不好惹。吴不知不是拿出了真的密钥，这样的无价之宝说送就送了，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南宫权啧了一声，就是因为他拿出了真的密钥，那藏宝图的消息10有8九也是真的。而且若非他说，我们都不知道藏宝图是一块特殊的羊皮，就像密钥一样，在它出现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就算进了宫，大海捞针也不好找啊。至于有没有阴谋，那人透露藏宝图的消息给我们，不也有阴谋？只要我们4家齐心协力，什么阴谋诡计不能好好谋划一番？司马家主精明的眸色中透着冷凝。现在想想，说藏宝图在皇宫的人，仅仅是利用我们4大世家打击云昭皇室吗？还是说他想要除掉
我们4大世家。毕竟，一旦我们跟云昭皇室闹得过了，两虎相争，不死也伤。南宫全叹了叹气，不知道，原本我们不也担心这个，只可惜永辉宝库太诱人了，即便不知道透露消息的人的真正用意，他们还是忍不住要来试一试。夏侯家主，我倾向相信无不知，一来我们不用跟云昭皇室对上了，二来真的密钥已经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确定藏宝图的真伪。若是无不知的消息是假的，我们再继续进行针对皇宫的计划也不迟。濮阳家主，确实这2件事情其实并不冲突。南宫全坐了下来，确实如此，重点在于那个贵妇到底是谁。5、6年前，先皇并没有离开帝京，后宫娘娘更是如此。照这条线索来看，藏宝图应该落在帝京富贵人家的手里，在皇宫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所幸还有一条线索，那藏宝图上画了密钥的样子，应该不难辨认，就是平日里看见也会忽略过去，这只能普遍撒网了。3位小伙伴点头同意，不得不派人开始暗中打听，有没有人见过这样的羊皮图。柳云略微心塞地收回技能，这些人的重点在藏宝图上，果然丝毫没提透露消息的人到底是谁。难不成4大世家也不知道？忙碌的众人无人在意。镇南侯第2天醒来，发现真的玉扳指不翼而飞，差点气晕过去。京剧让脑子转动至怠，镇南侯赶紧收拾了细软，带着妻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帝京。无不知的出现，证实周家的密钥是假的，自然已经没有人关注镇南侯的行踪，唯有周晨派了人偷偷跟着，记录着这家人的下场。柳云带着好奇地扫描了全帝京，想要知道谁得了假的密钥。结果看到好多人都在痛心疾首地清点着昨晚的损失。昨晚只要参与了战斗的就没有赢家，包括3大辅臣、8大望族在帝京的据点，还有江湖各大门派势力等等，群魔乱舞，真的死了不少人，甚至还包括一些不安分的云氏族人，看起来都比皇帝和太后富裕，自然都想掺和，寻得永辉宝库分的一羹。咦？柳云满脸意外，假的密钥竟然落到了女装大佬陈阳郡主手里，看来这位大佬还是很有些手段的，真不愧在帝京潜伏了这么多年。只不过陈阳郡主拿到密钥还没来得及高兴，就传来消息周家那份是假的，真的被无不知送到了南宫盟主手中，气得陈阳郡主砸了一屋子瓷器，忙活了一夜，算计这个算计那个，损失了不少属下，好不容易抢到手的东西竟然是假的，那纯粹就是一个白玉扳指，焉能不七窍生烟？柳云看着姑娘发泄，觉得真是天意弄人，她也没想到会出来一个假货，偏偏被陈阳郡主得了去，难道是在笑她一个假姑娘就只能配假货？满满的嘲讽啊！不怪陈阳郡主比一般人更生气。经过1天的发酵，整个帝京都流传着关于藏宝图的各种小道消息，就连学子之间的聚会都忍不住聊上2句。这天，白木和孟关参加了云昭书院牵头主办的湖上文会，有钱人家和书院贡献出不少大船画舫，全部开在贯穿帝京的大运河里，游山玩水，吟诗作对，探讨学问，好不惬意。每艘画舫都有不少文人学子，很快就有人聊到了这一火热的话题。哎，听说啊，永辉宝库的藏宝图就是一张羊皮图，雨淋不湿，火烧不燃，很是神奇呢。吹牛的吧？谁见过这样的羊皮？我们是没见过，但是不代表永辉皇朝做不出来啊。对啊，当初墨家鼎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做出来过，毁不了的羊皮算什么？指不定用什么秘方给整出来的。第180章，让别人去出面。说的也是啊，也就是永辉皇朝拥有神器的墨家才能做到了吧？对对对，这么看来，那确实是永辉皇朝的藏宝图，羊皮图本身就是难得的宝贝。殊不知，这些都是太后娘娘为了增加可信度，特意使用了签到获得的空白特制羊皮。为此，还连夜让白木将密钥的样子画了上去。云溪图到底是跨越时代的宝贝，还那么神奇，柳云也舍不得就那么扔出去了，总感觉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孟关和白木一边喝茶，一边沉默地听着，不参与讨论，也不露痕迹。孟关到底不如白木稳重，时不时还会看金娃娃一般的谢叔一眼，期待着他的行动。按照太后的意思，自己人最好不要直接出面，否则事后有人调查，容易惹祸上身。他们是云昭书院的学子，将来还要步入官场，自然的爱惜羽毛，不留把柄。他们不像无不知，可以隐秘行踪，甚至还能改头换面过日子，自然没有压力。为此，白木用心布局了好几天，在柳云的提议下，选择了谢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含量，就是让太后的人扮成不算特别熟的同窗，隔着墙让谢书听见一些安排好的关于藏宝图的秘密。谢书听到了内容，却没有看见说话的人，事后他要指证都难。果不其然，谢书听见大家的讨论，有点如坐针毡，
想起自己蹲茅厕时无意中听见的秘密，还有些神情恍惚。虽然听到的消息没有证据，可谢叔觉得他应该上报家族，毕竟现在都在寻找藏宝图，一点线索指不定先人一步。白慕薇微扬了扬下颌，孟关顿时理会，端起手中的茶要去凑热闹的架势。路过谢叔，被他恍惚伸出来的腿绊了一下，茶到了一半在谢叔身上，孟关顿时就来气：谢叔，人来人去的地方，你腿伸这么长，故意的吧？孟关抬高了声音，立刻吸引了附近不少人的注意。毕竟平日里谢叔过于高调，经常都有不少大瓜出现，作为同窗已经习惯了吃瓜。不过谢叔神思不属，这会儿没空理会孟关。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注意。孟关似笑非笑，大家在说藏宝图的事，你听得有多入神啊？腿伸出来都没注意。你谢叔家大业大，还缺宝库里那点宝藏？孟关阴阳怪气的语调，都知道他在讽刺谢叔。可谢叔竟然没接招，而是沉着脸站了起来。我已经道过歉了，你还要怎样？何况你没有摔倒，反而将茶倒在我身上了，难道不该我生气吗？说罢冷哼一声后抬脚往外走，准备去换件干净衣服。孟关眨了眨眼，他怎么了？吃火药了？明明是他的错。一群同窗傻眼的摇了摇头，也觉得莫名其妙，今日的谢叔有些反常啊。孟关无语的摇了摇头，算了，不管他，就是大少爷脾气。对了，你们刚刚说到哪儿了？哦，那藏宝图。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孟关刚才提到藏宝图，谢叔反应有些大，立刻落入有心人的眼里。如今的地京到处都是眼线，一点小事就会被收集消息的人注意到。很快，在白目无声的注视中，有人悄悄地跟上了谢叔。在书童的伺候下换着衣服，谢叔终于下定决心，今天文会过后，我们回家一趟，告诉爹，我有事告诉他，关系重大。书童诧异，不是昨天才回去过？少爷又没银子了呀？不等书童疑问，一颗圆溜溜的小球滚进了屋，在主仆二人惊讶的注视下，突然喷出一阵白色的烟雾。两人眼睛一翻，身子一软，顿时晕了过去。毕竟是云昭书院主办的文会，这艘画舫还是谢叔家提供的，谢叔没想过会有人在自己的地盘搞事儿，还趁他换衣服的时候，最终无声无息的被两个穿着书生袍的人带走了。等谢叔再醒来，人在一间黑漆漆的屋子里，墙上挂满了吓死人的凶残刑具，面前还有两个蒙面人，声音刻意压低，一阵威逼恐吓，直接将这金娃娃吓哭了。柳云一直围观着现场，就看着那孩子差点吓傻，毫无骨气的将话抖了出来。谢叔眼泪鼻涕横飞，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无意中听到有人说他们在长公主府上见到过那特殊的羊皮，具体真假我真不知道啊。蒙面人对视一眼，没想到这么顺利。拿着刀吓人的蒙面男奇怪地问道，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就你听到了？谢叔哭腔，我就是早上上茅厕，偶然听见的，时间太早，茅厕那儿有隐蔽角落，寻常人会去那儿说秘密很正常，我若不是吃坏了肚子，也不会那个时间去茅厕，刚好就听见了。蒙面男，是谁说的？谢叔，我在茅厕里，对方压低着声音说，就是怕被人听了去。真的没看到是谁说的啊？拿刀蒙面男，他们为什么要说藏宝图？长公主是何等的身份，他们怎么会知道长公主府上有？谢叔哭得不能自已，大侠，这位壮士，他们为什么要说？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就偶然听到而已，好像是他们的亲戚在长公主府上做事，说是前些日子西洋郡主死了，他们在帮忙准备陪葬品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过这种羊皮，说是搬东西的时候打翻了一个锦盒，里面掉出一张羊皮，结果一半掉进了烧钱纸的火盆里，吓得几个仆人差点以死谢罪。救起来才发现那羊皮屁事儿没有，就是沾了一些黑灰，拍干净又放回锦盒了。原本他们以为是救得快，可最近藏宝图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才觉得不对劲。虽然哭得凄惨，可表述没有任何问题。谢叔的求生欲也是让人惊叹。蒙面人诧异，那他们怎么知道的？谢叔，我怎么知道啊？我就是偷听了几句，我都说出来了，你们可别杀我啊！蒙面人，审讯之事第一次如此简单，蒙面人自然不能杀了谢叔，这次是出其不意才逮着机会，真的要了谢叔的命，只怕谢叔爹和谢家要闹事儿。若是把当时在画舫上的人一点点排查，恐怕他们也逃不了。反正已经得知消息，蒙面人一个手刀直接将谢叔劈晕，然后把人扔到谢叔家门口，这才回头将消息传了出去。第181章，赶上好戏了。江湖四大世家很快得到消息，四大家主又坐在一起商讨。南宫权纳闷，长公主的话倒也跟无不知的消息对上了。我让人查了，长公主5、6年前确实出过地京，去过她的封地。夏侯家主捋了捋胡须，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能在长公主府找到藏宝图，其他的用不着去查。
司马家主整个人要阴质一些，人却清醒。你们有没有觉得奇怪？关于永辉宝库藏宝图的事情，这2日在地京位面传得太快了，我们的人暗中打探消息就罢了，为何会闹得人尽皆知？夏侯家主点头，确实有点奇怪。不过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不是？永辉宝库在江湖中可不是什么秘密，密要是当着大家的面出事的，觊觎藏宝图的人自然越来越多。我不信那些人私底下没有动作，会闹得人尽皆知，明显是所有人的功劳。濮阳家主，算了，现在没时间捋这些事情，达到目的就好。小妹在意的是，消息上说是那些人收拾陪葬品的时候无意中碰到的。这藏宝图到底是在公主府，还是在西阳郡主的陪葬品里？听说长公主给自己女儿陪葬了不少好东西，这藏宝图没有密钥就无用，也不是不可能当成陪葬品啊。闻言，3个大男人瞪圆了眼睛，面面相觑。如果真成了陪葬品，难不成还让他们去掘墓？这可要命了呀！见到这一幕，柳云会心一笑，终于有人想到了西阳郡主的墓。他给藏宝图准备的出事地点，总算被人提了出来，真不容易啊！为了引出长公主那几万兵马，西阳郡主是不可能安息了。相比掘墓，众人还是宁愿一探公主府。若是藏宝图还在长公主府，皆大欢喜；藏宝图用来陪葬，这是何道理？藏宝图很可能在长公主府，这种消息也是猝不及防就传开了，似乎一夜之间关注到的都知道了。这让想计划好在试探的4大世家措手不及。相比皇宫历来的威慑，长公主府可不上档次。外人可不知道长公主有私军，手里还有墨家嫡系传人，加上长公主早就去皇国寺住了许久，公主府空闲着，想着一探究竟应该不难。于是不等4大世家谋定后动，很多门派和个体江湖人就坐不住了，开始试探公主府。江湖人势力无法掌控，不容易听指挥的弊端就体现出来了。4大世家只能随波逐流，立刻派高手出发，免得落后太多被别人得了，他们还不知道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凑齐地图和密钥。如果最后凑不齐，那才闹了大笑话。最理想的状态就是4大世家寻得藏宝图，然而他们也一脸懵，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何就成了现在这样，好似公开的秘密，一个个热血沸腾，都想一夜暴富，完全毁了4大世家的计划。一切发生的太快，太后根本没给时间让他们仔细琢磨。柳云乐呵呵地看着这些人前仆后继的不断检验着公主府机关的威能，所以无知者无畏。这些江湖人先天忌惮着皇宫，总以为大内遍地高手，不敢轻易越过那道宫墙。殊不知如今的皇宫是纸糊的，一捅就能稀烂。知道情况的3大辅臣也绝对不会说出去，否则皇室颜面扫地，真的江山易主，他们的损失最大。而长公主府不过是新建的，也没什么威信，所有人都以为能来去自如，却不想翻过墙就是连绵的机关。很多人大意，刚落地就送了性命，有的若非逃得快，也要步后尘。接二连三的遇难，终于在送掉一些命之后，犹如一盆冷水泼醒了这些人的狂热，这才意识到公主府并不好闯。怎么回事？公主府的守卫居然如此森严？南宫权震惊地说道。夏侯家主表情也还没收回去，那些机关如此厉害，很多人根本还没有见到守卫呢。司马家主若有所思，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些机关倒很像记载中的墨家手段？濮阳家主惊异，难不成长公主已经凭借地图找到了宝库，并且成功获得了墨家机关术？听到这话，柳云都诧异了，这想法很有意思啊，他这个始作俑者都没这么联系过。南宫权使劲摇了摇头，脸上的肉甩了起来，不可能，如果长公主真的打开了宝库，府内的高手只怕还不止这点。照无不知的说法，密钥和藏宝图都是5、6年前的事情了，就算没有立刻打开，凭借里面培养高手的手段，公主府只怕寸步难行。如今的公主府还没到这种地步。司马家主，或许长公主是找到了宝库，但是没有密钥打不开，然而宝库外也有一些机关，因此研究学到了一些手段。其他3人顿时觉得这解释合情合理。柳云，能不能别凭空猜测，好歹上点证据和线索啊？还有，猜测长公主怎么得来的机关术，跟他们寻找藏宝图有必然联系吗？这些人不能商量点正事。所幸公主府的机关很多是不可恢复的，长公主不在，墨家嫡系传人也不在，终于在利用人数消耗掉这些机关后，有人成功的潜了进去。有一就有二，不断有势力高手潜入，可随着时间，大抵都将长公主府翻遍了，依旧毫无所获。最终有高手翻到了西阳郡主的陪葬品单子，发现上面明晃晃的写着特制羊皮图在陪葬品中，这才偃旗息鼓。行，莫得办法，必须得掘墓了呀！一直关注着发展，柳云嘴角勾起一抹绝美的笑。幸好之前将长公主拿捏在手，否则整件事情不可能这么顺理成章。这些人在公主府来来去去好多回，
愣是没人想过，长公主为何到现在还没有回府，得多孤陋寡闻。三大辅臣和跟朝廷有关势力的人或许发现了不对劲，但是没时间细想，为了永徽宝库，他们要赶紧跟上节奏啊！主子，启王的兵符今早出了城门，去了军营。红叶汇报。柳云眯了眯眼，终于动了，终于坐不住了。青叶突然跑进来，主子，好消息啊，陆冲他们赶回来了。柳云睁大眼睛，半晌轻笑一声，挺好的，赶上好戏了。第182章，太难了。皇宫，在外面的人所有目光都转移到西阳郡主墓时，小皇帝终于知道并感受到了这波风起云涌。不过小皇帝一知半解，更关心自身的安危。周臣，最近宫外乱得很，听说好多势力莫名其妙打起来了，大理寺和地京府衙也不顶事儿，这皇宫的安全可还行？闻言，魏月侧目，周臣微掖，禁不住用眼神询问魏月，皇帝都听说了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魏月摊手，跟他关系不大。目前皇帝身边的人都被他的人把控，这些消息不经允许是不可能传到皇帝面前的。还不得怪那些闲得发慌又不太懂内情的御史，没事就参管理地京安全的官一本，说哪儿乱了，哪儿又死人了。频率高了，小皇帝又不傻，自然能嗅到一些诡异的气息，第一时间关心自身的安全。周臣，回皇上，皇宫是什么地方？在很多人眼里，大内高手层出不穷，而且神秘非常，寻常人不敢轻易言闯的。何况皇上也看见了，前2日微臣不是带了几百人进宫，那些都是微臣熟读周家练兵之法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逐渐接管宫内各地方的防守，定能护皇上周全。这么说，他其实相当脸红。那都是太后给的人，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训练出来的，简直让人惊叹。他周家的练兵之法，可远远赶不上这群个个精英，人人精锐。只可惜只有1000人，还因为有一些被派出去执行任务了，只剩下不到800人。分配在偌大的皇宫，虽然依旧不够，可好歹能看护着重要地方了。毕竟不是每个地方都需要这么大力度的守护。说起那几百人，皇帝眼睛一亮，他是亲眼见识过的，个个精锐，合者铁血，绝对是难得的上上之兵。柳云若是知道皇帝的想法，一定会给个眼神让他自己体会。笑话，啥叫特种精锐？特种兵里的精锐之师还是系统出品，不能碾压普通兵种，以一敌几十好意思。这1000人里面或许没有顶尖高手，可平均能力值高，相互之间默契的配合才是大杀器。不管怎样，皇帝一颗心落实了，周家的练兵之法居然这么厉害，早知如此，周爱卿，你为何不多训练一些？周臣大窘，若不是太后要求给这1000人一个来历，他真的不想说这是周氏练兵之法。若是能有这么厉害，镇南侯府也不会没落成现在这样，早就超越起王城战神，封异姓王，大权在握了。如今只能硬着头皮编下去。皇上，镇南侯府岂敢僭越？要说几百户院也有些过了，而且这样的练兵之法注定淘汰率高，消耗太大，若非娘亲的嫁妆支撑，微臣早已经撑不下去了。数量不可能太多的，养不起啊。皇帝不由得点头，也对呢，若是没有弊端，谁还能超越周家？皇帝不再多想，反而有些忧郁。周爱卿，几百人，你这么堂而皇之的纳入御林军，可有什么不妥？其他人不会闹什么幺蛾子吗？如今的御林军都是沾亲带故的，一群人拿着俸禄镀金，拿御林军混资历当跳板呢。周臣这么多人，明显动了很多人的蛋糕。皇帝担心他会扛不住这份压力，不仅暴露了几百人才，还会引起连锁反应。这些日子他已经深刻体会到母后说过的话，有些事情要跨出第一步真的好难，太多人的不允许他脱离掌控。周臣的步子突然跨得这么大，他也担心扯到蛋蛋。周臣胸有成竹，请皇上放心，这是最好的时机，所有人都顾不上御林军，等他们缓过来，微臣的人已经站稳了脚，由不得他们闹了。毕竟这一批人只是加入了御林军，并没有顶替谁，有什么理由闹？等他们反应过来，重要位置都被自己人掌控，再闹也无济于事，完全有能力反击。不得不说，太后这一出戏太精彩了，居然还能想到借机在皇帝身边布置一番，手段很绝。此时此刻，所有人都被永辉宝库诱惑了过去，哪里还顾得上没什么威胁的小皇帝？等此事了结，皇宫的安保力量已经无声无息易主。这也是柳云早就得到1000特种部队，却一直按耐不动，现在才借着周臣的手安排的原因。人数不能碾压，不能强制激发矛盾，就只能等待时机。皇帝好奇，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不会注意朕这里？难道跟最近不少大臣请假，连早朝都缺席有关？魏月精神一振，缓缓地说道：“皇上，其实是这样的。”巴拉巴拉，魏月将外面的情况好生说明了一番，免得小皇帝还一无所知。虽然不能明着
提太后做了什么，至少要让皇帝明白，他这皇位差点就塌了，多一些忧患意识才好。谁知小皇帝得知皇宫的危机已解，立刻注意到了好处，眼睛特别亮，永辉宝库可以制造高手，还有很多值钱的宝贝。魏月和周晨对视一眼，沉默了。周晨叹气：“皇上，我们没人。”魏月面无表情：“皇上，我们也没高手。如今各大势力争夺，一流高手到处都是，没有办法去抢。”皇帝一噎，瞬间憋气，看着这么大一块蛋糕，却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一口老血哽咽在喉。迫于现实，总算打消了小皇帝作死的想法。魏月偷偷抹了一把汗。小皇帝又一次跟他的初衷背道而驰，统一思想就那么难？那厢柳云可没空理会皇帝，趁着想要掘墓的一群人还在准备，他提前出发，来到距离西阳郡主墓最近的新渠县。没办法，按照地图来说，西阳郡主的墓距离地京确实不算远，但是也出了天网鹰眼的范围，否则他早就能发现长公主的兵藏于何地了。可君子不立围墙，不用看就知道，一旦打起来肯定惨烈。柳云必不可能去现场。凭着大隐隐于市的风气，柳云来到了技能可以囊括现场的新渠县，住进了鸿雁楼隐蔽的产业。到新渠县，柳云难得恢复了本来的容貌，没有用浓妆祸害恢复胶原蛋白的脸。红叶和青叶也一容随行，主菩萨全身上下完全看不出跟太后有任何关系。第183章，这人太后认识。没有身份所累，柳云终于可以舒心的逛逛街，领略一番云昭的风俗人情。手中接过摊主递过来的特色美食，看起来像是前世的咸味豆花，然而却并非豆子做的。柳云表示没见过，得体验体验。美滋滋的准备尝一口，谁知身旁有人突然挤了过来，虽然被眼疾手快的青叶拦住，可依旧无意的撞了柳云一下。柳云手一抖，手中竹筒碗的美食撒了一大半，还弄脏了衣裙。无语的抬头，却看见一张无辜的男人脸。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是故意的，是他们推我的。柳云这才发现，刚刚还和谐流动的街道人群，被一股蛮横的力量挤到了两边，中间人为的清理了一条道出来。这2天新渠县还真是热闹了，大人物层出不穷。是啊，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最近还多了不少江湖人出手，那叫阔绰，各大客栈酒肆早就被人包下来了，赚得盆满钵满。这会儿又是什么大人物？新渠县距离地京这么近，手下做事竟然就敢这么横？咦，你们不知道吗？这人话口一开，周围所有人都看了过去，包括柳云和撞倒他的男人。被注目的那人禁不住昂首挺胸，听说啊，是江湖4大世家的濮阳大家，濮阳家这一辈可是女子当家，手段怎么可能弱得了？这排场，就是那公主嫔妃出行也不过如此。柳云，那倒比不上。若是公主嫔妃正式出行，除了按照品级划分的仪仗，街道是要提前清理干净的，闲杂人等一路回避，可不会现场驱赶人群，还让这么多人集体围观。又不是看猴耍把戏，不仅让吃瓜群众看在眼里，还任由指指点点议论。想当初他从拍卖会出来，被那么多人刺杀，都没有波及到无辜人，并非地处偏僻，而是太后回宫事先清场了。真正身份高的人高调出场，既有排场，也拒绝旁人远观。还没有想完，柳云就看见一辆华丽宽大的马车从远处驶来，拉车的上等马就有3匹，宽大的车厢几乎占满了县城不算宽的街道，四面竟然没有车壁遮掩，而是大红色的浣纱，质地轻飘，还通透。最让柳云无语的是，浣纱都全部拢了起来，车辇一过，香风四溢。坐在里面的家主濮阳兴一身金纹黑衣，头上繁重的金玉首饰插着发髻，一丝不苟，不仅富贵，还显得极为有威严。路过时，吃瓜群众大气都不敢出，安静如鸡，等车辇走远，才敢重新议论起来。柳云哑然，这是把自己当明星了，还是怎么的？竟然这么招摇过市！哼，这濮阳家主有什么依仗，居然这么有恃无恐？撞柳云的男人小声的嘀咕，像是寻求柳云的认同。两人并没有参与其他人的兴奋讨论，感觉像是一起的。柳云瞥了这人一眼，并不想搭话。他现在这张脸是真嫩，而这男人是在装嫩，一举一动自以为潇洒又风流倜傥，仿佛一身魅力无处安放。可笑起来，眼角的鱼尾纹和抬头纹相当惊人，辣眼睛的很。那男人没有自觉，自顾自地说道：“姑娘或许不知，云昭以黑为尊，狱中也是墨玉最好，像太后娘娘、皇后公主的朝服都是以黑色为主。这濮阳家主的穿着精致的都快赶上太后皇后的朝服了，这女人的野心绝对小不了。”柳云内心呵呵，面无表情，并不想搭理这人。云昭的社会风气开放，说书先生在权势的驱使下都敢当众编排太后，他都亲耳听过不少版本，仅仅只是穿一身同款能如何？云昭律法并没有明文规定旁人就不能穿黑色墨色，只规定了回避龙袍的明黄色，所以在这自嗨个什么劲？
柳云不悦地吐槽：“扫兴。”旁人也不知道他在说自己脏了的衣服，还是遇上了这么一出。重新买几碗，我们回去了。柳云特意没有叫名字，看也没看那男人。那男人却怒刷存在感，直接扔了1锭10两的金子给小摊贩：“刚才是我的错，给这位。”眼神在柳云身上转悠了一圈，犹如看到了什么猎物，给这位小妇人道歉了，这顿怎么也得我请才是。柳云，这丫的到时间的公牛吗？刚见面就红了眼睛，起了反应。一想到刚才这人撞到，柳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急需回去沐浴洗白白。青叶不动声色地用衣袖擦了擦手心，他刚才抓了这人一下，成功把他恶心到了。小摊贩一脸为难，小本生意，包括家事的所有东西加起来也不过几两银子，他哪敢收啊？这么多人看着，他也怕招来麻烦。红叶轻笑，将那金子拿了起来，给了5两碎银子，在摊主耳边小声说了几句，随后转身就去了旁边的钱庄，将金子换成了一大包碎银子，看见远处的乞丐堆就扔了过去。看了出神的男人一眼，红叶连忙朝已经走远的主子追了过去。男子身边的护卫小厮一脸惊诧：“主子，这人是在侮辱我们吗？”男子浅笑：“大抵有那么点意思。这夫人又年轻又美，性子还对我胃口，真是可惜，怎么嫁人了呢？”柳云的容貌恢复了巅峰时期，而且有健康加成，但是输的夫人发髻自然不是待字闺中的姑娘家。青叶笑了：“红叶，你那么发银子，就不怕那些乞丐打起来？”红叶挑眉：“顾不上了，天降馅饼，看谁有运气吧。”柳云脸色不是很好，打不起来。那群乞丐有手有脚，年纪还不大，没有老幼残疾，目光有神，明显是壮丽并且有组织的同一拨人。出来要饭，无论是谁得到了好东西，必然上缴，然后再统一分配。这么一大包碎银子也不会例外。你仔细看就能注意到，他们抢夺的动作虽然又狠又快，可没有半点起冲突的意思啊。他们防着的是另外势力的乞丐。红叶恍然，原来是这样，早知道我就不当着那男人的面施舍了，留着给老幼病残不是更好吗？柳云似笑非笑，区别不大，他不会在意这么区10两金子，反而会觉得你这举动有意思的很，生平从未见过。红叶傻眼：“主子，你知道他是谁了？”柳云眼神一凝：“怎么不知道？那张脸跟先皇有几分相似，还有那油腻的姿态，并不年轻的岁数，不是贤王又能是谁？”原主对贤王的记忆并不多，但是在他猜到的那一刻就清晰起来。福临先皇去皇陵时也远远看过几眼的。第184章开了个小会。原主对贤王的记忆很少，也不太好，毕竟先皇弥留之际让贤王辅佐新帝，这人当面答应的好好的，转头就只留下一个嫡女跑回了封地。原主对贤王最大的印象就是言而无信，装得过好。红叶和青叶震惊，以为耳朵幻听了。红叶不解，为什么？贤王不该在封地吗？他居然擅自跑了出来，还隐藏了行迹，还能为什么？能在这里的，只怕稍微有点身份的都是为了永辉宝库。青叶觉得不难联想。柳云没有继续聊，加快速度回到一座2进的院子，洗澡换衣，一身清爽后才放出技能扫了一遍新渠县。短短1、2天的功夫，该来的基本都来了。有些人为了不露痕迹，根本没有到县城，直接去了西阳郡主墓的附近，随意驻扎，等待时机。柳云扫一圈，心里就有了数。陈阳郡主恢复男装来了，这么说他应该不知道贤王的行踪，贤王也没有理由跟儿子交代。柳云嗤笑一声，这父子俩有意思，看来这父子俩的关系也不算和谐。红叶愣了愣，不和谐？柳云若有所思，其实我一直有些奇怪，这时代到底是以男子为尊，长子嫡子可以继承家业，女扮男装还能说得过去，这本来是嫡子，活生生变成嫡女，貌似没什么好处啊。嫡子那就是贤王的世子，可以继承王爵的。陈阳郡主这么一变，可成不了下一任贤王了。在陈阳郡主心里会怎么想贤王？青叶恍然，这么说这对父子不和，彼此根本不知道对方都在打永辉宝库的主意。柳云点头，确实如此。说实话，陈阳郡主好对付，贤王若是一直龟缩在他封地，我才头疼。可他既然出来了，还悄无声息的，旁人都不知道，嘿嘿。红叶和青叶对视一眼，眸光推亮。红叶感觉手痒，主子要找机会杀了他吗？柳云叹气，我倒是想，就好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的邻国来使，偷偷宰了，我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肯定不容易啊，就好像我的行踪若是暴露，想偷偷杀我的人肯定也多，但是要得手却很困难。不过可以试试，反正试试又不要钱，谁让这丫的出现了还恶心我。柳云冷哼一声，顺便试探一下所谓的暗龙卫到底有多厉害。之前皇宫对外的威慑全靠大内高手，绝大部分都跟暗龙卫有关。
只有摸清暗龙卫的实力，才好对付贤王。红叶最是高兴，是，奴婢对暗龙卫也特别好奇。柳云点头，西阳郡主的墓肯定有许多机关，倒是个好机会。到时候永辉宝库也可以出手。培养一个高手不易，可折损起来很快。来新渠县之前，柳云将温信诺扔给了还在闭关的秦羽，只是将陆冲等人带了过来。说白了，这次行动所有人都在算计，跟仁义道德、大公无私扯不上关系。以秦羽的三观和性格，还是不掺和的好。所幸现在鸿雁楼已经落入陆冲之手，为了这次的计划，地京的人只要没有特殊任务的都动了起来。各路消息汇总，让柳云觉得很安心。来的人比想象的多而乱，可并没有脱离他的算计。入夜时分，柳云召集了自己人开了小等会，江湖势力和朝堂势力凑一起，只要没有特别大的冲突，先弄朝堂势力的人。柳云掏出一叠纸张，上面复制了一些地形图，同时标上了详细的机关，不仅仅是机关位置，还有机关的种类、怎么触发等等，应有尽有。小乔震惊，主子怎么会有西阳郡主墓里的机关图？柳云轻笑，自然是从长公主府搜到的，他可能从来没想过会这样回不来。益阳郡主或许不知道具体的内情，跑得也突然，很多秘密就那么堂而皇之的放在密室里。虽然这个密室也机关重重，但是只要打开，可有不少好东西。毕竟是长公主自己经常出入的地方，布置的机关虽然凶狠厉害，可是没有毁灭性的，还有一定的触发条件。搭配技能扫描，有些机关它虽然看得一头雾水，可要躲开却不难。再不济，付出一点血的代价便能成功通过，第二次必然不会中招。所以试着就成功进入了密室。大乔笑呵呵的，主子放心吧，暗中行事我们还是很在行的。柳云点头，各大势力的资料我也准备了一份，出发之前你们多看看，尽量心中有数。我们目前的人手和精力都有限，江湖势力到底不如朝堂势力有威胁，所以尽可能的削减朝廷势力的人手。敌人弱了，我们就能放开手脚了。对了，若是遇见贤王，使劲坑，暗龙卫的实力尽量试探出来，能除就除。柳云挑眉，放心，我虽然没什么银子，可长公主是真的很富有啊，几万私兵都养得起，公主府比想象中要富裕得多，已经有给你们准备复活的银子。若是遇见什么事，我会让信鹰及时给你们传信。这里到西阳郡主墓地，以信鹰的速度，甚至要不了1分钟。众人相视一笑，确实没什么生死危机。柳云豁然发现，天地玄黄4位首领去鸿雁楼经历一趟，竟然全部升级了，绝世高手级别的暗卫，柳云非常欣慰。听陆冲简洁的说起过程，这次能接手鸿雁楼，主要还是靠武力。跟其他几位绝世高手比起来，天地玄黄的实力还是弟弟，每次出手都是冲在最前面，在频繁战斗的洗礼下，加上超越寻常的天赋，突破是理所当然的。如今一群绝世高手汇聚，只有新来的宇宙洪荒还是一流高手，这次行动算是弟弟会被众多大佬带飞。李大白摇了摇空空如也的酒壶，禁不住让青叶给他灌一些御酒。见柳云关注到他，才讪讪地解释了一句，属下在很多地方喝过酒，今晚上第一次要去坟墓里喝酒，总觉得怪怪的，喝点好酒壮壮胆。柳云，这解释不如不解释。一想到今晚上可能会围观一出大型盗墓剧，他觉得盏中的好茶都不香了。第185章，太后想出去看看。对于一个前世活了25年都没怎么看过恐怖剧的人来说，不太友好啊。所幸这道墓剧有水分，墓并非古墓，也不会出现什么奇奇怪怪可怕的东西，主要是机关和人类之间的争斗，最多算是一场大型的探险剧。柳云稳了稳心神，陆冲，鸿雁楼可有邻国使团的消息？陆冲点头，有，收集消息的人不止一个，碰见过好几对永耀王朝的人，主子在意的应该是他们。柳云愣了愣，永耀王朝，那就是冲着永辉宝库来的啊。看名字就知道，永耀王朝实际上是永辉皇朝的传承。据说当年还有永辉遗孤逃的性命，流落到北方苦寒之地，划了一块大地盘，自立为永耀。就前朝的开国皇帝灭了永辉，百废待兴，就没有时间斩草除根。加上北方的地盘虽然大，可资源少得可怜，永耀王朝的国力一直摇摇欲坠，臣民也不多，看起来随时都要自己灭亡的样子，实在让人无法多看一眼。后来前朝灭亡，云昭建国，因为云昭灭了前朝，等于帮永耀王朝报了仇。永耀王朝的皇帝还派了亲弟弟出使云昭，一方面是为了祝贺，一方面建立了两国邦交，通了贸易。直到这时，永耀王朝才从自己的乌龟壳里伸出头来，让世人知道了一点关于永耀王朝的信息，当然也就是一点点。柳云盯着茶若有所思，永耀王朝在这个世界，
王朝和皇朝是有区别的，在皇朝面前，王朝是弱者，也是小弟。永徽皇朝当年最是强大，传承下来的永耀，却连皇朝都不敢称。小乔看完机关图，好奇地问道：“主子，有什么问题吗？听说就是一个小国。”柳云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不见得。前朝和云昭都是传承的极久的朝代了，可完全不能跟永耀王朝比啊。按照历史的记载，永耀王朝跟前朝差不多时间建国，却能传承到现在，难道真的那么弱吗？就算当年跟前朝势不两立，闭关锁国，可到了云昭时期，贸易商路统统开启，难道还是表现出来的那么弱，一点没有发展？说好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皇朝总会更替呢？多少皇帝希望自家皇位能千秋万代啊？你们没发现吗？永耀王朝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千秋的目标，前朝加上到现在的云昭，将近1000年了。这样的朝代真的已经非常久了，可都比不上小小的永耀。柳云眯了眯眼，而且永耀传承至永徽，想当年永徽的武力值，永耀就算什么都没传承到，就靠当初逃出去的人的记忆。至于这么弱到周围国家集体忽视，关在笼子里的老虎，那也是老虎，谁敢肯定它就没有杀伤力了？柳云睁开眼，那些人何在？陆冲，永耀和云昭通商以来一直很规矩，所以永耀的商队来云昭很正常，就算人多一些，也没有人特别去跟这条线，只是大概知道都通过不同的路线来到了地京。闻言，柳云将技能放了出去，可势力太多太杂乱，永徽王朝的人既然隐匿行踪，自然不会大咧咧的弄个我不是云昭人的标识，所以柳云也看不出哪些是永耀的人。揉了揉眉心，这个世界只怕比想象中大。柳云突然觉得做一个云昭太后就成了井底之蛙，他就不能出去看看吗？深深的叹了一声，柳云说道：“行吧，先顾眼前，永耀王朝的事情遇见了再说，多想也无益。对了，鸿雁楼的资料里可有万古谷这个地方，或者一方势力？如果没有，就调查一番。”想起原主和皇帝中过的蛊毒，柳云查过之后，对万古谷这地方无比上心。以前有心无力就算了，活着都不容易，现在有了鸿雁楼，那得安排起来。陆冲，是，属下会重点安排。大乔拿起琵琶，主子，时间不早了，有些迫不及待的人应该行动了吧？我们也去吧。柳云点头，宇宙洪荒，看来实战才是你们快速突破的关键，今晚上就尽可能的磨练自己。目送一群属下离开，柳云守着一桌子美食，将技能放了出去，锁定了西洋郡主的墓。不得不说，长公主真的很有能耐，或许也是手里人多，短时间内给西洋郡主挖的墓规模相当庞大，地形更是复杂，加上神秘的机关术，不怪他当初还想过把这里当成永徽宝库忽悠那些江湖人，确实有那味道了。刚到新渠县，柳云就使用过技能查看长公主手里的那支私军，几万人啊，吃喝拉撒肯定不可能无声无息。然而刚开始他竟然没有发现，最后还是想到了皇国寺的地下通道，才渗入地底。果然，这支私军就在西洋郡主墓的附近，不过将好几座山的山腹都掏空了，地下更是有一个堪比县城的溶洞基地，头上有大片的良田，附近有好几个特别新的村庄。柳云顿时明白，都是这支兵在屯田种植，自给自足。怪不得当初查长公主的账，完全发现不了几万人吃喝拉撒的痕迹。柳云感慨万千，这一定不是长公主能想到做到的。红叶，那是谁啊？这支兵里有谋士。柳云，我大概观察到一些情况，有些村庄虽然特别新，可建造不止4年，而且这么大批良田，村庄里更是多数壮年劳动力，仅仅只是长公主无法将这些线索完全掩盖。青叶瞪圆了眼睛，主子的意思是，这样的隐藏方式是先皇做的？柳云挑眉，别忘了，这支私军原本就是先皇暗中训练来对抗启王的，保密性肯定高，也只有皇帝才能做到这么掩人耳目。长公主接受后，只是没有让他们暴露而已，不是我轻视她，长公主真没有这么熟稔的练兵屯兵手段。此时此刻，地面上有不少高手兴奋贪婪地盯着西洋郡主的墓，那地下也是热火朝天，不断集结兵力。黑压压的人群让平日里安静有秩序的村庄人去楼空，安静之极。为了满足好奇心，柳云不断搜索着这支兵的首领，最终找到的地方让他差点被嘴里的糕点噎死。要不要这么吓人啊？他真的不想看盗墓现场。第186章，汗毛都炸起来了。那位长公主封的将军无比吓人的正在西洋郡主的主墓穴中，一眼就能看出这偌大的地下墓穴温度非常低，那将军出气都带着白烟。安葬西洋郡主的不是一般的棺材，而是冰棺，不对，冰棺都不妥帖，跟棺没关系，西洋郡主完全就是被冰封在大冰块里，因为死状不算好看，表情扭曲，眼睛瞪圆，就那么坐在冰里瞪着外面，仿佛隔着一块镜子
看得无比真切。之前柳云一直回避看主墓穴，突然这么猝不及防，吓得差点岔气。人家盗墓好歹是要翻翻找找，或者打开什么，这里完全就是摆在明面上。连忙喝口茶压压惊，柳云拍了拍胸口，刚刚那一瞬间全身汗毛都炸起来了。好在看见那将军，才忍住没有拉走视野。诡异的是，那将军就隔着冰层坐在西洋郡主对面，摆了一案桌的好菜，还陪着好酒，碗筷酒杯都有西洋郡主的一份儿，好似已经在这待一段时间了。桌角已经空了好几个酒壶。咦，这场面怪怪的。柳云眯了眯眼，若有所思。倒是那将军面无表情，只管喝酒，半晌才会说几句奇奇怪怪的话。柳云还没有弄明白，有副手走了进来。将军，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闯外面的机关了。将军嘴角一勾，略微显白的脸透着阴狠。好得很，将机关全面开启。我们的人辅助，来多少，弄死多少。副手起身，是将军。室内又安静下来，将军似笑非笑的敬了西洋郡主一杯。你说说，你亲娘都是长公主了，你也是郡主了，一辈子荣华富贵，衣食无忧，那是多少人想都想不来的。你们还不满足，还要去争更多的，有意思吗？女帝啊，真的那么容易？翅膀坚硬的太后为什么不谋取？她可比你们都容易。结果呢，成什么样子了？长公主和夫家彻底撕破脸，还能被一个小白脸杀了。将军脸带愤怒，最重要的是，连我们的孩子都一起带走了，他都没来得及看这世界一眼啊！你就真的不心疼吗？柳云一口水呛道：嗨嗨，可嗨嗨！说就说，还有他什么事儿？翅膀硬是这么形容的吗？而且他翅膀硬不硬，这人也发现了。青叶看不下去了，主子，你都看到了什么？怎么反应这么大？柳云一脸震惊，西洋郡主肚子里的孩子，竟然是那首领将军的，怪不得呀，怪不得。怔了怔，突然恍然，我一直就很奇怪，先皇只是将这支兵交给长公主代管，长公主凭什么将这支兵收入己用？如果这人这般不忠心，先皇何至于那样去培养？是没有别的人选了吗？现在终于明白，原来靠的是美色和感情，用来对付一根筋的将军，确实挺不错的。这么说，长公主真下的血本啊！果然，世界参差蛮大的吗？当年西洋郡主为了严文茂不择手段，在严文茂和旁人眼里，他算是人间不值得。然而，在这位将军和长公主眼里，没有人比西洋郡主更好。那将军灌了一大口酒，有些疯。你不心疼，我心疼。千防万防，我怎么敢想长公主会用自己的女儿来做筹码？我又怎么敢想会真的喜欢上你？只可惜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无论什么样的结局，似乎都不意外。不过，当初你当着严文茂的面虐杀了他的妻子儿女，可曾想过他有一天也能做到一尸两命？将军满脸的讥讽，可笑长公主给你画了那么大的饼，在外却不知道惹到了什么仇人，让你死了也不得安宁，无法安息。时至今日，你可曾后悔过？墓里有什么陪葬品，他不知道。当地经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他就让人仔细清理过，根本没有那所谓的藏宝图。唯一的解释是长公主暴露了很多信息，让人借刀杀人，甚至对方有可能在引他们出去。不得不承认，他既然已经投靠了长公主，不管他跟西洋郡主是何等关系，都不会坐视这么多人来掘墓而不理的。何况这里还是他们的栖身之所，分明是一出有规模有计划的借刀杀人。将军突然站了起来，将手中酒壶里的酒倒了一半在地上，闭了闭眼。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说不定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在地下见面了。仰头灌了自己一大口，随手将酒壶砸在地上，抹了一把嘴角，伸手撩起旁边的黑披风，帅气炫酷的披上。我说错了，到了下面，我们还是不要见了。既然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就不要再延续。伸手拿起旁边的长枪，将军头也不回的走了，背影有些壮烈。他爱上她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她是西洋郡主，后来才发现是长公主的计谋。他认识和接触到的姑娘，都是西洋郡主特意装出来的。只可惜付出的感情收不回来了，他在感情和忠诚中间不断煎熬，自欺欺人的在没有酿成大错的范围内一再妥协，最终会有现在这个局面。他内心反而安稳了下来，或许今晚就能让他彻底解脱。哎，感情啊！柳云的桃花眸沉沉的，他看得出来，这位将军心存死志。披上披风的那一刻，这个男人就没准备活着回来。用这种方式来祭奠曾经的感情，也祭奠对先皇最后的忠心。柳云纳闷，这先皇看人的本事还是有的，就是他永远低估了感情对人的改变。先皇虽然疯狂喜欢白淑妃，可也只是没有真正的得到。当白淑妃没了，也不见先皇有多伤心，反而感怀更多。所以
先皇不懂感情，所有的布置和推测都屡屡在感情和权欲人心中栽大跟头。这一天，瞅瞅长公主多会利用，偏偏为了拉拢这个将军，长公主还舍不得让益阳郡主去呢。祭出西阳郡主，总觉得有种废物利用的味道。当然，也就柳云自个儿想想，或许长公主就是看透了将军喜欢这一款呢。这位将军倒是有情有义，至情至性，死了挺可惜的。红叶感慨，柳云心若死灰，还有对先皇背叛的愧疚，很难救的。而且，就算有办法救回来，也不会为我所用，我不太放心。第187章，可算逮着了。这人因为感情，一时被长公主笼络了，实则忠于皇室。虽说这支兵给皇上也没什么，可时机不对。现在的皇帝还无法掌控这把利剑，强行拥有，要么束之高阁，要么伤到自己。柳云叹息，主要这人知道我跟长公主不对付，跟西阳郡主也有仇。他对西阳郡主还能又爱又恨，对我就只有仇或者蔑视。而且他若知道围攻西阳郡主墓穴的好戏是我主导的，这把刀就要戳向我了。虽然我有想过收编这支部队，现在看来不恰当啊。虽然不知道这支兵的具体建立时间，可稍微一推测，没有10年也有7、8年了。因为一直自给自足，全由将军一个人说了算，这早已经不是先皇的兵，不是皇室的军了。想要收服，得花太多时间和心力，还得整天防着，何必呢？当然，柳云的意思也不是想要这几万人死绝，经历今晚过后，还活着的找个好去处就行。到底是有实力的，听之任之还可能出事。赶紧着将视野拉出来，柳云也不敢跟着第一波找到入口进入地下的人，因为打头阵的炮灰大多死得很惨。柳云的技能不断在各大势力里穿梭，很想辨认出哪一波属于永耀王朝，可对方藏得紧，愣是没发现破绽。不过大多都不蠢，都想做最后的黄雀。经过几次地精暗地里的争斗，柳云对3大辅臣的人有一分眼熟，差不多扫2眼就能认出来。发现之后，柳云立刻用信音通知前方自己人。这些势力并不知道，无声无息的后面就掉了个小尾巴。不急着冲锋的人都有耐心，也有一种无形的默契，至少在外面还不会打起来，一旦进去里面就各凭本事。入口在一个山洞，所有人有序的进入，显得异常和谐。可进入山洞后，就会发现第一关迎接他们的就是迷宫，不断有3选1的路径，将所有进入的人分散开来。柳云知道，其实每条路都能进入地下，用不着那么纠结的去选择。而且所有路的机关都已经全面开启，根本没有所谓的安全路径。很多机关都是用命去填的，偏偏他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着多少敌人。这还是敌人的地盘，一波人全灭后，只要短时间内没有第2波人过去，他们就会将现场快速清理，妥帖的将机关恢复，继续攻击下一波。说实话，柳云之前也就是猜到西阳郡主的墓距离这支兵的驻地应该不远，但是没想过人家直接将墓建在驻地中心的头上。没错，地下溶洞基地距离地面有些深，西阳郡主的墓还在溶洞上面。想要掘墓的人要抵达目的地，就得经过好大一片驻地军的地盘。寻宝的人在明，那支兵在暗处，加上熟悉地形和机关，柳云觉得那将军若是想，说不定能将这么多江湖高手耗死在里面。毕竟里面很多机关是可以恢复的，箭只射出去还能捡了回填，高手功夫再厉害也有力竭的时候。江湖人大多是靠功夫莽过去的。朝廷势力的属下有能力有智慧，但是人数多不起来，并且各自为战，对机关术也不了解，一旦被困依旧会团灭。现下的情况，只有看过地形图和机关图的太后一系安然无恙。对，还有一支不算小的队伍，一进入山洞就比常人顺利。柳云立刻关注上了，因为这支队伍对机关术显然比其他人熟悉很多。就算有人清理战场，可依旧有打斗的蛛丝马迹，他们竟然能发现。永耀王朝总算被我逮着了吧。柳云兴致勃勃地跟上一支3女7男的10人队伍，这10人是江湖人的打扮，看起来像是亲朋好友组合，所以非常低调，不引人注目。3女都戴着面纱，像是一主2仆的组合。7个男人中也有一个鹤立鸡群，被其他人保护着，明显是主子。这个男人长得还挺好看的，五官精致，冷漠金贵，与蓝衣女子并肩而行，显然2人的身份地位应该差不多。蓝衣女子身边的白衣奴婢似乎对追踪很有一手，一直都是她走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并且决定走哪一条路。一波箭矢过后，10人毫发无损。蓝衣女子有些不耐烦，阿梅，你真的没有选错吗？这一路上的机关可一点没少。阿梅有些无奈，主子，这些道路都有机关，无论怎么选都躲不掉的。突然发现什么，阿梅眼神紧张，从地上捡起一支箭。你们谁受伤了？这箭上面有血。
小伙伴们面面相觑，纷纷摇了摇头。阿梅一凝，回头将血递给蓝衣女子：“主子，情况恐怕不太好，这墓只怕有活人。”蓝衣女子接过剑，看了两眼。进来之前，恐怕谁也没想过，区区一个郡主的墓竟然有这样的规模。难道这墓建的急躁，到现在还没有完，所以一直有人？西阳郡主突然被杀，并非秘密。墓穴这么大的规模，惊到了好多人。冷漠的男人默默地看了一眼，没有说话。阿梅，主子，不管怎么说，西阳郡主的墓肯定有其他人。我们没有受伤，这里的箭矢有不少都带了血迹。墨家的机关再厉害，也不能让射出去的箭矢自动回填吧？蓝衣女子的表情凝重了一些。居然没有毒，看来今晚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大家都小心些。永辉宝库的藏宝图绝不能落入旁人手中，我们必须要得到。阿梅，这里只有你学了一点机关术的皮毛，仔细一些。10人组成队形往前走，顿时安静了下来。蓝衣女子的态度有了变化，警惕了许多。那冷漠男子从始至终没说过话，是真冷。有阿梅带路，一群人的进展明显比旁人顺利。柳云连忙将这伙人的信息传递给自己人，只要入口没有堵住，信鹰便能顺利将信送达，就是这么厉害。因为势力太多，陆冲等人到了地方就伪装成独行侠分开行动。小乔跟着一队人来到一个深沟之地，两边的路被一座吊桥连接，大约有将近100米。见状，小乔等那队人上了吊桥，笑呵呵的出现：“哟，你们可是姜太师派来的？”一群人汗毛抖竖，震惊的看着突然出现的蒙面女子，他们竟然没有丝毫察觉。你是何人？还站在路边的两人没来得及上吊桥，回头问道。出来便叫破他们的身份，莫非是友军？第188章小尾巴的杀伤力。小乔若是会读心术，知道对方的想法，一定会纠正。孩子想多了，他这会儿只觉得主子的逻辑挺好用的。对方这么回，不就等于告诉了他答案？小乔唰的一声打开折扇，扇面上的锦鲤戏水图活灵活现，神情略微苦恼，即便遮住面纱，美眸盼息，依旧有几分迷人风情。哎，我是什么人啊？这要怎么解释呢？算了，就不用解释了。咦，你们怎么还不上桥？都是给姜太师做些见不得光事儿的，人也傻不了。听到小乔这满满调侃又杀气凌然的话，这些人瞬间理会要遭，走在最前面的人立刻朝着前面的悬崖扑去，后面的人想要赶紧退回来，动作默契又快速。可小乔比他们更快，刚刚打开的折扇咻的一声扔了出去，划着一道优美的弧线朝对面飞了过去，而他本人已经朝敌人奔了过去，手中寒光凛冽的匕首快速闪过，还在岸上的人已经被抹了脖子。动作太突然了，这些杀手虽然有防备，可不代表有实力抵抗，犹如被割掉的麦子直接倒地。与此同时，小乔已经冲到吊桥边，挥手就冲吊桥的铁链砍了过去。一系列动作做完，小乔轻衣一闪，整个人已经从杀手们的头顶掠过100米，瞬息到了对岸。就在这时，折扇划着弧线刚好打在这边尽头的铁链上，在距离岸边只有几步的杀手头子的惊恐眼神中，铁链竟然应声而断。原本脆弱的折扇突然诡异的一跳，就那么神奇的回到了刚落地的小乔手中。面纱下，小乔嫣然一笑，伸出小手给石化的敌人挥了挥，嘿，拜拜喽。整个世界仿佛在这一刻按下了暂停键。过了2秒，整座吊桥带着10多号人砸向了黝黑的深渊，还夹杂着些许尖叫。小乔笑眯了眼睛，眼神却往断崖的上面飘去。真是奇了怪了，居然还特意在这断崖架一座吊桥，真不是故意让人团灭吗？在他的注目中，上方密集的掉下无数尖锐的圆锥形石头，全部砸向深渊。眼见波及范围还到了岸上，小乔无比从容地后退了2步，彻底脱离战场。清风吹过鬓前的碎发，啧，联动的机关就是麻烦，若不是提前知道就要掉下去了呀。一般的轻功要直接飞这么远还是不容易的，可做机关的搞人心态，通常若是有这能力，都会先砍断吊桥再飞过来。上面的石头就是替这种人准备的，所以小乔一出手，杀完人立刻飞过来，吊桥才刚刚下落，便成功躲开头顶的机关。谁能想到他手里看起来无比脆弱的折扇，竟然削铁如泥，能斩断这么粗的链条。另外一边，大乔跟上了一波启王的人。启王真正有威胁的是掌控了云昭80%的兵马，暗卫实力倒也没有特别出挑。当然，这并非直接掌控，否则先皇早就发现了，而是通过手段暗中掌控了不少。先皇死后就肆无忌惮，拉拢的拉拢，拉不拢就斩首，一番排除异己，手段阴狠的骚操作后，云昭兵马就有这么多被他拿捏在手。那时候太后自顾不暇，3大辅臣默契的划分势力范围，谁有本事阻止启王？启王这群人也不知道什么运气，
每次遇见的机关都特别搞笑，总有种杀伤力不强、侮辱性特大的既视感。大乔眼睁睁地看着这群人把探险剧过成了喜剧。彩中机关，一大波鸡蛋和烂菜叶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被弹了出来，20-30人的队伍全部狼狈不堪，犹如被蹂躏过的样子。大乔，这条路上的机关不是同一个做的吧？柳云无意中看见这里就挪不开眼了。这种喜剧式的探险多让人放松啊，笑死人了。噗，布置这条路机关的人可能就是为了玩。这么多鸡蛋，得够多少人吃一顿了？长公主这么富裕的吗？柳云一脸肉疼，这年头的鸡蛋可都是鸡生的，要凑齐这样的数量可不容易。然而，不是完全没有效果，至少起王的这些人被如此沙雕的机关给整懵了。一路上经历了太多，都造不成什么伤害，一个个反应能力明显迟钝。一群人带着一身异样的味道踌躇地往前，突然脚下的路塌方了，一个个犹如汤圆，直接滚了一路，砸向一方水潭。水潭很大，至少凭借还残留的火把没有望到头。潭里的水很深，一群人站起来，有的已经淹到了脖子，有的在胸膛，水也很凉，肉眼可见有碎碎的浮冰，不少人都禁不住打了个寒战。集体湿了的一群人面面相觑，已经说不出话来，他们已经被这一系列的机关整得完全没了脾气。可大乔受不了这么磨叽，拨弄着琵琶的弦，一道音波呈弧状扩了出去，砸在水面上，接连爆开。反应延迟的一群人终于发现不对劲，抬头一片漆黑，视野太低了，他们根本看不到谁在攻击。什么人？有人着急地说道，大家都是来探险的，各凭本事，没有必要下杀手吧。大乔可不废话，琵琶声成调，越来越急，水潭炸起大片的水花，顿时有人受伤，血腥味蔓延开来。敌人犹如瞎子，又不像大乔这样可以大范围的远程攻击，只能在躲避时祭出身上的暗器朝声源的方向打去。这样的杀伤力，大乔都懒得看一眼，琴弦一动，内力吞吐，近身的暗器都被打落，瞎打的暗器就任由他飞走。瞅瞅，难道不厉害？没有杀伤力吗？主子竟然说他的技能很适合去炸鱼，看他炸人也杠杠的。大乔冷哼一声，正准备发大招，直接送这群人一程，却感应到水潭下有异动，咦了一声，顿时停了下来。水里的人伤的伤，残的残，早已经晕头转向，攻击突然一收，卡得他们想吐血。明明已经准备好全身的本事反击了，现在要打哪儿？不过他们很快就顾不上思考，因为水里不知道被血腥味引来了什么，拖着人就下潜。早已经失去火把的一群人，只能眼睁睁地感觉小伙伴消失。虽然有人挣扎着想要跳上岸，可没有成功。黑暗中有人用轻功跃了起来，可水里也有东西跳起来，直接将空中的人衔住落水。对方数量甚至比人多，以至于几个呼吸后，水潭慢慢恢复了以往的平静。第189章，去齐了。柳云突然凶残，还好他技能移得快。大乔，水下还有友军。过了一会儿，大乔拿着琵琶悄无声息地退了回去。地下黑漆漆的，水潭到底有多宽并不清楚，他不必执着地过去。所以说看起来伤害不大，最是安全，原来才是一条死路。柳云能看到水潭那边虽然也有路，可宽得很，水里还有数不胜数的凶兽，想要过去是极难的。对一般探险者来说，确实是死路。原来一路上沙雕的机关都是为了麻木来人，太过小心翼翼，根本掉不下去。柳云若有所思，总感觉学会了什么。另外一边是陆冲跟上的属于沈丞相的一批人，队伍看起来很庞大，有30-40人，但人员配备不够纯。里面有清国公的人手，2家合体探险，虽然都不懂机关，可协调好了，还是很少减员的。能做暗卫的人，轻功绝不可能差，很多突发情况轻功都可破，因为够快。陆冲没有急着出手，若是不能一网打尽，这些人肯定分散了，那才要累死个人。不知道这群人是不是泛火属性，这条路的机关大多跟火挂钩的，射出来的箭矢都带着火，什么火球、火坑、火焰潭的层出不穷。一旦沾上，只要救治的及时，也不至于立刻丧命，所以不易减员。陆冲一个人悄悄跟在后面，只要前面的人将机关触发，他被当成一伙的就特别安全。然而做机关的人也有想法，有些机关是顺序激发的，第一波人经过只触发一样，等第二波人经过又触发别的，简直密集打击。柳云只觉得这天晚上大量的经费在不停燃烧，亏得长公主用了好几年来布置。经过一个密室，陆冲回忆起地形图，眼睛微亮，趁着前面的人在度过机关，直接找到开关，开门闪了进去。密室里没有别的，只有一桶桶油，也不知道是留在这等着吃，还是本身就是机关的一环。不管怎样，陆冲现在有用。
将长长的绣春刀背在背上，陆冲徒手携带了2大桶，一路跟随，趁着敌人经过一条小的通道时，陆冲将2桶油给扔了出去。突然这么狭窄的通道，必然有坑，不知道是谁踩中了什么，原本夯实的地面突然就塌了，下面是一条火焰沟，有人差点掉下去，又被小伙伴救了起来。结果还没松口气，后面一道劲风袭来，有人被撞飞，硬生生的砸向火焰沟。生死潜能，掉下去的人烫脚烧屁股的跳了起来，硬生生靠着2边土墙，像猴子一样左右蹦跶着往前。眼见这种办法可行，胜利就在前方，背后突然又一股劲风袭来，逃窜的几人有些震惊，敌人这妖牛吗？这样也能到后背来了？难不成小伙伴都团灭了？借着踏力，身体极限一扭，眼睁睁瞅着一个庞然大物飞了过去，砸在地上，木桶解体。还没看清桶里流出来的是什么，一道火焰砰的窜了起来，直达顶部。一直跳窜的人根本没有地方落脚，更是停不下来。最前面的2人就那么直接冲进了火焰里，惨叫一声，变成火人落地，哪怕已经到了对面满地滚，也无济于事。砰！在众人震惊的当口，后面也砸了一桶油，然后火焰窜起来，将所有人堵死在火焰沟中间。本以为坚持一下没油了，火焰自然会减小，万万没想到接二连三的大桶从火焰中飞过来，全部破碎，火焰越来越大，不可躲避。见状，柳云早就撤走了，这样的死状没好到哪里去，他还承受不住。有了太后一系的高手捣乱，加上地下军的暗算，很多人注定了有来无回。经过最开始一批的疯狂折损之后，也有人慢慢恢复了清醒，不少人都反应过来这里可能有守墓者，警惕起来，这掘墓的就开始反抗了。江湖人和暗卫的单人武力值向来比军队高很多，双方短兵相接，便都有了伤亡。一时之间，偌大的地下世界打得火热，永耀王朝小队进展非常快，居然第一个找到那将军所在的地盘。打开石门，像个练武场一般的庞大石室，周围挂满了火把，灯火通明。那将军坐在上首，仔细地擦着长枪枪头，听到动静，抬头看了一眼，客人来了，有失远迎，随便找个地方坐吧。见状，阿梅退到了主子身后。蓝衣女子瞳孔放大，正想说什么，却看青石氏一步一岗，气势凛然，咽了咽口水，不敢再开口，扭头看向冰冷的男子。男子依旧没什么表情，抬脚往里走，真的找了一张凳子坐下，看着面前的桌子，上面还有酒壶和酒杯，就是没有下酒菜。蓝衣女子有些心慌，让婢女搬了凳子，坐在男子旁边。其他人将主子围在中间，警惕着四周。将军抬头看了一眼，讥讽地笑了声，没有再开口。石室内实在太安静了，蓝衣女子左看看，右瞅瞅，很难安心。这些都是西洋郡主的守墓人吗？这么多人？冰冷男子抬了抬眼皮，第一次开口，声音清冽：“不是。”蓝衣女子呆了呆：“啊，不是什么？”男子看着将军那仔细擦枪头的动作，不是守墓人，私军。蓝衣女子震惊，长公主居然敢养这么多私军。男子：“算了，不想说话，不想解释，解释起来没完没了。”那将军听见了，却没有其他动作。蓝衣女子汗毛抖竖：“他在干嘛？”男子：“等人。”蓝衣女子条件反射：“等什么人？”又一次没人回应他，诺诺的不敢随便开口。在这样诡异压抑的气氛中，当陆冲来到这间石室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江湖4大世家、朝廷各大势力，还有8大望族暗中派来的人，江湖势力等等，第一次这么齐。在石门打开的瞬间，所有人都看了过来，场面寂静又诡异。陆冲得了柳云的通知，很清楚这里有什么，一张脸没有其他表情，而是自顾自地找了个角落，淡定地坐了下来。大小乔等小伙伴已经来了，不过不太清楚那将军要做什么，彼此默契地装不认识，方便若有个万一好策应。又过了1刻钟，那将军突然放下心爱的长枪，站了起来：“还没有来的就不等了，子时了，大家能聚在一起是缘分，不妨直接点。你们都是来找藏宝图的，拿了图便滚，别打扰了死者安息。”第190章人间迷惑行为。将军的声音又凶又狠，带着煞气。又在地下，虽然人多，可说什么死者安息，总觉得有一股凉风吹过，不少人都觉得窒息，有点阴森森的。若不是在场的熟脸很多，连4大家族都是家主亲自带队，他们都要怀疑是不是做梦或者被鬼捉了。一想到西洋郡主或许就躺在隔壁，根本没法淡定。柳云若是知道他们的想法，一定会告诉他们，现实比想象更加恐怖。西洋郡主不是躺在隔壁，而是坐在他们头上的，死不瞑目，整理过的仪容都非常可怕，而且那样的视线好似一直盯着他们的，都颤抖吧。不过将军直接说起藏宝图，还是让很多人惊了，包括主导这一切的柳云。
这里真有藏宝图？很多人都对线索将信将疑，毕竟那是未解之谜。藏宝图，长公主到底抱着什么样的想法，才会用来给女儿陪葬？难道长公主会不想找宝藏了吗？传承给后人，说不定有一天就得到钥匙，拿到宝藏了呢，不香吗？将军这么直白地说藏宝图就在这，反而觉得怪异。众人面面相觑，南宫权作为武林盟主，率先开口：“这位将军说的是，我们并无意冒犯死者，只不过藏宝图关系重大，可不能埋在这地下不见天日啊！若是拿到藏宝图，我们必然退走，不会做有违天和之事。如果不用掘墓就能拿到藏宝图，很多人都愿意离开。之前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守墓人，能沟通，谁还拼命啊？”刚刚不少势力都损失惨重，甚至无人注意到还有几方势力已经团灭。这毕竟是对方的地盘，拼起命来，加上神乎其技的机关术，他们讨不了好。柳云一脸狐疑，难道仅仅只是虚张声势？那有什么用呢？这些人不拿到藏宝图，岂会善罢甘休？将军冷哼一声，掏出一张羊皮图，引得所有人眼睛都直了，一个个死死地盯着，手中握紧了武器。藏宝图就一张，谁要？南宫权目光灼灼，老夫可带大家先保管，不过得确认真伪。玉班只要是都能有假的，藏宝图也可能。听到这话，蓝衣女子有些坐不住，正想要据理力争，却被冰冷男子一手压了回去。等，这么多人强出头，他们这点人自保都难。现在可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他们说永辉皇朝的宝藏就该属于永耀王朝，有什么证据？只要确定这藏宝图是真的，知道落入谁的手中，他们可以从长计议。蓝衣女子撇了撇嘴，还是听话的坐了下来。远程吃瓜的柳云一脸可惜，这些人竟然被将军镇住了，可还行？他就希望这些人能闹起来啊！不过可以再看看，这将军若是为了活下来，为了化干戈为玉帛，何必等到现在？直接将战场限制在地面上不好吗？而且用一张假的藏宝图可化解不了现在的情况，确定不会激发矛盾。太后觉得这将军除了找死，完全是人间迷惑行为。果然，将军嘴角勾起，极为爽快地将藏宝图扔给南宫权。没见过这么干净利落的，南宫权愣了愣，才低头一看，羊皮的触感是对的，可上面的画奇奇怪怪，非常粗糙，更没有那玉扳指钥匙的图案。仔细一瞅，南宫权一口老血涌上喉头。马德，上面居然画了一头猪，表情还特别狰狞。柳云，这将军真会玩，只怕堂堂南宫家的家主第一次被人如此戏耍内涵，气血都上冲了，看脸都姹紫嫣红了。见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将军嘴角的笑无比残忍，直接挥手下令撤。众人一惊，抬头就见将军和在场所有守墓人都已经退到了石门后，石门正在缓缓关闭。卧槽，耍我们呢？有人直接口吐芬芳，让我们在这等了这么久，难道只是为了将我们一网打尽？这人好深的城府。众人惊奇，可才发现他们背后先前有人站岗，距离石门都挺远的，现在扑过去也来不及了。就在群起愤慨的时候，唯一有反应的是陆冲，因为所谓的藏宝图就在他身上，正想找机会放入陪葬品中，坐实了外面的传言，自然知道将军拿出来的是迷惑人的，所以陆冲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将军的行动。见他和自己人开始从最近的石门离开，陆冲就冲了过去。因此在所有人眼中，陆冲突然出现在石门前，铮的一声抽出绣春刀，内劲外放，一刀斩了过去。还在石门边的小兵都死得惨烈。将军猛然回头，长枪瞬间势不可挡地刺了过来。陆冲横刀格挡，两人瞬息交手好几招。不过陆冲的目的不在杀人，第一时间想毁坏要关门的石门。谁曾想那石门坚硬如铁，尽数挡下他的招不说，连那将军的招都吃了，也毫无损坏的迹象。眼见情况不对，陆冲立刻放弃石门，直接闪身，在石门关闭的前一秒跑了出去。大小乔等人也知道藏宝图在陆冲那儿，但是他们分开行动，就不太清楚陆冲到底有没有将藏宝图放好位置，又怎么被将军拿到了，所以也跟着愣了愣，就晃神一刹那便失去了先机，加上距离石门太远，又不愿意暴露太多实力，就一同被困在石室里了。对他们来说，留下来才能观察这些人的情况，掌控事情的走向。而且他们丝毫不担心真的会被困死在这里，主子都看着呢，若是真没办法出去，主子肯定会派人来救他们，何况他们也不怕死。于是最淡定的就是太后一计了，其他人都忍不住到处敲敲打打，想要找到石室门的机关。蓝衣女子看了看阿梅，没有特别惊慌，哥怎么办？白等了这么长时间，居然只是为了将我们困在这里。冰冷男子依旧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南宫权的脸色，眼底划过一丝失望。他已经知道
这藏宝图是假的了。南宫权重重的喘了2口气，眼睛泛红。这藏宝图是假的，你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虽然很想一把撕了泄愤，可南宫权还有理智，克制到手抖，将藏宝图给了旁人。别人没看见，他若是毁了，可背不起这口锅。其他3大家主率先摸到藏宝图，只看了一眼，面色铁青，犹如扔垃圾一样扔给了别人。可恶，可恨至极。第191章，这能行吗？原本还觉得南宫盟主的反应有些奇怪，第一想法是这人莫不是想私吞，为啥这么快能确定是假的？亲眼看过之后才知道有多假，藏宝图绝不可能长成这样。好好的羊皮图让过于气愤的人撕成了碎片。那将军摆那么大的阵仗，竟然只是为了将人聚齐。此时此刻，除了寻找出路，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终于有人摸到了奇怪的活动石块，顿时大喜，在这呢，我找到了，找到了。闻言，无数人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疑惑。就这？那将军费心费时的将他们困在这里，真的这么容易就打开了？阿梅和不少人反应快，脸色一变，立刻制止，有危险，不要动。然而那人立功心切，也更想离开这里，第一时间就扭动了石块。所有人都听见咔嚓一声，仿佛有齿轮启动，一股凉意让众人立刻戒备。谁知一阵水流咕噜咕噜声传来，突然四周顶部犹如泄洪一样，水流如注，冲击的人都站不稳。所有人这才发现，偌大的石室竟然关得住水。水流大，面积宽，四面八方都在出水，仅仅愣神的功夫，水已经淹没了鞋底。难道那将军只是想淹死他们？这么简单粗暴的吗？唯有远程吃瓜的柳云脸上浮起震惊，快速写下一行字，招来小五让他送了出去。石室内的人还在迷茫，水淹，这能行？就算陆冲刚刚已经给大家演示过这墙壁的坚韧程度，他们合力也不容易破坏，可出水口那么大，他们不能逆流而行吗？就在众人面面相觑，觉得将军可能脑子秀逗了的时候，异变突起，有什么东西顺着水流啪嗒一声掉了下来。哎呀！立刻有人惨叫而起，显然被水中的东西袭击了。这仿佛是一个信号，墙上的火把逐渐熄灭，啪嗒掉下来的声音越来越密，一种恐惧在石室内蔓延。原来那将军的杀手锏在这里，原来那煞星根本就不是善茬，还以为能有什么良心。大乔瞳孔地震，这玩意儿他见过呀，之前追击启王的人不就是掉入那个水潭里，所以那水那生物还能被渡到这里来。天啊，鳄鱼，好多鳄鱼，这地下怎么会有鳄鱼啊？好痛，救命！趁着火把还没有全部熄灭，有人慌乱的动手，才发现鳄鱼皮有多坚硬，寻常的宝刀宝剑都无法对其造成太大的伤害。内力七透体倒是可以击杀，但是消耗特别大。天知道这水里有多少鳄鱼，能坚持多久是个问题，而且出路还没找到，时间一长，这水就能漫到顶，到时候别说击杀了，光是呼吸就能憋死一大片。这是何等的绝望！关键时刻，熟悉和信任的人都凑到了一起，组成了小团体对抗。大部分人都在害怕的无差别攻击，瞬间乱战而起。随着火把一点点熄灭，视野越发狭窄，恐惧压力如影随形。很多人都意识到，可怕的混乱还在火把彻底熄灭后，到时候根本不知道谁在攻击。小团体都退到了墙边，至少护住背后。太后一系的人悄悄凑到了一起，这种时候没人关注到他们。大乔弹起了琵琶，音波击向了石门的缝隙处。与此同时，小乔的扇子也扔了过去，打在同一地方。然并卵，石门连灰都没掉。柳云看得无比诧异，这什么材料？两大绝世高手合击居然毫发无损，若是用来修堤坝，还要什么水泥？南宫权等人仿佛得到了启发，跋涉的过去做了个记号。大家看过来，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打一处地方，一次不行就2次，两次不行就3次，总有机会出去的。单纯的水暂时还不可怕，可怕的是数不胜数的鳄鱼，简直杀不胜杀，还在不断掉下来。为了活命，众人响应了南宫权的号召，跟着口号对标记进行了攻击。这下石门终于有了震动，众人禁不住看到了希望。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最后一根火把彻底熄灭，石室彻底陷入黑暗。南宫权还想继续计划，可一次过后，不少人被误伤，在惊恐中人心瞬间就散了，不少人又乱战成了一团。刚刚升起的希望瞬间破灭，石室内打斗不休，蔓延着绝望。冲出去的陆冲也没好到哪里去，他得一个人面对敌人的千军万马。那将军交过手，自知不是陆冲的对手，撤得很快。无数小兵堵在路上，就算站着让陆冲杀，杀到手软也未必能杀进。通道出去就是岔路，一群人分散逃，
陆冲只能选择一条路追击，误打误撞的竟然到了西洋郡主的主墓穴。面对西洋郡主的瞪视，陆冲灵光一闪，从怀里掏出装葬宝图的锦盒，放在供桌上，转身出了主墓穴。陆冲便接到冲进怀里的小五。这两只杏鹰都不喜抓什么东西，总喜欢要抱抱。看了信，陆冲循着记忆绕到了石室大门口，有目的的搜寻起来。很快，陆冲打开了石门，泄洪一般的水流滑地冲了出来。陆冲连忙飞身上墙，站在高处看着水流走。很快就有人和鳄鱼被冲了出来，有死的，有活的，还有半死不活的。陆冲眼睁睁地看着有人出来后，身上还挂着活蹦乱跳的鱼。这是一条猝不及防的生路，里面的人已经生死一线，很多人都是被动被冲出来，很快都是一副劫后余生被救的样子。石门打开，疯狂注入水的通道就关闭了，石室内的水不断流出，渐渐的就有人走着出来。这位兄台，是你救了我们吗？请受老夫一礼，等出去了务必来南宫府，老夫定当扫榻相迎，尽心感谢。南宫权对陆冲做了个揖。陆冲扬了扬下颌，本打算离开，却突然顿住说道：刚才在下发现了西洋郡主的墓穴，里面有不少箱子，或许有盟主想要的东西。柳云也看得出南宫权是之前发现了陆冲是高手，这才表明了态度。馅儿饼已经喂到嘴边了，这些人若还不会吃，他就要头疼了。所幸接下来的发展没有出乎意料，南宫权等人发现陪葬品，自然也能找到陆冲放好的藏宝图。也总有些人不安分，看上了那些价值高昂的陪葬品，不仅想占为己有，还因为亲朋好友死在石室里，对西洋郡主心生怨怼，就想拉出来鞭尸。第192章黄雀在后。这样的行为自然惹怒了将军，双方立刻爆发了战争。见状，太后一系的人已经在撤退了，因为石室内其实已经折损了不少人，等这场大战打完还会折损一部分，加上藏宝图已经顺利交接，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再留下不过是多要一些命，已经不能影响什么。柳云将技能拉回地面上，才发现外面竟然还有一队人在埋伏，死死地盯着山洞，明显要做黄雀。居然有人没有进去，那他们知道东西在谁手上，到底的没得到？柳云纳闷，难道是要一网打尽？他发现这批想捡漏的正好就是贤王的人，还是贤王亲自带队？莫非这些就是暗龙卫？柳云想了想，通知了陆冲等人，免得出来被打个措手不及。收到消息，陆冲就没急着出来，而是等小伙伴都汇聚过来才一起离开。奇怪，这山洞里莫非还有鸟窝？贤王仰着头看天，悠哉悠哉的，本王怎么看到好些鸟飞进去了？夜色太暗，他只看到带翅膀的，并未发现是鹰。而且现在送信都是信鸽，几乎没有用鹰的，太难训了，所以也很难联想。王爷，有人出来了。有人提醒，一群人立刻伏地，屏住呼吸，准备动手。贤王也警惕了不少，不要放过一个活口，除非拿到藏宝图。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很残酷。陆冲等人一出来，大小乔打头阵，大乔的音波直接范围攻击，小乔折扇到处乱飞，很快就确定了躲藏人的方位。陆冲带领着其他人立刻杀了上去，因为知道可能是暗龙卫，所以几乎没有留手，用最狠的招下死手。一开始就在场面上占了上风，对方人数更多，居然堪堪抵挡住了。贤王吓得被尽师护着往后撤离到安全地方。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知道外面有人？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他。柳云全神贯注地看着高手过招现场，面对陆冲等人的突然攻击，暗龙卫竟然能抗住，这等实力果然不是三大辅臣长公主之流能比拟的。这些人配合极好，很懂得以伤换命，哪怕实力不如陆冲等人高，可也有好几个绝世高手带着一群一流巅峰，用人数换取暂时的平衡。所以说想简单粗暴的靠杀很难啊。哪怕暗龙卫的实力稍有不如，可真的不要命的时候还是能拖住人的，有那时间目标早就跑远了。绝世高手都有自己的保命绝技，就算后期对前期想要短时间内杀死也不容易。一群暗龙卫心底更是震惊，这是打哪儿冒出来的高手小队？全是绝世高手大佬带4个一流巅峰，这是什么配置？最可怕的是那4个一流巅峰越打气息越不稳定，明显是突破之兆。突破也可以成批的，全员绝世高手可还行？王爷，不行，都是绝世高手，时间长了我们的人怕是扛不住，王爷还是先退到安全之处，再从长计议。进士着急地说道。贤王瞪圆了眼睛，自从拥有了暗龙卫，他还是第一次受挫，有些难以置信，真这么厉害？他们都是什么人？进士摇了摇头，不清楚，但是真的很厉害。王爷，没时间犹豫了。贤王最是惜命，当机立断撤退。主子一走，
暗龙卫也要跑了，陆冲等人倒是没有赶尽杀绝，该试探的都试探的差不多了，用不着浪费力气。等敌人纷纷撤走，陆冲刚刚收起绣春刀，扬手就接住扑过来的小厮，眼底闪过一丝无奈。主子的这两姓殷都什么爱好？主子说启王的兵马来了，很快就会包围这里，我们赶紧离开。陆冲扫了一眼小伙伴，怎么不见李大白？小乔扭了扭头，他好似还没有出来。陆冲握紧纸条，内里一吐，直接碎成粉末。算了，让他玩吧，我们走。几人几个起落，直接消失在林间。刚走不久，一队整齐的军队就布置了哨岗，将入口看守得密不透风。柳云一脸可惜，早知道启王的兵来了，就先放过贤王了。不知道这王见王会是怎样的场景。贤王的行踪暴露，肯定很好玩。想要搞贤王的，可不止太后和皇室，3大辅臣跟贤王也不是一条船上的。启王的兵将弓弩都带来了，几乎出来一个逮一个，搜身逼问等等，一定要确认对方没有藏宝图才肯放人离开。官方的人就可以这么无理了吗？莫名其妙搜身就算了，男人还好，女人你们也要搜？你们难道不是要占便宜吗？还有没有点礼义廉耻？带兵的首领冷笑一声，挥手让属下带了几个婆子上来，这下女人可以搜了吧？众人，这黄雀准备的如此充分。柳云赞赏的点了点头，这人带兵好歹是用脑子的。不过看看贤王的暗龙卫，再看看启王的兵，太后酸了。如果这些势力都还属于皇室，哪来这么多事儿？柳云愤然，立刻将消息传回帝京，让周晨和林子凡想办法搞启王一波。启王私自调军，必然是帝京附近军营的，只要够快，应该还能找到证据。就算摁不死启王，也要让他吃一顿挂辣。慢慢来，总有将强推倒的一天。几乎都被守在外面的军队惊呆了，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官府插手了。那旁人还玩什么？南宫权等人出了山洞，看着仔细搜身的军队都傻眼了。他们忙活了大半夜，难不成要给人做嫁衣？诚然，他们仗着个人武力或许还能逃脱，可军队代表朝廷，代表云昭皇室，这一逃恐怕就要上通缉榜了。他们都是家大业大的，人丁兴旺，就算找到宝库，拿到宝藏也不值得了呀。这些人都被朝廷的兵马给镇住了。李大白喝了口酒，眼神一闪，盟主若是信得过在下，不妨将藏宝图交给在下，定然安稳带出去。按照柳云的意思，藏宝图自然要给武林盟主，既有了宝库秘钥，还能率领群雄。如今永辉宝库的消息已经不是秘密了，4大家族必然不能悄然寻宝，最好是能将这些危险的江湖人都带走。找到宝库要怎么玩，是他们自己的事，所以藏宝图肯定不能让当兵的收了去。南宫权吸了口气，刚才在石室内还得多谢李兄弟相助，如今也无计可施，老夫自然相信李兄弟。说着，南宫权将锦盒给了李大白。李大白轻笑一声，也不在意南宫权究竟如何想的，将羊皮图折起来，直接塞进了酒葫芦里。第193章，一群猪队友。看到这一幕，4位家主都震惊了，差点没叫出来。这羊皮水火不侵，可酒能是一样的，万一出问题，岂不是白忙活？可李大白动作和表情太过理所当然了，仔细的将羊皮图卷成桶状，竟然就那么塞了进去。再想拒绝，已经晚了。这些人的表情不够自然，被搜身的小兵逮着一顿摸索，仔细的可怕。若不是那小兵冷着一张脸，神色非常严肃，他们都要怀疑这人是不是在吃豆腐了。4大家族的人好不容易过去了，终于轮到李大白，一群人都忍不住回头，神情莫名。最淡定的反而是李大白，手拿着酒壶，摊着手，仍有小兵从头检查到脚。不多时检查完毕，那小兵还不放过他，因为4大家族的人眼神太诡异了，而且情绪特别紧张，明显是害怕他发现什么。他虽然只是一小兵，可不傻不瞎，能察觉不到什么。你酒葫芦拿来！4大家族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少人已经摸上了武器，得做最坏的打算，若是真的暴露，就只能硬闯了。然而他们一动，周围的冰刀剑就铮的一声出鞘，对准了过来。那小兵冷哼，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要造反吗？造反2个字太沉重了，压得所有人不敢乱动。李大白轻笑一声，抖了抖衣袖，冲前面翻了个白眼。这群猪队友，东西不在他们身上就不能表现得自然点。算了，本来也没指望他们有这样的反应，也在预料之中。还好他早有准备。李大白坦然地伸手将酒壶递给了那小兵，小兵狐疑地接过，认认真真地检查了里里外外，毫无所获。4大世家的人从警惕紧张到群脸懵逼，眼睁睁地看着李大白拿回酒壶，施施然走了过来。李大白轻笑一声，还拔开酒色喝了一口，眉眼满足。有小辈儿震惊过度，
迫不及待就想问，被李大白一个眼神警告，唇也要有个限度，这是说话的地方吗？生怕别人不知道咋地。人群里的长辈都反应过来，连忙约束小辈，一同往远处走去。众人连夜奔袭，差不多到了新渠县县城外才停下来。咦，那个姓李的酒疯子呢？怎么突然不见了？卧槽，他不会带着藏宝图跑了吧？不应该啊，他有藏宝图没有密钥也打不开宝库，这么招惹整个江湖有什么意义？李大白的声音突然从后方传来，哼，还算有点脑子。李某要这藏宝图干啥？倒还不如南宫盟主给李某几坛子流霞露。听说南宫家的流霞露1月得1杯，10年才能装满1坛，可是天下4大名酒之一，李某仰慕很久了。当然，这种说法带着夸张，至少多几个杯子也可以同时凝酒，主要形容流霞露的珍惜。看到这里，柳云终于知道李大白在玩什么了，原来是惦记着人家的好酒。南宫权一愣，笑得一脸肉堆气。好，李兄弟不仅帮了大家的忙，对老夫还有救命之恩，不过区流霞露不敢言说管够，让兄弟喝一顿饱还是可以的。主要还是产量低，平日里若非大事儿或者接待重要人物，根本不会拿出来。不过相比藏宝图，这要求都不算要求，有条件讲就好，否则他还担心此人有别的目的。李大白满意的笑了笑，在众人殷勤的眼神中拿出酒葫芦，直接捏碎了取藏宝图。因为放进去的时候是桶状，可进去后就散开了，倒可倒不出来。看见藏宝图，众人一颗心才算落地。濮阳兴颇为好奇，李兄弟，为何那小兵用光照了里面都没发现？李大白拍了拍衣服，看着地上一脸可惜，都没了，何必再提？反正在下将藏宝图给带出来了不是？李大白可惜洒掉的酒，那可是出发前让主子赐的御酒啊，口感已经很好了。落在旁人眼里，还以为他在可惜酒葫芦。对于好酒之人来说，酒葫芦可能比武器都重要。濮阳兴沉吟，李兄弟，你若告诉我办法，我就将濮阳家的一尊玉葫芦赠送给李兄弟。那东西用来盛酒，可长时间保存酒的口感，越存越纯。濮阳家主总觉得这样的方法值得学习，若自己也能暗度陈仓，可以获得不少好处啊。李大白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很心动。说实话，哪种酒不是越存越纯的？不然还分什么几年份的？再纯，有主子在黄国寺发现的酒高纯，何况以他喝酒的速度，怎么可能存得住？不过人家抛出了诱饵，多少给点面子，这么大的玉葫芦，那肯定也值钱。而且众人虎视眈眈，他若是不说清楚，恐怕没那么容易离开。李大白似笑非笑，在众目睽睽之下，又从宽袖里拿出一个一模一样的酒葫芦，这就是办法呀！不过是利用人的心理盲区罢了。南宫盟主，在下改日再叨扰了，希望能尝到流霞露。说着，闪身消失在夜色中。濮阳兴愣了愣，等等，他有几个酒葫芦？那其他的酒葫芦是怎么瞒过小兵的？那么大，身上怎么藏？到底是利用人的心理盲区，还是眼睛盲区？南宫权叹了一声，别闹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李兄弟能提醒到这种程度不错了，谁让我们自己事先没准备？濮阳兴眼神一沉，他付出了那么大一个玉葫芦，就这，一般人身上会带这么多酒葫芦吗？真不愧是酒疯子。其实这只是一个巧合，李大白担心进入地下短时间内结束不了，所以多带了一个酒葫芦。当时将藏宝图塞进一个葫芦里，趁大家不注意，让刚送完信的小厮帮他带出来了。给小兵检查的酒葫芦本来什么都没有，刚才他消失一会儿，自然去取酒葫芦了。说穿了很简单，只不过他们没有2个酒葫芦，也没有小厮，自然做不到。等李大白回到院子，柳云很好奇，天下4大名酒是什么？也就李大白了，居然连这都已经了解到。李大白轻笑，南宫家的流霞露，江南盛家的忘吟诗，以及失传的般若酒，核对月赏。柳云一愣，般若听起来像佛家的。李大白点头，对，以前的佛家并没有禁酒如此严格，素酒也是可以的。有大能者为了追求口感，就研究出般若酒，震惊天下，列为4大名酒。可能就是太好喝了，因为酒出了很多事，佛家就严格禁止了。久而久之，般若连配方都消失了。第194章，别急，让他等着。柳云眼睛一亮，那黄国寺地下发现的那批酒膏，有没有可能是般若？若是，他就能从小发一笔到大发一笔了。李大白眼睛瞬间盛满星辰，不清楚，得仔细瞧瞧。大乔轻笑一声，主子，说起酒，大白可有劲了。对好酒的人来说，一辈子能够尝遍4大名酒，都能死而无憾了。还好，藏宝图总算给了南宫权，下一步应该会组织人手去寻宝藏了吧？这一晚，各大势力都损失了不少人，需要时间回血。柳云点头，不过
永辉宝库只怕还不一定有这里危险。按照当初的紧急情况，若非永辉宝库是早就准备好的机关密地，永辉的末代皇帝和墨家人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布置机关。而且末代皇帝是想子孙再起的，宝库的机关太可怕了，难道是想自己断子绝孙吗？当然，若那是一个早准备好的地方，机关只怕不俗。毕竟当初墨家鼎盛，怎么也比传承到现在的灵性继承人懂得更多。小乔笑嘻嘻地扇着扇子，主子，南宫权既然得到了密钥和藏宝图，之后的武林大会应该就会组织往宝库出发了。若是无事，到时候我们也去凑凑热闹，顺带看看那宝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柳云轻笑，暂时没什么事儿，宇宙洪荒4个也在突破了吧，加上天地玄黄8个也够做事，你们想玩就去玩，顺便帮我看看那宝库。行动的人多，肯定瞒不住，到时候朝廷势力8大望族也会派人过去，你们尽量让他们少得到一些就好。不过这事儿只怕还有波折，别忘了永耀王朝的人已经赶了过来，他们自认为宝库都该是他们的，又岂会甘心让旁人分了去？柳云将技能再度放了出去，兴奋地看到永耀王朝小队出来，遇上搜身差点打了起来。对于身份高贵的蓝衣女子和冰冷男人来说，启王的人那般搜身就是一种侮辱，哪怕他们没有表明身份也受不了这气。就在他们隐姓埋名不怕通缉的准备硬闯之际，启王的人收到什么紧急消息，只好就那么撤退了。柳云能看到是地京传来的消息，让他们尽快返程。按照原定计划，启王的人不仅要找到藏宝图威慑江湖人，还要收编地下的那支兵。不曾想被柳云暗中插一脚，只能匆匆来再匆匆离开，忙活半晌什么都没捞着，倒是便宜了永耀小队，运气真不错。柳云撇嘴，有些人的好运比他的锦鲤体质还玄幻。至于地下那支兵，将军的单兵武力值不过刚到一流，跟众多高手对战起来没有太多优势。而且那些江湖人也发现了对付将军的筹码，那就是西阳郡主的遗体。只要将军不藏起来，无法利用地下机关来辅助杀人，很快就被那些江湖高手制服了。将军一心求死，自然不会被俘虏，在众多江湖高手面前自杀了。死之前，他下了最后的命令，让那支兵还活着的人都躲起来，不要再恋战。虽然几万人，可地下溶洞太大了，这批人对地盘也熟，有心藏起来，这些江湖高手也没办法。而且这些江湖人是为了藏宝图，更或者陪葬品，没理由冒着机关的风险去追杀小兵。慑于将军死前动陪葬品就不死不休的威胁，除了一些小偷摸带走的几件陪葬品，几乎都保留了下来。等这些江湖人离开，地下兵将入口封死了。柳云笑了笑，也不打扰他们祭奠他们的将军，等风头过来再来收拾他们。主子，宫里传消息来了。红叶突然跑了进来，神色略微着急。皇上他。柳云眯了眯眼，怎么了？小月子说皇上半夜惊醒，不知道做了什么噩梦，突然就说天亮后也要去避暑行宫避暑，探望主子。红叶说道。柳云诧异，皱眉，胡闹，皇帝出行岂是说走就走了？说明天就明天啊？内务府的众多奴才岂不是要跑断腿了？当初他去行宫虽然提前了日子，可早就开始准备起来，这才不耽误什么。红叶苦笑，对呀，宫里的人都没敢睡了，忙成一团。问题是，主子，我们就算现在赶回去，也不能赶在皇上前面了。柳云眨了眨眼，别慌，我们为啥一定要赶在皇帝前面？红叶愣神，啊？柳云似笑非笑，我又不知道皇上要去行宫，大白天的，我就一定得待在行宫等他吗？就说我一大早去附近考察民情了，若是入夜都赶不回去，就说我考察的高兴，在外宿一晚，更能体验民生。至于我们该干嘛干嘛，该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别急，让他等着。红叶眨了眨眼，嚯，还可以这样？那确实完全不用着急。柳云冷哼一声，伸了伸懒腰，准备补觉，不想理会皇帝在宫里闹什么幺蛾子。而南宫权所在的地方确实不平静，有高手不断在试探，明显想要盗取藏宝图和密钥。所幸4大世家齐心协力，还有不少江湖势力一同保护，这才不惧来人。南宫权烦不胜烦，只好尽快启程回地京。一个精致的院子里，陈阳郡主云向西恢复了男儿身，神情不是太好看。你们确定那是父王的暗卫？黑衣人低头，主子，确定，属下们也是被那批暗卫教导过一阵子的，自然对他们的活动痕迹熟悉。来的人只怕还不少。云向西沉默了，他们倒是不清楚贤王这批厉害暗卫的来历，只以为是贤王培养的。云向西没来得及去墓穴，就发现了贤王的暗卫，为防暴露行踪就退了回来，反而是这天晚上损失最少的。不过
这位在雨夜和强假密钥时损失了不少人，这次纯粹碰巧，没办法参与，他也一直关注着结果。知道藏宝图依旧落入南宫拳手中，气得有些质疑贤王到底有没有来，否则他若出手，说不定就能得到藏宝图了。万万没想到，藏宝图真的在西阳郡主墓穴。深呼吸几次，平复心情，云相西冷着脸，派人盯紧了南宫拳那些人，我们这边准备着，随时跟着他们出发。是，主子。天亮后，柳云打着哈欠起床，收拾一番就准备回行宫。谁知在县城大门口，竟然又遇上了贤王那油腻男。小夫人，又见面了，看来我们还是挺有缘分的呀。贤王高兴地说道，还冲柳云抛了个媚眼。柳云看了看撩起车帘的手，刚才为什么要手贱？他现在想吐行不行？第195章士别3日。谁能想到这油腻男在这？他撩起车帘，刚好被看见，郁闷死了。倒是看得出来，贤王不是有意在这等的，这是一条回地京的路，碰巧了而已。柳云木着脸放下车帘，咱们赶时间就快些吧。年纪大了也没点逼数，真以为自己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啊？到底哪来的自信？红叶听见，立刻驾着马车提速。贤王倒是想追，可柳云摆明了不给好脸色，又没有共同话题，只能暂时作罢。进士不解，王爷，我们不追吗？贤王轻笑，说什么？连人家什么身份什么家庭都没有查清楚，不用急，这条路是去地京的，还会见面的。眯了眯眼，而且这几天新渠县什么情况不清楚吗？要么是高手，要么大有来历，哪有那么多巧合，刚好就在这游山玩水。进士，哦哟，原来你老也知道啊，看你老那么甜的样子，还以为你看见美色脑子已经晕了。谁也不知道进士的内心吐槽。柳云收回技能，冷静地从马车暗格里掏出特色美食补充能量。贤王果然没有表现得那么蠢，属于冷静泡妞型，发现感兴趣的，对方又没有靠山身份，估计能直接上。油腻的试探也是一种试探，若他真忍不住暴露点什么，终究是他得了好处。柳云冷哼一声，贤王，靠装就能得到贤字的人，在先皇死的时候还能坑走暗龙卫的人，就知道不是什么善茬。亏得他一直警惕着人，才没有中他的试探。在太后眼里，贤王比长公主难对付，一来这人长期在自己封地，二来这人有暗龙卫，数量可不俗。三嘛，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男人做很多事总比女人名正言顺的多，事情自然不会如贤王所愿。路过地京，柳云就变成了太后，红叶和青叶也恢复了本来面目，马车和随行之物都换了个彻底。贤王认识的那位小夫人直接消失，即便他派出一些人暗中调查，也毫无所获。柳云回到行宫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那是真的不疾不徐，还未进大门就看见皇帝迎了出来。柳云纳闷了，士别3日，这么想念皇帝，这是怎么突然也来行宫避暑了？也不提前通知一声，哀家在外面看得多了，都没想起要回来。皇帝上前扶着柳云，让他眼皮子跳了跳。母后，儿臣一个人在宫里也无事，就想来母后这儿看看。柳云眨了眨眼，你一个人来的？随行嫔妃呢？文武百官呢？不然你还怎么上朝，怎么处理国事？说着，柳云悄悄打量着皇帝的脸色，最近养得好了，身体健壮了不少。皇帝，母后就不用讥讽孩了，云昭的国事用得着朕处理，就算朕不在，也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朕也想出来清静清静，就不带嫔妃了，也想着母后能早些回去吧。皇帝不着痕迹地打量着母后，内心松了口气。他昨天中午就到行宫了，却不见太后，过了1天1夜还多的时间才见到太后，吓得他不轻，差点以为太后真像他做的那个梦一样，喜欢上一个男人，不要云昭也不要他这个儿子，连太后都不做了，直接消失不见。最近跟诸葛庆学的越多，他越能懂得母后当初的辛酸和辛苦。皇帝真切感受到，只有母后才是他真正的依靠，所以醒来后设想母后真的不管他走了，一颗心就空荡荡的，满身都是慌乱，根本镇静不下来。不亲自过来看看就不放心。这会儿感受到母后身上传来的亲切感，皇帝觉得整个人都暖洋洋的，彷徨了一整天的心终于舒坦了。柳云若是知道他的心里想法，一定会劝告，脑补是病，得治治。可惜柳云这会儿还在奇怪皇帝的反应，莫名其妙中。回到寝宫，柳云觉得皇帝前晚做的梦很关键，决定试探一下。夏天还没过去呢，回去太热了，行宫又凉快又安静，哀家这身子骨都利索了呢。每天晚上睡得极好，许久都不曾做梦了。听到梦，皇帝手抖了抖，黑眸晶亮的看了太后好一会儿，点了点头。母后的身体确实好多了，看来这行宫的好山好水挺养人的。看母后过得这么舒服，
儿臣都羡慕心动，不妨也在行宫待几天，也好陪陪母后。柳云眼皮狂跳，不对劲，大大的不对劲。若他到这个世界，皇帝是这样的，他何至于眼不见心不烦的躲这么远？诸葛庆是治国能臣，不是专业帝师啊，能把小皇帝教导成这样，这妖牛掰。皇儿，你要学习的事情还很多，哪有时间在这里闲晃？云昭还等着你去兴旺呢，怎能如此怠慢呢？柳云开始了皇帝最讨厌的说教，语重心长，后宫还没肃清，内务府不还一团乱？皇儿啊，任重而道远啊，等事情都捋顺了，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说完，柳云眯着眼看皇帝，发现他居然没有反驳，还听得很认真的样子。马德，这才多久没见，居然变得有些不可捉摸了。皇帝喝了口茶，缓缓地说道：“母后还会管臣吗？”柳云眨了眨眼：“你是哀家的儿子，怎能不管？说什么傻话呢？”皇帝撇了撇嘴，眼睛略湿，孩儿以为母后被伤透了心，眼里就只有碧湖了。柳云为何闻到了一股酸味？不至于吧？碧湖是你亲妹妹，怎么耍小脾气了？柳云脸部表情差点裂开，强撑着：“皇儿要知道，没有了你，哀家就不是太后了，碧湖也不能安心做公主了。你是男人，才是我们的依靠啊！”吐血，柳云觉得自己也成长了，这种话居然也说得出来了。皇帝眨了眨眼：“母后，外面好玩吗？”柳云莫名其妙：“还不错。”皇帝小心翼翼：“比宫里好玩有趣吗？”柳云：“特么的，这不是废话吗？”皇儿，你到底想说什么？皇帝鼓起勇气：“母后，外面再有趣，皇宫才是我们的家呀。就算朕惹你不开心了，还有碧湖呢。母后，朕做的不对，骂朕就好了，千万不要直接不管朕就离开。对，还有碧湖呢。”柳云端着茶盏僵在原地，倪眉，他好想将手中的茶盏带茶一起砸向这儿子。得，他已经猜到皇帝梦见什么了。瞧这神色，仅仅只是离开那么简单，不会还有跟野男人跑了这种情节吧？第196章，先下手为强。主要这孩子的心思不难猜，仅仅只是梦到离开，不至于巴巴从皇宫跑到这里来，还特别低姿态的说你骂，尽管骂就成。说到底，他现在是个寡妇，值得皇帝反应这么大的，必然有个野男人。这皇帝的脑子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为什么会突然做这种梦？柳云觉得可能全宇宙的皇帝都多疑又爱脑补，不仅瞎折腾，还穷折腾。柳云满脸疑惑：离开？什么离开？哀家这辈子还能到哪里去？不想跟一个中二少年讨论守寡问题，就先皇那样的，他配吗？闻言，皇帝醒悟过来，略微羞涩愧疚，他在臆想中认定了母后的罪，简直太不孝了。他如何解释得出口？是孩儿想查了，那日朕微服出宫，碰见一青年不顾孝道状告亲娘。皇帝缩了缩脖子，那妇人死了丈夫，二嫁给一个男人，竟然是个赌徒。说红了眼，就将妓女卖去了青楼，还逼得继子做工赚银子，做牛做马供养全家。总之是朕想多了，所以这就是会做梦的原因。柳云深深地看皇帝一眼，气不打一处来，扭头用眼神示意红叶，可不可以把这逆子给扔出去？他一点都不想看到。马德居然暗示提醒他不要耐不住寂寞吗？虽然皇帝可能没想这么深刻，但是他就听出了这个意思，好想捶人。红叶苦笑低头，好歹是一国之君，他就算敢也不能啊。噎了半晌，柳云喝了口茶顺顺气，皮笑肉不笑地说道：“知道想多了就改，后宫国事难道还不够你忙的？若真的太闲，就多给自己安排点功课。你起步本来就晚了，还不知道努力吗？”皇帝惊觉母后可能生气了，不知所措地告退溜走。夜风一吹，脑子为之一清，猛然领悟到自己这么说可能不合适，再回去也不知道如何说，只得回到寝宫。不过见到母后，皇帝这晚上一夜好眠，而在帝京却有很多人今夜无眠。太师府？什么？一个都没有回来？姜太师瞪圆了眼睛，差点心肌梗塞。他只是文臣，要培养高手可不容易，这阵子折损颇多，已经快心绞痛了。是的，听说这次战斗非常惨烈，死了不少人。属下认真的汇报。姜太师一个趔趄，头晕眼花，站不稳，被管家从后扶住，呼吸急促，只感觉眼皮颤抖，嘴唇颤抖，心尖跟着颤抖。早在行动之前，他料到会有折损，但是没想到损得这么厉害啊！姜太师眼神发直，那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不仅全军覆灭，连消息都没传一个回来，未免太惨了吧？不止姜太师怀疑人生，沈丞相收到消息的感觉也差不多。倒是沈夫人冷静不少，这件事掺和的人太多了，我们的人到底不如江湖高手。
沈丞相的人最先都是倾国公帮他培养的，这些年站住脚了，才自己慢慢发展。有什么样的实力，沈夫人一清二楚。沈丞相捂住胸口，是啊，可那是永辉宝库，不说全部得到，只要得一点，就足够我们的人提升好几个档次了。让他这么放弃，怎么能心甘？他不争，姜太师和启王也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他们仨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沈夫人，不是要放弃，而是我们的方式不对。我们不该跟那些江湖人硬刚，宝库都还没找到呢，硬刚没好处。那些江湖人人心不齐，等找到宝库，肯定很难分配平均。等他们内讧时，我们再出手不迟。沈丞相眼睛一亮，夫人高明。这么说，我们现在只需要盯着那些江湖人的行动即可。沈夫人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启王府，王爷孙武有些焦躁地在屋内走来走去，全然没了往日置诸在握的冷静。孙文坐在一旁，眼神漂浮。这些御史难道都是千里眼吗？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调兵消息？这话多少有点火上浇油，让孙武更心烦。启王咬牙切齿，若是让本王知道是谁，定然将他碎尸万段，亏得回来的及时，否则事情就闹大了。孙文眼神一闪，哥，你的意思是军营里有内鬼？启王，有，怎么没有？那么多人，总有些人藏着花花肠子。江湖高手众多，去的人少了，不过是送人头；去的人多了，自然瞒不过所有人。而且寻找藏宝图的人肯定有皇上太后的人，看见朝廷的兵马还能猜不到？启王觉得自己也忒惨了，明面上虽然掌控这么多兵马，可正常时候都不敢随便动用，否则那些狗御史能逮着黑他私自调兵，意图造反。孙文眼睛里藏着无所谓，幸好昨天皇上突然去了避暑行宫，否则这些折子都不一定完全压得住。如今我们得在皇上回宫之前想到一个理由自圆其说，否则给皇室把柄，将兵权收回去就得不偿失了。虽然孙文觉得就皇帝那小样收回兵符也无济于事，实际掌控者依旧是孙家，可架不住小皇帝有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亲娘，谁都料不到太后会做什么，他们可不能冒这个险。看现在掌控权摇摇欲坠的大理寺就知道了，太后只要沾上吞下去了，就绝不会再吐出来，而且总有办法收归皇权。启王吸了口气，若有所思，不如这样，我们主动出击，先下手为强。孙文睁大了眼睛，觉得这位哥哥越来越像个政客了。翌日，小皇帝一早醒来，颠颠的就跑去柳云那儿蹭早饭，引得太后暗中送了他好几个大白眼。小皇帝对所谓的体验民生很感兴趣，旁敲侧击的想要跟太后一起行动。所幸柳云有技能，随便说几句附近的地形，就真的不能再争了。转念觉得，与其留在行宫听小皇帝各种奇葩的脑洞问题，还不如出去让小皇帝多多体验。于是柳云很不怀好意的带着小皇帝去了附近的农地。如今已是农历6月，夏日进入了3伏天，太阳大得很。小皇帝没走多久，汗如雨下，衣衫都湿透了，感觉快要脱水。不过少年的倔强让他一直坚持着，精神以肉眼可见的萎靡，仿佛被风霜摧残过的花朵。第197章，这丫的主动上门了。柳云武功内力越来越高，毫无同情心。内力这玩意儿简直寒暑不侵，区区天气的正常变化，又不是极端环境，完全扛得住。所以太后并不觉得热，心里笑着，一脸心疼，看你热成这样就别出来了，回行宫吧。说着，眼神特意瞄向旁边的地里，有无数平民在顶着烈阳埋头干活，其中不乏小孩子。就这等本事，还要出门体验民生？现在回去好意思吗？皇帝果然提了提精神，一边疯狂补水，一边疑惑，母后，这地里又没有杂草，他们这样子忙活什么呢？柳云暗地里翻了个白眼，典型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过他也不能表现得太懂，否则这人肯定转头就忘。红叶，去请个人过来问问。说着扬了扬下颌，示意红叶去找个孩子。红叶瞬间领会，故意找了个看起来眼神清澈、为人聪明却特别惨的孩子，大约7、8岁，身上全是补丁加补丁，裤子还明显短一截。柳云也不多话，让皇帝自己问去。你可知道大家都在地里做什么？皇帝斟酌了一下用词。小孩眨了眨眼，下地自然是干活呀。这些贵人问的问题都这么奇怪吗？他觉得好蠢啊。皇帝，我是问干什么活？我看地里也没有野草，不用除吧。柳云似笑非笑，莫非在皇帝脑子里，下地除了撒种子，就只有除草这一项了？小孩，前阵子雨下太多，涝着了，需要排水、松土，让土快些干，尽量让粮食不要减产那么多，否则今年就没多少收成了。闻言，皇帝愣住了，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柳云怕皇帝又来个骚操作，
直接赏给孩子银子。众目睽睽之下，这可不算什么好事儿，便让红叶给几个糖果和2包精致的糕点。谁知那孩子不要，反而跪下来磕了个头：“这位夫人，小的可以求你一句话吗？”柳云顿时来了兴趣：“一句话？什么话？”他们隐藏了身份，这孩子不可能知道他一句话多值价。孩子，一句可以让我去私塾读书的话。柳云眨了眨眼，对这孩子陡生好感：“你想去私塾，凑够了束修不就成了？”这孩子是在谋求一条改变命运的路啊！孩子，小的已经10岁了，凑够了银子，附近的私塾也不收小的。说小的这么大了，再启蒙已经晚了，用不着浪费时间。柳云，哪家误人子弟的教书先生？不是每个读书认字的都要考取功名吧？有束修也不赚。孩子见柳云沉默不语，有些着急：“夫人这般富贵，说句话，那些先生不会不听的。爹娘已经给小的攒好了束修，会按时给的。”瞧着，柳云叹了一声，莫名有些心酸。这年代读书难啊，10岁的孩子看起来就7、8岁的样子，只怕真是全家人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攒了一笔。第1年的束修给了，后面呢？难道就只是去认几个字？柳云轻笑：“真的只是因为你年纪大了一点。这教书先生还有放着银子不传的。我给你一个机会，说实话，我讨厌说谎的孩子，可不会帮你哦。考不考科举，考不考得上，对教书先生来说只是一种技巧。大部分成名的先生，所有人也只是关注他教出了什么样的学生，没出头的谁在乎？”孩子脖子一缩，脸色涨红，眼神漂浮：“其实是先生说我太过愚钝，学了2个月，连3字经的一句也默写不下来，不用再浪费银钱了。可我回家后努力学习，现在已经能默写下来了，就是比他们都慢一些而已。”柳云诧异：“资质愚钝？”上下打量着孩子，看起来很机灵，否则红叶也不会一眼选中他了。难道遇见了什么特殊性人才？好，暂且答应你，不过呢，你要通过一次测试才行。孩子以为就是背3字经，立刻胸有成竹：“好的，小的一定通过，谢谢夫人，谢谢。”小的这称呼怕不是从客栈酒肆里学来的，小身板说出来很有些萌萌哒。柳云轻笑：“好，你回家等着，过几日我会派人来找你。不过呢，你要懂得分辨哟，可不能随便来个人，你都跟着走了，小心坏人把你卖掉。”小孩表情略微奇怪，心里纳闷，这贵人的喜好真奇怪。这时代的孩子比寻常更加成熟，理解不了柳云这种逗小孩的语气。而柳云见过相当不成熟的，比如小皇帝，以前没人教，也没经历过太多磨难，小皇帝一直没机会快速成熟起来，这让太后都忘记了，面前这个才算正常小孩。皇帝似乎大为触动，回去的一路都沉默了许多。刚到行宫门口，递进的方向急行来一辆马车，车还未停稳，一个人就从上面跳了下来，踉踉跄跄地扑到皇帝脚边。皇上，皇上，臣有事请奏啊！启王为了显得心急，竟然把自己搞得有些狼狈。皇帝大为震撼，何曾见过威风凛凛的启王这副模样？启王，你这是？柳云侧目，精神一振，这丫的主动送上门来了。咦，是打算先下手为强？所以找好解释的理由了。启王眼角的余光瞄见太后正在看他，禁不住抖了抖，暗骂自己运气不好，这样都能碰上太后。可前戏已经做了，总不能后退重来吧？皇上，微臣是来请罪的。微臣……启王正要一鼓作气的将事情说完，柳云突然打断：“在这大门口做什么？太阳这么大，先进去再说。哀家好热啊！”闻言，皇帝感觉身上的衣服都要烧起来了，也热得不行，连忙走过去扶着柳云：“对，启王先进去慢慢说。”启王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太后分明是故意的。可太阳确实很大，启王用衣袖擦了擦汗，只好跟着进去。一路上，启王诧异地看着这母子俩背影，皇帝和太后的关系啥时候这么和谐了？这么看起来不太妙啊。太后不是一直在避暑行宫吗？都发生了什么？启王的脑子想的有点多，以至于等所有人进了宫殿，坐下喝茶吃水果歇息了一阵，皇帝奇怪地看着他时，他还没有说事儿的样子。第198章就多了一点点。皇帝只好先开口：“启王，你刚刚说什么？你是来请罪的？”眼睛一亮，表情严肃，不知启王做了什么。启王微噎，脑子有些乱。果然刚开始的气势衰了，慑于太后的威力竟然有些不知道说啥。太后神情中闪过一丝戏谑，就等着吃启王的瓜。启王这是干什么了？不过知错能改的态度是好的。启王，太后一开口，他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可话已经开口，强行咽回去是要耍着皇帝玩吗？于是乎，启王小心翼翼地斟酌着用词，自觉没什么漏洞的将事情简单的说了一番。
是微臣的错，想着军营久无战事，唯恐兵将懈怠了训练，便让一队官兵外出拉练了一次，却被人逮着了把柄，说微臣私调军队。微臣惶恐，微臣一心只想多训练，才能保持兵将的好状态和战力，哪敢私自调兵啊？多说多漏洞，越简洁越好。说完，启王还回想了几遍，自我感觉挺良好的。闻言，皇帝满心疑惑，忍不住看了看母后，听起来合情合理，好像也不算什么事儿啊。柳云似笑非笑，就算他不知道内情，这话也能挑出好些毛病来。偏偏他还清楚始末，启王觉得可以忽悠，是想屁吃呢。见皇帝没什么想法，柳云只好自己开口。启王一番为国为民的新天地可见，先捧高点，再摔下来才更痛。这是一件好事儿啊。不过启王这么怕别人参你一本，莫不是还有别的？不知启王这次拉练了多少兵马，又跑去哪儿拉练了？不妨具体的展开了说说。启王脸色一黑，呐呐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为啥太后还能这么理智的直指关键？果然，他要找皇帝说事儿，就不应该有太后在的时候。原本还庆幸皇帝来了避暑行宫，让奏本延缓被皇帝知道，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想理由。可他们忽略了太后在，杀伤力更强。特么的，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启王突然反应过来，悔不当初，这个那个。皇帝再蠢也发现问题了，奇怪的说道：“启王这是不知道吗？”启王一脸憋屈，他哪敢说？调兵1万，这算是拉练，完全超过了某项军中规定。可正常情况他都那么说了，谁还会问拉练了多少？果然，太后才是最恐怖的。柳云似笑非笑，启王难以启口。莫非超出了规定？如果没记错，寻常的拉练不得超过1000，否则视为造反。这本身就是对将领的一种限制，尤其是地京附近，过于威胁的行动都是不允许的。启王面露难色，微臣心急，就稍微多了一点点。马德还以为自己想到了这个理由沾沾自喜，怎么都比私调兵马来的强，都忘了还有这条限制。一点点？柳云一脸不信，怕不是一点点，10倍了好吗？皇帝眨了眨眼，那到底是多少？母后还是那么厉害，开口直指关键。看启王这么为难的表情，肯定有猫腻。启王脸色铁青，嘟嘟嚷嚷：1万！皇帝瞪圆了眼睛，这差的是不是有点远？柳云轻笑，看来启王不是有点急，而是非常急，接连点了10个1000。那哀家就不明白了，启王急着去干什么？外出拉练这种事情不该提前准备上报，然后选定日子，有条不紊的进行吗？为什么会急？启王一脸懵逼，他这才是一着急就暴露了什么？微臣说错了，确实不急不急。这件事情微臣跟其他将领也商量许久了，原想拉练有了效果再汇报给皇上，让皇上高兴高兴，所以就没急着上报。柳云似笑非笑，启王想好了再说话。你的意思是你为了讨皇上欢心，连军中铁律都不顾了？不仅无照直接调走了1万兵马，连这么大的事情还不上报就擅作决定？哼，不知除了启王，还有哪些将领都有参与啊？柳云期待地看着启王，这种时候拉出来为自己作证的必然是自己人，才不担心对方不配合。可这事儿说多少连做多少，搞不掉启王这条大鱼，他拿一群小鱼小虾开刀不过分吧？启王用衣袖擦了擦汗，没有，微臣口误。妈爷，差点又掉进坑里，供出几方人马，损失一个也是损。天知道云昭现在要出一个武将也不容易。皇帝突然有所领悟，生气地拍了拍旁边的高脚茶几。启王，你好大的胆，这么大这么严重的事情你居然擅作主张，那将来还有其他的事情，你是不是也可以随便调动兵马了？启王扑通一声跪地，汗如雨下。天啦噜，皇帝跟太后居然统一战线了，压力瞬间增大。为什么就他遇上了呢？皇上，微臣不敢，微臣一腔赤诚，真的是为了军队着想啊。驻守地京的兵马已经太久没有经历战事，这刀久不磨就不锐。赤诚？柳云被逗笑了。既然如此，你慌什么？迫不及待就来请罪？难道有御史参奏你？那哀家更不懂了。启王一心为国为民，又何惧御史参奏？御史吗？如今还能坐那位置上的，要么已经跟3大辅臣同流合污，要么就特别耿直，能在9重宫死谏的那种。如果这批人非要较真，3大辅臣还是很头疼的。启王私调兵马，那是非常严重了，哪像启王嘴上请罪的那么轻松，不当回事儿。启王一噎，马德，怎么这里还有坑？果然，连姜太师和沈丞相的嘴都说不过太后，他哪有这样的本事？柳云笑嘻嘻的喝了口茶，启王啊，这大热天的，说话能不能爽快点？亏你还是武将出身，叙述一件事怎么婆婆妈妈的？到底是什么情况？还是说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启王，君在上，可不要总是做些欺君的事情。启王只感觉衣衫已经全湿了，膝盖还有些软。明明皇帝也没让他跪，他却总想跪下去。第199章，柳氏疑惑。启王顾不上擦汗，皇上、太后，微臣怎敢欺君？微臣一腔肺腑之言，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欺瞒。太后也知道，微臣出身武将，本来就不太会说话，所以有时候解释起来词不达意，让皇上和太后误会，微臣罪该万死。哟，这还顺杆儿往上爬了。刚讽刺他武将出身，这丫的就拿武将说事儿了，表示有什么说错了也不是本意，而是当初文科没学好就很正常，完完全全给自己准备了一条宽阔的后路。这份思维敏捷，若是用到战场上，何愁打不了胜仗？柳云不明意味地笑了一声，皇帝不由得侧目，用牙签刺了一块切好的西瓜入口，唇齿含香，凉意丝丝。柳云缓缓地说道：“启王这话说得越发奇怪了，云招的武将也是要科考的，不仅有文士，还有武士，不是谁都可以靠军功直接升官为将的。众所周知，启王当初也是这么考出来的。怎么？启王现在说自己只是一介武夫，其他什么都不懂，是在自曝当初考试的主考官给你放水了吗？要扯科举？哟，他太乐意了，他还有关于科举的任务呢，目前还没有发现好的切入点。启王若是愿意抛砖引玉，他给他发几张好人卡。”启王眼睛睁大，脸都绿了。马德，太后真的太会扯了，他自贬自己一介武夫都不成，若是认了，当年科举都可能造假，还能再扯点吗？他都感觉略微蛋疼了。可神奇的是，这逻辑特么的好像没毛病。脑子突然微晕，启王感觉自己快中暑了，看见太后手边的冰镇水果，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有些破罐子破摔。太后娘娘，你到底想问什么？不妨直说了吧。他颓了，他认了，绕弯子永远绕不过太后，胡搅蛮缠也永远扯不过太后。启王也怕自己连续跳坑爬不起来，会把自己方的无辜人士也拖下水。柳云看了他一眼，神情似乎在说，早点这么乖不就好了，非要被虐一番才高兴。然而说出来的话还不是这么回事儿。启王何意？难道不是启王特意来请罪的吗？哀家不过问几句，怎么还问错了？皇帝立刻放下银质的牙签，母后没有错，母后问的也是朕想问的，一直是启王在顾左右言他，好像半点说不到正题。柳云扫了皇帝一眼，哟，还知道当捧哏了，不错，这孩子成长了一大截啊。皇帝眼神瞄向气得发抖的启王，顿觉比吃冰镇西瓜还舒坦。哼，三大辅臣之一也有今天。柳云挑眉，算了，少说那些有的没的，10000人啊，启王，这么多人都去哪儿拉练了？神他妈拉练！既然你要这么解释，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启王觉得内心的火比外面的酷阳温度更高，你们母子俩喝着好茶，吃着冰镇西瓜倒是舒坦，怎么就没想过赐他一份？可怜他没得吃，还要小心翼翼地回答问题，他为什么要来受这样的苦难？太后娘娘也没有多远，就是新渠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毕竟有10000人，行动起来规模小不了，哪能掩人耳目？柳云诧异，用医者的眼光打量了启王好几眼，确认这丫的是不是中暑了？怎么一下子这么坦白？以为不东拉西扯就不掉坑了？谁让他自己做错事的？新渠县？为何去新渠县拉练？柳云似笑非笑。启王条件反射的回答，没有那么多理由，新渠县不远不近，地广人少，还有一些适合模拟战场的地形，很适合拉练。柳云眨了眨眼，顿时明白启王事先想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才能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回答出来。不过启王怕不是以为他一个久居深宫的太后不了解新渠县，也不知道什么叫战场的地形，才敢这么回答。只可惜因为西洋郡主和藏宝图的事情，他对新渠县研究好一阵了，还亲自去过，机会自动送上门，挖坑别手软。柳氏疑惑，新渠县地广人少，奇怪了，户部去年的账本，新渠县纳税在所有县城里都是排列前茅的呀。所以哀家有印象，这新渠县临近地京，地理很好，区区一个县城，人口堪比很多偏远地区的郡城。而且新渠县良田颇多，盛产粮食，大多是一马平川的农地，连山都不高，更多是很难遮掩，地势平缓的平原啊。这要如何模拟地势的战场？柳云见启王汗水越来越恐怖，嘴角微微勾起。当然，哀家不懂打仗，纯粹纳闷，等平远侯回来，哀家得仔细问问，新渠县那样的地势适不适合拉练兵马？启王张了张嘴，将到口的反驳给生咽了回去。你没，他倒是想说太后皇帝不懂打仗，直接忽悠没商量。可平远侯是专业的呀，能够让先皇破例许他豢养3000所甲军的人，能是个假把式？他这边一忽悠，等平远侯回京那日，就是他获罪之时，欺君。
启王整个人都不好了，咬牙切齿：“太后娘娘，具体的是几个将领商量的，微臣仅仅是知晓，没有反对罢了。”柳云似笑非笑：“咦，启王为何这般不专业？启王可是军中好手，当年先皇夸过无数次，没有启王，就没有云昭如今的太平盛世，安居乐业。想来当年启王在皇朝内到处剿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启王眼神都直了，这话浓浓的讽刺和贬低，让他一直认为这些都是战绩的心思无所遁形，羞愧如斯。人家边关的将士马匹裹尸，拓疆护土都不敢自称功劳，他就打打山贼敢自称勋功章。柳云这话直接将嘲讽拉满，启王撑不住：“太后娘娘，微臣是真的没有细想，微臣只是听说过新渠县，并非知道什么情况，这是微臣的失误，微臣自当领罚。”启王话未说完，柳云强行接上：“领罚？不知道启王这样的得领什么罚？军法处置吗？哦，不知道这等情节，军法是怎么处置的？”启王整个人都要炸了。自谦，懂吗？以退为进，说着好听，懂。为啥他刚刚一出口就变成真的罚了？还用军法？太后娘娘这是打算直接几十军棍能打死他吗？第200章，太后很佩服。趁着启王一阵风中凌乱，可能不会说话之际，柳云看了一眼小皇帝，觉得他应该给这孩子表现的机会。谁知皇帝愣了愣，只得求助一旁吃瓜的周晨：“周晨，军中该如何处理？”突然被点名，周晨顿了顿，才说道：“30军棍。”柳云忘了这孩子还没了解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真是机会来了也没本事表现。如何，启王？30军棍领罚吗？柳云眯了眯眼，这人啊，就该说到做到，自谦不代表可以夸张，当放那傻可还行。启王眼前一花，这会儿不用装，是真的狼狈。太后，这平日里口嗨，随意惯了，他怎么想得到太后要他想清楚再说是真的，逼得他要一口唾沫一个定。柳云笑得绝美潋滟：“启王莫不是想反悔了？难道你不是不知道这些将领的行动，只是想替他们担罪？启王殿下还真是关心属下呢。30军棍可不是宫内30大板那种效果。”柳云暗中打量着启王那老胳膊老腿，盘算着30军棍将他打死的可能性。启王呆了呆，瞬间悟了。太后给他准备了2条路，要么承认自己啥也不知情，自领30军棍，反正是他自己说的；要么觉得自己也参与了，一切说辞都是为了给属下分担罪孽，那么就供出一些己方人员当弃子，太后借此顺理成章的了结这事儿。怎么看都是他吃亏。然而事情本来就是他的错，无论如何都得掉一层皮，否则这件事过不去。启王用勉强还存在的理智艰难地思考起来，权衡着利弊。柳云也不催他，淡定地吃着冰镇西瓜和糯米糕点。自从拥有了天网鹰眼的技能，吃嘛嘛香，连这种不好刻画的食物都不用太忌讳，积实了开技能，很快就好。周晨崇拜地看太后2眼，真是深不可测，异地而处，他不见得就比启王做得更好。太后的坑真的让人防不胜防，偏偏又合情合理。第一次现场感受，心情澎湃。思虑间，启王权衡完毕，咬了咬牙说道：“微臣确实不知情，但微臣亲弟自从卸任大理寺卿，一直在家无所事事，倒是跟军中将领来往频繁。整件事定然是他主导的，把微臣也瞒过去了。”柳云睁大了眼睛，启王这是硬生生从中间开辟了一条路来啊！选择保属下，又让自己逃脱了惩罚，硬生生把不在场的亲弟弟推出来承受惩罚，坑弟坑得这么明目张胆，毫不手软吗？柳云顿觉大开眼界，感觉学会了点什么，忍不住侧目，猜到启王并非完全要将孙文推出来当替死鬼，而是想到孙文的身份，那可是孙贵妃的亲爹，皇帝就算不帮他，好歹给孙贵妃一点面子不是？退一万步讲，皇帝没有理由帮忙开脱，那行刑的人也会看在孙贵妃的面子上，军棍都会打得轻一些。而且太后很想摁死他启王，孙文却只是一颗棋子，杀不杀没那么重要。启王觉得他就算练武的体格，真的挨上30军棍，可能会被太后暗算着打死。但是换成孙文就不一样了，太后给孙贵妃面子，也不至于直接打死。即便出现意外被打死了，那也不影响什么，他反而可以借着此事对太后和皇帝出手，争取更多的利益。求生的本能让启王想出了这么个办法，利弊权衡的扎扎实实，却从来没想过孙文那文人书生般的体格，又养尊处优的过了这么多年，怎么挨得住30军棍？柳云眯了眯眼，有些佩服。所以启王一开始就走文官路子，也是老奸巨猾的政客啊，这脑子何曾比姜太师和沈丞相差了？不过这一出却让柳云发现启王和孙文这个弟弟之间的隔阂。
这兄弟俩绝对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兄弟情深，彼此反而非常警惕，各有算计。对很多人来说，30军棍都是要命的事儿，启王推得这么干脆，又何曾在乎过这个弟弟？为了利益，一切皆可抛，亲弟也不例外。哦，原来如此。柳云恍然觉得启王这瓜比盘子里的冰镇西瓜还甜，他倒要看看这30军棍打下去，孙文和孙贵妃跟启王之间还有没有那样和谐。实际上，柳云不是很懂启王的脑回路。孙文难道不比那些属下重要吗？他要的虽然不是一个属下就能接过这事儿，可其他人加起来比得过孙文？莫不是启王觉得孙文挨了打，还能对他这个哥哥没有半点怨言？皇帝和周臣差点窒息，涉及到孙贵妃了，难道要不了了之？启王表情滞了滞，太后娘娘，舍弟到底是孙贵妃娘娘的亲爹，这……柳云抬眸，怎么？启王要求情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是贵妃的亲爹，又不是皇后的亲爹，还能让皇上罔顾法纪，从轻发落，成为天下人的笑柄？闻言，皇帝挺直了背脊，一脸正直，表示那不能，绝不能。现在他看见后宫那群女人就头疼，他们有什么资格让他不顾名声？启王一夜，马德，太后突然这么铁面无私，他想着可以借孙贵妃的名头减轻一点罪罚也好啊。柳云突然一笑，当然，孙贵妃到底是皇上的妃子，这么些年伺候皇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皇帝瞳孔地震，咦，这是要留情了？周臣侧目，总觉得太后这样笑着就没那么简单。柳云，启王，你要知道，孙大人，前大理寺卿为何禁足在家？启王实话，尼玛，他怎么忘了孙文还是戴罪之身啊？柳云啧了一声，突然拍了拍桌子，皇上命他在家反省，他为何还有机会跟众多将领商讨兵马拉练的事情？他只是大理寺卿，不是兵部尚书，他有资格管这事儿？区区戴罪之身，越俎代庖，插手军事就算，竟然还抗旨不遵，将皇帝的命令置于何地？这么没放在眼里吗？启王，他是不是又掉进更大的坑里了？脑子已经凝固了，无法思考。将孙文推出来不过是临时起意，太后这也能挖坑，还让不让人活了？柳云若知道一定会冷哼，自己屁股不干净能怪谁？他一想到能惩罚敌人，吃敌人的瓜就特别兴奋啊！人一兴奋，脑子就更加灵通了。